沈桃在凳子上面无表情地呆坐了半个时辰，这半个时辰足够他从崩溃到平静，然后绑定了医疗系统，并融合原神记忆。沈桃在现代是个医生，手术刀玩的贼溜。他好不容易休息一天，外出采购时出了车祸，一命呜呼。这侥幸魂穿，沈桃以为自己捡了条命，没想到她穿进土匪窝，成了土匪头子的独女，天生神力。说是土匪，其实就是一群走投无路的灾民，携家带口流落异乡，落草为寇。他们满打满算才当匪半年，并给他们临时搭建的数间茅草屋取了个威风凛凛的名字——黑风寨。桃儿，你清醒点，我知道你难过，可你不能心死呀！你哭出来，哭出来呀！你爹的后事还要操办，你打起精神来。老六叔，你可真是个老六，你再摇下去，用不到秋后问斩，脑瓜子就得摇掉下来。再说，老六叔是怎么从我古井无波的眼眸中看出心死的？我他妈要是害怕好吗？老沈大哥，大当家，你们就这么走了，我们黑风寨可怎么办呢？哼，鼻涕演得好。当务之急，他必须成为这些人的头头，并给他们彻底洗脑，让他们都按自己的思路走，这才能保下小命。这群人要是被官府抓住，铁定会供出他，到时他就成了逃犯了，日子更艰难。爹呀，你怎么死得这么早啊？你留下我一个人可怎么办啊？我从小就没了娘，是你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喂大的呀！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喂大，他侄女过得苦啊。哎，桃啊，节哀吧，这么哭可要哭坏身子了。咱们来到这黑风寨以后，处处都是大当家在做主，现在他走了，后事还没操办，咱们得赶紧选个人出来接替他。桃儿虽然是个女娃子，但她力气很大，能识些字儿，由她来接任大当家，怎么样？她一个小丫头片子，今年17了，眼看要议亲，她当大当家啊？难道她嫁人以后把咱们都变成那富家的下人，供她差遣啊？鲁叔此言差矣，谁说女儿家就一定要嫁人的？今天这个大当家我当定了，不服咱们就碰一碰。哼，就这还碰一碰？鲁琪，你今天就当个踏脚板，帮我坐稳黑风寨大当家这位吧。大侄女，你先动手吧，我要是先来啊，弄伤了你的花拳绣腿，我怕你爹气不过，晚上来找我报仇啊。哦，还有这种好事儿？他正愁鲁琪打过来抵挡不住怎么办呢？桃儿，你轻点儿，点到为止，可别把你鲁叔给打坏了。桃儿是个姑娘家，就算力气大点，但能大到哪里去啊？你有功夫关心鲁琪，你还不如劝劝桃儿，让他赶紧认输。鲁琪的拳头也硬着呢。鲁叔，我可打了。哼，打就打，我还怕了你不成？你放马过来，就看我挡不挡得住。我就说吧，桃儿力气大得很，你们还不听？现在看见了吧？那啥，鲁叔，我也不是故意伤你。怎么样，你还能打吗？要是能，该轮到你打我啦。还打？你是一拳没送走我，还想再给我一拳吗？陆琪认输，愿尊沈桃为黑风寨大当家。拜见大当家，拜见大当家。黑风寨，黑风寨，扫平这一带，我最凶，我最坏，刀头舔血，富起来。这口号是他爹想出来的？他爹有学问，但真的不懂啥玩意儿刀头舔血富起来，这是把当坏人写在自己人生信条里了啊！感觉离砍头又近了一步呢。咱们黑风寨是谁在管银子？大当家，是我。老六叔，你先拿点银子出来，让兄弟们去山下买口棺材，其他人布置个灵堂出来。
陆叔，刚才伤了你都有得罪，你跟着他们采买的人一起下山，找个医馆看看自己的手。谢谢大当家。啊，对了，陆叔，咱们黑风寨50多口人，也没个大夫，这天眼看着就冷了，难免有头疼脑热，麻烦你下山后走趟书店，买2本医书回来，我钻研钻研。老六叔，咱们昨天拿了200两回来，现在还剩多少啊？这他喵叫账本儿？小学生的连环画都比这个强吧？这是啥呀？这是肉票呀，昨天抓的周记商铺的小儿子。商铺小儿子后面画了一堆银锭子，数一数有20个，看来是得到的200两赎金。下面那个勉强称之为鸡的墨团应该就是昨天买的烧鸡，这头猪就是昨天买的肉，坛子就是酒水。沈涛从上看到下，然后看到了15个银锭子的墨团，伴随几个铜板，看来是昨天才买完剩下的钱。一顿饭就造了50两，啥家庭啊敢这么造？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天没酒再颠，对呗？你爹和我们说过，只要我们认真绑票，到处抢劫，赚钱的日子还在后面呢。涛儿，大当家，你说说吧，你爹下葬以后，咱们绑谁呀？咱们的人最近在县城都摸清了，像周家这样的富户，没有100也有50呢。要不我们挨个绑一遍？要不了多久，我们黑风寨就是当地一恶霸，谁都不敢欺负了。谢谢你啊，老六叔，感觉离掉脑袋又近了一步呢。老六叔，把你的纸笔拿来，我要写个东西。咱们是不是要把本地富商都写下来啊？我心里门清。大当家，我口头说，你写，咱们绑一个，划掉一个。这是尝到绑票的甜头了呀！3句话不离绑票。老六叔，你是不送走我不甘心啊。行，老六叔，你说我写欠条。今日我等为生计所迫才出此下策，从周家借的200两，3个月内必当归还。有欠条了，官府总不能说是抢劫了吧？桃儿，不对劲儿啊！我刚才念了这么多名字，你怎么就写下这么几个呀？这2个字呢，写的是姓氏。你刚才说的太快，我写不全，索性就把姓氏写了下来，这样别人也不知道咱们写的是啥。要真把人名都写下来，要是流出去，这不就成了咱们绑票的罪证了吗？对，还是桃儿大当家你想的周全，要不你是大当家呢？你有这个头脑，肯定能带黑风寨成为最大的恶霸。傍晚，系统无人应答。靠，手术都是骗人的，别人的系统没完没了的说话，到他这里系统就变成了哑巴。莫非是他打开的方式不对？老沈同志，勿怪啊，我实验一下，没有对你不尊敬的意思啊。算了，老沈，我在现代已经28了，我看你样貌也才40出头，叫你爹怪别扭的。你说我咋这么惨？明天早上我就把欠条给人家送去，还要带领你这一群人发家致富，我压力大得很啊。大当家，你快去歇歇吧，白天有这些兄弟们就够了，你再继续熬下去吃不消，这要是病倒了，留下我们这么多人可怎么办呢？就听老六说的吧。大当家，昨天晚上辛苦了，洗把脸吧，刘婶子正在烧饭，吃过了饭你再歇下吧。陆婶，谢谢你啊。鲁叔他怎么样啊？手没事吧？昨天的事儿你们2口子不用放在心上，最近交代鲁叔好好休息，等恢复了我还要劳烦他帮着管理手底下的人呢，有鲁叔在我放心。陆婶，你快出去忙活吧，我自己洗脸。那我出去了。大当家，您吃早饭。刘婶，麻烦你让老六叔吃过饭以后过来一趟，我有事情要交代。大当家，你叫我。老六叔，你找个妥善的人把这张欠条送到周家去。大当家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这不是你昨天写姓氏的那张纸吗？为什么要送给周家？那周家门户也不是特别高，200两对他们来说也不是小数目，万一他们告到官府去，咱们不就危险了吗？哎呀，你爹早就想过这事儿了，我们是在县城里找了个破房子落脚的，没暴露咱们黑风寨，就算是报官，那官府也不知道去哪儿抓人。老沈同志反侦查意识挺强啊。那也不行，小心驶得万年船，要是真被官府抓了，咱们这么多女眷可怎么办啊？你找人把这个送到周家，全当是恐吓，让他们知道咱们的人时时刻刻盯着他们，要是他们敢报官，分分钟血洗他们家。老六叔兴奋的血液直往脑门冲，
这事儿他可太愿意干了，威胁好啊，黑风寨名号就打响了，肯定有很多能人志士来投靠黑风寨。等他们壮大了，连官府都害怕。大当家，你等好吧，这件事儿我保证给你办妥当。哎，你可不能亲自露面啊，找个乞丐啥的帮忙送一下。好，听到了。人家穿越最多当个后娘，带2个包子，他倒好，领50来号人。哼，别说发家致富了，让人填饱肚子都难。周家，去，要饭去别的地方，这儿没有。有人让我把这个送到你们家，嘿嘿，已经给你送去了。你答应我的铜板呢？下次有这事儿，你还找我，我保证给你办稳妥了。哟呵，小年纪挺凶啊，绝对是个当土匪的好苗子。小孩啊，我看你骨骼清奇，有没有兴趣跟着我搞买卖啊？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。老头，你当我傻呀？你自己穿得破破烂烂的，还骗我能吃香的喝辣的？你是想骗我和你一起喝西北风吧？嘿嘿，老头子，你要是还有这样的买卖，可以找我，到东边废弃的破庙找麻豆，就有人帮你传话了。周家这边，夫人，有人给咱们送东西来，里面还有一张字条。大呼小叫的干什么？一点规矩都没有。夫人，刚才有个小乞丐受人指使，送来一篮果子，果子下面还压着一张字条。放桌上。这字儿写的可真丑啊！哎呀，文墨，你身子骨不好，躺着便是。刚刚有人送了这张字条过来，文墨，你觉得这事儿要怎么办？母亲不用紧张，我觉得父亲事务繁忙，这点小事还是不要劳烦他了。这张欠条就留在我这里吧。那好，文墨，你歇着吧，母亲还有事要处理。这张欠条的字看似写得很丑，实际却有自己的笔锋，可见有多年习字经验。这人是怎么做到写了这么多年还这么丑的？有趣，真有趣啊！那绑匪虽然做得严密，可他还是偷瞄到了其中2人的长相，并牢记于心。要是报官，抓他们不是难事儿。他本来已经打算这么做了，可没想到这些人竟然不按套路出牌，前脚凶神恶煞地绑了他，间隔1天却送了张欠条过来。他倒是想看看这些人到底想怎么还他这个钱。要是还不上，写欠条的人呢，你可就别怪我了哦。3天后，老沈下葬了，终于不用夜夜守灵了。再熬几天就把他熬死了，变成货真价实的白骨精。大当家，咱们不去县城，在这路上等什么呢？走到一家医馆门口，从车厢里搀出一个男子。那男子也就18、19岁的光景，瘦骨嶙峋，皮肤很白，肚子高高挺起，好像怀孕了好几个月似的。沈涛脑海中发出了叮的一声响，系统检测到需要手术的目标，救人一命，胜造7级浮屠。宿主是否选择救治 ？A. 冷眼旁观不救治，不随意插手别人的事是美德，系统不强求。B. 救治，救人性命是善举，宿主可增加3点好运值，以及可反复培育的高产种子做奖励。好运值姑且不提呀，他一个堂堂龙国人，种植是刻在 DNA 里的事儿，有高产种子，他真是求之不得。沈涛立刻选择了 B。系统画面一花，随后出现了一张 CT 照片，连那个男人的身都没进，就有 CT 照片，就离谱。头这是咋的了？这张脸刚才很猥琐的笑，这会儿忽然又凝重，这表情怎么有点熟悉呢？哦，想起来了，在这当街上，头想拉屎，而且还打算站着拉，要不要提醒他一下？找个背人的地方，我看破了他这么大的秘密，他会不会恼羞成怒的动手啊？那男的他怀孕了。他确定自己没看错，这个男人的腹中有一团巨型肿块，肿块中有脊椎，隐隐还能看到4肢。从科学的角度讲，这叫寄生胎。体内有寄生胎的宿主，很小的时候就会有症状，通过手术取出就可。但这是在古代，很可能是当成疑难杂症来治的。看来那男人啊，从小就没少受苦啊。
桃儿啊，人有三急，要不你就去吧。老六叔不笑话你，站着方便这种高难度的动作，你就别挑战了吧。你个庸医，看不出我家少爷有什么病就算了，可你一个堂堂医者，是怎么说出让人家等死这样的话的？你还嫌喷人？老夫怎么会说出让人等死的话来呀？哎，大家都过来啊！这回春堂的老大夫，他一点医德都没有。我家少爷从小抱恙，现下腹部肿胀上不来气，想让这个大夫给开些药缓解一下，结果他竟然让我家少爷回去等死。你们评评理啊，有这样的大夫吗？就算是人真的不行了，也不能说出让人家回家等死的话呀，这真是挺过分的。啊，我娘总是在回春堂看病，这个老大夫人挺好的呀，说不出这么残忍的话吧？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能有什么误会啊？店大欺客呗。你还学喷人？你们主仆刚才进门让我师傅给号脉，我师傅给你家主子号脉后，发现他体质非常虚弱，于是劝说他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。我家师傅的本意是让他多进补，对身体好。大家伙都听听，对一个重病之人说想吃点什么吃点什么，这意思不就是没治了，让人吃点好的不枉此生吗？你还敢说他不是让我家少爷等死？元宝，不好了，有人昏倒了！来几个人，快把他抬进屋来。小公子，你身上有疾，不宜在外多留。老朽羞愧呀，对你这个病束手无策，只能开几副温补的药给你。回去按时吃，病痛虽然无法完全消解，但短期内可保性命无忧。刚才是我的小厮口无遮拦，坏了您的名声，我在此替他赔礼。多谢您老人家不计前嫌，救我一命。玄宝，快给老人家赔礼道歉。沈桃则趁机打开系统界面查看着，系统里有3个手术室，1级手术室已经开启，2级和3级现在还是灰色的。1级手术室界面下方呢，还有一行小字：患者和医生可同时进入1级手术室，时间不限，但在手术室期间，人会在原本的世界中暂时消失，请宿主做好保密工作。桃儿，你不是下山逛的吗？咱们跟着这辆马车干啥呀？马车上那人衣着华贵，身边有小厮，可见身家丰厚。他本人生病了，体质很虚弱，多好的一个大肉票啊！咱把他绑回黑风寨。我靠，桃儿好勇啊！沈桃一脚就把马夫踹下了车，小厮感觉眼里进了蚊香，然后昏了。老六叔，趁着没人，赶紧走。这位公子，你不要害怕呀，我是一个大夫，你的病我能治，只是治疗的方法有些离经叛道，所以需要掩人耳目啊。对了，我那个同伴他脑子有问题，一会儿不管他说出什么，或者我说话附和他，你都当成笑话听听就得了。他是病了，但不是傻了。这个女子看起来也就16、17的模样，她会看病？骗鬼哦！还他的同伴脑子有病，他看起来也病得不轻啊。但冯明没办法，他大腹便便根本不利于行，只能人家说什么他做什么。上次绑周家那小子是有2个兄弟就不听话，让人看见脸了，你爹都生气了。刚才你没遮脸，让人家看了个正着，怎么办呢？没事，大不了把他眼珠子挖了。哼，黑风寨玩的就是心跳，玩的就是凶狠。刚才那个白了吧唧的姑娘说的好像没错，这人脑子真的有点不太好使的样子。这是去哪儿啊？去上次那间空屋子。哎，不用，直接回去。懂了，不就是要挖肉票的眼睛吗？那把它放哪儿都没关系了。虽然觉得有点刺激，但隐隐还是觉得大当家有点血腥啊，有点害怕了。这么搞啊？哎，算了，老当家曾经说过，手上不沾血的土匪不是好土匪。你们剩下的人把马车给我抬上山。抬着马车上山，古往今来头一遭，可谁让咱没有路呢？大当家，把这小子关哪儿去？抬到我房间去。大当家怎么说也是个妙龄少女，和一个男人同处一室，怕是不妥吧？怎么，你们瞧不起我的战斗力啊？就这样大着肚子的老爷们儿，我一个人能打30个，就把他抬到我房间去。今天晚上我就要折磨他。
逼问他的身价。众人恍然大悟，这个安排很合理。你们几个还愣着干什么？大当家说的话你们没听到啊？都给我记着点儿，我们黑风寨的人要凶狠，要残忍。老铁，我最近压力有点大，老沈同志到底每天是给他们怎么洗脑的呀？哎，再这样一天到晚胡编乱造，他都感觉自己快要精神错乱了。这要是不给黑风寨的人安排点事儿，他们晚上少不了找借口敲我的房门，手术做起来肯定不顺畅。你们都给我听着，我们黑风寨从现在开始要形成规模，要是轻易水的文盲说出去都让人笑话。我今天晚上教你们一个字，你们必须学会，否则罚你们明天和我对打。你们笑什么笑啊？你们也得学，把手里活放下，给我过来。这个是黑风寨的黑，今天晚上你们必须把这个字给我学会。明早我要考，听清楚了没有？听楚了。好了，我要进去折磨那个肉票了。谁要是敢偷听偷看，小心我撅折他。不敢不敢。黑字竟然这么复杂，早知道寨子就不叫黑风寨了，多难写呀，叫一寨不香吗？你不要过来，你不要过来呀！习字的众人瑟瑟发抖，真残暴啊！然后大脑缺氧，嘎一下昏过去了。哼，晕了正好，省事儿。足足6个时辰才完成缝合。大当家的，吃饭了。我没睡好，还要休息一会儿，别让别人打扰。大当家说了，他要睡一会儿，你们别弄出声音啊。大当家要睡觉，你们别弄出声音来。大当家说不许弄出声音，否则抓进去折磨。大当家说了，谁敢大声呼吸，捏死他。一段话就被传得面目全非，这要是再多些人，指不定就要传沈桃吃肉票了。脑海里发出叮的一声响，患者苏醒，手术判定成功，系统奖励即将发放，请宿主接收。手术奖励，好运值增加3点，普通人好运值维持在5点左右，宿主原始好运值3点，增加3点，共计6点，比普通人要幸运一些，也只是一些。高产种子5种，玉米种3粒，水稻种3粒，小麦种3粒，土豆3颗，红薯3颗。种子已放入系统自带空间，可随时取用。系统空间只能存放粮食，不用做其他尝试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为什么我一点力气都没有，肚子还这么疼？小子，你就庆幸遇到的是我吧。昨天晚上我已经给你做了手术，把你肚子里的病灶取了出来。你肚皮现在虽然有点疼，等彻底愈合后，和普通人没两样。冯明傻了，每个字儿他都听懂了，连在一起他怎么就不明白意思了呢？手术啥意思啊？把肚子里的病灶取出来，莫非他把我的肚子划开了？人被剖开肚子，怎么可能还活着？哎，古人就是有意思，一个开腹手术都能把他们吓坏。他肚子平了，他肚子终于平了。难道这女的说的是真的？她真的把自己肚子给剖开了？完了，她要死了。等死？我经手的手术你还想死？你对得起我昨晚奋战一整夜的艰辛吗？你就不想知道你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吗？我得的是啥病？你怀孕了。你胡说！古往今来只有女子孕育生命，哪有男子孕育生命之说？简直是无稽之谈，荒谬至极。那个就是从你腹部取出的胎儿，你要是不信，等你好了以后自己看。当然不是你怀的，当年你的母亲怀了双胎，一个是你，一个是那团肉。你发育的比较好，就把另外一个胎儿吸收了。随着你长大，这个胎儿也在你的身体里持续长大，压迫到你的内脏，导致你吃不下、睡不着、呼吸费力。你感觉一下，这东西取出来以后，你是不是舒服多了？啊，算了，想不通就不想了。反正这女人说的对，她现在虽然腹部有痛感，但这种痛在她的承受范围之内，并且她是真的呼吸顺畅了很多，并且感觉到了肚子饿，这是她长这么大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舒适。这么说，我真的不会死啊？死不了，不过肚子上的伤口得养一阵子。
你暂时留在这里休养，你家那边还需要你写个纸条通知一声，以免他们把我们当成匪徒再报官。费了9牛2虎之力，终于写成了一封家书。大抵意思是他遇到了神医，神医脾气怪癖，除了患者以外不许旁人跟着，这才没带小厮和马夫。他现在很好，不日就归家，希望家人不要惦记云云。大当家，什么事儿啊？你亲自下山走一趟，送到城东冯家，小心点别被人抓到，顺带买袋米回来。虽然他不在意吃的是什么，可他在意营养。再吃野菜糊糊，他眼珠子分分钟绿给你看。老六叔心里美得很啊，只要不考他字儿，让他干啥都行。更何况这送的必定是勒索信，这事儿他最在行。就看到冯明满脸通红，伸手摸了一下他的额头，这不烫啊？那他脸红个屁呀！他的娘的想尿尿，都快憋炸了。可这屋里就俩人，这让他怎么说呀？他不要脸的吗？他不用吃吗？不用，他还没放屁。他实在搞不明白，这放屁和吃饭有啥关系啊？他可以一边放一边吃呢。算了，大当家的事儿啊，他还是少管。冯明更难受了，身体止不住抖动。这沈桃终于回过味儿来了，这老爷们儿是想撒尿啊？想小姐是吧？我帮你。冯明听了这话，羞愧的都快要自杀了。但沈桃是谁啊？他是一名医生，直接把冯明吓得哇哇大叫，表情都变形了，好像沈桃是那个老流氓。叫了一会儿，他不吱声了，脸红的要滴下血来。沈桃肉眼可见地上淌出黄汤子，哼，上火了呀！冯明羞愧的紧闭双眼，只要没人出声，尿裤子这件事就没发生过。大奎，你过来，你去找条裤子给里面那个人换上。一进门，大奎差点没吓晕过去，地上扔着一个血淋淋的布团，里面不知道包的啥。而昨夜抬回来的那个男人，肚子俨然已经平了。这还用想吗？肯定是大当家把他的肚子给剖开了。大当家真狠啊！老当家让他们手上沾血，然后杀了个野兔给他们每人抹一下。可现任大当家他不一样啊，有肉票他是真折磨啊。大奎从沈桃房间出来后，火速逃回了房间。大奎啊，你这是咋了？兄弟们，吓他妈死我了！你们知道大当家的怎么处理那个肉票了吗？怎么处理的？大当家他把人的肚子给割了，血呼淋拉的。那小子是真惨啊，因为太疼了，都疼尿了。啥？大当家为啥割人家肚子啊？还能为啥？肯定是人家大这个肚子，他觉得有趣，就剖开看看呗。呀，别说了，我都起鸡皮疙瘩了。冯明他家现在已经闹翻了。妹妹啊，你可别哭了，在我的地盘上，谁敢不长眼的绑架明儿，他是活够了啊！你放心，哥哥已经派出大批人手排场，务必把明儿全虚全影的给你带回来。妹妹，来，快吃口猪蹄儿。你瞧瞧，你哭了这么久，人都瘦了。哎呀，哥哥心疼啊！哎呀，哥，你不要动你县衙里的人。听这两个没用的下人说，明儿啊是被人绑票了。县衙的人要是到处去巡查，那些匪徒肯定不敢来送信。到时候他们一狠心，再把明儿给……哎呦！好，我这就把人都撤回来，把围着你们冯府的人也都弄走。哎呀，你也走！冯家人被小石子惊动，看到了那张纸条。夫人，绑匪送信来了啊！快给我看看！哎呦喂！哎呦，我的明儿原来是遇到名医了！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夫人，这怕是绑匪的缓兵之计吧？不能，我儿子的字儿我了解，你瞧瞧他最后面那个签字，未把勾成一个心形。明儿开心的时候啊，写字就这样。夫君，吃出蹄子呀！今日莫非是夫人高兴？算了，卖他一个面子，吃了吧。冯明肚子咕噜噜的叫着，沈桃就像没听见似的走了。是我肚子叫得不够响亮吗？沈桃出门转了一圈，他就奇了怪了，这些人看见他好像恭敬了很多呢。不错，他们肯定是通过我朴实无华的外表看到了我的人品，我是用人品感化了他们呀。人品个屁，人家是害怕你割肚子好吧？你外表那么好，谁能透过去看到你的人品呢？来个人呐，来扛米啊！你不要命了？你喊那么大声干啥？老六啊，
今天你不在，大当家可是把那个肉票的肚子给剖开了。他还说了啊，谁大声说话就捏死谁。你刚才打哪儿来啊？哎呀，这不刚从茅坑出来，就碰见你呜呜喳喳的吗？你手很味儿，你不知道啊？确实有点味儿。哎呦，我说老六啊，你别在意那些细节。就把事情细细讲了一遍。比变态，他真是比不过大当家呀。喂，你排气了没？何为排气？就是你手术过后放屁了没有？这什么姑娘啊？一天天就关注撒尿放屁这点事儿。没有，没有就不能吃东西，啥时候放屁啥时候吃。你放屁才能吃东西，这是什么道理啊？哼，我冯明有种，就算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。对了，昨天晚上他教了众人一个字儿来着，他要验收成果。来，全部人听着，到这边集合。来了，这是要考我们字了啊！原本还记得黑这个字的大框，今天让妈颠了一天，连大框都忘记了。大家都听好，以后我喊集合，你们就像这样站成2排。来，把黑字给我写一遍。黑咋写来着？哎呀，黑怎么这么难呀？53个人一个个测下来，全军覆没，在场没一个写出来的。法不责众，全打一遍，明天连干活的人都没有了，决定换一个惩罚。大家跟着我学啊！顾客，欢迎光临。鲁奇，你喊一声给我听听。顾客，欢迎光临。哎呀，顾客欢迎光临这几个字儿，你喊出了小子拿命来的架势，声音要柔软。顾客，欢迎光临。那个林字的音调一定要上扬，要轻快，要婉转，要让人如沐春风。来，大家都练习一下。足足练了1个时辰，沈桃选了几个喊得比较好的人。你们10个人，明天天一亮就跟我走。刘婶，你们今夜用树枝做30个圆环，固定的结实一点，要这么大。沈桃沾枕头就打起了鼾。这姑娘真是干最野的买卖，打最响的鼾呢。这些鸟可真是讨厌，叽叽喳喳叫个没完。你们给我等着，早晚把你们抓住，打了鸟毛烤来吃。老六叔，我今天要带人下山，我屋里那个人劳烦你照看一下，你勤问着点，他要是放屁了，你就弄点米汤给他喝，要是没放屁，不能给他吃，知道不？我中午就能回来，麻烦你了。大当家，我们去山下是干嘛呀？咱们要在山脚下做买卖，得采购点东西。还记得昨天晚上我教你们喊的欢迎光临吗？以后都能用得上，你们要没啥事就练练。沈桃买了些针头线脑、豆腐、青菜、糙米，还割了几斤猪肉，林林总总的20来样东西。哎呦，大当家，够了。行，先就这么多。走，咱们找块空地，你去那边折2根带叶的树枝，把这里扫一扫。刘婶，昨天晚上你做的圆环呢？我今天就要套到那块肉，给我家开个荤。你净说瞎话，你有那准头啊？我看的是我套中，你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。什么意思？我没看懂，怎么肉就是你们的了？这个摆摊的好生有趣啊！你们看到地上摆的东西了吗？2文钱1个环，对着这些商品扔出去，套中哪个东西你就能免费带回家。众人瞧了瞧地上的东西，最便宜的是针头线脑，那也得好几文钱才能买到。要是自己手气好，真套中了，这不就省钱了吗？婆娘回家肯定夸呀。你这人，我刚6文钱买了套3次的机会，还没套呢，你抢什么抢？这么靠前干什么？往后退点，我要去画条线。你站在线后面扔，手也不能过线，过线不算。这么靠后，还能套中吗？我小本生意讲的就是规矩，离这么近我还用你套什么？我全送给你算了。哎呀，你们前面的人快点套，别耽误我们后面的人拿肉。靠，虚晃老子一下，你倒是扔啊，犹豫什么？废柴呀！要是我，那块豆腐就拿定了。再给我来3个环，我不甘心。不好意思，一人最多3次机会，抢完再去后面排队。套圈队伍足足排出去20多米，男男女女都参与进来。吩咐他们照原样再买2份，再起2个摊位，每个圈收2文钱，拢共进账2534个铜板。除去被套走的东西，净盈利1130个铜板，1两银子多些。老六，等我一会儿，我也去瞧瞧那个肉票。2人掀开冯明的衣服，看到那被缝合的伤口，打了个寒颤。哎呦，真变态呀！不仅割了肚子，还像缝衣服似的给人家缝上了。这小子也真命大呀，都伤成这样了还吊着一口气儿，还能尿一裤兜子。
求好汉给了条裤子。你没运呐，你小子命真大。哦，对了，你放屁了没？我要裤子，和放屁不放屁有关系吗？行，这一山头人的脑子都有那个大病，不放屁不给吃饭，不放屁不给裤子，这是什么道理？早上还真的放了屁，本来呢他不打算说出来，可这两人实在太过分了，他为了一裤之尊，老老实实把放屁的事儿交代了。哎，不对，我不是要喝米汤，我是要裤子，裤子，我要裤子。卢婶、刘婶、大奎等人就急待地向众人吹嘘了今日做生意的盛况。你们不知道啊，我就打了个样，大家都急得到身后来排队了。这到底怎么玩的呀？哎呀，咱们也有东西啊，你给我们演示一下。有话就说。头啊，冯家这票钱咱能不能少要一点啊？老六叔不是把抢劫致富当成人生目标吗？他怎么忽然提出少要钱这事儿了？你把人家那样了，孩子没少受苦，他都遭了那么许多罪了，回头再要那么许多银子，咱们有点过分凶残了。用老当家的话说，这叫不讲江湖道义。哎呦，没想到老六叔还有这样的觉悟。既然老六叔都这么说了，那就给老六叔一个面子，让他在这里再将养2天，就让他下山。山虎，家具都是你打的，我看做的很不错，我想做这些东西，你看你能行吗？大当家，交给我，保证能完成。山虎，你是个好样的，等咱们黑风寨走向正轨，我一定好好的奖赏你。谢谢大当家，谢谢大当家让我表现。好啦，吃饭吧，吃完饭今晚还有事安排。集合！今天咱们黑风寨的人在山下赚到了一点点小钱，这事儿大家都知道了吧？知道了。好，卢婶、刘婶出来，你们2个明早带上一个结实一点的老爷们儿，继续去早市摆摊，只是不做套圈买卖了。大当家，套圈多挣钱呢，为啥不做这个买卖了？套圈的生意明天就会有很多人模仿，没法做了。一会儿大家散开后，你们俩来找我，我教你们一个新的法子。大奎，大当家，大奎，你选几个能说会道的人和你一起下山，就在咱们山脚下支一个摊子，卖咱们今天晚上做的孔明锁。还记得顾客欢迎光临这个喊法吗？明天记得用上啊。明早我和你一起去，给你们做个示范。今天晚上帮山虎的几个人，明天继续帮山虎做孔明锁。山寨剩下的人由鲁奇统一分配，担负起做饭、砍柴、摘野果这些活计。目前咱们黑风寨还没有正经的来钱渠道，所以大家都辛苦一些，每一个人的劳动都值得尊重。但凡让我知道你们互相之间瞧不起、勾心斗角，他们害怕的一哆嗦。要是他们勾心斗角，大当家怎么对付那个肉票？说不定就要怎么对付他们。知道了，大当家。好，大家辛苦了，都回去休息吧。大当家，我干啥呀？你这几天就专门照顾那个肉票吧。我都替他求情了，还让我照顾他，真是美死他了。老六叔，这一次我误打误撞把他肚子弄平了。虽然咱们不管他家里要赎金，可他们家不能不懂事吧？你好好照看他，回头肯定有好处。所以你的任务非常艰巨，是他们都不能比的。好，就听你的，大当家。卢婶，以后咱们黑风寨做买卖，少不了需要一个泼辣的人撑场面，但这个泼辣的人说不定会遭人唾弃，但是钱肯定能实打实的赚到口袋里。你愿不愿意当这个角色啊？那有什么难的？只要钱进了口袋，他们说什么与我何干？你回去和鲁奇商量一下，他要是同意了，你明天就去；他要是不同意，咱们就另寻他法。这有什么商量的？他要是不同意呀，我就反正他手断了以后，他也打不过我。你们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，还觉得自己是君子，没想到偷听人家说话啊。你们说的那么大声，我想听不到都不行，不是偷听。还有力气争论，看来这人好着呢。喂，我家还有点银钱，这次我要是真的好了，我给你一些钱吧，或者合伙做生意也行，反正我也不喜欢读书。没人应他，鼾声响起来了。睡，你睡就好了。卢婶，如果是特别穷苦的人买你们的果子，就偷偷把钱还回去，听到了吗？茶水，免费的茶水喽！客人可以在这里免费歇脚。茶水，免费的茶水，还有给孩子玩的有趣的小玩意儿啊！出门在外，回去给孩子带个小玩意儿回去，孩子肯定会非常高兴的。而且我们这小玩意儿还能锻炼孩子的心智，让孩子更加聪明。叫人啊！顾客，欢迎光临。爷，这摊子虽然小，但是人都有去结了。客人是给家里小孩子看的是吧？你瞧瞧这个。我当是什么好玩意儿，没想到就是这么个圆球，这东西硬邦邦的，拿来把玩都嫌硌手，你还大言不惭地说能让小孩子更聪明。哎，客人，这可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木匠造出来的，我机缘巧合之下才得，
我不眠不休2天才把它组装起来。你现在看到的可是组装出来的成品。这样，我把它拆开，你要是当着我的面装上，这东西我分文不取，我白送给你不说，我还跪地磕头叫你3声爷爷。条约，你让人瞧不起了呀？爷，你就瞧好了吧，这个白姑娘语气好声大，我这就让她知道天下能人多的是。喏，你装啊。这还不简单？一连试了10多次也没能成功。条约，拿过来给我看看。这个完整的给我家爷看看。茶水，解渴的茶水免费喝。出门在外，给家里的小儿带上一件可心的小玩意儿吧，能让小儿更聪慧呢。哟，这不大的摊子前竟然还有另外一辆看起来比较豪华的马车呢，卖的什么呀？顾客欢迎光临，来这边坐，歇歇脚，茶水免费。当真是免费？放心吧，客人，当真免费。我们爷说了，你要是能组装上，我们就买一个。不过几个喘息的功夫，一个圆球又出现了。慢点儿，我没看清，原来竟是这样，妙极！我们爷说了，这孔明锁设计得很精巧，这就好比做成一件事儿，必须要一步往后想几步，甚至有进有退，确实能让小孩受益，让其聪慧。这东西甚好，我们家主子说要买上5个，带回去给家里少爷小姐们把玩。这个白姑娘多少钱一个？这是孔明锁，200文一个，5个就是1两银子。这么贵啊？几个木头片拼起来的东西就要卖200文？你抢劫啊！条约，设计这东西确实花了巧思，制作起来也费心费力，如此好的玩意儿值这个价钱，给钱吧。大奎等人都激动疯了，他们万万没想到这东西这么值钱，轻轻松松的1两银子就到手了。做生意这么挣钱，他们还绑什么肉票啊？哎，我也要一个。甚好，甚好啊！大当家，你听听，全卖出去了。按照你说的，这穷苦人的钱我没收，可是这3背篓的野果也卖了200多个铜板呢。婶子，疼不疼啊？不疼不疼，大山也没真下手。他拽着我头发往地上磕的时候，其实用他的手垫着呢。这要真说受伤啊，他比我伤的可厉害呢。再说了，头些年我和鲁奇总是干架，他每一次打我可比这狠多了。不过这2年好了，尤其是经历了这场灾荒，他反倒是会心疼我了。你别说这些了，咱们还是商量商量明天买些什么吧。买豆腐啊？大叔，我就是想问问，你这豆腐怎么剩了这么多呀？是生意不好做吗？是你？都是苦命人呐，不妨和你们说吧。西边3个州县临近大月河，大月河春汛把那边百姓的家都给冲没了，成了一片汪洋，灾民四处流窜，不少都来到咱们这儿，上头下令让官府放粮，那点存粮都耗没了，边关又吃紧，处处要粮。这不秋收将至，税粮比头年又高出许多，豆子价格涨得厉害，跟着我这豆腐也不得不涨价呀。大家宁可攒钱买块肉吃，也不愿意吃豆腐了，觉得吃涨价的豆腐吃亏呀。我这每天的豆腐越做越少，每一天都卖不完，这都砸手里了。为了做这个豆腐，我年初还借钱囤了点豆，现在豆腐卖不出去，儿媳妇又眼看生了，欠的钱也还不上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老汉口里的灾民正是黑风寨这伙人。看来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呀。我站在你豆腐边都能闻到豆香味儿，可见你这豆腐做的不错。这豆腐你是怎么卖啊？我要是多买一点，你能给便宜吗？那是，附近这块大家都夸我豆腐香呢，多买。你要买多少？昨天我也买过豆腐，这巴掌大的1块要3文，2块5文。我若是买300块豆腐，你要多少个铜板？300块。你要是买300块豆腐，我一共收你600文。好，大叔，你也是个实在人。这样，你带我们去你家看一看，咱们再签个合约。我先付你400文，明早你把豆腐给我，我再付你剩下的200文，可好？走，你们跟我来。老婆子，来客人了，快来倒水。大叔，你家有纸笔吗？咱们签个合约。这是从买豆腐的文人处讨要的，已经用过了，不知道行不行啊？他写个合约，李老汉也不认识啊，说不定还以为自己要诓他。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，更何况这家人看起来老实巴交的。大叔，合约就不写了，这400文我给你做定金，明早你推车到早市门口，把豆腐交给我们的人，我再把另外的200文给你。他劲儿可真大，不磨豆子可惜了。瞧见没有？
我这劲儿能一拳打破人的脑袋。要是你们不按时交货，坑了我的400文，别怪我找到你们家讨债。我们都是本分的生意人，那不能。大当家，你劲儿可真大，那儿子被你吓坏了。哎，大当家，你买300块豆腐，肯定是有主意能全卖出去是吧？啥主意啊？能和我说说吗？走，去卖成衣的布中。伙计，麻烦给我拿1匹这个麻布。这1匹麻布做一家人的衣服尚有余，400文也是很划算的。伙计，我看你们这里还卖成衣，那些裁下来的边角布料还有用吗？我想买点。啊，我这里边角料多了，我拿给你瞧瞧。这一袋子我要是都要，得多少文？你要是全要了，就给我15文吧。大当家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把这2个孔明锁卖完，我们也回。好，我们先上去，你们尽快。哎，就你能哟，我还扛着1匹布呢，也没见有人心疼，我命苦啊！大山，你打我媳妇儿，你给我站住，看我不打死你！你手都坏了，我可不跟你一般见识啊！呸，手断了也不耽误我用脚踢你。乖，再喝一口。我说了，我不喝了。不喝不行，你必须喝，必须赶快好起来。妈的，老子不想喝稀汤尿裤兜，你非要给我喝。我进来了。桃儿回来了，你快进来看看，我把这人照顾得可好。老六叔，你对好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啊？还是得赶紧把风鸣送回家去，让他娘老子养吧，再放到黑风寨养下去，他不饿死了也得尿裤子把自己冲丢了。这几天啊，屋里都有股尿骚味了。我扶你起来活动一下。他肚子还没长好呢，怎么可能站起来？万一肠子掉出来了呢？我没劲儿，真的没劲儿。现在没人帮你了，你慢慢走回到床边，我再扶你躺下。啥玩意儿？自己走回去啊？走，别管他了，咱们去看看山虎做孔明锁的进度。哎，别扔下我！你们都是坏人，你们就会看我笑话。在山虎的带领下，8个人大半天就做出了30个孔明锁。嘿嘿，大当家，山下的兄弟们卖的怎么样啊？放心吧，我刚上来的时候卖的就剩下2个了。你们猜猜，这东西多少钱一个卖出去的？20文，是200文。乖乖，他们做的东西竟然这么值钱，而且还真的有人买啊！兄弟们，还歇啥呀？继续干呢！歇一会儿，我再画个东西，你们看看能不能做出来。喏，你们看出来了，这游戏2个人能玩，多个人也能玩。山上要是有颜料就好了，就能分出各自阵营。我知道了。大当家，我们常在山里跑，这几种花根本碰不到，弄到衣服上怎么洗都洗不掉。咱们捣碎了染色可好？可有毒性？没有，这些都是山间最普通的花，无毒的。我小时候还把花揪下来吸后面，有股淡淡的甜味呢。无毒就好。鲁奇，谁喊老子？吓了老子一跳。鲁奇，大当家，你找我啥事啊？鲁奇，发动黑风寨所有的人，咱们去山上找野花或者野果，无毒的，要能染到衣服上颜色的。黑风寨众人，无论男女，现在往后山走，咱们去找野花或者野果，无毒的，能染到衣服上颜色最好。3人一组，互相照应，太阳落山之前必须返回来，听到没有？你们管管我呀！你们别走啊！走，老六叔，咱们回去。就回去？颜色还没找够呢。说不定别人那里找到了，晚上还有晚上的事呢。只因这个时节开的野花不多，更别提能染色的野花了。你们一个个的完蛋玩意儿！那也不是我们想的呀。山虎哥已经把那2种能染色的花拿回来了，我们真的找不到呀。哼，你小子还敢顶嘴？你瞧瞧你那张嘴，你又在山里偷吃什么了？嘿嘿，可好吃了，你要点不？大嘴兽，把你果子给我行不行？大嘴兽眼里有芥蒂，他摘回来吃的呢，他不想送人。算了，谁让他是大当家的，还是会割肚子那种大当家的。给你，都给你行了吧？大嘴兽，再过几天我买肉回来，保证让你吃个饱。你说的，你可不能反悔。哼，让你这么难伺候，明天就把你送回家，尿你的高床软枕去。老六叔，你这衣服掉色挺厉害啊。桃儿，我说桃儿，老六叔始终是支持你的，站在你这边的。老六叔支持你，你可不能拆我的台啊！老六叔这就1件衣服还打了补丁，你要是拿走了，
老六叔就没衣服了呀？你瞧瞧，我这布买回来了，今天晚上我就让人给你做件衣服，保证你明天一早就能穿上新衣。说话算数。算数。老六叔，快找个婶子帮你裁一裁，要不你明天就没衣服穿了。瞧瞧，新料子做新衣服喽。媳妇儿，媳妇儿。沈桃得到了老六叔的衣服后，赶紧泡水，准备染棋子。棋子果真上了颜色。大当家，我回来了。你们听见声音没有？听见了，那是铜板的声音，声音闷闷的，肯定有不少。你们说大亏能卖出去多少啊？至少有500万。开饭了。今天还有面饼子，好几年都没吃过白面饼子了。像这样的会，咱们以后每天晚上都要开。以前咱们穷，没地种，也没有本钱做生意，所以你们在我爹的带领下成了匪。算了，以前的事我就不追究了。可现在不同了，我们能在山下的市集里赚到钱，还能卖木头做的东西赚钱，我们为何要抢钱？不就是因为没吃没喝？现在我和你们说，只要咱们都好好干活，白面饼子以后每天都有。今天的饼子掺了野菜，过阵子就不掺野菜。今天是每人一个，过阵子让你们随便吃到饱。所以你们是想干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缺德事儿，还是想踏踏实实赚钱，好好做人？踏踏实实赚钱，好好做人。大声点，我没听到。踏踏实实赚钱，好好做人。目前咱们黑风寨的人分成了5组，第一组是卢婶、刘婶、大山的集市组，第2组是大奎等兄弟的服务区组，第3组是珊瑚等兄弟的木匠组，第4组是鲁奇等人的后勤保障组，第5组呢是老六叔的财务组，他还兼职照顾一下我屋里那个兄弟。每个组推选出1位代表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工作。好，第1组开始汇报。我是那个集市组。今天我、刘婶、大山兄弟3个人在山下售卖野果。早上我们演戏，你们也看见了，在早市上大家都可怜我，把我的野果全都买了，一共赚了232文钱。我这手里面还有32文，另外200文付了豆腐的定金，打算明天在早市上卖豆腐。232文，就那些咱们天天吃的野果，真有人买？我的亲老爷呀，以前我也去我们本地集市卖过野果，压根儿没人买。那是你方法没用对，大当家昨天指点了一下，这不全卖出去了吗？好，卢婶回去，该第2组了。大奎走出来，像我一样面对大家，肩膀挺直，大方一点。我和6位兄弟在山脚下卖孔明锁，我们靠免费的茶水吸引客人。我发现啊，来往客人都有买点东西带回去的想法，只是有的客人瞧了一眼就会说，你们卖的东西这么少啊，若是东西种类多一些，我想我能卖出去的东西更多。兄弟们，是不是啊？就是。那你们到底卖出去多少啊？400万。就那些木头也能卖到400万？过路的人真有钱呐！集市卖了200万，他们又卖了400万，这一天就进账了600万。我的个乖乖！不是400文，是4两银，一共4000文钱。哎，都是高兴的事儿，大家别哭啊！听大当家继续说话。我们几个兄弟，今天就在家里做孔明锁，今天一共做出32个孔明锁。大当家又教了一个跳棋，一会儿我再带兄弟们干一会儿，再赶着出几个来。明天就能让大奎兄弟卖。现在该我们组汇报工作了。咱们黑风寨一共有53个人，以前大家都是一起劳动的，现在干活的人只剩30几个，挑水、捡柴、浆洗衣物、提水、晾晒野菜和野果，为冬季做准备。工作量虽然比以前大，但是还能忙得过来。好，你们辛苦了。从明天开始，下山采买粮食也要交给你们，要做的事情会越来越多，每个人都有机会表现。大家不要着急，以后每天的进账出账都要告诉老六叔，以后每7天单独召开一个财务会议，让老六叔单独汇报。好，散会。大当家，明天这个豆腐该怎么卖啊？300块豆腐，咱们卖得完吗？卢婶，你去把那些碎布头拿出来，顺便再拿个梳子过来。明天卖豆腐送碎布，那些带不起发饰的女人自然趋之若鹜。卢婶，你把头发打散再梳通。卢婶，你去打盆水自己照照，或者问别人好不好看。卢婶儿，你这头发怎么弄的呀？真好看。我婆娘可好看了。你先睡吧，我今晚还要和大当家学编发呢。大家相互梳头发，练习编发。沈桃又交代了卢婶明天的话术。沈桃把想要的样子画在纸上，递给珊瑚看。拖衣板实在是很简单的东西，珊瑚只看了一眼就明白了。大当家，
这东西简单，今天晚上我们能做出不少。珊瑚，明天白天还要继续干活，所以晚上做几个就行了，别太熬。和我聊会儿天能死啊？唉，就是听鼾声入睡的一天。这东西是干啥用的呢？莫非是挠痒痒？你给我拿一下，我试试。哎呀，不解痒啊，还是手挠的痛快。那能是干啥用的？要不问问大当家？都起来啦！啊，大当家，这东西是干什么用的？洗衣服的。洗衣服？这怎么洗啊？哦，原来是洗衣服用的。夫人们冬季都是用手洗衣服，以前我娘一个人要洗一家的衣服，手都搓破了。要是早有这个东西，我娘就不用吃那么多苦了。就是，大当家，这东西要怎么卖？就卖20个铜板吧。20个铜板，这么便宜啊？路过的人有的家境富裕，也有的家境普通，所以有的东西卖得贵些，有的东西就要卖得便宜一些，大家才都能买得起。对，这个定价很合理。对了，大当家，你和我们一起下山吗？你们先下山，我稍后带人下山，还有别的事情布置。跳棋的玩法你们已经搞通了吧？把跳棋先放到茶桌上，让免费喝茶的人也玩一玩，他们玩上瘾了才会掏腰包。好嘞，大当家，那我们先下山了。哟，老六叔穿新衣服了。哎，好说好说。老六叔，一会儿咱们把冯明送回家去，你找几个兄弟，咱们把马车抬下山。哦，对了，还要带些柴刀和铲子，还有那匹布。带布干啥？莫非要在山脚下找人裁衣服？他有点不开心，别人也有新衣服的话，他还显摆个屁呀！不过桃都已经发话了，他也不能反驳。啥情况？要把我抬到哪里去啊？沈桃，喊我干啥？你让人抬我，要把我弄哪儿去？当然是送你回家呀。他身体还没有完全好，待在沈桃身边才是他认为最安全的地方。这要是回了家，他又不舒服了怎么办呢？我不回去，我要待在这里，我不走，我就要在这儿。沈桃，你别送我走，等我好了以后我给你钱，行不行？哼，把你送还给你老娘，你老娘也会给钱的。把你留在这里，还得专门派人伺候你，人工不要钱的呀。你还是回家去吧，尿你的高床软枕。大奎的摊子走这里，我一个棋子已经进了你的阵营，哎呀，就差一个子儿，就让你赢了。承让，不得不说，小兄弟你这个跳棋非常有趣，你是不是卖呢？给我来一个，我正好去看望友人，可以与他对弈。大当家来了，你继续吆喝吧。你们几个拿柴刀的多砍些树枝回来，你们几个在这挖坑，我要盖个茅房。盖茅房在这里？沈桃昨天就发现来往的行人中有女客，对男人来说，只要不抬头，遍地都是茅楼，女客则不行啊，就算尿急也得硬忍。等到了没人的地方，钻进树林深处才能放心解决。那麻布竟然是给茅房穿的，刚做好的新衣服忽然就不香了呢。大奎，买了东西的客人可以免费上茅房，若是不买东西只想上茅房，需要交2个铜板。客人走了以后，你们要进去检查一下，如果有脏污及时掩埋，听到了吗？哼，上一次茅房要2文钱，谁会花这个冤枉钱啊？缺心眼儿啊！老爷，前面有个卖东西的摊子，还支了个茅房呢。茶水，免费的茶水，客人下车歇歇脚吧，有免费的茶水可以喝。客人欢迎光临，让我们的人替您牵着马车，您坐下喝口茶吧。这是何物啊？客人，这叫跳棋，规则很简单的，反正您这会儿正歇着，要不咱对弈一局。这跳棋啊，可以好几个人一起玩，人多更有意思。我再叫2个人陪玩怎么样？兄弟，不瞒你说，我家中有小儿，你这棋卖不卖？怎么卖的？这位客人，不瞒您说，我们不仅有跳棋、孔明锁，而且还有新的玩意儿会陆续上市售卖。您要是单独买一副棋，我们这么多人守在这里做生意，价格自然要贵上一些，得卖到200铜板才稍有赚头。可您要是一次性买它50副，我们走量，薄利多销，可以卖你80铜板一副。一次性买100副以上，我做主，价格能给你优惠到50铜板。你想想啊，这跳棋规则简单易上手，趣味无穷，适合消遣，绝对不愁销路。这么有销路的东西，不久之后肯定会有人模仿。您在此之前售卖，绝对能抓住这个时间差赚上一笔。等到您赚了这一笔，我们的新品也上市了，您又可以抢占先机。您说是不是？行吧，小姑娘，你确实能做主。客人，他是我们的，我是他们的头。我定300副跳棋，多久能交货？3天。好，就3天。不过咱们要签个合约，有些事儿得在合约里写清。300副跳棋，3天交货，一共15两银子。我先付你5两定金，剩余的10两交货时付清。我这个跳棋要拿到罗天州去卖，所以合同里得注明
你不可给其他罗天州商人供货。当然，灵脉我管不着，还有新货上市时优先给我供货，可好？他没想到这个世界的商人已经有了区域保护的想法。黑风寨要想要做大做强，必须要有口碑，才能吸引更多商户，达成共赢。我到旁边的县城先住下，3天后还是这个时间，咱们在这里交货，可好？一言为定，合作愉快。小姑娘，我可否借用一下茅房啊？小本经营，上一次2文钱，概不赊账。好，2文钱你收好。靠，好打脸呐！大奎，合约你收好，叫兄弟上山通知商户，让他们把孔明锁的事情放一放，抓紧时间做跳棋，人手不够就让其他兄弟帮忙，3天300副，必须完成。我马上要去山下看卢婶他们，你可以学着我的样子向商人推销，要注意啊，推销的时候问清楚他们要去哪个地方售卖，一个地点只能大批量的给1人供货，听到没有？风鸣躺在车厢里，心情很低落。过了几天集体生活，他感觉自己已经爱上了，忽然让他回家，一方面他是觉得不安全，另一方面觉得有点失落，好想和他混啊。老爷夫人，老爷夫人，老爷夫人，有事说呀，你光喊我俩也没用。就是，老爷夫人，少爷的马车回来了。少爷回来了。夫人先请。儿子，我的儿啊，你怎么瘦成这样了？是不是在外面没有猪蹄子吃啊？以前咱们娘俩根本抱不住，肚子互相顶着，现在竟然能抱上了，你吃苦了呀！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前几日小儿来信说遇到了神医，替他解决了顽疾，现在一看果然不假，神医真是医术高超。请问这位小姑娘，神医与你们一同来了吗？神医不是在你面前站着呢吗？贵公子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，我们便将他送回，并收取诊金。啊，对，诊金是要付的。快进来，快进来。冯夫人，贵公子的腹部有伤口，月余才可以完全康复，每日需下地走一小会儿，但不能时间过长，饮食上清淡为宜，可以熬些滋补的汤给他进补。我手里这包药，每日3餐后喂给他，若是他有不适，可派人去城外15里的摊子前寻我，每顿饭后服用这么多就行，异常昂贵，小心保存。小姑娘，诊金几何呀？200两。200两？我就值200两，你就不能多要点吗？我在他眼里就那么不值钱吗？莫非是要多了，拿不出来？不能够啊，我是按照老沈绑票的价位定的呀。愣着干嘛？快拿钱呢！完犊子了，要少了，感觉亏了1个亿。老六叔，走，咱们去周家。去周家？桃儿，你不是说了吗？咱以后不绑票啊，就别去周家了吧。咱们现在能赚钱了，以前从周家拿的钱自然要还回去，否则背着这个污点，咱们黑风寨一辈子抬不起头。桃儿说的对，这钱必须得还。老六叔，你牵着马车去一边等，这钱我亲自去送。桃儿，你注意安全啊。大叔，啥事啊？有人委托我把这个送过来。这次莫非又有信？你别跑，谁让你送信的？你和我进去说清楚。夫人，又有人来送信了，这次我把他给抓住了。夫人，又有人来送信了。姑娘为何来送银票？这位夫人，我在这附近被人拦下，委托我把篮子送过来，就篮子提着轻巧，那人言辞也恳切，我就答应帮他这个忙。更何况他承诺给我3个铜板，这么轻巧的活儿，不会有人拒绝的。倒是麻烦姑娘了。既然东西已经送到，我就告辞了。家中还有很多杂事等着料理。夫人，小柔，去拿5个铜钱给这个姑娘。她虽是受人所托，可东西终究是送到了咱们手里，该有的礼数不可少。本末是娘，哎呀，你应一声，娘就自己开门了，怎的要你亲自来开？娘，你找儿子有何事啊？本末，你瞧，上次有人提了1篮子果子上门，果子下压着欠条，这不过今天有一个小姑娘送菜上门，青菜下面压着银票，说我想的不错，应该是上次那些劫匪还的钱。本末，你怎么看呢？一个女子送来的，可有问过她姓名，家住哪里？那女子说是有人委托她送来的，故而娘也没有多问。莫非你觉得那女子有问题？娘这就去叫人跟着她，她很瘦而且很白，极好辨认。娘，既然他们把钱送来了，这件事就算作结束，您莫要忧心了。粉末，既然如此，那娘就先出去了。天气凉了，你尽量不要出门，多休养。有事儿啊，差人去叫娘就好。公子，若不是属下上次去送信，您也不会落在歹人手里。属下怀疑绑您的人跟京城有关联，属下这就去查探那女子的下落。
若他真和京城内人勾结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陈乔，你不用这么紧张。不过这些人也着实有趣，绑了我要了钱，但隔天又送来欠条，这才几天的功夫啊，还真筹了钱送回来。感觉他们和京城关联不大，否则就不会把我放回来，趁我病要我命，这不正好吗？陈乔啊，你要是不放心，去看看也好，切记隐藏好身份，别惹出祸端。夫人说来送信的姑娘很瘦很白，极易辨认，的确好辨认。早市上人头攒动，才看到卢婶和刘婶。桃儿，你终于来了，这下可怎么办呢？大家都在吆喝，他们根本就不过来呀。卢婶他们摊位旁边还蹲着一个老实巴交的大哥，大哥面前呢放着2只蔫了吧唧的野鸡。他不会吆喝，他急得用手直挠地。沈桃走过去，在他面前蹲下说了几句。那能行吗？你只要表现得凶一点就行。那我试试。大哥，对不起了，咱们开吵吧。我怎么就占着你的地方了？这早市谁来的早，谁占到地方就算谁的。不对，我早上在这儿摆了块石头，我出去拿个东西的功夫，你就把石头给搬开，把这地方给占了。石头？你说石头是你放的就是你放的，要不你把石头叫过来，问问他有没有这么回事儿。你们来给我评评理呀！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？我昨天也是来早市上卖东西，卖的是野果，大家都可怜我，都给我买走了。大夫就说我婆婆的病需要一味很贵的药才能治，可是我真的没钱的。这不，卖豆腐的大婶家里出事了，不能出摊，就让我来替他卖豆腐。他说了，要是我能把这豆腐全卖出去，就给我20文钱当酬金。早上我和姐姐来这里占地方，可是这个大哥他偏说我们把他的地方给占了。哟，我认出来了，这个小妇人昨天被她男人打了一顿呢，就在这早市上。啊，是你啊！你昨天把野果都卖光了，你家男人回去又打你了没有啊？哎呀，你那男人真不是个东西！哎，就是的呀，这女人为了给婆婆看病，抛头露面出来做生意，她不感激就算了，还动手打人，这就不是个愿意好好过日子的主。反正我也要买豆腐，要不我就在你这里买了。怎么卖的呀？3文钱一块，旁边的摊子也卖3文钱。哎呦，要不你便宜一点？妹子，我这是替别人买的呢，人家的定价就是3文，我做不得主的。不过我这豆腐好吃不说，买豆腐还送东西呢。你们瞧瞧，这布编的头发里多好看呐！只要买豆腐就免费送碎布，这样式可多了。喏，这还有彩色的线团呢，要碎布还是要线团的，你们自己可以选。哎，这线团好啊，还有蓝色的。我爹有件这个色儿的衣服，前2天叫他给刮破了，我爹好面子，不让我用黑线缝，说难看，衣服上怕条虫似的。那好，我买一块豆腐，你就送给我那个线团吧，正好拿回家给我爹补衣服。这要是去绣坊买线，一团好几文钱呢，我只补1次衣服就用不到了，这不浪费吗？哎呀，彩线我想要，这碎布我也想要啊！你们瞧这大姐头发里编的多好看啊！买绢花也需要好几文，买豆腐送碎布，编进头发里比绢花也不差啊！大姐，我不知道怎么编，你能不能教我一下啊？妹子，你过来，我帮你编上。哟，感觉这张脸鲜活了很多呀，真好看呢。哎，就是啊，除了能绑这样的结，也能像那个婶子一样编在头发里，这种编法我会的，也好看。我看碎布里有好多颜色，要不咱们买块豆腐？哎，好啊，那我也买一块，我要碎布，回去给我家丫头绑头发去。我要线团，我最喜欢的衣服被刮破了，我舍不得钱买同色的线。刚我瞧见这里面呢，正好有那种颜色。哎，我要来块豆腐。哎，给我也来一块。哎，别挤啊！我已经买豆腐了，给我一块红色的碎布。蓝的，我要蓝的。哎，后面的别挤啊！我要线团，我要水绿色的线团。哎，后面的你挤啥呀？姐，我给你扎上啊。哎，好，你帮我扎。一会儿我帮你扎。得嘞。谢呵，感情是个女骗子，也不对，她也没骗人家钱，充其量就是煽动人们花钱的情绪，让人感觉今天买她的豆腐是占大便宜，不买就会赔钱吃亏了。等回去可得跟少爷好好讲一讲，这妮子好生狡猾。呀，你头发上这个弄得蛮好看的呀，你是在哪里买的呀？这前面有个卖豆腐的，就在那儿。喏，在他们家买豆腐就送这个东西。听那个卖货的说，豆腐卖完他就要撤了，你要是喜欢就赶紧去，不喜欢碎布还能拿彩线呢，这去晚了就没了。这碎布扎头发上也不错，给孩子戴也好看，彩线呢补个衣服也正好，快去吧。
好，还有这么好的事儿，我先去了，去晚了就没了，回头碰面聊啊。姑娘，买豆腐啊？我也是卖豆腐的，摊子就在那边，要不你看看我的？看我的，我的豆腐十里八乡做的最好吃。各位大哥，实不相瞒，那边那个豆腐摊子是我的。怎么，你这是来嘲笑我们的？我可告诉你，我在这里卖了10来年的豆腐，每天就卖几十块豆腐，赚几个铜板一家花销。你要是把我的生意抢没了，让我一家老小日子过不下去，可别怪我和你拼命。嘿，你是不是要给我的豆腐下毒？你别碰啊，小心我报官抓你。最近豆子涨价，大家都不愿意买豆腐，我这人向来是有生意大家做，多个朋友多条路。要不这样，你们把豆腐都卖给我，我能赚到钱，你们也不吃亏。不过有一个条件，你们得过来跟着吆喝，跟大家说说吃豆腐的好处。只有百姓知道这东西好，未来豆腐才不愁卖，这对你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平日你们5文钱卖2块豆腐，我也给你们这个价位，保证让你们亏不了。你们觉得呢？他说的对啊，要是让大家知道豆腐是好东西，就算豆子涨价，也会有人买豆腐的。你说的是真的？那是自然。若是答应了，就赶紧数清豆腐端过来，卖完以后结账。小姑娘，不是我说啊，你红口白牙说那摊子是你的，就是你的，别豆腐卖完了你们不认账。全市场都是你们的证人，老百姓爱看热闹。要是我不付你钱，你大可以闹，让大家伙给你评评理，一人一口唾沫也把我给淹死了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，我们现在就各自清点豆腐送过去。你们就过去找那个摊主，说是一个很白的姑娘让你们送豆腐过来的，他们就懂了。告辞。各位父老乡亲，豆腐可是个好东西，我们都称它为素肉，对身体那是相当好。老人和小孩牙口都不好，这豆腐软烂，蒸着吃、炒着吃、炖汤吃，吃法多的数不完。老人吃了养身体，小孩吃了长大个儿。老人和小孩吃了身体好，莫非我们这些大人吃了没好处吗？你要说没好处，那我可就不买了。成年人吃了好处更多，大肚子婆娘吃了娃娃聪明，小瘦子吃了能长壮，大胖子吃了清肠胃，小媳妇儿吃了能变白。我家老奶奶今年都快70了，常吃豆腐，到现在满口牙都在，身体硬朗着呢。吹吧你就，小媳妇儿还能变白？你瞧着我的脸黑不黑？你再瞧瞧常年做豆腐的手白不信你再看看那2位的手。给我来一块，给我也来一块。还有我。没多久全都卖空了。你们明天还来卖豆腐吗？来啊，必须来。那好吧，明天我再过来。桃啊，头天咱们订的300块豆腐花了600文钱，后来买碎布和线又花了65文，相当于豆腐生意的成本是665文。今天300块豆腐卖出了900文，顺道把那个兄弟的豆腐卖干净，又赚了45文，一共赚了赚了280文钱。对，280文。桃啊，你算的可真快啊！不急，以后你们卖的多了，算的也会像我一样快。桃儿，今天的豆腐卖得很好，那咱们明天卖啥呀？婶，你们不只要卖东西，还要学会找商机。眼看着天就要凉了，你想想，卖什么东西才是老百姓的必需品？几十年都不动一下的大脑，老牛拉破车似的缓慢的转动。今天生意怎么样啊？全卖出去了，我偷偷告诉你，赚了280文呢。啥？就这几个时辰赚了280文？快，你们也太厉害了！老刘叔，咱们去木匠铺子，早上接了那么大一笔生意，人手够，但是工具不够，还是得再买把锯子。得嘞，桃儿，我想到了。刘婶，你说说。现在已经上秋，有的村子已经开始收割粮食，要不了多久啊，天儿就会变冷，到时候不少人家都要做棉衣御寒，所以现在正是卖棉衣的时候。只可惜普通人家都自己做御寒棉衣，咱们最多能卖个布。刘婶的洞察力可以啊。刘婶，若是屯部在卖，咱们黑风寨怕是一时半刻拿不出这许多的本金，可若是说动他们自己去摆摊，咱们帮着卖，这件事倒是可行。上次咱们买布，1匹布大概100尺，花了400文，1尺布算起来就是4文。刚才说的是买整的价格，同样的，麻布绫要买6文1尺，咱们要是和老板商量，咱们帮他6文1尺往外卖，但每卖出1尺给咱们1文钱，这样大家都有得赚，怎么样啊？不过刘婶，你怎么才能让早市的人来买你的布呢？是啊，怎么才能让人来买我的布呢？咱们可以来个以旧换新。咱们黑风寨的人也没有御寒的棉衣，到时候都需要购置。不如这样，咱们回收旧棉衣，
用旧棉衣抵一部分钱，拿回来的旧棉衣，咱们可以给黑风寨的人穿，也可以去村里卖给那些条件很差的人。你觉得呢？就是苦了黑风寨的众人要穿人家的旧衣服了。旧衣服咋了？咱们都是苦命人，有东西御寒都不错了。咱们村里有个人是雪灾的时候逃过来的，他和我说，他们为了御寒，连死人的衣服都扒下来穿呢。再说了，村里哪年过冬不冻死2个？就算是烂到有眼的旧棉衣，对他们来说也能保命。咱们这是在做好事呢。刘婶，旧棉衣能抵钱，肯定会有人拿很破的棉衣过来，到时候如何定价？他们不满意这个定价怎么办？还有，若是来换的人多了，咱们承受不了，又怎么办？旧棉衣抵钱这件事，你怎么和布店老板谈？他能瞧得起咱们这小本生意吗？你和卢婶好好商量商量，方方面面都想全，再和我汇报。陆家他婶儿，快来，我和你商量点事儿。他刘婶，啥事叫得这么急呀？你和大当家都已经商量好明天要卖啥了。老六叔，一会儿你和桃不用等我们，我俩有事儿要去办，晚上我们自己回去。去保护你们婶子，他俩要有危险，你也别回来了。他们人呢？他们说有事儿要办，让咱们不要等了，到时候他们自己回去。老六叔，那咱们就先回吧。黑风寨众人正喜气洋洋地忙碌着。300副跳棋3天交货，这些精细活山虎能干，这些毛糙的活就咱们来。这是第一票重要的活，一定要干好了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大当家，你回来了。我家那婆娘咋没和你一起回来啊？婶儿，还有吃的没？呀，大当家，你到现在都还没吃呢，我马上就去弄吃的，马上就来。哎呀，现在这日子过得跟神仙似的，以前想都不敢想。连口干饭都吃不起，就过得跟神仙似的了，就这点追求？可不是咋的，以前在家吃2顿稀汤，农忙就弄点干粮，可那也得可着下地的爷们吃。我们这些女人呐，一口都捞不到。现在有活干了，有饭吃，可不就是跟神仙似的吗？就是。他知道古代人生活清苦，却没想到苦成这个样子。也是，现代人机会多，能来钱的门道也多。古代人要想要翻身，除了科考，真没有别的出路。大当家，今天一上午我们就做出了40盘跳棋，现在有大家伙帮忙，肯定能更快。3天300副，我们肯定能完成。正缺着呢，大当家你就送来了。二驴、二狗，你们2兄弟先去那边练习用锯，等能锯平整了，再过来干活。老六叔，这儿呢。别包了，我看看有多少。那桃儿全在这儿了。我靠！一股臭气扑面而来。老六叔，你不会抠完脚又摸这些钱了吧？这不算账手不够用了，还查啥账啊？算那几个钢镚都要用上脚丫子的人，能算明白啥呀？给我拿张纸来，咱们把账重新捋一捋。现在这账目就一目了然了，以后你就按照我这个方法记，不会写的就在格子里画，隔一阵子咱们对一下，然后给大家做汇报。桃儿，你弄的就是好，你说你咋这么厉害呢？啥都会啊。行了，老六叔，我先出去了，你赶紧把钱收起来，可别被旁人发现了。黑风寨现在吃喝方面不用愁，当务之急是修路盖房。冬天眼看快来了，黑风寨的茅草屋根本就无法抵御风寒，吃喝可以对付，可以节省，可御寒不行。今天这么不高兴，山下的货没卖出去？不是，货全卖光了。大当家，今天有单生意本来能谈成的，但是飞了。怎么回事啊？说说。今天有个老板很喜欢跳棋，而且也准备进货，但是他要的量太大，他要1000副跳棋，还要3天交货，价格也想压到30万一副，我就没答应。咱们黑风寨刚接了300副跳棋的单子，根本再分不出人手来接他这个单子，30万一副，我也怕不赚钱啊。大当家，要是你会怎么办？要是我就把这个单子接下来。啊，接下来咱们忙不过来啊，而且30万一副，价格也太低了，咱们没得赚呀。事情是死的，可人是活的呀。跳棋下面的棋盘是木质的，所以难以打造，成本也高。可若是换成那种厚纸呢，不仅造价更低，制作起来的速度也更快，价格也能往下压。就算他坚定的要木质跳棋，这也好办啊。咱们可以去县城的木匠工坊里定制底座，多找几家，这速度不就上来了吗？所以啊，大奎，生意中还有很多要学的，人也要懂得灵活多变啊。哎，大奎，你干啥去啊？我去找那个客商，他是打州府那边来的，今天晚上会住在旁边的县城。那你知道他住哪一家吗？大当家，你不是说了吗？事情是死的，但人是活的呀。县城就只有3、4家客栈，我知道他姓王，大不了挨家找过去嘛。哎，等等我和你一起去。老六叔呢？牵马，咱们套马车去县城。临去客栈前，沈桃先去了纸坊。咱们家有包点心或者药材那种纸卖吗？有，您稍等。这纸多少钱一张
您选中的这种，比普通包糕点的要大1倍，也更厚实，至少要3文钱一张了啊。不过这种纸更厚、更经折的。姐，你这纸多少钱一张？只买1张的话要3文钱，您要是能一次性买到100张，就能降到2文钱一张。这张我折过了，就给我拿上。具体要不要大量采购，我明天再过来商谈。城北兴旺客栈，客人住店吗？掌柜的，请问您家店里有没有一位王姓客商投诉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不能随意把客人的消息透露出去。掌柜的，您行行好，就告诉我吧，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要找他。这位客人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不能随意透露客人的消息，而且我们这里是住店的地方，客人们舟车劳顿，需要好好休息，你还是回去吧，我帮不了你。啥都不付啊，就想找人，好事全让你占了。呸！客人，哈哈哈，是你呀？哎，是我找了您很久了。怎么回去和你们东家商量好了，能出货，价格也行？客人，您看咱能不能找个合适的地方说话？我有要事和您商量。这还有什么好商量的？莫非还是想要和我纠缠价格？要是这样，那咱们的生意就不用做了。您强差了，不是要纠缠价格，我们是打算再给您降一些价格。随我来吧，我倒是要看看你这个价格是怎么个降法。稍等，您在哪间房住？我去请个人，马上就到您房间去。你在这里等他，待会儿带到我房间里去。哟，您回来了，刚刚有个人来找您，我看那人穿得破烂，生怕是来纠缠您的，就没把您的消息透露出去。刚好在门口碰上了，心里呸了一声，一个两个的都是抠门。大当家，你这脸，大当家你的脸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刚找了点灰涂上去。深更半夜我一个女子去男人的房间谈生意，还是得有点自保的手段。兄弟，你带个女子过来是何意啊？客人，这是我们东家。你一个小丫头是东家？不瞒您说，这跳棋正是我研究出来的，老天没有给我好相貌，弥补给我了一个好头脑。既然来都来了，那就开门见山吧。刚才这位兄弟说了，价格还能给我降，可否是真的？客人请看，之前您在我摊位上看的跳棋是以木头做棋盘，不仅工期长，价格也更昂贵。可若是把棋盘换成这种厚纸，价格更低廉，工期短，携带也更方便。这小丫头丑是丑了点，脑子是真的好用。的确，如果跳棋的棋盘改成这种厚纸，造价的确会低上很多，而且更容易仿制。离开这县城，他就可以自己召集一批人制作售卖。你这个想法甚好，而且更容易仿制。你告诉了我以后，难道不怕我不同你们合作，反而召集一批人进行仿制吗？客人，这东西想仿制肯定非常容易，但是这跳棋想打开市场销路，让人追捧，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我有一个想法，可以让你快速打开市场，抢占市场。当然了，只有你确定从我这里购置一批货，我才能告诉你。你算算，你回去仿制也要雇人，雇谁不是雇呢？你雇了我们还能提供给你销售的办法，这不是一举两得吗？你刚才说可以降低价格卖给我，那么价几何呀？15文一副，1000副起订。15文？我若是自己雇人，15文能做2副棋。走，那客人您就看看雇来的人会不会给你提供卖货思路，到时候仿品到处都是，你的货可就真砸在手里了。王贵，你说他们说的能信吗？我他娘的刚才在神游啊，我鬼晓得他们说了什么呀。那小娘子虽然丑了些，但气度大方，要不然您试一试，信一些。这1000副棋短时间内全卖出去了，赚了钱不说，王家肯定也会高看他一眼，这买卖值。大当家，你说他能和咱们合作吗？大奎，咱们已经努力了，剩下的交给老天。而且这不过是15两的生意，往后咱们一票可能是上百两，甚至上千两的生意，你还能做一笔生意就忐忑一丝啊？就15两银？他们家祖祖辈辈都没攒够15两现银，全家最值钱的就是那土坯房，花了不到3两银钱找村里人帮忙盖的，已经住了半辈子，他还能做100两甚至1000两银的生意？真要有那一天，他做梦都会笑醒吧。冯家，我说我的老爹，你难道就没有别的事儿干了吗？天天在我旁边读书生和狐狸精的故事，美名其曰给我解闷儿，实际是为了躲避我老娘吧。再说书生和狐狸精的故事哪有我和白骨精的故事刺激，动不动就开肚子呢。爹，我困了，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
好，我儿早些休息，为父也回去休息了。明日为父再来给你读书解闷。儿啊，你看你都瘦成这样了，沈医交代过，叫让你啊多喝些滋补的汤，娘亲自下厨监督他们给你熬的，你快趁热喝。风鸣无语望苍天，光闻味儿他就闻出来了，又是猪蹄子汤。人家说用滋补的东西熬汤，可他老娘心里最滋补的东西可能就是猪蹄子了。上顿猪蹄子汤，下顿猪蹄子汤，喝得他老想尿尿不说，而且满身猪蹄子腥味儿，瞬间开始想念老六叔端给他的野菜米汤，回想起来都是满口清爽的米香啊！老天爷为何要赏给他这么一对不靠谱的父母？身旁缺了个打呼噜的人，他真想立刻好起来，然后去看看那茅坑到底有没有人花钱上。黑风寨大当家的，昨天的事儿我和卢婶反复商量过了，商量出来一个对策，想和您说一说。好，你们两个谁来汇报？就我说吧。好，卢婶、刘婶，这都是空手套白狼的买卖，既然你们想好了，那就去做。我很看好你们两个啊，还有大山，你们出门在外总是要有个人保护，你们3个一定会成为黑风寨的栋梁之才。周家少爷，我回来了。这么晚呢？少爷，小的昨晚回来时已经过了您的就寝时间，就没来上报。昨天小人一出去就遇到了夫人口中那位姑娘，她坐着马车去了早市，早市上竟然有2个她的同伙在卖豆腐。少爷，我和您说，这小女子好生狡猾。陈乔啊，她怎么狡猾的？你说来听听。陈乔一五一十的把沈桃在集市上卖豆腐的事说了。好，买豆腐送线团碎布，这人倒是有几分本事。少爷，我和您说，这姑娘做的事还不仅这一桩呢。我跟踪她到了城外一座山上，那山上竟然住了50来号人，人数众多，我害怕被人发现，所以只能躲得远远的。就算这样，我也看出来了，那些人很尊敬她，见了她还行礼。你说她一个16、17岁的姑娘，怎么可能成为他们的头头呢？所以属下猜测，她身后必定有人撑腰，绑架您的也肯定是他们。哦，50来号人。对了，少爷，我还有一样东西交给你。少爷您瞧，这就是那姑娘他们山上人做出来的东西，他们在山脚下摆摊，把这东西卖到大越皇朝各处去。我怀疑他们是通过这个东西把消息传递出去的。再去探，弄不清楚这东西怎么操作的，你人也不用回来了。本以为我劲儿只是挺大，没有想到大的跟那个挖掘机似的，这也太吓人了吧！以后跟人交往尽量少有肢体接触，万一一不小心把人给整折了呢，我可赔不起。山上是不是出了什么奇怪的鸟啊？这叫声咋这么邪乎呢？这是鸟该发出的声音吗？这鸟可真大呀，这一飞整个寿官都跟着晃呢。大当家护体，百邪不侵。大当家，大当家，咱们昨晚拜访的那个客商过来了，他说要订购1000副跳棋，还说要见你。行，咱们一起下山。您这是想好了？想好了，定金先给你5两，这2天我要到周边县城办点事，剩余的银两等收获的时候再付。不过小娘子啊，我这5两银已经付出去了，你总得让我知道我这钱花的值不值。你说的销售之法，可否说一二与我听听？这跳棋玩法简单，老少皆宜，但最好的切入点还是学子。你只要派2个笨人坐在学子门口下棋，引他们观战即可，此为方法之一。对呀，学子都心高气傲，一味推销他们反而生了反骨。笨人下棋，聪明人看不过眼就会指点。这方法极好，那方法2呢？方法2、方法3，等交货的时候再告诉你。你们派个兄弟去山下买纸，要买和咱们昨晚那种一模一样的，顺便再找个书生帮咱们代笔画棋盘。咱们黑风寨的人连笔都不会拿，回头再把那金贵的纸给画坏了，这就得不偿失了。大当家，这活儿你放心交给我干。有啥不放心的呀？啥事都让我自己去干，还不得把我累吐血啊？你们也都快点成长起来，帮我分摊一些。大当家拔树都没累吐血，出去办个事就能累吐血？哎，算了，大当家乃神人，一肚子主意怎是我能看破的？反正得到了信任，我高兴。周家出来吧。少爷，我回来了。学会了。少爷，我和你说啊，怪不得你整日自己和自己下棋，其中滋味妙极啊。寥寥几语，周文墨就明白了规则。不对，这个棋子我走错地方了，我不走这颗棋子。落子无悔。跟少爷玩棋怎么和旁人玩棋不一样呢？和别人玩他只感觉到有趣，和少爷玩他只感觉到压力。
而且连棋都没那么好玩了。不玩了。本来因为这棋我都对那个姑娘改观了，现在看来她还是狡猾。对，狡猾。哦，这棋是那个姑娘发明的？对，我在他们山下的摊子蹲了大半天，还看到她和别人谈生意来着，这就是她发明的。好了，你劳累了2天，也很辛苦，先下去吧。明天你继续跟着，找机会混入他们，继续探查。来人，把饭菜撤了，再把爹娘还有大哥都请过来。周文墨让他们都坐下，还要和他们下棋。文墨啊，娘不会下棋呀。娘，坐下吧，这是儿子新得来的物件，儿子也是刚刚学会，这棋可以很多人一起玩，所以才叫大家过来一起探讨研究。文墨，这东西你从何得来？我们为何闻所未闻啊？1天1文钱都不够我下山买好吃的呢。对啊，1文钱能做什么？是不是少了点啊？你们这群没良心的，这管吃管喝1天1文钱，你们还不乐意要啊？咱们刚吃一顿饱饭，你们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？要不是桃儿带着咱们做生意，教咱们做生意，咱们还干那刀头舔血的买卖呢。这要不了几天，官府组织一批人上山，那大刀明晃晃的照着你的脖子一砍，你这脑袋瓜子就叽里咕噜的掉地上了，脑袋瓜子都掉了，人都死了，抢来的那些钱还有用的地方吗？等死了，连个办后事和烧纸的人都没有，到了那边也都是穷鬼一个。现在给的虽然少，但是你没听大当家说吗？以后钱会越来越多的，到时候钱攒多了，你们再娶一房媳妇，生2个孩子，死了也有人在你坟前哭啊！你们要对黑风寨有信心，要对自己有信心，要对我有信心。1文钱早晚会变成10文、100文，只要大家心往一处使，劲儿往一处用，能不能做到？能。好了，散会。隔天就到了交货给牛大富的日子。这是违禁，咱们合同可是约定好了的，你们不能再卖给去罗天州的商客了啊！我们一定会遵守约定的。另外，我们东家让我和您说一下打开市场的方法，我们期待您再来订货。哦，还教给我打开市场的方法？好，你说。现在可好了，踏踏实实干活，就能够吃饱饭，还不用担心爷们没饭吃。这要是真好日子能一直过，我做梦都能够笑醒。你们都这么伤心了，我嘴里的饭是咽呢，还是咽呢？都别哭了，再哭东西就让老六一个人给吃光了。吃过饭，今天我把大家叫过来，是有事要宣布。黑风寨现在还没有稳定的收入，每个人都在为温饱的生活而努力。冬天眼看着就要来了，咱们还是要抓紧时间把房子盖起来，才能度过漫长的寒冬。盖房子的事咱们先不说，先来说另外一件事，月钱。从现在开始，每人每天发1文钱，月底一次性结账。黑风寨管吃管喝，发1文你们就能攒1文。现在这钱虽少，但要不了多久就能涨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给吃给喝还给钱？要不你掐我一下。1人1个月30文，黑风寨有53号人呢，那1个月就要出，要出多少不重要，可以回去掰脚趾头算。总之是很多很多。桃儿还说以后这钱还要涨，他的心好疼好疼啊！1天1文钱都不够我下山买好吃的呢。对啊，1文钱能做什么？是不是少了点啊？你们这群没良心的，这管吃管喝1天1文钱，你们还不乐意要啊？咱们刚吃一顿饱饭，你们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？要不是桃儿带着咱们做生意，教咱们做生意，咱们还干那刀头舔血的买卖呢。这要不了几天，官府组织一批人上山，那大刀明晃晃的照着你的脖子一砍，你这脑袋瓜子就叽里咕噜的掉地上了，脑袋瓜子都掉了，人都死了，抢来的那些钱还有用的地方吗？等死了，连个办后事和烧纸的人都没有，到了那边也都是穷鬼一个。现在给的虽然少，但是你没听大当家说吗？以后钱会越来越多的，到时候钱攒多了，你们再娶一房媳妇，生2个孩子，死了也有人在你坟前哭啊！你们要对黑风寨有信心，要对自己有信心，要对我有信心。1文钱早晚会变成10文、100文，只要大家心往一处使，劲儿往一处用，能不能做到？能。好了，散会。隔天就到了交货给牛大富的日子。这是违禁，咱们合同可是约定好了的，你们不能再卖给去罗天州的商客了啊！我们一定会遵守约定的。另外，我们东家让我和您说一下
打开市场的方法，我们期待您再来订货。哦，还教给我打开市场的方法。好，你说。大奎趴在牛大富耳边说了几句话。极好，如此极好啊！你们东家可真是个妙人。牛大富再次承诺，若此批货卖得好，我一定会再来的。第二天天刚亮，罗天书院门口，你们玩的这是啥呀？这个叫跳棋，这东西是我从京城带回来的。喂，你们过来啊！这东西是从京城带过来的呢。在京城也是个稀罕物呢。我敢保证，你们都不会玩，也玩不懂。不会，不就是下棋吗？多瞧两把不就会了？嘿，这有何难？京城就玩这么简单的东西啊？哎，这位小哥，做人可不能太吹牛啊！看两把你就会了？正巧，我这棋可以多人对弈。你也过来坐这边。你要是真能赢过我，我就承认你们比京城的人还厉害。对弈就对弈，我还怕了你不成？这盘棋可以6人同下，现在我们只有3人，还有谁不服气？可以下一场试试。我也算我一个。嘿，我不信我读书这么多年，下棋还下不过你了。我又讲了一遍了啊！一会儿你们输了，可别说我欺负年轻人。哼，这么简单，一看便会。你输了，可别怪我们罗天学院欺负你才好。没想到有一天学子能败在我手上，回头烧纸是跟我爹娘念叨念叨，这也算是光宗耀祖了。白读圣贤书了，这都赢不了。起来，让我来，我就不信赢不了他们。都在干什么？还不赶紧进来！是林夫子。糟糕，林夫子为人最严厉，害苦了我们呢。夫子，今天都是我之过，害几位学子迟到，还请您从轻责罚。为了表达我的歉意，这副跳棋就送给夫子。这棋是我偶然间所得，既有趣味，又能让人学会纵横全局之道。只是为了表达歉意所赠，并非有所求，请夫子放心收下。掌柜的，我这里有一批货，想……去，我们这里的货都是东家亲自订的，外面的杂货一律不收，我们也做不了主。掌柜的，我有一种叫跳棋的新鲜玩意儿，是从京城带回来的。这样，我先给你这里放上30副棋，我先不收钱，您什么时候卖光，我什么时候过来收钱，怎么样？卖出去才来收钱，价格我自己定。那是，卖不出去的话，我自己把棋收走就是了。那好吧，你先放下30副棋，我可告诉你啊，卖不卖得出去，我可不做保证啊。午间下学时，牛大富和马夫又跑到罗天州另外几个书院门口挑衅，惹得一众学子心里跟长草似的。听闻今天早上有10几名学子迟到，可有此事啊？院长已经责罚过了，打了手板，还罚他们抄书了。对学子一味处罚可要不得，可有询问他们因何事迟到？我询问过了，今早有人在学校门口摆下旗阵，出言间极尽挑衅，学子们气不过，同他对弈，这才迟了。可赢了？一局都没赢？院长您有所不知啊，这棋听说是从京城传来的，学子们都没见过，这才输了。哦，你说与我听听。去把那几个对弈的学子叫来，教教咱。几个学子被院长传唤，心里有些忐忑。听说让他们教棋，心里都放下了一口气。大家七嘴八舌，把跳棋的玩法告诉了院长。为了更彻底的演示，几人还拉着院长玩了几把。很久没玩过这么有意思的东西了，有趣，真的有趣。院长叫你们是干啥去了？院长和林夫子让我们教他们怎么下棋。到底什么棋啊？就连院长和林夫子也没玩过，还这么有兴趣？算了，反正那个棋很好玩，以后遇到我指给你看便是。晚间下学，几名学子相约去书坊买纸。一进门，他们就看到了摆得最显眼的跳棋。一问价格，
竟然要卖到1副150文。定金已经交了，我明天就拿钱过来，你可千万不能卖给别人呢。掌柜心花怒放，他原本以为卖150文没人会买，没想到刚摆上就有人交了定金。好，这东西我保证给您留着。可没想到学子们这么有战斗力，一个晚上过去，30副就卖空了。沈桃子和卢婶、刘婶在早市上卖货。哎，这谁家的布摊啊？跑到早市上来卖？对啊，这能卖出去吗？脑子有毛病吧？哎，你们瞧见卖布那个女人了吗？你们不觉得她眼熟吗？哎，我想起来了，她就是之前在早市上卖过豆腐那个。你这一说，我也想起来了。除了卖豆腐，她之前还卖过野果，她爷们儿还追到早市上来打她呢。也是个可怜人呐。她今天卖布啊，走，咱们过去瞧瞧，她卖的东西都不错呢。大姐，你今天卖布啊？哎，大妹子，是洲际布庄卖布，他们看我卖东西利索，请我过来帮他们吆喝吆喝。卖布？那今天送什么？哎，今天没得送了。哎，不过这不是已经秋收了吗？这眼看着天就凉了，该换棉衣了。冬天一到，布价就涨起来了。现在买便宜布，让你少花钱，这不就跟送东西一个样吗？要是家里有旧棉衣拿过来，还能把旧棉衣顶钱呢。你瞅瞅，这样的旧棉衣能够顶2文，像这种新一点的就能够顶4文钱，只收前100人的呢。啥？旧棉衣顶钱？我家的可不能顶，我儿的棉衣小了，我准备拿回娘家给我侄子穿呢。我呸！我才不拿回去呢！我拿啥回去？我嫂子都是一脸嫌弃，与其便宜她，还落不到好，我还不如拿出来顶了，得了1文是1文。叔叔、婶子、大姐、妹妹们，你们瞧瞧这几样东西。沈桃手边放的是提前做好的棉手套、耳包、棉帽、棉马甲，还有小孩带肚兜那种的棉裤等保暖物件，这些都是沈桃花样黑风寨的婶子们做出来的。哎，这个手套真不错呀！我家男人是账房先生，冬天屋里不生火盆，打个算盘手都冻僵了。这个手套戴上，不耽误他打算盘啊。哎，对啊，我儿子写字也不耽误。哎，我瞧瞧这个带肚兜的棉裤，给我家小孙子穿上，冬天就不怕肚子凉。前面那个孙子啊，一到冬天就肚子凉的拉稀，见天的给他洗尿布，洗的呀还没他拉得快呢。哎，这个帽子也好，每年冬天我男人上山就戴个头巾，也不保暖，耳朵和脸冻得又红又肿了。要是有这个帽子，那可就不怕了呀。谁想出来这么好的御寒物件呢？真厉害呀！你们不想买的都往后面靠一靠，我要扯块布回去给我男人做帽子。对呀，不买的往后靠。谁说我不买的？我这就回家拿棉衣来顶。我小孩的棉衣又旧又小，破洞都没法拆洗了，我拿过来顶1文钱，买布给他做新棉衣。哎，我也顶，不是只收前100人吗？我不和你啰嗦了，要不然赶不上了。给我来2尺布，我给我男人和儿子做手套。哎，我要10尺，我还想给我儿做带肚兜的棉裤，还有棉帽子。我的棉袄漏风了，今年得做个新的，我扯点儿，要不冬天呐，布就要涨价了。来，大家都别急啊，6文钱1尺麻布，好一点的布呢更贵一些呢。记住啊，洲际布庄为了给大家送福利才出来卖布的，都别挤，都有份儿啊。这个女人卖什么火爆呀？只是她到底要如何混入他们呢？哎呀，想得头都大了。哎呀，那帽子的样子我还没仔细看过呢。大家都先回去忙活，这帽子手套的样子就在洲际布庄，你们抽空再过来就行。啊，真的呀？那太好了呀！那我就先回家做饭了。开了1匹布又1匹布，今天至少卖了20匹，1匹是100尺，1尺布他们提1文钱，那就是2两银子。他脑子都嗡嗡的，他今天一天就赚了2两银子，2两一天赚的，这放在过去他做梦都不敢这么想。今天一共卖了22匹零13尺布，按照咱们之前说好的，应该给你们2213文钱。你们的棉衣没收到100件，只有83件，共307文，这钱用来顶布了，所以我得扣除。我们还需付你1906文钱。小帽，给他们数铜板吧。钱我们已经收到了，今天也多亏了大家。至于我那几个样子，在早市上他们和买货的婶子说让他们来洲际布庄看样子，可这样货确实是人家自己带来的，现在人家要带走，自己也没理由不同意啊。沈姑娘，您看这样可好？这几个样式您开个价，
我们周记布庄想买下来。你们看着给吧，别让我们家婶子白做就行。沈桃接过钱道了谢。旧棉衣可否先寄存在这里？当然可以，什么时候来拿都行。哇，好多钱呐！对呀，我们赚了好多钱。哭什么呀？不过是2两银子，只要你们努力，以后能赚到的更多呢。桃儿，要是早遇到你该有多好啊！夏云就不会跟着婆家逃亡，家宝也不会被人流冲散，夏欣也不会病死了，一切都会好的。大当家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第一批订货的牛大富他又回来了。本来他还想再订300副跳棋，后来我和他收了纸质棋盘，他就改口要500副，而且这次他还要订搓衣板呢。一到山寨啊，你真的好了呀？那必须的呀，离开这么长时间，我可想死你们了。你们别看我在这的时候闷在屋里，和你们外面的动静我都能听见啊。这你都知道？你叫大嘴兽是吧？你叫栓子，你叫黄丰收，你咋知道的？我能辨认你们说话的声音啊。你个小姑娘怎么能看这个呢？你大肚子做手术时，我把你衣服都脱光了，你这时候害羞不晚吗？走，都干活去，别在这儿堵着了。风明，你给我过来。我在的时候没看到这些植物啊，这些都是啥？我咋感觉没见过呢？系统出品的种子啊，真不是盖的，长势喜人，6、7天就窜出了一截儿。别碰，金贵着呢。你把衣服脱了，上床躺好。他一个大老爷们儿，怎么好脱光衣服躺在姑娘床上？莫非这姑娘看上了自己？我告诉你啊，我才大病初愈，更何况孤男寡女，反正我最狼狈的样子你也见过。要是你真对我有什么想法，我回去告诉我爹娘，我爹娘都是很开明的人，应该不会反对。就是我舅舅，不过也没关系，我舅舅的工作我去做。哎，你说孩子叫什么好呢？我擦了，我想看看你伤口，你他喵连孩子名字都想好了，你那脑子上高速了呀？你有病吗？我让你躺下是想检查一下你的伤口。检查伤口啊？嘿，那你不说清楚，害得我多想。疼吗？不疼。这儿疼吗？也不疼。行了，衣服穿上吧，你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做完大手术都体虚，你别乱跑，赶紧回家歇着。我还有事要办，你玩一会儿就赶紧下山。得亏我这段时间总是惦念山上的情况，韩人都知道欢迎我一下，问问我最近的情况，偏偏你这么冷酷无情，渣女。老六叔，你翻翻账本，看咱们还有多少银两。最近多了很多订货的客商，目前都只交了定金，现在账面上还有212两，要是所有钱都收回来，有将近300两。200两在这个朝代足够盖几排砖房了，可光盖房怎么够？他们都是流民啊，偷摸的占山为王。这要是被官府发现，不管你盖了多少房子，分分钟能给你收走，再把你驱逐出境。还是要尽快在县衙落户才行啊。可要怎么样才能和县老爷搭上关系呢？这就算是搭上了关系，这50来号人落户又要动用多少钱？哎，沈棠，你想啥呢？我和你商量点事呗。喂，和你说话呢。你说，我听着呢。沈棠，我知道你在做生意，但本金不足，只能小打小闹。我呢，你也知道，以前挺着个肚子，日日围在床上，过一天算一天，从没想过未来。现在我身体好了，就得考虑一下以后的生活。我学识不好，走不了科举的路，要不你带我做生意吧？我这人没什么大本事，家里就有3家酒楼，2家玉器店，5家书房，1家镖局，3家药铺，还有20来个空铺子等着收租，还有一个当县老爷的亲娘舅。哥们儿，你是来凡尔赛的吧？你等等，当县老爷的亲娘舅？就在几分钟之前，他还在想怎么和县老爷攀上关系，下一秒冯明就说县老爷是他亲娘舅，这不是瞌睡来了送枕头吗？你舅舅是县老爷啊？前一秒还不愿意搭理人，下一秒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，有点害怕呀。怎么搞？是我舅舅是县老爷，有事吗？你舅舅最喜欢什么呀？猪蹄子，他和我娘一样都喜欢。操，县老爷喜欢的东西真是不同凡响啊！他去给县老爷送礼，总不能端着一碗猪蹄子吧？别说见县老爷了，衙差都能分分钟把他打出去。我是说，除了吃的东西，你舅舅最喜欢什么？我舅舅最喜欢名声了，喜欢听老百姓称赞他。改天给我引荐一下你舅舅可好？啊，你要见我舅舅？怎么，我对你有救命之恩，让你引荐一下你舅舅都不行？不是不引荐，你不是得先见我爹和我娘吗？
先见我舅舅，这顺序不对啊！骚年，你是下雨天不打伞，把雨水都灌到脑袋里了。我见你爹娘有个屁用啊！他们能帮我解决黑风寨的户口问题吗？和这样的人说话真心累。你也看到这山寨里的人，这么和你说吧，我们都是流民，没地方落脚。我找你舅舅，就是想让他帮我们落户籍，他帮我们的人落户，我帮他赚名声。他就说嘛，刚才在屋里沈涛还恶狠狠地说他想多了，不可能这么快就改变主意。快回去找你舅。我还想再玩一会儿呢。玩啥玩啊？等这件事办妥了，我给你时间玩个够啊！对了，先别提落户的事儿，你替我引荐，我自己说。是冯公子吗？我舅舅呢？哦，县老爷在后院呢，您跟我走。大人，冯公子来了。哦，明儿来了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哎呦，我说明儿啊，你这大病初愈，不在家里躺着，怎么到处溜达上了？可有哪里不适啊？要不要叫大夫过来看一看？哎，舅舅，你快坐下，我有事想和你商量。明儿，有啥事你就直说吧。你这又上县衙找我，又给我捶肩的，我都有点不适应了。舅舅，我爹和我娘同您说了吧，我遇到了神医才把我的顽疾治好。是有这么回事儿。你提神医，莫非你求我的事与他有关？舅舅，你真是英明神武，一下子就猜中了。他说想见见你。哦，见我？也好，人家帮了你这么大的忙，是该当面道谢的。择日不如撞日，舅舅，你今天下午有事吗？如果没事，我让他下午来拜访你。来县衙不合适，这样吧，晚上我在庆丰楼摆一桌，你把神医约到庆丰楼见面。得嘞，舅舅，我这就去找掌柜的，让他留出最好的房间。等酒菜备好，我差人来通知你。晚饭时，庆丰楼热闹起来。见过徐大人。啊，坐。你师傅他老人家呢？什么师傅啊？那是谁？你不是说要感谢神医救命之恩，他老人家怎么没来啊？舅舅，哪有什么老人家，救我的就是他。在下沈桃。这姑娘看起来并未出阁，衣服破旧，但洗得很干净。神医如此年轻，前途定是不可限量啊！这姑娘轻而易举就治好了冯明的病，可见医术之高超。若是能结交上，好处不是一星半点啊！舅舅，拿猪蹄子，你最喜欢的。你可真是我的好外甥，本想在神医面前留个好印象，以后好攀交情，没想到你个不成器的小子给我夹了个猪蹄子。这猪蹄子这么香，你是让我吃呢，还是不吃呢？我在山上吃过这个野菜，混在米粥里很是清香，有点苦味，但是苦的恰到好处。我看你天天吃，想必极其喜欢，就特意让后厨给你准备了，快尝尝吧。哼，要不是徐以德在，沈桃都想给冯明唱一首谢谢你。尼玛，听听冯明说的混话，与何不食肉糜有何区别？我爱吃野菜，你才爱吃野菜，你全家都爱吃野菜。他来这个世界这么久，天天吃野菜，眼珠子都快吃绿了，别说肉块了，他连肉丝儿都没沾过。听说今天约在酒楼见面，他心里还在窃喜，终于能开荤了。结果让他继续吃野菜。我喜欢这个，确实喜欢，好吃，好吃。我也喜欢这个，好吃。徐大人，今天让冯明把您请来，实在是有事相求。不瞒徐大人，我家乡春训，只得背井离乡讨生活。我一路还遇到了50几个善良的人，相扶相持走到现在，我们寻到了营生，能养活自己，不会给您添麻烦，就是希望能解决一下我们的户籍问题。就这。朝廷早就发了文书，让各州府县衙协助灾民安家落户。他们县城之前呢，也接收过一批灾民，只是这些人并不安分，偷鸡摸狗抢粮食，闹得满城百姓不得安生。为了全城百姓，他不得不关闭城门，拒绝灾民入内。这神医带了50多个灾民找到生计，那他就不担心他们会作乱呀。上报朝廷，这不是罪过，反而是功绩呢。这请求不要太简单好吧？他不想让神医觉得这份十分容易办。神医啊，您别叫我神医，叫我沈桃就行。神医既然和冯明是好朋友，那徐某就斗胆叫您一声沈姑娘。沈姑娘替冯明解除病痛，那是我们一家子的恩人。落户之事就包在徐某身上，无论多难，
徐某保证替您办下来。徐大人，那就麻烦您了。既然我都厚着脸皮张了这个口，索性就把所求的另一件事和您说了。我们50几个人因为被拒在县城外无处落脚，故而在县城外20几里的山头上建了几间茅草房。我想把那片地租下来，作为我们的落脚之地，不知徐大人意下如何？啊，当然了，不能让徐大人白帮这个忙。我早就有所耳闻，徐大人为人清廉正直，最是爱惜羽毛。可徐大人您想啊，百姓读书少，他们不像文人一样会表达，即便心里感恩大人的功绩，也不会挂在嘴上。但是我有办法能让这些百姓对大人更加感恩戴德，无时无刻不念着徐大人您的好。那就是一片荒山，草木繁茂，山势也不平整，根本不适合耕种，已经荒废了许多年了。他若是想租，那对县衙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。刚才他说了什么？他有办法让百姓对他这个县令感恩戴德？徐一德呀，徐一德，淡定点儿，淡定点儿。沈姑娘，愿闻其详。徐大人，现在秋收进入尾声，要不了几天，粮食晒干入库，百姓就闲下来了。百姓多愚昧，有很多甚至没见过您的真容，更别提知晓您的功绩了。不如由我们出面，由大人唱主角，举办一场大赛，可好？哦，什么大赛？举办一场全民皆可参与的技能比赛。比赛分成男子组和女子组。以男子组为例，可下分很多小类，比如打鼓组，全县自认为打鼓速度最快的人都可以参加。再比木工活组、写画组、力气组、摔跤组、狩猎组等等。女子组呢，可以分成烹饪组、缝补组、药材识别组等等。比赛获得名次者给予奖励。既然是我出的主意，这钱肯定不能让徐大人您出。大人您想想啊，全县的百姓都参与进来的盛况，每个人都会感谢大人您，认为您这是变相的激励百姓，奖励优秀者。全城的百姓对着他欢呼，他就站在中间，百姓们采来野花送给他。要送给他花的百姓太多了，他手里拿不下，就堆放在他面前。放眼望去，眼前都是花啊，他就站在中央。沈姑娘，这比赛何时可以举办？需要徐某我做些什么？我倒不是想要百姓感谢我，我就是喜欢激励百姓。对了，沈姑娘不就是想租个山头吗？这个主我还是做的，1年80两。沈姑娘你可别觉得贵啊，换别人那么大一片荒山80两可租不下来啊，我这都是亲情价啊。多谢徐大人，这个价位我已经很感谢了。徐大人，那我这就回去写份实施计划送到县衙，别的倒不用大人您帮忙，只需要大人给个信物，证明这是您同意举办的，否则我怕一些人不配合。小事情小事情，你送实施计划的时候来拿就好。一名男子晕倒在马车底下啊，这在古代还能遇到人碰瓷？别装了，醒醒醒醒！靠，背下面有个石头子儿，好硌呀！为了混入黑风寨，他可是费了9牛2虎之力。第一次他晕倒在黑风寨的茶摊附近，想让人把他捡回去，结果黑风寨那些做生意的兄弟把他抬到了路边，美其名曰别被马车压了，都是好心，还捏开了他的嘴，给他塞了个野菜饼子，差点没噎死他。第二次他想晕倒在沈桃面前，结果就在他晕倒的瞬间，沈桃带人拐弯了，压根儿没看到。这一次他必须成功混入。醒醒啊，再不行我可要打你了，我可是见过碰瓷的人，你别想讹我钱。你打呗，反正我就是不行，你还是把我带回你的山头吧。我可真打了，我了个去，这脉搏跳得比我还有劲儿呢，就这还装晕？姑娘家手上能有多大劲儿？打吧，我挺得住。照着地上躺着的男人就掌掴了下去。陈乔紧闭的眼前冒出了点点星光，他那死去好多年的太奶正朝着他招手。莫非是真晕了？小爷我可是练过功夫的人，我要是装死，除非是我自己想起来，否则谁也没办法拆穿我。他就感觉自己的鼻子和嘴巴同时让人给捏住了。我的个姑奶奶呀，啥好人考你这么折腾？哇，敢戏弄我？就我这个暴脾气，我的剑呢？恩人，谁是你的恩人啊？莫非这是什么新型碰瓷套路？恩人，我本姓李，家中排行老3，所以我的名字叫李兴。排行第3和李兴有什么必然联系啊？我从小患有顽疾，经常会不分场合的晕厥，在外面上工，掌柜的也嫌弃我有这么个毛病，一连换了几家都被人赶了出来。我实在是太饿了，刚看到您从酒楼里出来，就想问您要点吃的，结果不小心碰到马车，又晕了。多亏您把我救醒，否则我这一晕就是1夜。现在这天寒地冻，1夜过去，
我怕是人都硬了，再也醒不过来了。这话撒的，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。恩人，只要您给我口饭吃，我什么活都能干，只求您别赶我走。我会养马，能赶车，能挑粪，会泡茶，我还会写字，能使点拳脚功夫。不留下我是你的损失。喂，那小子，你上车吧。这人能写会算，为啥会赖上他呀？莫非是对他黑风寨有所图？可拉倒吧，黑风寨目前除了那点银子，还有50几个穷鬼。若是图钱，完全没必要去大户人家偷，速得更快。莫非是图机密？难道是想查探黑风寨大婶儿野菜饼子里野面和面粉的混合比例？管他什么想法，总之这人又会写字又会舞，这明摆着是老天爷送给黑风寨的礼物。嘿嘿，这一波血赚！哎，大家都停一下手头的活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，这位是李，你叫啥来着？我姓李，在家排行老3。啊，大家伙听着，他叫李三，欢迎。呀，这后生俊的嘞！陆奇叔，你人呢？大当家，你叫我。陆奇叔，这人未来一段时间都要留在咱们黑风寨，你去给他收拾个住的地方出来。李三，就算是化名，你给我校对好吗？我叫李星，李星。李三，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啊。我们这里呢正在做生意，管吃管喝管住，还给月钱。我对你呢也没有什么别的要求，只要你每天早上教大家练武强身，晚上教大家认几个字。虽然你是新来的，可你放心啊，我向来一视同仁，给他们发多少月钱，就给你也发多少。怎么有那么一丝丝的感动呢？李三，你给我过来，咱们签一份合约，你就正式的成为我们的一员了。合同上明确的写着，陈乔要在这里工作至少3个月，管吃管喝，月钱和其他人一样。若是陈乔待不够3个月，发给他的月钱就要全数返还，挺合理的。而且他现在相当于领2份工钱呢，天大的美事啊！今天晚上就开始上工吧，堂的不用多教，今晚上只需要教会他们黑这个字就行。这有何难？不就是个黑字吗？孩子呀，你还是年轻了呀。若是教他们字这么容易，我找你干啥？我还要在这里写点东西。你去找鲁奇叔，就说我说的，让他们歇下来学个字。李三，瞧瞧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铺，你满意吗？你猜我满不满意啊？小兄弟啊，寨里这几天都很忙碌，珊瑚没时间给你做床，委屈你在茅草上睡2天，全都是晒干呢，松软着呢。等珊瑚空下来，我保证让他给你打一张全寨子里最大的床，怎么样？他们真的是京城派出来的人吗？睡的条件这样差，他们心里就没有怨言吗？鲁奇说，那个你们叫大当家的，他说让大家先停下手里的活，抽出时间学一个字啊。又学字啊？上次那个黑字把他学蒙圈了，这次还学啥？大当家说了，把黑字学会。又是黑。鲁奇感觉一个头2个大，但他不敢违抗沈桃的命令。行吧，你随我出来。集合。沈豪都挺听话呀。你们说大当家是不是又要总结汇报工作了？我最喜欢听汇报工作，就是每次都感觉咱们在进步，日子又有盼头了。李三，你倒是说句话呀。大当家的今天晚上让我教你们一个字，黑。他们以为上次没学会学字儿这事儿就翻篇了，原来只是在他们心里翻篇了，大当家心里并没有，而且还专门找人来教他们。我大老粗一个人都到这把岁数了，也不认识黑这个字，更别提写了。我这不活得好好的，为啥非要学？我不学。就是不学字不也好好活着吗？为啥非要学啊？黑字笔画太多了，不能先从简单的学起吗？学一啊，这个字我知道，扁担倒了就是一。陈乔尝试安抚他们，可他一张嘴根本说不过对面50多张嘴，一个老娘们顶200只鸭子。黑风寨这老娘们老爷们聚在一起，堪比一个养鸭场。不用想，肯定是不想学字儿呗。这个李三也是个废柴，让他当个老师，他连学生都镇不住。鲁奇说，有笔墨吗？用那玩意儿干啥？你在地上写，我们就在地上划了。我们能不能学会还是回事儿，不行浪费那金贵玩意儿。唉，你们对自己的认知还是挺准确的。行吧，在地上划了就在地上划了，大家都围上来看看我是怎么写的。里圈的人都蹲下。哎，你们瞧这个字啊，上面这个方框里再加2个点，像不像人瞪着眼睛？不像，人的眼睛都是圆的，哪有方的？就是字啊，老头你是杠精吧？
你们把它想象成眼睛，再看这下面是个土字，再下面是字典，像水一滴一滴的，所以什么是黑？瞪着2个眼睛，还是深一脚浅一脚踩在土里、水里，这不就是黑不隆咚，啥也看不见的意思吗？瞪俩眼睛，还深一脚浅一脚踩在土里和水里，这不是黑，这是瞎。可不是嘛，我眼神好，天黑的话瞪着眼睛也能看清脚下，这个看不清的可不就是瞎吗？想当年他不爱学字儿才琢磨出来的记字妙招，怎么到了这些人嘴里就被歪曲了呢？陈乔这个面对敌人从不退缩，面对主人的误解从不辩解，面对生死都能看淡的暗卫，在这一刻感觉到深深的无力、委屈和愤怒，一转身找沈涛告状去了。小六叔，你给我出来！是不是你带头对抗李三老师的？还说这个字不该叫黑，应该叫瞎。头儿，没有的事儿，你瞧瞧，这个字儿我都会画了呢。那刚才是谁捣乱？李三老师他不是刚来，人都认不清，肯定是把我和鲁琪认错了。是鲁琪带头捣乱的。你什么你？就是你！嘿，你个老六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要学多多的字，我卷死你！这么晚了，大家早点睡吧，明天还要早起呢。大当家，你先去睡吧，忙完手里的活我们就去睡，很快的。第二天，李三老师早上好。早，茅房在哪儿呢？上茅房啊！走，李三兄弟，我带你去。兄弟，没见识了吧？这谁这么变态啊？设计这么个茅房，是想恶心死谁吗？嘘，这是大当家吩咐我们这么干的。别看现在脏啊，等开春沤成肥料，种田那才叫壮实呢。李三，你刚来，今天就四处转转，闲暇时想想晚上教他们什么字。另外呢，明天早上我会让黑风寨的人都早起1个时辰，你教他们点拳脚功夫。少爷，我回来了，幸不辱使命，我已经成功混入黑风寨。哦，混进去了，这么容易？以什么身份混进去的？他们让你留下来干什么？陈乔一一作答。他们让你教识字，还要让你教拳脚功夫。少爷，你是不知道那些刁民有多刁。少爷，那女人是一个凶悍的女人，半点不讲道理。陈乔啊，自从你去跟踪他们以后，话就变很多。话变多了吗？他怎么没有发现？肯定是少爷烦他了，下次少说点。行了，陈乔你回去吧，继续盯着他们，有事来报。少爷，我要是走了，你身边就没人照应了，没事吧？天气凉了以后，我身体不适，已经许久没有出过门，能有什么事放心去吧。好，少爷你小心，有事记得放出林雀，他会去找我报信。沈桃带着写好的计划书来到县衙找徐以德。沈姑娘，既然你都计划好了，那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办，我这就写1封信，加盖官印作为信物，如何？那太好了啊！有劳大人，您放心，10天以后保证大赛红红火火的办起来。就是劳烦大人把这计划书前半部分的细则找人抄几份，派衙差送到各个村子去，让他们先进行初赛，排除掉一些水平不行的人，其余的呢就张贴到大街小巷，告知百姓。你下山了也不来冯家找我，要不是我来看舅舅，你是不是就想偷摸去办事了？办大赛这么重要的事，我得帮你啊。明儿，你别胡闹，沈姑娘有重要的事要做，你乖乖回家，等大赛举办的时候，我派人去通知你，再给你留个好座位，你看行吗？徐大人，冯明他虽然年轻，但是做事也是挺牢靠的，他要是愿意，就让他跟着我，前段是历练历练。可好，黑风寨的马和马车都要拉货，要不是看在你有马车的份上，鬼才想答应，有便宜不占王八蛋。也罢，明儿你就跟着沈姑娘吧，凡事多思考，多和沈姑娘商量。知道了，舅舅。卢婶、刘婶、大山，大当家，啥事儿啊？你们跟我下山，有大事要办呢。还有那个李三呢？李三，哎，这儿呢。你喘成这样是干嘛去了？陈乔出城时，眼尖的看着沈桃坐着冯明的马车往山上赶，他可是使出了洪荒之力，才勉强赶到山上。2条腿和4条腿比赛，他能不累吗？我就是去山上。哎，我明白了。早上我发现李三他不习惯上咱们的茅房，刚刚肯定是偷偷去山上拉屎去了。听到大当家的召唤，火急火燎的跑回来。以后尽量克服点，肥水不能流外人田。行了，李三跟我们一起下山，有重要的事情要办。哟，这不是要举办大赛的告示吗？县令大人为了鼓舞百姓，决定举办一场民生大赛，男子可参加打鼓组、珠算组、力气组、摔跤组、射箭组、耕地组的比赛，女子可参加烹饪组、缝纫组、
野菜药材识别组、生活妙招组的比赛，比赛10天后举办。具体比赛地址请注意县衙门口的告示栏。单项比赛中取得第1名的，赏银10两；第2名赏银5两；第3名赏银3两。啥？第1名有10两银子？那我必须报名啊！能得上名次就有奖金，没得上名次就当玩一场，也不损失啥呀。还有力气组，我老李敢说力气第2，就没人敢说力气第1。我必须报名，第1名肯定是我的。我家娘们针线活也好，每次给我缝补衣服，旁人都看不出来补过的痕迹。我给他也报个名。切，就你力气大啊！我一人能领5桶水。哎呦，这县令倒是办了件大好事啊！在哪儿报名啊？县衙报名。那还等啥呢？兄弟们，赶紧去县衙报名啊！我舅舅动作挺快，告示都贴出来了，要报名的百姓可多了，全都一窝蜂跑去县衙了。这场比赛呢，是县衙冠名，咱们黑风寨筹办，把大家叫出来，正是要为这场比赛招商引资。何为招商引资啊？这场比赛无论是场地还是最后的奖项都需要钱，可是这钱从哪儿出呢？对啊，从哪儿出啊？你读书读傻了呀？百姓报名的热情你看到了吧？所以比赛当天，你觉得会不会热闹？那还用说，肯定是人山人海，全县城的百姓都得出动。那就对了，县城的商户们缺知名度，所以在这一天，我们可以给他们展示的机会。这机会自然不是白给的，得要钱啊！我懂了，各位都记住了，现在开始挨个店铺去转。1问他们是否需要在现场立牌宣传，2问他们是否需要在比赛中插播广告宣传。立牌宣传的50两一个牌子，自己找人举牌；广告宣传100两银子一个广告，也是自己找人排演。这些商户可能不知道啥是广告，没关系，你们统计出有想法的，回头召集在一起，我给他们演示一下。卢婶、刘婶、大山，你们3人去询问商家意向，李三跟我去城中转，找合适举办比赛的场地，有时咱们在县衙门口碰面。我呢？那我干啥？你就在马车上坐着，啥也不用你干。那可不行，要不你跟我去我家，我家有酒楼、书坊、玉器店，我娘肯定要打广告。你家最后去，我们得先去看场地，还得规划出一片卖小食品的区域，招些摊贩来才热闹呢。沈桃的马车在县城跑了一下午，终于找到了一块合适的地方，就这里了，不错。这儿呢，在这儿呢。那些商户反应怎么样？我们今天跑了半个城的商户，好几家都想立牌宣传呢。对，他们都不太了解啥是广告，就想着立牌宣传，还问能不能便宜一点呢。沈桃，你是不是忘了我的身份了？我可是有着好多空房子要收租的少爷，本少爷正好有一间铺子空着，可以拿来用。怎么样，我仗义吧？好小子啊！等这件事结束，我拉你入伙，姐姐带你飞。都别忙了，你们排演个短小的广告，以此来告诉大家什么是广告。我吗？那来啊，我都等不及了。我说老张啊，你瞧瞧那几个人都这么年轻，不会是骗钱的吧？咱们再瞧瞧吧。县令举办的活动，谁敢明目张胆的骗钱？不想活了。再说了，你看那个公子，他那衣服料子可不便宜，怕是哪户人家的公子哥。那个公子你们都不知道，县令大人的外甥，冯家唯一的公子，他以前到我店里抓过药。哦，县令大人的外甥，那这事可做不得假。你们没看见百姓报名的热情劲儿呢？10天后，估计全城人都要出动看热闹。若真给咱们一个露面的机会，那可了不得呀！各位掌柜，大家好，我姓沈，单名一个桃子，承蒙徐大人不弃，让我帮着张罗大赛的事。这信呢是徐大人亲手所写，还加盖了官印，大家传阅一下，小心别弄坏了。是官印没错了。沈姑娘，之前有人到我铺子里问，想不想在比赛现场立牌宣传？还说有个什么广告，这有什么区别呀？立牌宣传就是在比赛现场允许你们亮出自己的招牌，让百姓知道你们。当然了，没交钱的人我们是不会允许亮牌的。只是各位掌柜能来，肯定是想借此比赛之际打响自己铺子的名号。百姓大多不识字，就算亮了牌子，看懂的也只是一些文人。要我说呀，还是要打广告，通俗易懂，极易扬名。广告？我们也不懂啥是广告啊。哎，问到根儿上了。好，
现在我就给各位大人演示一下什么是广告，大家不要出声啊，请看广告演示。兄弟，你闻到了吗？酒香。没错，是酒，还是陈年佳酿。天哪，是酿酒师家陈家的玉壶春，这么香的酒，我必须买一点尝尝。兄弟，给我尝一口呗，就一口。这酒芳香浓醇，快馋死我了。这酒啊，不仅我要喝，还要给我爹尝尝，剩下的埋在地里，等我儿子满月的时候喝。你想喝呀，自己买去啊。酒香不怕巷子深，酿酒师家陈家倾情推荐的玉壶春，孝敬老爹，招待客人，逢年过节必备佳酿，你值得拥有。全城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店，请认准陈家玉壶春，别买错了。地址就在陈家玉壶春，真有这好酒吗？我也想尝尝。地址就在我家店跟前，我咋不知道有个玉壶春啊？啥时候开的？我也买点尝尝。各位淡定，这个玉壶春呢，是我虚构出来的，只是为了让你们知道什么是广告，你们懂了吗？这就是广告啊！真厉害呀！我看完以后都想去买呀。那我们也能打广告？对呀，我们怎么打？我是开当铺的。打广告可以，你们自己回去找人编一个小广告。广告中呢，要包含你们的牌子、地址以及品牌特点，一定不能做虚假宣传啊，否则人家真去买了，但没有效果，回头可是要砸你自己招牌的。在比赛中插播广告，100两一条。我打广告。最近城里开了个新的首饰铺子，抢了我不少生意，我一定要击垮他。好，风明，快登记一下，这些可全都是金主爸爸呀。我也要打广告，我不打，说不定对手就打了，我可不能输。这是我的银票，我大发客栈的。这是我的银票，我顺通镖局的。举办活动的钱有了，孝敬徐以德的钱有了，黑风寨连盖房子租地的钱都有了。就这，他们就争先恐后的给钱了。我的个老天爷，涛儿简直太牛了吧！各位掌柜，今天大家先回去吧，好好想想要排演一支什么样的广告。掌柜们交钱的时候满脸兴奋，这会儿脸上却有些迷茫。虽然说知道了广告的表现形式，可到底要排演一支什么样的广告来扩大知名度，他们又毫无头绪。瞧瞧，赚钱的机会又来了。各位掌柜，如果您实在不知道这个广告该怎么排演，您找我呀，您早还是这里。没有头绪的可以来找我，我帮您出点子，策划费呢也不多要，就10两银子。想请我帮忙的，明天赶早啊。10两？这么贵？在比赛上打广告才100两，出个点子就10两？人家也不是强买强卖，你要是自己排，人家也没拦着呀。10两就10两。沈姑娘，我现在交钱，你现在就指点我1、2可好？现在指点？那您过来，我先听听您的诉求。沈姑娘，不瞒您说啊，我做生意这么多年最讲诚信，我店里的金银首饰那可纯着呢，绝对没有偷工减料。而且我也知道，普通老百姓买点金银首饰那都是奔着传家去的，所以我店里款式虽然不够新颖，但全部都是经久不衰的款，就算过了几十年，传到下一代，再把这个首饰拿出来戴，那也绝对不过时。我对门新开的首饰店，就玩新花样，年轻的小姑娘们都喜欢，可那玩意儿过阵子就不时兴了呀。您说说，我怎么排演广告才能打败对手，给我的首饰店扬名呢？在张掌柜耳边低声。这10两银子花的值啊！就这么办了。沈姑娘，我这就回去召集人排演广告，等我排成了，我还到这里来找您，请您给长长眼。好说好说，掌柜的您满意，我就高兴了。满意。我这就走了，回家找人排演广告去喽。其他掌柜一瞧这情况，都有点心动。不就是10两银子吗？张掌柜出得起，他们也出得起。沈姑娘，这钱我也出，麻烦沈姑娘给指点个明路。各位掌柜，今天天色不早了，都早点回去吧。有意请我出主意的，明天赶早。16张，1600两，这还是第一天啊！明天把剩下的商家都跑，说不定还有1600两。你掐我一下，看看是不是真的。叫你掐你还真掐呀，还使上这么大的劲儿了。你这人，不是你让我掐的吗？好了，各位，这钱除了用来举办大赛，
剩下的还要分一半给徐以德大人，所以都别高兴得太早。今天咱们先回去，明天继续努力。怀里摸出张掌柜刚给的10两银子，塞进冯明手里。啥意思？你这是啥意思啊？这钱你拿着，这2天你跟着忙里忙外辛苦了，更何况你这房子我还想借用2天，马车也想借用2天，这10两银子算是租金，你别嫌少。你就说你啥意思吧？为啥给我钱？是不是不把我当自己人？我告诉你，这钱我不要，你拿回去。给钱还不要，发扬风格呢。我就是不要，房子你随便用，马车你也随便使。上车，快上车啊！把他们安全送到地方，你也不用回了，明早再把他们都接下来。啊，他怎么被落下了？他不要钱，不就是为了和他们一起去黑风寨混吃混喝混住吗？现在追还来得及吗？拉倒吧，这还追啥了？爹娘，要不咱仨唠会儿嗑，实在不行我给你们找点活干。没人理他，屋子里只有他爹翻书和他娘吧唧嘴的声音。这日子没法过，这家也没法待了，回屋睡觉。10天一晃而逝，正式比赛这一天，老六叔，把你的银袋子拿出来，一个人发20个铜板，不算在工资里。早饭午饭大家都在外面解决，在现场遇到好吃的也都买来尝尝。一人20个铜板，黑风寨50来号人，就1两多的银子呢。要是在山上吃，根本花不了那么多银子，都是苦哈哈的人，吃什么好东西？吃饱不就够了吗？给你吃，你们就好好在山下吃吧，小心噎着。老六叔，我嘴大大吃四方，长这么大除了读到过，还没噎到过呢。您老人家可放心吧。出发！太阳当空照，花儿对我笑，小鸟说早早早，你为什么带黑风寨下山？大当家，你唱的这是啥呀？还怪好听的嘞。咱们走快点，去晚了都占不上地方。可不是嘛，邻里邻居的都要去凑热闹呢。比赛场地，鲁琪，瞧见没有？那边是小吃摊和停车区，你带几个人过去，有小吃摊过来就检查他们的票，有票的放进来摆摊儿，让他们排成一列，没有票的不许进。桃儿，你放心好了，鲁叔保证完成任务。大山，一会儿你盯着点，冯明一来，你们俩就核对现场举牌宣传的名单，没给钱的不让举牌。好嘞。老六叔，谁喊我？在这儿呢。老六叔，这边是比赛选手休息的地方，下场比赛开始之前，你把比赛选手清点好，可别把人给落下了。桃儿啊，老六叔这人最靠谱，这事儿交给我就对了。李三，我在这儿呢，梅龙，不用这么大声。这份名单给你，全都是要插播广告的商家，由你来负责。我一会儿呢点到哪个商家，你就叫哪个上台。行了，知道了。你小子一会儿就跟着我，多笑笑，听到没？都让一让，县令大人到。今天这日子就不兴跪了，不跪了，都起来吧。县令大人为人真是随和，兄弟，大声传下去。县令大人真是随和呀。对呀，县令大人真是随和。县令大人真是随和。赞扬声越来越大，传到了徐以德耳朵里，感觉整个人飘了。大人，请上座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是这场比赛的主持人沈桃。在这风和日丽的日子里，我们的县令徐以德大人体恤大家劳作辛苦，特意举办了这场民生大赛，一为庆祝丰收，二为犒劳百姓辛苦。大家掌声感谢徐大人。我宣布，民生大赛现在开始。第一场比赛是男子摔跤，有请大田村李壮虎和小河村的林和。快上场了！有衣服脱了吧，一会儿都拽坏了。大田村的跟我一起喊：李壮虎，李壮虎，李壮虎！小河村林和最牛，那可是我们村摔跤组第1名。林和你最厉害，放到他。小河村的都和我一起喊，不能让大田村的声音压住。最终，小河村的林和技高一筹，将李壮虎按在地上，爬也爬不起来。10个数，李壮虎你要是起不来，林和就获胜了。1、2、3，小河村林和在第一场比赛中获胜，成为第一个晋级半决赛的选手。现在选手休息一下，我们插播一条广告，有请张掌柜的传承首饰店。啥是广告啊？不知道啊，没听过呢。张掌柜的首饰店，我家婆娘的银簪就是在那里买的呢。广告啥东西啊？徐大人可知道？看看不就知道了，马上就来了。这一男一女怕是看对眼了呀！天哪，他俩看对眼了，但是两家人不知道给他们找媒婆相看别的人家了。哎呀，有情人要被拆散了吗？天哪，他们有孩子了！传承首饰店，让情延续，让爱传承。购买地址。对呀，买首饰不光可以戴，还可以一辈辈传承下去。传下去的是爱，是情，也是家风，这寓意好啊！
我儿子快成婚了，女方家要个银镯子，我们就去传承首饰店买。这不光是传承，也是一辈子风风雨雨的见证。你们懂啥呀？让我这个嫂子给你们说说，这呀是相守一生的承诺。哪个姑娘不想要这样的承诺啊？在场没结婚的小伙子们，听嫂子的话，喜欢哪个姑娘啊，就去传承首饰店买个东西送人家，这就是最高的承诺，一辈子的承诺。原来这就是广告啊！不错，真不错。在短时间内就道破了一家店的精髓，给首饰赋予了比金钱更加重要的意义，那就是传承啊！妙极，妙极！看来以后家里的首饰都要去他家买了呀。确实妙极。张掌柜听着百姓的议论，心里都乐开了花。这银子出的值啊！下次还有这活动吗？他还打广告。旁边的小汤开始干活了。我要吃，我要吃！现在有请县令徐大人给大家颁奖。得了奖的人眼眶子都红了，诚惶诚恐的，就差没给徐以德下跪磕一个，感谢他给予自己殊荣。他们这个徐大人真是不错，能办事儿，有钱他是真发呀，这人能处。第1届民生大赛圆满落下帷幕，咱们来年再见。比赛结束，百姓们还意犹未尽。徐大人，今天天色晚了，场地还要收拾收拾，只能明早去县衙找您。沈姑娘，不急不急，今天这事你办得太漂亮了，本官还是第一次这么受百姓爱戴，想必传扬下去是一段佳话呀。哪里，徐大人您本来就受百姓爱戴，徐大人您本来就受百姓爱戴，只是百姓没读过书，笨嘴拙舌，不知怎么表达。我只是利用这个契机，让他们把心里话说出来而已。沈姑娘谬赞啊！这样，你明早就带着户籍过来，我让人帮你们落户。族地的事也尽量明天办好。你和明儿关系这么近，都是自家人嘛，好说好说。以后有啥事啊，还要仰仗沈姑娘帮忙。要不今晚咱们一起吃个便饭，庆祝一下。我那50多个人都来帮忙了，今天这顿饭啊，我是没有福气吃了。改天我专程安排一桌，还请大人赏脸。沈姑娘，那我就不强求了，本官先行一步。集合！今天的比赛举办得很成功，而且咱们落户的事也有着落了。老六叔，回去的路上割30斤猪肉，买5斤鸡，酒不买。好了，往回走吧。陈乔偷偷脱离队伍，前回周家。少爷，我回来了。还记得你上次回来复命是什么时候吗？是陈乔的错。最近黑风寨的人筹备县里的民生大赛，那沈桃每天都给我安排很多活计，还天天跟在属下身旁，属下实在没时间走开，请少爷恕罪。民生大赛办得怎么样？我这几天也听下人议论过，倒是想不到县城中这么盛大的活动竟是黑风寨的人办的。他忽然就很好奇，沈桃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他竟然能想出广告这样的宣传方式，做出跳棋也许是巧思，可能想出广告这种宣传方式，足以见得他对经商十分有钻研，了解他，结交他，益处良多呀。咱们周家可有打广告？打了，还专门出了10两银子，让沈桃给出的点子呢。那广告是什么样的？沈桃让咱们家用各种布料做了很多款式的衣服，找来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20个人呢，还有小孩。这些人穿着新衣服在台上展示，就这样。对了，背景还有乐曲，都踩着鼓点走，可带劲了。周家这个展示的广告也很有趣哦。对了，陈乔，你现在对沈桃印象如何？我觉得他们应该不是京城派来的，日子过得真是苦，睡的都是茅房，每天就想着怎么发家致富，就连点粪都得留着交钱。这个沈桃嘛，是个聪明女人。好了，去吧，以后2天回来一报。知道了，少爷。老六，你注意点形象啊，闻味能闻饱咋的？赶紧上一边待着去吧。冯明也格外的兴奋，有种要过年的欢乐。照理说呀，他在冯家没少吃好东西，可从来没有哪次的肉被他这样期待过。开饭。香，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。大家伙，我要和你们汇报一个好消息。啥好消息啊？不会告诉我们下顿还吃肉吧？我已经和县令大人商量好了，
明天就能给咱们全体落户。从今往后，咱们就是这个县城的人了。这块地我也准备租下来，这里属于我们。能落户了呀？好啊，以后就有家了，我们就不是流民了，能堂堂正正的和别人说这里是我们的家了。这次咱们承办民生大会，除掉花销，手里还剩下3415两。按照约定，这钱得给县老爷分一半，也就是咱们还余1700两。我们最近还攒了300多两，算起来，咱们存银已经突破2000两了。啥？2000两？哦，乖乖，我们有这么多钱了？咱们都是富人了。我祖宗8辈加起来也没赚到过这么多钱了。哎，安静，大家安静。冬天眼看着就要来了，这钱咱们要用来盖房子。咱们这大老爷们不少，基本都是单身，以后肯定得找媳妇，所以啊，这房子必须盖成单间，要不以后娶了媳妇都没地儿住。这笔花销不小，剩下的钱咱们还要在城里开买卖，多拓展点思路，咱们就多一个来钱的渠道，才能有源源不断的进账。大家说是不是？桃啊，你不用和我们商量，是你带着我们从无到有的，我们都信你，你说咋办就咋办。是啊，卢婶说的对，桃儿，我们听你的。桃儿，你带着我们放心大胆的干吧。之前咱们说过，管吃管喝，每人每天发1文钱做月钱。现在条件好一点了，但又没完全好，可月钱和伙食都要变。以后每天白面馍馍管饱，7餐吃1次肉，月钱呢也提升为1天10文钱。老六叔吃过饭就把上一阶段的月钱给大家清了，明天开始1天10文，只要大家卯足劲儿跟我干，好日子还在后面。我保证你们有棉衣御寒，有饭食饱腹，生病有药吃，手里有余钱，媳妇儿娶到家生个胖娃娃，死了大操办。他一直以为自己会孤独终老，死了都没人收尸和烧纸，可桃儿现在说要给他们娶媳妇儿，他后继有人了。行啦，都别哭鸡尿好了，明天早上大家继续干活，我去县城办落户，回来的时候我顺便找些泥瓦匠过来，看看咱们这房子该怎么盖。快吃吧，一会儿都凉了。沈桃远远看见冯明这小弱鸡跟着一起操练，于是冲他招了招手。叫我有事吗？对了，以后我8成经常会在你们这里住，要不给我弄个床吧？冯明，我和你商量个正经事儿。最近这段时间，我们不是借用你的店铺吗？我看那铺子挺不错的，能不能租给我呀？租金1年多少？你要搞什么买卖？说来听听。通过这个民生大赛，我发现大家可真喜欢看广告啊，看比赛都没有看广告认真。那是啊，广告多有意思啊。以前看电视的时候最讨厌插播广告，可平台那些人不讲武德啊，都充值了 VIP 还得强制人看，烦都烦死了，还从没有见过这么爱看广告的人。既然广告这么有意思，我们为什么不把广告拉长一点，让剧情更丰满一些，把它变成一个需要连续观看的剧情呢？剧情丰满，演成故事，哎，这行，这绝对行，我能预测，保证场场爆满，火爆的不行啊！格局，放开了再畅想一下。放开？放得多开？这么好的节目，1天就给他演完？那不能，用你的话说，剧情丰满一点，演他个5、6、7、8天。1天就演1场的话，万一有人有重要的事他没看着呢？那1天多演几场？孺子可教。不过咱们场地就这么大，挤不进来更多的人了，怎么才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呢？要不咱多开2家铺子，这不就装下更多的人了吗？在其他茶楼和酒馆里边安个说书的，就说咱们这个故事，还可以写成书，做成手抄本，卖给读书人和后宅女眷。故事还能同步给隔壁县的酒楼，只要他们给银子。故事中间呢，可以插播广告，还可以让卢婶和刘婶带点货，卖个东西啥的。哦，反应慢半拍啊！桃儿，这铺子我免费给你用，我以及我的小四还能给你打杂，马车也能给你拉货，说书人写书人我全都有。我爹在隔壁县也开了酒楼，我就一个条件，利润分1成给我，怎么样？这么多资源，只要1成利润？1成太少，利润给你2成。说不是我这么多人要养，我还能再给你多一些，你见谅啊。好，明天咱们就去收拾房子。哎，别，明天还要去见你舅舅，还要找泥瓦匠。故事呢，我也得花时间写出来，所以真别急。天色渐晚，
他就看到门口有条黑影。谁？是我，李三儿。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天气眼看转凉，我怕山里野兽侵袭，就四处转转。沈桃觉得李三这个人真不错，又会文又会武，而且还很有责任感。老六叔和鲁琪都没想到晚上巡视一下，人家想到了。李三，早点休息吧，明早你还要早点起来带他们练武，辛苦你了。陈乔利索地走到自己住的那间房门口，闪身进去，本想扎到茅草上就睡，没想到伸手却摸到了一张床。床下面虽然还垫着干草，可上面却有一床被褥。陈乔感觉心里酸酸软软的，这些人看着大咧咧的，心还挺细的，能摸出来被子上还有补丁呢，但是浆洗过，很干净，上面还有阳光的味道。今天他看到外面晾晒了一床被子，只是他没想到这被子是给他的。大家默默地给他把床铺安置好，没有一个人邀功，好像这就是给家人铺床，这么理所应当又稀松平常。陈乔吃饭的时候还理解不了因为落户而落泪的债民，反正都是生活，有没有户有什么区别？直到此时此刻，陈乔懂了。他同样睡在这个位置上，可一张床一床铺盖却让他有了归属感，让他感觉自己和这里的人成了一家人。家这种感觉他很久没有体会到了。他身为暗卫，随时都有可能替主人去死，有了家也就有了牵绊，这条命就舍不得丢了。翌日徐大人。哎呦，沈姑娘。徐大人又见面了。沈姑娘，快坐快坐，来人上茶。徐大人，这是整个民生大会的账单，您过目。哎呀，这有什么好看的，我信得过沈姑娘。民生大会一共收了广告费3700两，小吃摊场地租用费8两，一共3708两。获奖选手的奖金共发放出去230两，盖高台、舞狮子、乐曲费、画师费、桌椅板凳租用费等等，一共呢花出去63两，还剩下3515两银子。按照咱们之前的约定，这招商引资的费用要分给您一半，这是1760两。徐大人，您数数。既然答应了沈姑娘落户之事，那就把户籍资料交过来，我让人去办。只是落户还要通知你们的户籍地，把户籍消除，这一来一回的书信得粤语。沈姑娘别急啊。不急不急，只要徐大人肯帮忙，这都是小事儿。户籍之事需要时间，可租地这事儿现在就能办。徐大人，我想把这块地买下来，要多少银子啊？沈姑娘啊，按照大越国律法，山不能售卖，最多是租。您要买的话，着实是难为我了。为何山也不能售卖啊？这也不是什么秘密。大越国的矿产大部分出自山中，由朝廷严格把控，为防止私自开采，山只能租，不能卖。而且一旦发现山中有矿产，即便租期未到，朝廷也有随时收回来的权利。徐大人，是我不懂事让您难办了，那就租，我先租上3年。去了卖砖瓦的地方。姑娘，你家要盖多大的房子？你父母没跟着一起过来吗？具体要多少砖瓦我也不知道，要不您给我估算一下，再替我介绍2个靠谱的泥瓦匠。我这房子必须上冬以前盖好，要不地冻住了地基不好挖。带我去看看，我估算一下。很远吗？您放心吧，肯定把您送回来。听他的，全都听他的，他才是掏钱的人。盖的地方这么远，你们得有个准备，这搬运的费用怕是少不了。他心里有点凌乱，啥时候女子在家里这么有发言权了？乖乖，这几间茅草房是谁盖的？歪歪扭扭，这地可是县里的，你随便盖房子真的行？你放心吧，违法的事我们可不干。这小姑娘在这群人里地位这么高，这片茅草房占地就极好，要推倒茅草屋盖砖瓦房嘛，那只能在这片盖了。只是这些树您不用担心，回头我就找人都挖了。啥？你要盖55个单间，还得有会客厅、饭厅、灶房，这得多少砖呢？这您不用操心，您只要规划出大概需要多少银两就可。有纸笔吗？有尺吗？直到太阳落山，一幅建造图跃然纸上。好，你画的太好了，这就是我想要的。这房子建造下来，砖瓦、人工、运送费，少说这个数，这可不便宜啊。
我们也不能赊账，您可是要想好了。您放心，绝对不赊账，砖瓦都给您结现银，泥瓦匠的钱我也会日结。好，明天我带人来送第一批用砖，15000块，泥瓦匠也同时跟过来。姑娘可要按约定给我结现银呐。李掌柜前脚刚走，沈桃后脚就走进了树林。拔树这种事儿只能他自己上手。桃又咋了？你们谁得罪他了？怎么又拿那些树出气了？冯明站在树林外，整个人都是震惊的。他还是第一次看到沈桃用他的神力。我的娘啊！沈桃这小姑娘吧，看起来弱不禁风的，怎么这么大的劲儿？他之前还想要娶她，可拉倒吧！就他这小身板，经不起折腾。他为他曾经的无知道歉。他再打沈桃的主意，他就是狗。李三儿啊，不，陈桥同志看到沈桃拔树拔得起劲儿，也偷偷的抱住了一棵树，想要试验一下。他憋得脸都红了，然后撒了手。不就是拔不动树吗？别人也拔不动，能拔动的那才是不正常的。他可真是善于开解自己。不过他也明白，寨子里的人为啥服沈桃，就这战斗力，谁不服啊？别看他武艺高强，可碰到那种一拳就能把他脑瓜子打放屁的人，他也打怵。沈桃这边拔树拔得起劲儿，殊不知那些出自他手的广告正在城中不断发酵。您相中什么了？我拿出来给您看看。不用看，我要银镯子，就要你打广告那种能传家的，花样不花样都无所谓。银镯子现在已经没货了，要不您看看这银钗，这银耳坠戴着也很好看。我就想要银镯子，能定吗？我儿子成婚那天要给儿媳妇的，他们下个月才成婚呢。要是能定，我能等。定的话要交定金，得20天，您能等吗？等啊，这镯子可要一代代传下去呢，等几天怕啥呀？我信任你们家，就想要你们家的货。1日，鲁奇，桃，我在这儿呢，你叫我干啥？今天泥瓦匠会过来，砖也会运上来，砌墙你们不会，挖地基总行吗？你带些人帮忙挖地基，泥瓦匠少干一点，咱们就少付一点钱。盖房子就开始盖了，那你拔树也是为了平地盖房子？那你以为我拔树干啥呀？闲得吃饱撑的。桃，你真能说笑。李掌柜正激动地看着门口那块平整的地。昨天晚上他走的时候，这里还长满了树，就一晚上这树就全拔了。这寨子里人执行能力也太强了吧！李掌柜，快进来坐。姑娘，你们是真厉害啊，一晚上就把门口的树清理干净了，佩服佩服。和你们做生意我心里高兴啊。15000块砖我找人运上来了，这钱还麻烦您结一下。掌柜，还麻烦您给我打个收条。姑娘做事倒是个严谨的，和你们合作很愉快。砖要是不够了，你和泥瓦匠说一声，他们下山就会告诉我，回头我给你送过来。那就麻烦李掌柜。砖瓦房他们连想都不敢想，现在流落他乡，他们托桃的福，竟然还住上了砖瓦房。而且听那些个泥瓦匠说，这房子要盖50几个单间嘞，这就意味着每人都有一间。风明，你换件衣服，和我下山看看铺子，需要啥东西咱们提前安排。我没带衣服来。感情你就一件衣服呀？那你还敢把自己造成这个逼样？哎，老爷夫人，少爷回来了。儿啊，我的儿啊，你这几天是跑到哪儿去了呀？哎呦，我的儿啊，你这是上哪儿受苦去了呀？这是去哪儿胡混了？这次你必须老实在家里待着，哪儿都不能去。儿子出门在外，弄得一身泥回来，你不但不问问他是不是受苦了，你还说他出去胡混，有你这么当爹的吗？再说了，儿子从小就乖巧，他能去哪里胡混呢？他又不是小猫小狗，你说关在家里就关在家里。夫人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你到哪儿去啊？你给我回来！刚才的话你还没说明白呢。儿子到底咋了？前几天还给咱们家打了个广告，铺子里生意好着呢，你凭什么关着他？爹娘，我现在学习做生意，你们放心吧，我好着呢，不是在外面乱混。过几天我再回来。快走快走！你回家怎么跟做贼似的？我要是不做贼，我就出不来了。我老爹和老娘现在还因为我在家里掐架呢。咋了？铺子的事都解决了，你怎么还一脸苦相？我写的这个戏吧，需要2个年轻女性，可咱们黑风寨最缺的就是年轻姑娘。
我上哪儿找去啊？这有啥愁的？有专门的牙婆呀，我知道在哪儿，我带你去。哎，你闻闻，这烧饼多香啊，买个尝尝呗。你要买你就自己买啊，我可没钱。切，我刚回家拿了点存银，我现在有钱，我请你吃。有人请客，沈涛就没有心理压力了。系统检测到需要手术的目标，救人一命，胜造7级浮屠。宿主是否？选择救治。A. 冷眼旁观不救治，不随意插手别人的事是美德，系统不强求。B. 救治，救人性命是善举，宿主可增加3点好运值。沈涛，你干啥去啊？陈郎中，求求您，救救我的娘子和孩子，求求您啊！哎，不是老夫不救他，他现在气息微弱，人就快不行了，而且生产是接生婆的事儿，老夫也没办法呀。咋回事啊？有房间能接生吗？空房间倒是有，但他人都这样了，这要是会把人抬进来，快点，我会接生，快把他抬进来。人呢？都出来！治不了，我们真治不了，快走吧，别在我们门口，快走！你们几个把人给我抬到马车上去。风鸣呢？我在这儿呢。把马车拉过来，来不及了，咱们就在马车上接生。让，你们都让我把马车拉进来。您别看我年轻，但是我的几个弟妹都是我接生的，生我弟弟的时候也遇到了难产，所以这情况我熟。你要是信任我，就让他们把你婆娘抬到马车上，咱们一起努把力。等啥呀？他不是说能给我妹子接生吗？再等下去，我妹子命都要没了。我妹子要没了，你也别活了，我弄死你！你倒是快点下决定啊！再拖下去，人就真的完了。把人抬到马车上去，快把车赶到没人的地方。风鸣，我现在要给他接生，时间会很长。我告诉你，必须把车给我看好了，谁也不能过来看，听到没有？你这是要买我的刀？哎呦，我可没钱找给你呀。不用找了，刀是我的，钱是你的了。哎，那就谢谢你了，你可不行反悔哈。哎呀，反悔你也找不到我了。沈涛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谁也上不了这个马车。好，风鸣，全靠你了。沈涛带着陷入昏迷的产妇闪身进入了系统1级手术室，还好有马车车厢遮掩，否则2个大活人忽然消失，得把旁边的人都吓死。你给我靠后，别靠近，人就在车厢里，还能跑了不成？我告诉你，谁要是打扰他接生，别怪我手里的菜刀不认人。这接生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啊？对呀，我刚才看那女人脸惨白惨白的，好像都晕过去了。晕过去根本使不上劲儿，根本就没法生孩子呀。这半天都没动静，怕不是大人和孩子都已经……你要干什么？这么半天都没声音了，我要看看他们。刚才说的话你没听见？谁也不准靠近，你要是再靠近，你信不信我这道乌眼招呼在你身上？怎么样了？那女人的孩子生出来了吗？师傅，马车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我估摸着大人小孩都已经，您老人家都已经说了，那女人没救了，结果那个女的大言不惭地说自己会接生，这下好了吧？人吓得猫在车里都不敢出声，我看他能坚持多久？退后！你给我退后！再不退后，我就要砍了呀！有本事你就砍死我，否则我拼了最后一口气，我也得见到我妹子。你要是识相的，就赶紧给我让开！沈涛照着孩子的屁屁拍了2下，哇的一下哭开了，声音无比洪亮。孩子生出来了，孩子真的生出来了！天气凉了，孩子和产妇都容易着凉，快找件衣服给孩子包上，把孩子接出去。你听，翠兰生了，她生了！翠兰，你怎么样？你还好吗？孩子刚生出来，他身体很虚，我需要给他扎几针，让他快点恢复。所以你们接孩子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不能让风钻进来，要是冲了产妇，以后会留下病根的。我去给他送，你就顾着孩子，没轻没重的，万一风吹进去，我妹子该留病根了。快把帘子拉上，别让风冲了翠兰。哎，生的啥呀？带把不带把啊？男娃还是女娃呀？哎呦，遭这么多罪，鬼门关上走一遭，再生个女娃不亏大发了吗？是个带把的，是男娃，老祖宗保佑，我家有后了。男娃咋了？那也是我妹子拼了命给你生出来的。生产之前，我就让你找个合适的接生婆。你咋跟我说的？你说你奶就能接生，说你兄弟几个全是你奶接生的，经验丰富。结果呢，
会接生个屁！差点让我妹子送了命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我妹子没事，咱们皆大欢喜。要是我妹子有个3长2短，看我不打死你！哥，翠兰肯定没事，肯定没事。我这是在哪儿？我刚才感觉上了天堂，四周很亮很亮，亮得刺眼。我是不是死了？孩子呢？孩子已经生下来了，是个大胖小子，已经让他爹抱走了。我得和你说件事儿啊，你可千万别害怕，你刚才就快不行了，你要是死了，那可是1尸2命。情急之下，我把你带到马车上剖腹取子。不过你别害怕啊，我可不是乱下刀的。我娘生我弟时和你一样情况，我就是剖腹把我娘和弟弟都救活了。你把我肚子划开了，孩子呢？孩子没事吧？孩子好着呢，你的肚子也缝合上了，而且你是不是没有感觉多疼？你这不说，我还真没感觉，真的不疼。之所以不疼呢，那是因为我用银针封了你几个穴位，过一会儿银针的效果消失，你就会感到疼。疼的时候你别害怕，这是正常现象，等伤口长好了就不疼了。我的肚子真的能长好吗？我不会死吧？要是死的话，刚才就死了，还能等到现在啊？姑娘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。我叫沈桃。好啦，你哥哥和男人都在外面，你想见谁？我让他们进来。外面风大，你还是尽量不要招风的好。我想见我哥哥。翠兰哥哥，你到马车上来。我妹子怎么样了？快上来吧。妹子，你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真救活了！我的天哪！没想到那姑娘年纪轻轻，竟真能给人接生啊！这医术也太高明了。她能耐大着呢。这姑娘是谁啊？她的来头可大了，黑风寨沈桃。黑风寨没听过呀？那是你们孤陋寡闻。黑风寨听着就是穷山恶水的地方，那姑娘还那么白，这不就是黑风寨的白姑娘吗？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孩子也生了，人也救活了，你们别在这围着了，走，都走，家里没事干呢。哎呀，完了！我婆娘让我出来买米的。哎呀，这回去晚了，又该续了个没完了。哎呀，我走了，走了。我也走了，没热闹看了。众人散开，陈郎中还在医馆门口张望。某些人呢，还说人家没救了，让人家回去等死。结果呢，人家一小姑娘愣是给接生了下来，母子平安，这是多大的功德呀！她真接生下来了。黑风寨的白姑娘本事大着呢，人家愣是把你说没救的人从鬼门关拉回来了。我看你这老郎中本事也不行，趁早关门吧。对呀，趁早关门吧。黑风寨白姑娘，这是哪儿冒出来的人？原本一切都好好的，就是她搅局才变成这样。可恨！有本事你给我等着，我早晚让你哭着来求我。哥，翠兰，没事了啊，孩子已经生出来了，你只要好好休养身体，很快就会好的。别哭啊！月子里流泪，以后眼睛就留下病根了。恩人，今天要不是你帮我妹妹接生，我妹妹人就没了。我赵青山给你磕头了，但凡你有用得到我赵青山的地方，我万死不辞，报答你对我妹妹的救命之恩。我叫沈桃，外面的议论想必你也听到了，我是黑风寨的，就在县城外10多里的山上，那里有个卖货的铺子，那些都是我的家人。青山兄弟，翠兰的事我还得要好好交代交代你。她刚才昏迷不醒，孩子生不出来，怕是会1尸2命。情急之下，我剖腹把孩子拿出来，又把伤口缝合了。你放心啊，我不是心血来潮，我懂医术，而且也用这个办法成功接生过。翠兰没有危险，可后续的护理还是需要尽心。沈桃把现代剖腹产的护理方法一股脑地倒给了赵青山。赵青山听得很认真，肚子上有伤口，暂时不能吃东西，什么时候他通了气儿也就是放了屁，才能喝些米汤，慢慢加到浓稠，产后第2天可以扶着他下地，让他走走，抱孩子喂奶的时间不宜过长，伤口不能碰水。我说的对吧，沈姑娘？还有没有漏下的？你们瞧瞧，这孩子浓眉大眼的，长得多像我。我娘要是知道生了个儿子，肯定高兴。翠兰，快下车，咱们回家。娘肯定在家等着急了，咱别让她多等。你婆娘为生孩子在鬼门关走上一遭，这才生完你就叫她下车跟你回家，她走得动吗？你倒好，抱上孩子嘴都乐歪了，一句都没问你婆娘。生完孩子怎么就不能回家了？我娘说她当年正干着活呢，就把我生下来了，生完我把我抱在怀里继续干活。翠兰也是女人，也是生孩子，怎么就这么脆弱啊？这鬼门关不都走完了吗？有啥不能下地回家的？她刚才昏迷不醒，让我余家族人受累抬着就算了，现在醒了，莫非还要让他们抬着？你娘生孩子
你爹管都不管的，就这样的爹，你还好意思拿出来说？嘿，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你找揍啊！我说错了，一个男人最重要的不是婆娘和孩子吗？婆娘要生孩子他都不出面，让你娘干着活就把你生下来了，这是好男人吗？这是好东西吗？你出去看看，谁家老爷们不是这样？你凭什么这么说我爹啊？你再说一句试试，看我不打你！你来啊，还要打人呐？这把你牛的！哎，不是我怕你了，我就是抱着孩子呢。你要是没轻没重伤着孩子怎么办？我刚在马车上就听到你在这狗似的乱叫，叫我妹子走回去，你是咋想的呢？不是欺负我妹子，我人还在这儿呢，你就在她刚刚生产完，要我何料？刚才我担心我妹子不愿意搭理你，现在孩子也生了，这账也该算了。翠兰本来不到生的日子，结果挺着肚子给一家老小做饭，踩柴火上脚滑摔了，提前生了，于是于栓柱的奶奶给接生，翠兰孩子生不出来，还不停流血。那老婆子不但不体谅，还满嘴埋怨，别人生孩子都那么顺利，生个孩子怎么这么费劲儿啊？翠兰喊了个把个时辰，力气用光，人都晕了。这家人也不说想想办法，就在院子里干站着。若不是赵青山抓着于栓柱要揍，于家也不会找来族人帮忙把翠兰送到医馆门口。当年赵青山把妹子嫁给于栓柱之前，那可是在村里打听过的，所有人都说于栓柱是个好样的，孝顺。赵青山想着孝顺的人人品能差到哪儿去，可是把翠兰嫁过去才发现，于栓柱那是愚孝，老娘说啥都听。翠兰嫁过去之后，尽心尽力的伺候一家老小，就这还吃不饱，好东西都要留给于栓柱和他8岁的弟弟，说男人才是家里的顶梁柱。今天若不是遇到好人，翠兰的命就交代在这儿了。你们都看啥呀？快来帮忙啊！咱们于家人都在呢，他就敢打我，根本没把于家放在眼里。赵青山根本没在怕的，把3个大汉全都掀翻在地，武力值杠杠的。沈桃看得眼睛亮了，这是人才啊！山下铺子要开张，少不了有地痞流氓来捣乱。要是能把赵青山招过来，这不多了一道安全保障吗？李3武艺还行，可他还要留在山上教写字、教练武，不能随时在山下。这不，老天就送了个现成的人才到沈桃面前吗？于栓柱的3个族人被打翻在地，他们怕继续挨打，爬起来就跑。赵翠兰，你就放任你哥打我的族人，娘他饶不了你。翠兰，是哥不对，哥也是气急了，要不你别回于家了，跟哥回去，让你嫂子伺候你月子。哥，你还是把我送回于家吧，我没事的，我身上不舒服，他们最多念叨2句，看在孩子的面子上，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。沈姑娘，您救命的大恩大德实在无以为报，我也只能拿出这么多钱了，我求您能不能送我妹子，她现在真的动不了。送人是应当的，走吧，咱们一起去于家，只是之前我交代给你的。您放心，我妹子一天没好，我就在于家住1天，我就不信我在这里看着，他们还敢为难我妹子。青山兄弟，你刚才的身手我看见了，是真的厉害。前阵子那个民生大赛的摔跤比赛，你怎么没参与啊？你要是参与，肯定能拿第1啊。我之前在隔壁县的铺子里帮工，没赶上，这不翠兰快生了，我惦记她，这才把伙计辞了回来的。这一回来，民生大赛都已经结束了。青山兄弟，我山下有个铺子，再过半个月就要开张了，铺子里就缺个身手好的人帮我看场子。你要是有这个意愿呢，你就到我的铺子里帮忙，1个月我给你1两银子的工钱，你看可好？赵青山都懵了，1个月1两银，他在隔壁县城干活，不仅回不了家，而且月钱也低。这要是能1个月赚到1两银，那他巴不得呢。我去，半个月我妹子应该也能好了。我在这里上工，离妹子家也不远，能多看护她不受婆家欺负，我愿意真的。那咱们可就说好了。行了，咱们也别在路上戳着了，送翠兰回去吧。哎呦，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娶了个这么个儿媳妇进门，搅得家宅不宁的。赵翠兰放任他哥把我儿打成这样，这梁子算是结下了，这媳妇不要也罢呀。栓柱，你马上找村东头的秀才，请你写一封休书，把这个不要脸的女人丢休书门去。我儿仪表堂堂的，我就不信找不到好人家的姑娘做媳妇。我要让那个赵翠兰和她哥哥永远都抬不起头来做人啊！等翠兰回来，你好好骂她一顿。你要还生气，我就打她一顿给你出气。休妻啥的还是别了吧。山柱，你娘也是为了你好，你瞧瞧你那个大舅哥，动不动就动手打人，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谁家的媳妇儿不听话，男人不得动手教训呢？他家可倒好，总是让娘家哥哥来闹，这样下去，这日子能过好吗？我看你必须给他个教训，就像你娘说的，
把他给休了。等他回娘家受尽白眼，就知道自己错了。到那时候，你再上门说几句好话，把他接回来，他保证服服帖帖的。娘，休了翠兰，那孩子怎么办啊？孩子，你大伯家大儿子一连生了5个女儿，也没生出儿子来。这实在不行，就把这个男娃过继给他家去。赵翠兰被休了以后，要是听话，就把她接回来，你们俩再生；要是不听话，娘就再给你娶个黄花大姑娘，3年抱俩。这是个女人就会生娃，难道只有她赵翠兰会生？我呸！她生也不会生，还要花钱送到那个医馆去生。你娘我生了你姐，你还有你弟弟，就哪个用去医馆了？就他娇气。那就听娘的吧。可是娘，翠兰哥要是还闹，还要打我，可咋整啊？打你？凭什么呀？你要是把翠兰休了，他算是哪门子亲戚？再动手打人，咱们就告到关老爷那里，让他去吃牢饭。更何况我们余家这么多人，还能让你挨打了？沈桃的马车刚到余家门口，就把他们的话听了个清清楚楚。谁要休我家翠兰？谁敢？给我站出来！靠一拳打爆他的头！哎，青山兄弟，这是在别人的地盘上，若是你只是打妹夫，旁人无话可说。可你刚才打了余家的族人，现在再动手，他们所有人出动，咱们今天怕是……姑娘，您说该怎么办？沈桃在赵青山耳边低语：刚才是青山无礼，小妹鬼门关走上一遭，我实在是太过担心，人也糊涂了。我给大家道歉，还望大家不要计较。要是你们心里还不服气，就动手打我2拳，我保证不还手。你腿脚快，快去通知族老，就说有人来家里闹事，让他们来做主。小家伙，上哪儿去啊？啊，我娘让我去找族老。想不想吃烧饼啊？想吃。你要是听姐姐的话，姐姐这烧饼呢就给你吃。那个男的你认识不？认识，是我嫂子的哥哥。那你嫂子对你好不好？嫂子好，嫂子每天都干活，给我做饭，还给我洗衣服。那烧饼给你。嫂子的哥哥是来道歉的，不是来打架的，你就不用去找族老了。要是找来了族老，你娘就要把你嫂嫂赶回家，不让她回来了。嫂子还给你生了个小侄子，很辛苦的。余栓泉接过烧饼，大口咬下，然后站到一边看热闹去了。哎呀，你这个不中用的，这一块烧饼就把你给收买了，想你有啥用啊？哎呦，这日子可没法过了。我告诉你，姓赵的，你要得赔偿我儿子的医药费。你看看你都把他打成啥样了，你要是不赔医药费，我就让我儿子休了赵翠兰。对，你要赔我医药费，否则我就休了翠兰。休我妹子？凭啥休她呀？你今天要敢休我妹子，我现在就出去宣扬，就说你们余家欺人太甚。我妹子嫁到你们家之后，上伺候老下伺候小，邻里都看在眼里，反倒是你们家我妹还怀着娃，你们还可劲儿搓磨，害她早产。我妹难产，你们一家人不想着救治，站在院子里干等着我们咽气。今天若不是我逼着你们送她去医治，现在已经是1尸2命了。我妹子好不容易救回来，还给你们生了个大胖小子，你们还没等她进门就嚷嚷着要休妻。有本事你倒是休啊！我看旁人听了你们的作为，谁还敢把姑娘嫁给你家余栓住？不仅你们家，就连你们整个余家的名声都臭了。到时候姑娘老在家里嫁不出去，男娃子娶不到媳妇儿，反正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不信你就试试。栓主娘，人家说的没错，你就是不为我们余家的名声着想，你也得想想你那刚出生的大孙子吧。你们就为自己考虑，咋就不为我家栓柱考虑？栓柱有这样的大舅哥，这早晚都得被人打死。我赵青山的妹子，那肯定是希望妹子能在婆家过得好。各位说对吧？要是他余栓柱对我妹子好，我这个当哥哥的怎么可能一次次来找茬来打他？我难道希望我妹子被人休回家？就拿今天这事说，要是余栓柱有点担当，见我家翠兰生孩子艰难，早早带她去医馆，我能动手打她吗？咱谁没有个姐妹啊？你们换我的立场上想想，家里姐妹在婆家生孩子，眼看人就快不行了，婆家也不说找个郎中给看看，你们能不给自家姐妹做主吗？赵青山这段话说完，余家几个族人脸上都臊红了。人家赵青山说的没毛病，今天这事儿要是换成他们肯定也急，肯定也得动手。嫂子，今天这事儿是你们做的不地道啊！赵兄弟生气动手也是情有可原，孩子也生了，翠兰人也没啥事，你们还是别闹了，关起门来好好过日子不好吗？哎呦，你听听，你这说的叫什么话呀？他生不出孩子来，还是我的错了。这感情不是你家儿子挨打，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你在这起什么哄啊你？我叫你一声嫂子那是给你面子。我告诉你，要是你们把余家名声搞臭了，你就是我们余家的敌人。小心我们去告诉族长，把你们除族。
从村里赶出去。啊，对呀，你再闹，我们就联合去族长那里告你，把你从村里赶出去。别闹了，还嫌不够丢人呢？我就给你们个面子，今天不休赵翠兰，但是他赵青山要是再敢打我家儿子，那可就别怪我了。我今天刚认识了翠兰兄妹，和他们一见如故。我这个人呢，最喜欢讲理的人，讨厌面上一套背后一套的人。而且你们知道翠兰的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吗？我拿刀子把她肚子剖开，把孩子取出来，就把她的肚子给缝上了。不信的话呢，一会儿你可以看看翠兰的伤口。开肚子这件事儿我喜欢干，更喜欢把肠子拉出来打个结儿，肚子缝上以后休养几天，伤口就能长好。可打结的肠子能疼死个人，就算你去关老爷那里告，也说不出个1、2、3，因为没有人能证明是我干的呀。把肚子割开，把肠子打结，这是什么恶魔？于母被沈桃吓得腿都在打抖。你想要干什么？翠兰是我的好姐妹，现在肚子上有伤口，肯定要好好的养着。要是让我知道有人惹她不高兴，那我肯定要替她找补回来。到时候是划开肚子给肠子打结，还是扭断人脖子，那可就要看我的心情了。放心，我肯定是在月黑风高夜来干这事儿，干得干净又利落，绝对不给官府留下一点线索。有些人家可就惨了哦，人也死了，也没证据能指认凶手，最后落得个家破人亡。你别说笑了，我们家对儿媳妇好着呢，对吧，栓主？对，我对翠兰好，我以后都对翠兰好。王虎，去把你妹妹接下来，放到屋子里去吧。她肚子上有伤口，可是要吃点鸡汤补一补，最好晚上休息的时候能安静一些，别听到孩子哇哇的哭声。伤口没长好的时候呢，连床都不能下，需要人专门送饭到面前来。对，我们就打算这么伺候儿媳妇的。姐姐，你太厉害了，你劈木柴的绝活能不能教给我呀？我可教不了你，可你嫂子的哥哥是个高手，一个能打你大哥那样的10个，他还要在你家待几天，照顾你嫂子，你可以和他学啊。真的？嫂子的哥哥这么厉害，难怪打我哥跟玩儿一样。我要跟他学，我要学。大哥，求你教我。你这个臭小子，你每天在外面撒欢还不够吗？还要在家里疯啊！你去一边玩去。于川泉可不像他大哥，处处听老娘的话。他挣脱老娘，锲而不舍地跑回赵青山面前，扑通又跪下了。大哥教我。快起来！要是我在这里住，我肯定教你。翠兰他哥呀，你说笑了，家里地方就那么大，没地儿住呀。我们保证会对翠兰好的，你还是回去吧。咋就没地方住？我床大，让大哥和我一起住。既然有地方，青山兄弟就住下吧。翠兰要是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，就去找我。风鸣，把车拉进来，咱们一起搭把手，把翠兰抬回屋里去。沈桃脑海里发出叮的一声响，手术判定成功，系统奖励即将发放，请宿主接收。手术奖励好运值增加3点，宿主原始好运值3点，第1次手术奖励3点，第2次手术奖励3点，共计9点，比普通人幸运很多哟。好运值超过10点，系统可开放好运值抽奖，敬请期待。好运值已经加到身上了，怎么没有啥感觉呢？难道没有金光笼罩或者丹田发热这种特效提供吗？算了，天眼看着就黑了，还是想想小燕子和紫薇的眼缘去哪儿找吧。少爷，沈姑娘，天眼看黑了，咱们抄条近路，这条路上鱼龙混杂，不是啥好地方。你2位忍着点，很快就过去了。这莫非就是青楼？和电视里演的不一样啊。你去过？你说啥呢？谁能来这种地方？再说我那时候我咋来？咱们县城不大，没有正经青楼，只有这样的暗场馆，要价也很便宜。城里的有钱人要是有看上的姑娘，就娶回去当妾，要么就去州府的青楼，反正不会来这里。沦落青楼的女子一辈子最大的指望，可能就是遇到一位有钱的恩客，替她赎身，助她从良。虽说倚仗男人并不是明智之举，可却是他们在这世道下唯一的出路。可透过冯明的话，沈涛深刻地意识到，有钱人对这里嗤之以鼻。也就是说，这些女子最后的出路也被掐断，终其一生都只能生活在阴暗的角落里。待她们年老色衰或者病了，没有利用价值时，就被无情地扫地出门，在大家不知道的角落默默等死。爹，不
我们可以出去做工，可以替你还赌债，你不要卖了我们，求求你了。哭什么哭？老子把你们养到这么大，吃了我这么多粮食，也该到你们回报的时候了。爹，我和妹妹都长大了，你要是等不起我们做工赚钱，你就把我们嫁了吧，把我们嫁了换点钱，你拿去还赌债好不好？爹。哼，你们少给我耍花样啊！你以为我没想过把你们嫁出去？可你们俩长得也就那样，我都打听过了，就算给有钱人当妾，人家都不稀罕。以前我卖你娘卖了10两，现在卖你俩，你们是黄花大姑娘，至少一人给我20，你们俩就是40两，正好把赌债还了。你们也不用埋怨我，还不上钱，人家就要砍我的手。你这个畜生，你趁我们去山上挖野菜，把我娘骗出去卖了，你还跟我们说是我娘嫌弃你穷，跟人家卖货郎跑了，还骂他不守妇道。现在你还要卖我们，你给我等着，但凡我有翻身的一天，我一定会让你不得好死。老子会怕你？谁让你不会投胎？不是个男娃。再说你进了那个门，能活到什么时候还不知道呢，说不定会和你娘一样，受不了折磨，一根绳把自己活活吊死。要卖我？好啊，走啊，你给我等着，我早晚让你血债血偿。姐，咱们走，咱们自己去。沈桃需要2个女孩来出演紫薇和小燕子，现在老天爷给了她好运，让她碰到了2个女孩，可这好运是凌驾在这2个女孩屈辱的命运上，沈桃宁可没有这个好运。小娘子，你有啥事儿啊？你要卖这2个姑娘，你和人家谈好了？这有什么可谈的？带人过去，人家就收。既然没谈好，卖给谁不是卖啊？不如卖给我可好？卖给你？怎么，小娘子年纪轻轻要开起场馆了？就算我卖给你，你买得起？哼，怎么瞧不起我们？公子，你要买我的女儿回去收房？我这2个女儿啊，现在看起来不出众，可换上一身衣服，绝对是鲜亮的美人。少说废话，多少钱？50两。公子，求求你把我和姐姐买回去，我们什么都能干，端茶倒水、洗衣煮饭，要是有什么我们不会的，我们也能学。求求你把我们买回去。50两就50两，走，去官府办手续了，手续办好了，马上就给你钱。好，不就是办手续吗？咱们现在就去看看爹对你们好吧。要不是爹拉你们出来卖，你们也不可能碰到这位有钱的公子。以后你们就到公子家吃香的喝辣的，以后可别忘了我这个爹呀，也时常给爹送点钱回来，孝敬孝敬我。不要脸，我就是有东西喂狗，我都不会给你吃。你送上，快送上！疼就对了。现在这2个姑娘已经是我的人了，跟你没有半分关系。你要是想动手，就别怪我对你下手。你们俩放心，我们都是正经人，买你们也是有正经活计干。你们先上车，我要去教训教训那个人渣。你是要去教训那个狗男人吗？正是。我们也要去，你放心吧，我们的卖身契在你手里，我们肯定不会跑。但是收拾那个男人，我们想亲自动手，实在不能动手，我们也想亲眼看着。好，上车。这银子你们想要不？来，拿这个遮住脸。看到那个男人没有？看到了。你们蒙着脸过去，胖揍他一顿。这银子就是你俩的。哎呦，这下挺狠啊！哎呦，下边了。俩人是练家子，下手力道够劲儿啊，够他喝一壶了。打晕过去了，下手还行吧？谢谢兄弟了。客气，我们先走了。路人一走，沈桃快步走到猥琐男身边，从他怀里把银票取了出来。不是还不上钱，有人要砍手吗？那就砍吧，反正这手留着也没啥用。猥琐男的2个女儿跑过来，秉着趁你病要你命的原则，对晕倒的猥琐男又是一阵拳打脚踢。行了，再打真出人命了。对他这种人来说，死了倒是利索，活着受罪才是正的。走，快走。姐姐叫蒋盼儿，和沈桃同岁，今年17；妹妹叫蒋昭儿，今年15。2姐妹名字里的儿可不是儿化音，而是盼个儿子、招个儿子的意思。以后你们俩就是我的人了。既然有新的开始，就从名字变一变吧。你以后呢就叫蒋盼，你呢就叫蒋昭。
女人也能活出自己的精彩，着什么难啊？我们都听姑娘的。蒋盼你好，蒋章你好，我叫冯明。蒋盼守规矩的叫了一声冯公子。哎，别叫公子，等回山上你就知道了。咱们那儿不兴这一套，你叫我名字就成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们的山头叫黑风寨，沈桃啊，这位就是沈桃，她就是我们那儿最大的，大家都听她的。山上来姑娘，这对单身汉们可是大事儿，大家都跟看稀罕物一样的看着蒋家姐妹。沈桃直接眼刀的甩过去，开饭啦！他们家所有的钱都被渣爹拿去赌了，每天只能吃野菜度日。他们万万没有想到，被卖给别人的第一天就能吃上带肉的菜。咱不聚餐的时候都是各自端着碗吃，你俩一人就拿了一个馍馍，能吃饱吗？再拿2个，都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多吃点。够吃了，够吃了，我们能吃饱。你俩也吃啊。我们吃。我们吃。哎，姑娘，你咋把馍馍放下了？是我做的不好吃吗？婶子，你做的真好吃。不瞒您说，我长这么大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只是我俩今天刚来，市里这么多男人，我看他们还在干活，我怕他们不够吃。我当啥事儿呢？你们放心吃，咱们这里管饱。这馍呀还多着呢，他们都够吃，每顿还有剩呢。拿着，留着晚上饿了吃。灶房晚上要锁门，这会儿你不拿，晚上饿了可没得吃啊。谢谢婶子，我们拿着了。吃过饭，来，我给大家介绍2个人，蒋盼、简昭，你们过来。害羞啥呀？跟大家打个招呼，以后都是一家人，要一起劳动生活的。我叫蒋昭，今年15岁，很高兴和大家认识。我叫蒋盼，今年17岁，我也很高兴认识大家。她们是一对姐妹，新来咱们寨子，大家以后多多照应。现在呢，我还有一个事要跟大家说说，咱们黑风寨要与冯明合作，在县城开铺子，他出铺子和人脉，咱们出人，15天以后正式营业。桃儿，咱们开铺子卖啥呀？莫非是卖跳棋、孔明锁和搓衣板？大奎兄弟在山脚下吃摊子，生意挺好的，用得着换个地方吗？对啊，大当家，要是把东西拿到县城去卖，没有这么多南来北往的客人，生意还真不一定行啊。上一次咱们在民生大会上打的广告怎么样？好啊，有些广告可有意思了，我都没看够。没错，上次的广告有意思，那咱们要是把广告时间拉长，变成一个小故事，就会有更多人喜欢。我已经把故事写好了，我说给大家听一听啊。有一个富商呢，也就40来岁的模样，他接了祖宗留下来的产业，外加自己不断打拼，成了当地首屈一指的富豪，家有良田万亩，生意遍布全国，每天日进斗金。他的结发妻子家里也很有背景，可谓是2个大家族强强联合。这富商哪儿都好，就是喜欢处处留情。家里除了结发妻子呢，还有小妾10多房，孩子一大堆。除此之外呢，他外出做生意的时候还会隐瞒身份，招惹当地的妙龄少女。其中有一才女名叫夏雨荷，在大月湖畔结识了富商，还一见钟情。2人过了一段蜜里调油的日子，但是富商做完买卖以后呢，就打道回府了。他虽然承诺过会去接夏雨荷，可回到家的他忙于生意，很快就把他忘之脑后。富商走了之后呢，夏雨荷发现自己怀孕了，她深信富商会来接她的承诺，等啊等，孩子都17、18岁了，还是没有等来富商。她始终不肯相信富商对她始乱终弃，每日都在等待中煎熬，最终一命呜呼。这些呢都是故事的前情，故事真正开始发展是从夏雨荷郁郁而终以后开始的。夏雨荷临终前交代自己的女儿夏紫薇去寻找她爹。沈桃滔滔不绝地讲着，讲到小燕子不懂诗书礼仪闹出的笑话时，大家捧腹大笑；讲到荣婶子拿针扎小燕子和紫薇时，大家伙气得恨不能手撕了她。小燕子出走被坏人抓起来折磨，他们又替小燕子捏一把汗，希望快点来人解救她。听到皆大欢喜的结局，大家又鼓掌表示精彩。我打算把这个故事演出来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，我可以演永琪，齐鲁可以演尔康。哎，我俩这气势，方方面面都能给你拿捏得死死的。老六叔自告奋勇演永琪，让你演皇阿玛都老。难道老六叔平时都不照镜子的吗？就算黑风寨没有镜子，没事也得撒泡尿照照自己吧。我说你个老六，就你能演永琪？你没听桃说吗？永琪和尔康那都是18、19岁的少年郎。哼，就咱俩这长相，那得扒拉开胡子找脸，
演少年郎你不嫌害臊啊？咱们今晚就把演员定好，明天一早就正式开始练习。咱们原有的生意不能中断，演戏的人呢，主要从鲁奇的后勤组里选。我知道大家都对演戏有兴趣，哪天有戏份不多的人物，我就会通知你们上场，让你们也过把瘾。好了，后勤组的人对哪个人物有兴趣，可以自告奋勇的告诉我。胆小的人可得有点准备啊，开演那天肯定人山人海。你要是给我掉链子，别怪我回头罚你。我想演紫薇的丫鬟。我也可以，不过我不知道演什么，你们让我演什么我就演什么。好，那我和大家宣布一下啊，蒋盼演紫薇，蒋昭演小燕子，这2个角色全部都是年轻姑娘，咱们黑风寨也只有他们俩最年轻。选了2个相对年轻的小伙来演永琪和尔康，主角团定好，配角就可以随便指了。没有年轻女孩扮演丫鬟，那没事儿，可以改剧本，把丫鬟全部改成奶娘。临到最后，容嬷嬷这个招人恨的角色无人问津，沈桃的目光落到了老六叔身上。男人怕什么？穿上女装，梳个发髻，脸上粘个大痦子就妥了。不让他演永琪，那高低让他演个正面角色吧。这倒好，反派角色就算了，还是个反派女角色，他老六不要面子的吗？老六叔，桃儿，你好好说话。你演容婶子怎么样啊？不怎么样。沈桃伸手拿过一块砖，当着老六叔的面一拳打下去，砖头立刻断成2截儿。我说桃儿啊，不就是扮演容婶的吗？多大点事儿啊？交给你老六叔。哦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没一会儿功夫，窗外就传来陈乔教大家写字的声音。跟我念，这个字念人，一撇一捺就是人，这一撇一捺就像我们2条腿，顶天立地站在人世间，永不屈服。切，那根本不像我们的腿，谁站直了腿是那样的？胯骨轴子撇了吧？老六叔，你不说话能死吗？你可以挑别的字毛病，但你不能挑人这个字啊！大家伙散开，咱们临时调一下课。今晚咱们练武，明天早上再学字。之前咱们一直在学习练武的基础，也就是扎马步。今晚我教你们点实用的，当坏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反击。来，老六叔出列，你抓住我的衣领，假装挥拳打我，我教你们怎么反击。让我出来给大家做示范。李三，你玩真的？咱们练习的时候就要认真对待，否则真遇到敌人无从下手。老六叔为咱们做表率，结结实实被摔了一下，咱们为他这种牺牲小我成全大家的精神鼓掌。奶奶熊的，李三太鸡贼了，给他戴了一顶高帽子，他还咋找桃告状啊？哎呦，做人太难了，一晚上吃俩哑巴亏。不过他得总结出了一个教训，下次李三上课的时候他可得老实点，否则这不尊老爱幼的小子又得拉他出来单练。是我狗子呀，快开门让我进去躲一躲。哎，大爷，蒋狗子回来了，你们快带他走吧，我们早就和他断了关系，求您别为难我们老两口了。胡爷，求您饶了我，别看我的手，我不是不想还债，我今天把女儿都拖出去卖了，就是想还给您钱的，可半路碰到杂碎截胡，把我打了，把钱也抢了，把我衣服给扒了。你再宽限我几天，我就是当牛做马，也得把这个钱给您还上啊！你们要是不拿钱出来，我就把他手给剁了。您剁，我们跟他没关系，也是真的没钱呐。叔，你别见死不救啊！你拿钱出来救我保证凑钱还给你。狗子，那可是40两，我上哪儿弄那么多钱去呀？叔，前阵子我妹子嫁人，你不是收了人家5两吗？你快拿出来救急啊！把狗子叔拽过来，要砍他的手。狗子叔吓坏了，只能让老伴儿把5两银子拿出来救命。胡一刀得了5两银子还觉不够，他拽过蒋狗子的手，猛地挥刀，蒋狗子的小拇指飞出去老远。我再给你10天时间，还不上剩下的钱，就不是削手指这么简单了。哎，这些年咱们被蒋狗子祸害的还轻吗？就连嫁女儿的钱也被他拿去还债了，这日子该怎么过呀？他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前阵子听说有采石场招工，陈家那泼妇把继子卖去做工了，换了5两银子呢。既然狗子总给咱们找麻烦，咱们干脆把他也给卖了，回头拿了钱，咱们去兰州投奔儿子避避风头。好，我听你的，就这么办。蒋狗子拿着被削掉的手指直奔家跑去。一进门，他心里琢磨着，他卖女儿是在衙门中进行的，
怎么他就被蒙面人盯上了？这说来说去，还是买了他女儿的人从中作梗。他心中暗恨，买他女儿的一男一女真是可恨，不仅骗走了他女儿，还把他钱抢了。他蒋狗子要是能咽下这口气，他就是狗娘养的。明天，就明天，他得去县衙打听那2个人的身份，就算拿不回那50两，也得把女儿领回来。这回直接把女儿送到胡一刀手上抵债，省得手里有钱又被人惦记上。第二天一早，叔，你咋来了？逼我还钱呢？我可是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你要是想要命也行啊，你来杀我。哎呀，狗子，你说的这是啥话？你昨天说你把盼儿和周二都卖了，这咱们是一家人，我们还是长辈，也不能看着你冷锅冷灶的饿死在家里吧。哎，我和你婶子这也没多大本事，管你一口饭还行。哎，你跟我们回家去，这几天就在我们家养着。行了，叔，我还没睡够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哎，等我饿了，我自己上你们家去。哎，你受了伤得补，我让你婶儿杀了只鸡，已经炖在锅里了。哎，那我们就先走了，你记得过来。哟，还真给我杀鸡吃啊！我还当这俩老不死的骗我呢。叔，婶儿，我来了。狗子来了。哎呦，快进来，这肉咕嘟一晌午都脱骨了，你快坐啊，我先给你盛一碗，别把你给饿坏了。狗子叔从锅里连肉带汤的舀了一碗，随后从腰间翻出了一个纸包，把纸包里的药粉一股脑倒进了碗里，用筷子搅和几下。狗子，快吃肉。没放盐吧呀？我去拿。狗子叔在厨房逗留片刻，就听屋里发出通的一声响。还想吃肉？就你也配？老婆子，拿绳子过来。谁？狗子，你别叫了，就算你叫破喉咙也没人能听得见。叔和婶儿啊，现在带你去好地方享福，你就放心去吧。啊，别担心家里。你们把我带到哪儿去？你们两个老不死的东西，也敢收拾我！赶紧放开我，要不然等我能活动了，我弄死你们！狗子叔和狗子婶儿才来到了采石场，人家打眼一看就知道是个能干活的，4两银子就给买了。4两虽然少了点儿，可毕竟蒋狗子岁数在那儿呢，老两口也不嫌弃，有就比没有强。他们拿着钱推了车就跑，去兰州投奔儿子了。蒋狗子这个想把女儿迈入火坑的贱男人，最终把自己折腾进火坑，这就是报应。于家把孩子放屋里去，把这饭给你祖宗送去。这人家儿子娶媳妇，那都是娶个帮手回家，你倒好，娶了个祖宗回来，还得供着他，我这是造的哪门子孽呀！娘啊，我嫂子刚生完孩子，你就只给她吃1碗稀饭呢。李大娘看喜来送的鸡蛋，你咋不给煮呢？我数数啊，1、2、3、10，这碗里有10粒米呢。你这个臭小子，你是站在哪儿边的呀？你喊那么大声做什么？臭小子，你给我站住！你们都回去和你们娘说，都跟我娘学着点儿。我娘对我嫂子可好了，我嫂子刚生完娃娃，她就给我嫂子煮有10粒米的稀饭呢。回家去喽，我要告诉我娘去。我也会去告诉我娘去。快跑啊！相信要不了半刻钟，全村的婆娘都会知道于栓柱他娘恶毒吝啬，专门搓磨儿媳妇儿。哎呦，气死我了！吃，让他吃，也不怕噎死他。你们都看见了吧？我给他吃鸡蛋了。谁要是在村里传瞎话让我知道了，我就撕烂他的嘴。沈桃告诉他，孩子太小，翠兰也行动不便。这时候要是在于家闹起来，翠兰不仅身体受不了，而且月子被休，对女人来说是致命打击。先忍，至少忍到翠兰身体好一些。于家要是欺人太甚，谁休谁还不一定呢。大哥，我已经教训我娘了，你别理她，咱们继续练功。大哥替你嫂子谢谢你。大哥，这有啥谢的？嫂子对我好，我就对嫂子好；我娘对我嫂子不好，我就气她。盼盼，我和你说啊，你闭着眼睛想象一下，你娘是大户人家的柔弱小姐，你也十指不沾阳春水。你从小呢就没爹，你娘因为未婚生女儿被人嘲笑，
所以你觉得自己的身世很可怜？你想想啊，你家天天追着一堆人来要账，敲门砸东西。哎，对了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拿捏住，来，走起来，来到你爹所在的城里，热闹非凡，你又新奇又紧张，很好，就是这种感觉。这一上午，沈桃安排着各种各样的场景，还要把剧本一词一句的读出来。陈乔瘫坐在墙根下，满面愁容，这比他练一上武功还累呢。他情愿去练功，或者教老六叔写字儿也行啊。李三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这个剧啊要同步发行到书坊，给后宅的夫人小姐们看。我写的都是些口水话，不合适，你抽空给润色一下。感觉生无可恋呢。对了，今天还要下山跟少爷汇报呢。偷偷溜下山，顺着地道进入了周文墨的房间。喝吧。哎，谢谢公子。属下汇报来迟，还请少爷赎罪。哼，你入了那黑风寨以后，倒是比以前当暗卫还忙了。少爷别生气，我和您说说情况，您就知道我最近在忙什么了。他今天还和我说要让我把他的剧本给润色一下，写成后宅小姐都喜欢的故事。少爷，你说这可怎么办？我的程度你也知道，能认识几个字给人当老师，那都是勉强。开茶楼演戏，他倒是个脑袋灵活的，剧本你可随身带着。带了，您看看。这个先留下吧，我反正闲来无事，可以帮你润色一下。你下次来汇报时取走即可，也顺便把后面的剧本带过来。啥玩意儿？少爷要帮他干活？怎么不愿意？怎么可能？就是怕累到少爷。我的身体不用你管，走吧，有消息再来报。你们演戏的地址在哪里？什么时候开张？开业那天给我和我娘留个位置。好的，少爷，那我走了。再过7天茶楼就要正式营业，就叫黑风戏楼。他得去订戏服和道具，顺便给自己买件衣服。看来宣传也得提上日程了。沈桃正思索着到哪里去搞个宣传团队。你这么小的年纪不学好，竟然学人家偷东西啊！小乞丐的手上呢，还拿着冯明鼓鼓囊囊的钱袋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冯明的钱袋子里装着多少钱呢。只有沈桃知道，那钱袋子里装的全都是纸，还是冯明从沈桃那里偷的，专门用来开订的。冯大少爷在黑风寨啥苦都能吃，就是接受不了用小木棍。他趁沈桃不注意，偷了一大把纸装在钱袋子。上厕所的时候就把纸拿出来使劲揉搓，揉软了再用。他一直以为沈桃不知道。放开小爷！你给我放开小爷！你要揪着小爷不放，你信不信小爷找人来揍你？系统赏他的好运值发挥作用了，想来什么就来什么，宣传团队这不就到位了吗？冯明，你别放他，我有事要找他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人不大脾气还不小。你要是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呢，我就给你买个大白馒头。你别光说呀，你把大馒头买过来，我就告诉你我叫啥名儿。麻烦给我来碗面，我问你问题，你如实回答，这碗面就归你了。能不能边吃边问呢？我保证我知道啥全都告诉你。你都没有给我买过面，这么大人了还和孩子争。算了，给你也来一碗。小哥，麻烦这桌再来一碗面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那你认识多少乞丐？不是我和你吹牛，就咱们城中乞丐我全认识。晚上我们都住在城东破庙。嘿嘿嘿，你是不是不喜欢吃这个面条？没关系，我喜欢啊。你吃不完就给我吧。谁不喜欢啊？我还吃呢，你别看我。你这面不吃完，包起来是什么意思啊？还能吃吗？能吃，我们有时候能要到剩饭，有时候要不到。为了能继续活下去，我们住在破庙的乞丐都有个规矩，要到的剩饭不能吃完，带回去熬成一锅，这样就算没要到饭，大家伙儿也不至于饿死。前2天我还有个破碗来着，后来被个胖子打了一顿，破碗也摔了。用破布包也是一样的，反正熬成一锅也看不出是个啥。冯明这个大少爷没见识过人间疾苦，不知道还有人过得这么辛苦。他这面条说啥也送不进嘴了。那给你吧。我的铺面过几天要开张，你要是能发动你的乞丐兄弟们每天帮我沿街喊一喊，我就让人每天给你们城东破庙送大白馒头，喊的人越多送的越多，最低送30个，怎么样？你说真的？不是骗人的？绝对不骗人。你回去和城东破庙的乞丐朋友商量一下，要是同意就去那里给我传个信。行，你别走，我很快就回来。为啥是送馒头？多麻烦，直接给铜板让他们自己买不就好了？你呀，还是太年轻。发铜板的事是要宣扬出去，少不了有百姓跟着浑水摸鱼。
咱们又不能整天盯着他们，百姓说自己也跟着宣传了，这铜板你给还是不给？弄到最后，说不准全城的人都跑到咱们店来要钱，所以直接把馒头送到破庙去，他们能吃饱，咱们也不会招惹到额外的麻烦。桃儿厉害呀，人心拿捏得死死的，这得学。城东破庙挺远的，按麻豆这小不点的脚程算，一个来回少说得1个时辰。沈桃解了面前，打算趁这个时间差去洲际布庄订衣服。沈桃和洲际布庄缘分不浅，第一票绑架生意绑的就是洲际的小儿子。卢婶早是卖布，卖的是洲际的布。上次打广告，洲际也参与了。哎呦，沈姑娘您来了。掌柜的，生意兴隆啊。这还是借了沈姑娘您的光。我在洲际布庄干了10年，今年生意最好。上次和你们在早市上卖布，你缝的手套帽子的样品帮了我们大忙呢。城中妇人都赶过来看样子，让我们火了一把。民生大赛我们打了广告后，广告上的布料和成衣都卖脱销了。嘿嘿，沈姑娘，您这次过来是不是又有生意要和我们合作呀？这衣服挂坏了，过来买一件。哎呀，不就是一件衣服吗？这成品都在屋里挂着呢，你相中哪件和我说，我直接送您。我这个掌柜这点主意还是能做的，只求沈姑娘以后有合作的事儿优先找我们洲际布庄，可好？我这次来除了给我个人买衣服，还要额外订这一批衣服。不瞒您说啊，再过7天我的铺子就要开业了，叫黑风戏楼，就是组织人像演广告那样演戏，演一个很完整的故事，连续演很多天。演戏呢就得像样，服装打扮都得跟上。第一批先订28件，这次的衣服做的富贵点，一看就要像有钱人。后续再有需要我再来订。来，给沈姑娘上茶。沈姑娘您先坐，今天东家来了，就在后院，我去把他请过来和您商量这事儿。我来买衣服叫东家干啥？莫非要给我免费？对啊，我一个最喜欢空手套白狼的人，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买衣服花什么钱啊？让他们赞助啊，给他冠名啊。洲际布庄的东家正是周文墨的爹周鹏举。爹，这次的事怪我，若不是我酒桌上贪杯被诓骗签下合约，就不会购入如此大批量的锦缎。现如今咱们普通布料卖的红货，库存已经不多了，我会想办法把这批锦缎卖出去，筹措银两进货。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本郎啊，吃一堑长一智，哪怕是合作关系，他们的话也不可尽信。儿子明白，儿子这就去其他布庄问问，看他们是否愿意从咱们手中购些锦缎，哪怕不赚钱，原价脱手，也不能让锦缎压在手里。最近周氏生意火爆，那几家布庄早就红了眼，他们周家购入大批量的锦缎的事儿也传开了，他们巴不得周家完蛋，怎么可能会从他们手里购买锦缎，让周氏获得喘息的机会呢？周鹏举最终没忍心打击儿子。去吧。东家，沈姑娘来了。那是谁啊？东家您忘了，就是上次联合咱们去早市卖布，又替咱们出主意打广告那个沈姑娘呀。她来所谓何事啊？东家，沈姑娘要开个戏楼，来咱们家订购戏服。咱们要不要趁这个机会再打个广告啊？快带我去见见沈姑娘。算了，你去把沈姑娘请到会客厅啊。沈姑娘幸会啊。周老爷您太客气了。沈姑娘，听掌柜说您的戏楼要开业了，恭喜啊。周老爷，我有个事想和您商量，我要订购一批戏服，这次的角色呢是富贵人家，所以这衣服呀得上点档次。您看这样可好？你给我赞助衣服，我在结尾给你们冠名，怎么样？赞助冠名，这是何意呀？简而言之呢，赞助就是你免费提供衣服给我，我告诉来看戏的人，这些衣服是在你们周氏布庄买的，这就是冠名。您放心，我有信心让我的戏火起来，成为全城人茶余饭后的谈资，里面的角色和角色穿的衣服都能流行火爆起来。我还有一个条件啊，若是衣服没火就算了，可一旦火爆起来，我想要你利润的1成。周鹏举现在呢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，只要能把锦缎卖出去，收回银两，莫说是1成利润，分给他5成都行。好，沈姑娘，这衣服我们周氏赞助，这样我叫个人跟你走，量尺寸，订合适的衣服。
沈涛如法炮制，张掌柜的传承首饰铺又给几位主要的女性角色赞助了全套首饰。回到黑风戏楼时，麻豆已经等候多时。麻豆回去把我的要求都说清了吗？说清了，说清了。东家你让我们出去宣传对吧？是不是宣传得好，每天都给我们30个大白馒头？我们的戏楼在7天后要开张，名字叫黑风戏楼，要演一出大戏给大家看。你们编个顺口溜，记得牢靠些，每天去人多的地方喊。这个简单呐，我们去要饭的时候也会给掌柜的说吉祥话。您说要怎么喊？你们就喊，瞧一瞧，看一看，黑风戏楼不简单，南古街路东面，这般热闹不常见。7天后演大戏，全城百姓免费看。只要把这3句话喊给大家听就行。沈涛一回黑风寨，各位演员都过来，周氏布庄来人了，来帮咱们量尺寸做戏服。都干啥呢？乱七八糟的像什么样子？排队，一个一个来。师傅，这2位是戏里的角儿，他们俩的衣服可得做得合适些，好看些。老师傅，东家能把您派给我们量体裁衣，可见对您十分信任。我和东家那可是老交情了，我在周家干了10多年，我做出来的衣服10里8乡都得称赞一句合体。这富贵人家穿的衣服呀，在合体的基础上还可以收紧一些，毕竟他们也不做什么活计。普通人的衣服我都在手肘和膝盖里多抻一块布，这样抗磨耐穿。老师傅，你有所不知，我们做的是戏服，是台上演戏穿的，里面要融入些新的元素，让人一看就有购买的冲动。老师傅，刚才我给你看的2位角儿，你打算给他们制作什么样的衣服？您能画个样子给我看看吗？说实在的，您的手艺我信服，但在创新这方面，您还是得看我们年轻人的。看你的，年纪轻轻就如此放大化，真是自不量力。此言差矣，若是您不信，您画个样子出来，我在这个基础上给你创新看看。好，老夫就拿你这个身形做例子，你身材消瘦，肩膀比普通人窄，还有点塌肩，你的衣服肩膀处不可宽大，否则看起来臃肿，肩膀内衬得缝厚些，以解决塌肩问题。还有你上身长，腰线要掐得高，这样上下才能合宜。你瞧瞧，老夫画的可有问题呀？老师傅，您的技术满分，尤其是细节，您做出来的衣服肯定比别人做出来的更合体，穿着也更精神。那是，老夫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。但是呢，咱们大越皇朝的衣服都是对襟，配饰和香囊多悬于腰间，若是右侧的衣襟做得长一些，盘扣就在左胸，香囊基于盘扣之上，整件衣服就多了亮点。还有衣服的下摆，若是拼接出不同的颜色的花布，女子站立时娉娉婷婷，走起路来花色显露，可谓是步步生莲。老师傅刚开始对沈涛不屑一顾，可听他说完，他整个人都懵了。衣服还能这么做？稍加改动，整件衣服看起来俏皮可爱，非常适合年轻女子。好啊，好，你继续说。老师傅您谬赞了，我这些都是小心思，和您多年制衣经验相比，不值一提。我只是给您提供了一个思路，一个方向，其他的呀，还得您做主。走，我要回去了。我今天连夜把衣服图样都画出来，你给我提供了很多想法。哎呀，年轻人真是不可小看。翌日，城中忽然热闹了起来。瞧一瞧，看一看，黑风戏楼不简单，南古街路东面，这般热闹不常见。7天后演大戏，全城百姓免费看。黑风戏楼以前咋没听过啊？嗨，你没听他们喊吗？7天以后演大戏，那就是没开张啊。黑风戏楼，黑风听着咋这么耳熟啊？黑风戏楼怕不是和黑风寨有什么联系吧？前阵子我看了个热闹，陈郎中知道不？百草医馆的老郎中，有人把产妇抬到他门口难产，人眼看就不行了，陈郎中说救不了，把人给赶出去了。你们猜怎么着？哎，你倒是说呀，咋还喘大气呢？这还有啥好说的？自古以来，妇人生产都是一脚踏进鬼门关，一旦难产，肯定是一尸两命呗。不然，我当时就在现场，
看热闹的人里杀出一个年轻姑娘，她自称是黑风寨的白姑娘，整个人那叫一个白的都发光，就跟天上神仙下凡似的。她让人把产妇抬到马车上，她亲自接生，母子平安。那大胖小子生出时哭的嗓门那叫一个大，皮实着呢。真的，人救回来了。我也听说这个事儿了。我前几天去亲戚家串门，正是产妇那个村，听说是把肚子剖开把孩子拿出来的呢。咱从来没见过剖开肚子还能活的人，那产妇也是福大命大。这么穷凶极恶的人开戏楼，唱啥戏啊？不会当场给人表演割肚子吧？等开业那天我去看看，但我肯定不敢进屋，我就在外面看热闹。我也去，送我一个。时间一晃就到了开业这天。哥，翠兰，哥前2天跟你提过，今天恩人的铺子开业，哥要过去帮忙，留你一个人在家，能行吗？哥，你快去吧，今天也别回余家了，你回去看看嫂子，你和嫂子待我好。我知道，可是你也有嫂子，侄子侄女要管，你不能把时间都浪费在我身上。你放心吧，我心里有准备，不管婆婆说什么，我都不理会便是。她难道还能吃了我不成啊？大哥，你放心去吧，家里有我呢。要是我娘敢为难我嫂嫂，我第一个跳出来不干，我给她闹得全村人都知道。大哥，你要快点回来，你刚教了我2招，我还想学更多呢。好孩子，你嫂嫂就麻烦你了啊！大哥今天去城里，今晚不回来，明天早上再过来教你练拳。好，大哥，你放心。黑风戏楼小燕子传奇故事梗概：有一名叫黄贵的富商，他家财万贯，长相俊朗不凡，唯一的缺点就是喜欢处处留情。夏紫薇踏上了寻亲之路，他能否寻到爹爹？富商的原配夫人是否能接纳他？故事后续发展如何？请进店观赏。青山兄弟，你到啦！恩人，我来了，有什么帮忙的，你和我说。你招呼大家后退一些，我请的武士队到了。开业呢，怎么也得喜庆点。大家都别在外面了，快进屋啊！外面是看不到戏的，快进来吧。我们才不进去啊！听说戏楼的东家会拿刀割人肚子，都让一让了。冯记商行的东家和夫人到。冯记商行？他家夫人不是县令大人的亲妹妹吗？他们也来看热闹。爹娘，快过来，我给你们留了好位置。今天是免费看戏，一会儿来的人多了，你们就没地方了。这么多人在呢，你给儿子留点面子，否则我把你那些书全都给你扔出去。爹的好大儿，爹来了。周记不装，携一家老小恭贺沈姑娘开业大吉。传承首饰铺张掌柜恭贺沈姑娘开业大吉。少爷，你不用装的这么像吧？看城中金尊玉贵的人都进了店，百姓也一窝蜂的跟进去，各自找地方坐好，后赶来的只能在门外瞧热闹了。感谢大家伙在我黑风戏楼开业时来捧场，从今天开始连续3天我请大家伙免费看戏。朋友们要是没空来看戏呢，没关系，我们的戏同步在各大茶楼，有说书先生讲给大家听，去茶楼的时间也没有，那也没关系，各大书坊同步更新每天的内容，保证您能通过各种途径把这个故事看完。都说无益，咱们现在开始吧。随着剧情不断推进，观众沉浸其中，直到大幕降下，大家才回过味儿来。没了，就没了。周文墨双手抱胸，真人演绎果真更有趣，更真实立体。他都开始期待明天了。陈乔怎么只给了他一点剧本？后续发展成什么样了？心里猫爪似的。感谢大家的捧场和支持。今天所有演员的服装呢，都是由洲际布庄提供，金银首饰由传承首饰店提供。再次谢谢他们。一会儿呢还有2场演出，内容和刚刚都是一样的。大家要是觉得有趣，可以出去宣传一下。明天这个时间，我们会继续上演新内容，请大家多多捧场啊！紫薇的衣服真好看呢，咱们是不是也能买到一样的呀？肯定的呀，刚才不是说了洲际布庄，咱们去看看去。哎呀，就是，等以后喜欢小燕子的人多了，大家都想买这个衣服，咱都抢不上了。哎，你们看到紫薇戴的头饰了吗？也好好看呢，顺便去传承首饰店看看。走啊，走。周鹏举和张掌柜听到人家在议论他们的店铺，两人赶紧往外走。铺子又忙起来了，这必须回去看着呀。看戏的百姓一走出黑风戏楼，全都快步朝家走去。这么好看的戏还免费，这得告诉邻里啊！有便宜不占，这和吃亏有啥两样？原定的另外2场戏，一场安排在午饭时，可以方便有活计在身的人趁午休观看；另外一场安排在下午。还不到开演时间，就已经有很多人在门口候着了。你们一块看看那个紫薇，她穿的衣服还有戴的首饰可好看了。
我跑了一趟洲际布庄，你们猜怎么着？那都得排队了。衣服料子好，是锦缎的，价格也贵，我有点负担不起。下午陪你们再看一遍，我好好的看看那衣服是怎么做的。回头咱们买点便宜料子，自己回家缝去。也是个好主意啊，我也仔细瞧着点。傍晚时分，各大茶楼的说书先生也开讲了。不方便出门的后宅女眷的丫鬟小厮，把书坊里小燕子传奇的连载卖空了。有生意做不上，掌柜们是真着急呀。他们赶紧召集靠抄书为生的学子连夜腾场，毕竟每家可是花了20两银子，从沈涛手里拿到了这部戏的同步版权，早点回本早点赚嘛。小燕子和紫薇仅用了1天时间，就成了县城最火爆的人物。茶余饭后的谈资，周家老爷是有喜事吗？前阵子文郎进了一大批锦缎，把银两都压进去了，没钱进其他货了。现在这难题算是解了，老爷我心里高兴啊。哎，难怪文郎闷闷不乐，满腹心事的。哎呀，这孩子心重，什么也不肯说，这去了隔壁县好几天，按他的性子，肯定愁得吃不下饭。老爷，你既找到了出路，通知文郎没有啊？通知了，算起来应该快到家了。瞧瞧，回来了。爹娘，孩儿回来了。文郎，快坐。爹，您通知我快马加鞭赶回来。可是家里发生了什么事？是好事，咱们的锦缎有销路了，你也别太难为自己。怎么回事？还请爹详细告知。周鹏举把同沈涛合作的事和盘托出，一出戏就让咱们起死回生了。没错，这沈姑娘生意手段十分了得，文郎，你要多和她结交，向她学习1、2。孩儿知道了。今天陈乔应该会来取第5集和第6集的手稿，送来新的剧本，他怎么还不来呢？那个富商原配妻子的奶娘当真可恶，还用针扎人，这虐待人的手段刁钻，让人痛苦难忍，却一点伤痕也看不出来。那死老婆子啥时候遭报应呢？冯明和沈桃就站在黑风戏楼不远的地方观望。桃儿，你这定价也太低了吧？1天演3场，这赚不了多少钱啊。咱们这个戏是演给大家看的，而不是演给达官贵人的。要是真演给达官贵人就好了，他们出手可阔绰了，随便打赏一点，就比咱们这卖票好几天都强。收这么少的铜板，咱们真是费力不讨好。不，你当咱们还能指望着戏楼门票赚得盆满钵满？傻孩子，戏楼门票越低越好，百姓都看得起，才能成为县城津津乐道的话题。咱们真正赚钱的部分，可是这部剧带火的周边。现如今全城28家酒楼，全都购买了咱们这部剧的同步更新版权，包括你家。我要的不高，一家给我20两，这就是560两。全城7家书坊同步纸上的内容，共140两。洲际布庄和传承首饰店现在都卖疯了，咱们都有1成利润，咱们每天都能分到10多两银子，1个月下来少说400两。你算一算，这是多少银两？1100两。桃儿，你太厉害了，这东西可一点成本都没有，全是利润，这30天都不到呢。格局小了吧？小燕子传奇在咱们县已经火起来了，明后天呢，咱们就去隔壁县城，把版权也卖出去，这又是一笔进账。隔天，沈涛和冯明坐着马车往隔壁孟蒲县赶去。这个唐伯伯我小时候见过，他为人很和善的，他若是愿意和咱们合作，咱们是如虎添翼。谁啊？我是平县冯家的，特来送拜帖，希望唐伯伯明日能拨冗相见。冯家没听过，又是哪个小门小户过来打秋风的吧？我们家老爷是什么样的人物啊？那是你想见就见的。冯明怒上心头，他张口就要理论，却被沈桃一把拽住了。你没听见他说话吗？他说我是来打秋风的，刁奴可恨，为何不让我与他分辨2句？冯明，咱们现在是在别人的地盘上，能忍的要尽量忍。没听说过那句话吗？小人多难缠，你和他计较什么？小哥，这银子你拿去吃酒。这位冯公子呢，确实是唐老爷故交的儿子，路经贵宝地，想着拜访一下唐老爷，你给通融通融。你们在这儿等着，我进去送拜帖。我们老爷见不见你，可就不是我说了算了。拜帖上写的是明天，今天我们满身风尘，怕冲撞了唐老爷，麻烦小哥帮我们提一句。知道了，候着吧，有消息我就出来告诉你。我们老爷吃了几杯酒，已经醉了，今晚不方便相见，就如你拜帖上写的一样，明天再过来吧。谢谢小哥，那我们先行一步，
明天再来拜访。头些年唐家生意做的还没这么大，唐伯伯为人还算和善，现在得了势，生意也做大了，人的排场也愈发大了。桃儿，要不然咱们别来唐家拜访了，咱们干脆自己在这孟浦县经营，也好过遭人白眼啊。咱们还是明天先见面再说，万一是刁奴的问题呢？隔天，唐伯伯，我是冯明，这位是沈桃，途经贵地，家父交代我一定要来拜访您啊，还让我带了些薄礼过来，望您收下。早些年经商，我常与你父亲有交往，那时你年岁尚小，一转眼都长这么大了。贤侄快坐下，来人上茶。唐伯伯，我现在正学着经商，我这次来拜访，一是受父亲所托，二是想和您谈个生意。哦，贤侄不考功名了。唐伯伯说一句啊，虽然在咱们大越王朝商人不算建业，可你们年轻人科考才是出路，考上功名才能庇护家中老小。唐伯伯说的是，可侄儿自小顽劣，实在不是读书的料子，我现在学习经商，早点接手家业也算是一条出路。我近期开了一个茶楼。贤侄，你读书也算勤勉，怎能妄自菲薄呀？唐伯伯，我开了一个茶楼，确切说是一个戏楼，戏楼里上演的小燕子传奇在我们平县家喻户晓。我这次前来就是想同唐伯伯合作，把小燕子传奇推广到咱们孟浦县。唐怀常年混迹商场，那都是老人精了，通过冯明的表现就知道他急切地想找一个合作伙伴。唐怀装出了不感兴趣的样子。贤侄比我儿强多了，他那个榆木脑袋，读书读不进去，还不愿意跟我经商。贤侄既然想将你的戏推广，想必已经赚了不少银子吧？你和唐伯伯说说，我也以你为例，教育教育我那不成器的儿子。沈桃一听便明白了，唐怀哪里是对这个生意不感兴趣啊，他这是看冯明鲁莽，想从他嘴里探底套话呢。唐伯伯谬赞，我赚的那点银两跟唐伯伯根本不能比较。初次做生意，有些不知深浅，在关公面前耍起了大刀，您不要笑话我才好。老爷，您胸口要不舒服了，我扶您进去歇歇。来人呐，快去把李郎中请过来。不妨事的，别大动干戈，都是老毛病了。哼，哎呀，都是千年的狐狸，演什么聊斋呀？唐伯伯，是侄儿思虑不周，不准您身体抱恙还来打扰，侄儿这就先行一步，过几天再来探望您。哎呀，这孩子着急走什么？留在家里吃个便饭。不了，唐伯伯，侄儿告辞。那我就不留你了，下次再来一定要到唐伯伯家，唐伯伯做东，好好招待你。沈桃，唐伯伯比我想象的精明太多，不是个好的合作伙伴。丧气什么呀？大不了咱们去找别家合作啊。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2条腿的人还不到处都是。走，咱们去城里转转，顺便打听打听情况。去，把城里叫过来。爹，您叫我。城里，刚才你冯叔叔的儿子冯明来拜会我了。冯叔叔你还记得吗？平县的，他舅哥是县令。当然记得，小时候您经常带我去他家，他家那个儿子体弱多病的，那时候我7双表哥还没功名，咱家生意多仰仗他，您处处让我忍着那个病小子。今日不同往日，7双表哥被侍郎大人看中，前途无量，咱们也跟着水涨船高。再遇到那小子，他得恭恭敬敬地拜我一拜。哎，他人呢？已经走了吗？城里，咱家在平县的米铺掌柜托人捎信来了，他每隔半月就会来封信，把平县的大小事汇报一下。他信中提到，平县新开了一个黑风戏楼，戏楼上演了一出小燕子传奇，现在火得一塌糊涂，戏台上角儿穿的衣服戴的首饰都卖疯了。酒楼说书先生也在讲，后宅女眷和读书人也买书回来看。我还以为有高人在幕后指点，今天听冯家那小子说是他弄出来的，长江后浪推前浪啊，倒是让我高看他一眼。爹，你看上他这个生意了？找人骑快马去平县打听打听，若真是冯明那小子弄出来的，咱们再做打算。哼，爹，你倒是给他脸了，还专门去打听一番，不就是玩物丧志开了个戏楼，误打误撞火起来了，戏楼能赚几个子儿，都不够我喝顿花酒的。哼，糊涂！咱们家也有首饰铺子，也有成衣店和书房，若是能把这个戏弄过来，咱们这些东西还愁没销路吗？
等这里的钱赚完，再去别的州府，乃至开到京城去，银子流水一样进来了，1分钱的本钱都不用出，就能赚到钱，你还不愿意？你爹我攒下这份家业容易吗？你要是这个态度，我倒是不敢把家业交到你手上，否则你早晚给我败光。哎呀，爹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咱家就我一个，你这家产不交到我手上，还能交到谁手上？哎，行了，爹，我知道了，我这就派人去查。说真是有利可图，我就找人绑了冯家小子，让他把合约签了。他要是不签，我就把他扔到河里淹死，谅他现在也不敢跟我们作对，只能乖乖就范。孟婆县百姓生活更加富庶。小哥，你卖的这是什么呀？哎，这个呀是兰州来的胭脂，最近在兰州卖的可火了，新颜色呢。像您皮肤这么白，要是涂上这颜色，肯定浇花似的漂亮。好，小哥，我买上2盒。咱孟浦县哪家店铺生意最好啊？哪家做生意最实在？我这出门一趟，想着给家里人带点东西，还得找稳妥的店铺，免得被骗。哎，这你就问对人了。孟浦县要说生意最好的商户，那肯定是唐家，方方面面的铺子都有。听说是朝中有人，县老爷都得给他们面子。可若说做生意实在的，还得看邱家。邱家老祖宗生意做的那叫一个大，遍布全国。承庆年间瘟疫横行，外加边关吃紧，邱家为支持新皇，把全副身家都捐了。人家邱家是写进史书的，在皇上面前露过脸的人，听说还有御赐金牌呢。这邱家辗转来到孟浦县，在这里扎了根，人家祖训就是诚信2字，百姓间也有口碑。唐家在生意场上那么嚣张，他也没敢动过邱家。你一个外地人想买东西不被宰，还得去邱家。太谢谢您了。哎，客气客气。桃，要不咱去敲敲邱家门？风明，那个轿子里坐的可能是你唐伯伯，刚才我亲眼看见他坐的是马车，这会又换成轿子，搞得神神秘秘的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咱们跟过去看看，不要暴露目标。轿子在巷子内七拐八绕，来到了一处院落。夫人，老爷来看您了。爹爹，你可算来看我了。让我抱抱，看我的一儿是不是又长高了。哎呀，不是和你说了吗？我会定期过来看你，也会遣人送来银钱。你贸然让人去唐府传信，这要是被我夫人发现了，如何是好啊？我夫人的娘家有官绅，唐家的生意也多依仗她的名声。若是被他发现了你和一儿，少不了一顿闹。到那时我大权旁落，由城里掌家，我还如何为一儿做打算呀？你糊涂啊！老爷，我没有。老爷，是秋兰擅自做主给您传信的。夫人她染了风寒，月余还未痊愈，每日思念着老爷。现如今她每天只吃1餐饭，这1餐饭也只是进些水米，再这么苦熬下去，身子都熬坏了。夫人对秋兰有恩，秋兰见不得她这样，这才斗胆找人给老爷传信。老爷，秋兰做得很隐秘，信直接传到您近身的福才身边，绝对没有经过旁人的手。老爷要是生气，无论打罚秋兰都认，只求老爷别误会了夫人。是这样吗？受了，也是苦了你了。只要老爷不误解娇娘，能抽空来看看我们母子，娇娘受这点罪算什么？小少爷，老爷和夫人有事要谈，秋兰领你去换花绳可好？好，我最喜欢翻花绳了。唐老爷，你不乖啊！待唐华的轿子消失，沈涛拉过冯明，来到了娇娘他们旁边的一栋宅子，敲响了院门。你们是谁呀？大娘，我们路过此处，想讨口水喝，身上实在没什么值钱的玩意儿，就想问问，能不能拿这糕点换口水？哎呀，不就是喝口水吗？这不至于带礼物。儿啊，有客人来了，你快点弄点水招待。你们听口音不像是本地的，你们来孟浦县是来做生意的。大娘，您真是好眼力啊！我们来做生意，想找个宅子落脚，怕被牙行骗，我们就先出来找一找。这就胡乱的找到了这里。我瞧着旁边那户大门紧闭，是不是没人居住啊？要是没人住的话，我们租下也好，能与您这么和善的人做邻居，我们求之不得呢。哎呀，隔壁你们就别想了，那儿啊有人住，不仅有人住，还住了个狐妹子，一个人带着一个丫鬟，还有一个7、8岁的男娃子，整日神神秘秘的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。你说没什么营生吧，这日子过得倒是好，每隔3、5日的就在家中炖肉，
那肉香味儿都飘到我院子里来了，吵得我儿天天跟我闹着要吃肉。这邻里住着，谁不想处好关系呀？远亲不如近邻呐。就上年年根，我大儿子给我送些年糕来，我就想着给他们送一些，讨个喜庆吉利。没成想我这敲了半晌了，人家连门都没开，隔着门呢就问我是谁，我说我是隔壁住的，他们愣是就没见面，说什么不需要搞这些关系，让我别费心了。你说这气不气人呢？这人竟这么无理，亏了大娘你一片好心。可不是嘛，我上一次偷看到一顶豪华的轿子在他家门口停下，哼，我就说嘛，一个女人带着个孩子又没有营生，咋还能总炖肉吃呢？这下可确信了，这肯定是哪个有钱人家养在外面的狐狸精。这贱人自有天收，这说不准哪天这原配就打上门来，把那没人味的狐狸精给收拾了。出了门，要说唐伯伯现今的财力和地位，想要找女人完全没有必要偷偷摸摸，直接抬回家就好了，何必这样掩人耳目啊？你爹敢从外面接女人进门吗？他敢，我舅舅得找个由头把他下了大狱，这不就结了？对呀，唐伯伯肯定是忌惮原配夫人娘家的势力，这要是他在外面养外室，而且儿子都这么大的事被捅出来，唐家都得闹翻天。行了，唐家的事情咱们就翻篇了，人家没有招惹到咱们头上，咱们就把这事儿烂在肚子里，若真的招惹了，这也算咱们手里有个把柄。现如今啊，咱们还是去邱家，看能不能和邱家家主见上面。来到了邱家大门口。谁啊？我姓冯，乃是平县冯家独子冯明。平县县令徐以德是我的舅父，有事求见邱家家主，烦请通报。请这位公子稍等片刻，我这就去通传。瞧瞧人家的家风，即便是看门人也礼貌恭敬，看来主家的行事作风从下人的行迹上就有所预兆了。冯公子，请随我到书房。少爷，冯公子到了。早些年我随家父前往平县办事，有幸和县令大人以及令尊同喜，至今还记得他们二人的风采。今日得见冯公子，幸运之至。家父年迈，身体不适，不能出来与冯公子相见，烦请见谅。只是不知冯公子缘何前来？不知邱公子可曾听闻我们平县最近很火爆的小燕子传奇？小燕子在平县人人皆知，我自然是听过。这出戏是我与这位沈桃姑娘联手做成，我想这戏既然能在平县获得成功，搬到孟浦县应该也可以，所以想问问邱公子是否愿意与我们联手。恐怕就要让冯公子和沈姑娘失望了，我们邱家没有设计过戏楼，暂时不打算开戏楼，真是抱歉。邱公子，我在孟浦县一路走来，看到不少邱家商铺，有米粮铺、书坊、酒楼、布庄、杂货、玉器等等。我这出戏虽然不大，但只要咱们经营的好，就可以像在平县一样火爆。届时邱家独揽这生意，产品火爆脱销，退一万步讲，即使没能火爆，也没有太大的损失啊。你还有何顾虑？既然姑娘一路考察过，自然也和百姓打听过邱家。我们邱家从祖上就传下规矩，做生意讲诚信二字，开戏楼固然能吸引人的眼光，引导人来购买，可这与欺骗又有何异？邱公子此言差矣，邱家产品质量过硬，百姓有口皆碑。可经过我这一路走来发现，邱家因为质量过硬，所以货品的成本相对较高。为了能让更多普通人消费得起，你们尽量压缩利润，低价销售。结果就是有钱人嫌弃你们东西不够金贵，而普通人嫌弃你们价格高。唐家正是看准了这一点，把店开出了两个极端，一种面对有钱人，货品和你们相当，甚至不如你们，但价格抬得高高的，利润十分可观。一种店呢，面对穷人，货品普通，价格也更低，满足了穷人的需求。这就是为何唐家能在孟浦县立足的原因。我们在戏台上展示好货，有需要的人自然会选购，产品质量好，客人有需要，货真价实，怎么当得起欺骗二字？说到底只是短暂的繁荣，与其昙花一现，不如扎扎实实的做事。邱家祖上生意遍布大越皇朝，可邱家祖上心中有大义，在危难之际捐出全部家财被百姓传颂。作为邱家的后辈，肯定也想像前辈一样做出点事情被人牢记。开戏楼带动货品销量，创收后你可以在村子里捐学堂，资助贫困学子读书，水滴石穿，邱家的名声会代代延续下去。父亲教他的经商之道是诚信，他是不是把诚信二字用死了？冯公子、沈姑娘，此事事关重大，我需回禀家父，不知二位在何处落脚，我好给你们回信。走，咱们晚上吃点好的，吃点孟浦县的特色啊。那感情好啊，这就是你说的好吃的特色？
是啊，你看红红的，特别有颜色，简称特色。再说了，咱们在外面享福，黑风寨的人在家啃饼子，你好意思多花钱吗？他讨厌特色，以后谁再跟他说特色，他都不带信的。如意，少爷出去了吗？少爷要是没出去，我转过身去，您再踢一脚。算你小子有眼色，小爷我不跟你计较。谢谢少爷，谢谢少爷。行了，少拍马屁，快给少爷汇报。柳枝还等着爷呢，一会儿汇报完，你自己去找账房支银子，告诉账房，就说是少爷我说的，少爷可不白刺你一脚。少爷，我今日快马加鞭赶到平县，小燕子传奇在平县是真火，老少皆知，戏楼一天演3场，场场爆满，每天排队去买角儿，同款的衣服那都排到大街上，还只能交定金，半个月才能取衣服呢。咱们家要是接了这生意，保证能赚。好，去找老爷子身边的福财，让他写2个合约，合约上注明小燕子传奇归属唐家，你再安排2个人找到姓冯那小子的落脚点。哼，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让那小子签名按手印。得嘞，少爷，我保证安排的妥妥当当。您快回屋，别让柳枝姑娘等急了。客官是要住店吗？啊，客官，咱这是正经店家，您要是住店，小的这就去安排。住个屁的店！你们店是不是住着一个姓冯的？身边还带着一个小娇娘？客官，您息怒，店里有规矩，除非是官府来人，否则不能轻易泄露客人的消息。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我们是唐家人，唐家你不知道吗？就算是县令老爷在这儿，见到唐家人也得客客气气的。我们找这位冯公子有要事，赶紧告诉我他住在哪个房间。你要是不开口，就别怪我手下莽撞，扰了你店里所有人的休息。啊，爷，您说的人就在2楼左手第1间和第2间。开门，开门！你们是什么人？什么人？你待会儿就知道了。沈桃，这些是什么人啊？为什么要抓咱们？咱们刚来孟浦县也没得罪人呐。别着急，先看看他们带咱们去哪儿再说。冯公子，大姑娘，下车吧。深夜有事寻你们，客栈内人没眼色，愣不给我们开门指路，出此下策，实属无奈。哎，别怕，有我呢。冯公子，沈大姑娘，别客气，坐。来，2位看看合约，没什么问题就签了吧。唐家胃口也太大了吧，说只是要孟浦县的代理权我还能理解，可这合约上分明写的是整个大越朝的代理权，这可真是屁股上画眉眼，好大一张脸。沈大姑娘，唐家和你们合作那是你们的荣幸，我若是你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无论别人提出什么条件，我都会同意。毕竟生意在性命面前，一文不值。你瞧瞧你如花似玉的，还没成亲吧？和我们这些糙老爷们共处一室，这传出去名声也不好听啊。匕首扎在桌上，这要是普通姑娘早都吓尿了，可咱沈桃可不是普通姑娘。她伸手摸摸刀刃，赞叹道：好刀。随后她一把拽过刀，轻轻一扔，砰一下扎到墙上，整个匕首的刀刃全部埋入墙内。清酒不吃吃罚酒，兄弟们，好家伙，今天这合约签也得签，不签也得签，不仅要签，还要把小燕子传奇的后续交出来。别过来，别过来，我好怕啊！兄弟们，还等什么？我又不是没看过你倒拔杨柳，你有必要在我面前演成这样吗？杀人了！有人要杀人了！外面有没有人啊？帮我报官啊！他这一慌一乱就开始胡乱的蹬腿，杀伤力更强了。2圈下来，壮汉全都倒地，脸上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踹伤。下次再甩我，脸冷不冷？提前告诉我一声。保证没有下次了，后边歇着去吧。看马大强要跑，沈桃踩着倒地的人直奔他而去，踩着的那些人嘴里的血跟呲喷泉似的。你不要过来，动不了了。扎到你了，暴击时刻到。做人嘛，钱和素质总得有一样吧。你倒好，啥也没有就勇敢的出来混。你娘要知道你这样，把你生下来的时候就该把孩子扔了，把胎盘养大。马大强哭爹喊娘，甚至尿了一地，最后白眼一翻，晕了过去。还不懂事？懂。您看这样行吗？走了。桃啊，他们要是报官可怎么办？咱们会不会被抓去下大狱啊？他们10好几个凶狠大汉，人家只是一个弱女子，你也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人，咱们怎么打得过呀？真的报官也得有人信才行呢。
冯明感觉刚才的打斗都没有沈涛现在的说话吓人。好好说话，怕啥呀？你也是有后台的人。对呀，我也是有后台的人。我回去就找我舅，谁朝里还没人了？我舅也有，我舅表兄的小姨子的公公的外甥，在朝里是大官呢，大的官，谁家还没个厉害的官了？哼，这亲戚可真近啊。不过唐老爷，你真的不乖呢，你用这种卑鄙手段抢我生意，断我后路，可就别怪我给你后院点火，让你自顾不暇喽。第二天一废物，领了10多个人去，竟然搞不定一个病秧子和一个女人，想你们有什么用？少爷，你要是不知道，那女人力气大得很，我们10几个人真不是她的对手，有好几个兄弟到现在都还躺在家里起不来的。行了，不就是要钱吗？去账房支银子，剩下的事先不用你管。少爷，有人扔了张纸条进院，只见上面写着：老爷，求您救救小少爷。小少爷，我们唐府可只有我一个少爷，没有什么小少爷，8成是谁恶作剧吧。去帮我办一件事，把这纸条悄悄扔进老爷院子里，不要惊动任何人，也别被任何人发现。这件事你要是办不好，少爷我要了你狗命。少爷，小的这就去办，要是办不好，少爷您甭动手，大强自己找根绳挂上去。他爬上树，用一个显眼的红绸将纸团包裹扔了进去。今天打扫的人怎么这么不小心？等回头查查是谁，这个月的月钱他是不想要。这该死的秋兰，这般随意传信，让人发现可如何是好啊？嘴上虽然咒骂，可唐长义到底是唐老爷的骨血，而且老爷十分喜爱这个小儿子，真出了什么意外，他也担当不起。福才捏着衣服的下摆，火速赶往唐老爷的住所。不多时，正在午休的唐老爷急匆匆地备马车，准备出门。我爹在马车上，午休时间怎么还外出？是城里啊，有个铺子出了点事儿，爹去看看。爹，您午休的时间向来不喜欢被人打扰，铺子里出了什么大事吗？非要您过去一趟，不如儿子代劳。罢了，这事是我一手经办，你们都处理不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不是什么大事，爹去就回。小少爷，哼，爹，您瞒得够紧的呀，在外面连儿子都生了。去，偷偷跟上我爹，看我爹去了哪里，不要打草惊蛇，摸清楚地方后赶紧回来。叶儿呢？叶儿他在哪儿？老爷，你可算是来了，今日可真是吓死我了。叶儿偷偷出门玩耍，我们还以为他跑丢了，老天爷眷顾，他自己又回来了，否则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跟你交代。要变天喽，走吧，回客栈等着邱家人。咱们不看热闹了，一会儿唐夫人来了，可会上演有趣的戏码，揪头发、挠脸，哎，想想就刺激。算了，不看了，唐家这会儿已经顾不上咱们了，还是找邱家把合作的事搞定，这样咱们才能高枕无忧。沈桃和邱纯一番博弈，终于签下契约，小燕的传奇独家供给邱家，邱家可在除了平县外所有的地方推广小燕子传奇，因小燕子传奇而产生的所有利润，沈桃和冯明都能抽取30%，哪怕邱家把小燕子传奇开到京城去，产生的利润沈桃也能分得到，这也免去了沈桃势单力薄的四处奔波经营，躺着赚钱他不香吗？他要不然让邱纯去我家住吧，我经常要去戏楼，也经常会去黑风寨，来回带着他也方便。这合适吗？这有啥不合适的？黑风戏楼还有我的分成呢，这是咱俩的生意，让邱纯住我家再合适不过。那就麻烦你了，我先回去，明早黑风戏楼见。好，邱兄，我父母都是好客的人，待会儿无论发生了什么事，你都不要惊讶，该拒绝拒绝，一定听我的，该拒绝就拒绝。冯兄放心。谁啊？我，你们家少爷。少爷回来了，少爷回来了。少爷回家而已，不用弄这么大排场吧？邱兄见谅，我好久没回，爹娘担心而已。夫人等我。明儿，我的明儿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娘，我带了客人回来。客人？我的明儿还是第一次带朋友回家。明儿的朋友啊，好啊，小伙子长得真精神，真棒。冯叔叔您好，我叫邱纯。快叫厨房的人忙活起来，弄点好吃的给我儿和他的朋友接风。完了，怕什么来什么。走，去看看我的藏书。老爹，你那藏书真的拿得出手吗？是经商20道书皮下掩盖的公子夜宿一桩巧遇艳鬼能看，还是商谈书皮下掩盖的公子与屠夫交妻的2、3事能与外人道啊？爹，你的藏书不看也罢。去，我与邱公子一见如故，对文学方面也有相同见地，你少插手。
邱公子，你是我家明儿的朋友，总是邱公子邱公子的叫，显得生分。你和明儿年岁相当，我叫你一声小纯可好？我家的厨子善于烹制佳肴，这猪蹄炖了个把时辰，软烂脱骨，你尝尝。果真美味。说起来，我曾经也吃过一道非常美味的猪蹄。做猪蹄的人，祖上是宫里干过御厨，告老还乡后，把一身本事传给子孙。猪蹄先放到油锅里炸至金黄，捞出备用，随后配上香料，抹上蜂蜜，放到蒸笼里蒸半个时辰，待肉质软烂后，再加入各种调料炖煮，出锅时撒上芝麻，用筷子轻轻一挑，软烂脱骨，肥而不腻，让人回味无穷。真有人做猪蹄这么好吃？小纯啊，前阵子我看过一个新书，主角是个行侠仗义的侠客。小纯，你快和我说说，你还吃过啥好吃的？爹娘，你们是不是搞不清楚谁才是亲儿子？忧桑，淡淡的忧桑啊！算了，我回去睡了，明早去找沈桃。这家里没爱了。风鸣就这么走了，席上甚至都没有人发现他不见了。天光大亮，唉，羞羞，早啊？不早，我还没睡呢。这热情真是让我难以招架呀。所以我让你学会拒绝，该拒绝拒绝。小纯，走啊，咱们约好今天一起去看小燕子传奇的，去晚了就没座了。冯叔叔，我马上就来。邱纯莫不是病了，得了讨好长辈综合症？说好拒绝的呢？拒绝呢？冯老爷来了，已经给您留了位置，还是老地方。这位是邱公子吧？我们东家早就来了，来的时候还交代了，邱公子会和冯老爷还有冯公子一起来。票很快卖完，屋里但凡能下脚的地方全都堆满了人。那些是家境贫寒的农妇，现在快要入冬，他们在家无事可做，桃儿索性让他们炒些花生，拿些晾干的果干进来卖。有条件的人花1文钱就能买上一把花生，边看戏边吃，这些富人也能多些进项，改善家里的生活。大幕落下，没了就没了，那些人都去哪儿了？那是各家酒楼派过来的，把这2集的剧情写下来，最后找说书先生润色改编，用不了多久，各大酒楼就会同步讲解这2集的剧情。该死的容婶子，我让你欺负紫薇和小燕子。对啊，人家就是2个孤女，好不容易找到了爹，你就在这里挑拨离间，你不得好死。富商那么有钱，养2个女儿也算啥？再说女儿早晚要嫁出去，怎么就这么容不下他们呢？我打死你！桃儿，快来看呐，现在上冻了，菜多金贵啊，他们竟然送了我这么多，这拿回去够咱们饱餐一顿了。抠门人的思路真让人理解不了，人家那是送你菜叶让你饱餐一顿吗？人家那是想用菜叶子把你埋了，你可小心着点吧，今天扔的是菜叶子，明天说不准就扔石头子儿了。邱公子，今天看了一场小燕子传奇，有何感想？您见多识广，给我们挑挑毛病。说之前他还有指点的心思，比如建议沈桃升级一下戏楼的规模等。可看完一场戏后，他觉得自己的提议完全是多余的。戏楼虽小，却5当俱全。他想到的，他想不到的，沈桃全都安排到位了。沈姑娘自谦了，小燕子传奇比我想象的更有意思。走吧，邱公子，咱们去街上转转。小川，早点回来，咱们秉烛夜谈。我是真秉不动烛了。我的亲爹，再秉烛，人家邱纯就死在咱家了，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熬夜熬死的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今天出来个新人物，叫容婶子，他快把我给气炸了。也就是杀人犯法，否则我都想要把他给宰了。咋能这么气人啊？我要演小燕子，我演紫薇。不行，我要演紫薇。这不是开演前台下那些乐师所奏？正是，这是片头曲。当时小燕子传奇上演的匆忙，我就没有给这首曲子填词。现如今全城百姓自己发挥，自己给填词了，各有不同，倒是有趣，我也就没有填词的必要了。这是与我们合作的布装，小燕子传奇的衣服就是他们设计的。我要买小燕子穿的衣服。夫人您别急，慢点说。小燕子从开演到现在一共换过3身衣服，您想要的是哪一套啊？前面的快点儿，这都等着呢。我也不知道都有哪几种，要不你说说。小燕子刚出场的时候穿的普通人家的衣服，灰色的，被商家认回去以后她受伤了，换了一身天蓝色的，后来又换了一身水红色的。我这有图，你看看。3件都要了，这是我家大小姐和2小姐的尺寸，每人给他们做3件。我告诉你啊，要用最好的料子，否则我家小姐可穿不惯。好的，夫人，一共6件对吧？每天订衣服的人都很多，您这6件衣服要等到月中了，您要是能等，麻烦您交一下定金。啥？
要等到月中？我们订衣服也要等啊！你要是等不了，你就快走吧。谁说我等不了啊？不就是交定金吗？我交。你们在后面瞎插什么嘴呀？显到你们了。哎，夫人们，我知道大家都想要衣服，别急啊，别急，都有份儿的。邱公子，百姓们平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，所以小燕子传奇一经推出，立刻火爆。别看是一出普通的戏，可戏中能操作的地方太多了。我们找了布店和首饰店的老板，专门定制了角儿的服装和首饰，让人一看就眼前一亮。所以这戏火起来以后呢，角儿穿戴的服装款式、首饰全部都成了爆款。若是你们在排戏的时候再用心一些，特色的菜品、特色酒水都能在戏里表现出来，这就叫植入广告。邱家产业众多，邱公子又是聪明的人，应该不用我多说了吧？邱纯心中激动不已。他们都在干什么呢？咱们凑近看看。李寻欢施展轻功，在人群中飘来飘去，没人能捕捉到他的影踪。那恶人心中不满，举刀就要砍向无辜百姓，以此来威胁李寻欢。李寻欢翻手间，手上就多了几把飞刀。这飞刀半掌长短，磨得亮闪闪的，不知引过多少人的鲜血。白晓生兵器谱上，这李寻欢的飞刀排行第3，更是有小李飞刀，力无虚发的美名。李寻欢一抬手，飞刀破空而出，直奔恶人眉间。这恶人的刀眼看就要砍到无辜百姓的身上，说时迟那时快呀，他忽然踉跄着后退2步，手上的刀螳螂一声掉在地上，这额头上就多了一个血洞，上面正插着李寻欢的飞刀。好。每到傍晚，带货铁三角就会来到服务区小摊，讲小李飞刀的故事。若想听后续内容，先听这位娘子讲上2句。各位都是走南闯北的好汉，谁见过这东西？这莫非是兵器？这也无立阵，携带不方便呢。错了，这东西叫搓衣板。各位好汉家中都有父母老幼，冬季的衣物洗起来又厚又重的，有了搓衣板就能省一半的力气。这可是我们东家自己研制出来的，别处想买都买不到。你们经常外出，留老娘和妻子在家中操持家务，一双手到冬天都伸不直。这搓衣板呐，只卖100文钱，拿回家给老娘和妻子一看，他们肯定高兴，100文就能尽孝，这何乐而不为呢？不就是100文吗？给我来一个。我也来一个。买完你们可要快点讲啊！您真是孝心呐，生子当如你这样的英雄好汉，出门在外时刻惦记着家中。谬赞。来到黑风寨，这是做什么的？我们做的是孔明锁，这个是跳棋。你脸上戴的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这个叫口罩。我们姑娘说了，天天干活全都是锯末子，容易吸到肺里，戴上这个就能保护自己。这看样是个棋类，我看山脚下也有卖，这怎么玩的？冯公子，谁喊我？冯公子，你教教这位公子跳棋的玩法。好说。你们说啥呢？老六叔哭呢，他说被人排挤了。排挤人？你笑，你还笑？老六叔，咋了？我今天演了容婶最好，回来他们就不理我了，还有眼睛一眼眼的望我，我难受啊。老六叔，他们之所以讨厌你，是因为你演戏太好了，他们都入戏了，把你当成容婶子了。虽然他们这种行为不可取，可这也侧面表明你这人很有演戏天分。咱们就是说，要是有下一部戏，我保证让你演一个英雄角色，你肯定一鸣惊人，人人都把你当成英雄一样敬着。真的啊？真的。好了，不哭了，我去批评他们。好，走啊，你去批评他们，我看着。首先我要表扬你们，你们演得越来越好，越来越自然，获得了百姓的一致肯定。可你们要分清什么是戏，什么是真正的生活。听说你们今天组团挤兑老六叔来着，都有谁？都干了什么？站出来说给我听听。老六叔，对不起啊，我不该偷偷瞪你。老六叔，对不起，我不该用肩膀撞你，以后我会分清什么是戏，什么是真正的生活。算了，我不生气了，我也不该在你们心里偷偷嘲笑你们老黄瓜刷嫩期，扮演年轻小伙子。啥？你心里嘲笑我们？靠，太感动了，把心里话说出来了。我们今天迎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，他会把咱们的小燕子传奇推广到更多的地方，推广到更大的舞台，所以你们今天都认真排练，让他好好瞧一瞧。是。李三呢？又叫我。
刚刚才从少爷那里拿回来了润色的手稿，2条腿都快要跑出火星子了，这怎么屁股都还没坐热乎又叫我，感觉身体都要被掏空了。这儿呢，来，把剧本拿过来，咱们给演员读下一场戏。李三兄弟，几天没见你咋憔悴成这样？是不是鲁奇的呼噜声太大，吵得你成宿的睡不着啊？这都能赖上我？我呼噜声能有他呼噜声大？老六叔正呲牙咧嘴的自我催眠。我是荣婶子，我是一心为了我家夫人可以上刀山下油锅的荣婶子。小燕子和紫薇威胁了我家夫人的地位，我要想方设法的弄死他们。好了，我入戏了，我就是荣婶子。荣婶子把紫薇和小燕子捆了，抓进暗室，并用针在他们后背使劲的扎。用针能解恨吗？我可不可以用锥子？保证一扎一个血印子。心真累呀。情节都记住了吧？台词记不精准不要紧，别差太多就行。好啦，咱们走一遍。冯兄，平常心，平常心，这是演戏，演戏。哎，秋兄，你刚才还说我，你呢？平常心，平常心。平个屁！让我打他！你俩别气，这就是演戏。邱公子，你理解了演戏的真正含义了吗？略懂吧。演员要相信自己这个角色，相信戏中的一切都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，想着自己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事会如何表现，然后演出来。所有的一切都是要让观众相信这一切是真实发生的，那演员就成功了。风鸣、邱公子，你们也看得差不多了，趁夜色不沉，早些回去休息。今天也忙了一天。我不回去。我不回去。你们俩也看到我们这里的条件了，要是留在这里，只能和大家睡一间茅草房，没有多余的床铺，也只能睡地上。不就是睡茅草上吗？我又不是没睡过，我那堆茅草还在吗？我可以和他挤一堆茅草。吃饭啦！哎，快走快走。还能再来一碗吗？可以啊。哎，这孩子穿的人模人样的，咋就饿成这样？真饱啊！他们这又是要干什么？在地上划了啥呢？莫非要举办什么神秘的仪式？你想啥呢？他们要学字，这会儿正在温习昨天学的字，不会写要抽手心的。学字有必要吗？不知道，沈桃让学，他们就得学。沈桃在这里有绝对的权威。沈桃这么厉害，他们为啥都信服沈姑娘？秋兄，你看见那棵树了吗？沈桃一拳就能打倒，这战力值一拳打在你脸上，拳头得从后脑勺出来。你敢反抗吗？你不信服？秋纯溜达溜达来到树边，握紧拳头，准备对树下手。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我能有啥事儿？我和这树闹着玩呢。这瞎话编的，树都不乐意听。哼，不就是学沈桃一拳断树吗？谁没学过似的？手疼吧？我也疼过。天生神力，你当是谁都有呢？沈姑娘为何执着于教会他们写字呢？我们邱家的伙计也不少，他们只需要做他们能做的事就行。写字管账，那都是账房先生和掌柜的活儿。我让他们学字，既不是想让他们当账房先生，更不是为了让他们考科举，我只是希望拓宽他们的眼界，让他们懂得更多的道理。更何况，想做一番大事业，背后一定要有文化撑腰，坚定的按照文化需求培养对应的人才，他们待人接物才能传达出来。就好比你们邱家，家族传承的就是做生意讲究诚信二字，可只有你们邱家人在践行，下面又有多少伙计坚定的执行着呢？你应该告诉伙计，邱家的成功就是他们的成功，让他们有归属感，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再创辉煌。父亲曾经也说过类似的话，可远没有沈姑娘说的这么透彻。这黑风寨虽然小，可里面要学的东西太多了。沈姑娘，能否借用一下纸笔？我怕忘记了，我要把这番话写下来，日日诵读。翌日，秋纯准备返回孟浦县。这2日黑风寨的房子要上梁，上梁非常热闹。秋兄何不留下感受我们平县的风土人情，然后再回孟浦县？你一回去肯定就要忙起来了，再想凑这样的热闹就难了。沈姑娘，冯公子，那邱某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明日是10月29，是个吉日，我和建房的木匠都商量好了，定在明日上梁。不过是大家一起热闹一番，既然邱公子不嫌弃，就留下来一起庆祝。那可太好了，走啊，咱们去看戏。看完第1场正好跟着采买。好，是他就是荣婶子。荣婶子在哪儿呢？呸！你这个老不死的，你怎么就作践紫薇和小燕子那俩孩子？你活着有啥意思？去死吧！我告诉你们啊，那是演戏，不是我真正的样子。你们要是气不过，拿菜叶子打我2下，我认了。
可你们要是拿石头打，我马上报官，把你们全抓起来下大狱。不一会儿功夫，老六叔身旁就堆起了一堆菜叶。桃儿、风明、邱公子，快来帮忙呀！帮我把菜叶子抱走。我想逃，但逃不掉。菜叶子搬走了，竟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！沈桃儿、邱公子，走啊！下一站。桃儿，咱不去买别的东西了，回戏楼干啥？不干啥，我去看看。哦。黑风戏楼门口，沈桃一脚把老六叔踹下了马车。还快走快走，可千万别让他追上来。等等我，等等我！快，千万别等他。第一，把上梁时要帮忙的人先选出来。第二，挂彩的红布系成大花。第三，祭祀的纸钱得安排人烧。鲁七叔，明天订几个菜啊？4个菜，1热1凉，1汤1干果。具体的你去找做饭的郭婶子，我刚封了他为厨房总负责人。鲁七叔，红纸拿过来了，挂彩的吉祥话谁来写啊？你去找李三老师，我会写几个字啊？你找我顶个屁用啊？李三老师不在呢，我刚才还看到他在帮着捡红纸，一转眼人就不见了。那你去找桃儿，他会写字儿。实在不行你就拉住冯公子、邱公子也行，几句吉祥话你都找不到人写，你问的，我问谁去啊？第三是啥来着？陈乔放下手里的活，趁大家都在忙，他借着上厕所的由头从后山溜走了，心里苦逼死了。以前少爷不这样啊，最近这是咋了？啥事儿都没有，却一遍遍的召唤他回来，牲口干活都没这么拼的吧？少爷，你在黑风寨忙什么？你们戏楼走上正轨，照例你应该不这么忙了，应该有时间每天回来汇报了。他们戏楼是走上正轨了，可他们明天房子上梁，人都忙翻了。上梁？给房子上梁？对，就是那个。我也去。少爷，可使不得，那地方都是粗人，万一冲撞了您可怎么办？你家少爷是纸糊的，还怕人冲撞？少爷，您忘了他们绑架过你，说不定记得你的长相呢。你不是有人皮面具吗？给我贴一张不就结了？我平时说话咋这么密呢？啥事都往出说。少爷，您去看一看就回来吧，别让老爷和夫人担心。你不是说明天才上梁吗？今晚回来，明天再去也难。我不回，老爷和夫人那里不用你操心，我时常不在，他们都习惯了。你谁啊？第三，你咋还背着他？大当家，这个是我哥哥，我家中行3，他行2，他来县城办事，爹娘吩咐他来看看我，我就把他带回来凑凑上梁的热闹，您不会怪我吧？带到这里倒是没有问题，但你哥他是个瘸子吗？我哥不是瘸子，他只是身体不好。咳嗽是肺不好，又不是腿断了。都说古人重男轻女，看来不止，他们还偏心。他们在家指不定怎么苛待李三呢。李三既然来了黑风寨，那他就是咱家的人，必须帮他支棱起来。鲁奇，李三老师去山下把哥哥背上来了，可累坏了，你们照看着点。啥玩意儿？李三老师把他哥背上山呢？他哥下半身残疾了呀，多大人了还用背的？你们平时就吃这个，这能吃吗？嘘，你小声点，少爷，这饭食比我刚来的时候强多了，大家都爱吃着呢。少爷，您要不尝一小口？身上只有这些吃的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李三，你瞅瞅你那小贱样，活该你被人欺负，再也不管你了。你晚上就睡这儿。二哥你坐，你委屈一晚上，住我的床铺吧。陆琪走到周文墨身旁，一把将周文墨推倒在地。周文墨摔在地上的时候，整个人都是懵的。你在你们李家是李三老师的哥哥，在这里你就是个客人，这是我们李三老师的床铺，你去睡茅草。陆七叔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可是让少爷睡地上我有几个胆子，他一生气别说我受罚，你的脑袋估计也保不住。陆七叔，我哥他身体不好，让他睡床吧。李三老师，你眼睛咋了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就睡地上吧。我刚才睡得挺好，你干嘛叫醒我？就是为了让我醒着听你打呼噜吗？好气呀！翌日清早，来，大家伙帮把手，把梁木卸下来，去屋里把红绸和吉祥语拿过来，贴在梁木上，咱们依次往下搬。今日良辰吉时，房屋上梁，神仙保佑，邪祟绕道，天地开张，财源茂盛，人强马壮，金童玉女，助力向上，
圆满风挺，齐聚花堂，跪谢神仙，吉时到。没救了，没救了！少爷，甜不甜？甜不甜？尚可。咱们今天上梁成功又顺利，在座各位功不可没，我们也没有什么可招待的，浅多了一头猪，大家伙可别嫌弃啊。沈姑娘你客套了，就这饭菜，我们过年都不一定能吃上。就是，沈姑娘自谦了。啥家庭啊？这菜还瞧不上？有菜无酒不成席。郭婶，带2个人把酒搬来，咱们今天酒管够，大家放开肚皮吃，放开肚皮喝。得嘞，郭婶子，我去帮你搬。你们听，咱们吃席，他们没得吃，他们都不乐意了。老刘叔，给他们添点草料，大喜的日子也不能亏待马呀。啥玩意儿？我一口都没吃上，要先去照顾马。你们等着我啊，可不能趁我不在就开席。我马上回来，马上就回来。来，咱们走一个。少爷，你不能饮酒。再说这酒是市面上最普通的酒，烈着呢。少爷，我今天高兴，你少管闲事。开吃。不行就上手，讲客气你啥也吃不着。他都不知道自己这是咋了。来黑风寨以前，这样的菜色摆在他面前，他都不屑吃。现在看啥都咽口水，都想吃。这肉好吃，这酒好喝，来，给我倒酒。少爷，您不能再喝了，再喝就要醉了。倒酒。莲儿，你是叫莲儿吧？我知道你叫沈桃，我还知道你们开了个戏楼，生意可好了。莲儿，我跟你说，我可有劲儿了，我看出来了，你在家肯定使劲欺负我们李三老师了。你们在家的事情我不管，可在我黑风寨一天，李三就是我们的亲人，我不会让你欺负他的。你欺负他就是欺负我，小心我打你，我可有劲儿了。大当家的，他真没欺负我。你小子别说话，让他说。你看你多幸福啊，来到这儿以后都有人护着了。今天我就是你姐姐，你就是弟弟，只要你不欺负李三老师，啥事都好说。咱们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。你看起来比我大，应该会比我先死，那你先死吧，弟弟。姐姐。走了，弟弟，去我房间睡，他们都喝多了，不和他们挤。好，姐姐。这可咋整？这可咋整啊？就少爷的身份，以后肯定要娶个门当户对的小姐。万一他俩有点啥事儿，他家少爷拍拍屁股走人了，可沈桃的名节就毁了。少爷真想干点啥事儿，他也不敢拦啊。那也不行，沈桃一辈子总比他家少爷的一时快乐重要多了，必须要制止。他现在可是娘家人。清晨，头疼，怎么胸口还有点疼啊？去，给我倒杯水。我怎么在家？我不是在黑风寨吃酒吗？少爷你忘了，昨晚吃完酒，你说在那里住的不舒服，非要让我带你回家。是吗？我这胸口怎么还有点疼呢？少爷，快把这身衣服换下来吧，你这里3层外3层穿了不少呢，别再热着了，万一待会儿老爷和夫人来探望你，这也不好应付。你把衣服拿到哪儿去啊？少爷，这衣服脏了，而且衣服料子不行，我看把您皮肤都磨红了，我寻思着干脆扔了算了，回头再给您弄一身舒适的衣服。不用了，我穿着也没觉得不妥，再说一会儿我还要穿呢，丢掉的话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合身的衣服。少爷这是啥意思啊？还去黑风寨？少爷倒是在黑风寨玩开心了，可再这么继续下去，他迟早得精神分裂。少爷，您看您今天都这么不舒服了，要不改天再去黑风寨？要是您实在喜欢黑风寨，我回去找沈桃说说，看黑风寨还缺什么岗位，到时候我给您换一张新的人皮面具，您堂堂正正的去，也省得扮演我的哥哥被他们挤兑。这样也好。你还戳在这儿干什么？回去问吧。少爷，衣服给您搁这儿了，您叫翠萍拿去洗洗，改天您穿的也舒服。那我就先走了啊。滚滚滚。得嘞。终于把少爷摆平了，去黑风寨干活。少爷你想也不要想，黑风寨不缺人，就算缺人，这不还有我吗？可以同时打几份工的，理不知疲倦。大结局这天，黑风戏楼挤满了围观群众。感谢各位朋友能够喜欢小燕子传奇，
若是没有你们的支持鼓励，我们也不可能收获这么多的朋友。戏演到现在，大家还不知道各位饰演者的名字吧？我来给大家一一介绍。这位是小燕子的扮演者，她的名字叫蒋昭；紫薇的扮演者叫蒋盼。蒋昭和蒋盼在现实生活中是一对亲姐妹，大家也看出来了。荣婶子的扮演者是一位男性。看了这部戏以后，大家肯定对这个人物深恶痛绝。要是身边有这样的人，都恨不得揍他一顿。桃儿，你别说这话呀，万一台下真有人恨极了我，把我打一顿可怎么办？可是各位观众，戏是戏，人生是人生，大家站在荣婶子的立场上想一想，她是夫人的奶娘，从小看着夫人长大，论起她的爱女之心，或者说忠诚程度，与亲娘无异，父母爱子女，则为之计深远。她爱她的夫人，自然要为她扫平人生路上的艰难险阻。小燕子和紫薇一来就获得了夫上的心，威胁到了夫人的地位，荣婶子能不出手吗？对呀，好像是这么回事儿。要是我女儿在这种处境，说不定我也会给她出谋划策。以前觉得荣婶子真恨人，但从这个角度想，她也是个可怜人呐。小燕子传奇只是暂时结束了，我们休息几日，就会在各大酒楼办见面会。见面会的时间和地点，我们会写在黑风戏楼门口的牌子上。喜欢小燕子和紫薇的人可不要错过哦！大家都辛苦了，明天咱们黑风寨正式搬新屋，搬新屋和庆功会咱们一起开，到时候肉管够。至于酒嘛，桃儿，给喝点吧，保证不喝多。好，酒也有，不过不许贪杯啊！谁要是喝多了，下一部戏就不带他。第二日一早，黑风寨就忙碌开了。沈棠，你在哪儿啊？沈棠，我在这儿呢。桃儿，你这是干啥呢？我挖坑挖的这么不明显。风明，你拉我一把，我想上去。心真累。沈桃肩膀一使劲儿，直接把他扔出了深坑。你确定还要再来一遍？你就不能出去喊人啊？对啊。瞅啥瞅？再瞅眼珠子给你挖出来。老六叔，红蝶。老六叔，你还是跟大家一样叫我郭婶子吧。红蝶是谁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。小明来了。郭婶子，还有多长时间能吃饭啊？我在外面就闻到饭菜味道了，简直太香了，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小明啊，馋了你就先吃一口，这顺便呢也帮婶子尝个咸淡。瞧瞧，刚才对他爱答不理的，转头看到冯明又是另一个态度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冯明和他是亲姐弟呢。老六叔，你把账本拿出来我看看，账上有多少钱？今天晚上这大喜的日子，我想给大家分点钱，辛苦干了这么久，总要看见点回头钱吧。上次沈桃帮老六叔重新规划过账本，虽然还是乱，但大抵能看得清收入、支出和结余。黑风寨有可流动银两3130两，发一部分钱，剩下的银两全都用来买土地。黑风寨的人都没文化，就是村里再普通不过的人了。普通人该有的缺点他们全都有，比如惰性。当他们知道手里有余钱，干活积极性就不高。桃儿，你要啊？给我的？上次说了，黑风戏楼有你2成利润，平线也就这么大，算上侍装和首饰铺子的抽成，赚了1300两，你的2成利润是260两。不过你放心啊，这只是初期的分成，秋纯那边一旦开始推广，咱们的分成会源源不断的来，嫌少？赚钱了，赚钱了！我不知道该怎么花呀，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赚到钱，我要拿回去给我爹瞧一瞧，给我娘看一看，谁家小子像我这么争气？不到1个月，200多两揣进腰包。快走走走。得嘞，走了。郭婶子，快开饭吧，已经够香了，不用再炖了。啊，郭婶子，你这手艺不能再好了，我最近都吃胖了。郭婶子先把火熄了，饭菜在锅里温着。我有事要说，大家都坐好。服务区组、木工组、后勤组、演员组、带货组，各组长清点人数，全员到齐。今天咱们搬了新家，外加小燕子传奇刚刚完结，所以是双喜临门。我给大家汇报一下，前阵子咱们手里攒了2000两银子，小燕子传奇又赚了1000两。哦，3000两，咱们发达了呀！我们村的人加起来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，我们县那个秃头地主估计都没这么多钱。有3000两银子不假，可这钱咱们来的也是侥幸，一部分是木工活和卢婶他们带货，一部分是民生大会，还有一部分是小燕子传奇带来的收益。这些钱只能赚一波，不是长久稳定之计。就好比跳棋，现在已经有人在模仿了。咱们都是农户出身，对于农户来说，什么最重要？土地呗。对，就是地。3000两平分到每个人头上，也就每人50两。若是咱们没有生财之道，无论有多少存银，都会付之东流。只有买成地才是根本之道。
所以我决定了，今天咱们给每人发点银子，毕竟都是这么大的人了，没点钱压兜，咱们心慌。分完钱之后，剩下的所有钱都用来购置田地，以你们个人的名义买，交给黑风寨统一管理打点。地是你们的，但收成得归黑风寨，毕竟每个人都要吃粮食。黑风寨上上下下50多口呢，若是谁觉得这么分不合理，或者想要离开黑风寨，你们可以大胆的说出来，我可以把属于你的那部分折成钱给你，你现在就可以离开黑风寨了。谁要离开我不管，反正我不走。我以前啥也不会干，现在能干木匠活，有饱饭吃，有钱分，现在还要给我分土地，我就是死了，我都得埋在黑风寨。就是，我也不走。我再给大家一个机会，想要离开的可以站出来了，有没有人？既然没有人离开，咱们现在就开始发钱，这是对你们努力的嘉奖，每人10两，排队在老六叔这里领取，剩下的2400两，咱们就去买地，买完地，咱们可又是穷光蛋了，一切得从头再来。你们做好准备了吗？做好准备了，都是苦出身的，什么都怕，就是不怕吃苦。对，我们不怕吃苦。都别急，发钱了，我得站在第一个。陈乔的10两银子在手里，听这意思，分地的时候还有他一份。我才不会哭呢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我才不会哭呢。桃啊，钱都发完了，是不是要开席了？对，开席吧。各位端起眼前的酒，咱们碰一个。今天多吃菜少喝酒，没办法，这是年前最丰盛的一顿。吃完这个，咱们咬紧牙关再创辉煌。好，再创辉煌。东家，青沙兄弟，你来的正好，前几日光顾着忙活，你的月钱还没给你结。东家，这怎么好意思啊？之前您和我说好了，1个月1两银，本来您就给的比市价高，而且这才来干了20来天，我怎么好意思要啊？给你就拿着，这几天你先在家里休息，过几天演员们还要到别的戏楼和百姓见面，还少不了你护卫。谢谢东家。翠兰怎么样？在婆家还好吗？谢谢东家挂念翠兰，她挺好的。既然不错，那我今天正好有空，我去看看她恢复的怎么样。啊，东家您要去看翠兰啊？还是别了吧，翠兰还要带孩子，还是改天再去吧。青山兄弟，我想听你说实话。于家把翠兰给休了。啥？那孩子呢？孩子被于山柱送给他大伯的儿子了。现在于家正张罗着给于山柱娶新妇，有个屠户的女儿看上了于山柱，两家都开始商量亲事了。于家就栓权带孩子向着翠兰，他们把栓权送到木匠家里学徒，晚上就住在那边，也帮不上翠兰了。于家真是欺人太甚。上次您说过，要是他们敢对翠兰不好，就去收拾他们。他们害怕你偷偷上门，所以弄了2只凶狠的大狗拴在院子里，一有个风吹草动，狗就叫得厉害。狗一叫，于家村的人就从4面8方跑出来，说是要抓贼。现在连我都靠近不了于家。他们到底是以什么名义休妻的？你倒是说呀！刚出月子，于山柱就在他娘的鼓动下要和翠兰同房，说早一点怀上孩子，给他们于家开枝散叶。糊涂！剖腹生产和普通生产又不同，肚子都没长好，怎么能怀孕呢？更何况她刚出月子，身体还没休养好，不适合同房。翠兰也知道这一点，不愿意过早同房，推搡间不小心抓伤了于山柱。青山兄弟，翠兰人怎么样？现在住在哪里？有什么想法？翠兰在我家里住，她嫂子正在照顾她，只是她总是以泪洗面，惦念孩子。好，青山兄弟，你先回去照顾翠兰。你家在哪个村？以后有事我去哪儿寻你？东家，我家在小河村，进村一打听就能找到。郭婶子，哎，桃啊，你叫我有事儿。郭婶子，我今天在县城碰到一个人，他是从京城来的，专门倒卖稀罕物件。我看这东西特别好，我就买回来了。你针线活好，帮我把它们全都缝起来，缝成大大的，回头盖在房顶上，我屋里那几棵苗就能见到光了。桃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怎么从来都没见过？这还透着光来，一摸起来还哗啦哗啦的作响呢。我也不知道是啥。那个卖给我东西的货郎说，这是在京城从金发碧眼的人手里买来的，是咱们大越皇朝根本就没有的稀罕玩意儿。就这点东西，花了我10两银子呢。啥？10两？我嘞乖乖，这么贵啊！你咋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个东西啊？这屋里那几棵苗苗，咋用得起这么金贵的玩意儿啊？郭婶子，这你就不懂了。我那个苗要是长出粮食，可比这东西更金贵，特别高产，推广出去，天下的人都不用挨饿了。所以你手里拿着的，可是全天下人的希望呢。啊，这我可得好好拿着。桃，你放心吧，我保证缝得细细的。行了，去吧。哎，郭婶子，你要是看到李三老师，你就让他过来找我，我有事请他帮忙。李三老师，你身手不错，
我托你去打听几个人，一定隐秘点，别被人发现了。李三老师，平县的余家村有一户人家，他家儿子叫余栓柱，听闻他把刚出月子的妻子休了，刚足月的儿子也过继给了堂哥，他正在相看一个屠户的女儿，请你帮我查一查他们。哎，你就等好吧，我走了。周家，上次让你打听的事，你到现在都没给我回复，怎么黑风寨不再需要人了？哎，少爷，您别急啊，黑风戏楼的戏也演完了，是真没机会推荐您。不过您放心，沈桃那姑娘她一心带领黑风寨的人发家致富，是个闲不下来的人，用不了2天，保证还会搞出新玩意儿，到时候肯定有容易的活，我再把您推进去。新房子你们可住上了？住上了，大家都高兴着呢，还留了2间空房，等您去了就有独立一间呢。行了，少说好听的诓我，去忙你的事吧，有要紧的事再回来报。带着黑风寨的人把原来住的茅草屋房顶掀了，把塑料袋盖在上面，秧苗在阳光的照射下颜色逐步转深，生机勃勃。要是我们都有这个东西，冬天就能种地了，1年种2茬，还怕粮食不够吃啊？你说的倒是轻松，你没听桃说吗？这东西是商贩从金发碧眼的人手里买来的，就这一点就值10两银子，把地上全盖上，那得多少钱啊？有这个钱，咱们还种什么地啊？吃也吃饱了。哦，也是这么回事啊。余栓柱的堂哥余栓义家，男娃娃就是不一样，哭的声音就是大。我余栓义也有儿子了，来叫声爹给我听听。哼，我娘生3妹和4妹的时候，也没见你这么高兴，儿子就那么好，连旁人家的你也喜欢。大丫你怎么说话呢？什么叫旁人家的？这现在是咱们家，是你弟弟，他尿了，快给他换条尿布。2丫、3丫、4丫都跑哪儿去了？这个点儿还不回家做饭，是想饿死你爹呀？还有你娘呢？爹，你看着点啊，我去给他弄点米汤来喝。这么小你就弄过来，这要养不活可怎么办呢？你奶奶生我的时候就没奶，还不是用米汤把我喂大了？刚问你还没回答，你娘和几个妹妹去哪儿了？我娘去哪儿了你还用问呢？2丫和3丫去抬水了，4丫去捡柴火了。你娘又回娘家找偏方去了，那偏方吃了半辈子，还不是生了一窝鸭崽子？现在有了男娃，让他缓2年再折腾。家里都有他了，你们不会再琢磨生儿子了吧？要是这样倒好，趁我们姐妹还在家，能帮着拉扯大他。等到4丫嫁人的时候，他也是个半大小子了，能干活了。干啥不生啊？咋不生啊？老子还想着要个亲生的儿子呢，儿子还有钱多的。有个男娃放在家里，说不定就给你娘肚子里引来一个男娃呢。哎，快去做饭，快把你老子饿死了。哼，这次我娘又给我换了一味药，这次吃了保证能生儿子。你哪次从娘家回来不是这么说的？还不是生了一窝丫头片子？这药花了多少啊？臭娘们儿，你不会把家里所有钱都拿去补贴你娘家了吧？你这娘们儿就是欠教训，我打死你！许栓一，你又动手打我，我这图什么呀？我还不是想给你余家开枝散叶吗？你以为孩子小抱过来就能养得熟了？这回头长大了让人一挑拨，还不是去找自己的亲娘老子？你这是给别人做嫁衣呀！臭婆娘，你还有理了！陈乔把打听到的事儿一股脑倒给了沈棠。这么说，余栓柱这个堂兄虽然把孩子要了过去，但是他并没有放弃生男娃。没错，王氏又回娘家搜罗偏方去了。而且余栓柱相看那个屠户的女儿也不是个省油的灯，她生的5大3粗，为人十分泼辣，年过19了也没人敢上门提亲。她瞧上了余栓柱的长相，听说余栓柱休了妻，主动让媒人上来说和他，1分钱彩礼也不要，还倒贴10两嫁妆。余栓柱家里都乐坏了，把孩子送走。一方面是因为余栓柱的堂兄没儿子想过继，另一方面是因为屠户女儿程娇娇她嫁过来的条件就是不要这个孩子。翌日，哟，你们瞧啊，这是谁家的马车呀？这一看就是有钱人家。哎呦，咱们村里的人呐，都是知根知底的，谁家有这么气派的亲戚啊？可不是嘛，有这么气派的亲戚啊，早出来嚷嚷了。哎，你们瞧，马车朝咱们这边过来了。劳烦打听一下，赵家住在哪里？哪个赵家呀？我们小河村有好几个赵家呢。他叫赵青山。嘿嘿，你们瞧，是去赵青山家的。以前没人来找赵青山，翠兰刚被休回来，就有这么漂亮的马车找来，还是个俊后生。嘿嘿嘿，难怪余家把刚出月子的媳妇儿给休了。
休妻的理由是赵翠兰不能生了，不能给于家开枝散叶。我看于家呀，还给赵家留了脸面呢，估计是这小媳妇不守妇道，和人家勾搭上了。你们爹娘在家吗？我是你爹的朋友，你能去把你爹叫出来吗？爹，你朋友来了。东家，冯公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快进来，进来。坐，我去烧水。哎，嫂子，别忙活了，贸然来访已经给你们添麻烦了，我就是来看看翠兰。您要是这么客气，我下次可不敢再来了。那你去看看翠兰，她要是没睡，就把她叫过来。你身子虚，先坐。翠兰，我现在要问你一些问题，你一定要如实回答我。翠兰，你还想和于栓柱过吗？我不想和他过了，可我放不下孩子，他还那么小，我还没能好好的抱抱他。于栓柱他就不是个人，他亲生的儿子，他说送人就送人了，他怎么忍心？翠兰，你想要回孩子吗？你这到底是要还是不要啊？我当然想要了，那可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。可是于家不给我孩子，就算他们同意把孩子还给我，我也没有养他的能力。我总不能一直依靠哥哥和嫂子，他们过得都已经够苦了。我现在被休回家，外面传得很难听，若是我再把孩子要回来，他们的日子就更没法过了。翠兰，你会绣花吗？做饭呢？东家，你这算是问对了。翠兰她能做饭，做得好吃，而且她伺候庄稼也是一把好手。我们父母走得早，只留下一块小薄田，家里没有劳动力，农忙时都是我们俩一起下地的。翠兰伺候庄稼可尽心了，我们的庄稼比旁人家的长得都要好。这样就再好不过了。你若是愿意，我帮你把孩子弄回来，你带着孩子跟我去黑风寨。你放心，有寨子人一口吃的，我就不会饿到你们娘俩。我雇你帮我侍弄庄稼，这样可好？恩人，要是能要回孩子，还能让我有活干，有饭吃，翠兰愿意给你当牛做马。你只要按我说的做，我保证孩子能回到你身边。咱们为啥不在这里吃了再走？等回去天都黑了，只有剩饭了。他们家粮食不多，招待咱们吃顿干饭，他们一家说不定要喝好几天稀的。你忍心？不忍心，是我想少了。3日后，娘，你又出门干啥去？天越来越冷了，家里柴火不够，我今天要带2鸭、3鸭、4鸭多捡点柴火，你在家看着孩子。柴火啥时候不能捡？你改天再去捡吧。今天是15，我要去拜拜，让送子娘娘保佑我尽快给你们生个弟弟。哎，行了，别啰嗦了，我走了。怪！哪里怪啊？道长，这位道长你留步啊！你到底在我身上看出了什么呀？到底怎么怪了？您倒是说清楚啊！这位夫人，你我有缘，我有一句话要送给你。人这一辈子命数都是天定的，有些东西你从别处得到了，老天就不会再给了。道长，您别走啊，您再给我掐算掐算呗。罢了，既然咱们有缘，我就贸然说上几句。你命中应有4朵鲜花头上戴，1枚金铜旺宅底。你头半生艰辛，可一旦有金铜傍身，后半生便可幸福绵长。可现在横生枝节，五子俱齐，天意难违，怕是金铜难来呀。道长，您算得准呐，您算得简直太准了，谢谢您。若不是您今天提点我，可就出了大事了。许栓义，娘，你咋又回来了？你爹他人呢？爹一早上就上我奶家去了，这不眼看上冻了嘛，帮着劈柴去了。我抱着孩子，你腿脚快，你快去把你爹叫回来，就说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说，他必须马上回来，否则天就塌了。你这婆娘又出什么幺蛾子了？我激活了他，把我叫回家，有啥事儿啊？我告诉你，许栓义，这孩子不能留，你必须要马上给我送回去。送回去？你当孩子是个物件啊？想要过来就要过来，想送回去就送回去。王氏开始哭天抹泪，把鲁琦说的话添油加醋的说给了于栓义听。你说的是真的？那我还能骗你吗？那游方道士跟咱们家素不相识的，他怎么一下子就说出咱们家有4个女娃娃，而且还能说出咱们家从别处得来一个孩子？人家可是有大本事的。许栓义，我可告诉你，那高人可是说了，咱们命中有金铜，金铜到家之后，后半辈子衣食无忧，大富大贵。这说明咱们未来的儿子可是个有造化的。你现在把别人家的孩子抱过来，五子俱全，金铜就不来了。你为了养一个不熟的孩子，把咱们家金铜挡在门外，这要是这样，老娘就跟你拼了。既然咱们家会有金铜，那就没必要要别人家的孩子了。我这就把孩子给栓柱送回去。
走呗，我和你一块去。栓柱这小子行啊，找的这个新岳丈真阔气，两人前脚定下亲事，后脚就把丫头裴家的新家具抬进来了。人家可是杀猪匠，家里条件好着呢。栓柱娘说了，人家一个铜板都不要，还倒给10两家产。你没瞧着栓柱娘得意的那劲儿啊！栓姨来了，咋还抱着孩子？二婶子，这孩子我们不过继了，这不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我把孩子给你送回来，可别再给我往回送了，送我也不要。这不是说好这孩子给栓姨了吗？这咋还不要了呢？我遇到一个高人，人家说我这命中有金童，这男娃娃会阻碍我的金童上门，所以我要不起。反正这孩子还没正式过继呢，我也当着大家伙的面给你送回来了，就当是在我家养了2天，没有啥事儿了。栓姨，走，咱们回家去。你个死娘们儿，送孩子就送孩子，那么多人看着，你把事情闹那么大干啥？于栓柱，你给我出来！于栓柱，你给我出来！于栓柱，你个缩头乌龟，你给我出来！娘，程家带人来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他们看着比赵金山还凶，肯定会打死我的。哎呀，亲家，别生这么大的气，别生这么大的气呀！气坏了身子就不值当了，有事好商量嘛。商量个屁！叫于栓柱出来！之前咱们就商量过，想让我女儿嫁过来，这孩子是不能要的。你们是怎么答应我的？你们说把孩子过继出去，现在婚也定了，我把婚事也跟街坊四邻亲戚朋友都说了，现在你们却把孩子给抱回来了。我看你就是和人合起伙来坑骗我家娇娇。亲家，这怎么是坑骗的？我们也不知道为啥孩子就被送回来了。你不知道？分明就是你们假意把孩子送出去，等婚事定下来，你们再把孩子接回来，就是看我们家娇娇好欺负，演一出苦肉计。你这就是骗婚，真当我程家没人？大家伙儿，咱们把于栓柱给抓住，送到县衙去，让县老爷他们评理。娇娇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骗婚。爹，不是说就吓唬他一下吗？怎么还真往县衙送啊？这要是送去了，县老爷下令打板子，打坏了可怎么办？叔叔伯伯们，你们别动他了。于栓柱，我谅你也不敢骗我，我只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你留下那孩子，然后赔给我50两银子，当是损坏我名声的补偿；要么你把孩子送走，咱们就当没这回事儿。先是照样结，只是婚后掌家权得给我50两。我上哪去弄50两啊？哼，凑不齐50两，那你就把孩子送走啊！我不管你是送人也好，扔掉也罢，总之我是不想再见到这孩子。爹，你留2个人在这里看着，别让他们家跑了，给他们1天时间考虑。要是他们拿不出办法，咱们就送他们去见官。你们俩在这看着，其他人都跟我回去吧。哎呦，我这都是做的哪门子的孽呀？怎么会摊上这样的事儿？50两，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要不，咱真把孩子抱出去扔了？放你娘个狗臭屁！这再怎么说也是咱们栓柱的孩子，流着于家的血。哎呦，那你们说该怎么办呢？娘，要不咱们再去我堂哥家问问？问什么问的？你没听那王氏说吗？他找人算过了，说咱们家的孩子耽误了他的金童进门。我呸！就他那副生不出儿子的样子，还金童！今天他坏我的好事儿，我就算是把孩子掐死也不会给他了，就让他到老无依无靠的，没有儿子养老送终。要不咱们把孩子给翠兰送去？干什么去啊？是不是想跑啊？跑什么跑呀？我爹娘都还在呢。娇娇不是让我处理了这个孩子吗？我左思右想啊，决定把孩子给他娘送回去。好，我和你一起去。到那儿后别忘了签个条子，这孩子以后和你绝无瓜葛，别想着以后仗着孩子再来打秋风。哥，要不然咱们亲自去一趟吧。翠兰，你快坐下吧。东家说他们会来，他们就肯定会来的。来了，翠兰，这孩子你要不要？要是你不要，我就抱到后山给埋了。要，孩子我要。既然你要这个孩子，咱们就签个契约，从此以后这孩子无论是生是死都和于家没有半分关系。倘若你仗着孩子关系上门，别怪把你当盗贼打出门去。我欠。翠兰，孩子都到身边了，就别哭了，给孩子弄点吃的吧。青山兄弟，你先在家里陪嫂子待2天，有护卫工作时，我就差人来喊你。翠兰是遇上好人了呀，希望你和孩子以后一切顺利。黑风寨来了个奶娃娃，大家都很高兴。沈桃把赵翠兰带进暖棚，交代需要注意的事项。东家，你过来看看，这个好像有花苞了。翠兰，这些种子都是我千辛万苦弄回来的，你一定要好好照料。翠兰点头。东家，你就放心吧。沈桃把冯明叫了过来。冯明，我想在酒楼办演员见面会，第一站我想选在你们家的庆丰楼，你看怎么样？行啊，
这还用商量？你得和你爹娘说一下，有许多事要提前安排。你放心，这事交给我这就下山。这事要尽快，见面会就安排在后天吧，顺便差人给赵庆山送个信。算了，我和你一起下山，你回家，我再找其他酒楼的掌柜商量商量，定下后续演员见面会的时间。大家快来看啊！黑风戏楼门口张贴告示了，小燕子传奇的全体演员于后日在庆丰楼与大家见面，有兴趣者请于后日4时前赶到黑风戏楼。我女儿最喜欢紫薇，她要是知道紫薇会去庆丰楼，她肯定要去。我这就回去告诉她。大家还等啥呀？快去庆丰楼定位置，去晚了人都见不到。你们听说了吗？小燕子传奇的演员后天要在庆丰楼办见面会啊！你后天去吗？我还忙着出摊没时间呢。后天肯定好多人要去庆丰楼旁边，人流量肯定很大。你去那门口摆摊，生意肯定要比这儿好。对呀，我咋没有想到啊？那去，必须得去啊！老嫂子，你呢？你去不去？我也去，我平时就绣点花样卖卖。之前仿照小燕子传奇里衣服的花样绣，卖了不少钱呢。这回我得凑近点，看看能不能看到新花样。娘，我回来了。我儿回来了。娘，你咋了？得了眼疾？要不我叫个郎中过来瞧瞧。爹，我能进来吗？我儿，你回来了，快进来。你看看爹写的话本子，一个孤女去寻亲，结果爹不是亲爹，但是他和人家的儿子看对眼了，孤女大字不识一个。爹，沈涛和我说想在庆丰楼办演员见面会。演员见面会？这么说荣婶子的扮演者也会来喽？对，会来，他这个第一大反派必须登场。你咋不早说？耽搁这么长时间。您倒是给我机会张口啊。见面会当天，庆丰楼门口热闹非凡，马车往这边来啊！我和隔壁谈好了，可以先停在他们门口。这位小姐，小心小心，您提前订了包厢了，里边请里边请。3号桌小食套餐来一套，8号桌也来一份小食套餐。楼上甲字号包厢要1号套餐。演员组怎么还没来啊？对呀，啥时候来啊？有一队马车过来了。是小燕子传奇的演员来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可以开始了。起！小燕子，我们永远支持你。紫薇，我喜欢你。老六叔，你快走！我虽然给你洗白了，但是还有很多人恨荣婶子入骨。我刚才瞧见有人找烂叶子去了，你再不走就砸你一头。各位观众，今天是演员见面会，为了答谢大家的喜欢，我们的演员准备了几个节目，大家该吃吃该喝喝啊，由他们准备一下。各位朋友们，这是小燕子和紫薇的神态画像，里面有他们各种妆发造型，喜欢他们妆发造型的可以买一张回去研究，而且这上面还有他们的亲笔签名。姑娘们长得漂亮，小伙子长得俊俏，贴在家中的墙上贵气着呢，家里怀着娃的更要多看，生出来的孩子男的俊女的靓。今天只有200张画像，要价不贵，30文一张，您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先到先得啊！给我一张，我要紫薇的。我也要一张，我要小燕子的。我要永琪的。荣婶子的我全包了。老哥，你有眼光啊，荣婶子的画报我全要了。你就不能买个正面人物啊？你也懂啥呀？爹的画本子正缺个反面人物，我要拿着画报回去找灵感。沈涛姑娘，今天多亏了你，庆丰楼才这么热闹，这是3成的利润，你收好，可别嫌少啊。儿啊，你好不容易回家一趟，你别着急走啊，再在家住上2天，咱们爷俩好好给画本子润色润色。可拉倒吧，你那是写画本子吗？那是抄小燕子传奇吧？爹，你也知道我文墨不通，有我参与，说不定你的画本子就得搞砸。爹，你继续，我还是跟着沈桃回去，也好多在他身边学点东西。桃哟，小凤这么开心啊，姨姨抱抱。桃，过年的年货已经采办好了，按照你的要求，也给每个人置办了新衣。只是什么？按照以前在村里的习俗，年前都要给人送点年货，表示头一年的感谢。你看咱们要不要准备点，给去年支持过咱们的掌柜送过去啊？七叔，这事儿就交给你和老六叔去办，给各个掌柜都备点礼物。周记布庄还有传承首饰店送的礼重一点，另外再准备一份厚礼。我去拜访一下县老爷，冯明他舅舅。得嘞，我这就去办。劳烦桃你帮忙把孩子给他娘送过去。翠兰，这段时间还习惯吧？习惯着呢，谢谢东家帮忙，要不然我现在还不知道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呢。翠兰，
年前你要不要去你哥哥嫂嫂家看一看？我能回去吗？为啥不能啊？你去找老六叔，让他把你的月钱结一结，顺便把你哥的月钱结了一并带回去。我还有月钱？你当然有月钱啊，难不成让你白给我干活啊？我不能要，您收留我，给我吃给我住，还让人帮我带孩子，我感激还来不及呢，哪还能要银子呢？这话说的就不对了，我可没让旁的人帮你带孩子，他们是看孩子可爱，所以都愿意帮忙搭把手。至于你，干活认真负责，除了忙活暖棚，平日里还帮忙做饭，帮忙浆洗衣物，一整天忙得像个陀螺，我都看在眼里。你别再推脱了，就算不为自己考虑，也得为你的小峰考虑，他长大以后要读书，还要说媳妇，哪能离得了银子？莫非你是打算以后让我替你出这笔钱？那我就收了，谢谢东家，谢谢你。就这么说定了，你今天就回去吧，住2天也没关系的。郭婶子，我想要回娘家看看我哥嫂，能不能麻烦你帮我照看一下小峰？我晚上就回来，绝对不会耽误事的。你去吧，孩子我们带着，只是你不打算让哥哥嫂子看看这孩子吗？我倒是想，可抱着孩子回去，村里人还不知道要怎么嚼舌根，我都已经被休回家，已经让哥嫂难做了，怎么好再让他们被人指指点点的？翠兰大包小包，又穿着新衣裳，一进村就吸引了目光。哟，这不是翠兰吗？这1个多月你上哪儿去了？拿这么多东西啊？是回来看你哥嫂的？我给一个大户人家做工去了，临过年了，我告了假回来看看哥嫂。婶子，天色不早了，你早点回家吧，我还有些事。呸，还做工？她不是出去干什么不正经的买卖？好人家的闺女，谁能短时间赚这么多钱？嫂子，嫂子，翠兰，你咋回来了？咋还带这么多东西啊？看着瘦了。嫂子，我可没瘦呢，我这腰上都长肉了。我哥呢？你哥在屋里呢，快进屋。姑姑，你回来了。哥，东家让我带来的，这是你这个月护卫的月钱。这护卫也不是天天都去，隔几天才去一次。东家还给我按整月发，我心里过意不去啊。东家说了，以后还有用得着你的时候呢，你跟着他干，这钱只会越来越多的。哥，你就放心收着吧。嫂子，你就别忙活了，我得赶紧回去。虽然东家给了我假，但是小峰还在山上呢，大家都是好人，愿意帮我拉扯一下孩子，可是我不能没有自知之明。你也说得对，那回吧，我送你。你一个女子走夜路不安全。第2日，过个年也让人不消停，都到这会儿了还告状，烦死了。明儿和沈姑娘来了，呵呵，不巧了，县衙有事儿，我得去断一断。你们若是无事，就在家坐一会儿，估计一会儿我就能完事儿。行，您快去吧，我带着沈桃在这玩一会儿。徐大人，眼看过年了，我备了一份薄礼，还望您不要嫌弃。快坐吧，都是这么熟悉的人了，还这么客气。舅舅，刚才是啥事儿让你这么生气啊？还不是那些放高利贷的地痞流氓，年前逼到人家家里要债，都是人呐，都得过年，缓2天再要能怎么样？想制止他们，谁奈借贷文书齐全，抓不住把柄，好生让人气恼啊！不止这1年了，每年到了年根底下，就给我来这一出，饶我清静。沈桃，你怎么这么开心？是不是想到了解决的好办法？思路并不成熟，容我回去再想想。你们2人在聊什么？这么开心呀？沈姑娘，不瞒你说，明儿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为人憨厚老实，对家人更是诚信。明儿沈姑娘一受精湛，为人仗义，一起逃荒过来的人，她都能待如亲人。你们若是互相有意，我可以为媒，替你到你父母那里去说和一番。你是咋看出来我俩相互有意思的？我自己咋不知道？舅舅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和沈桃正在聊正事儿，她有办法解决放贷的问题。什么？沈姑娘，你有法子解决放贷之事？若是这样，我可要替县里的百姓谢谢你了。沈姑娘，你有什么话但说无妨。徐大人，这只是我的初步设想，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，希望您听了不要见笑啊。我观察咱们平县的银号，大抵都是存银和兑换，就算是往出放银子，也只针对大户，所以对急需用钱的人来说，地下放贷是首选。可若是咱们的银号可以给百姓拆借银两呢？拆借银两给百姓，若是百姓不还，又当如何？据我了解，地下放贷者往往是9出13归，以借贷10两银3个月归期为例，借贷者借了10两，到手9两。
每1月追加1两利息，3月到7日一并需归还13两。若是超期不还，按照这个标准继续滚利，直到还不上为止。有些地下放贷者丧尽天良，为了谋取暴利，利息更是随意追加，百姓苦不堪言。可若是银号可以给百姓借贷，利息低于他们，不仅可以解百姓燃眉之急，也可以给银号增加收入。具体需要这样实施：借贷前，银号派人核实借贷者的身家，比如他有一座民房，银号预估出民房价值几何。假设这房子价值10两，我们就借给他纹银10两，约定好3年之期归还，计算好3年的利息和本金，分解到月让其偿还。这样呢，压力就小了很多。若是还不上或者拒不归还，我们就可以按照借贷前签下的合约收走房子以抵债。当然了，卖出的钱需退还给人家已经偿还过的部分。若我们为此单开一家银号，一来是百姓不信任，二来是没有大笔银两用于周转。可若是和现有的银号进行合作，我们拿钱入股，有徐大人您做靠山，就容易多了。我大越皇朝的银号面对的大多是商户，吸纳商人存款，再放贷给其他商人获利，和你所说如出一辙。若是推荐到全县城，普通百姓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群体，他们都来借贷，短期内又无力偿还，再有商人大量借贷或取银时，银号岂不是无力周转？拿平县举例，平县虽然有不少的富户和商人，手中钱财庞大，可他们毕竟是少数人。普通人手里虽然钱财微薄，可基数庞大，这便是聚少成多。若是吸引他们将手里的钱存进银号，岂不就有了资金周转？吸引普通人存银，存在银号又不能生息，办起来还颇为麻烦，岂如自己找个隐秘的地方存放合适？更何况银号万一倒闭，辛辛苦苦一辈子的钱就打了水漂啊！您说出了重点。可若是存在银号能生息呢？存的利润小一点，放贷出去的利润高一点，一来一回，银号赚得多，亏得少。容我想一想。想一想。徐大人慢慢思索。可一旦做成，普通百姓可靠银号生息，缺钱的人又能靠借贷周转，利息不会忽高忽低，也不会因为借贷而一夕家破人亡。桃儿，我有些事想不通。即便银号开办借贷，百姓可从中周转，可一旦还不上，还不是要闹个家破人亡？这和市面上的借贷又有何区别？风明，你不懂，银号要想长期开展这个业务，势必是要把借贷的利息规范化、透明化，且低于地下放贷的利息不少，方能引人前来。低廉的利息，只要认真劳作，还是能还上的。还不上，房子或田地被收走，也合理正当。毕竟你用了人家的钱，人只要健康的活着，一切都有转还的余地。可那些地下放贷者，为了一己私利，利息高得吓人，甚至仗着百姓不认字，写阴阳合约，借给你钱时，一切都能通融，笑脸相迎。可还不上钱，他们却变了一副嘴脸，养的打手在这时候派上用场，轻则逼你卖房卖地，卖儿卖女，骨肉分离；重则断手断脚，性命堪忧，一辈子就此毁掉。多少无辜的女孩因此沦为风尘女，又有多少男孩成为别人的家奴，一辈子仰人鼻息。两者相比，孰轻孰重？这是干啥？准备杀猪褪毛啊？哎呀，杀的哪门子猪啊？过年的猪肉早就备齐了，我们这是在洗澡。这建了一个洗澡房，现在正热闹着呢，热水供应不过来，只好在门口支了2口大锅了。哟，我在黑风寨待了这么久，咋就没听说过咱们还有洗澡房？冯公子，2个人以下的场合您都不爱亲自去，您咋还能知道我们还有个洗澡房呢？啊，你这话说的，今天我非要亲自去参加。哎，去吧去吧，今天热闹。左手边最后一个房间，等，你把这个装满水，你提着去就行了。你逗我呢？这桶下面漏个眼儿，等我提到了水都洒光了，我还咋洗？再说，你瞧这个桶比我脑袋都大不了多少，我也站不进去啊。你把这个堵在眼上，然后提水进去，进去之后啊，别人咋做你咋做就对了。谁啊？我。快进来，冷死了。你们咋不穿衣服啊？不是你洗澡穿衣服洗啊？有啥好羞臊的？
咱们都长一样。临近新年，少爷，哟，过年还换了新衣服？是少爷，这衣服是黑风寨发的，我也不是多喜欢，就是刚刚洗了个大澡，也没有别的衣服换，就暂时穿上了。洗澡就洗澡，啥叫洗了个大澡？洗澡还分大小啊？何为洗大澡？陈乔，我看你是真想彻底融入黑风寨呀。少爷，这洗大澡就和您之前也差不多，大家互相帮忙，互相搓澡。之所以没和您说，一是不知道要怎么形容，第二，您也习惯不了这个场景。习不习惯是你说了算的，去给我安排，我也要洗洗这所谓的大澡。大当家的，我有个事儿想求您一下。李三老师，有事您直说就行，怎么还用上求这个字了？我家兄弟明天来看我，家里兄弟多，还有嫂嫂在上面，不好洗澡，能不能借用一下澡堂？我当是啥事儿呢？女子澡都洗完了，你带兄弟们来洗便是，只是洗过之后要把房间好好打扫，擦洗干净。李三老师的凡人哥哥李二又来黑风寨了，真讨嫌。喂，李三老师啊，冯公子、大奎，你们怎么把货物都收起来了？涛说了，今天是腊月29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的小摊就歇业了，怕东西丢了，我们先收起来。未来7天，我们想干嘛干嘛，想去哪儿浪就去哪儿浪。说这是年假，正月初6，我们再回来继续摆摊。这么多饺子，咋提到山下来了？咱们山脚下已经发展成一片露营地，涛担心过年这几天啊，会有过路人安营扎寨，特意备了饺子。若非有要紧事儿，谁愿意大过年还在路上？所以这些饺子任他们取用，也算是感谢过路人去年对咱的支持。兄弟，你们忙着，我先上去了。行，回见啊。老六，李三老师去哪儿了？这个才字你看我写的对不对啊？陆七的才写错了，才不到他那里去，才到我这儿来。李三老师，你怎么才回来啊？快给我看看这对子写的对不对啊？李三老师，你看我平安的安字写对了吗？李三老师，看看我有没有错别字。好家伙，那是人能写出来的字儿？往红纸上撒把米，鸡都啄得比这个好看。不过吧，也难为陈乔了，还真把他们教认了字儿。虽然写得跟鬼画符一样，但仔细辨认还是能认出是合字。李三老师，你是有啥事儿吗？我今天带我兄弟上来洗澡，现在被绊住脚了。嗨，我当啥事儿呢？你安心教他们写对子，正好我也没戏，我和他一起啊。陆七叔，那就麻烦你了，我哥哥怕冷，屋里烧得暖一些。放心吧，那屋里正有人洗账，烧得暖和着呢。我先给你捏，一会儿换你给我捏。哎呦，你瞧瞧，你细皮嫩肉的，我们李三老师身上就全是疤，都是一家的兄弟，你们真的对他不好，可他还巴巴的把你当哥哥敬着。有这样的兄弟啊，是你的福气，对他好一点吧。这些人真是傻得可爱。陈乔说他是哥哥，他就是哥哥啊。而且为了陈乔，他们敢于出言相劝。他似乎理解了为何陈乔喜欢待在黑风寨。此时此刻，周文墨有些羡慕陈乔，真希望也有人不在意他的身份，真心实意的待他。啊，换你给我捏了，不许耍赖啊！看你挺文弱的，手劲儿还挺大，呵呵，手劲儿大好呀，解乏。陆七叔，我哥呢？啊，之前我看他挺胖的，进了澡堂才发现啊，是穿的衣服厚，身子骨挺弱的。我怕他着凉，就让他先去你房间了。谢陆叔，我哥他洗澡的时候脸色怎么样？挺好的呀，还给我捏肩，帮我擦背了呢。啊，陆七叔，你胆可真大，你知道吗？少爷10几岁时出门游玩，同行人只是瞪了少爷一眼，京城那位老爷的暗线就把那人腿打断了，足足让他在床上休养了3个月才能下地。你敢让他给你捏肩擦背，你小命还想不想要了？哦，对哦，现在暗线是我自己。哎，还好还好。李三老师咋了？少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陈乔，这里挺有趣的，明天除夕我就在这里过，可好？这可咋整？万一黑风寨有人得罪少爷，京城那位得把这群人的脑袋都砍下来。想想大家的头排成一排的样子，陈乔就浑身发抖。怎么？
我不能在这里过年？不是，每年除夕您都要在周家过的呀。你回去一趟，找人递个消息去周家，就说我不在家过除夕，其他事不用你管。谁啊？我是李二。你找我有事？不请我进去坐坐？姐姐，进来吧，坐。沈桃看着他的一举一动，心想，都是一个娘生出来的，李二和李三可太不一样了。李三虽然极力压着天性，可行为举止都透着一股野性，而李二完全不同，虽然长得普通，丢在人堆里就泯于众人的那种，可举止端方有礼，气度出尘，更像大户人家的少爷。你找我有事吗？不瞒姐姐，的确有事相求。我家三弟来到你们山寨后，每次与我相见都会说咱们山寨怎样好，怎样团结，怎样上进。他说在这里上工心情愉悦，宛如家人。我就想着，既然咱们这里这么好，我能否到这里上工？不瞒姐姐说，我虽不会武，但学识绝对不差。你小子弱不禁风的样，能干啥呢？我们黑风寨的人需要学识高的人教吗？你是做饭还是会推销啊？亦或者你木匠手艺了得？姐姐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你会算账吗？会。就你了。老六叔这个账房先生太差劲了，早想蹬了他。蹬了老六叔真会哭给沈桃看，还会把大鼻涕抹在他身上。不过嘛，这个事儿好解决。姐姐，那咱们就说定了。既然我已入了黑风寨，又正好有空闲，可否将账册拿给我看看？莫急，先给你安排住所。建房子时正好留下2间空房，你看看想选哪一间？鲁七叔，啊，鲁七叔呢？鲁七叔，桃儿喊你。桃儿，你喊我？客房被下的被褥呢？快拿来铺上。给他？这都过年了，他不回家，还打算在这里住下了？鲁七叔客气点，这以后也是咱们黑风寨的人，给咱们当账房先生。鲁七立马笑了，账房先生好呀，让老六叔每天炫耀自己的活清闲，把他职位给抢了，让他清闲个够。老六叔，账册呢？拿出来。你要账册干啥？老六叔，你每天多忙啊，又要管账又要管钱，每天还要读书练武，还要下山演出，好不容易有点功夫，还要来灶房帮忙，你都累瘦了。瘦了吗？瘦了，你再继续瘦下去都脱相了。再说了，老六叔，咱们黑风寨的木匠生产组、大奎的售卖组、鲁沈的带货组、鲁奇的后勤组，还有演员组，那都是有组员的。你瞧瞧你的账房组呢，就一个人撑起大梁，手下一个人都没有，凡事亲力亲为，我都看不下去了，这不公平啊！老六说原本没想那么多，现在被沈桃一说，他当真觉得委屈极了。对呀，人家都有组员，凭啥他没有？不对啊，凭啥我没有啊？桃儿，你得分我一个人。必须的呀，我给你找到了，就是李三老师的哥哥李二。他总是欺负李三老师，人品不行，我不要，换一个。老六叔，李二能写会算，账本交给他，钱还是你管着，往后有个支出先到你这里报备，你交代他记账，再把银子发出去。说来说去啊，你还是老大，而且李二不是总欺负李三老师吗？他在你手下办事，你不就能名正言顺的给李三老师找场子吗？桃儿这思路对呀，没错，就是要搓磨他，给李三老师找场子。那好吧，他人在哪儿呢？我要把账册亲自交到他手上，我写的字只有我亲自解说，他才能看懂。我就说老六叔是个深明大义的人吧。走，拿着账册和纸笔，咱们去找李二。来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老六叔，是我们黑风寨上管账目的。这是李三老师的哥哥李二。账本呢？拿出来啊。No。李二先生，这是我们黑风寨的账目，您不是说有空吗？麻烦您帮忙整理一下，老六叔写的东西只有他自己能看懂，要想捋清账册，还需他从旁协助。从今往后呢，账目交由你管，至于银钱呢，还是老六叔管。相信你们俩一定能把账目组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。李二先生，老六叔年岁大，脾气也比较急，凡事多担待。那是自然。那你们忙，我这就出去了。那给你重新抄腾账册的纸。他悄悄地把耳朵贴在门上，想听听里面的情况。姐姐既然来了，为何不进屋呢？刚到，也是刚到，怕你们算账烦闷，给你们送些小食。你们继续。还说不忙着整理账册，我屁股还没坐热，就把账本送来了。
还不是看你闲。当我们黑风寨的饭那么容易吃到嘴里啊？你说什么？我没有听清楚。老六叔汗毛一下立起来了，他感觉李儿就是个变态，脸上并无表情，甚至连声音都平淡之至。可老六叔就是感觉，如果他敢重复一遍，李儿下一秒就会抱起，拿凳子把他脑壳掀开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好人不和疯子为敌。没说什么，没什么。老爷，大少爷，有个路人受人所托来送信。出去吧，无事发生，无需惊慌。爹，是谁的信？文墨的。文墨说外出有事儿，除夕夜就不回来了。文墨不会遇到危险了吧？前阵子有人登门送礼，全都是贵重物品，还有数十张大额银票，应该是京城那人给文墨送来的。文墨向来懂事，除夕前离开，应是京中来人相见。爹，既然京中那人如此重视文墨，为何不接回去？不该你打听的事儿少打听，更不要出去胡说八道，否则会连累周家。当年京城那人四面楚歌，才不得已把他暗中送出来，对外只说质字夭折。现如今情形好了一点儿，但也只是一点儿，还不是接文墨回去的好时机。沈桃传来之后，黑风寨才开始记账。周文墨只用了2个时辰就把账册整理出来了。咋了？哭丧着脸。我爹让人来接我回家。回家是好事啊，谁过年不回家呀？我不想回去，家里无趣极了。哪有你这有意思啊？我都能想到除夕夜我家的菜单，有鸡，有鱼，还有一盘炖的软烂的猪蹄子。我娘大年夜忍不住困就去睡了，我爹端着画板子看得津津有味。能回家的下人都回去了，回不去的也都聚在一起吃酒。对我来说无趣之极，大年初一初二还要拜访各路亲戚。别让人等急了，快回吧。对了，你是不是要给你舅舅拜年啊？正好可以打听一下咱们上次商谈的事进展如何。那好吧，我走了，记得让老六叔和卢奇说他们想我。办妥了？少爷，已经办妥了。既然在黑风寨，咱们主仆的礼节就免了，你就喊我哥哥吧。拿着这个去和暗部联系，让他们查一下沈桃最近和徐以德商谈了什么事，趁着夜色去，速去速回，别让黑风寨的人起疑。李二先生，既然留下了，就是一家人了。按照习俗，大年30要包饺子，你也一起来啊。不会包没关系，我教你。包几个带铜板的饺子。哦，这是何故？当然是讨个好彩头啊。谁吃到带铜板的饺子，寓意来年能发大财赚大钱，身体康健。哈哈，我一定多吃几个饺子，一定要吃出带铜板的。嘿嘿嘿，我也要吃到，那咱们就比一比，谁第一个吃到。你们先吃啊，这后面的马上就好。不急，大年30，我们等一等又何妨？咱们一起吃，看谁能吃到彩头。陆琪，你是担心你婆娘吃不到吧？开吃。怎么样？有吗？你不也没有吗？要是有，你早就出声了。哎呀，恭喜发财呀！李二先生，来年你要发达了。你运气真好，第一口就吃到铜板，兆头好得很。来年身体康健，财源滚滚。不行，李二先生都吃出来了，我不服，我们后勤组的人也必须吃出来。所有后勤组的人，加把劲儿啊！得嘞，得嘞！硌死我了！第二个被你吃到了。临近下午，黑风寨院子传来了马匹的长嘶声。冯公子，大过年你不在家，怎么又跑上来了？当然是有好事儿。沈桃呢？桃儿在房里烤火呢。你咋回来了？桃儿有好事儿。我今天上午去舅舅家溜达，舅舅说你们的户籍下来了，原本要等到年后才会通知你们，可我想着你可能等不及，就央求了舅舅。我就说了，县衙里有人轮值，他交代过了，可以让咱们今天取出来。走啊，那还等什么呀？话说，海边一颗巨石被海水日夜冲刷，吸收天地之灵气，大海之精华。忽然有一天，雷声翻滚，一个炸雷自9天劈下，一道白光晃得世人睁不开眼。这炸雷呀，不偏不倚，正中海边巨石之上。一时之间，天地变色，云层翻滚，只听咔嚓嚓的声音，巨石被劈成齑粉，一道身影飞出，
今天先到这里，咱们该准备年夜饭了。以后有机会我再跟你们讲后续。啊？就不讲了？你们猜头儿那个布包里装的是啥？不会是要给咱们发红包吧？是不是谁第一个拜年，谁的红包最大？兄弟，瞧我的！桃儿，新年快乐，万事吉祥！笑啥笑啊？咱这儿对桃儿表示恭敬和感谢。伯父你们也来。陈老六，年46，户籍归属楚州郫县，是户籍，是我的户籍。来，大家伙，端起你们的酒，咱们碰一个。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谁要是哭鸡好尿的，罚酒。等我把户籍收好，再回来碰杯。姐姐，感谢你的收留，祝你新年快乐，万事顺遂。万事顺遂。今天是初一，周文墨和陈乔谎称要回家看看，就跟沈桃告了假。少爷，起来回话。少爷，已经查出来了。腊月28那天，冯家公子带着一位女子前往徐以德的府邸拜见。当天下午，徐以德就向全通银号平县分号的掌柜李台递了拜帖。李台当晚在庆丰楼设宴，宴请徐以德，两人密谈许久。第二天，李台就召集人手开始测算。我托人打听了一下，李台是在预估平县百姓手中存银，并计算存入和拆借银两给百姓的获利点。我记得全通银号是我父亲的产业，给他写封信，让他关注下平县分号的动向。是。新年快乐，这几天没什么生意，你休息几天，初6再营业吧。好，谢少爷。日子平顺溜过，转眼到了2月底。来，翠兰，把玉米棒子掰下来。东家，还是你来吧。那我可就上手了。翠兰，你总是担心这2种植物只开花不结果，人家的果实可是长在地里的，你翻开看看。东家，确定让我来？1个、2个、3个，一堆。竟然这么多吗？东家，这确定能吃吗？当然啦，不仅能吃，还很好吃呢。只是咱们需要留种，没法让你品尝。等以后结得多了，我让你吃个够。这1株就能结这么多，还结得这么大，要是能吃，我们农户就再也不用挨饿了。风明，你知道去哪儿买地吗？需要找你舅舅批吗？这事找他还真没戏。平县的地都是由百姓耕种，你要是想买荒地，倒是可以和我舅舅说。只是开垦荒地不是件容易的事儿，头几年别想有好收成。你若是诚心想买地，我家里倒是有一些，都是我娘的陪嫁，每年都另给百姓耕种。若是你需要，我可以说动我娘卖上几百亩给你。沈桃嘴角抽动，冯明家可真是财大气粗，几百亩都说得轻飘飘的。现在地价如何？有一次我听我爹说，肥一些的土地大约是12两一亩，瘦一些的也要卖到10两一亩。那好，冯明，你帮我跟你娘商量一下，看能不能买200亩。好嘞，我这就下山和我娘商量。约莫下午，冯明从平县返回。桃儿，我和你说，我娘同意了。你有时间，咱们随时可以去县衙过手续。行，明天就去。咱们早就商议过，手里的余钱要买地，现如今已经找到人脱手。明日咱们放1天假，大家跟着我去县衙办手续。我决定买肥田，12两一亩，手里的钱刚好可以买200亩。黑风寨现在有58人，但是这钱呢，是我们原始53人赚下来的。李二先生、李三老师、蒋昭、蒋盼还有翠兰，你们来得晚，这地暂时不能分给你们，等下一次再分地时，自然有你们的份额。53人，每人可分到3亩7分地。这地虽然写在每个人的名下，可还是需要黑风寨集中管理。但凡谁想要脱离黑风寨，可以到我这里取回地契。大家有意见吗？没有，黑风寨的事儿全听你的。好，既然没有，明日一早咱们就去县衙。翌日，沈桃找到冯明的娘亲，拱手拜谢。沈姑娘，你不必客气，你替明儿解除顽疾，我感激不尽。不过是出让一些土地给你，你不必介怀。就是啊。冯夫人，以后有用得到我的地方，一定要知会一声。隔日，他兴冲冲地拉着冯明去看地，打算规划一下怎么耕种。我自家的地每年交了赋税，就没剩多少，根本不够一家吃啊。租种冯家的土地虽然辛苦，多少还能余一些粮食，让家人不至于挨饿。现在他们把地卖出去了，
我那一大家子人可怎么办呀？我家也是这个情况，你们知不知道是谁买了这块地？咱能不能跟他商量一下，继续租他的地呀？莫说咱们不知道是谁买了地，就算是知道了又如何啊？冯家与人为善，租金只收3成，比其他员外都低一些。换一个人能体谅我们农户吗？若是租金再往上抬，咱们耕种1年1口粮都剩不下。哎，桃儿，要不你还是把地租给他们种吧。黑风寨的人有别的活计要忙，也没空侍弄庄稼。大家伙莫急，这块地是我买下的。你年纪轻轻，看衣装也并不是大户人家的小姐，你说地是你买的，你不是诓骗我们的吧？不瞒各位，我是黑风戏楼的掌柜，我姓沈，名叫沈桃。我身边这位呢，正是冯家公子，有冯公子在场，我还能诓骗了你们不成？没错了，我说咋这么眼熟呢？我年前上县城买年货，路过一家酒楼，正赶上什么演员见面会，我就在酒楼外远远的瞧见过他，就是他带着演员们进了酒楼。沈姑娘，今年这地能不能继续租给我们耕种啊？当然，你们租冯家土地交3成地租，到我这里也不变。我之所以买地，是打算培育新的粮食品种，不过现在还在试种阶段，能不能成功还看耕种的人细心与否。我有一个提议，若是你们还想租我的地，就要帮我种上半垄的新品种，新品种结出的粮食当一部分地租抵给我，可好？粮食抵了地租，再交了税，所剩收成不过是几垄地的。若是这新品种下去，结不出粮食可怎么办呢？只要和你们的田一样精心伺候，必是能结出粮食。我会定期来检查，若是打不出粮，收地租时我适当减免即可。不过你们可不要对外给我张扬，说我减了地租啊！倒是别家土地的租户闹着要减租，旁人找到我头上理论，我可就要给你们涨租了。不会，我们保证不说。那好，明日你们拿着与冯家的合同再来这里，我按着那份合约重新给你们写过。谢谢沈姑娘了。桃儿，你培育新的粮食品种为何要与他们说？咱们自己偷偷培育，回头卖大价钱不好吗？若是提前和他们说了，万一他们偷偷留种，岂不坏了你的大计？培育种子本就是为了百姓能种出更多粮食，留了就留了，不需要苛责。都说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，我还没有到兼济天下的程度，可一点种子还是能舍得出。从没有听父亲说过兼济天下这样的话。将士以性命保卫边疆，读书人登上朝堂，想开创太平盛世，福泽百姓。他们商人能做什么呢？冯明第一次认真思考这个问题，是不是跟着他，看着他，自己也能为一方百姓造福呢？姐姐，何事如此慌张啊？我有事和你商量，去你屋吧，正好你屋里有纸笔，省得再取。这是咱们屋后不远处的景致，你看这里山峦错落有致，你看这里平坦且树木稀少，这里呢可以挖水塘，这里呢圈地养鸡羊，还有这儿可以搭个茅草屋。姐姐，你是想扩建寨子？和你商量个事儿啊。姐姐但说无妨。你以后别叫我姐姐，我听不惯。那叫什么？反正你别叫姐姐，和旁人一样叫东家，叫沈姑娘或者沈桃，桃儿也行。就沈姑娘和东家都显得生疏，我正巧大你1岁，就叫你一声桃儿吧。我想在这里弄个旅游景点。何为旅游景点？就是供那些公子小姐出游玩乐的地方。哦，明白。对，你画的真好。对了，这里画个观景台。李二先生可太可了，这简直就是一幅建造图纸啊！辛苦李二先生了，这张手稿我先拿走了，你身体羸弱，在屋里歇着吧。前脚画完图，后脚就把我给蹬了。陆琪，我说桃啊，为啥你每次喊我都处在如此尴尬的境地？桃，你刚才找我，那你看看。桃，你这是要……冬天过去了，平县的公子和小姐们都要出来放风了。咱们这地方山清水秀，正好适合打造一个游玩场所。你们后勤组从今年开始就按照纸上所绘制的进行建造吧。线下山上光秃秃的，就算建成了，能有人来吗？建造需要时间，等你们建好了，山上都绿了。再说了，你天天在这里都看腻了，岂能看出其中的好？游玩一事，就从自己待腻的地方去到别人待腻的地方。黑风寨的人风风火火地干起来，距离小燕子传奇已经过去了2月有余，是时候让黑风戏楼再演一出戏。
冯明看了沈桃画的奇奇怪怪的东西，一阵好奇。哎，桃，你这东西是干什么用的？喝茶的。你确定这个10年也是喝茶用的？你别看我见识少就诓骗我啊！真是喝茶用的，等打造出来，我专门请你喝茶，让你看看用法，好吧？那行，走吧，我带你去定制。你看，那个和我家用的一样，我家就是在这儿订的。我敢说，全平县有钱的富户都是在这里订的用具。这位公子想买点什么？掌柜的，麻烦您给看看，这些东西能定吗？请问这位姑娘定制这些有何用啊？你管这些做甚？你只说能不能做吧。公子莫气啊，自然是能做的，只是要耽搁几日，价格也略贵一些。这些够吗？走出门，沈桃又拉着冯明去买茶。茶的种类很多，沈桃只挑了些中等品质的茶。桃儿，你订茶具舍得花银子，怎么买茶却抠抠搜搜的？抠？这叫节俭。茶具能一直用，自然要买好的撑场面。茶可是消耗品，还是用来招待游客的，买好的岂不是亏了？美女的事儿你少管。对了，咱们这儿的文人大多在哪里聚会啊？平日他们都要去书院读书，除非有人专门组织，否则不会聚会。那咱们平县最有名的书院是哪家？我想去拜访。莫非平县没有出名的书院？自然是有的。春心书院是平县最出名的书院，这个学堂的创始人被世人尊称为朱柳先生。他曾入朝为官，因看不惯官场尔虞我诈而请辞回乡，开办了春心书院。他为人刚正不阿，招收弟子必须要有真才实学，还得通过他专门的考核。想见他的人太多了，只是见他着实是个难事。求见者需要对得上他的诗，还要求工整，合他心意，且必须是求见者本人对出来的，他才会见。呵，退！他上了那么多年学，但凡考点别的，他都不至于答不上。走，咱们去黑风戏楼。到了黑风戏楼，沈桃拿出纸笔开始书写，写的是一道困扰现代人的数学脑筋急转弯。村民张三手里拿着一条价值8文钱的鱼，准备拿到集市上卖。路遇同村的李四，他以9文钱买下张三的鱼。张三路上又遇另一卖鱼者，他以10文购得，在集市上11文卖出。有人说张三赚了2文，也有人说张三赚了1文，还有人说呢，张三赚了3文。各说各有理，请竹柳先生指正张三到底赚了多少文。桃，你问竹柳先生这个问题岂不是小题大做啊？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张三也是赚了1文钱。不信你听听我的算法啊，8文的鱼9文出赚1文，10文再买入赔1文，11文再卖出赚1文，赚2文赔1文，总体来说不就是赚了1文吗？你若换一种思路呢，把这当成2次不同的交易来想。第一次价值8文的东西9文卖出赚了1文，第二次价值10文的东西11文卖出又赚了1文，这不就是赚了2文吗？桃，你说的也有道理啊，那答案就是赚2文吗？若竹柳先生的答案真是赚2文，那就有意思了。先不说这个了，冯明，你在这里等着，我把信送到春心书院，再回来找你。来到了春心书院。你找谁？听闻竹柳先生学富五车，我等遇到一难题，已写于信中，恳请竹柳先生能帮我做主。我不确定竹柳先生是否会看，我尽力给你递上去，要不你明天过来等消息。何事？先生，书院门口来了一位姑娘，她说有一难题无法破解，想请您指点。拿过来。活得久了，什么事儿都能遇到。来拜访我的多是想和我攀关系，写信给我的定是要宴请于我，反正都是有事相求，倒是第一次碰到求我解题的。有趣，当真是有趣。好了，你先下去吧，这当真是难题呀，老朽也要细细思考。1文2文尚有道理，说赚3文简直是狗屁不通。先生真是有雅兴，也不怕风大伤了身子。蜀江，你来的正好，今日有人给我传信，问了我一道难题，你过来一同看看。这明摆着就是赚了2文钱，这有何难呢？不，背后出题之人实在不简单呐。从表面上看，这人分别2次各赚1文，一共赚2文。可从大局来看，他赚少了。
赚少不就是亏了吗？莫老，这做和气，一条鱼价值8文，最后一次交易他却11文卖出。买鱼的人是傻子吗？实乃这鱼值11文。张三若是探听好市面价格，8文钱的鱼就可以以11文卖出，岂不是能赚3文？结果他费心费力交易几次才赚到2文钱，岂不是亏了？莫老说的有理。把这封信抄誊几份，送去给学子们讨论。我呀，对这个出题人感兴趣了。隔日，沈涛再次来到了春心书院。他不是来等结果的，而是来送信的。信中依旧是一道难题，恳请竹柳先生帮我等破解1文钱消失之谜。题目是：3名男子一同住客栈，有带3张床的房间，需要30文一晚。3名男子每人出10文钱，住下了。傍晚时，掌柜家人来报信，说他家夫人给他生了个白胖儿子。掌柜心中高兴，决定给住客栈的人减免几个铜板，讨个吉利。故而他差遣店中伙计取5文钱返还给3位。伙计拿着5文钱，心想3个人5文钱，这也不好分啊。他心中起了贪念，偷偷地藏起2枚铜钱，给3人各自返还1枚铜钱。3人原先住店各自付10文，被返还1文就是付9文钱，3个9文钱就是27文。伙计偷偷藏了2文钱，这就是29文。明明最开始3人共拿出了30文铜板，现在怎么只剩下了29文？消失的1文钱在谁手里？莫老师万万没想到，刚解决一个难题，就又送上来一个。他对送信之人越发好奇。莫老，来得正好，树江快帮我看看这题，好生刁钻呐。他快速读过，整个人陷入迷茫。对呀，那1文钱去哪儿了？莫非在掌柜手里？不可能，若掌柜想贪这1文钱，何故要返还人家5文？不在掌柜手里，就肯定在伙计手里。他不只贪了2文，而是3文。我思来想去，这1文钱还是在伙计手里，他本就手脚不干净，肯定是他没说实话。题目严丝合缝，说他藏了2文，就是2文，肯定还有其他疏漏。莫先生，舒夫子在里面吗？轮到他讲学了，学子们已经等了好一会儿了。在，让他们先温书，我这就过来。莫老，要不我拿去给学子们讨论一番，人多了总是有不同见解，说不定就想出来了呢。更何况人家出了难题，咱们春心书院要是答不上，那可就丢人了。拿去，书江等我也去听一听。这题一拿到堂上，学子们就炸了。一群人拿不出理由，只知道咬着一个思路吵，不堪大用。莫要躲了，你过来。莫老，您就饶了我这一次吧，我发誓我一定好好看门，再也不偷听了。既然你都听了，还听了许久，那你说说，这消失的1文钱到底去了哪里？哎呀，我让你说，你就大胆的说。我家家境贫寒，我娘为了供我读书，就在集市上支了个摊子，平日我也会去帮衬，经常接触铜板。我听了里面的话，觉得这题出的不妥，刻意引导我们往别处去想，实际根本就没有那1文钱。哦，你说说，这题哪里不妥？最初3人住店，每人出了10文钱，一共30文，这个圈就代表30文，后来全交给了掌柜。后来他们每人回收1分钱，那每人出9文，一共27文，这个小圈就代表他们出的27文钱。这27文当中有25文是掌柜的，而另外2文被伙计摊下，所以根本不存在消失的1文钱。题目故意引导我们往错处想。你不错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小的姓于，叫于修志。好，于修志，你是个好样的。明天你不用再看门了，进去和他们一起读书，暑修就免了，笔墨纸砚由春心书院承担。谢谢莫先生，我往后一定用功读书。行了，起来吧。
去找树江安排，就说是我吩咐的。送题的小狐狸说不准明天还会来，他一定要抓住这个小狐狸。转眼到了取茶具的日子，掌柜，我店的陶器做出来了吗？做出来了，我这就给您去取。难怪贵店生意兴隆，手艺当真不错。这位姑娘，有个事儿好像与您商议一番。您订的这些茶器，从图纸上看有些笨重，可烧制出来却端庄大气，浑然天成。我们能否烧相同的样子卖给其他客人呢？掌柜，我和你谈一笔生意，你大可以卖我这种茶器，可一旦卖出要给我抽成，我也不多要，只要你利润的1成，如何？好，我答应你，每个月你到我这里算账就可。还要麻烦掌柜写个字据。你说这些东西是喝茶用的，现在瓷器都到手了，何时给我泡茶？还得去买几样东西，买到了才能泡茶。马车停在了春仙书院门口。你找谁？麻烦你把这封信转交给竹柳先生。莫先生等的竟然是你，你进来，请随我来。莫先生，送信之人到了。哪儿呢？哪儿呢？小姑娘啊，你可把老朽为难坏了。接连2封信，老朽想的头发都掉了不少，只剩寥寥数根呢。你本来就头发稀疏，怪我了。那竹柳先生可想出了答案？自然，否则怎敢见你呀？还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？既然我害老先生掉了头发，那我请老先生喝一杯顶顶好的茶，可好？老朽一把年纪，但凡能叫上名的茶全都喝过。小姑娘竟会说好听的话诓骗老朽，你几次3番出题考老朽，不就是为了见老朽一面，求老朽办事吗？说吧，但凡老朽能办到，一定去办。我真没诓骗您，我这茶您保证没喝过。这样，以5两银子做赌，若是您喝过，我给您5两；若是您没喝过，您给我5两，可好？这可是你说的，茶在哪儿呢？那您得跟我走，我这茶可有讲究，非在那处喝不可。哟，说的老朽愈发好奇了。前面带路。小姑娘啊，你说带我来喝茶，就是在这里啊，倒是个好地方，人们勤恳劳作，可敬可佩呀。先生，不是这里，还要再往里走。站在观景台上，莫老眺望远方，视向豁然开朗。不是说喝茶，你怎能带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过来？您老别操心这些，只需等我把茶煮出来。你去外面捡点茶，把地上的炉子引燃，烧上一壶热水。冯老，这叫制茶，若是有茶饼就更好了，没有茶饼，我就只能用一些散茶替代。先生，这叫烫盏，欲点茶须令盏热，冷则茶不服。这一步叫调高，凉茶受汤，调如溶胶。莫老，这一步需挑高在茶上作画，我本事不行，要不您来试试？这还能作画？老朽活这么久，还不知茶能这么泡，高，实在是高啊！意境如此高远，老朽怎舍得喝呀？泡茶不就是用来喝的吗？莫老，您快尝尝。虽然苦，但是如此精细的制作方式，已经将茶的原味激发出来了。我也想学。老朽总认为见多识广，可现在看来啊，是老朽狭隘了。小姑娘，你不错，你很不错。对了，还没问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姓沈，叫沈桃。老先生若是不嫌弃，就和别人一样，叫我一声桃儿。这有什么嫌弃的？叫桃儿显得亲切。不过你大费周章请老朽喝茶，怕不仅仅是喝茶这么简单吧？让莫老看出来了，我这地方搭了观景台，还有茅屋点茶，外面还有水塘，还养了家禽。平县的公子和小姐们若是不嫌弃，可以到我这里体验野趣。贵书院的学子们也可以在观景台上吟诗作画，天天读书也该换换脑子。桃儿说的对，老朽今日一来啊，便觉天外有天。
也是该让那些学子们出来见见世面。不过，你这小妮子古灵精怪的，应该不会自掏腰包让学子们来玩吧？老先生，你们春心书院是我的第一波客人，能不能打响名号，就全靠你们宣传。所以你们春心书院的人一起来玩，我愿意自掏腰包，还让他们看看百姓疾苦。不过学子们要是觉得有趣，携带亲友的再来玩，那我可是要收银子的。好，3日后是我们学院的休息日，我们就定在那一日来。海青桃，给我那些不争气的学生上一课。得嘞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冯明这厮是个能显摆的，就把周文墨、陈乔、鲁齐、老六叔全叫到了茅草屋里。哎呀，我说冯公子，喝你一杯茶也太麻烦了吧？等你弄完，等着喝茶的人都渴死了。少爷，这里风大，您身子骨也不好，还是回去休息吧。陈乔啊，你觉得沈桃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桃啊，她是一个善良的女人，聪明的女人，是个大方的女人，是个顶好的女人。黑风寨里没人不喜欢她，谁要是娶了她呀，3生有幸。少爷，你不会？陈乔，你是知道我身份的，你也知道我在这里待不久，早晚要去往那浑浊之地，与人争名逐利。家里还会为我寻个门当户对的贵女，即便没有感情，也要让2个家族互相加码。沈桃是个自由的人，甚至比更多男儿都有志向，她不该待在后宅。我不会那么自私，也不能那么自私。最近这段时间我很快活，从来没有的快活，只是这平静的日子就快结束了。少爷，京城那边准备接您回去了吗？下月底京城就会来人，临走前帮沈桃把银号的事办妥吧。曾经的他一直期盼能跟少爷回京城，辅佐少爷建功立业。现如今他犹豫了，心里还有隐隐的抗拒，只是不能说出口。他走以后，谁来教黑风寨的人写字？又有谁来教黑风寨的人武功？他的房间还会给他留着吗？一会儿春心书院的学子们就要来了，这是我们的第一批客人，所以我们要拿出态度。我昨晚怎么教你们的？老六叔，说来听听。见到客人要礼貌，要微笑，语气要欢喜。鲁齐叔，有要补充的吗？当客人需要帮助时，要尽善尽美。他说想上茅房，就要亲自把他带到茅房门口，不能随便一直了事，还要见缝插针地向客人推销我们自己。好，解散。春心书院的人马上就到，列队，欢迎各位来游玩。春心书院的学子们，看我这边，这次由我带队，领着你们四处看看。想必各位都听说了，去年有流民进城，没吃没喝的，许多流民就想着进城讨生活，许多人找不到活计，为了一口吃的又偷又抢，导致平县人人自危。县令大人为了许多平县百姓能够安稳的过日子，不得不关闭城门。我们就是那些流民们，背井离乡，不得不在这个山头住下。不过县令大人也帮了我们很多，否则你们就见不到我们了。县令大人的功绩我们后面再说，可以先看看这茅草屋，这就是我们最初搭建的容身之所，各位可以进去看看。这茅草屋这么大的灰尘，能住人吗？你们没吃没喝，在这山上靠什么生活啊？找野果，啃树皮，打猎，但凡是能入口的，全部都往肚里塞。那后来呢？后来你们怎么办了？那你们瞧见那姑娘没？她呀，就是我们的领头人，我们全部都听她的。也正是在她的带领下，我们才吃饱了饭的。啊？你们全听她的？她那么年轻，怎么可能啊？卢婶子把沈桃如何发明跳棋售卖，如何在集市上教他们套圈，又教他们怎么卖豆腐，润色说了一遍。原来如此，我以为你们要么是传承几代富起来的，要么就是小富之家安居于此，没想到你们竟都是贫苦人。不得不说，绝处逢生，你做得很好。莫老谬赞。为了让学子们觉得此处有趣，黑风寨还设了跳棋比赛、套圈游戏。此处阳光正好，微风拂面，眺望远处，各自做一幅画吧。是谁在抚琴呢？是我们这里的账房先生。我本想在山下找一抚琴高手给大家助兴，没有想到我这账房先生倒是懂琴，今日献丑，夫子莫怪。一天到晚就献丑了，比我还讲规矩。这若是献丑，
我春心书院可没脸立于世间，老朽可不等你们了，老朽要去喝茶听琴。沈桃准备请人抚琴，李二毛遂自荐，连琴都自备。沈桃就算再眼拙，也发现了李二的不同之处。日日跟随在李二身边的李三，能文能武，也不像普通人。两人应该不是兄弟，而是主仆。这对主仆并未做出对山寨不利之事，且处处为山寨着想。沈桃也就睁只眼闭只眼，毕竟黑风寨真没什么可图之处。老先生若是有空，一起喝杯茶可好？那就麻烦公子了。我的天，我喝了这么多年茶，竟不知茶能打出白色的东西，莫非用了特殊的茶？不像，我鼻子灵，刚开始制茶时，我闻到了淡淡的茶味，和我爹喝的茶一样。感情喝了这么多年茶，却不知道茶还可以这么冲泡啊！你们看他在干什么？他好像在茶上作画。这茶呀，我可是喝过呢。我不仅喝过，我还在上面做过画，就喜欢看你们没见识的样。乖乖，这茶这么美，得是啥味儿啊？你还想一口？我都不舍得喝，我光看着就心情愉悦。请。小小地方，藏龙卧虎啊！竹柳先生玩笑了，您能喝我的茶，我三生有幸。哎呀，我说莫老，你可别客套了。你要是不想喝这茶，就给我喝一口，我都快馋死了。在下还有事，准备先行一步。各位若是不嫌弃，可以亲手尝试这点茶之法。我来，让我试一试。你比我入学晚，你得谦让，让我先来。像什么样子？一个一个来。桃儿，这茶我喝过了，地方让给这些孩子。你不是有个鱼塘吗？带我去捉鱼，我中午想尝个鲜。好，咱们走。你们动作轻点啊，别把人家的东西弄坏了。你们若是想买相同的茶器，可以去吴阳巷，我就是在那儿订的。你呀你，这时候还不忘赚学子的钱。老先生，民以食为天，我不赚钱怎么养活这么多人啊？谅解一下。好，谅解。喝茶这般有讲究，想必很快就会流传开。我必是要去吴巷买上一套茶具，回家好好练习，到时让我的朋友们也开开眼。程兄，你去买的时候叫上我也要回去练习。不得不说，这点茶之法当真精妙。看了刚才那位兄台点茶，我都觉得这么多年的茶都白喝了，如同牛饮呐。学子们，这一环节结束了，咱们前往下一个地点吧。婶子，下一个玩什么？这都晌午了，该吃些东西了。你们瞧见那个山坡了吗？那里有水塘，还养了家禽。我们东家说了，今天午饭吃什么，可就全靠你们自个儿了，抓到什么吃什么。哎，咱们分工，你去抓鸡，你去抓鹅，你还有你，咱们一起抓羊。怎么，学子们弄得不好吃？吃了一口他们烤的玩意儿，我现在看到路边的野草都觉得鲜嫩可口。这次没白来啊，我看到了我们书院还有学子的不足之处。这些学子若真考出功名，那是要当官的。当官的不知人间疾苦，岂不祸害了一方百姓？以后我要常带他们出去，还要教他们烹饪，去京城赶考。万一遇到点意外，岂不是连口饭也吃不上？对，还得锻炼体魄，抓个鸡抓个羊都累成这般，不堪大用。用过午饭，都过了未时，莫老提出离开。学子们意犹未尽，偷偷和卢婶的打听，问以后能不能带朋友来玩。能，当然能了，我们还会安排更多的东西呢。乌阳巷陶器店。掌柜，这些摆哪儿啊？放最下面那排吧。几位公子想买什么？泡茶的，就是那样的壶，还有那样的茶盏。您得说具体一些，要不您看看这货柜上可有您说的？哎，那个，就是那个。大陶炉、大陶壶用来煮水，小陶炉、小陶壶制茶，
茶账我多要几个，掌柜你一起算。公子说的可是这些？正是，我来一套。我也来一套。掌柜的有点懵，发生啥事儿了？怎么这么多人要买这款？石臼、石碾、石磨，这里有吗？这个真没有，你们去石器店问问。你们怎么不备齐啊？还要我们再跑一家？掌柜，你真是有钱也不会赚。掌柜的被那学子说的一脸懵，怎么就有钱不赚了？钱到底去哪儿赚啊？还有人嫌钱多摇手？头儿，这怎么不上客人呢？咱们筹备了那么多，这要是不来人，不白忙活了吗？莫急，你得让学子们把牛吹出去吧。这几天他们都忙着读书，你们稍等几日，让消息酝酿酝酿。对了，前几日学子们做的画放在哪儿了？寨里有人觉得好看，你就拿回去贴自己屋了。咱们不是空着很多茅草屋吗？把那些画全都挂进去。这可是春心书院的学子们画的，有影响力着呢。就在这时，黑风寨里来了个骑马的中年男人。这里有一位姓沈的姑娘吗？我姓沈，敢问这位大哥寻我有何事？竟是这么年轻一姑娘，你们这地方可太难找了。若不是东家跟我说山脚下有个摊子，我还不一定能找到呢。翠兰，去给这位大哥倒点水。他谁呀？我也不知道，等等看他怎么说吧。沈姑娘，我东家姓邱，你可知他全名叫什么？莫非是邱纯让你来的？您知道东家名字，那我就没找错了。沈姑娘，这是我们东家让我送来的，必须亲自送到您手里。现在东西送到，您可有话传给东家。一目十行的看完，邱纯这是给他送分成来了。怕沈涛怀疑，他还罗列了一些账目。小燕子传奇在孟浦县大获成功，我已经拿出利润的一部分，在几个村里开设了免费学堂。线下我准备将小燕子传奇开到京城去，赚取更多钱财，铺路修桥，造福乡里。邱家先祖大义，我等后辈也愿效仿，蒙亲点醒，实乃幸事。先按约定拨付利润的30%，白银1900两，特派亲信之人送到你手上，盼回信。你帮我回去告诉你东家，此一去山高水远，盼他万事小心。得嘞，那我先行一步。看到没，有钱入账了。啥意思啊？无缘无故给我钱？说吧，你是不是有事要求我？求个屁！开西楼是不是说好了吗？西楼所赚到的利润有你20%，本该分你380两，可看你最近帮黑风寨揽了这么多活的份上，直接给400两。你要是不想要，那我可收回来了。你冯家家大业大，肯定不在乎这仨瓜俩枣的。给了我就是我的了，你还想拿回去？没门儿！桃儿，冯公子，这是有喜事吗？美女和帅公子的事儿，你少管。怎么说话呢？快给李二先生道歉！你打我！你竟然打我！道歉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行了吧？别和他一般见识，那就是个没心眼的孩子。感觉桃儿在阴阳少爷。哼，冯明没心眼儿，意思他家少爷心眼子贼多呗。冯明跑下了山，倒不是真和沈涛置气，他和沈涛的关系，按他自己总结，那是过命的。毕竟把他肚子刨开的时候，他差点把命给沈涛，所以一点小事无需计较。他下山呢，主要是回家跟他爹娘显摆，毕竟咱腰包又鼓了。李二先生，只有笔钱要入账，你这会儿忙吗？不忙，随我来吧。陈乔就有点无语，刚才还忙着下山，打算亲自挑选一个忠心的账房先生送到黑风寨接替他。现下桃问他忙不忙，他又不忙了。少爷的心思好难猜啊。入账1900两，但之前和冯明有约定，西楼赚的钱要分他20%，毕竟铺子都是他提供的，所以我刚才给了他400两。不该是380两吗？你就记380两，剩下的20两从我个人账上走，算我的支出。沈桃走自己的账也要给冯明钱，周文墨心头很是不快。都是朋友，为何厚此薄彼？他对冯明那么好，对他却一点都热络不起来。桃儿，你这是在教我做假账吗？这怎么算是假账呢？就是我从账上拿了20两，又给提成380两，一共400两。好吧，下不为例。好兄弟，讲义气。没事我就出去了。少爷疯了，挨了下打不但生气，还挺高兴。莫非少爷喜欢这样的相处模式？少爷，咱们还下山不？你说呢？还不跟上？唉，心真累啊！
少爷的心思你别猜，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。爹娘，你们都在哪儿呢？明儿回来了，快去换身衣服，咱们去喝喜酒。啊？喝啥喜酒？喝谁的喜酒？是你姨母的儿子成亲。娘，徐家不就只有你和舅舅兄妹2人吗？啥时候冒出个姨母？我咋不知道？是我叔父的女儿，我的堂姐，早年远嫁到京城，才回来不久呢。你还没见过，自然不知道。啊，那在京城好好的，为啥回来了？嘘，小声点。你姨母是个可怜人，男人几年前患病走了，这些年夫家败落，不得已才投奔娘家。你姨母家的表哥15岁就考中了秀才，学问高着呢。他娶的是举人老爷的女儿，听说那举人老爷在朝中还有好友，说是你表哥在明年的乡试中考中举人，有他岳丈作保，朝中大官随意安排一下，至少是个8、9品的官。你表哥若是不想这么早做官，那继续往下考，保不齐几年后就成了状元。你小子给我老实点，千万别得罪了姨母一家。行，不就是吃席吗？我闭紧嘴巴，专注吃席。你小子就不能安稳一点？今天来吃表哥的婚席，你心里不着急啊？你和沈姑娘的事啥时候定下来呀？用不用我去和你爹娘提提？哎，舅舅，你也知道我头些年什么样，见天挺着个肚子，哪儿也去不成。现在病好了，我还想多玩几年呢，把以前没玩的全都补回来。再说我和桃就是合伙做生意，我跟着他学到了不少新鲜玩意儿。哎，最近我们弄了个风景园，打算引那些公子小姐们过来玩呢。沈姑娘头脑是比你灵活，不过这风景园可不是那么好做的，就那片山头也没什么名人去过，也没什么好玩的，谁会到那儿去喝西北风啊？谁说没名人去过？前几天桃就把竹柳先生请来了。啥？竹柳先生都让他请动了？你说说你呀，有这么好的赚钱机会，怎么不告诉舅舅一声啊？现在人家都建好了，竹柳先生都请了，说啥都晚了。下次再有这种事，你得提前跟舅舅说啊。知道了，舅舅。对了，上次和你商量的事怎么样了？你当舅舅为啥这么高兴？莫非是办成了？那是自然，全通银号打算在咱们平县先推行，若是反响不错，还要向全国推广呢。哎，这消息还没放出来，你别到处宣扬啊。叔父，侄儿给您贺喜了，许久不见您老人家，身体怎么样啊？同喜，我身子还不错，倒是易德呀，你又圆润了些。叔父您先忙着，我进去帮堂妹招待客人。快进去吧，都准备好了，直接入席就行。嘿呀，原先听你们夫妻2人说找到了一位神医，把明儿的病医治好了，我还不信。瞧瞧明儿现在活蹦乱跳的，我心里也替你们高兴。病都好了，明儿该好好读书，争取早日考取功名。这孩子呀，不是读书的料，现在正学着做生意呢。咱们徐家也算是书香门第，你哥哥也是一方父母官，明儿怎能不读书呢？经商有什么大出息？冯富家世代为商，他并不觉得商人有多低贱，有钱有闲，多少人求都求不来。不过徐家这位叔父啊，一直瞧不起商人，与冯母成亲那日他就领教过了。别往心里去，我叔父就是那样的人，读了2本书就自命清高，瞧不上行商之人。你也不是第一天知道，别板着脸了。知道了。那个就是我的堂姐徐倩慈，咱们成婚时她已经嫁到京城去了，你们是第一次见，待会儿可别叫错了。堂妹，咱们多年未见，你怎么丰盈成这样了？这2位是？瞧瞧冯明这孩子长得和妹夫真像。现在在哪个书院读书啊？明儿以前生病，身体不适，荒废了学业，现在正学着做生意，虽无缘科考，可以后也能继承他父亲的生意，我们也就没苛求。这怎么行呢？读书才有出息，经商那是下3流的人才干的。你们姐妹许久未见，想必有很多话要说，我们去和堂哥打个招呼。堂姐，今天客人多，你先招待客人，以后你若是留在平县不走，咱们还有的是机会叙旧。也好，还不愿意与我说话，瞧他那个得意劲儿，嫁与商人为妻有什么出息？
早就在父亲的信中得知，他那儿子不中用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若是我的博文考上状元，你们还不是要巴巴的求上来？呸！他怎么还不下马接新娘啊？对呀，傻了呀！呀，你咋还不下来？博文啊，起码没出什么事吧？你不会骑马，我本就不同意你骑马迎亲，偏偏你岳丈他不肯。若是摔下来，摔到了你读书的脑袋，我看他如何担待。我家博文他不会喝酒，我没让他喝过。他是个读书人，15岁就考中了秀才，以后是有大出息的。喝酒伤身，于读书不利，所以这酒啊，我替他喝。博文他娘啊，凡事都有个商量。今天是博文大喜的日子，这酒啊，何该他自己喝，你可代替不了。怎么就替代不了啊？不信你们问问博文，他愿不愿意让我替他喝？全都听娘的。你们听到了吧？博文说听我的，那这杯酒啊，我就替他喝了。堂弟，咱们20年没见了吧？我还记得你小时候不爱读书，整日在外面与人玩耍，大伯气得拿树枝抽你，抽得你屁股上全是红印子。我是没想到啊，你那么蠢笨顽劣也能当官。既然你都能，我的博文博学多才，定能出人头地，给我挣上一个诰命。我考验过博文的学识，确实比你强些。你都能做到的事，博文也定能做到，还会比你强上几分。休要胡言，堂弟，千次他喝醉了，你不要和他一般见识。大伯娘死得早，大伯一个人拉扯你们兄妹，一个男人懂什么呀？你以前穿的衣服戴的首饰还不都是捡我不要的？现下你嫁了个经商的男人，倒是不得了了。瞧瞧那满头的珠翠，打扮得比主人还要显眼，是想抢风头吗？就你那满身横肉，谁能瞧得上你？眼睛瞎了吧？还有你的夫君，脸长如驴，偏你当个宝，走哪儿都看着，谁稀罕和你抢似的？儿子也是不通文墨，没有出息，不像我的博文。小子，你有空多和你博文表哥接触接触，别净和些没出息的人一块玩。哎呦，算了，你再把你表哥给带坏了。哼，叫你一声姨母那是给你脸了，去了京城一趟就觉得高人一等了？这世上之人只要想活着，那就离不开钱财。没钱你吃什么？没钱你喝什么？没钱你拿什么办酒席啊？哦，对呀，办这个酒席也花不了多少钱。接新娘子的轿子是租的吧？轿帘都磨黑了，红灯笼和红绸也是买人家用过的吧？灯笼都挂灰了。表哥这身喜袍也是旧的，都不合身，边上还缝过。你身上的衣服看着华丽，也是压箱底舍不得穿的款式吧？都老旧了。明明没钱还要装清高，还想要排场，还处处瞧不起我们。想当年我外祖父分家时，分到的东西最少，良田、土地、铺子、房产全落到你们手里了。你们一天到晚以读书人标榜自己，整日吟诗作画，不求上进。结果呢，现在都沦落到办婚事还要用旧的东西的地步。就这，你还瞧不起我们经商的？你个孽障！你少在这里耀武扬威，你花的钱不也是你爹赚下的？我看家业传到你手里，要不了多久也会败光，到时候你穷的要饭，也别要到我家门口，我一口吃的都不会给你。哟呵，我花的是我爹的，这是我这个月赚的，确切说是分红，以后还有，我没用爹娘一分一毫，凭本事赚到的钱，现在还是小打小闹，以后会越来越多。毕竟自己赚钱了，是该拿自己赚的钱好好孝敬爹娘。我们一家就先走了，没吃饱，去庆丰楼再吃一顿。姨母啊，还是多督促表哥读书，也好早些给你们挣到诰命。儿子，太接气了。儿子，干得漂亮，给你娘长脸了。我也没吃东西，去庆丰楼怎么也得把我带上吧。这一日是学子们休息的日子。苏兄竟诓骗我们。我家中略有田产，父母对我疼爱有加，我没别的爱好，一爱抚琴，二爱饮茶。不仅是这平县的茶，就算京城有名的茶，我也浅尝过。我还从未见过有人可在茶上作画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若非亲眼所见，我也绝不相信有人能在茶上作画。那茶打出细细的墨薄，如雪洁白，如雾飘渺，在上面作画，意境高远。若是陈兄你不相信，我可带你亲自一观。去就去，大家一起跟着去做个见证。若真有苏兄所说之茶，所有花费我一人承担；若是没有，苏兄，若是没有，就由我来承担。走。刚听诸位在楼上辩论，说有人可在茶上作画，我等能否与你们同去开开眼界？乐意之至，咱们就一同前往吧。
哎，这些少爷又放旬假了，可不是嘛，经常能看到他们结伴走在一起。这呼呼啦啦一群人是要干嘛去啊？哎呀，文人都那样，找个风雅的地方喝酒品茶，喝一次酒的钱够咱们摆摊干好几个月了。别羡慕人家了，谁让咱没投个好胎，吃苦受累的命呢？苏显摆指路来到了黑风寨。兄弟们，有游玩的马车上山了，快准备起来！卢婶在吗？能让他带我们逛逛吗？我这几位朋友想喝茶，能让婶子给安排一下吗？啊，那位婶子今天不在山上，我让这位大叔带你们玩怎么样啊？是你？你认识他？是他呀，就是男扮女装演坏人，脸上还有一颗大痣，名字就在嘴边，怎么一时想不起来了？是你，荣婶子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我上次见你时怎么没认出来？荣婶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咱是名人，让人认出来了吧？哼，演个坏角色还被人认出来，也不怕把你拉到暗处揍一顿。荣婶子，今天你带我们玩吧。小燕子和紫薇呢？我们能在这里见到他们吗？老六叔才不告诉他们，蒋昭和蒋盼在那边维护水塘，他们要是见了他俩，还有他什么事儿啊？各位学子们，要是想喝茶，还得容我们准备一下。我们现在有2个游玩套餐，不知你们选择哪一个呀？套餐？何谓套餐？上次来还没有呢，你说来听听。一个是文游套餐，一个是野趣套餐。文游套餐是作画、品茶、剧本杀、打麻将，1人1两银。野趣套餐是观景、捉鱼、套圈、捉家禽、烤肉，1人1两银，但是烤肉的价钱要另算，根据你们要烤的东西不同，价钱也不同。若是想2个套餐混着体验，则按每个项目收费。就文游套餐了，我们这里15个人，我先给你15两。您给的多了，稍等一会儿，我去把银子换开，找还给你。说着，他一溜烟的跑了。陈兄，这钱我先垫付，一会儿要是你输了，可记得把钱还给我。哼，那是自然。程兄，程兄，那边的人可是在叫你。父亲，正好遇到同窗，你们自己玩吧，我去找他。荣婶子，风景就别看了，作画也跳过，咱们玩剧本，剧本啥来着？好，那就直接玩剧本杀，等结束了咱们再喝茶。这么简了，苏兄，你自己一个人上当还不够，还带我一起来，你这银子怕是打了水漂了。我手上有4人本、5人本、6人本、10人本，我看你们有16个人，要不就选10人本，外加一个6人本吧。荣婶子，你安排吧。你们看看本子封面，写着相同字的打圈围坐在一起。你们本子的封面相同，可每个人拿到的人物是不同的。记住，本子里就是你的新身份。现在你们不要说话，熟读本子，然后按照本子中的提示一步步来。10人本率先结束，将杀人者揪了出来。太有意思了，这是什么神仙玩法？我刚才好像体验了一把别人的人生。喂，陈兄，回神啊！我这个人物太惨了，我现在觉得自己也好惨。有意思吧？我带你玩的游戏，保证不亏。陈兄，怎么样？竟真能在茶上作画，无论是剧本杀还是这茶，都让我觉得不虚此行。我刚才多磨了些茶，各位可以亲手一试。陈兄这是何意？这是我输给苏兄的，若是有多余，那是我感谢苏兄的。这一趟受益匪浅，是我浅薄无知了。荣婶子，我们都看会了，让我们自己试试吧。眼看天黑，老六叔和鲁奇不得不出言提醒：各位学子，今天要不就到这儿。荣婶子，我们还没玩够呢。天都黑了，再不回，怕是你们爹娘要数落了。啥？天都黑了？哎呦，可得走了，再不回我娘要收拾我了。这一天体验的新东西太多了，感觉过得好快，转眼就天黑了。一眼转得还挺久。下次我们再带朋友来。这时正巧路过全通银行，大家都来听一听，大家都来看一看啊！我们全通银号现在推行新的规则，你们可以把手里的银子存放到银号，没银子的人也可以到我们银号来借。啥？可以管你们借银子？这感情好啊！我正好缺银子，你们借给我吧。啊，你别走啊，你回来说呀！哎呀，一群莽夫，不可理喻！去几个人，把外面局面控制一下，让他们别叫了。我歇口气再出去说。
都吵什么吵？想听规则，都给我站着好好听。再叫嚷，就给我滚！全通票号为了惠及百姓，特别推出了2种规则。第一种叫做存银，你们可以把银子存在我们银号，就以1两银子为例，存1个月，我们就给你10个铜板的利；若是存1年，就有120个铜板。10两银子存1年，就是1两0200文呐。嚯，存1年就相当于白赚1两多的银子啊！大家听我说啊，咱们银号不仅可以存银，还可以借银子给你们，这就是第2种规则，叫借银。这银子怎么借呀？也不是谁都能借到啊，借银给你们，也要提前了解你们是否还得上。你们要把房契带过来，我们会上门估价，还要盘算你1年的记账。假如你的房子价值10两，我们银号就要留下房契做底，借给你10两银子。若是你一时半晌还不上，可以选3年、5年或10年还清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，你借了10两银子，准备借3年，3年的利一共7两半，所以共需偿还17两0500文。平摊到这3年的每个月上，每月得还486文钱。借5年，每个月只需还375文。若是你超过3个月都不还银子，我们银号有权利将你的房子卖掉，来偿还我的银子。我就说你们没那么好心吧，借给我们银子竟还要利，让我们存银，10两银子1年才给1两0200文，钱借给我们10两银子1年就收2两半的利。对啊，存银给的利少，借银收的利多。哎呀，心真黑啊！还不上还要卖我的房子，那我能让吗？再说了，把银子存在你们银号，万一你们银号卷着银子跑了呢？我们上哪说理去啊？就是，咱们可别跟他废话了。迂腐，我们银号不赚银子，难道要做善事和西北风啊？外面借高利贷，10两银子借3个月就要4两的利，在我们这里10两银子借1年才要2两5的利，就分不出好坏来。你不是回家了吗？咱们上次和我舅舅谈的事儿办成了，他让我保密，我就一直没跟你说。今天我下山准备回家，正好路过全通银票号门口，银号掌柜正在跟百姓宣传存银和借银的规则。百姓的反应让我大吃一惊，他们都说全通银号黑心，存银给的利少，借银收的利多，差点闹起来。原本是想做点好事的，可百姓根本不理解。一个新事物出现，人们是需要花时间去接触了解的，要给他们时间，让他们想清楚从银号借银和借高利的本质区别。既然百姓存银可以得利，那黑风寨的钱我得拿去生利啊！沈桃开始满院子的喊老六叔，老六叔正在兴趣高昂的教人家打麻将呢。桃儿，你喊我啥事儿啊？你们找个人接手，我要带你们去个好地方。桃儿，上哪儿去啊？去拿上银子，咱们存到银号里。啥？为啥要存银号啊？我听说往银号存放银子还要花银子呢。老六叔，现在存银子不但不花钱，还要给你银子呢。10两银存1个月，就给你100个铜板。咱们存1000两，1个月就有10两入账。你等着我马上就来。老六叔，已经和我的小亲亲告完别了，走吧。第一次见有人把银子形容的这么清新脱俗的，真是浪费，这么好的菜叶子拿来丢。请问里面有人吗？我们是来存银子的。有人，姑娘里边请。听伙计说你们是来存银子的，数一数，共有1890两之多。姑娘，您打算存多久？您要是不急着用这笔钱，您不妨存1年，这样给的利还能高一些。若是随用随取，利就稍稍低一些。一共1890两，其中1000两存1年，其余890两我们有可能会用的。好嘞，请您带着银子跟我过来。来了，乖，里面还有人锁着嘞。嘿嘿，当然了，这里每天都有大额银两流动，不只要锁门，还要养打手呢。这位姑娘要存银子，小叔我的，是隔壁房间。不小，老薛，得你给办。其中1000两存1年，剩余890两随用随取。陈生，谁叫我？孟蒲县屋子号38479，查一下，1000两存1年，可得利130两，没到日期不可支取。890两随用随取，1两银子1月利为10文，利截止你取钱的前一日，听明白了吗？
听明白了？一定要保管好，若是丢了，就没有取回银子的依据了。就办完了，银子就给人家留下了。喏，你拿着吧，丢了银子就取不回来了。别砸了，别砸了！你儿子把我儿子给打伤了，到现在都还在床上躺着，你必须要赔偿50两银子，否则我就天天来砸你摊子。那天看到你儿子打我儿子的人可不少，你若是不赔钱，我就把你们告到衙门去，让县老爷抓你儿子下大狱去。我儿子打人，自然是他理亏，这银子是该我赔，可我实在拿不出那么多呀。你能不能少一些，再宽限我几日啊？哎呦，我宽限你，那谁宽限我呀？我可告诉你，我就给你7天的时间，你给不上银子，我就去报官。沈桃走上前帮男人收拾。姑娘，公子，谢谢你们帮忙啊，我也没啥能感谢的。你们坐下，我给你们煮碗面吃。才3碗面，这怎么使得？说是平常，我肯定厚着脸皮吃您3碗面。现在你正缺银子，就别推辞了。大叔，是遇到什么难事了吗？刚才那个女人是中士，和我们家住得很近，她也不容易，年纪轻轻就守了寡，独自抚养儿子长大。原本我儿子和他儿子是朋友，小时候经常在一起玩的。前几日不知怎么回事，两人发生了冲突，我儿子一怒之下把他儿子打了一顿。我儿是好孩子，我知道的，他肯定也是气急了才会动手。唉，那孩子也可怜，腿断了，在床上躺了好几天，是该我们赔的，可50两实在太多了呀，我根本负担不起呀。邻里邻居的住着，实在不行就找人调解一下。我请了人调解，可他不依呀，咬死让我赔偿50两。请人调解不了就报官呗，你也不是不想赔，是他狮子大开口，让县老爷去判，判多少赔多少呗。我帮你去报官，只要你实话实说，县太老爷定能给你一个公道。小江，去倒水。小江，我现在要问你打人的事儿，你要如实回答。公子，您问吧。王小江，你和朋友打架，是你先动的手还是他先动的手？是我先动的手，可是后来他也还手打我了，你们看我的脸也被他打伤了。那他被你打成什么样了？当时我在气头上下手没轻没重的，我从地上捡了一根棍子打到他腿上了，我真不是故意要把他打坏的，你们相信我。我能问一下你为什么先动手吗？今天他娘去你爹摊子上闹了，说他儿子被打坏了，让赔偿50两，你要说出前因后果，我们才能想办法帮你。他是不是疯了？吓不成我爹就想狮子大开口讹诈我们一笔。吓我？小江，到底咋回事啊？钟平他娘最近总是过来对我嘘寒问暖的，我爹在外摆摊就没碰上，我还觉得他是热心肠，心里很感动。结果我在山上碰到钟平，他神神秘秘地问我爹喜不喜欢他娘，我当时就惊了，我说我娘刚走1年，我爹还不急着娶。钟平反驳我，他说1年怎么了，还说我娘那样的病秧子谁娶谁倒霉，也就我爹能看上，他早就该死了，自己没有自知之明，若不是他一直拖着不肯死，我爹肯定能攒下更多的银子，这样他娘嫁过来家底丰厚，就不至于吃苦了。他说的太难听了，我气不过就和他吵了起来，我们越吵越凶，他对我娘说出越来越多不敬的话，我实在气不过就动手打了他。肯定是我打了钟平，钟氏自觉嫁给我爹无望，这才狮子大开口管我爹要一大笔银子。不行，我要求找他理论。你还嫌事闹得不够大吗？王叔，今天这事儿其实也有别的做法，就看你的态度了。听小江意思，这个钟氏似乎对你很有意，若你也对他有意，可以找人说和一番，仇人变亲人，这事自然而然就化解了。呸，我爹不可能喜欢他，钟氏不讲理。钟平小时候但凡抱怨一句谁的不是，他不分青红皂白就冲上门去与人吵闹。我虽平日与钟平一起玩，但是我从来不敢惹他。钟平也被惯坏了，为人很是嚣张跋扈，和地痞流氓似的。钟氏是看钟平快到成亲的年岁，他拿不出钱，所以把主意打到我爹头上。我爹性子软，好拿捏，他说真进了我家门，我家肯定会鸡犬不宁。王叔，这是你后半辈子的事儿，儿子再好早晚也要成家立业，
还是要看你个人的意思。小江说的对，我也这么认为，我和他不是一路人。既然王叔对钟氏无意，请人调解也不成，那只能去报官了。王叔，我得先和您说好，小江虽然有理，但是他动手在先，听他的意思，打得还不轻呢。就算是到了官府，这银子您还是要赔。咱们就是让县老爷给判个数额，不能任由他狮子大开口。就是这个意思，让关老爷做主。求青天大老爷做主啊！求青天大老爷做主！冯明，你这是啥意思？又弄什么幺蛾子？舅舅，你没看出来吗？我带人来申冤，请你秉公办理。来者何人？草民。草民王小江，这是我爹王本氏，我状告平和巷钟氏，钟氏狮子大开口，向我家索赔50两银子，才愿平息此事。我大人在先，理当赔偿，只是他所求数额太过荒谬，请青天大老爷为我做主，裁决合理的赔偿数额。你愿意赔偿是吧？这就简单了，去把钟氏和他儿子叫过来，再去请个郎中。你个傻天道的，你把我儿打成这样，你还有脸恶人先告状呢？大胆刁妇，若再喧哗，就治你个扰乱公堂之罪。哎呦，大人饶命，大人饶命啊！民妇再也不敢了。确实是骨折不严重，卧床休息3个月就能痊愈，不会落下病根的。就算不会落下病根，我儿子以后也不能再负重了。只要休养得当，往后与常人无异，无需担心。休养3月，汤药不离口，花10两银子医治也是足够。卧床3月，后面几月不能负重，按1两银子1个月赔付，10两也足够。就这么定了，就这么定了。王家父子赔偿钟氏20两，7日内交付。若是没有异议，就签字画押，退堂。草民没有异议，感谢青天大老爷做主。没有异议。这位公子，太感谢您了，若不是您帮我指了一条明路，我们还不知道要怎么办呀。不用客气，应该的。若真是要谢，就谢谢徐县令，抽空做个牌匾给他送来。王叔，你可千万别去地下钱庄借银子，实在凑不上，你要不去全通银号试试？全通银号，人家能借银子给我们吗？冯明把全通银号门口听到的1510和王本事说了。公子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是真的。爹，咱们拿房契和户籍去试试吧，1个月还486文。你摆摊卖面，我上山采药能还上，还有余。好，听你小子的。隔日，小江啊，你说他们真能借银子给咱们吗？实在不行，咱去找亲戚凑一凑吧。昨天那位公子不是说了吗？他们出的新规则应该行。我信那位公子，要不是他帮咱们去告状，钟氏还不知道要怎么讹诈咱们呢。再说，咱家有啥亲人啊？一个个家里都揭不开锅，还想着和咱们借呢，还是借不还的那种。不从银号借，咱们只能找地下钱庄了。两位今日是来存银还是借银？我们是想借银啊。既然是来借银，想必你们也听人说了，得用有价值的东西抵在这里。你们有房契吗？带户籍了吗？带了。可要是抵了，我们爷俩住在哪儿啊？小江，这银子我们还是不借了。放心，我说的抵不是现在就拿走，我们只是把房契留下，房子你们还照样住着，只要你按月归还欠的银两，还完那天我们就把房契还给你。若是你们赖账拒不归还，我们才会把房子卖出去抵债。还让我们住？对，还让你们住。除了房契不在你手里，一切照常，还完钱就可以把房契拿回去。好，那我们借。地址我已经记下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啥？是不是我们的房子不好，你们没看上，所以不借银子给我们？我们借10两，借3年。您放心，不是不借，而是要派人去看看你这房子，看看位置如何，再看看价值几何，我们估算好才能确定借你们多少银子。你们是第1位上门借银的客人，我们办起来很快的。这2天留个人在家，以免我们去时看不到房子里面。原来是这样，那就麻烦你了。
全通银号的人动作还挺快，下午就有人来王家了。这房子怎么样？不错不错。何管事，我去看了你说的那处房子，还顺道去了那男人摆摊的地方，生意不错。房子呢？房子值多少？房子有些老，但住得很爱惜，院墙也翻新过。重要的是那个地段很不错，离街面很近，要是卖的话最少能卖80两。我已经告诉那小子了，让他明天领个认字的人过来借银子。辛苦你了。这有啥辛苦的？我就是干这个的。得了，我还得回衙行呢，还要领人看房子去。翌日，终于有活了。来我这边，我来办。来我这边吧。急什么急什么？以后你们干活的机会还多着呢。我叫孟有福，你们可要记住我，以后每月还银都要找我，记住我啊。记住了，记住了。房契和户籍带来了吗？已经让衙人去看过了，这房子能卖80两。那你们想借多少银子？10两，就借10两，借3年。10两银子借3年，利一共7两半，3年本利一共要还17两半，每个月还486文。在没有还清这笔银子时，房契要放到我们手里，超过3个月不还，我们就把房子卖了抵债。若是还了很大一部分，卖房多出来的银子，我们会如数归还。听明白了吗？既然都听明白了，那咱们就签字画押。小江啊，阿姨，您帮我念一念这几份合约。好，谢谢阿姨，可以签字画押了。走，小江，咱们去钟家还钱。爹，今天咱们在全通银号借银子，你没看懂吗？凡事都得留个字据，要不然等咱们还了，他死不认账，非说咱们还没还，可咋整？钟氏那人为了他儿子，啥事都干得出来。是这么回事啊？要不再去找一趟你阿爷，让他给写。对，我找阿爷去。小江，公子，是你啊！爹，公子来了。公子，我们按你说的去了全通银号，他们真的借银子给我们了，借了10两呢。你们这是打算去还钱？不是，我打算去阿爷家，让阿爷给我写个还钱的字据，省得我们还了钟氏不承认。那你不用找了，我帮你写。我和我爹都大字不认识一个，家中连纸笔也没有。这有何难？我有纸，正好采购了一些。至于笔，瞧，这不就有笔了？公子，你可真聪明。风鸣尬笑，哪儿是他聪明啊？沈桃总是觉得毛笔和墨不方便携带，所以就削了木炭放在身上。他只是有样学样罢了。聪明的是沈桃。拿着吧，我陪你一起去。谁？我，王小江。哟，你还敢上我家门来？我打死你！你再动手，小心我们去报官。你去报啊，上那个郎中去看看，我是打断了他的胳膊，还是打断了他的腿啊？大婶子，外面说话不方便，我们是来送银子的，要不先进去吧。进来吧。大婶子，你别抢啊，你把字据签了，我马上就给你。字据？什么字据啊？字据上写着，我今天把20两还给你了，这事儿就结束了，咱们两家互不相欠。啥？赔银子就赔银子，还签什么字据啊？我给你签个屁来！我又不认识字儿，我咋知道你那字据上写的是多少银子？这明明我收了你20两，你字据上写的50两，回头再去报官，那我岂不是亏死了？你们老王家一肚子的花花肠子，就没一个好东西。哎呦，我说的婶子，你能不能小点声啊？这外面都能听见呀。听见又怎么了？我这没偷没抢，光明正大的拿赔偿，有谁能说出我的不对啊？谁要是敢说，就让他站到我面前来说，看我不撕烂他的嘴！哎，你这上哪去啊？你是不是压根就不打算赔我银子？你就是拿银子出来给我晃上一眼，骗我签下了收了银子的字据。哎呦，老少爷们儿，你们见过这样厚颜无耻的人吗？我告诉你啊，王本事，你赶紧把银子给我拿出来！王本事，你躲啥躲呀？你该不会真是来骗他签字据，不想给银子吧？就是啊，要真是还银子，你大大方方给他呗，还偷偷摸摸签啥字据？我们这么多双眼睛，还不够给你作证的呀！哎，你别走啊，等我数完，这万一你少给了，我找谁说理去？正好20两，算你识相。既然给了银子，那就赶紧滚吧，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们。公子，小江，咱们走吧。你和钟平好歹也是朋友，进去看看他吧。你来干嘛？
钟平，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，你家就你们娘俩，你腿还伤着，万一有人起了歹心，怕是你们俩护不住这银子，要不然你们收拾收拾东西，去亲戚家住几天，实在不行，就让你娘把银子存到全通银号去。谢谢你的关心，要不是你打伤我的腿，我还真不用你提醒。你要是不侮辱我娘，我也不会情急之下伤你。唉，算了，还提那些干啥？你多保重。终是盲目自信，不知人心险恶，真出了什么事一定会攀咬你们。实在不行，你们就寻个亲戚家住几天吧，躲过这个风头。公子说的对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嘿嘿，大黑啊，今天干得漂亮！儿啊，你瞧瞧，这银子到手了。我问了郎中，你这腿伤得不重，也不用吃药，就这么固定着，个把个月就能长好。这20两银子都能攒下来。这本来呀，还想嫁给王本事，让他帮你出银子成家。不过这么一闹啊，你成家的银子也有了。哎，就是让你受了罪了。娘都想好了，你看上了谁家的姑娘就直说，但你一好啊，娘就去给你下聘，让你风风光光的成婚。剩下的银子，娘打个小推车也去街上摆摊卖面。他王本是一个爷们儿，都能把面卖红火，娘肯定也不差。娘，咱手里有银会招人眼红，要不然咱上姨娘家住几天，再不济把银子存放到全通银号去。切，去你姨娘家？你姨娘家8个孩子，穷得掉底。若是知道我手里有银子，那还不见天磨我，管我借呀？这借给他，那就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。那存银号呢？那你也相信，万一银号不景气，卷着我的银子跑了呢？儿啊，你放心吧，街坊邻居你去打听打听，谁不害怕我呀？更何况你当咱们家大黑是摆设吗？这要是真有人来，他叫得凶着呢，就算他有本事进到屋里，娘也不是吃素的。娘天天晚上枕着菜刀睡，谁要敢打我银子的主意，我就砍死他。咱哪都不去，就踏踏实实的待在家里面。失忆。娘，说你家银子藏哪儿了？好汉爷饶命，你可千万别伤我。银子是我娘藏的，我真不知道她藏哪儿了呀。哎呦，好汉爷，这银子在我手里，我这就给你送过来，你可千万别伤我儿子呀。哼，我可以不伤你儿子，你把银子放到灶台上，人退回屋里，你解开。好汉爷，里面真的是银钱，足足20两，白天人家送来就没动过。快来人呐，有贼人！快来人呐，快来人呐，抓贼了！你个奸杀的，你还老娘银子！你有本事你就告诉我你家在哪儿，你看我不砍死你一家老小！大婶子，咋了呀？哎呦，这有贼人把我的银子给抢走了，你们快去帮我抓呀！哎呀，天这么黑，那人早就跑没影了，上哪儿抓去呀？哎呀，你还是起来，地上凉，早点回去休息，明早报官，说不定还能把那贼人捉住，拿回你的银钱呢。还早点回去休息，我这睡得着吗？这可不是你们家出了事，竟说出风凉话来，你们就知道站着，也不帮我追追。我们这孤儿寡母的，碰上你们这些恶灵，可真是没头了。众人气得拂袖离去，人都跑没影了，上哪儿去抓呀？安慰你，你还不领情，拉他妈倒，好心没好报，回家睡觉去。钟家被抢的消息在第2天传开了，还不是钟氏太跋扈啊，讹诈人家20两，闹得人尽皆知。可不是嘛，这闹得贼人都上门了。哎呦，你说那贼人在咱们这片尝到了甜头，会不会再来啊？真说不准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王家父子赔偿给钟氏的银子是在全通银号借的，全通银号现在往出借银子，也让百姓往里存银，存银还给利呢。10两银子1年就给1两连200文的利呢。我家没啥银子，可苍蝇也是肉啊，与其放在家里等着贼人光顾，还不如存到全通银号去生利呢。哎，就是，我现在就去。哎，等等我也去。听说你们存银子给利，我是来存银子的。哎，我也存银子，我也存。别急，一个一个来，都能存。肯定是王家父子干的，他们白天假意给我银子，晚上又上门把这银子给抢走了。我们找了王家父子，人家借住在亲戚家，所有人都能作证。
人家晚上根本就没出来过，不可能到你家抢银钱。再说，你给我们形容那贼人又高又壮，眼睛狭长，眉毛稀疏，那和王家父子一条都对不上。我记错了，不是长得那样的，就是长得王家父子那样的，瘦瘦的，就是他们，让他们把我的银子还回来呀！钟氏，你当这是哪里啊？菜市场？随意修改供词是违背律法的，有包庇贼人之嫌。我现在就能禀明大人，治你个伙同贼人之罪。我再问你一遍，贼人到底什么样？日子很快到了4月下旬，黑风寨的旅游办得红红火火。谁啊？我有兴趣喝一杯吗？进来。麻烦桃儿拿个杯子。就干喝啊？行了，你先坐着，我去灶房弄点东西。灶房就找到这点东西，对付下酒吧，总比干喝强。桃儿，这杯酒我敬你，感谢你收留。哎呀，说的哪里话呀，一家人。再说，凭你记账的本事，在哪儿不能混口饭吃啊？你来黑风寨是给我面子，啥也不说了，全在酒里。你不吃个果干舔舔嘴啊？我不爱吃果干，也没有用果干下酒的习惯。沈涛无语，感情就他自己一个人酸呗。我明天要走了。早去早回啊？你还希望我能回来？你不就下山逛逛吗？不回来你还能上哪儿去啊？不是说我要走了，离开黑风寨，回属于我的地方去。李二先生，你要走了吗？你真的要走了吗？我们舍不得你。考虑到我走之后，寨子里就没账房先生了，我前阵子下山替你寻了一个靠谱的账房先生。沈涛心想，哟，你还挺贴心。工钱贵不贵啊？按照市场上的月钱发就行，祝我一路顺风吧。不止祝你一路顺风，我还要祝你步步高升，心想事成，每天睡到自然醒，数钱数到手抽筋，该吃吃该喝喝，有事别往心里搁，泡泡澡看看表，舒服1秒是1秒。我还祝你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，生日快乐。行了，够了。不过表是何物？什么是泡泡澡看看表？表就是为了押韵脚随便说的。李二先生，既然明天要远行，今天还是少饮几杯吧。第2日一早，李三老师，你要是走了，谁教我们读书写字啊？谁教我们练武啊？李三老师，要不你留下吧，我保证以后你教字的时候，我再也不胡说八道了。刚烙出来的饼，带着路上吃，针脚密实，穿的舒服。喏，这个送你，你也找个绳子吊在脖子上，想黑风寨了就扯出来看看。老六说，你塞鞋里的东西，你让我挂脖子上，就不知道味道很大的吗？收下吧，路上小心。谢谢你的照拂，有缘再见。有空就回来看看，这里永远是你的家。你们送谁呢？李二先生和李三老师走了，不在黑风寨了。啥？我擦了，这么值得庆祝的事儿，他竟然错过了。看不出来，冯公子和他们感情这么好，刚才没能送别，现在追出去送了。陆琪嘴角抽了抽，退后几步。你个老六，你刚抠完脚，你都没洗手，你就擦眼泪？快走吧您呐，可别回来了。两人下山后，山上就来了一位中年男子，他叫谢岩，是周文墨找来的账房先生。谢先生，你竟然会点茶，这可是我们黑风寨的手艺啊。沈姑娘可能许久都未下山了，现在平县书生学子，但凡觉得自己有点墨水的人，全都会点茶。点茶用的器具都卖断货了，得抽空去和定制茶器的那家掌柜结账了。你是风儿，我是沙，缠缠绵绵到天涯。客官选点什么？茶器的话没有现货，得预定。掌柜好生意啊。是您来了，姑娘，你可算是来了。托你的福，这茶器现在火得一塌糊涂。我刚开始还不知道他们买茶器是干啥，后来我在酒楼看见了，还品尝了，初初品尝总觉得味道太苦，可喝2次之后就感觉到了妙处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以前喝的茶那也太没滋味了。谢谢掌柜夸奖，我这次啊可是来拿银子的。早就准备好了，就等您来拿呢。您说说，这是我10天前准备好的，一共97两，这10天的下一期给您结。您要是信不过我，我把账本给您看看。不，姑娘你这是何意呀？掌柜的，目前点茶只在平县有，可我相信要不了多久，
周边县城也会生气，甚至能传到京城去。你把眼光往外面看看。对呀，之前他还担心风头过了，生意就会淡下来，他怎么没想到要往外发展呢？掌柜，扩大经营就需要招更多的人，教新手制陶，至少得是个成手。你现在生意本就缺人，抽调一个成手出来，你肯定有损失。不，我们扩大经营，招人干活，怎么能让你承担这个损失啊？掌柜，您就别推辞了，我把银子给您还有另外一层意思，若是有女人能干的活，我希望您招收一些女人，这银子就算是我给他们交的学费了。不是我不招女人，而是招了他们也不愿意来，尤其是他们家人反对，觉得他们混在男人堆里不正经。掌柜，有些女人死了丈夫，有孩子要养，也有家中有病人抓不起药的，他们处境艰难，总得有人给他们一条活路。姑娘大义，我尽力吧。这个世道有太多苦命人，尤其是女人。沈桃力量微薄，做不了轰轰烈烈的事，她只能做一些小事。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特点，谢岩吧最喜欢讲故事，他专喜欢讲鬼故事。想听后面吗？想听。好，那咱们来学一个字，大家都会写了，我就继续讲。陆琪，你咋这么笨呢？你那手是猪蹄子吗？你还想不想听故事了？大叔，开始耕种了。是得忙活起来了。我儿子种家里的地，我就种这一块，两不耽误。这风这么大呢，算起来今年到现在都还没有下过一滴雨呢。可不是嘛，这地干得厉害，要是种子种下去后能下场雨，今年就有指望了。风明，和你商量个事儿呗。除了吃马啥都行。啥家庭啊，嘴巴寂寞了就吃马。我是说，你看我这片地这么大是吧？是啊。你看他们干活累不累？那还用你说，肯定累呀。那把你的马借来用用呗。嗨，我还当啥事儿呢？只不过我同意了，马不同意不配合咋整？看嘛，马答应了。走，咱们回黑风寨，咱让山虎做个犁，让你这马拉出来溜溜，我保证做出来一个省劲儿的犁，保证累不到马。他那东西一时半会儿打不好，铁匠说得3天。哎，他一研究好几天就为了做犁呀，这和他们用的也没区别呀。差别可大了。原来我们村只有村长家有牛，他家的犁直挺挺的，我曾经借着拉过一次，2个壮劳力在前面拉，1个人在后面推，那都能累死人。这个犁我和兄弟们试了一下，比那个省劲太多了，而且犁缘上配了个犁平，往下调犁入土浅，适合浅耕，往上调适合深耕。说人话就是换了这款新犁，不仅你的马省力，扶犁的人也省力，好样的。东家，这怎么使得呀？你没长租子，我已经感恩戴德，怎么还敢麻烦你帮我犁地呀？爹，你看这犁，这怎么和二狗家的犁不一样呢？真的和二狗家的不一样啊。大叔，这犁是改过的，比一般的犁省力气呢，不信您来试试。真的？那我可要试试啊。儿啊，我上次为了接二狗家的牛，替他扶了半天的犁，可累呢。这个犁啊，可真省劲儿啊。真的吗？爹，我试试，真的更省力啊。牛省力，人也省力，想犁深犁深，想犁浅犁浅，太厉害了吧。嘿嘿，马走得比牛快，外加这犁省劲儿，一天能多耕出2亩地呢。既然大家都租我的地，我也不会厚此薄彼。从今天开始，这马就留在这片地干活，每天就给2户人家耕地，各耕2亩半，干够2户人家5亩地，这马就得歇着，要不就累坏了。剩下的地你们还是要自己耕，省得错过最佳播种时间。你们也别抢啊，就顺着这个地挨家耕过去。这马我可不白给你们用啊，回头你们地里种上我的种子，可都给我精心呵护着点儿。那是自然啊，东家你放心吧，我们保证把你的秧苗当眼珠子似的护着。风明，我把你的马借出去了，不过我不白借。那有啥的，我也没干啥活，用马算什么？你就是让我亲自去拉犁，我也愿意去。一码事归一码事，你把马借给我，我把做犁的功劳送给你，你去跟你舅舅说，好让他推广出去。虽然农家有牛之人10户只有1、2户，可牛耕地省力，牛的主人就愿意把牛给更多的人用，或者租给更多的人用，大家都受益了，不就感谢你舅舅了？主意是你出的，你舅舅不就欠你个大人情吗？这个人情就是我借你马的报酬。
怎么样？呸！你咋不去和我舅舅说？说了功劳不就算到你头上了？他本来就是我舅舅，这人情还是你留着吧。我是商人，最近黑风寨的旅游和黑风戏楼够出风头了。说是我再不懂收敛，特意邀功，我的风头就盖过你舅舅了。那干脆别和我舅舅说呗。还是尽早说，等普及开了你舅舅才知道，颜面挂不住。那行吧，正好现在有空，要不现在去找我舅？那马呢？马就留在这儿，晚上让他们牵回家。总不能你啥也不干，天天看马吧？与其用马耕，都不如你自己耕。就你那力气，都能把地里穿。我就是再有劲儿，也不能扔下黑风寨一摊子不管，跑去帮别人家干活啊！唉，终于是弄完了，麻烦死我了。舅舅，啥事儿这么麻烦？有那么点公事儿，不过已经处理好了。你俩都是大忙人，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？舅舅，你看看这个。明儿，这是新做出的犁，用着不仅省人的力气，也省牛的力气，耕地速度变快，还能控制耕地的深浅，很好用。好啊！若真如你所说，推广百姓使用，也是百姓之福啊！来个人，大人，你拿这个去找匠人，让他按照这上面的尺寸打个一模一样的出来，要快，听到没有？明儿，这犁是沈姑娘想出来的吧？大人，这犁是大家一起琢磨出来的，非一人之功。我只是普通女子，目光并不长远，是冯明看到其中的价值，提议送到您手里，由您推广出去，以惠及百姓。好小子，懂事了。你这个情，舅舅领。沈姑娘，以后若是有事，尽管来找本官，本官能办的，一定给你办到。感谢徐大人。徐以德召集平县所有里长在农田旁碰面。田野之间无需多礼，今日叫大家来啊，是有人改良了一款梨，送到我手里。确实和我们用的不一样啊。县令大人，这光看也看不出，要不让给牛套上，我们都试试。正有此意。咱们用的梨扶手都是直的，用不上力。这个梨的扶手倾斜，很好用力啊。哎呀，果真省力呀，至少比我家的梨省力一半。徐大人，这可真是个好东西啊。那是自然，牛拉梨省力，每天都能多耕一些，不至于累坏。明日县衙张榜，把梨的制造方法张贴出去，各位里长都试用过，都回去和乡亲们说说，家里有牛的也别小气，该往出借往出借，该收租收租。第二日，县衙果真张榜贴出了曲园梨的制造方法。以前觉得徐大人没做什么正经事儿，今年开始，我发现他是个好官呐。听说全通银行给百姓存银和借银，就是他找掌柜谈下来的。现在又推广出这种省力的曲园梨，知足吧。咱平县的徐大人正经不错，我去年在孟浦县的码头帮工，让人打了一顿，我去报官，县令根本就不在衙门。后来我气不过，敲了鸣冤鼓，衙门才派人到他外甥那儿，把他从美娇娘怀里挖出来。你这么一说，徐大人更是个好官了呀。徐以德回了县衙，这曲园梨的事儿，他得写信告知刺史大人。他斟酌再三，写上了冯明和沈桃的名字。鲁琪把麻将室里的麻将卖空了，真是给的太多了呀，不卖不好意思了。一副麻将算上花牌140张，每张都要打磨光滑，确实是个麻烦事儿。翠兰，翠兰，东家，你喊我啊？你过来，过来。你嫂子跟你哥一起下地吗？犁地的时候不去，我嫂子没那么大力气，只有除草和收割时会去。让你嫂子帮我磨这个，磨光滑。一副麻将我给她70文钱，怎么样？东家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，一人一天能磨出1副。你嫂子要是娘家还有亲人，可以让他们帮忙，最好一天能给我磨出5副。那太好了，东家。那我能不能告个假，回去告诉我嫂子这个好消息？去吧去吧，珊瑚，你快锯出1副的数量来，正好让翠兰捎回去。得嘞，谢谢珊瑚哥。没事。赵青山家离黑风寨挺远。哟，翠兰回来了。我说翠兰，别急着走啊，说会儿话。你年前回来看你哥嫂，听说还打了酒带了肉，今天回来又给你哥带啥好东西了？婶，没带什么东西，我还有点急事，就不同你说话了。呸，小贱丫头，
有啥了不起的？什么宝贝东西还不叫人看？保不齐是哪个野男人给的。哎，秦氏，过来！哎，秦氏，快说说，翠兰又往家里拿啥了？哎呦，谁知道拿的啥好东西啊？宝贝着呢，碰都不让碰，也不知道在外面干了啥，见天买东西往回送。年前他就回来，说是在外面做工赚的。我看这做工是假，在外面和人勾三搭四才是真的。就赵青山他们家，这往年穷的掉点儿，今年这年过得宽裕。我那天去借东西，看见他家炖肉呢，大块大块的肉，这桌上还有点心，都不舍得让我尝一口。估摸着呀，是翠兰补贴给他哥的。我说秦氏啊，你们要是没分家，说不定也能跟着沾光的。切，勾三搭四骗来的钱，就算送给我，我也不花。翠兰到家时，姑姑，翠兰回来了，顶着日头回来，肯定渴坏了。进屋喝口水，刚提的井水凉快着呢。翠兰，你拿这些木块回来干什么呀？嫂子，这可不是普通木块，这可是咱们家的宝贝。我们东家说了，把木块磨得四面光滑，2个就给1文钱。这里有140个木头，你要是一天磨完，就是70文。真有这好事？1天70文，1月下来就是……这1个月呀，就是2100文。乖乖，嫂子，我们东家还说了，1天需要5个这么多呢。你若是做不过来，可以问问你娘家或者村里有没有闲着的女人。你磨好了就让我哥送一趟，顺便把下次要磨的带回来，也省得东家来回跑。就是。哎，嫂子，我回来就是告诉你这个事儿的，我得赶紧回去了。现在去游玩的人特别多，大家全都跟着忙呢，做饭的人手不够。那赶紧回去，人家帮了咱们这么多，你也用心干活，别惜力气。我知道的，嫂子。送完钱就回去，一点都不多待，瞧不上咱这地方呀？关你屁事！你个不要脸的小贱货！哎呦，这做啥呢？还放了猪油，真香啊！是婶子呀，我当是谁呢？进屋坐吧。我刚看翠兰回来，就是背的这个包裹。我问她拿了啥好东西，她还不舍得给我看，不就是一些小木块吗？哎呦，有啥好宝贝的？烧火我都嫌小。婶子，给小孩子玩的玩意儿。你今天过来是有什么事儿吗？虽然咱们疏于走动，可毕竟是亲人。我家清河呢，今年16了，到了说亲的年纪。女方家呀，要3两银子的聘礼。清东成亲时，把我和你叔的银子都掏空了，哪儿还拿得出来呀？你家青山怎么说也是清河的堂哥，不能眼看着他娶不上婆娘吧？婶子听说你们手头有银子，我也不多借，就借3两。婶子，我和青山哪儿有银子呀？你骗谁呢？有钱买肉熬油，没钱借给我？别说我们手头没有，就是有，我也不借给你。婶子爱上哪儿闹，上哪儿闹去。哟，青山回来了呀！我要是不回来，还不知道我婶子会趁我不在家，如此强硬的管我家借钱呢。哪有的事儿，我这是来借，要是没有啊，婶子就先走了。10夜，大牛，我今天碰上翠兰了。碰上他咋了？我告诉你，你少和他掺和，他让人给休回家，名声差着呢。要是搅和在一起，没姑娘敢往咱家嫁。翠兰现在可牛气了，自己能赚钱，还能补贴他哥嫂。他今天背着一个包裹回来的，后来我在赵青山家看到了，包裹里装着大小一样的木块，我拿起一个来看看，没想到李氏啊宝贝的紧，赶紧过来抢，那木块肯定有问题。你打我！以后少去招惹赵青山，他小子下手没个轻重，当年差点没把我打死，都闹到官府了。这小子一口咬定我是偷粮食的，他打小偷没错，他啥事没有，我挨打丢了半条命不说，还被当官的劈头盖脸骂一顿。我告诉你，没事别去惹赵青山，要不然我还打你。知道了。哥，你来了。没耽误你吧？没耽误，我已经学会了。东家呢？走吧哥，我带你过去，也正好能看看小峰。
东家这会儿正抱着小峰呢。东家，哦，是青山兄弟，快进来进来。哥，你和东家有事说，我先抱着孩子。东家，您看磨得成吗？我家婆娘第一次磨，也没经验，要是不行，我带回去，让她重新再弄一次。磨成这样也太行了。翠兰，去叫谢先生给你哥结账，顺便叫一下山虎，让他再锯出10副的量。你哥2天上山送一次就行，省得见天的跑，浪费腿脚。哥，你在这等吧，我继续学写字。兄弟，你叫啥名啊？哦，我叫山虎，大名姓刘。哥，你管我叫山虎就行。事儿都没成，你叫啥哥？谁是你哥？你继续锯啊，咱俩边锯边聊。等他到家时，2个小家伙已经睡着了。你快别动了，再把孩子吵醒，我自己去外面洗洗就行。青山，东家说磨得怎么样？东家说你做的特别好，直接把铜板给结了。你说说，70个，这是你自己亲手赚的，高兴吧？这高兴事儿，你咋还要哭呢？东家这次让我带回来10份的量，我2天去送一次就行。你要是忙不过来，找你娘家人和村里女人过来帮忙。李氏娘家并不远，就在隔壁村。是真的吗？磨140块小木头就能赚70文？我能磨，外加你2个嫂嫂，我们一天就能赚200多文钱呢。哎呦，这本以为啊，你小姑子被休回家，你们日子会难过。依现在看呐，你小姑子是咱们家的贵人，你以后对你小姑子好一点的。知道了，娘。你们是想带回家做，还是去我那边做呀？拿回来吧，也不耽误看孩子和做饭。你那个东家不是说一天要5份吗？咱们才4个人，要不我替你找找旁人。娘，我们村的赵大娘对我很关照，以前青山去隔壁县做活，她帮衬我不少，所以我想算她一个，也算我还一个人情。那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老大家的，你跟着去一趟，把东西背回来。晚上让老二家的给送回去，1人1趟，1碗水端平。行，娘，就这么定了。行啊，娘，就这么定了。这一日，秦氏终于按耐不住内心好奇。谁呀？青山媳妇儿，是我，你婶子，有事儿找你唠嗑。哎呀，我一个当婶子的，到侄子家串门，总不能不让我进吧？赵老婆子，你不在家干活，反倒来我侄子家干活，你儿子媳妇儿听了心里咋想啊？我去哪干活，还轮不到我儿子和儿媳妇。这倒是有些人呐，当了婆婆那是1分的活都不干，见天的说3道4，搬弄是非，嘴巴宽的跟棉裤腰似的。切，就一些破木块，还宝贝的不让人看。哎呦，都来人的，快点来人的，秦氏在打人了。我来青山家串门，秦氏就赶我走，说我是来打秋风的，说赵青山家的东西就活该是他的，我不走他就推搡我，还打我。哎呦喂，分明是你拿扫把打我，你个老逼货，我可没动你1根手指头。你们听听，我老赵婆子跟他爹娘是一个辈分的人儿，他敢对我说这样的话，他还有啥不敢的？你们给我等着！这换我年轻的时候，像秦氏这样的，我能撕烂他的嘴。以后你就听我的，要是青山和我都不在，你就别给那秦氏开门，我看他就没别个好屁的。赵大娘，我知道了，今天多亏了你，否则他不知道得闹成啥样呢。不提他了，咱们继续磨。荷花，今天娘不去田里送饭，你去。娘交代你个事儿，一会儿你出了门，先别着急去田里，你在路上转几圈，遇到赵婆子的孙女梅香，你就和她同路去送饭。你和她打听打听，她乃天天在青山家忙啥呢？不管用什么办法，你必须得给我打听出来，否则呀，你以后的晚饭就别吃了。梅香，我也要去送饭，咱俩一起提你的篮子。梅香，你这绢花真好看。这是我奶托人在县城给我新买回来的，我也是第一次戴。你奶对你可真好。哎，对了，我天天看你奶去我堂哥赵青山家，你知道他干啥去了吗？梅香想起奶奶的话，奶奶说她去赵青山家磨木块的事儿，千万别和别人说。我也不知道。
好没香，又不是啥秘密，有啥不能说的呀？上次你出门碰到二赖子，他堵着你不让你走，要不是我拿石头把他打走，你名声都毁了。咱俩关系这样好，你就告诉我呗。今天我奶和你娘在青山哥家门口吵起来了，我要是告诉你，你保准会告诉你娘的。我不说。梅香，你真不够意思，我都救了你，你有事情还瞒着我。我和我婆婆又不是一样的人，你告诉我，我保证不告诉我婆婆。你要是不说，我就把二赖子缠着你的事告诉别人去，看谁还敢上门跟你说亲。你能保证不把二赖子缠上我的事说出去？我保证。你若是把秘密告诉我，我还不守信用，就让老天打雷把我劈死。我奶去青山哥家里磨木块，磨2个就给1文钱。我奶这2天都是去他家磨木块赚钱去了。在家磨木块就给钱，那我也能磨呀。青山哥找我奶磨，我奶才能赚到这个钱。你想磨，你跟我说什么呀？你找青山哥去啊。荷花心中泛酸，若非婆婆前世非要知道老赵婆子的秘密，她也不至于和梅香闹翻。梅香家里舍得给她做衣服，两人身量相当，每次她回娘家都会偷偷和梅香借衣服穿回去撑门面。今天过后，怕是梅香再也不会借给她了。问到了吗？娘，赵大娘去青山哥家是干活的，磨木块，磨2个给1文钱。啥？磨2个1文钱？就那么小个木块，我一天就能磨它几百个，那不就是几百文钱？哎呦，这该死的赵青山啊！对了，还有那个李氏，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明明我才是他们的亲人，有钱不让我们赚，就让别人赚。晚饭时，你这娘们到底吃不吃啊？不吃给我滚下桌去！娘，从我们回来到现在，你一直长吁短叹的，你到底有啥事儿啊？你这样闹得我都吃不好，烦死了。哎呀，还不是赵青山。最近我看他和李氏神神秘秘的，就多关注了点儿。李氏娘家人每天早上背1篓木块走，晚上送回来。老赵婆子也常在赵青山家不走。我好奇就打听了一下，你们猜怎么着？他们在磨木块，磨2个给1文钱，不用男人下手，女人在家就把活给干了。我看数量啊，他们一天能磨好几百个，那就是几百文钱呐。要论亲戚远近，大牛，你可是赵青山的亲叔叔，你和他爹是一个娘肚子里爬出来的，有这样的好事儿，他不想着咱们，竟然照顾李氏的娘家人和老赵婆子。哎呀，这口气我咽不下去。那你说怎么办？青东和清河都长大了，算上你，咱们家3个男人呢。走，咱们上赵青山家讨个说法去。要是他不把这个活给咱们，看我不撕破李氏的脸皮。不过你们3个得挡着点赵青山呐。这样，一会儿我亲自去一趟。谁呀？我，赵大牛。青山，你叔来了。今天你婶上门闹了一通，晚上他就登门，肯定是因为磨木块的事儿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去开门。青山啊，你可还记恨叔叔？想当年叔也是糊涂，不过你打也打了，我也受到了教训。咱们说到底还是一家人，身上流着相同的血，你还真打算一辈子不跟我来往了？叔，你别拐弯抹角，有啥事直说，我忙着呢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叔也明说，听说你家正在经营磨木块的生意，女人闲着在家就能干，你婶子和荷花都闲在家里，你有这活就让出一点给他们干，叔也不多张口，你每天给他们送400个木块就行。叔，我家人少庙小，攀不上赵家的高枝儿。现在想起来我们是亲人了，你闹分家，把我们一家4口赶出门时，你总不想呢？你使唤爷爷奶帮你干活，榨干他们的棺材本又轰出来时，你总不想呢？你去我田里抢收粮食时，你怎么还不想？现在有便宜占，你就想了，我给你一分面子，叫你一声叔，不给面子，你就是赵大牛。你这个赵家败类，不孝子孙！我就是不孝子孙，你拿我怎么着？青山，别气，气大伤身。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，他们还想趴在我身上吸血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再让他欺负咱。咋样啊？赵青山怎么说呀？说个屁呀！他个不孝子孙王八蛋，连我的面子都不给。哎呀，赵家怎么就生出他这么个孽畜？啥？给他脸他还不愿意？青东清河，抄家伙！他不让咱赚钱，咱也别让他好过。
都给我回来！爹，不收拾他，我心中难咽恶气。不用与他争辩，他不过是找到个赚钱的门路。这门路既然他用的，咱们也用的。等他送东西时，悄悄跟着。商人图利，只要咱的价格比赵青山低，就能从他手里把活抢过来，直接断他后路。看他还牛气个什么劲儿！后半夜，怎么样啊？找到了吗？当然，我腿脚可是出了名的快。赵青山出了城走10来里，然后钻进树林上山了。我悄悄从后面绕过去，远远看到山头上有灯火，看那灯火连成一片，应该是住着好些人呢。没多会儿，赵青山就下山了，他手里拎着个钱袋子，一直扔着玩。我听到钱袋里全是哗哗的铜板声，没少赚呢。哎呀，行了，大家都睡下吧，明天还要下地干活。明儿一早，我和荷花多做点东西，你们带到地里去吃。我带着荷花去商谈，中午啊，怕是赶不回来做饭。第2日一早，娘，你今天可真好看。哎呀，别急，等我死了，还不都是你们的呀？走，咱们出门吧，早点谈好，早点给他们带好消息回来。娘，咱们走得急，眼看快到了，要不在前面歇歇脚，喝口茶？喝茶？你那是喝茶的命吗？等到了地方，我给你要口凉水解渴。还没赚到钱呢，就想着花钱，一点不会过日子。小哥，麻烦问一下，这山上是不是有人住啊？从哪儿能上山呢？的确有人住，沿着这条路上山就行。敢问这位婶子，上山所谓何事啊？卖你的茶，你管我上山干啥呢？我操，这女人真是用人朝前，不用人朝后啊！刚才问路的时候满脸堆笑，现在问清了路，说话就这么不客气啊！哎呀，瞧你没出息的样，好像我们赵家苛待了你似的。你等着，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！哎，跟去看看，看他俩是干啥的。客人可是来游玩的？不是来玩的，我是来找人的。找谁啊？找你们大掌柜，你快去叫。他在黑风寨多多少少也是个小组组长。找我们大掌柜干啥呀？哼，你一个伺候人的下人，管那么多干啥呀？让你去叫你就去叫。啥玩意儿？伺候的下人？咱是黑风寨正儿八经的导游，桃叔。我们当下人的替人跑腿都有赏钱，要不你赏我一些？啥？你还要钱？不要钱，我陪你玩呢。老六叔，你在哪呢？东家要找你。翠兰，你不是说找大掌柜？你怎么还认识翠兰？难怪你哥能揽到这么好的活儿，原来是你在中间牵线搭桥啊！不过今天我来了，你的算盘可要落空了。我出的低价，一准儿把磨木块的生意抢到手。大掌柜，哪位是大掌柜呀？你找我？你是大掌柜？东家，他是我们村的，是为了磨木块的生意来的。别看热闹了，都忙起来。大掌柜，我有事和你商量，能不能借一步说话呀？用给他面子吗？东家，你不怪我，我为啥要怪你啊？事情交给你嫂子，就是你嫂子做主，你嫂子没分给他做，自有你嫂子的道理。你只说用不用留面子，东家给你做主。不用的。掌柜，借一步说话。不借。哎呀，掌柜，我知道您经营木块生意，翠兰他哥赵青山揽了这个活计，那么小的木块，磨2个就是1文钱，这也太贵了。您把这个生意交给我，我保证干好，磨3个给我1文钱就行。谁磨不是磨呀，还给你省银子呢。真是不好意思啊，我就喜欢用贵的，谁让咱有钱呢？来人，送送客人，记好他俩的长相，以后一律拦在山脚下，不让上山。走吧，还等我把你扔出去啊？荷花，咱们走。像这样的地方，就算请老娘来，老娘也不来了。今天事办得怎么样？哎呀，翠兰那个小贱人就在山上干活，她不知道在掌柜的跟前嚼了什么舌根，连话都没让我说完就把我赶出来了。那掌柜也不是什么好货色，还他钱多就喜欢贵的。哎呀，我呸！就他哭的那一天。嫂子，山上到底是什么样的？荷花把所见所闻一五一十说了。就一个山头就能吸引那么多富人，咱们后面的山头多了，咋没见富人来玩啊？肯定是山头上有什么秘密，这秘密定是与木块有关。那好办，咱们也去玩一次不就结了？娘，你给我拿银子，我去玩一次。等我摸清了，我就把后山弄出来，让富人都上咱们这儿来玩，把他的生意全抢走，让他们张狂。啥？你还想给他们送银子？清河，你是不是疯了呀？娘，这就是你眼界小了吧？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。等我摸清他们的套路，我就在后山也弄一个一模一样的，让你也当个大掌柜，天天收富人的银子。放屁！
你当富人都是傻子？爹，那你说怎么办？就那个木块，随便磨一磨就能赚那么多银子，成品更赚钱。破木头不是满山遍野都是吗？这钱你舍得不赚吗？实在不行，我就再出手一次。你忘了以前别人抓住是怎么打你的？更何况那山上那么许多人，真被发现呐，都能把你打废了。那山四面也没围起来，山也不是他的，我从旁边绕进去，就看看他们拿那个木块干啥用。若是被发现了，我就说我是无意间走进来的，他们能拿我怎么样啊？清河说的有道理，山那么大，无意间闯进去有何不可？因为走错路就挨打受骂，这天下还有王法吗？沈桃也没闲着，他把翠兰叫进房间，仔仔细细地了解了赵大牛一家。没想到天下还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，没遇到就算了，遇到我，他们就自认倒霉吧。对了，翠兰，你说他们家小儿子喜欢偷盗是吧？那咱们就做个套，他若是改过自新，那自然无事；若是改不了，那他也别怨天尤人。第二日，嘿嘿，这麻将实在是有趣的紧，你就卖我一副吧。客人，不是我不卖给你，实在是全卖光了呀。再卖的话，我招待客人就不够了。山虎，你那里还有多久能钓完啊？鲁奇说，我这实在忙不过来，你看我正紧赶慢赶的钓着呢。客人，您听见了吧？我们实在忙不过来，不过您既然开口了，我也不能不应。要不这副麻将我5两银子卖给你，后面的游客我就不带他们体验了。嘿嘿，5两行，就5两，我要了。赵清河整个人都麻了，就这木块随便雕几个花就值5两，那他家还垂涎什么磨木块生意啊？他们后山的木头多了去了，自己做麻将出去卖呗。里面的桌上摊放着一副麻将，他闪身进入了茅草屋，敞开衣怀，将麻将全数塞进去。清河，怎么样啊？看到了吗？哎呀，清河，你到底打听到了没有啊？瞧见没，娘，我出手你放心。嘿，你个兔崽子，就说去看看，怎么把东西还带回来了？这要是被人追到家里，人赃并获，腿都给你打断呢。我今天上山根本就没人理我，我拿了这东西一直注意身后，根本也没人追来。就算他们发现丢了东西，那山头上来来往往那么多人，谁知道是谁拿的？更不可能追到家里。哎，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。清河呀，这东西到底是干啥用的呀？娘，您不知道这是一种游戏，4个人玩的，山头上的客人抢着要买。哎，你猜，就我带回来这些木块值多少钱？照我看，不当吃不当喝，1文不值。娘，你眼界太窄了，富人的心思能和咱们一样吗？我亲眼看见他们买5两银子一副，5两银子呀，买你面前这些木块。啥？5两银子？你是说咱们把这些卖了就能卖5两？哎，娘，这可不能卖。我今天看见人家雕了，可简单了。咱们去买锯子，买雕刻用的东西，再买些颜料回来照着做，做出来一副就是5两。娘，你要发达了，以后咱们家就卖这个，能赚一大笔银子。到时候咱们盖上3间大瓦房，买上些地，再买2个奴仆给你使唤。嘿，你就是咱们村人人羡慕的女人。娘，还等啥呢？咱们赶紧商议一下，小事晚了，有别人做这个活，还有咱啥事儿啊？清河，你说的对，咱们不会木匠活，特别简单，我站那儿看都看会了。爹，你放心，不过就是买锯子，锯成大小相同的木块，磨好刻花，有啥难的？就算是你做出来了，你上哪儿找人买啊？富人家也不是那么好登门的，更何况咱们都不会玩，卖给人家更有难度。这简单，荷花和娘不是说了吗？山脚下有很多卖货的，我就去山脚下卖。从山上下来的都是富人，也玩过麻将，这不正好吗？咱家还有多少银子？年前买了1亩地，花了10两，现在还有8两零136文。明日你跟清河去县城买工具还有颜料。大牛，木匠用的工具可贵着呢，一套下去，刨子、锯子、凿子，少说要3两银子呢。要不咱找人借着使使？咱村连个木匠都没有，上哪儿借去？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卖出一副麻将，咱就回本了。耗费了7、8天，才做出2副不伦不类的麻将。哎，客人，和山上一样的麻将需要吗？你手里有麻将？有，保证和山上的一模一样。尚可。卖多少银钱？ 5两。5两？
山上卖5两就罢了，你在山下摆摊还卖5两，便宜些。哎，客人您瞧，这东西做起来属实费力，我手上全是伤口，这5两真是我的辛苦钱，这么大多少的？5两就5两吧。哎，今日手气真好，翻了1倍，嘿嘿。进来玩2把，手气好能翻倍。可没过多久就输了个精光。清河，麻将呢？卖出去了吗？卖了多少银子呀？哎呀，别问了，卖出去了，卖了10两。银子呢？快点拿出来给娘瞧瞧，我儿真是出息。银子，你满眼都是银子，你就不能关心一下你儿子吗？清河，你怎么了？脸色怎么这么差呀？今日我卖了2副麻将，赚了10两银子，没想到有过路人看我赚银子，一路尾随我，到没人的地方，他们2个人一起上手，把我银子抢了不说，还打了我一顿。哎呦喂，是哪个挨千刀的？竟然光天化日抢劫！走，清河，咱们去报官。哎娘，报什么官呢？那条路2边都通着州府，来往过路人都没进城，上哪儿找去？更何况到了县衙，人家问我银子怎么来的，我怎么说？莫非说咱们卖麻将得来的？到时候全天下都知道卖麻将赚钱，他们全都挤破头去卖，咱们就没生意了。哎呦喂，让娘看看伤到哪儿没有啊？哎，没事，就是身上有点疼。哎，娘，你别管我了，快去做饭吧。我得再雕2副麻将，明天拿去卖。清河、清东，明天你们2个一起去卖麻将，省得有人眼红来抢。爹，我们2个都去，地里你一个人忙不过来的。对呀，爹，我最近没去地里，本来就耽误了地里的活。若是明天哥也和我一起去，你就更辛苦了。那怕什么？明天我在家做饭，让荷花跟你爹下地干活。娘，这怎么能行？虽说地里的活累，可家里的活也不轻巧啊，又要收拾家里，又要洗衣服做饭，我怕您吃不消。哎呀，还是清河关心娘。不过没关系的，早饭荷花做了再下地，晚饭和其他的活等他回来再干。娘就做中午1顿饭送到地，累不着的。荷花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她在家做些活就罢了，她长这么大还从来没听说过儿媳妇和公公单独下地干活的。这要是传出去，他们赵家要不要脸她不知道，反正她荷花的脸面是不用要了。娘，这不好吧？我不去。怎么和娘说话呢？想当年我当媳妇儿的时候，婆婆说1不2，现在年头变了，当媳妇儿随意就敢给婆婆甩脸子，倒退几10年呐，这样的媳妇儿都得被打死。给你几分脸，你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？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娘，你也不去看看？看什么看呢？男人打女人天经地义。记住啊，以后你娶媳妇儿，媳妇儿要是不听话，忤逆婆婆，就该打，要不然她还以为到了婆家能翻身当主人呢。哎，知道了，娘，以后我娶的媳妇儿保证孝敬您，要是不孝敬，我打的她爹娘都不认识。哎呀，还是我清河孝顺。娘，不好了，荷花都流血了。急什么急呀？西屋有晒干的止血草药，你弄碎了和点水敷上就行。不是，娘，是下面流血了，流了好多血。什么？哎呦喂，你说你呀，怎么往肚子上打呀？8成是怀了娃让你给打掉了。哎呦，造孽呀！这要是生出来，这可是我们赵家的长子长孙呐！你可真没用，不过打2下，连个孩子都保不住。青东，快把他扶到床上躺着，再去弄碗热水。娘，要不要给荷花请个郎中啊？请什么请啊？你说你打人专往脸上打什么？这会儿请了郎中，明天村里就传开了，说你赵青东对怀娃的媳妇儿下手，给他打小产了。我们老赵家名声还要不要了？谁还敢给清河说媳妇儿啊？青东，坐下。娘，我看荷花好像不舒服，饭都没吃几口，我去看看。看什么看呢？村里娘们儿小产的多的是，人家都没事儿，就他矫情。我今天够给他脸了，让他躺了1天，做晚饭的时候才喊他起来。现在他摆个脸子，你就赶紧凑上去，以后你得被他捏得死死的。清河呀，今天2副麻将怎么才卖出去5两啊？哎，今天客人难缠，一直讲价，2副卖出5两，我都磨破了嘴皮了。娘，
你当生意那么好做呀？5两也行，总算是回本了。再往下就是赚的。清河做得很好。谢谢爹夸奖，我明天继续去卖，赚大钱给你盖房子。隔日，你们这俩谁卖麻将啊？卖麻将的在那儿蹲着呢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就是你在山脚下卖麻将。您是要买麻将吗？你们怎么打人啊？打你都是轻的，你害我家老爷丢了多大的脸啊！他兴致勃勃叫人来家里打麻将，打开一看，丢的难看也就罢了，还根本就不是一副完整的牌，害得我家老爷被人嘲笑。我告诉你，你赶紧把银子给我还回来，否则我就揪着你上公堂，说你卖假货。求求你们别打了，我赔钱。不过钱不在我身上，要不你们和我回家去取。娘，昨天赚的5两银子呢，快拿出来。清河，到底咋回事啊？娘，你快拿钱赔给他们，等他们走了我再跟你细说。老赵家小子犯了啥事啊？哼，敢卖假货给我们老爷，简直活腻了。你小子在外面给我惹什么祸了？等，娘，你放开我，我全和你说。咱们被身上的人给坑了，我拿回来的麻将根本不是完整的，被打乱了。啥？他们竟敢坑咱？走，去找他们算账。娘，咋算账啊？那麻将又不是我买的，是偷的，找到他们，说不定他们反告我偷东西。哎呦喂，我这是做了什么孽呀？先是被人坑，然后被人抢，好不容易到手5两银子，还被人要回去了。我还花了5两银子买工具呢，家底儿都糟光了，我这日子可咋过呀？娘，你别哭了，大不了从今天开始不卖了，工具还新着呢，收拾卖出去，这也没赔啥。你再哭，旁人就该看笑话了。荷花，你又跑到哪儿偷懒去了？我们老赵家可不养闲人，赶紧给我滚起来干活。沈涛就在山脚立了块牌子，卖假麻将的家住小河村。又过了2日，兄弟，你看这上面写着呢，卖假货的人住在小河村，你们上那儿去找吧。兄弟们，走，去小河村找人。你到村里一打听，就知道是谁家了。哎，你们瞧，又有生人进村了，八成有热闹瞧，咱们快去看热闹。你们村谁卖家是卖假麻将的？麻将是啥呀？咱也不知道麻将是啥，但他不说了吗？卖假麻将，那不就是卖假货吗？那就是赵大牛他家。前2天不是来人说他家卖假货吗？大姐，赵大牛家在哪儿？方便指个路吗？那院墙旁长了大树的就是赵大牛家。不过你们可不行说是大姐给指的路啊。放心吧，大姐，我们记你的好，不会说出去的。兄弟们，谢过大姐，咱们走。是赵大牛家吗？把门给我打开。嘘，别出声。乔哥，院里好像没人呢。呸！这时候男人们都下地，家里肯定有女人在，不开门是吧？兄弟们，把门给我踹开！荷花，你问问他们，他们是来干啥的？兄弟们，去旁边叫2个人过来看看，咱可没动这娘们儿一下，是她自己倒下去的。老人家，咱们都是好人，在他们家买了假货，上门来讨个说法。我们这还没开口呢，这娘们儿就自己倒下去了，我们可一根手指头都没动，您给做个见证。前世，这荷花咋烫成这样啊？你呀你，荷花变成这样，你还让她用凉水洗衣服，你这不是糟蹋人吗？快把你们家男人喊回来。小孩，过来。小孩，你知道这是谁家吗？知道，是赵大伯家。那你知道赵大伯上哪儿去了吗？知道啊，去地里干活了。你能帮叔把赵大伯喊回来吗？要是你能给他喊回来，叔这颗糖就给你吃。叔，我这就去喊，你可不行骗人啊！就是他在山脚下拦住老爷的马车，老爷才买了麻将的。不是我。光听话事，你们就冲到我家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要是敢动我第一根手指头，我和你们拼了！你要是说王法，咱们就讲王法。兄弟们，这小子卖假货骗人，咱们这就把他送到大堂上去，让县老爷给咱们做主，再去2个腿脚快的兄弟去山脚下请证人，证明是这小子在山脚下卖假货。按照我大越皇朝律法，卖假货者杖20，返还3倍购买银两。我们老爷出了5两银子，那你们准备好15两。
跟我上堂去吧。哎呦喂，不行啊！我家清河不能上堂，这20板子下去，不得去了半条命啊！我们家清河经不住打呀！哎呀，老头子，你快说句话呀！这位兄弟，我们卖了假货，那也是被人坑骗了呀！您能不能高抬贵手，饶了我们一次？我们家真没那么多银子，您能不能宽限我们几日？银子一定还给您。老头，你看我长得像做慈善的吗？兄弟们，给我搜！有银子拿银子，没有银子拿值钱的东西顶。何以不上堂？15两必须给我赔够了。乔哥，找到个匣子，我听里面是银子的声音。哎，乔哥，这木匠工具还挺新的，值2个钱。乔哥，这儿还有个银簪，你还嫌事不够大？凑不够钱，清河就要上堂，回头钱也要赔，清河也得被打去半条命。若不是你一直惦记人家磨木块的生意，能惹出这么多的乱子吗？败家娘们儿！好你个赵大牛，出了事儿就怪到我身上，当时你不是也同意的吗？兄弟们，行了，姓赵的，我拿了你家1根银簪，3两多银子，另外还有一套木匠工具，算起来也就10两左右。这样吧，剩下的我也懒得追究，今天不过是给你一个教训，你要是再出去行骗，就别怪我们下狠手了。赵家还没收拾好呢，又一伙人找上门，只把赵清河和赵清东按住，往死里打了一顿。没发现银子，没银子就拿粮食，包括马上要种到地里的种子、锅碗瓢盆、农具，全拿走了。哎呦，造孽呀！你不是说第2天出去2副麻将才卖了5两银子吗？为何他们全都上门说麻将是你5两银子卖出去的？银子呢？你到底把银子弄到哪儿去了？我那天拿了银子，路过赌坊，正好有个人出门，他手里的银子翻番了。我想着他行，我肯定也行，就进去试了试，没想到全输了。这么说，根本没人抢你银子，是让你给输了。那是10多两银子呀，你怎么敢呀？赵家兵荒马乱，殊不知荷花的娘家人登门了。我家荷花呢？你们来干啥呀？姐，你咋了？你咋这么烫啊？都病成这个样了，就没请个郎中瞧瞧？桃花，你咋来了？姐，若不是有人传信说你快病死了，我们都不知道你的情况，你也不知道少卿和家里说到底发生了啥事儿了。你和我说，我和几个妹子都带男人来了，我们给你做主。赵清东他不是人，他被他娘挑拨几句，就动手打我，把我打小岔了。他们为了自家名声着想，不肯给我请郎中，还让我干活。这日子我是一天也过不下去了。赵清东，你不是人！我姐都怀了你的娃，你还对她下狠手！哎呦喂，犯了天了，还敢跟我们动手？等你们走后，看我怎么收拾荷花！天杀的，我这好好的一个女儿嫁过来，也被他们折磨成这个样子。姐，你还想和赵清东过吗？你要是还想过，我这就让人再打他一顿，把他打老实了，他就不敢对你动手了。你要是不想和他过，咱这就写上和离书，我带你回家。爹不会同意的，要是我回家，爹娘被人说闲话不说，弟弟以后的亲事也难。哼，娘不怕人说闲话，爹他岁数大了，咱们也不是小时候那样任他打骂。他要是反对，我就让我男人揍他一顿。至于弟弟，他才8岁呢，等他议亲的时候，你早就找到好人家嫁过去了。你只说你想不想离开赵家，其他你不用管。姐，你能走路吗？我扶你下地。鲜花、梨花，给姐收拾东西，咱们回家。荷花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回家了。杏花，你家男人不是会写字吗？去村里打听打听，谁家有笔墨纸砚，借来用用。赶紧写好和离书，赶紧回家。咱小河村家谁家有笔墨纸砚？荷花他妹子啊，这是咋了呀？哼，带我姐回家。哎，我看谁敢写和离个屁！这是我们小河村，你当是在你们家呢？想和离就和离，谁敢带走荷花，我今天和他没完！今天这和离书写定了，你们赵家人有本事就上，看我怕不怕？哎呦喂，犯了天了呀！有人来咱们小河村抢人了！哎呦，你们都瞎了吗？没看到有人来我家抢媳妇儿吗？今天要是让他们把荷花领走，明天别人就有样学样上门抢媳妇儿，咱小河村的日子还过不过了呀？这2口子过日子哪有舌头不碰牙的呀？
要是一吵架，娘家就来领人，这日子真的是没法过了。荷花娘，平日里我看荷花和青东两口子过得挺好，不过就是发生了一点小矛盾，不至于闹到和离的地步吧？不如让青东给荷花道个歉，这事儿就这么过去吧。青东，你就给荷花赔个礼。哼，你们知道赵青东对我姐做了啥吗？你们就出来帮腔做事。你们瞧瞧我姐的手，你们都睁大眼睛好好瞧瞧，你们的媳妇儿、你们的老娘、你们的姐妹，谁的手被搓磨成这样了？我姐嫁过来还不到2年，就2年呢，就把我姐折磨成这样，干活也就算了，我姐怀了娃，赵青东竟然还对她下手，把她打到小产，小产后还不给请郎中，我姐到现在都还发着高烧，站都站不住。就这样，秦氏和赵青东还没有放过她，让她伺候一家老小，让她用冷水洗衣服。就在刚刚，我姐还晕倒了。你们再看看秦氏，半老徐娘，天天打扮的花枝招展，那手比小姑娘的还嫩，谁家的婆婆会这么苛待儿媳？我们是嫁人，不是卖身到赵家做奴隶。说是我娘家今天不来人，我姐说不定就被他们折磨死了。今天必须和离，我得带我姐回家。若是你们拦着，我告诉你们，除非你们今天从我尸身上踏过去，但凡我留一口气，我就要到处去张扬你们小河村搓磨儿媳。我看谁还敢把姑娘嫁到你们小河村来！你们小河村的爷们儿就等着打光棍吧！你们别走啊！你们给我回来！秦氏，你做的太过火了，我们也帮不了你啊。哼，想和离也行啊。当初娶荷花，我们家可是掏了3两的聘礼的。你把3两聘礼拿回来，我们就签，否则没门。你要聘礼？我姐好好的嫁到你们家，和赵青东过了快2年，现在你想把聘礼全数拿回去？我告诉你，你做梦！我可是听说你家赵清河卖假货被人追上门了，你若是非要这3两聘礼也行，我们这就去县衙告状，只要了结了你们家卖假货的事儿，3两银子我们如数奉上。你非要把事情闹这么大？我不过就是打了你2下，你就闹着要和离？像你这样的女人，走出我家大门，也没有旁人敢要你。不过就打我2下，赵青东，你说这话你亏心不亏心？你用板凳砸在我身上，把板凳的腿都砸断了，你的拳头一下下的打在我的脸上身上，这叫打我2下？我嫁过来这么多年，把你伺候的服服帖帖，我到底哪里做错了？你就要打我2下？难道就因为我拒绝单独和公公下地干活？但凡好人家，家里有2个儿子，婆婆还在世，谁会让儿媳妇和公公单独下地？你们赵家不要脸，我荷花还要。青东，签，赶紧签。爹，签。青东，听爹话，签。你好好一个大小伙子，离了他荷花，难不成能打一辈子光棍啊？荷花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要是把和离书撕了，我还认你。和离书，跨出这道门，再想回来，那得看我赵青东要不要。呵，和我耍什么横？又不是我让你打媳妇儿的。你再给我说一遍。没，我啥都没说。大牛，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吗？咱们家的银子、工具、良种都让人抢走了，荷花也和青东和离了。你们先收拾吧，我去一趟赵青山家。爹，你去他家干啥？要不是他不肯把磨木块的事交给咱们家，咱家也至于落到这个地步吗？你现在上门不是送热闹给他看吗？闭嘴！眼看就要播种，种子都被人抢走了，不去借银子买种，咱们拿什么种地啊？都饿死在家里吗？赵家闹得这么大，村里早就传遍了。该，恶人自有天收。青山啊，以前是叔对不起你们一家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给你赔礼道歉，全都是叔的不对。说，你这又是玩了什么套路啊？我都看不懂了呢。不过你这一跪，我可受不起，我怕折寿。青山，你要是不原谅叔，叔就长跪不起。青山呐，你叔都给你跪下了，不管啥仇啥怨，也该了结了吧？哎呀，对呀，青山，你叔一把年纪，刚在家还挨了打，现在又给你跪下。哎呀，你快让他起来吧，他身体吃不消的。我让他跪了，他自己要跪的。你们谁看不过眼，谁把他领回家去。叔，你别磨磨蹭蹭，有啥事你就说吧。青山，清河他做错事，被人寻上门了，
家里的东西都被抢走了，求求你看在一家人的份上，借我点银子，我买点良种，没良种下地，我们一家人都得饿死呀！青山呐，你要是有银子，你就借给你叔呗。你看他一把岁数了，哎，怪可怜的。啥？叔，你一家人怕饿死？青山，你要是有银子，你就借给他吧。你叔太可怜了。你有你咋不借？想当年把我爹娘空手赶出门，你咋不怕我爹我娘饿死啊？我爹娘不在了，他抢收我的粮食，就不怕我和我妹子饿死啊？你们站着说话不腰疼的，就借钱给他，想管我赵青山借，哼，就俩字，没有。哎呀，瞧我这记性，家里还有活等着我干呢。先走了啊！等等我也有活要干。青山兄弟，刚才我全都看到了，你做得很好。我还以为你会觉得我心狠手辣，连自家亲戚都不帮衬。翠兰呸了一声，把赵大牛一家的所作所为原本说了一遍。就这，赵大牛还有脸登门管我借钱？哥，在整治坏人这方面，你可远远不及我们东家。我们东家都没出手，这家人都把自己作死了，只是可惜了荷花。这本来挺好一姑娘，竟然被情势搓磨成这个样子。东家，你今天来是不是麻将不好卖了？若是这样，我们就不磨了。这阵子托您的福，我家也没少进银钱。那倒不是，我单纯就是来看热闹的。山上太过无聊，有热闹看，我自然得来瞧瞧。沈桃踩着耕好的土地走到田中。东家来了。东家，这马我们可好生伺候着，怎么样？比之前更壮了些吧？东家你不知道，牛拐子自己不吃饭，把那饼子掰碎了喂马吃呢。东家，我已经留出了一垄地，就等着你带着种子过来了。他打开背篓，拿出地瓜、土豆、玉米、小麦的种子。东家，这是啥？能吃吗？这个叫玉米的我明白，一粒粒的种的。不过这土豆和地瓜，这怎么种啊？这土豆和地瓜只要切成数个小块，裹满草木灰，种到地上就可以。它的果实就是根，炖煮后软烂香甜，十分美味。到时候结的多了，我送给你们一些尝一尝。草木灰也是很好的肥料，若是家里有，可以积攒下来，施到地里。啥？草木灰还能种地？我家婆娘都用来洗衣服、洗碗筷、垫猪圈了。你们想想山上的树，一年年落叶，下雨后叶片腐烂，就化为养料，滋养那一片大地。草木灰也是同样的原理。你们若是不信，可以先施在我的种子上，若是有成效，你们再往地里追加也不迟。若是草木灰真有用，那可就太好了。门口遇到几个伙计打扮的人，快来瞧瞧，快来看看，城东新建的游玩之地明翠柳山庄，比城外山水更佳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啦！城东新建翠柳山庄是游玩胜地。他这和咱一模一样，这不是公开抢生意吗？贵人可是要去城外的山上玩，我和你说，城外虽好，但是远不及我们这里的风景。他们那里看个景，一人要收1两银子，你还不如到我们这里玩，一人500文，还管饭，绝对不比那里差的。他都骑到咱脖子上拉屎了，我要与他们理论去。嘘，别急，问清地址，咱们也好去瞧瞧。这叫啥来着？知己知彼，更好下手。你心里有主意啦？没有。敢问小哥，你们建在哪里啊？您还记得去年城外的民生大赛吗？从那里再往东行1里路，就有专门的人接待。好，我今日出城有事，明日一早我定会去玩一趟的。平县一酒楼内，何老弟，恭喜恭喜呀！今日宴请各位，一是许久未见，叫大家来叙叙旧；二来我的翠柳山庄即将开业，若是不嫌，开业之际，请大家去凑个热闹。谢兄可是不满今日酒菜？酒菜甚好。那谢兄为何不举杯啊？不想举就不举了。谢言，我今日好心宴请你，你倒给我甩脸啊！咱们同窗多年，一点面子都不给。哼，何有章，多年未见，已经丝毫不改。抄人东西你是抄上瘾了是吧？谢言，慎言！你若是不满，你大可离去，在这里说什么风凉话？我本想着你现在过得不好，想请你到我手下当差，也好让你一家温饱度日，没想到你竟然不领情。好，谢言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看你走出这道门去能不能找到好的活。
早晚有一天还是要求到我头上。那我就先谢谢你了。对不住了，今日各位衣衫尽毁，全算在我头上，改日我定登门致歉。谢言，给我等着！弟弟不是在读书吗？你娘子不是秀功了得吗？我要让你手里的一切全都消失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今天山上没事吗？吃东西了吗？我去给你做一些。不用担心我，一个人吃2个人用。你饿不饿？我不饿，婆婆出门前还给我熬了鸡汤呢，让我补补。倒是你每次回来都很高兴，今天怎么愁眉不展的？是遇到什么事了吗？没事的，就是今天见到了贺有章。贺有章，就是每次都搅黄你活计的贺有章，他回来了。他回来了，还开了个和山上一样的游玩场所。我这次回家是想把你接到山上去住，你肚子日渐大了，我人又不在家，我怕你生产时顾及不上啊。那我上山不会影响你干活吧？你的新东家能允许吗？放心，东家是很好说话的人，我早就和他说过你怀着身子，他也提出让你上山养胎，我怕你不习惯，一直没提这事儿。我走了，爹娘和小叔在家能行吗？哎呀，他们都是那么大的人了，有什么不行的？我就担心你。好，我和你上山。山上什么都有，拿2件换洗衣物就行。晚饭时分，谢先生，你回来了，这个就是弟妹吧？我帮你们提行李。珊瑚，我问你，你对翠兰有没有心思？哎呀，这山上呀，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男人。咱们翠兰还生得好看，我随便去问问旁人都不会推脱的。既然珊瑚你没意思，那就算了。头，你别走。哎，珊瑚，你打算啥时候成亲？我倒是愿意，就是不知翠兰愿不愿意。这种事莫非要我帮你去问？万一翠兰会错意，以为我对她有意思，那珊瑚哥你就别怪我横刀夺爱了。别，我自己去问。那就说定了，你尽快去说，我们黑风寨好久没办喜事了。东家，谢先生。东家，我把莲娘接上山了。谢先生，这是好事啊，你怎么愁眉不展的？莫非是莲娘身子不爽利？不是，不瞒东家说，我今天下山一趟，见到了昔日好友贺有章。贺有章开了个翠柳山庄，布局和咱们黑风寨一模一样。这个翠柳山庄就是今日咱们在城门口遇到的那个，没想到他背后的东家和谢先生是旧相识，把与贺有章的交情一五一十说了出来。东家，我担心贺有章是冲着我来的，给山寨带来这么大的麻烦，我心里过意不去啊。这贺有章真不是个东西，你以前处处帮衬他，他不念旧情就罢了，怎么能处处堵你后路？谢先生，你无需自责，此事和你应该没有关系。平县不乏有钱之人，为何没人模仿我们黑风寨呢？不过是因为费心费力，还有季节性，不是长久之计。这贺有章想必是想做生意，又掏不出足够的银钱，这才想着模仿咱们赚一波快钱。他要是认为这银子这么好赚，那他可就错了，后面有他的苦头吃呢。谢先生，你无需多虑，明日我和冯明就去瞧瞧，洗不垮他翠柳山庄，我沈字倒过来洗。儿啊，在外面吃饭了吗？要是没吃，娘现在就给你做。吃了，和秋友在城中酒楼吃了些。吃了就好，吃了就好。娘，我这几天奔波甚是辛苦，回房睡一会儿，你不用叫我吃晚饭。儿啊，墨竹怀着身子，好几天都没见你，他担心你吃不下睡不好的，你要不要去看看他？娘，哪家的女人不怀娃？怎么就她金贵？不用管她，我去睡了。少爷，我是红雨，来给您送羹来的。红雨，我的好红雨，这2天可想死我了，快让少爷亲亲。少爷，你别这样，少夫人会看见的。看见怎么了？她怀着身子又没法伺候我。红雨乖乖听话，少爷高兴了，把你娶进门做小，让你吃香的喝辣的。第二天早上，客人，你们一共2个人，游玩的钱一共1两银，中午还包1餐饭。你们想文游啊，还是想野游啊？他妈开场白都不换换，2个都玩，2个都玩，你们2个人还要再加1两银。大叔，那你就领我们转转吧。看吧，这是池塘，池塘里养了鱼，你们可以捞着玩。老爷，来生意了，他们要捞鱼，用一次渔网2文钱，你们俩捞4文。嚯，感情文游和野游的钱那是门票啊，进里面的消费得另算。半天玩下来，无论他走到哪儿，都有人争先恐后的接待，张嘴就是要赏钱。贺有章啊，贺有章，你雇佣的人欺上瞒下，背着你偷偷赚钱，你知道吗？若是不改善，你这翠柳山庄想和黑风寨争，简直是做梦。当天晚上，沈涛就把黑风寨的人聚集在一起，格外强调了不可以接受打赏，不能让客人落单，更不可以区别对待客人。文玩取消了已经在平县流传开的点茶，加入了狼人杀、扑克牌、插花等项目。
野游又增加了骑马、山羊车，还有人力旋转木马。黑风寨和翠柳山庄的竞争就此开始。天儿挺好的，我想带家人出去游玩一番。城外有一处游玩地，城中有一处，去哪处好啊？当然是去城外，城里城外我都去过，城里那处无甚可玩。城外虽然稍贵，但后面都不需要花钱，游玩的项目也更多。上次带我儿去，我儿就喜欢山羊拉车，做上瘾了，怎么拽都拽不走。嘿嘿，后来我干脆连羊带车买回了家，游玩结束还可以抽奖，我娘抽中了一个搓衣板，下人用了都说好。嘿嘿，我娘还要再买几个呢。贺有章着急了，他已经2月没还全通银号的银子了，若是这个月再不还，全通银号就要卖他家的房子。呀，你要是不给我们结工钱，我们就不干了。对，我们不干了。各位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啊！我贺某从未想过不给大家发工钱，只是我也2月未还全通银号的银子，若是再不还，他们就要收走我的房子，变卖我的家产。到那时，我也没有心力再去经营翠柳山庄。数日不见，谢兄风采依旧啊！小家小业自然不如贺兄风光无两。请问您是？我是来还银子的啊。请问您带了凭证吗？我看旁人进了第一道门，咱们怎么不进去啊？大额存银才去那个屋。就他谢岩还能存大额银两，肯定是他又找到了新伙计。没关系，只要他把谢岩舞弊的事儿捅到新东家面前，他就再也没有资格进那间房了。贺公子，您已经2月未还银子了，2月未还，本次一共应还21两并300文。先生，我手里只有这么多，能不能先还这么多？下个月我保证把前面欠的一并还清，我用人格担保。你们别不信啊，我是城中新开的翠柳山庄的主人，专门接待贵客去游玩的。头2月只是尝试经营，所以钱没赚够。现在水暖山清，游客肯定越来越多。你们要是愿意，你们也来玩啊！我免费接待你们，相信我，就相信我这一次。这6两，我们全通银号先收下了，筹划放在前面。若是你下个月还不能把头3个月的欠款还清，就别怪我们找牙人卖你的院子。谢先生和那位是旧相识，哼，他呀不熟，不过他可不是做生意的好料子。若是他从咱们银号借了银子，还是早做准备的好，以免鸡飞蛋打。好说好说，房契还抵押在这里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刚才那人干什么来的？禀何管事，他是来还银子的，连续2个月未还，本应还21两并几个铜板，结果只送来6两，还求咱们宽限几日，倒是把咱们和地下钱庄混为一谈了。把他房契找出来，送到牙行去，一旦3个月到期还不上，立刻通知牙行把房子挂出去。是。谢岩慢悠悠地在街上逛，他身后一直跟着个鬼鬼祟祟的人。谢志，你刚刚通过府试，再过3个月该去参加院试了。我知你学业繁忙，可你也该顾着点身子。哥给你买了些小食，你饿了就吃一些，晚上也早点歇下，千万别熬夜熬坏了眼睛。我和你嫂子在山上一切安好，无需挂怀。我这就回山上了，你替我给爹娘报个平安。哥，我知道了。哼，谢岩，这一辈子你都别想迈过我去，想靠着兄弟科考出头，你做梦！齐老二，有谢志在，你就是万年齐老二。小兄弟，请问你们书院是不是有一个叫谢志的？我早年的邻舍有个孩童正是叫谢志，谢家一门2兄弟，哥哥谢岩，弟弟谢志，可也都很不错。我刚听到谢志的名字，还以为听错了。你没听错，我们书院的确有个学子叫谢志，他的哥哥也正巧叫谢岩。唉，可惜啊，可惜。可惜什么？想当年我与谢岩是同窗好友，谢岩是当时最有希望中举的，没料到他急功近利，竟在3年1次的乡试上舞弊，不仅被剥夺了科考的资格，甚至连秀才之身都被剥夺了。现如今只能当个账房先生，潦倒度日。若是他能耐心一点，诚实一点，说不准早已出人头地。哎，算了，和你说这些干什么？我还有事儿。小兄弟，用功读书，我觉得你一定能行。夫子勃然大怒，直接把齐言的策论甩到他脸上。荒谬至极！赔银、磕地，
还要嫁公主？七言，我就是这么教你的。江山社稷怎么能系在女子裙带之上？夫子，我所作策略有何不妥？我整夜未睡，翻阅典籍，我朝至今但凡主和，皆是如此。我也不过是循前人脚步。前年大旱，去岁发洪水，我朝民不聊生，哪里有银钱再战？倒不如奉上军费，割让几成，嫁公主和亲止战，待百姓休养生息几年，再集结兵马，抢回丢失的城池。一字一句皆为我大越皇朝着想，无有不妥。放屁！文人一身傲骨，宁可以单薄之躯冲锋陷阵，血染黄沙，也不能不战而退，将土地拱手让他人。夫子，你对我不满，处处苛责，不过是因为你喜欢谢志，偏爱谢志，所以我做什么都是错的，他做什么都是对的。你可知他谢志的哥哥谢岩在考场舞弊，连秀才之身都被剥夺，有他哥哥在前做榜样，谢志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届时他效仿他兄长舞弊，那丢的可不只是你我的脸面，而是整个平县的脸面。那是他哥哥的事，与他有何干系？娘，我没事的。书院人太多，没几个月就要院试了，我想在家潜心读书。回家也好，好好问书吧。谢父知道从儿子嘴里问不出什么，干脆去了他就读的书院。嘿，怪我，都怪我呀！怎么能怪夫子呢？您对谢志的爱护，我们都看在眼里，是我谢家对不住您呀。哎，元事在即，谢志有读书读不懂的地方，可以晚上来找我答疑解惑。你回去也多多开解他，切勿让他就此消沉下去。走到一处拐角，忽然闪过一道黑影，就直挺挺地倒下去。贺有章咧嘴一笑，他用力地在贺父身上踢了几脚，而后又挥着木棍在贺父头上补了几下。呸！老穷鬼，身上就带这么几个铜子儿。儿啊，你爹出去了许久也不见回来，要不你和娘出去找找。哎呦，这谁家的人呐？真可怜呐！天杀的盗匪，抢了钱财还要害人性命。有没有人认识他？赶紧去他家里告诉一声啊！爹，你醒醒啊！爹！叔，我现在走不开，劳烦您去一趟城外的游玩胜地，去通知下我哥，我嫂子也在山上，临盆在即，千万别让他知道，麻烦您了。谢家小子都邻里邻居的住着，谁家都需要有帮手的时候，不过就是跑个腿儿。你叔我别的能耐没有，跑腿还行。这铜板你收着，回头你爹你娘抓药用得到啊。对呀，不能要钱。你在家看护你爹娘，我去帮你请郎中。有没有人呢？谁啊？这山上可有一位叫谢岩的？他家出事了，他爹被凶徒打伤，全是血呀。听谢家小子说，他嫂子也在山上，他眼看临盆，这事儿能最好瞒着他，别让他动了胎气。麻烦您了，劳烦您在这儿等一下，我这就去叫谢岩。哎呀，这咋能要呢？您拿着，钱不多，一点心意。鲁琪去套马车，我们坐马车下山更快。这事儿先别和连娘说，就说寨子有事，让谢岩去处理。这位夫人无大碍，就是急火攻心，我开一服药给她喝下，休养2日就能缓过来。只是这位哥，都怪我，要不是我，爹也不会半夜出门遇到坏人。系统检测到需要手术的目标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宿主是否选择救治。 A. 冷眼旁观不救治，不随意插手别人的事是美德，系统不强求。 B. 救治，救人性命是善举，手术成功可奖励宿主3点好运值。谢父脑部受到重击，大脑层面出血量达到了30毫升，需要开颅治疗。沈桃曾在多个科室实习过，唯独没去过脑外科。他虽然选择了救治，但内心根本没有胜算。沈桃点开抽奖页面，恭喜宿主获得梦中医生一名，下面还有详细的解释。系统内配置着全国最有名的各科室医生，
抽选一名正在睡梦中的医生，就可以出现在系统中参与手术。睡醒后，医生会忘记手术经历，且系统中的时间对医生的现实生活来说只是一瞬。这个好运值也太牛波了吧！谢言，你信我吗？我能救治你爹。若是你信我，你就出门，把门路锁。我信。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接触，谢言早就从黑风寨人口中知道了沈桃的丰功伟绩，比如用刀割冯明的肚子，割翠兰的肚子。黑风寨的人读书少，只当沈桃没弄出人命完全是运气。谢言饱读诗书，他当然知道这可不是运气，而是有高超的医术。手术很及时，也很成功，只要后续照料得当，谢父1-2天内就可苏醒。哥，里面怎么还没动静？爹会没事的吧？谢志，不要慌，我相信他。谢言，好了，哎，别进去，还要一阵子才能苏醒。你爹需要绝对静养，这几天我都守在这里，你们只在门口看一眼就行。怎么不让我进去看看你爹呀？娘，有高人在救治我爹，他医术高超，妙手回春，就算人的肚子剖开了，他也能把人救活。他脾气比较怪，救治时不喜有人在场。这几天他都在家里看护我爹，每天只让咱们远远的看一眼。您放心，我爹一定能好。1周过去，谢父能坐起来，意识清醒，身体机能也恢复得很好。好孩子，谢谢你。没关系，看着您好好的，我很高兴。您现在好多了，我就可以回家了。后面谢婶子会好好照顾您的。我来，我照顾爹。谢志，你好好问书，不用操心这些，交给我就行。哎呀，你们抢什么抢？我和你爹过了半辈子，伺候他这事儿还是我来。谢言，你跟沈姑娘回山上，莲娘有孕，你别让她担心了。谢志，你好好读书，你爹也醒了，现在没什么比你读书更重要，你别跟着过乱。要不要坐下聊聊？小伙子，心里有事吧？你若是信得过我，就和我说说。我这个人啊，嘴巴最严，绝对不会把听到的事告诉别人。沈姐姐，是我害了我爹，我在书院发生了一些事，读不下去了，就打算回家温书。我怕爹娘担心，没和他们说明情况。我爹为了我去了夫子家，深夜赶路，这才被坏人抓住空子。我若是一回家就和爹娘说明情况，就不会害爹变成这样。你哥曾经骄傲地对我说，夫子对你很好，你是最有希望通过院试成为秀才的人选。夫子器重你，你也爱戴夫子，不可能因为一点小事就离开书院，对吧？让我想想啊，莫非有人拿你哥考场舞弊的事情做文章，逼得你不得不离开书院？你担心这事儿会让父母揪心，所以才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他们。这不是你的错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我相信你哥，从日常就能看出来他是什么样的人。我怎么会相信那些流言蜚语呢？小子，我带你去个地方，机会我给你创造，能不能掌握就看你的本事了。沈姐姐，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这可是春心书院，我这样的门第根本就高攀不起。咱们快走吧，别让人把咱们赶走。来都来了，为何不尝试一二？万一竹柳先生就喜欢你这样的呢？劳烦小哥帮我通传一声，就说我是城外寨子的，姓沈，想拜见竹柳先生。您稍等，沈姐姐，咱们还是走吧，等也没用的。竹柳先生不可能见咱们。你个小姑娘，一天到晚就忙着赚钱，都不想着来看看我这把老骨头啊！走走走，自从你给我递过小纸条啊，我渐天研究算学，老夫擅长读书作对，与算学上着实不精。今日正好遇到一难题，你快来帮老夫算算。喏，就是这题。哎呀，可把老夫难住了，哪个狗东西出的题目啊？这是故意刁难人啊！有空数381盏灯，就没空把塔顶的灯一起数出来吗？他是闲得讨屁吃吗？塔顶3盏灯，你就算出来了？小姑娘，你怎么算得这么快啊？老夫推算用了很久，是不是有什么窍门？你快讲给老夫听听。小姑娘，你是不是要我拜你为师，你才肯教我啊？没关系，拜师就拜师，3人行必有我师。你在算学上强于我，我拜你为师也是应当。莫老，这不是我研究出的算法，我也是在书中学到的，
你要是想听，我讲给你就是，切勿行此大礼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啊！小姑娘，这些你可懂？我不懂。不懂你还这么骄傲？小姑娘，有没有兴趣来春心书院当算学夫子啊？啥？当夫子？就我这样的？对，就你这样的。我可没时间，你不是说了吗？我忙着赚钱呢。这样，10天上1次课，我春心书院派马车去山上接你，结束了再给你送回去，1个月给你10两银子，怎么样？莫老，你卑鄙呀！你竟然用银钱诱惑，让我内心的美好品德受到了冲击。你以为10两银子就能让我折腰？哼！第1堂课是啥时候啊？好吧，被超能力打败了。这是你的随从？不是，莫老，你考验考验他的学问，要是你看得过眼，就收在春心书院呗。哼，就知道你这个小妮子不会平白无故来看我这个老人家。不过来都来了，就拷问2句吧。他接连又拷问几句，谢志无一例外全都回答上了。小子不错，明日就来春心书院。哥，怎么了？哥没事，你去问书吧。哥，刚才沈姐姐带我去了春心书院，竹柳先生让我明日去春心书院读书。你做得很好，好好读书，别辜负了你沈姐姐。我知道了，哥，我一定会争气的。怎么了？我走之前你还挺高兴的呀。没事，就是有点累了。沈姑娘，求你劝劝谢言吧，千万不能在这个时候生事，连娘都快生了，这老头子病还没好，谢志还要科考的，这要是谢言出事，我们这一大家子可怎么活呀？娘，婶儿，到底出啥事儿了？是贺有章打了我家老头子，用这个棍子打的。谢言不让我告诉你，我怕他私自去寻仇。贺有章啊，贺有章，你当你是霸总啊？只有霸总的世界里没有律法，而你的世界有。谢言，走吧，回山上，咱们可要好好经营一番，才能对得起贺有章啊。桃儿，你去哪儿了？好几天都没见到你。山上这几天没发生什么事儿吧？嗨，有我在能有什么事儿？我全能搞定。陆七叔，想必你也知道城里开了个游玩圣地，你派个机灵的人下山，替我查一查他们东家贺有章，一旦有情况，赶紧回来汇报。贺有章这几天倒是挺老实，每天守在翠柳山庄。东家，你好多天都没下山了吧？这里我们都能照料，要不你下山去看看爹娘？说的没错，我当真是好几天都没回家了，我这就回家看看，去就回。东家你慢走。儿啊，山庄怎么样啊？生意还好吗？你要是忙不过来，就让墨竹过去吧。墨竹从小跟着他爹，能写会算的，有他帮你管管账也是好的呀。娘，女人就好好在家里待着，别管男人的事儿。墨竹他人呢？我几日未回，也不见他过来瞧我。墨竹他晌午去外面逛了逛，他肚子大了，吃不消，这会儿睡下了。睡就睡吧，也省得在我耳旁聒噪。我累了啊，到偏房休息一下。你叫红雨给我打盆热水烫烫脚。山上条件不好，好几日都会泡脚，身上乏得厉害。哎呀，我的好红雨，你可想死我了！少爷，你别这样。红雨，别装懒，咱也不是第一次，快和爷一起乐呵乐呵。爷刚才路过布庄，一眼就瞧见了这块花布，这要是做成衣裳穿在你身上，那还不迷死爷呀？讨厌，爷就哄我开心。有章，是你回来了吗？你们真不要脸！贺有章，你怎么敢这样对我的？我跟你是结发夫妻，你以前在州府逛窑子也就罢了，你怎么还把手伸到家里来？红雨，你也是个白眼狼！你进到贺家，我什么重活都舍不得你干，有时候还帮着你一起干，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？嚷什么嚷？一点小事非要闹得人尽皆知吗？是这贱婢勾引我，我也不过是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。墨竹，你怎么样啊？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红雨，快去请郎中。红雨只是贺家过来干活的，并不是卖身。他着急找家人做主，逼贺有章娶她过门，哭哭啼啼的把哥哥叫回家。你呀你，早知道就不该让你去贺家。你心比天高，看不上村里的泥腿子，非要找个富贵人家做小。现在好了吧，人家不认账，白白搭进去一个黄花大姑娘。哥，事情都已经这样了，我还能怎么办呢？你要帮我做主。行了，你也别哭了，我去找你几个堂哥，带你去贺家讨个公道。你谁啊？
你不用管我是谁，我今天来啊，是要和你谈笔买卖。刚才我在门口也听了个大概，令妹和贺家颇有渊源。你和贺家是一伙的，上门来当说客。我告诉你，没门儿！贺家欺辱了我妹妹，这事儿没那么容易过去。贺家外表看着风光，实际早就没银子了。贺有章抵押房子，从全通银号借的银子，这才开启了翠柳山庄。可他不善经营，入不敷出，拖欠村民工钱不说，已经2个月未还全通银号的银子。3月不还，全通银号就要卖了他的房子。就算你妹妹嫁过去，也只会是当牛做马，伺候他一家老小。哥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大可以带人去贺家，给你妹妹讨公道。若是贺家把你妹子收作小，今天就当我没来过。若是他贺家不认账，我想请你妹妹帮我做件事儿，前提是你妹子要在贺家委屈几天。放心，绝对不是违背公序良俗的事儿。事成，我还会给你妹妹50两银子，待她寻到良婿，就可以风风光光的嫁出去。好，就按照你说的办。贺家已经乱作一团。我妹妹怀着身子，你却公然和家里的侍女勾搭在一起。你厮混的时候有没有把我们一家人放在眼里？若是我妹子有个3长2短，我让你赔命！哥，真不是我的错，是小贱人勾引我的，都是男人，你应当能理解我。贺有章，你放屁！明明就是你先来缠着我，是你说你要娶我做小，我才委身于你，你现在却全都推到我身上来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贺有章，墨竹还在生产，你要是敢把这个贱人娶进门，我让你贺家在平县消失。贺有章毁我妹子清白，他要是不娶红雨，我今天就把贺家砸了。你个贱人，要不是你爬床，根本就不会发生今天的事。滚，给我滚！是我对不起墨竹姐姐，她待我这样好，我却为了一己私欲，坏她幸福。我不是人，我被猪油蒙了心啊！我从未想过要取代姐姐，我只是想在她脚边侍奉。现在我知道，我跟贺家少爷没有可能，我也不敢肖想，能不能让我留在贺家几天？墨竹姐姐现在正是需要人的时候，就让我来报答她的恩德吧。一旦她恢复了，我马上卷铺盖走人。哼，你有那好心？我看你是想趁我们不在偷害我妹子吧？我从未想过要害她，刚刚她出事了，还是我第一个跑去喊郎中的，求求你们了。姐姐生产，家中只有老太太一人，她又要照顾小小姐，还要伺候墨竹姐姐坐月子，这根本就忙不过来。我绝对不会靠近墨竹姐姐，能每日洗刷孩子尿布，就心满意足了。问你家老太太吧，这说到底也是贺家的事儿。哎呀，造孽呀！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等墨竹醒来，看他怎么说吧。恭喜恭喜，生了一位小公子。我贺家有后了，我贺家有后了。好孩子，你受委屈了。他说了，绝对不会把红雨留在身边。红雨也知道错了，说对不起你，想给孩子洗洗尿巾，分担杂事，来报答你的恩德。找到贴心的嬷嬷替手，他马上就走。九章为了避嫌，也已经回山庄了，全看你的意思。你要是愿意，就留他2日；要是不愿意，我马上就赶他走。娘，我现在很累，没心情想这些，让我再睡一会儿。你不怕被人看见呢？怎么大白天的就找来了？你想方设法留在贺家，也不是真为了给人伺候月子。我早点来找你，你不是也早点解脱吗？你别乱来！别怕，你只需要找到贺有章一件宝蓝色的衣服，用木棍在他袖口上勾下一条丝线，确保丝线挂在木棍上，你就可以解脱了。事成之后，你把木棍给我，50两银子给你。你这木棍上还带着血呢，你这是要诬陷贺有章。我红雨虽然贪图富贵，可还没丧心病狂到诬陷别人下大狱的。这事你还是找别人吧。诬陷别人？你把我想得太坏，又把贺有章想得太好。这事本来就是贺有章做的，我只不过是制造一个证据，让他认罪伏法罢了。真的？那还有假？被贺有章袭击的人已经醒了，指认他是凶手。现在就缺一个能坐实的证据。你帮这个忙，不仅能获得50两银子，还能为民除害，这是大功一件。你不想要？那一言为定，今夜子时在我娘家门口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今晚见。你就是红雨。
老爷，我是红雨。留下是为了报墨竹的恩德。回老爷，墨竹姐姐对我恩重如山，我自知理亏，想要报答她。行了，我不知道你为何留在贺家。总之，收起你那些花花肠子。墨竹现在身子不适，还来不及处理你。这毕竟是你们小辈的事，墨竹不发话，我也不好越过他去处理你。你只记得一句，墨竹是我贺家明媒正娶来的媳妇儿，给我贺家养育了2个孩子。就算不要贺有章这个儿子，我也不会不要墨竹这个媳妇儿。你少打那些小算盘。要不是为了那50两银子，你当我稀罕这个只剩空壳的贺家？去那老石子翠柳山庄，把有章给我带回来。他要是不回来，就给我拖回来。他要是敢跑，就把他腿给我敲断。是。伯伯，轻点，我手疼。大哥还没发话呢，你跑什么跑？给我回去！爹，你啥时候回来的？怎么不和儿子说一声？儿子好去接你。不孝子，给我跪下！你个不争气的东西啊！想当年送你去州府读书，你信誓旦旦要考取功名回来，结果你不上进，结识一群狐朋狗友，整日挥霍银钱。到了成亲的年纪，你说非墨竹不娶。墨竹家境颇为殷实，原本是看不上咱们贺家的门第，是爹豁着这张老脸替你上门求娶。本以为你娶到意中人能收心读书，没想到你变本加厉，开始棉花素柳。墨竹可又怪罪过你一分。没过2年，你又说你不是读书的料，想趁着年轻学做生意，我也同意了，还让你把院子拿去抵押。可你干了什么？你把手伸到自家院子里，趁墨竹有孕，与家中侍女勾搭成奸。我和你娘是你的生身父母，教养不好你，是我们的问题。可墨竹有什么错？你怎么对得起他？今天我就要教训你这个不孝子，为墨竹出气。来人呐，给我打！爹，你就饶了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不是我的错，是那个贱人勾引我的。求老爷做主，不是我故意勾引少爷，是少爷说墨竹姐姐怀着身子不能伺候，许我做小，我才一时鬼迷了心窍。你的事待会儿再说，打，继续打，别停！墨竹，咱好歹夫妻一场，是我不对，我给你赔脸。你快跟爹说，你已经原谅我了，快让他住手吧。贺有章，你给我记住，我眼里容不得沙子。你若再昧着良心做事，墨竹不是我的儿媳，也是我贺家的女儿，而你就别怪我心狠，把你逐出门去。老爷，红雨知错了，求你饶了红雨，红雨再也不敢有非分之想。我已经把包裹收拾好了，我现在就离开贺家。娶你进门做小是不可能的，我儿坏你身子，这10两银子就是给你的赔偿。你现在就离开贺家，从今往后再无瓜葛。我这就走，我现在就走。墨竹，是有章不对，能否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再给他一次机会？往后一段时间我不出门了，就在家好好看着他。若是他不好好经商，不尽到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，不用你说，我大棒将他打出门去。谢爹做主。红雨拎着布包，心情轻快地回到家。你的事儿闹得村里沸沸扬扬，你还有脸高兴？哼，那咋了？瞧见没有，贺家老头子给的10两银子，晚上我还能再收50两。村里人笑话，就让他们笑话去呗。真金白银的落进口袋才是真的，在意那些，我红雨早去跳河不活了。哥，今晚拿了银子，我给你留一半，你赶紧再去帮我找一个有钱人家，我就不信了，我还给人做不上小了。这次可打听好了，我可不想再找一个贺家那样的空壳子。示意，合作愉快。等什么呢？拿着这东西，明天一早去县衙敲明远谷吧。哎，县令是我舅舅，用不用我陪你去啊？东家，你救治我爹，不再以我舞弊的名声收留我，还帮谢轾进入春心书院，更为我找到整治贺有章的证据，桩桩件件全是恩德。我谢言没有能力偿还，只有这一条贱命，只要您差遣，我谢言愿以性命相搏。可拉倒吧，我要你性命干啥？如果有事，
大家同舟共济，要你一个人上去拼命，我的人缘得多差啊！明儿个一早，你就带着证据下山告状。听鲁齐叔说，贺家老爷子把贺有章打个够呛，就他那样的渣子，就得趁他病要他命，千万别心慈手软。知道了。第二日一早，谢岩只身赶往县衙。哎呀，谁这么早啊？让人连口早饭都吃不消停。快，来人，给老爷我把官帽拿来。草民谢岩状告翠柳山庄的东家贺有章，他谋财害命，抢夺我爹银两，并将他打成重伤。若不是有高人救治，我爹早已魂归西天。我爹清醒后，指认贺有章是凶手，恳请青天大老爷给草民做主。谢岩，你说贺有章是凶手，可有证据？这个木棍沾染血渍，出现在我爹被袭现场，正是凶器。发现我爹的村民可以作证，木棍勾到了一截宝蓝色的丝线。那日草民与贺有章在全通银号碰过面，全通银号的人可以给草民作证，贺有章当日的确穿了一件宝蓝色的衣服。好，去请证人。你们可认得这根木棍？认得。草民那日晚归，发现巷口倒着一个人，他满头满脸都是血，这个棍子就扔在一边。对，我也认得，就是这根棍子。徐大人，我听了半天，这案子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，为何要大动干戈把我抬到堂上来？青天大老爷，此事与贺有章有关，草民正式状告他深夜夺财，打伤我爹。嘿嘿，他叫我青天大老爷。贺有章，你是在怀疑本官吗？若是无事，我不会宣你上堂。老实给我趴着，等会儿再说你。好，人证齐全，这根木棍就是伤人凶器。全通银号的人何在？全通银号大堂管事何有人在？10日前，你是否在全通银号见到过贺有章？他当时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？去全通银号干什么？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证言，若有虚假，大刑伺候。草民的确在那日见过贺有章。贺有章2月前以房子做底，在全通银号借银180两，签订契约3年还清。他以2月未还全通银号的银子，原本他应还20余两银子，可那日他只带了6两，还央求宽限一些时日，在3月期满时把欠了3个月的银两一次还清。草民记得很清楚，他穿的是一件宝蓝色的衫子，衣服上绣的花样是州府流行的，平县至今还没有，所以我多看了2眼。可是这件衣服，正是这件。我那日的确穿着这件衣服去了全通银号，可这能证明什么呀？你们可亲眼看见我动手了？不曾。大人，您听到了吧？他们根本就没见过凶徒的长相、穿戴。您不会要把这打人行凶的罪名强挨在我头上吧？再说了，我是个秀才，按照我大越皇朝律法，秀才可以免赋税，可以用奴婢，可以见官不跪。若是官员不作为，收人银钱，栽赃陷害，痛骂官员，也是被允许的。今日我受伤，只能趴在地上与徐大人见面，这可不代表我的脊梁是弯的。您要是胡乱定我的罪，我就是告到州府也要讨回公道。哦，是吗？你个孽子！想当年我在外征战，你娘一人抚养你，十分辛苦。谢伯伯一家待你亲如家人，好吃的好用的都没少你这一份。你怎么能做出如此丧心病狂之事？你枉为人！爹，你到底是我爹还是谢岩的爹啊？莫非你是趁着人家男人不在家，和谢岩的娘搅在一起，生下了谢岩？你个孽子，你说的什么胡话？我说胡话，还是你有失偏颇？今日公堂之上，谢岩诬告我打伤他爹，你只凭一段与我衣服颜色相同的丝线，就断定我是行凶之人？天底下哪有不向着自己儿子的？所以我才说谢岩才是你亲生儿子吧。你打呀，你今天打死我正好，省得你处处偏颇，让我寒心。孽子，你个孽子！徐大人，让你见笑了，赶紧判吧。谢岩污蔑我，还有这些刁民全都污蔑我一个秀才怎能受此大辱？杖毙他们也不为过。
贺有章，你是不见黄河不死心呢。来，检查贺有章的遗物。若你不是行凶之人，木棍上的丝线自然是伪造；若你就是行凶之人，木棍勾下丝线，你的衣服上定有刮痕，人证物证俱全。贺有章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是你们诬陷我的，我没有动手杀人，没有，定是有人潜入我家，拿我的衣服做文章。爹，你帮我说句话呀，这是不可能的。爹，你是将军的亲卫，你还救过将军的命，你说话一定有用啊。青天大老爷，谢某不才，读过些律法。我爹当日携带50两银子出门，贺有章还不上全通银号的银子，所以盯上我爹。他夺财害命，按照律法，抢银10两，杖责30，入狱5年；抢银50两及以上，杖责100，要在狱中孤独终老，还望青天大老爷明判。谢爷，你放屁！哪有50两银子？根本就没有！你爹身上连10万钱都没有！你想污蔑我？真的是你做的？不是我，我只是胡乱瞎说的，你们相信我？贺有章亲口承认行凶伤人，念他有秀才之名在身，先打上30大板，收押候审，待本官上书州府，革除功名，再行论罪。谢爷，你怎么还不死？我怎么没打重点？等老婆死了直接打死才好。给我等着，等我翻身那一日，我定要你死无全尸。贺有章，咱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待你如亲兄弟，可不懂你对我的恨意从何而来，还趁我不注意，在我的衣襟里塞入小抄，让我背负舞弊罪名。你倒是说说，咱们到底有何大仇大怨，让你下此毒手？谢爷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子的人，你就是个伪君子。你小时候那叫对我好，分明是看我家贫寒，才给我一些小恩小惠，实际上是在我身上找优越感。后来我爹回来了，咱们上了同一所书院，明明我家境更好，能给同窗东西更多，可他们却前脚拿了我的恩惠，后脚围在你屁股后面转，连夫子也称赞你学问好，凭什么？贺有章满腹才华，凭什么沦为你的陪衬？哼，只要你过得不好，我贺有章就能通体舒畅。你等着，我贺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也只有我一个儿子，竟会出面保我。到那时，我让你生不如死。墨竹，爹问你，爹想将贺有章这个忘恩负义之人逐出门去，你愿不愿意将他休了？若真写了休书，我愿意认你做女儿，孩儿都记在你名下。你若是往后遇到知心人，我给你准备嫁妆，风风光光送你出嫁。你要是想归家，我也绝无二话。爹，我愿意做您的女儿，照顾您和娘一辈子。请贺家族老宗亲去祠堂，我今日要开祠堂，在族谱上除去贺有章，收墨竹为义女。老头子，到底是咋回事啊？你就这么一个儿子呀？要是把他除族，咱们可就断后了呀。贺老爷子当即把贺有章的所作所为和盘托出，把贺有章除族，把墨竹的名字记入族谱，墨竹的休书也送去官府备案。贺有章从此与贺家再无关联。爹，快来救救儿子！儿子知道错了，快来救我！墨竹，你快给爹说句好话！老不死的，我是你唯一的儿子，要是不救我，没人给你养老送终。墨竹，你这个奸夫，是不是等着我坐牢，和别人双宿双飞？你做梦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妈的，一天到晚叫个没完！再叫，老子上刑场之前不在乎多带走一条命。你他妈再不安静点，老子办了你！你们敢？我爹上过战场，给将军挡过剑，只要我爹凭这个交情去求将军，无论我犯了什么事儿，都能饶过。等我出去，我找人进来弄死你们！只能带遗嘱下啊，别让我们难做。我懂规矩。你们这些杂碎看见了吧？我爹来了，你们系好脖子给我等着！爹娘，你快救我出去吧！这里实在不是人待的地方。
那些野猪不给清郎中，不给吃东西，我牢房里泼水，儿子在这里一天也待不下去了。儿子知道错了，儿子也不是故意去招惹谢伯伯的，我是被鬼迷了心窍。你就帮我和爹说两句好话，救我出去吧。出去以后，我一定给谢伯伯掏钱，我给他当牛做马，我给他养老送终来弥补罪行。再说，我叔刚刚给我生了一个儿子，我还没有好好抱过那个小家伙。娘，你就可怜可怜我吧。现在想起墨竹了，想起刚出生的孩子了。我告诉你，晚了。我今天之所以来，并不是心疼你，而是要告诉墨竹已经给你写了休书，还送到官府备案。我已把你逐出贺家，族谱上再无你的名字。我收了墨竹为义女，她和她的孩子都上了族谱。从今往后，你是生是死，都和我贺家再无关系。呀，爹是在骗我的，对吧？这是娘最后一次来看你，以后你好好保重身子。说是有机会出狱，一定要好好过日子，不能像从前那样了。不可能，你们只有我一个儿子，没有我，谁给你们养老送终？不可能不要我。爹，你说句话。你们别走，你们回来，你们给我说清楚，我是贺家的长房长孙，我还是秀才，你们凭什么把我处决？好不死的，你们给我回来说清楚，你们不得好死。还说让我们洗干净脖子等着你，等你干什么？等着看你爹你娘把你出族啊？啊！去死吧！敢得罪大哥，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大哥，给他点颜色瞧瞧。来人，快来人啊！杀人了！一左，有人要越狱。哎，烦死了！大块头又在里面惹事儿。等一会儿吧。新来那是什么东西啊？没听他刚才说他爹娘老不死的？让大块头去教育教育他，打死就打死了。大块头秋后要问斩，手上多一条人命不多，少一条人命不少，反倒是那个杂碎死清净。别了，打到差不多就进去，人死在牢里又是咱们的过错，给留口气就行。得嘞。爷爷，你别动手，这是我的错误，我给你磕头了，你饶了我吧。还有气，去把大块头弄到新牢房里，再加一道镣铐。是。新伤旧伤加在一起，半夜就发起了高烧。7日后，牢里传来消息，贺有章畏罪自杀。县衙去贺家通知领尸，贺家人早已不知去向。县衙还遇到了衙行领人来看房，无人认领贺有章尸体，狱卒只能用草席卷了，扔去乱葬岗。翠柳山庄因为贺有章的死名声大噪，倒不是出名的人人抢着去游玩，而是人人避之不及。黑风寨山头今天很是热闹，因为是翠兰和山虎成亲的日子。翠兰，你就别操心了，在家乖乖等2天，山虎会骑着高头大马去接你的。哟，咋摆这么多桌子，还贴喜子？有人成亲呐？是，我们有人今天成亲，你们好好玩，等会儿叫你们观礼，拿2块糖吃，沾沾喜气。好嘞，大嫂子，等观礼吃席时叫我们给包个红包。那怎么好意思啊？请你们吃喜宴，你们就踏踏实实的吃，怎么还好意思让你们包红包啊？就当往常一样，别客气。咋啦？山虎成亲你不高兴啊？我咋会不高兴啊？老六叔，加把劲儿啊！我看你追妻之路漫长啊。哎，我啥时候能成亲抱娃啊？你要是着急成亲抱娃，要不我在山下给你物色一个。涛儿，你说的是什么话呀？人家非他不可。他是谁啊？嫂子们都别忙了，这一会来人就把我给接走了，还让你们再跑一趟，心里怪过意不去的。这孩子，你快回屋里盖上盖头等着，人生大事怎么能马虎呢？我们来忙就行，你快回屋。你们瞧见没有，赵青山家门口还贴了喜字呢。谁成亲呢？莫不是翠兰？不是说翠兰干了不正经的营生吗？就算是嫁，也是给哪个大户人家做小，他们还像模像样的贴喜字，娶小不用接亲，也不从大门进，
就这还好意思张扬？来了来了，青山兄弟，翠兰，东家，你咋来的这么早啊？大嫂二嫂，这是我们东家，就是收木块的东家。东家，东家，没那么多虚礼。快，大家都进屋，快帮翠兰打扮打扮。再过1个时辰，新郎就该来接人了。沈桃把提来的箱子放下，第1层各式各样的胭脂水粉，第2层是首饰，银钗、银镯、银耳坠，还有10两银子。第3层是一件大红嫁衣，嫁衣布料上乘，绣得花团锦簇。村里人成亲就一件红衣，一个红盖头，他哪儿见过这些呀？东家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，我穿身上这一件就极好。这嫁衣是我黑风寨出银子买的，你放心穿，下一个成亲的还穿这件，把喜气传承下去。至于这些首饰和胭脂水粉，是山虎自掏腰包专门给你买的。这10两银子是给你哥哥的，是你的聘礼。为了娶你，山虎可是和我预支了半年的银子，你可得好好和他过日子啊。他何德何能，能找到这样好的郎君，不嫌弃他嫁过人，有个孩子。啊，别哭别哭，大喜的日子哭不吉利。这不能拿，我妹子嫁得这么好，我怎么能拿银子？这是山虎的诚意，他觉得你的妹子值得，所以这银子是他的态度，必须要给。莫非你觉得你妹子连10两银子都不值？就翠兰这做派，还有人敢娶？可不是嘛，给人做小，就这还好意思在门上贴黄？我要是赵青山，我都要臊死了。你们说的翠兰可是赵青山的妹妹？可不就是那个翠兰吗？咋的？你认识她呀？我看你也到了成婚年纪，莫不是相中翠兰来打听她的？我说你可别打听了，赵青山家今天贴红，翠兰要出嫁，他第一个男人嘛休了，连孩子都不要，那孩子肯定不是他男人的，被休后他就做了不三不四的活计，现在要嫁给夫人做小呢。于山柱，你来干啥？今天是翠兰大喜的日子，你少找不痛快，给我滚！赵青山，你把翠兰给我叫出来，他不要脸，我还要脸呢。孩子是我余家的，他要是敢带着孩子给人做小，我第一个饶不过他。放屁！谁给人做小啊？我们翠兰今天风光大嫁，是给人做正经娘子的，你要是再败坏她的名声，我就去衙门告你。哎，就你给我出来！肯定是你给翠兰牵线搭桥，你他娘的不得好死！青山兄弟，你放开他，让他把话说清楚。哼，你什么你？给你几分颜色，你倒是给我开上染房了。我告诉你，再靠近赵家大门，我打得你生活不能自理。我告诉你们，翠兰一直在给我做工，我这个人没别的毛病，就是护短。我再听谁在背后嚼舌根，就别怪我上门讨说法。我这人没别的本事，就是打人贼疼。村民吓得噤声，后退2步。你怎么来了？这也太阔气了，小河村从来没有这么风光的嫁过姑娘，翠兰这是要发达了。哎呀，青山兄弟啊，你妹子成亲这么大的事儿，你咋没和村里人说呢？我反正也没啥事儿，我帮你忙活忙活。翠兰呐，你要嫁到哪里去啊？你未来的男人有没有兄弟？我家你小妹今年都15了，长得水灵着呢。她以前就喜欢你，这要是你有小叔子，正好把我家你小妹介绍过去。你们以前就在一起玩，这当个妯娌也能互相帮衬不是啊？哎呀，我来扫地。哎呀，我擦擦桌子。哎呀，这扫把是我先拿到的，哎，是我先看到的，给我！走，都给我走！以前背着我们传翠兰的闲话，你当我是聋的听不到了吗？现在看翠兰家的好了，就冲上来想占便宜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啊？当你家翠兰是天仙呐，还给人家当正头娘子，我看呐，就算是正头娘子，嫁的也得是死了女人的老光棍，又老又丑，娶了个媳妇还带着现成的孩子，都不用生了。山虎叫了声嫂子。好，要是往常，我定要请你进门坐坐。可村里的规矩，迎亲的新郎不入门。你在门口等等，我这就去叫翠兰。等你们3天回门，嫂子再好好招待你。翠兰，嫂子知道你是好孩子，不用嫂子操心。可你就和我妹妹一样，我希望你以后越过越好。要是山虎对你不好，你就回来和你哥说，让你哥给你做主。没事的，嫂子帮你看几天孩子，等你3天回门再抱回去。
你们小两口成婚，正是好时候，别让孩子耽误了。你们快走吧，孩子我看着，没事的。嫂子，把孩子给珊瑚吧，我们山上人多，都能拉扯。你们还有一大家子要照料呢。走，陪着爹一起骑大马，以后当个大将军。说完，珊瑚抱着孩子爬上马，队伍并未直接出村。8台大轿抬着翠兰在小河村绕了2圈，村里人羡慕嫉妒的心都快要烧起来了。沈桃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你们不是爱说闲话吗？我就是要用排场压倒你们，以后你们谁家成亲达不到这个效果，想起来都要羡慕嫉妒恨。哎，就喜欢你们赶不上又嫉妒发狂的样子呢。打不打脸，打得响不响？去，你们少给他喝点儿。新婚之夜良宵苦短，你们把他灌醉了怎么行啊？沈桃笑话风鸣，该懂的不懂，不该懂的全都懂。那没吃过猪肉，总见过猪跑吧？你见的是哪头猪啊？要不介绍我也见见？你个女孩子家的，你不害臊？红蝶，你就不能正眼瞧瞧我吗？红蝶，你看看我吧。红蝶，你看看我吧。冯公子，麻烦你来一趟。老六叔走到门口，脚一绊就摔在这儿了。冯公子，你快把他送回屋吧。难得的休息日，每个人都很珍惜。赵翠兰，你给我出来！赵翠兰，你给我出来！你们谁啊？我是程娇娇，是余栓柱明媒正娶的媳妇儿。叫赵翠兰那个贱人给我滚出来！不要脸的东西，一边勾搭男人成亲，一边勾搭我男人，他是不是没有男人活不了啊？不要脸的贱蹄子！原本余栓柱想着翠兰被休回家定遭人嫌弃，整日以泪洗面。他稍稍给点甜头，勾勾手指，翠兰就愿意依靠他，和他做一对野鸳鸯。他是万万没想到，翠兰喜气洋洋的嫁了。8人抬的大轿，骑高头骏马迎亲的新郎，还有那一箱箱礼物，都好像巴掌打在他脸上。哎呀，快起来吃饭了！这么大的人了，还要耍小孩子脾气？哎，栓柱啊，这咋回事啊？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程娇娇。往日她虽然欺负你，但都是小打小闹。为了咱们家着想，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没想到她蹬鼻子上脸，竟然撒你的脸呢！这要是让街坊邻居看到，知道你被程娇娇压得死死的，那咱们家还怎么做人呢？娘，你烦不烦呀？你别管了，我不吃饭。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，余栓柱，你没良心啊！娘为了抚养你长大，吃了多少的苦呀！整夜的抱着你，哄你睡觉。你现在是长大了，翅膀硬了，你就嫌弃娘。再过2年呢，我走不动了，你是不是要把我赶出门去？自从娶了程娇娇，你就变了。这娘们要涨价，我就由着她；她整日闹，我也由着她。可她竟然挑拨咱们的母子关系，这让我如何能忍的？程屠户，你给我出来！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了？我就是要问问你爹是怎么教你的，大家伙都过来看看呐！这程屠户家的好女儿嫁进我家不久，就挑拨我们母子关系，大家都来看看，这不孝顺的儿媳妇！我挑拨你们母子关系怎么了？我还打你呢！有本事你还手啊！舅舅，爹，没事儿，有人欺负到你闺女头上了。放心，你闺女能摆平。疯了！你这脸谁给你打的？我程娇娇的男人，只有我能动手。谁要是敢动手打你，看我不弄死他！栓柱啊，这不是娇娇打的你吗？要不是娇娇，还能是谁呀？你倒是说呀！你说了，娇娇就不打了。再这么打下去，你就要被打死了！好你个余栓柱，都把赵翠兰休了，还去找他！赵翠兰这个不要脸的小蹄子，连我的男人都想勾引，活腻了！沈桃推开众人走，姑娘家的，你嘴咋这么埋汰呢？找翠兰干啥？翠兰把你家祖坟了？你放屁！这是我和赵翠兰的事儿，你少插手！快叫赵翠兰出来，否则别怪我砸了你这破地方！哎呦喂，我这山上正等着翻新呢，你要是想砸，动手啊！老六叔，把谢岩叫出来，让他拿上账本，咱砸一个记一个，回头找这位大小姐算账。你砸呀，谢岩，记上10两银子。你疯了！我就砸你一条破凳子，你敢要我10两银子？
哎，不瞒您说啊，这凳子呢是竹柳先生坐过。竹柳先生是谁啊？平县之光啊！这要是放到外面，说是竹柳先生做过的，文人都要争相购买，10两银子你还买不着呢。敢问这位姑娘，我哪得罪您了？你找上门来骂我？哥哥弟弟们，那个就是不要脸的赵翠兰，你们帮我教训教训他。动手吧。得嘞。打得程家兄弟叫苦不迭。好啊，你们敢动手，我和你们拼！县令大人到。县令大人，求您给民女做主。赵翠兰那个贱人勾引我男人，我来寻她说清楚，没想到山上的刁民竟然动手打人。县令大人，民女冤枉啊！这女人冲上山砸了竹柳先生坐过的凳子，我向她索赔，她不但不给，还想动手打人。我们可没动他们1分啊！若是不信，县令大人让他们脱了衣服验伤，隔着后面打肚子，你能找到印记算你厉害。大人，您听见了吗？一条凳子他就要收10两，他这是敲诈！我不仅要告他打人，我还要告他敲诈！啥？竹柳先生坐过的凳子他还敢砸？他疯了吧？可不是嘛！文人崇拜竹柳先生，他坐过的凳子卖10两都是便宜的。若真是竹柳先生坐过的凳子，的确值10两银子，不算敲诈。他骗人！谁能证明这是竹柳先生坐过的凳子呀？他胡说的！难道要我把竹柳先生请过来，他亲口承认你才信？徐以德今天是来办正事的，没想到还赶上了有人状告沈腾。原地升堂，原地升堂，原地升堂！恳请大人为民女做主。那本官就在这里临时审案，原告何在？民女程娇娇是原告，状告他们一众人敲诈我，还要告他们不分青红皂白殴打我的兄弟。大人冤枉啊！他说我敲诈他，我可以请竹柳先生前来作证，说我殴打他的兄弟，也可以请他们脱衣验伤。大人可否容我书信一封，请人送到竹柳先生手里，请他来作证。笔墨伺候，敲诈一事稍后再审，先验伤。本来以为他是苦主，没想到是闹事诬陷，这身上一点伤都没有，何来殴打一说啊？就是，这也太不要脸了！不可能，我亲眼看到他们殴打我兄弟。我真的挨了打，怎么会一点伤痕都没留下呢？我现在肚子还疼着呢。我知道了，肯定是他们垫着棉垫打的原因。不信大人可以亲自试一下，垫着棉垫打人不会留下痕迹。大人，他们这是狡辩。我身上的确有棉垫，可能是为了防止山上的人寒冷做的护膝。若是信不过，可由我这个女子带上，大人打一拳试试。女子力气小，若是我带着打人都能留下痕迹，那棉垫打人不会留下痕迹一说就不攻自破了。准了。谁愿意让我打一下？我准备好了，你倒是动手啊！你天哪，你怎么了？我是不是用太大力气了？对不起，我真的没有想到真的会疼呢。瞧瞧这姑娘，打人一拳吓得眼泪都快出来了，她怎么可能指使人殴打旁人呢？对啊，她一个小姑娘能有多大力气？那男的多半是装的。堂哥，这一拳够力道吧？我这还收了7成功力呢，我要是全力一击，能把你骨头打碎。哎，你们瞧，是不是没留下痕迹？肿的眼睛都睁不开了，还说没留下痕迹，真是想讹人想疯了吗？原告状告他人殴打一事，纯属子虚乌有。程娇娇，你若是现在不告了，本官从中斡旋，这事就这么过去了。我还要告，他就是敲诈我10两银子。好，现在证人还未到，大家可以先活动活动，等证人到了，咱们再继续。程娇娇混在其中，偷偷向翠兰靠近。翠兰在黑风寨待了这么久，她已经不是从前的赵翠兰，她是赵扭护路翠兰。路过程娇娇眼前，她膝盖一软，跌倒在地。你推我到底是哪里得罪您了？翠兰，你怎么了？疼不疼啊？大人还在呢，你就自己动手。你把大人置于何地？我没推他，我根本就没推，是他自己摔倒的。陈姑娘，我虽然没见过你，但也知道你是于栓柱后娶的妻子。在娶你之前，于栓柱遵从他娘的话，把没出月子的我休回家，又火速与你定亲。你不让我的孩子留在于家，于栓柱为了迎娶你，
就威胁我留下孩子，否则他就把孩子给埋了，然后与你成亲。我能怎么办呢？那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就算村民议论我不守妇道，红杏出墙，我也不能任由你们弄死孩子。我痛恨于栓柱坏我名声，又怎么会和这样忘恩负义的人再联系？我另觅良人，于昨日拜堂成亲。于栓柱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，大闹接亲现场，我家人气不过，就将他赶走。我还没追究他闹事呢，你反倒追上门来，说我勾引于栓柱，我到底是哪里得罪你们了？你说呀！估摸于栓柱早就和这女人无媒苟合，所以在原配还没出月子时，就迫不及待将她休回家。这娘们儿挺凶啊，连于家的孩子都不让留下。可不是，被休的女人也是可怜啊。村民的唾沫能淹死人，她留下孩子，村民肯定会议论她不守妇道，否则男方怎么会让自家骨血流落在外？原配都忍成这样，这女人还不依不饶，有她搅和，家里终无宁日，谁娶谁倒霉。你们放屁！崔兰，你行啊，这不是大女主崛起的爽文现场吗？走绿茶的路，让绿茶无路可走。娇娇，他们都是不讲理的人，咱们今天吃亏了，要不就别告了，咱们回吧。你瞧瞧大堂哥的脸，都肿得水灵灵的了。我要告，我必须要告！你们没瞧见那两个女人的嚣张嘴脸呢？我要是走了，就是怕了他们。我就不信这些泥腿子真能认识竹柳先生，他不过就是虚张声势。大人，竹柳先生怎么还不来呀？这女人应该不认识竹柳先生，所以故意拖延，还请大人明判，还我清白，惩处油嘴滑舌的奸人。报！竹柳先生到！竹柳先生到！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啊！你呀你，一封信就把老夫叫上山了。今日落雨，老夫正无事可做，索性上山来瞧个热闹。徐以德又重新升堂。既然竹柳先生来了，那咱们亲自询问就可。老先生，您是否坐过这张凳子？老夫的确坐过这条凳子，还夹过手嘞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和他是一伙的，你做假证！你是什么人？知道竹柳先生毁了自己的名声，来诬告你？就是，没有铜镜，你总有尿吧？此案已经明了，程娇娇告他人敲诈，打人系子虚乌有，按律应杖责10下，赔偿损失。大人，念在程娇娇初犯，您就宽大处理吧，赔偿银子就算了，罚他们来帮忙干点活就行。好，既然被告不追究，本官也宽大处理，就罚程娇娇和他的兄弟给你们干活，干2天，最脏最累的交给他们就行，若是不服，再罚不迟。哎呀，黑风寨的厕所可真是好久都没掏了，谢谢程娇娇，谢谢了您嘞。既然案子告破，那本官宣布一件事：沈桃、冯明何在？沈桃、冯明听旨。听旨？除了皇帝，还有谁敢用听旨这个词啊？草民沈桃听旨。草民沈桃、冯明听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平县冯明、沈桃研发屈原里有功，造福万民，特赏黄金100两，东海夜明珠1颗，钦此。谢圣上隆恩。谢圣上隆恩。好生收着吧，留着传家。娇娇，你不是尚书刺史大人，怎么皇上都下旨了？你们俩真是好运呀！刺史大人将此事上报司农，司农按照图纸制造出屈原梨，一番尝试，果真比直原梨好用。他们上书圣上，恳请推及全国，故而圣上才专门写诏书褒奖你2人。不瞒你俩说，圣上还专门表扬我了。你舅舅当了半辈子平县县令，终于在圣上面前露了个脸啊！哎，你俩也别天天玩，再研究点有用的东西出来，造福百姓。县令大人，聚会改天就行。
今天寨中实在是有难以言说的活要干，趁着人在，赶紧干完。既然沈姑娘说有正事要干，我就不叨扰了。改天你下山一定要告诉我设宴款待你。不过到时可不止我一人了，山下那些妇人肯定要排着队巴结你。哈哈哈哈，难得见一次竹柳先生，竹柳先生可愿与我一同下山，咱们把酒聊诗词。陈姑娘，怕是你今天走不了了。哼，你想怎么样？你忘了刚才县令大人可是罚你们干活，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日吧。反正县令大人都走了，我不干又能怎么样？县令大人，县令大人，干就干。什么活？你竟然让我给你们掏茅厕！县令大人可是说了，最脏最累的活都要安排你们干，没毛病啊。这就是最脏最累的，莫非你不想干？县令大人，县令大人，您快回来啊！程娇娇宁愿挨打赔钱也不想干活，我干还不行吗？程娇娇的兄弟们这会儿没心情安慰她，说好来替她镇场的，没想到让人抓着打了一顿不说，还要干着又累又恶心的活。你们今天就回吧，明早继续来干，自带干粮，我们可不管饭啊！你们一个个的脸我可认清楚了，要是谁明天不来，我就到县衙去交鸣冤谷，定要让县令大人把你们屁股打开花。你狗仗人势！我就是狗仗人势呢，不服你咬我呀！哎呦，娇娇回来了，娇娇啊，今天怎么样？找到翠兰了吗？翠兰那个小蹄子认错了吗？娇娇，你今天干啥去了？你莫不是掉到茅坑里了？我可不和你聊了哈，再聊两句，我晚上吃的晚饭就要呕出来了。你个满嘴喷粪的！你说谁掉茅坑里了？我告诉你们，我程娇娇才是于栓柱明媒正娶的媳妇儿。我要是听见谁在背后说于栓柱和赵穗兰的事儿，我就撕了他的嘴！别一天到晚的瞎传话，有本事都在家看着点自己爷们儿，省得被别人的骚蹄子钻了空子。到时候啊，你们连哭都少不到北。陈娇娇，你骂谁呢？骂的就是你！你再骂一句，臭婊子！我跟你拼了！好啊，他媳妇儿在外面被人欺负，他宁可看着也不帮忙，他和他拼了。于栓柱这一家呀，真是活该。当年娶翠兰进门，翠兰处处依着他，给他们于家当牛做马。于婆子还不满足，看上了程娇娇的嫁妆，挑拨于栓柱把翠兰休了。程娇娇当姑娘时就十里八乡的厉害，现在把于家呀拿捏得服服帖帖。成亲前，陈娇娇就说了不要翠兰的孩子，于栓柱就把孩子送到我家，让我家于栓义过继。还好我有机缘遇到了道行高深的道长，他告诉我呀，我命有金童，若是抱养了别人家的孩子，我的金童就不来了。也多亏了我听了他的话，把孩子给送回去了。这没过多久，我还当真怀上了。你们瞧瞧，我这肚皮尖尖的，和怀前几个完全不一样，这肯定是个小子。这照我说呀，这程娇娇就是一个不吉利的，害得我差点怀不上金童，现在又搅得于家不太平。这以后啊，大家都离得远着点吧，省得闹得一身骚。第二日，小心点，别弄得到处都是。你去那边翻地，把肥都施在地里，别看着肥臭，种出来的蔬菜可水灵着呢。我种半辈子地了，还用你教？都干完了，2天也到了，该放过我们了吧？干完就干完了呗，咋还不走啊？舍不得我们，还想多干2天啊？一眨眼已到7月初，平县距离孟浦县200余里，2个县城明明隔得不远，可孟浦县却因为有码头，比咱们平县富庶很多。近来咱名声响，商人在孟浦县码头卸货后，都愿意到咱这儿来瞧瞧，带点货回去卖，好过走空船。对呀，他咋没想到孟浦县的码头呢？那里每日都有上百条船靠岸，商人闻讯来到平县，肯定要买。他还有个大胆的想法，他要在山脚下盖小商品批发市场，他要把平县所有的好东西、特色全都收罗进批发市场，名声打出去，就会有全国各地的商人到平县进货。这就是古代版的义乌啊！哎呀，桃儿，你到底要干啥啊？风明，你想不想陪我干件大事？哎妈，吓死我了！不就是干大事吗？咱俩也不是第一次干了，说来听听。沈棠一五一十地讲给风明，风明越听眼睛越亮。你是说咱们要建一个集市，然后搜罗平县所有的好东西来卖，对吧？要是做成了，咱们就成了平县最有名望的人。对，但是起初咱们肯定见不到收益，这事你干不干？干呀！我封家有钱，就是没名望，我也没本事让我封家扬名。
要是跟你干了这票，嘿，我孙子说起我来，那都得一脸骄傲。我爷爷是风鸣。进城后，麻烦打听一下，谁家木匠手工活好？我想打点家具。这我真不知道啊，要不你去牙行问问，他们可是包打听，啥事都知道。咱不去找我舅舅吗？是我鲁莽了，咱们还是要先解决产品的事儿，把事情捋出名目了，再找你舅舅不迟。二位是要看房啊，还是买奴仆丫头？店里新挂了几个房子，采光好，占地面积也大。小哥，我不买房子，也不买奴仆丫鬟，就是想和你打听点事儿。咱们平县哪家木工活做得好啊？我初来乍到不知道，想打2样家具，怕被人蒙骗了。您问我就算问对人了，咱们平县大大小小木匠有几十家，其中2家最有名，有人买了房子想打家具，都找我们介绍呢。一户就在平县县城里，城东有个土地庙，你到那儿一打听就知道了。东家姓刘，人称刘大头，他雕花手艺一绝，做的东西富丽堂皇，可有排面了。另一户在广河村，东家姓陈，人称陈木头，主要是他这人吧，就像木头似的不懂变通，做出来的东西呆板没新意。不过他用料扎实，手艺精湛，做出来的东西经用，要不我也不能介绍给你。其他木匠大多都是他俩徒弟，你跟他们打听就行。桃儿，走啊，城东的土地庙离得不远，咱们先去刘大头家看看。刘师傅。李顺。哎，师傅，我刚进去给您打水了，刚从后院水井里提上来的，凉快着呢。您喝一口解解渴。来客人了，接待接待。两位要做些什么？选用什么木料？什么雕花？我之所以来，是想和你们谈个生意，想和你们合作。没看见我们这生意好着呢吗？我们自己还忙不过来，还跟你谈什么生意？你若是打家具就赶紧说，你要是说劳石子生意合作，你们还是赶紧走吧，我们用不着。一般有手艺的人脾气都不怎么好，所以刘大头语气不善，沈桃并不生气，因为手艺就是他们的底气。可这李顺满目虚伪，还如此倨傲，别说还没合作，就算真合作了，他这个搅屎棍也能给搅黄。与其和这么麻烦的人合作，还不如另觅他人。他领着冯明直接出门，去广河村，咱们去见见陈木头。他们要做啥？师傅，他们就是来打听价的。我瞧那公子倒是穿得得体，是个能掏钱的，可那姑娘一身素衣，抠门的紧，一听报价拉着那位公子就走了。李顺啊，最近多亏你了，忠臣运气不好，让滚木砸伤了腿脚，不能帮衬我，还好有你。不过害你和你师傅生了嫌隙，我这心里也过意不去。回头我和账房说一声，等忠臣回来，给你多支2两银子，到时候你好好和你师傅说和说和，他教你本事，就是你的再生父母，可不能因为这点小事伤了和气啊。师傅，您现在才是我的师傅，学艺一途永无止境，能跟着您学艺，是我祖上积德行善才换来的，求您让我跟在身边，别赶我走。我的上一个师傅他教给我手艺，给了我安身立命的本事，他现在身体硬了，还用不着我照顾。有一天他老了病了，我自然侍奉在他前，绝无二话。我会孝敬他，我也会孝敬您，求您收留。好小子，有你这番话我就放心了。你留下吧，等忠臣回来，你给他搭手。不过别忘了你说的陈木头那边，你可不能辜负。死秃驴，瞧不起谁呢？还想让我给忠臣打下手？哼，若不是想学你的本事，你这地方我一刻钟都不想待。等着，等我学会了自立门户，你们就是个屁。师兄弟们交头接耳，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也就是忠臣师兄受伤，师傅只顾雕刻，不爱代客管事儿，否则哪轮得到他在这里指手画脚？就他那点本事，还不及我呢？可不是嘛，我有回奇呀，瞧见他对着师傅雕刻出的东西在那儿学呢，自己原来的师傅都不要，跑到咱师傅这里献殷勤，明眼人都知道他是来偷师的，偏咱师傅被他灌了迷魂汤，哄得高兴着呢。这也不怪师傅，我叔婶和师娘的娘家住一个巷子，听说师娘回娘家的路上遭人调戏，正好李顺路过给解了围，咱师傅收他进来就是为了报恩。等大师兄忠诚回来就好了，他就没法耀武扬威了。行了，都别说了，他又过来了。陈木头本人很好辨认。做点啥？我能先看看吗？看看吧，想种哪块木头，要做什么，告诉我便是。招呼不周了，以前都是大徒弟招待客人，国家老头啊是个不善言辞的，你们别在意啊。我来去打的木箱。客人，你还少给了200文呢，
这只有200万，我们打2个木箱，算上木料和手工，一共要400万。不是你们要讹人是不是？这是我给我妹子送的嫁妆，当时说好了一共400万，先让我们交200文定金，剩余200文取木箱时给。这会儿你们不认账了，还想再讹我200文啊？哎呀，走吧走吧。师傅，您就是太心上了。李顺就是个乞儿，若不是您把他捡回来，他早就饿死在路上了。您养他长大，教他本事，他倒好，嫌弃咱们做的东西面对的是劳苦大众，嫌赚不了大钱，费尽力气攀上了刘大头。他奔前程就算了，怎么在离开时卷走定金？这都是第3个说给了定金的人了。前2个咱不知道，拉着客人死活不让走，闹了大笑话，客人回孙就宣扬说咱是骗子。要不咱去告李顺吧，咱有理咱怕啥呀？感情刚才在刘大头那儿接待他的李顺是这个陈木头的大徒弟，李顺想赚大钱，所以登了原配师傅，走之前呢还中饱私囊吞了好几个客人的定金，这要放现代都能判刑了。你当我不想告？那些来打家具的大字不认识一个，因为信任咱们，给定金时连个条子都没要。李顺一口咬定没拿钱，咱也没办法呀。还好就几个客人，损失了就损失了吧。哎，师傅，那是定金的事吗？客人到处宣扬，把咱们名声都搞臭了，这几天都没客人了。咱要是不管不理，咱就等着关门吧。名声以后再赚就是。他是我一手拉拔大的孩子，我怎忍心断他后路啊？陈师傅，不瞒您说，我手里有个大单，我今日过来呢，就是想和您探讨合作的事儿。您放心啊，我不是骗子，可以先付给您定金。这笔单子不小，要的也急，您有相熟的木匠也可以拉过来合作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要什么家具？要多少？什么木料？价格几何？几天出货？沈涛没法和陈木头说，因为跳棋、飞行棋、孔明锁之类，说了他也不知道，干脆叫陈木头上黑风寨看看。要是不忙，可以让他们一起跟着。师傅，我们想去。那就跟着吧。你是城外游玩圣地的东家？是啊，你们可以到处看看。刘叔，你带他们玩一玩，不用收银子。他就喜欢带这种没见识的，成就感特别强。兄弟，你做的是何物啊？这叫搓衣板，是专门洗衣服用的。陈师傅，我这里呢，搓衣板订单3000个，跳棋订单3000，孔明锁订单3000，我原给你8成，一个20文，10天出货，你能吃下吗？我还打算在你门上挂个牌，就叫木匠联盟，以后我做不过来的木匠活就送到你手上，当地木匠呢可以到你手上领活，不过你要给我把关品质，你看可好？直接把陈木头 CPU 干烧了，哪儿接受过这么高端的理论啊？他脑子转了半晌，因为信息量太大，眼珠子都卡得不会动弹了。好，这么办是极好的。我做不过来的活可以让其他木匠来做。那价格呢？价格怎么定？你可以原价包出去，可既然你负责品质鉴定，出了力，拿几文钱的提成也是可以的。讲白话就是我20文包给你，你可以18文包出去。另外，为了提高出货量，你可以做流水线生产。啥是流水线生产啊？你瞧这个东西，它分成好几个部件，若是一个人做，就要做不同的部件，然后拼凑在一起。可若是每人负责一个相同的部件，越做越顺手，就不用过脑，速度就会快很多。再说这个搓衣板，可以有专人锯木头，专人雕凹槽。懂了，我懂了。您看看，若是觉得合适，我现在就支付1半银子做定金，10日后交货时我付余款。另外啊，你要在你家的院子门口立招牌，还要选个机灵可靠的人替你主持大小事宜。至于是谁呢，你不用着急告诉我，可以偷偷考验他们看看。好，这好。有人吗？您来了，快进来坐吧。还没有吃饭吧？这家里也没啥好饭菜，您别嫌弃，进来吃一口垫垫。还吃什么吃啊？气都气饱了。您这闺女我可受不了，不是缠乱我一卷丝线，就是勾坏我一块锦帕。今天更离谱，偷偷带着几个绣娘溜出去逛街，差点误了我的正事。再留下去，我的绣房怕是要被他搅黄。人呢，我给您送回来了，你们的银子我也不能退了，留我的东西还不够呢。别呀，东家，我这丫头是野了点，可是人品不坏的，弄坏您的东西，我照价赔偿，你可千万别不要她。这小闺女家的，要是不学点手艺傍身，以后可怎么办呢？爱怎么办怎么办吧，可别给我送来了，我可收不起了。
娘，人家都不要我了，你还追什么追呀？你呀，别人家的闺女想去学，家里都供不起。我和你爹想办法把你送到绣坊，不就是想让你有手艺傍身，这嫁人后日子能过得轻巧吗？你咋就这么不懂事呢？娘啊，我根本就不喜欢刺绣，您非要我去学。要是学手艺，咱家不是有现成的吗？我从小就看我爹做木匠活，我自己也能做些简单的，还用花银子把我送到别人那里调教吗？还有啊，我不想嫁人，谁说女子非要嫁人的？凭什么嫁到旁人家去吃苦，服侍人家一家老小？我自己爹娘我还照顾不过来呢。哎呀，你这说的什么疯话呀？先进来吃饭吧，等吃完饭我再跟你算账。哇，2、3、4、5、6师兄，你们好厉害呀！好久没见你们，都想你们了啊！我大师兄呢？大师兄去哪儿了？莫不是去送货还没回来？赶紧吃饭。爹，小娘，以后别提大师兄了，他那个叛徒跑了。其他师弟七嘴八舌的骂了起来。宁宁，你干啥去啊？我劈了那个不要脸的东西！想走，谁拦他了？还偷偷摸摸顺走定金。他要是不把定金还回来，你看我不一斧子劈死他！给我回来！大人的事哪轮到你插手了？坐下吃饭，吃完饭回房反省。还反了你的！别管他，他今年都16了，你在他这个岁数都嫁给我操持一个家了，他倒好，这么大了还耍小孩子脾气。今天去商量的怎么样啊？没商量成也没关系，要不然呢，明日你去做上几个成品，我去早市上卖。咱们的东西啊，用料扎实也经用，我还不信了，还卖不出去。老头子，你咋有这么多银子呀？今天的事情谈成了，这是哪姑娘给的银子？这是72两定金，你好好收着，剩下的一半交货时结清。我嘞乖乖，这是要做啥东西呀？要这么多银子？就这些，每一样做2000多个。明儿个我得让徒弟们一早就出去，把三子他们都叫回来帮忙。回头这些银子还要分他们，你可千万别给弄丢了啊！唉，人家让咱们挂个牌子，叫木匠联盟，咱做不过来的活啊，让其他木匠来做。人家还说让咱找个机灵可靠的人做管事。可你瞧咱们这几个徒弟倒是机灵，可他们大字不认识一个，如何能写算管明白事儿哟？爹，我能当管事人。宁宁别闹，你见谁家姑娘抛头露面，你还想不想嫁人了？就是嫁人，不嫁人我就活不了了。咱村那些个嫁过来的姑娘，哪个不是被婆家使唤的脚不沾地，孩子生了一窝又一窝，5老2婆娘还难产死掉了。我不嫁人，我就要当管事，我还要和你学木匠活。我不信以后我养活不了自己。这番言论放到现代都能气死一波父母，更何况在这个朝代。娘，你就是打死我，我也是这话。不信你就给我找婆家，我要是活着嫁过去，我就不姓陈。我让你犟嘴，你被绣坊赶回来的事我还没说呢，你倒是说这番话要气死我呀！你不嫁人，那等我们死后你也没个后，谁给你养老送终啊？哼，我能不能活到老还是回事儿呢，还养老送终，送个屁的终！师娘别生气，宁宁年纪还小，等大一些就懂事了。宁宁，你也说句软话，师娘身体不好，你别气她。隔天一早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爹，我就是要当管事人，我会写字，就算不会算，我也可以学呀。更何况我从小跟着你，您的手艺至少学会了5成，我就是让您看看，我不输那些男人。好，今天我就告诉你的师兄弟们，谁也不能帮衬你。这是我要挂的牌匾，你今天就做这个。你要是做得出来，还让我满意了，我就让你留在家里。若是你自己受不了，就乖乖的给我去绣坊学艺，再也不许闹了。好，爹，咱们一言为定。码头上许多农户挑着蔬菜售卖，沈涛心想，看来他们平县也得支个摊位吸引商人，以达到往平县引流的效果。不买了，都走吧。这小姑娘咋能这样呢？这位公子没说不买，你拉她干啥？就是啊，公子，你瞧瞧我这香囊，用的是我们攸县特产的药材缝的，放在枕头下面能安眠，不贵，才2两银子，你买一个吧。香囊做工粗糙，药材的碎渣都快从缝隙里冒出来了，就这还2两银子，还好意思说不贵？不发火你当然是傻子啊！大爷，您这儿卖什么吃食啊？有面，
热乎乎的吃一碗，身上舒服。要来一碗吗？来2碗面。大爷，旁人都出去拉客人，你们怎么不去啊？唉，老了，和年轻人比不了，干不动了。既然你们干不动了，怎么不把摊位租出去呢？我们也想租啊，可码头的摊位租金高着呢，平常人根本租不起，能租起的又嫌这里的活累，赚不到大钱，这一拖就拖到了现在。我们这把老骨头只能干多少算多少了。要是我租呢？您这摊位1年多少银子？哎呀，这都7月了，1年过了1半多，你要真租啊，就给25两。明年你们就要和衙门重新签合约，具体摊位多少钱，还得看他们要什么价。我们都是老实人，也不骗你。20年前我们在这里出摊，衙门1年只收2两，现在是年年涨啊，这都涨到60两1年了。明年具体多少，还得看他们心情。这摊位我们租了，大爷，你去找个识字的人，咱们这就签合同。真的？可说好了，我这位置可不算最好的，25两，你可不兴反悔啊？不反悔，用人市场。酒楼伙计要不要？干过2年，有经验。我是奶娘，有没有小主子要奶娘的？我有把子力气，啥活都能干，选我吧。有20个码头扛包的，1包1文钱，有没有干的？有，我算我一个。20个够了，走吧。成熟的泥瓦匠要会木工活的，有没有？我叫孙大，干了7、8年的泥瓦匠，我不会木工活，但我认识会木工活的，能行吗？行，你算一个。这里的人你熟，你再点2个手艺好的泥瓦匠，跟我到这边来。我的活并不是今天干，今天不干你叫我干什么？走了。你们也走吗？哎，早晚都得干，我留下。哎，这是我弟弟孙二，他和我一样。码头的摊位你们都见过吧？没泥瓦匠的活我也去扛过包，见过。我在那里另了一个摊位，打算在木柱下面砌砖墙，棚顶上瓦片，也就是在不破坏摊位本身的基础上，把里面弄整洁华丽。这是我画的图，你们看看。东家，你这银子可不少花呀，还要打柜子和招牌，少说5、6天，时间不是问题。倒是你修成这样，能赚得回来吗？赚钱这事另说，我初到孟浦县，处处都不了解。这样，我把这个活全包给你，你去码头看看需要多少砖瓦、木料、工钱，算算多少银两，然后去四海客栈找我。我若觉得价钱合适，就全权交给你办，我只负责最后的验收。砖瓦、木料这些可以让店家直接找我结银，人工费呢，我先付一半，验收时付另一半，怎么样？哥，答应下来。哦，好，等我算好，去四海客栈找你。到四海客栈找姓沈的姑娘，伙计就会通知我。那我先回了。东家慢走，东家慢走。孙儿，咱就普通干活的人，还得来回跑，这也不划算呢。哎呀，我的哥哥呀，您没看出来吗？那位是个怕麻烦且不差钱的主，咱也不是漫天要价的骗子，人工费里加个跑腿的辛苦钱，他是会给的呀。这买卖咱要是干得好，能顶外面干10来天，这你都想不通啊？哦，是这么回事，还是你脑子好使？哥，不是我脑子好使，是你干活干呆板了。走，咱去码头看看，那里的摊位大小都一样，咱看一眼就知道要多少砖瓦。最后定下金额，才去四海客栈找沈涛。东家，别了，我们兄弟还是回家吃一口吧。来都来了，我们还能差你一口饭啊？吃啊，我们俩可吃不完这许多，别客气。吃啊，别客气。这是我求卖砖瓦的掌柜给写的，您瞧瞧价钱合适吗？不合适您就说，您人好，还请我们吃饭，工钱我们还能降降。这俩傻小子，他在平县买过砖瓦，盖房子时大批量买的。这俩傻小子给的砖瓦价格和工钱几乎持平，这就说明他们是一点便宜都没占。因为一顿饭，他们还想着要把工钱压一压。一共13两并340个铜板是吧？这样我满打满算给你们15两，这活给我干明白点。师傅的，我说你们值得就值得，好好干，用油纸把剩下的饭菜包一包，让他们带回去。到了家咋回得这样晚呢？是不是今天的活累？娘，今天我们接了一个大活，要是干得好，能赚3两呢。那东家人还特别好，请我们去酒楼吃饭，剩菜我们都带回来了。哎，哥，鸡是不是在你怀里揣着呢？快给娘尝一尝。哎，哥，今天真跟做梦一样，我都不敢相信啊。
我这个泥腿子还能去酒楼吃一顿。哎呀，东家人可真好，还多给咱们银子，咱们可得好好干。可不是嘛，这样的活要是天天有就好了。不过咱兄弟齐心，肯定能干出名堂。以后哥也带你去酒楼，也带上你嫂子还有弟妹。借哥吉言，希望哥早点找到嫂子，也早点给你找个弟妹。2天过去，沈桃坐着马车回了平县。陈木匠搞的是哪一出啊？木匠联盟是啥意思啊？我婆娘跟乔氏关系好，就跟乔氏打听了，说是他们接到了大活，忙不过来，招揽其他木匠到他们家领活干。早上我就来过一趟，亲眼看到隔壁村3子木匠来了，走的时候满面春风，好像是领到活了。3子木匠不是陈木头的徒弟吗？他能领到活正常吧？就是不知道别的木匠能不能领到。既然人家都挂牌了，估计可以。哎，我后悔了，早知道当木匠有这好机遇，我当初就该把我家狗蛋儿送来学木匠。你先别说狗蛋儿了，那个干活的姑娘是陈木头的闺女吧？陈木头不是把她送到平县的绣坊学刺绣了吗？怎么这会儿又回来了，还跟着这帮爷们一起干活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陈木头的闺女陈宁和李豆腐家的小英在一家绣坊。小英回来说，绣坊的东家说啥都不要陈宁了，说他根本坐不住，就不是刺绣的苗子。这不，他一回来就和他娘闹开了，大晚上都打起来了，人脑子都打成狗脑子了。陈宁还嚷嚷着就不嫁人，还要当什么管事人，隔壁听得清清楚楚。姑娘家的这么凶，还想骑在男人头上，谁敢娶她呀？这要是放我家，我一天打8遍。也就陈木头和乔氏把她当个宝贝珠子似的。沈桃听得心里不得劲儿，不想嫁人就是该天打雷劈的罪过。老头子，东家来了。您来了。东家，您坐。快给东家倒水。二师兄，他是谁啊？你们好像和他挺熟的。你在平县待过一段时日，肯定听说过城外的游玩圣地吧？他就是那里的东家，咱们家的活也是从他手里接过来的。怎么样，活干的还顺利吗？顺利呢。我把我那几个自立门户的徒弟都叫回来了，他们也带了相熟的朋友过来。张琪，快过来和东家仔细说说，咱们把活都分给谁了？他虽然参与了，可数额那么大，人又那么多，真没记清啊。他磕磕巴巴地说了2个名字，急得直挠头。第一次和东家说正经事就说不明白，东家不会失望吧？陈宁赶紧上前，语言流畅地说起来，来拿货的木匠是谁，分别拿了哪几种，拿了多少，几天交货，说得明明白白的。很好，你很好，你这姑娘是个心中有成算的，你的大小事宜交给她，我很放心。爹，你听到没有？东家刚才都夸我了，要不然你是管事，就让我当吧。你说考验我，让我做个牌子，我没用任何师兄弟帮忙，木头大我扛不动，我就锯成小段拿，字写的不好，雕刻出来不好看，我就去村里找人给我写了，他在上面刻，有困难我都能想办法解决，你就让我当吧。臭小子，真是气死我了！我干啥了？就气死师傅了？宁宁，不是爹不想让你当这个管事，一个得操心，一个得厉害着点。咱们进这些木料，少不得跟人打交道讲价，有时候还会争吵，无论你是吵输还是吵赢，你这名声都毁了，哪家还敢上门求娶啊？爹，看你说的，我要是说我不嫁人，你又要生气，联合我娘打我一顿，我就和您明说了，要是因为我当管事就嫌弃我，说明这男人小肚鸡肠，不是良配。若是他不嫌弃我，还能支持我，这样的男人才能撑起家。所以呀，您就别操心了，好男人自然知道啥样的女人才是最好的。好话赖话全让你说了，这样爹先让你管1个月，你要是管得好，大家都服你，你就继续管，你要是管得不好，爹就去外面请人来管。我也不强迫你去绣坊，但是你得乖乖待在家里，让你娘帮你寻一门好亲事。爹，那咱就说好了，您等着看好吧。桃儿，你不在这2天可出了大事了。谢岩他谢岩怎么了？谢岩他小子真是
谢岩他小子真是命好啊，连娘给他生了个小丫头哎，小丫头香香软软的，一生下来揪住谢岩的手指头笑。小丫头长得跟他娘一样漂亮着呢。要是红蝶生个小丫头，保证比连娘的小丫头还好看。她连名儿都给起好了，只可惜啊，红蝶瞅都不想瞅她一眼。就这样熬着，她啥时候能有小丫头啊？老六叔，你是不是羡慕啊？我哪是羡慕，我那是嫉妒。桃儿，你啥时候走到我后面的？快吓死！明人不说暗话，老六叔，你是不是相中郭婶了？对，我就是相中她了，可她鸟都不鸟我。要不我给你支招？桃儿，你说真的？我只能出招帮你，但郭婶接不接受你就另说了。要是她不接受，希望你不要再打扰她，因为死缠烂打真的很讨嫌。好，我听你的。女的都喜欢花，漫山遍野的野花你都可以摘来送给她。女的喜欢甜甜的小点心，你下山的时候也可以买来给她吃。郭婶子不是和翠兰走得近吗？你得讨好翠兰，让翠兰帮你说好话。女的喜欢有安全感，若你确定一生一世想和她过，你就把身家交给她规划。若这些都不行，你就自求多福吧。好啊，对，我现在就去采花，放到所有红蝶能看到的地方，让它被花海包围。红蝶，花好看吗？老六叔和沈桃不知所措，好尴尬，谁能想到郭婶子她浪漫过敏啊？老六叔追妻第一步 KO。 一家卖点心的店铺里，掌柜正在大力推销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，新口味点心，花生酥，又香又脆，里面还添加了牛乳，有浓浓的奶香味儿，大人孩子都喜欢，便宜卖了啊！老六叔被吸引，想买一些给郭婶子吃。想到沈桃说的，他决意讨好翠兰，让翠兰帮他说好话。老六叔心一横，买了2包点心。一到黑风寨，老六叔就委托珊瑚把2包点心交给翠兰，让翠兰留下1包，另1包送给郭婶子，顺便在郭婶子耳边帮她说2句好话。翠兰有事儿那是真办呢，接到点心就去找郭婶子了。婶儿，尝尝点心，这点心金贵，小凤还小，你拿回去给她吃吧。尝尝，可好吃了。好吃吧，郭婶？这是老六叔买给你的，上次的花也是他摆的，他不知道你闻不得花香，心里愧疚着呢，特意买来点心赔罪。郭婶子，老六叔人挺好的，要不然你再观察观察他。翠兰啊，我去一趟茅房。就离谱，郭婶子不仅对花粉过敏，她还乳糖不耐受，吃了带牛乳的东西会窜稀。点心铺可真是真材实料，说用了牛乳，他是真用啊。他感觉有必要和老六叔谈一谈。人家讨好女人是想要他这个人，老六叔是想要他的命啊。哟，他咋站得这么近呢？听别人蹲茅坑，他有病呢。那我的连环屁他都听见了。哎呦，完了，这下脸都丢光了。红蝶，别！你让我缓缓吧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换个人祸害吧，我实在是顶不住了。我说这都是误会，你信吗？沈桃远远看到这一幕，脚底抹油，赶紧跑。刘婶大山来开会了，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。乖，不跑他还等老六叔来找他算账啊。沈桃简要说明，要派遣他们3人前往孟浦县开拓市场。卢婶，你先别急着答应，你先和我鲁齐叔商量商量，毕竟你们是2口子，你这一走，少说10来天才能回来一趟。这有啥好商量的？寨子里供饭，其他婶子还会帮忙浆洗衣物，他每天一堆的事要忙，就算我在寨子里，我俩也天天说不到几句话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各干各自的活。以前我是个农家妇人，依靠着男人过活，啥事都要以他为先。现在我也能赚钱了，也能活得潇洒。我们这叫桃儿，你上次开会说的叫合作共赢，
沈姑娘，您来了。掌柜，最近生意可好？托您的福，生意越来越好。不瞒您说，我上次听从你的建议，就差人去楚州宣传点茶。现如今楚州也流行起点茶，茶器都是从我这小店出去的。我也招募了一批女工，女工虽然干不了体力活，但她们更有耐心，学捏陶上手极快。我现在手下有32个女工，有的是丧夫的，有的是被休回家的，也有岁数大难嫁的，有好几个在我工坊里还找到了良配，都成了3对了。这于我来说也是大功一件呢。掌柜，我今天是来和你谈生意的。沈姑娘，您说，您带来的消息每次都让我赚得盆满钵满，只要你有需求，我无有不应。不瞒你说，孟浦县有码头，可是平县一直未能接到力。最近我山头多了很多订单，竟是有商人听闻我这里有稀罕物，主动绕到平县。我索性就在孟浦县码头支个摊位，吸引商户往平县来。我想着能不能从你这里拿到些陶器摆到摊位上，若是有商人相中，就来咱们平县订购。孟浦县的码头四通八达，要是打开销路，您的生意会更上一层楼。好主意呀！我怎么就没想到借孟浦县的码头打开销路啊？沈姑娘，要多少你说，就算把别的订单推一推，我也先紧着您这里来。咱们都是老相熟了，我不要您的定金，等您把东西卖出去，再把银子给我也不迟。啊，不，我要不了许多货，每样拿几个样品就好。若是有商人相中，我会让他们直接来平县找您商谈。哎呀，不拖，您自己出钱又搭台，反倒把我推上去唱主角，这银子都让我赚了，您还赚啥呀？咱们做生意讲究互惠互利，不如您从我这里订货，赚个中间价。掌柜，您就别替我操心了。商人来平县，他们动一动就要花银子，各行各业忙碌起来都需要招募人手，平县的人富起来，我的钱袋子自然就鼓了。沈姑娘大意呀！既然您都这么说了，我也不推辞，我这就准备一些样品让您带回去。又朝陈木头家兴趣。你个臭不要脸的，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宁宁，你别冲动，他这个人不要脸，要是你动手打了他，说不定他马上就跑去县衙告你，你可千万别上当。东家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陈师傅，你管他叫东家。刘大头是个技术流，他不爱管事儿，但不代表他傻。说说吧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不知道啊，我真不知道。你怎么能不知道啊？我那天途径先去了刘师傅的铺子，我想谈生意谈合作，你叫我赶紧滚，我这才转头到了广河村，找到陈师傅。好，李顺你可真厉害呀，你害得我好苦啊！陈兄，我真不知道他这么狼心狗肺，是我识人不清，害你受了这么多的委屈，是我不对。唉，我本以为他离开这里是想去你那里潜心学艺，顾念着这么多年的情分，我也就没追究他拿了定金的事，不想断他后路。可我没想到啊，他到你那里也不消停，把你那里弄得一团糟，是我没教育好他，对不住你呀。哎，陈兄说的是什么话？你养他长大，教他本事，是他心术不正，与你何干？我这次绑了他来，就是想听你意见。师傅啊，我真不是诚心拿走定金的，实在是无意之举。后来拜到刘大头门下，我怕您怨我，也不敢回来还这个钱。若陈木头心这么软，留下李顺，后患无穷。他若拎不清合作的事儿，他还要重新考虑。爹，我现在才是管事，您同意的，什么事儿都该是我做主，劳烦您今天看着就行。李顺，你这人心术不正，为了往上爬，无所不用其极。今日若是饶了你，往后我们的日子定不太平。刘伯伯，不如咱们一起把李顺送上公堂，一告他不孝，判出师门；二告他偷盗，偷拿客户定金，陷我们于不义；三告他买凶，欲对您的夫人行不轨之事；四告他在您的铺子里胡作非为，欺压同门。干脆忠臣师兄腿断的事儿也一并告了。毕竟忠臣师兄腿断之后，他成了您铺子里的管事人，受益最大。我不信他没有从中作梗，县令大人定能惩处恶人，还我们一个公道。极好，就这么办，咱们一起去。合作可以继续哦。瞧瞧，陈家这不出了个拎得清的吗？师傅，我错了，求您看在往日的情面上饶了我这一回。这要是上了公堂，我一辈子就毁了。反正你们也没受到伤害，你就不要为难我了。我往后会娶宁宁，我会对她好。
我会给您养老送终。还娶我？就凭你也配？快离那人远点儿，那人是个无情无义的，养他的师傅，他说背叛就背叛。这要是沾上他呀，说不定把你卖了，你还替他数钱呢。就是，什么东西？呸！丧心烂肺，无情无义，该打！陈木头，刘大头，你们给我等着！今日所受之辱，我铭记心中。他日飞黄腾达，我定要你们加倍偿还。隔日，你那里最近生意怎么样？也就那样。咱们在平县当木匠，也没大院子修，只是做家具讨生活。唉，日子不好过呀。今天让咱们带点自己研究的特色物件，你带的啥？唉，一会儿再说。你还保密？一会儿就要亮出来了。嘿嘿嘿，那感情好，大家一起献丑，省得我不好意思。让大家久等了。也刚到没一会儿，您说叫我们来有急事儿，事关木匠行业的发展，到底是啥事儿啊？相信很多人都不认识我，我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叫沈桃，在座的都比我年长，就叫我一声桃儿吧。我搞了一个木匠联盟，孟浦县码头摊位，大家群策群力，把你们拿手的或者心仪的小物件拿出来，咱们共同探讨，看看能不能摆到码头摊位上去售卖。回头接到活儿，各位自行到木匠联盟领活，怎么样？如果这订单涉及到你的独门技艺，你可以揽过去自己做。不过我可以提供一个思路，无关紧要的小部件，你可以放到木匠联盟，包给其他木匠做。各位可听懂了？哎呦，还独门技艺？我们木匠能有啥独门技艺？最厉害的就是里面带点小机关，那算啥独门技艺？拆开一研究就知道咋回事了。可不是嘛，没秘密。既然这样，那大家就别藏拙了，把自己带来的小物件展示一下。咱们举手表决，半数同意的，我们就送到摊位上展示。谁先来？爹，你先来。哎呀，陈木头，你行啊，弄得真不错。对呀，还方便出行携带。这小机关我得学学。见笑了，这本来是给我宁宁打的嫁妆，哎，这也不知道啥时候能用上，献丑了。急啥？你家宁宁能干，把啥事都安排得井井有条。哎，我家闺女要是有她一半，我都得偷着笑。各位，这首饰盒能拿去卖吗？大家举手表决。好，陈师傅的首饰盒入选，回头定个价位告诉我，先装好放在一边，最好能够做相似的样品，比如给文人装笔墨书信的，也好方便商人挑选。下一位，各位，这次我可要举手同意了。这东西虽然难做，可价格肯定高，我们得让商人知道，我们不只能做小活，精美小巧的摆件咱也能做。我的东西在牛车上，麻烦借2个人帮忙搬下来。这不是后世非常流行的整体木质结构的茶桌吗？各位，我有点激动，今天先散了，我还有事和刘师傅探讨。刘师傅，您这桌子非常非常好，实话实说，若是作为写字作画的桌子，它略微低一点，不太符合咱们大越王朝文人的习惯。这桌子选用的是树根位置，形状比较奇怪，我兴趣来了随手雕刻的，有许多人喜欢。可是尝试做了一下后，又觉得差点意思。我今天就是想拿过来让大家看看，看是否有改进之法。毕竟我花了许多心思，舍不得闲置啊。你可问对人了，他的确低矮无法做书桌，可稍加改动，低矮就不再是他的毛病，反而会成为优点。这样，你在桌面中间打一个方形的凹槽，一个指节的深度，凹槽上嵌入可拆卸的雕花木板，凹槽向下打筷子粗细的孔，让其直通桌下，方便排水。这样呢，它就变成了一个专门喝茶的茶桌。喝茶的人可以席地而坐，也可以打2个同款的小矮机。每次泡茶的沸水，还有冷掉的茶，都可以顺着镂空倒下去，茶水顺着孔流到下面，桌面还是整洁的。我怎么没想到？这水流到下面，满地湿漉漉的，这不是坏了意境吗？做个小小的木桶机在下面，就可以完美解决。买得起这桌子的，谁家还没有2个丫头伺候啊？喝茶的人只顾意境，其他的就交给下人打理。妙妙妙，我这就回去改。谢谢沈姑娘提点，简直是画龙点睛之笔啊！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。感谢倒也不必，要是接了很多商人的单子，还要劳烦您同其他木匠沟通交流。哎，那是自然。话不多说，我今晚就回去改。
明日一早我让徒弟给您送到城外，不敢耽搁孟浦县码头的摊位开张。那就劳烦刘师傅。正好大家还没走，我再说个事儿，咱们木头用的不少，可得想着定期种树。咱们要是把木头用光，子孙后代可就没有依仗了。第一次木匠交流大会圆满结束，遥遥就看到他们的摊位前堵着许多人。原来啊，他们的摊位装得豪横，把周围摊位都比下去了，引来了摊主们的不满。哎呦，都是一起摆摊的，你们把摊位修得这么好，这一对比，我们的摊位看着都不像样了。就是，你一个新来的，不懂先来后到啊，上来就抢我们生意。大家伙跟他讲什么道理啊？把摊位砸了！就是啊，就是。哎，不能砸！你们卖吃食，我们卖物件，井水不犯河水，凭什么砸？老子管你卖的是啥，砸了再说。我看谁敢砸！哼，我们砸了又怎样？哎，你可算是来了，再不来，我就要被这群刁民给吃了。哼，我们在这里做了很多年生意，一直相安无事。你一来就把店铺搞得这么漂亮，把人的眼光都吸引走了。你这就是坏了规矩，铁了心不让我们活。我租下这摊位时，码头管事人和我说了规矩，不许到处扔做饭的垃圾，不许哄抬价格，不许破坏摊位。每10日还要派出1人在码头值夜，防止有人破坏摊位。这规矩我是破坏了哪一条？那是码头的规矩，我们开摊子的还有不成文的规矩呢，不能强行抢别人的生意，无论什么方法。那你就是第一个坏了规矩啊！你瞧瞧你，天天花蝴蝶似的，把男客人都抢走了。你穿的好看吸引客人可以，我把铺面打造的好看吸引客人就不行。大家给评评理啊，是不是这么回事儿？就是，你个骚娘们天天勾搭客人，勾得我爷们每天就盯着你看，你不要脸！江平是这里的老人了，我也愿意尊敬老人，学习老人。这样吧，大家只要说通他改，我就跟着改，不用你们砸摊子，我自己砸。哟，你听见没？你改了，他也会改。你每天不到处乱勾搭，本本分分的，人家都愿意砸摊子呢。改个屁！老娘穿什么干什么做什么是老娘的事儿，有本事你们也学呀！不服把你们男人都拴在裤腰上，把他眼珠子抠下来，让他别乱瞟；把他手砍下来，让他别乱摸。自己没本事，还怪我生意好？咱们也收拾收拾摊位，把东西都摆好。尾款在今早已经结清，可孙大和孙二并未走，反而一直帮忙清扫，还帮着抬货，忙得不亦乐乎。东家不用道谢，倒是我们要谢谢您才是。您多给了我们银两，我们愿意留下来帮忙。等一会儿忙完了，我和我哥就去蹲活，若是您有什么重的不好搬的东西，就去找我们。哎，你们这儿有啥吃的？我们这摊位不卖吃食，卖的是平县特产。平县？是了，平县与孟浦县毗邻，我们那里盛产一些小东西。说是你们这会儿不忙啊，我展示给你们看看可好？哦，那就打开看看吧。这是何物？端看造型像是乐器一部分。贵客，你有所不知，这可不是乐器，这个呀叫搓衣板。我大越皇朝的女人们洗衣服，夏季去河边，冬季就在自己家里用手搓。我们东家体恤女子不易，特别制造了搓衣板。这东西啊，在我们平县卖的可好了，拿衣服这么一搓，这有条件的就用皂角蹭一蹭，没条件的呀就撒点草木灰，洗起衣服来省时省力的。我敢保证，这是我们平县特有的，目前别的地方还没有流行开呢。这搓衣板价格几何呀？您要是单买啊，我就卖您35文钱。若是您要的量大，每要100个，我就给您减1文钱，最低压到25文，如何？可还有别的物件？有，您看看，这是跳棋，这个是孔明锁，这个叫军棋，还有茶器，还有生肖玉雕剑，这个呢是麻将。您要是不忙就稍等片刻，我把后面整理出来就给您演示。不用等了，我这里有桌子，这就摆开给您演示。妙极呀！这比围棋更容易上手，而且适合多人玩，是聚会消遣的好东西呀。还有麻将，
正好咱们人手够，这要不要尝试一把？我敢保证，这绝对比跳棋还要吸引人呢。哈哈，正好天色还早，那就尝试一番。哎呦，我的亲娘啊，人家打了8饼，你这该碰啊！哦，对，我刚才没看着，多亏你提醒啊。各位爷，天色晚了，要不今天先散了？哎呦，我这手气正好呢，最后一把啊，再打最后一把。几位爷，咱们船只要是没对接到货物，回去就是个跑空船，要不要订点东西带回去卖呀？今儿个太晚了，我们兄弟几个回去商量商量，明儿个一早给你们答复。哎呀，这麻将的确有趣啊，咱们在船上来回跑，无趣的很。要不合伙买一副麻将，跑船的时候也是个消遣呢。行，咱们合伙买一副，问问他们多少钱。这麻将我们卖3两。啥？3两？你们抢钱呐？不瞒您说，这麻将看起来简单，可做起来着实不容易。你想想啊，做这一副麻将，得有人伐木吧，得有人运送木料吧，140多个木块，要挨个打磨、雕刻、上色，成手工匠不眠不休3、4天方能做出一副麻将。我们还要进货，从平县拉过来，还要收运费、摊位费、人工费，杂七杂八加起来，我一副麻将都赚不到你10文钱呢。他们又嘀咕了一阵，凑了3两银子递过来。他们兴致勃勃地带着麻将离开了。咱这就算是开张了，趁这会儿功夫，大家把东西都摆好，明早一来，咱们就正常营业。好，那今天就这样，咱们收工。孙大孙二，一起去我家吃饭，罗婶子手艺好着呢，让她给你们露一手。好，东家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好兄弟，你们都是好样的，以后要是有事儿，我还找你们。得嘞，峰哥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第2日，哎呦，你们可算是来了。等久了吧？早上寒凉，喝杯茶暖暖身子。这水流下去了？正是，这下面有孔洞，直接流下去了。哎呀，妙啊！啊，这桌子妙，这茶更妙。掌柜，这茶桌怎么卖？这茶器又怎么卖？茶器我是替别人卖，至于价格几何，回头还得劳烦您到平县跑一趟，挑种类，跟东家讲讲价。至于这茶桌，100两，这价格是不是高了点儿？您几位走南闯北，肯定能看出我这茶桌的好处了。这是整块木头雕刻，用的还是树根的位置，也不是每个树的树根都能做成茶桌，可遇而不可求。匠人还要根据树根的形状雕刻，打造出不同的意境，千桌千面，绝对不会相同。几位爷，这东西在你们手里一转，就进了高门大户，那可就不止100两了。您说呢？这茶桌我们每个人订2个，至于茶器还有那些小物件，对了，尤其是那个麻将，我们也要订一些。不过您这店面太小，我们想到生产的地方去看一看，亲自下定。正有此意，正好我要返回平县，不如和我一起。嘿嘿，求之不得。这几年我来过孟浦县不下20趟，还从来不知道孟浦县旁边还藏着一个平县，真是不虚此行啊。陈掌柜，这次的货可要尽快给我赶出来，若是赚到银子，下次不用您带，我亲自过来订货。本以为下一波商人遥遥无期，没想到这波商人还没走呢，又有新的商人上门了，而且还是大山在孟浦县找了马车亲自带来的。大奎还没忙完，刘婶又送商人回来了。这下鲁奇也被派出去忙活。孟浦县拢共3个人看店，这总往回跑，那里肯定忙不过来。更何况从孟浦县雇佣马车，这银子不都让孟浦县的人赚去了吗？组建车队势在必行，一方面拉客人往返孟浦县和平县，再一方面等出货了还要再往码头送货，急匆匆地去找徐一德。徐大人，沈姑娘已经等候您多时，你要不要见一见？那是要见的，快让她进来。上茶。大人，好久不见。沈姑娘，你来了怎么不吱声啊？在外面等久了吧？他洋洋洒洒讲了一大堆。你是说你把孟浦县的商人拉到咱们平县了，而且还在咱们平县订了货？你还想在平县开一个非常大的市场？好啊，太好了！孟浦县那个冯小眼儿，每次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，仗着他们孟浦县有码头，处处压我一头。哼，现在好了，他们孟浦县的商人都是咱的了。沈姑娘，
只要你能干得起来，你是要地给地，要人给人。哎呀，冯小眼儿，看你下次还怎么扭。沈姑娘，你来找我，到底是有啥需要支持的？当务之急是组建一支运货队，我想借您的名声，号召家里有马、牛、驴车的百姓，趁着农闲时出来拉活，有车厢能拉人的优先。好办，我可以让师爷拟告示贴出去。这价格如何定啊？在哪里领活？目前有不少货要送到孟浦县，我在孟浦县有个大农院，正好可以用来囤货。价格嘛，就按照市场上拉货的价格算，银子我来结。至于拉客人往返孟浦县和平县的，一来一回得1天的时间，价格就定70文吧。他们直接与商人现结，这事儿一定要和运货队的人说清楚，不能给随意抬高价格，一旦乱收费，会引起商人反感，认为咱们平县坐地起价，后续生意难成。领活的地方我还没想好，容我想想。这有啥好想的？牲畜市场只有寥寥几户，回头我找人在市场前面盖个棚子，每日需求多少辆车，直接在棚子里挂牌展示。要是没货可拉，还可以在牲畜市场那里等着拉客人，一来二往，拉货的都知道去那里寻车。我这儿正好有个10字的衙差，我先给你放那儿盯着，怎么样？都慢着点，稳重着点啊！已经够慢了，保证不会把货物颠下来。东家，我们来送货了。行啊，都能来送货了，正好我有事要和你说，也省得再跑一趟。搬货验货交给寨中人就行。你跟我进屋，管事比绣花累，后悔吗？我可不后悔，管事虽然乱，但是我管得开心。绣花呀，我一天得在手上扎10个洞呢，做一整天也不能动，烦闷死了，倒不如现在快活。咱们还没有打开市场，所以品质一定要过关。还有一件事我想和你商量。东家你说。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木匠活只会越来越多。上次你也看到了，刘大头的茶桌市场反应很好，订货的商人很多，做那样的茶桌需要成熟老师傅做，这样的话小物件只能靠学徒来做，即便这样也满足不了缺口。你看啊，能不能开一个木匠学堂，利用晚上的时间召集闲暇的村民来学上几个月，就可以上手干些简单的活，比如做搓衣板，你们的压力能减小，也能保证出货量。嗨，我咋没想到啊？昨天还和我爹抱怨人手不够来着。只是吧，一旦让村民来干，肯定有偷奸耍滑的人，到时候产品质量难以保证。这也好办，比如你让村民做搓衣板，先定下标准，回头找个老实可靠的人质检。质检呢，就是检查质量，所有的货品经他手过一遍，合格的就给钱，不合格的就拒收。每个月还要定一个日子，组织村民上山种树。东家您说的对，我心里已经有了质检人选，他是我们村最德高望重的人，而且膝下子孙众多，也不怕有人去他家找茬。老六叔，快进来。货已经搬下来了，你们做的可真不错，我找人又查验了一遍，一样次品都没有。那是自然，我一个个过手，定是不能让次品混进来的。13000单，比上次多将近1倍了。搓衣板、孔明锁、跳棋、飞行棋、麻将加起来一共13000单，等以后商人多了，单笔就能达到13000单。我先回了，得抓紧安排木匠做呢。乖乖，刚做完7000多单，又来了1万多单。爹，东家和我商量了一个事儿。啥事啊？听东家的意思，以后订单会越来越多，就算把所有木匠都召集在一起，人手也根本不够用。要不咱们开个木匠学堂，教村民手艺，把简单的抱木头、做搓衣板这样的活包给村民，咱们压力也小了，村民也能赚到钱。大家伙现在看咱赚钱也眼红，好多人过来打听，想来做工。你要是一招呼，全村的人都得来，谁好谁坏咱也分不清，到那时不乱成一锅粥了。咱先不说学会后给他们分活干，木匠学堂呢也象征性收点铜板，而且要让他们自备工具来学。木匠工具一套下来也不便宜呢，若是诚心想学的人，自然会买工具交银子来学，花了银子就会上心，不会浑水摸鱼。唉，你现在是管事人，东家也认可你，喜欢你，你想做什么你放心大胆的去做吧，大不了我给你兜底。好，我这就去找赵爷。赵爷为人刚正，
这个消息由他来公布，相信没人会反对。后期我还要请赵爷来给我坐镇，把一把质量关呢。赵爷在家吗？呀，是宁丫头来了，老头子在屋里躲阴凉呢。宁丫头过来了。赵爷，给您带的酒。来就来，咋还拿东西啊？不过呀，要是别的东西，老头儿我就让你带回去了。可你带的是酒，老头儿我就厚着脸皮收下了。拿来就是孝敬您的。行。对了，宁丫头，听说你家弄了个木匠联盟，你帮着你爹管事儿，见天忙着呢。今天咋有空来看我这老头子？赵爷，您可不老，我今天来呀，是想请您帮忙的。陈宁把事情原委一说，让他们学个1-2个月，能抱木头，我就给他们分些简单的活做。我还想请您出山，给我把质量关呢。您老爷子说一不二，是咱们村最有威信的人，这事儿除了您，谁也干不了。宁丫头，你说的可是好事儿。若村民都学了手艺，能跟着干些活，家里就多一个进项。数9寒冬的天儿，都有活干，有饭吃，这日子就有奔头。这事儿包在你赵爷身上，一会儿我就挨家挨户去说说。倒是你这个木匠学堂，啥时候开课呀？得给大家准备工具的时间，5天以后吧。每天晚上到我家，让我爹教。过阵子我再请其他木匠。好，那宁丫头你回吧，我这就出门。我看啊，这赵木头活干不过来，所以想了这么个损招，让我们自备工具，还要掏50文去上那个狗屁木匠学堂。不是，既然我们以后要帮他干活，凭啥要我们自备工具啊？凭啥还要掏50文？我要是去，他们得提供工具，学堂也得免费上。就是的，赵爷，不是我们兄弟俩不给您面子，这事是他赵木头办的不厚道。放屁！你去外面学木匠也要掏银子，也要自备工具，而且还要给师傅送粮食，孝敬他老人家，哪有免费给你们提供这些的？你们是想占便宜想疯了吧？我今儿把话撂这儿，你爱去去，不爱去拉倒。别等着别人都学到了本事，赚到了钱，你再眼红去求。我走了。赵爷，我是真想去学啊。我家妮儿身体不好，要是学点手艺干点活，还能多个进项。可我实在拿不出50文啊，也买不起工具。要不你去找宁丫头商量商量，我也是代为传个话。我晓得的，谢谢赵爷，我这就去找宁丫头。宁丫头，是有梁叔啊，有事儿吗？宁丫头，给你带了点果干。谢谢有梁叔，嘴里正没味儿呢。你是为了木匠学堂的事儿来的吧？是啊，宁丫头。你也知道我家是啥情况，我实在是拿不出50文，我全家家当也就20来文，我也买不起工具，你能不能通融通融啊？有梁叔，对不住啊，我们都是人手一套工具，实在是没有多余的。这样，50文我可以不收，但我会对外说你凑了50文给我，你每日早点来帮忙摆桌椅板凳，等人走之后，你再收拾收拾屋里的木屑，全当是顶我这50文。至于工具嘛，你可以等别人用完再借来练习，或者租来练习。等有活了，别人白天干，你就晚上干，挨家挨户的租着用。租不到也可以租我们的，赚到钱你买了工具，也就不用这么为难了。谢谢宁丫头，你这主意极好啊！我听赵爷说，你们5日后就开课，到时候我早点来帮着摆桌椅啊。丫头在家吗？是村里王婶和李婶，他俩关系较好，
是难得的厚道人。婶子来了，快到屋里坐。啊，就不进去了，都忙着呢。我是来给我儿网友报名的，这是50文钱，你数数。网友他去县城定做木匠工具去了，肯定能在开课前拿回来的。还有我的，我家李二娃他是个坐不住的。宁丫头，回头让你爹好好管教他，该打打，该骂骂。他要是反抗啊，你就说是我说的，他就老实了。婶子们放心，我爹定会好好的教，家都离得近，晚上吃了饭也没啥事儿，溜达2步就到我家了，就在眼皮子底下学。要真是不上心，或者不喜欢这个行当，这铜板我退给你也行的。哎呦，都交了学费的，哪儿还能往回退呀？婶子也不是不明事理的人，你们愿意开木匠学堂教手艺，那是我们的福分。不过有你这句话呀，婶子心里热乎。那婶子们稍等，我收了你们的铜板，得给你们写个条子。哎呦，都一个村的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还写什么条子呀？我们大字不认识一个，写了也不认的，别费那个事儿了。宁丫头，你忙着，我和你王婶儿去地里看一圈哈。他回到了自己房间，从枕头下摸出了一串铜钱。这铜钱都是平日爹娘给他，让他买点小玩意儿的，他没舍得花，攒了下来。他数出了50枚，放进装学费的钱匣，而后在账本上一笔一画地写下孙有良3个字。晚上他要和爹过账，而他爹这个人呢，耳根子最软，说是他开了给人免费的先河，有人趁着他不在找上他爹缠磨，他爹说不准脑袋一热就答应了，他干脆就把这个缺口堵死。爹，你画什么呢？我想设计个孩子玩的东西，咱们得一直有新货，才能保证生意一直好。东家说的嘛。爹，这是账本，这一本呢是咱们的进货账本，咱们从后山要的木料比平时多了1倍。村里人目前还没说什么，但很快就会有流言蜚语，我会尽快找时间和赵爷商量商量，补贴村里的钱还要再高些，才能堵住悠悠众口。这一本是木匠认领货品数量的账本，上一批次的余款东家给我结了，今日认领新任务时，我把余款也给他们结清了。13000个货，现在认出去了9000多个，剩下4000个就包在咱们手里，我明日会安排他们赶紧做。这一本呢，是今天来报名木匠学堂的账本，下午一共报了11个人。孙有良也报名了，他家的情况……有良叔借了些铜板给我送来的，他只是凑不齐买工具的钱，不过他说了可以租别人的，或者晚上租咱们的工具来练习。极好。宁宁，你比爹想的还要好，这些天忙忙碌碌，你却把每一笔账都记得清清楚楚，把事情安排得明明白白，爹自愧不如啊。爹，咱们爷俩谁跟谁呀？你继续研究吧，我就是把情况跟您汇报一下，让您心中有数。切记哦，说是有人趁我不在家来家里闹事，无论说什么，您都不要往心里去，也不要应承，一切等我回来再说。谁啊？东家，我是蒋昭。你俩咋了？哭过了？谁欺负你们了？这是何意？东家，这20两银子是您赏给我们的，我们没舍得花。我知道我接下来说的话可能很过分，可是不说我心里难受。到底咋回事啊？今日下山采买的人手不够，我们姐俩就和老六叔一起下山了，结果看到城中正在修青楼，我们买完东西走的时候，看到洋行捆着几个姿容不错的姑娘送去青楼，有个姑娘抱着门口的栏杆不撒手，手指都被掰断了。我们姐俩没有什么银子，就只有这20两。东家，您能不能把那个断了手指的姑娘买回来？我们知道20两可能不够，但是我们能干
我们以后的银子都不要了。银子你们收着，我明天去看看。我只能说给个建议，但对方听不听，我不敢保证。隔日，请问小哥，掌柜何在？哦，你们也是来卖人的？掌柜在后院呢，你去后院寻他吧。哭什么哭啊？笑给妈妈看。哭丧呢？客人看到你们这个样子，别说掏银子了，这不打人骂人都是好的。淑华呢？你出来给他们打个样。那姿容，那眼神儿，勾得沈桃的心都痒了，更遑论那些来青楼寻欢作乐的老色鬼们。韩妈妈，人家都按照你的意思给他们做示范了，那有没有奖励呀？哎呀，你呀你干一点小活就要奖赏，说吧，又想要干什么？人家来平县好几天了，这后院呢又小又闷，前院装潢的声音还大，找的人休息不好，心情也不好。要不让我出去逛逛？你就知道凑热闹。行吧，出去逛逛，穿得整齐一点，戴上围帽。我教养长大的姑娘家，这不花银子能随便看的。韩妈妈最好了，我这就回去换衣服。韩妈妈，那淑华就去了，会早些回来的。去吧，我让二牛跟着你，免得有登徒子为难你。继续吧。瞧见刚才淑华姑娘展示没有？都给我学起来，学得好了，韩妈妈一发善心就把你们留下。从今往后，你们吃香的喝辣的，要是学不好，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们。从你先来。就你们几个吧。这身板虽然硬了一些，调教一些时日也算能用。这到底是小地方，连个能写会画的都没有。行了，我今儿个乏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我这地界啊还乱着，安排不下姑娘的住处。人嘛，你们先带回去。这过2日我的前院装好了，你们再带着姑娘和申气过来，1人30两，不能再多了。韩妈妈，我保证把他们看好。过2日我再送过来啊。这也是来卖姑娘的，我今日乏了，改天吧。在下沈桃，特意来学韩妈妈的。哎呦，原来是沈掌柜啊！大驾光临，久仰久仰啊！这不长眼的，快给沈掌柜看座呀！沈掌柜，你快坐，我这里乱糟糟的，招呼不周了。现在平县人人都传咱们这要开青楼，我就冒昧来拜访了。没有想到背后掌柜竟然是韩妈妈这样貌美通透的人。这韩父也没想到，大名鼎鼎的黑风寨掌柜是个年轻漂亮的姑娘。只是今儿啊，您怎么有兴趣来我这坐坐呀？我是商人，韩妈妈亦是商人，我卖的是货物，而韩妈妈卖的是服务。既然都是商人，还碰到了一起，自然是要谈发展，谈合作共赢。没想到沈掌柜年纪轻轻的，却懂得风尘之事，这嘴巴也跟抹了蜜似的，这把我这卖笑的行当说得如此的客气。卖服务，纵观楚州8县，平县的富裕程度只能算下乘。韩妈妈不去别的地方，反倒是来平县，想必是看中了这里日渐增多的商人。若论商人数量，平县远远比不上孟浦县，更赶不上楚州。韩妈妈为何选择这里呢？更何况您还大张旗鼓的买姑娘，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韩妈妈手头吸引人的姑娘不多，失去了竞争力，这才被别的市场淘汰，您退而求其次，这才来了平县。哎呦，不愧是沈掌柜，一针见血。不过也多亏了沈掌柜的大手笔，把商人们都引进平县。我也相信以沈掌柜的能力啊，这商人往后会越来越多，平县也会成为楚州第1大县。到那时候，我这青楼就是平县的老字号，这没有堪用的姑娘也不怕呀。只要姑娘们够年轻，够娇嫩，还愁没人买服务吗？同为女人，咱们不用互相拆台。我今日来是想给韩妈妈支个招，韩妈妈若是做得好，
不只可以在平县名声大噪，即便是杀回楚州，那里也是有你的一席之地。沈掌柜啊，你说的的确很诱惑，你又想从我的手里得到些什么呢？放心，我不图财不图色，就是身为女人，想用自己的力量替一些小姑娘改命。我能做的也不多，能帮到的人也少，可帮一个是一个。哟，那我倒是要赞一句沈掌柜大义，说说吧，想怎么帮那些姑娘啊？青楼牟利手段不过有3，其一，酒水饭菜；其二，姑娘们的服务；其三，给姑娘赎身。这些完全依赖于姑娘自身条件，所以你要花大价钱培养她们琴棋书画、歌舞唱跳，还要花不少银子去宣传她的名声，让她具有号召力。可每个姑娘都有花期，只能维持短短几年。以楚州为例，光我知道的青楼就有10几家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推出一个能歌善舞、德才兼备的姑娘。一旦你培养不出新的姑娘，客人就会流入旁家。那如何能破？首先，咱们要重新定义你的青楼，姑娘卖身不再是青楼唯一的产品，只是一个附带。你继续说，不让姑娘卖身，还能卖什么？你先说，你现在手里还有多少资源跟随你，自愿卖身过活的姑娘？注意，我说的是自愿二字。11人。你确定他们自愿？哼，那是当然了，有的都跟我好几年了，我赶他们走他们都不走啊。就拿你刚才见过的书画来说吧，他14岁就被卖给人为妾，过了2天好日子，可他仗着宠爱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，竟然去挑衅主母，妄图上位，主母转手就把他给发卖了。人牙子原本的计划是把她卖到旁人府里做粗使丫头的，她过好日子，自然是不愿，就主动建议人牙子把她卖进青楼。他认为不过是床榻上遭点罪，这穿上衣服别人也看不出来，整日带花抹粉，吃喝不愁的，比风吹日晒食不果腹来的强啊。好吧，人各有志，相信有不少青楼女子也是这样想的。他们会想，不干这个他们还能干什么呢？真是吃了2天饱饭就舍不得下力干活了。这样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能再买清白的姑娘入门，逼良为娼实在是坏阴德。目前这11个人足够用了，实在不够，你去别的青楼买愿意的姑娘。你这楼共有3层，第1层你改成卖酒的，要从全国各地搜罗各种各样的酒水，屋里的灯光弄得昏暗点，乐曲劲爆点。现如今的11人，你可以打造成几支乐队，让他们每日选一个时辰热舞，还可以让他们跳下高台，拉着喝醉的客人一起随劲爆的乐曲随心所欲的跳，跳那种咚咚咚震人心弦、多乐器重合的伴奏。真有客人相中这几位姑娘，直接拍这一碗归谁，价高者得。第2层的一侧弄成按摩室，我知道平县有许多年老色衰的暗娼被赶了出来，他们没有活路，处处遭人嫌弃，生计艰难，数9寒冬，被冻死的不在少数。你可以把他们请回来，教他们认识穴位按摩，你有生意，他们也有活路。2层的另一侧改成娱乐室，我可以提供你麻将、纸牌，做成棋牌室，也可以多选点乐匠配曲，让客人放歌嘛。他们来买乐子，却让他们自己唱，这合适吗？那有啥不合适的？大家为啥出来找乐子？精力旺盛呗。1楼跳舞释放体力，2楼唱曲释放精神，嗷嗷喊呗，多解压呀！多几种方式吸引注意力，总好过一天到晚想着姑娘呢。妈了个巴子的，若不是青楼合法，我在这儿给你出这些馊主意，玩个屁！要他妈在我老家，一个电话，喂，某某某地方有人搞事情啊，快来抓他们！分分钟把这些色批抓进去做笔录，通报他们单位。他们越想越憋屈，我给你出啥招啊？我这不助纣为虐呢吗？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他是越想越气。你以为我愿意干这行？这还不都是被逼的？我17岁就被我爹卖进青楼，不从就要挨打不说，还要被妈妈找来的贩夫走卒轮番糟蹋。
我这一步步经营，花了10多年才坐上如今这个位置。你也别气了，你的想法很不错。有的姑娘愿意从事这行，是她们自己的选择，你无权干预。用她们来换那些不愿意的姑娘，已经是能保护那些姑娘最稳妥的做法。这别人那里不说，至少有你出招，我的11个人够用，再不会去祸害良家子。只是我有一点想不通啊，你为何要让那11个女子各自组队呢？组团队就是让这个团队的名声盖过他们个人的名声。就比如说，一个姑娘出名，就会有无数姑娘慕名而来。为了银子，你不会放她走。可组团队就不一样了，名气是团队的，有人幡然醒悟，不再想干这一行，你再选个新人塞进团队就能替换他，他可以利落的转身，做新的选择，过新的生活。你倒是贴心呐，连他们的后路都替他们想好了。我要是早些遇见你，也不至于走到现在无法脱身的阶段了。各位都先停一停吧，今儿个就先回去，工钱照结。这明天具体怎么修啊，我亲自去找你们东家谈。那我们就先回了。韩掌柜，您忙着。来，过来前厅看看，你说说该怎么修啊？这高台搭在哪里？1楼的舞台搭在这里，这边呢搭一个酒柜，客人买了酒喝不完还可以存酒，这里有存酒，他下次出来玩首选还是咱们这儿。哎呀，等等，这上了岁数记性就不好。你容我回去拿个笔记下来。韩妈妈，我都出来1天了，家里还有好多事要处理。你急啥呀？吃了晚饭再走。我的这些姑娘们呐，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声。今晚呐，咱们不醉不归。实在是有事，后天你把乐匠召集过来，我给他们哼几个调子，让他们作曲，到时候再去也不迟啊。但沈桃赶着马车走远。韩妈妈，你真打算听这个沈掌柜的？青楼从来都没有这么改过，万一生意不好，怎么和东家交代呀？淑话，什么该你操心，什么不该你操心，你应该明白。既然东家把平县交给我，那怎么做是我的事，花最少的钱得到最大的利润，为何不干呢？况且这一位沈掌柜可是把你们的后路都安排明白了，有人这么替你着想，你该感恩。知道了，妈妈。广河村的木匠学堂于今晚正式开课。九良叔，你来啦，你吃了没有啊？没吃在这里吃一口吧。刚在家里吃过了。宁丫头，晚上在哪个房间上课？一共多少人？我摆摆桌椅板凳。就那屋吧，平时都装些杂物，这几天忙得厉害，还没来得及收拾。一会儿要来16个人，算上你17个。你先坐一会儿，等我几个师兄吃完，你们一起把杂物搬出来。让他们先吃，我先收拾着。平日这屋乱糟糟的，现在一收拾，倒是有点学堂的模样了。大家都进偏房坐好，一会儿要摆弄工具，中间隔开点距离。张琪啊，你去把咱们做木匠活剩下的废料搬进来，给每人分一些。今天先练习锯木头，锯的平，锯的直，是木匠基本功。我这会儿不用，你先练一下吧。宁丫头啊，他们倒是挺认真的呀。可不是嘛，有学堂的模样了。你瞧我爹教得多细呀，他教我和师兄时可没这好脾气。少爷也来了。哎呦，我可看看这些人都在哪屋学呢？我兄弟闲来无事也来凑个热闹。是冯大宝和冯二宝，他俩也是来学手艺的。你们都在啊？都忙活上了。我闲着没事过来跟你们凑凑热闹。冯大宝，大家都忙着，你没看见吗？要做赶紧做，别说废话耽误事儿。哎呀，人家是交了银子正经来学习的，你又没交银子，又没准备工具，你凑什么热闹啊？凭啥我不能来？陈宁，你给我松开！要是再拉我，小心我伤了你啊！你们想干啥？想打人啊？我告诉你们啊，
我们兄弟今天来是给你们捧场的，你们别不识好歹。就是，今儿这课我就是要听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什么主意。你们家的活忙不过来了，所以才想培养我们帮你们干活，还收钱讲课，还让人自备工具练习。我呸！你搞清楚，我们学会了是要帮你们赚银子的，所以你就该把学费退回来，备好工具请我们来，要不然的话，大家伙都走了，都不学你这狗屁玩意儿，我看你这木匠活以后给谁干？兄弟们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对呀，他们陈家干活缺人，这才决定要教他们。这么说，是陈家仰仗他们，那他们的确不该自己掏银子来学，更不该自备工具。陈师傅，大宝说的有道理啊！大家伙要是听我的话，现在就让陈家退学费，再让他们原价从你们手里把工具买回去，咱们就安心的回家等着。要不了几天呢，他们顶不住了，肯定回头求你们来学，到时候课随便听，免费的工具随便用。对，陈娘，快把学费退给我们，这工具也是你们鼓动我们买的，你们得原价买过去。放肆！陈家有生意那是陈家的，陈家教你们手艺，给你们活干，受力的是你们自己，你们不该付出点什么吗？天底下哪有白吃的饭？少爷，您就别帮着陈家说好话了，我们不是不学手艺啊，也不是不干活，我们只是受不了陈家这做派，明明是他们自己需要，却要鼓动我们自掏腰包，我们凭啥出钱出力便宜他？陈宁，我这工具花了小4两银子，你把这工具买了吧，等你们想通了，啥时候决定免费教我们，免费给我们用工具，我们再学不迟。好，在场一共17个人，谁要是觉得我陈家安排的不合理，就和我说一声，你们的工具我原价买回来，50个铜板的学费呢也退回。不过丑话说在前面，今天走出我陈家大门，往后也就别指望我再收你们，就算你把银子捧到我面前，跪到我面前，我也不收。我话已至此，想退出的过来吧。大家伙都听见了吧？陈家一方面想用你们，一方面想拿捏你们，让他拿捏住了，以后就算有活干，那价格也是压得低低的，你们出钱出力只能赚点小银子，买工具的银子都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赚回来。听我的，咱不学了，等着他们上门请咱。是了，我听大宝的。也算我一个，我也不学了。陈宁也不含糊，直接去拿了账本和钱箱，工具照价收回来，50个铜板还回去，顺便用毛笔把他们的名字勾掉。17个人退了9个，只剩孙有良、李二娃，还有赵爷家的6个儿子。大宝啊，今天这事儿得谢谢你啊，要不是你一语点醒我，我还真吃了个哑巴亏。都是一个村的，谁跟谁啊？我这人心善，就是见不得大家吃亏。赵爷家那几个傻儿子还跟着学呢，等陈木头求到咱们头上，让咱们免费学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自己吃了亏，上了当了。爹，这里还剩8个呢，你好好教。天底下4条腿的鸡不好找，2条腿的人遍地都是，就让那些人做他们的春秋大梦去吧。明儿个晚上，我保证这里座无虚席。隔日一大早，三子哥，宁宁来了，这还没到交货的时候，你咋就过来了？子哥，听东家的意思，咱们的木匠活会越来越多，成熟木匠要做茶桌，所以人手更不够用了。我家开了个木匠学堂，每天晚上开课，不耽误白天干农活。你们村有没有想学的？自备工具，交上50文钱就能去我家学。等打一打基础，我就把搓衣板这样简单的活交给他们做。这感情好啊！我正想拉几个亲戚一起干呢，我抽不出空教他们，正好上你们那木匠学堂，这事包在我身上。你缺多少人？我给你凑齐。再招上12个人，这一批凑个整数20人。我手里有8套工具，4两银子一套书，可以到我手里买，没买到的就去外面订。昨晚已经上过1次课了，想来得心快哦。好说，我那几个亲戚今晚就安排过去。老爹说了，你家的银子都给妮子看病了，暂时凑不出银子买工具。我们兄弟6个的工具轮班借给你用，今天晚上你拿我的练习，明天老2的，后天拿老3的。这个不行，要不我租你们的？
工具都是你们真金白银买的，我用1晚上，我给你1文钱。哎呀，老弟，你就踏实用吧啊！你家妮子生病，我帮不上忙，又摸1晚上工具，我又不能掉块肉，有那多出来的铜板，你买点吃的给妮子。大宝，你听说没有啊？陈木头从邻村找来10几号人学习，人家不仅交了木匠学堂的50个铜板，还把工具原价买走了。要不我们去找陈木匠低头认个错，再回去学吧。赵木头他急着赚钱，所以才去外村请人来学。说白了，大头的钱是他赚，蝇头小利让给别人，工具钱还不知道啥时候能赚回来。你有功夫就上山多砍点柴，采点野果到集市上卖，这无本买卖不比给他出力强啊？大宝，你说的也是，靠山吃山，无本买卖我想干就干，总比给他们干活还要看他们眼色强。哎呀，沈掌柜来了，快进来坐。听见我们刚才奏的曲没有？这可是楚州最流行的曲调了，我按照你的要求做了改动，让他们用点力气奏。来，从头再来一遍，让沈掌柜听听。韩妈妈，我说的节奏不是让他们用点力气奏，怎么说呢？我哼一个调子给你听听，动次打次，动次打次，动次打次。哎呦，看不出来呀，沈掌柜，你还精通乐理。快，都忙起来，把所有的曲子都按照沈掌柜的要求重谱一遍。曲子改得好啊，我有重赏。我先走了啊，等曲子谱出来，你选节奏最欢快的，然后让书画他们配着跳舞，别跳得软绵绵的，跳得有力度一些，动作要简单，让人看一眼就想跟着扭腰，就想跟着学。沈掌柜啊，那我就不多留你了，我这青楼要安排的东西也多，这赶明儿啊，我青楼开业了，我再邀请你。彼时，徐以德正坐在院里乘凉呢。哎呀，沈姑娘啊，你这个大忙人终于抽出空来看我了。托你的福，最近越来越多的商户进入平县，这个月仅是从商铺收上来的税银，就比往常要高出1成呢。徐大人，我这次来还是有事求你帮忙。沈姑娘见外，有事你就说，都是为了平县百姓，还用得上一个求字。这次是啥事儿啊？民间有很多匠人，有人擅长做腌菜，有人擅长做酱料，有人擅长雕刻，有人喜欢研究奇花异石，有人擅长特殊刺绣法。我想举办一次匠人交流会，在全县范围内召开，各行各业只要他们自己觉得合适，就可以拿出来报名参赛。我还要邀请100人商团来观摩，一旦商人觉得合适，当场就可以下单。您看可好？这匠人交流会费心费力，若是商人不下单，岂不落了一场空？徐大人，要是真没有商人下单，还有我呀，只要产品质量过硬，我定能给他推火。好，沈姑娘，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你打算什么时候举办？都包括哪些行业？参赛流程又是怎样？比试时间就定在了9月18。这次还打广告吗？这次可不打了，上次的技能比试大会是开给百姓看的，这次的匠人交流会可是开给商人看的，产品为主。说的也是，我这就去准备。沈姑娘，100人商团的事还得劳你费心思。包在我身上。他打算请刘大头用薄墨片雕刻一批邀请函。给我3天，就3天，我交给你200份请帖。银子怎么算？嘿嘿，东家你可说笑了啊！区请帖我还管你要银子？哎呀，说实话，我这个人有点心高气傲，尤其是一个行业做久了，就想搞点更精专的东西。只可惜我是个俗人，每天就是做家具，还是人家指定什么样我就做什么样，半点由不得自己呀。因为这，我每天心烦着呢。现下好了，我可以做茶桌。茶桌好呀，一整块木头让我随心发挥，想雕什么样都行，我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力气。以前人家都叫我刘大头，好一点的叫我刘木匠、刘师傅。哎，你猜那天来的商人他叫我啥？他叫你啥？他呀有眼光，他叫我刘大师。嘿嘿，哎呀，这一声刘大师叫的，
我是腰不酸了，腿不疼了，走路都有劲儿了。大师，他可是叫我大师哎，嘿嘿，哎呀，这辈子没白活。你放心，以后叫你大师的人还多着呢。徐以德也很快把告示张贴出去，平县街头巷尾都在议论。匠人交流会分成农畜产品、手工艺品还有美食3个赛道，每个赛道的第1名奖银子100两。那可是100两啊！我真想赚这个银子，可我赚不到啊。哎，我想起来一个人，我家有个远房亲戚，听说会一门造油印的手艺，只可惜那油印太难做，价格奇贵。头些年听说他把房子都卖了，做了些油印想拿出去卖，平县没人买，他就拿到楚州去卖。哎，没想到让人半道给抢了，油印也毁了。现在一家人就挤在破木屋勉强生活，可怜着呢。我这就去通知他，万一他要是得奖了，那可就翻身了。这100两银子，他说啥也得分我一点。哎呀，兄弟，你还等啥呀？你快去呀！我也得好好想想，我认不认识有本事的人，赶紧通知他来报名。你这是干啥呀？干啥？我要把你这些东西扔出去。顾长河啊，顾长河，我嫁给你这么多年，你一直在研究这些东西，刚攒点银子，你就去买昂贵的材料，往这些瓶瓶罐罐里添。我不同意，你就说我没远见。你说你这破油印能卖大价钱，结果怎么样？不仅没卖出大价钱，还害得我们连家都没了。一家4口挤在这小屋子里，就这么一个小屋子，还要给你腾出地方买这些不中用的东西。我们省吃俭用存的银子，你就跟着迷一样花在油印上，半点不顾及我和孩子。儿子现在大了，眼看就要定亲，你今天必须做个决断，要么把这些瓶瓶罐罐扔出去，以后咱们一家人齐心协力过日子，给儿子娶媳妇儿；要不然你就带着你这些瓶瓶罐罐给我滚！秀芬，你不懂，这些东西真能卖大价钱，你别这么生气，气大伤身。你容我一段时间，你再容我一段时间，说是卖不出去，我保证绝了做油印的心思。顾长河，你听听你说的话，从咱们成亲第1日你就是这么跟我说的，现在老大都14了，你还是这话。我不是没给你时间，实在是日子太难熬了，我看不到出路啊。是顾长河家吗？我是顾长河，你是？长河，我是李大贵啊，是你4姨母的妯娌的堂哥家的李大贵啊。哎，你想起我了吗？哎呀，你家可真难打听，我去了好几个村子，听说你们搬来搬去，好在终于找到了。你现在还做油印吗？一提起油印，顾长河双眼放光。你要买油印啊？给你看看我最近研究出来的油印，里面加了珠票、金桂、金碧、牡丹、美丽红、箭足纱30多样金贵东西。这油印色泽古雅，质地细腻，下不渗油，冬不凝固。咋的？和嫂子吵架了？你不买油印啊？我不买油印，我来寻你啊，是想和你说你的机会到了。县令牵头办了个匠人交流会，你这油印算是手工艺品，可以参赛啊。还有100人商团来观摩，若是赢了，第1名有100两银子赏银。我特意跑一趟告诉你这消息，你要是赢了，那100两你可得分我一点啊，也不枉费我一片心意。老天，你终于开眼了！哎，兄弟，我已经通知你了，你回头要是得了那100两，你可别忘了兄弟啊！咋了？这是咋了？秀芬，转机来了，转机来了！你想去试试吗？啊，秀芬，最后一次，这真是最后一次。说这次我再不能出头，不用你说，那些瓶瓶罐罐，我亲自砸了。就听你的。我倒不知咱们平县有这么多能工巧匠，还是沈姑娘这主意出得好。我平县振兴有望啊！东家来了，马车快停下，
各位掌柜好，我是平县人士，听闻各位要去平县，特意奉上请帖。啊，9月18，平县要举办匠人交流会啊！敢问这位姑娘，匠人交流会是什么内容啊？高手在民间，平县举办匠人交流会，就是想搜罗全县的能人志士。有些人擅长农畜，有些人擅长手工艺品，还有人擅长制作易于储存售卖的美食。这些东西在民间口口相传，鲜被商人知晓。为了让商人有更多选择，平县特意邀请各位来参加这次交流会。若是遇到心仪的产品，当场就可以下单。9月18，距今还有7、8天，我在这里停留不了这么长时间啊，怕是赶不上匠人交流会。我在这里停留不了这么长时间啊，怕是赶不上匠人交流会。可惜啊，可惜。没事儿，请帖发给您，若是您遇到相熟之人，大可以转送。匠人交流会上优质的产品会放到平县特产的店里售卖。若是你们有时间参加，拿请帖去平县县衙报名，县衙会安排食宿，保证让您待得舒心顺心。哦，谢谢这位姑娘。那我们先去平县一观，再做决断。东家，平县要开匠人交流大会，我们能不能回去凑凑热闹？你们可回不去啊，就在这里好好干活吧。等咱们步入正轨，我给你们发个奖，创业先锋。感谢各位能留在我平县参加匠人交流会，我徐义德代替全县的父老乡亲敬各位一杯。我再特别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沈姑娘，想必各位都见过她，这可是位能人啊。各位都听过屈原梨吧？这位沈姑娘就是改良屈原梨的人，圣上亲自嘉奖过的。这一次匠人交流会是她牵头举办的，往后咱们若是能合作，你们还少不了见到她的身影啊。哦，屈原梨是沈姑娘改的？哎呀，沈姑娘大才呀！沈姑娘，咱们还真不是第一次见面，上一次是在码头摊位上见的。若是以后摊位上了新品，沈姑娘可得通知我等，咱们有钱一起赚呐。辛苦各位在这里等候多日，这场交流会一定会让大家看到更多的新品。若是大家觉得有市场，东西好，欢迎当场下单，平县的产品就有劳各位送到全国各地。沈桃在此谢过大家。一场酒喝下来，商人大抵心中有数了。这位沈姑娘的生意可是平县的县令大人给开的道，有官做保，与他合作差不了，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才醒。我睡了多久了？东家，这都下午了，你从昨晚回来就一直睡，可吓死我了。下午了？哎，东家，你干啥去啊？我得去报名的人家看一看，看看他们的产品，我才心里有数。掌握了基本信息，沈桃心中底气更足。匠人交流大会于9月18这天正式开幕。匠人交流大会正式开始，现在由我隆重介绍，这位是我们平县的徐大人，这是从全国特地来的百人商团，他们走南闯北，知道什么样的产品最受大众喜欢，一会儿就由他们来打分，角逐胜负，大家掌声欢迎。首先比拼第一赛道，农畜产品，黄天佑、李山、张长寿、赵多银、王美花、钟丰收、陈冬天、谭大力，做准备。那个黄天佑是我们村的，他家养了好多狗，还有猫。黄天佑，拿个第一，给咱们村争口气。王美花她就是个养花的老婆子，她也能上。早知道我也报名了，我养的庄稼不比王美花养的好啊。有请第一位，黄天佑。搞这么多狗上来干啥呀？不是说匠人大会吗？早知道养狗也算，我直接把我家牛牵来了。嘿嘿嘿嘿。你的牛要是能这么听话，你倒是把牛拉上来呀。黄天佑一家不吃不喝，也能把这些狗养得油光水滑，你行吗？安静，黄天佑，请尽快开始。我养的狗不仅能看家护院，还极其通人性，可有谁愿意上来尝试啊？靠，这狗都成人了吧，还能辨别主人脸色？可不是嘛，这可是看家护院的好狗，
我都想要一条。就这？我回去弄只狗，多打2次也能行啊。呸！狗是光打就行的嘛，那也是条命，何苦让它变成你的出气筒？就是，你能做到黄天佑这样，宁愿自己不吃饭，也要把狗子喂饱。黄天佑，你养的狗的确听话，可除了看家护院逗主人开心外，还有别的本事吗？他们的嗅觉十分灵敏，我给大家做个演示，有没有兄弟能借一片衣角给我？这位兄弟可以藏起来，我的狗可以循着衣服上的味道，不费吹灰之力找到你，哪怕在数里之外。我把钱袋扔这儿了，我藏起来，狗要是真能找到我，我就承认你这狗训得好。若是黄天佑自己选狗，你们肯定觉得他了解自己的狗，所以选的是最有本事的狗子。这样大家想让哪只狗去寻，你们大声喊出来，呼声最高的狗去寻人。德子，去。行，狗兄弟，你还真能找到我，老哥也没别的本事，赏你几个铜板，让你主人给你买肉吃。兄弟，都是大家赏给狗子的，你收了吧，晚上买点好吃的，犒劳犒劳这些狗兄弟。商人大老爷们，我的狗能看家护院，也能逗主人开心，我更希望他们能发挥灵敏的嗅觉，帮关老爷破案抓坏人。我要说的就这么多。现在有请百人商团给黄天佑以及他养的可爱狗子打分。有请下一位张长寿，他带来的是一种味道无比清甜的瓜果。有请张长寿。好吃甜，这瓜还有没有？我订500只。这瓜还真没那么多。各位老爷若是订货，只能先交定金，我们根据定金种瓜，来年这时候才能收瓜。那先等等吧，容我们回头商议一下，再行决定。娘，你抱着重吧，我来帮您抱吧。娘，别玩儿哥，我能抱。大哥三弟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这个月轮到我给娘送粮食，娘的银子自然是我的。老二，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说送粮食你送了吗？我还不知道你和你媳妇是啥人啊！你这个月要是送了1粒米，我名字倒过来写。滚！都给我滚！现在发现你老娘有用了，把我赶出家门的时候，你们想什么了？沈桃不好让他们的家事扰乱交流会，就给老六叔使了个眼色。老六叔立刻派人护送王美花老两口回家。有请手工艺品赛道的第一位选手顾长河。别紧张，你的东西很好，非常非常好，你要有信心。就这？不过是油印儿，可普通的有何不同啊？顾长河，你把上次跟我说的话再说一遍啊！这人有病吧？问他啥他也说不出来，就知道举个盒子。下去吧。就是下去吧。顾兄弟，顾兄弟，听说你的油印加了很多特殊材料，你能说说都加了什么吗？你觉得你的油印好，又比别人的油印好在哪里？我的油印印在纸上有凸起，而且下不渗油，冻不凝固，水淹不溶，火烧留痕。我给它取名长河油印。哦，原来有这么多的好处。凸起是指印章印下后有立体效果吗？对，口说无凭。来人，上2张桌子，纸、火折子，再上1盆水。有没有人愿意拿印章来试一下？不用拿纸，我自己带了。哎呀，好啊，连印10几下，印台的字迹仍旧清晰啊！哎，你们看，这印出的字迹是立体的，而且没有油渍晕开。我瞧瞧。好，果真如你们所说，这油印当真绝品。你说的遇水不溶，火烧留痕又是怎么一回事？哇，这厉害了呀！难怪叫火烧留痕，遇水不溶啊，简直绝了！嗨，这油印我订50盒，不管多少钱，我都订。我100盒，我也100盒，我有多少要多少。谢谢你们，让我的长河油印有见光的一天。哎，都别急，一个一个来。可先说好了，
这油印用的蓖麻油得是8年以上的老油，目前他手里没有那么多存货，你们得先交定金，等收到陈年老油才能出货。等就等，现在有多少货就给我们多少，哪怕1盒2盒的也行啊！快回去吧，急啥呀？后面还有产品呢。你们瞧见没有？这个顾长河啊，可是我家的亲戚。这次参加匠人交流会的消息，就是我告诉他的呢。他还说了，要是得了100两的银子，还要分我一些呢，123分，嘿嘿，妥妥的第1名了。你就吹吧，我吹啥呢？哼，不信拉倒，懒得和你争辩。哎，这娘们牛啊！可不是嘛，我都没看清他是怎么绣的，人家就绣成了，还一次绣成了2幅。刚才那位老兄，你不说顾长河妥妥能赚到100两，还能分1份吗？啊，现在好了，2人打了个平手，这银子该分给谁呀？这品相的东西是好，这量也太少了。瞧你说的，要是烂大街了还能叫绝品吗？等着吧，早晚能有货到手上。哎，不等还能怎么办？原定1天结束的比赛，不得不拆分成2天。哎呦，我百花楼今夜开张，欢迎各位大老爷来玩。奴家的百花楼和普通的青楼可不一样啊，绝对让你们大开眼界。哎呦呦呦，你瞧瞧你，今天在这么多人面前露面，也不知道把自己打扮得好看一点。你第一次见我穿的那身衣服呢，怎么没穿呢？这衣服挺好的啊，黑风斋统一发的，洗得干净着呢。我是靠实力，也不是靠脸，怕什么呀？你要是不打扮打扮，这以后谁愿意娶你过门呢？哎，你可真愁人。这原以为今天交流会能办完，百花楼啊定在今晚开业的，没想到还要延迟1天，我也等不到明天了，干脆就今晚开业。给你留了地方，你要早点来哦。好，今晚我一定来。徐大人这是偷偷走了。甄姑娘，你可得顶住啊！我先走了。我家夫人脾气火爆，要是知道我敢去青楼，那非得把我脑袋打开花。好，徐大人你先回吧，我就说你喝多了。今日我百花楼开张，各位是第1波客人，尽情的玩，一切消费全记在百花楼账上。各位客官，1楼是喝酒跳舞的地方，2楼可以按摩，还可以唱曲儿，还有棋牌室。各位想玩些什么呀？喝酒跳舞？这没见多少舞娘啊，莫不是让我自己跳？您赶巧了，马上就有表演秀，您先随我到这边坐坐，选选今晚要喝的酒水。各位稍安勿躁，好戏要上演了。怎么跳了？大家跟着书画一起跳啊！我教你们，很好学的。大家一起来。哎，老了，不中用了。这要是往回到20年，我能跳1夜。各位这么累了，要不咱们上2楼放松放松？2楼有按摩室，任穴位按摩，保证一身疲倦都散光。啊，这么神奇？走，来都来了，咱们去试试。各位爷，这里有棋牌室，还有唱曲儿的地方，大家先分开着玩一会儿，等这边按摩结束了，咱们再过来怎么样啊？生意怎么样？沈掌柜，近日我的百花楼可真是热闹，你瞧瞧那边的几桌，全部都是听到曲声自己走进来的。说是今天百花楼不免费，我这样能收400多两银子。这早知道这么干能赚银子，我又何苦干那卖姑娘的缺德事啊？你说说，我咋早没遇见你？这要是早遇见你呀，这摊子开在楚州地界，那生意得比这火爆。哎呀，不过也不晚，等我这边稳定稳定，我回头就杀回楚州。百花楼的热闹一直持续到了天光放亮，商人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。临走时，他们拍着胸脯保证，只要他们来平县，还来百花楼玩。这不，后续生意这不就来了吗？手工艺品赛道的人全部比完，
顾长河和秀娘都是123分，并列第一。顾长河和秀娘巧珍都获得了120分的好成绩，两人到底谁是真正的第一名呢？这个决定权交到大众的手里。我现在给每人发一张字条，字条上写了顾长河和巧珍的名字，你喜欢谁就把谁的名字撕下来，投到中央的大箱子里。待你们投完，我们现场唱票，票数最高者就是手工艺品赛道的第一名。发给我字条有啥用啊？我也不认识字啊。你傻呀？这问题你也拿出来问？你不认识字儿，你还不会查数吗？顾长河是3个字，巧珍是2个字啊。是把喜欢的人的名字抠下来投到箱子中是吧？是呢是呢。顾长河的油印418票，巧珍的双面绣634票，巧珍获得了手工艺品赛道的第一名。接下来就进入了美食赛道的比拼环节。有请第一位参赛选手，他带来的是一款酱料，由这款酱料烹制出的菜肴色香味美。观众席第2排出50人来试吃。我第2排，我上去试吃。香，真是太香了。这到底是啥东西啊？我就忘记带馍来了，闻着味道我都能选2个馍。炒青菜大家都吃过，青菜色泽亮丽为佳品。这盘青菜因为添加了酱料的关系，颜色泛松红，更上一个档次。我们这就尝尝味道。香，这酱料是用河烹制，青菜清脆咸香，好吃。给我1盘肉我都不换。这有点像豆子，亦有猪鱼的辣味。这位大爷好眼力，我这酱料的确是用豆子做成的，也放了些猪鱼，不过具体是怎么做的我就不能告诉您了。但这酱料利于储存，放的时间越久，香味越纯正，可以炒菜时添加，也可以炖肉时添加，即便什么都不做，就抹在馍上，也能提味增香。第2个上场的是平县当地的一个酿酒老师傅。萧九仙竟然也来了，他带的肯定是新酿的酒。前阵子我去买酒，他就神秘兮兮说酿出一种特别的酒，说是以一当十，喝1壶胜过喝10壶。闻着就知道了，这要是冬天喝上一口，从嘴里辣到心里，不一会儿身上就会暖和起来。这酒太新了，怕是一口下肚，肚子里都要瘦起来。这酒恐不是贵公子们喜欢的。各位大老爷先别急着否定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这酒可能不被贵人们喜欢，可军中将士却求之不得。冬日苦寒，若是饮上一口，浑身都暖起来，就算受伤时无医无药，亦可用这酒浇在伤口上消毒。去岁我大越朝和草原签订盟约，互利互市，草原儿女快意恩仇，想必更喜欢烈酒，各位何不试试呢？对呀，什么样的商品自有什么样的人喜欢。下定。有人带了糕点，可糕点不易储存，卖糕点的师傅为此很懊恼。这又何妨？既然卖不了糕点，你可以卖技术。若是有人喜欢你这糕点，就不在平县开糕点铺子，你收他几两银子教他便是。若是全国各地几百来人学，你不就大赚一笔？这也行？这怎么不行？这不就是后世的加盟店吗？咱卖的就是技术啊！为期2天的交流会正式落下帷幕。隔日，商人的订单已经下到你们手里了吧？不得不说，咱们平县啊，这一波赢麻了。东家，这次多亏了你举办交流会，否则咱们平县这么多好东西，真是憋在手里卖不出去。感谢的话暂且不提，我邀请各位来，就是想和各位商讨一下未来的发展方向。各位都是手艺人，我也明白，但凡是传家手艺都有规矩，什么传男不传女之类。可我今天要告诉你们，这一次交流会只是牛刀小试，只要市场被咱们撬开一个口子，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商人来咱们平县。你们若还是闭门造车，产量上不来，路只会越走越窄。所以别管家里是儿子是女儿，全都拉进来一起干。若是再忙不过来，我回头请木匠联盟的陈宁过来，给你们传授经验，告诉你们如何在不损害自己利益的情况下开班授课，共
共同富裕。虽然交流会把各位的产品推给了商人，可这些商人只是商场里的沧海一粟，想有更多订单，还需不停的推广。我打算将各位的产品放到孟浦县码头去卖，在此之前，咱们得签个代销合约，意思是你们所有的产品都要通过我黑风寨网出销，由我们统一定价。我担心市场恶性竞争，胡乱定价，最后咱们谁也赚不到银子。各位意下如何？昨天晚上有个本地商人找到我，想让我把油印的方子卖给他，出价3000两。哇，3000两，这么多！各位兄弟，若不是沈姑娘，咱们的货到现在还无人问津。她搭台让咱们唱一出好戏，咱不能忘恩负义，出了名就拆她的。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，反正我是做不出来。沈姑娘，我直白说了，你的合约我签，我还敢保证以后只卖给你。我相信你能带着我们那叫啥哦，共同富裕。长河兄弟说的对，我养狗只能勉强维持一家生计，遇到灾年粮食不够，这么多张嘴要吃东西，我得到处筹钱筹粮。他们不借也就算了，还出言奚落我，让我别喂狗了，把狗按住放血，一家人每饱餐几顿。他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我的狗养了这么久，都跟我的亲人似的，就算我饿死，我也不可能对他们下手。昨晚上也有人来找我，出200两买我10条狗，还打算再送一批狗来，让我免费帮他去做他的春秋大梦吧。沈姑娘，我黄天佑也和你签合约。我也签。我也签。手艺是你们的，你们愿意和我签合约，我双手欢迎。你们也不用背上道德枷锁。若是有人出的价让你心动，又能改善你们一家生活，我也能理解。我有意在山脚下建一个市场，让平县所有的手艺人、美食家都入驻市场，商人一站选货。在场大部分手艺人都是苦出身，他们还真担心卖了手艺、卖了秘方以后没啥能干的，总不能坐吃山空吧。而沈桃这个长远发展、做大做强的想法，正好合了他们的心意。赵家啊，各位都别急着走，我有事儿和你们商量。嘿嘿，宁丫头，你说话不用这么客气，有啥事直说，用商量。你们学了半月有余，木板锯得很直了。我目前有3000个搓衣板要加工，外包出去了2000个，剩余的1000我想交到你们手里。你们无需在搓衣板上雕凹槽，只需把木板按照尺寸锯出来，磨平整，送到我们手里就行。加工的是半成品，材料也是我出，我只能给你们手工费，1块木板5文钱，如何？我把难听的话说在前头，我请了赵爷把质量关，搓衣板的大小、厚度、平整度都有要求，若是不达标，赵大哥，你也了解老爷子的脾气，他眼里熟不得半点沙子，就算你是亲儿子，他也照样不收你的货。嘿嘿嘿，我们当了这么多年父子，我还能不了解我爹啊？宁丫头，你放心，既然我做，那肯定用心做，我当仁不让，先领100个。我没我哥能干，我先领50吧。我也领50，先做着试试。九良叔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我算一算哈，现在还有80个搓衣板，你要不全领了？他想领活，他做梦都想。80个木板，若是全做下来，他能赚400文钱。多做几次，他就能攒够钱买工具了。可他压根儿没工具，就算活摆在眼前，他也做不成。宁丫头，要不这80个搓衣板就算了，等下次我再做。我晚上不干活，你租我的工具用，这80个搓衣板就交给你做。现在没旁的事儿了，大家到外面领木材吧。宁丫头，要不你还是交给旁人做吧，就算是租工具，这租金我也拿不出来啊。不用你现在拿租金，等结账时我直接在你的铜板里扣。有良叔，我也想让你多赚银子给妮子看病，你也要理解我，这租金我必须收，否则村里无赖都找到我头上，都要我免费给他们使工具，我也很难做的。宁丫头，我知道，我懂的，让我后交租金，我已经很感谢了，我一定会好好干的。妮子，是爹没用，害你只能睡地上，以后爹赚了钱，有钱买油灯，就不让你遭罪了。爹，你不用难受，为了养我，你已经很辛苦了。妮子不怕睡在地上，只担心你的眼睛受不住。爹，来送货啦，在这里少叫我爹，叫我赵爷，别以为你是我儿子，我就会给你放水，没门儿。这个不错，尺寸可以。这个不平，
放到桌上还晃荡，你这手是猪手吗？锯木板都锯不平，拿到那边加工一下，不平不收。爹，叫赵爷。得，赵爷，你先检查吧，检查完了我一起修整。搬到那边放着，我给你写个条子，你拿着去找宁丫头领铜板。爹，瞧见没有？你儿靠手艺赚钱了，你今晚来我家，我弄2个菜，再打点酒，给您老解解馋。去，没看到老子忙着呢吗？晚上的事晚上再说。好着嘞，搬到那边去放着，去宁丫头那里领铜板。哎呦，二娃出息了，能给娘赚铜板花了。娘一会儿啊上县城割点肉，晚上啊给你炒肉吃。二娃好好学，以后赚大钱。知道了，娘。这不是石头吗？去县城卖柴了，这咋还背回来了？今日卖柴的人多，没卖出去。二娃娘这么高兴，这是干啥去了？哎呦，石头啊，要我说，你当初就不该听冯大宝的话，你就该踏踏实实的在木匠学堂里学。你瞧瞧我家二娃，这才半个多月就能接到活了，锯了50个木板也不累，这就赚了250文呢。赵爷家的赵老大赚了500文呢。张石头脸都气黑了，他就不该听冯大宝的话，退出木匠学堂，真晦气，全赖冯大宝和冯二宝。这柴咋还背回来了？哪怕你2文钱卖了，也好过你费力气背回来。你就是个木头脑袋。你听说了没？上木匠学堂的人都开始接活赚钱了，就连孙有良这租工具用的还赚了几百文呢。当时我都给你报名了，你也去了，你咋就猪油蒙心听了冯大宝的挑拨？你可闭嘴吧，一天说800遍，你烦不烦啊？你还嫌我烦了？张石头，就你这样的，除了我还有谁能跟你过呀？你更没良心呢。冯大宝，你给我出来！冯大宝，我知道你在家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你们怎么进来的？石头兄弟，有话好好说，你动什么手啊？说个屁！说不是你跑去木匠学堂里挑外撅，我们能退出吗？我们要是不退出，现在也赚到铜板了。你和我们一起去陈家，给人家赔礼道歉。你去求他们，让我们继续去学。就是，你快随我们去陈家道歉。这事是你煽动的，若不是你，我们现在也跟着他们赚银子了。我去还不行吗？宁丫头，我是来给你道歉的，那日是我不对啊，不该搅局。现在我们知道错了，你就让我们回来学吧。我接受道歉。还有事吗？我还忙着呢，没事，你们就先走吧。宁丫头，我们都知道错了，这是我的50个铜板，我下午就去县城打工具，晚上就来学堂上课，一准迟不了。别啊，你们要是来道歉我接受，说是想来上学堂，我看就免了吧。宁丫头，做人不是这么做的，我们都比你大，说是你的长辈也不为过。现在我们都低头认错了，你还想怎么样啊？那天晚上我清清楚楚地告诉过你们，只要走出这道门，木匠学堂就不会再招你们。你们把我的话当笑话听呢？还是你笃定我软弱可欺，往后大家都学你，想背叛就背叛，求我2句，我就心软的让你们回来。我以后还怎么服众啊？既然是长辈，就拿出点长辈的样子，别纠缠不休，让大家面上都难看。好，宁丫头你够狠，你不给我面子是吧？今天我都要让村里人来评评理。有生意你不想着咱村的人，反倒让邻村的把银子赚走，天下哪有这个道理啊？村里的老少爷们们，大姑娘小媳妇儿都出来啊，都到陈家来，都来给我评理。当初你们是受了挑拨，自己决定离开的，现在又回来闹，丢不丢人呢？赵爷，我们不是不给你面子，我们也不想闹他，可是这事是陈家做的不地道啊，我们都来道歉了，他还是不依不饶。大家伙都看看，他们陈家忘恩负义，他们种着广河村的地，吃着广河村的水，现在有生意了，他不照顾广河村的人，竟然让邻村的人来上木匠学堂赚银子。按我说，他就该把邻村的后生都赶走，让咱们的人赚这个银子。哎呀，陈木头，大宝说的没错，咱们才是一个村的，你怎么能便宜外村人呢？你这不是吃里扒外吗？陈木头，你忘了小时候你还经常上我家玩，我家里有吃的都不少你一口，现下你翅膀硬了，就忘了生你养你的村子，你不该呀。谁说陈师傅不顾及咱们村的？他开木匠学堂，第一个就通知咱们村的人来学，
是他们自己想要占便宜，主动退出木匠学堂的。陈家也是人手不够用，这才去邻村找人。可不是嘛，当时冯大宝还挑拨我家二娃来着，还好我家二娃心里有数，没被他挑拨走。这事儿啊，不怪陈家，全是冯大宝的错。现在我才是陈家的管事人，有啥事不用找我爹，我就能做主。我今儿把话撂在这儿，村里人想学木匠手艺，可以，等我开下一期学堂，我自然会通知各位。可这些人不包括冯大宝、张石头他们这些背叛者，因为是他们自己退出的。我也说了，既然走了，就永不再用。至于邻村的几个后生，我用定了。当时我人不够，是他们帮了我一把，让我过河拆桥，我陈宁做不到。你一个小妮子，怎么当得了陈家的主？我不和你说话，你让陈木头出来。陈木头，你别在里面装死，你给我出来。想当年你没银子，还是我借给你银子开的木匠铺子，现在我家石头不过是犯了一点错，还给你赔礼道歉了，你凭啥不用他？张爷，您叫我爹也没用，我这个管事人的身份是东家亲自定的，就连我爹也得听我的话。更何况你当初借银子给我爹可是要了利的，我爹当初从你手里借了3两，年底还了你5两，这份情呢也算是还了。我陈家不欠你的，决定是你家张石头做的，现在轻飘飘一句道歉就想接过去，那我以后还怎么管别人，还怎么服众？哎，张爷，这事宁丫头没做错，的确是石头他们闹事在先，若是宁丫头不厉害一些，往后还真管不住人。就是的，张爷，你岁数大了，也别管这些了，别和陈家闹得太难看，我们还等着下一次开课呢。大家伙听我说啊，他们陈家从后山拉木料，尤其是这2个月拉得格外多，他们用咱们的木头赚他自己的银子，就算是咱们去木匠学堂学习，也只给咱们简单的手工费哦。合着他拿咱们的木头赚大钱，却让咱们辛辛苦苦赚小钱，有这个道理吗？不行，得让他们拿真金白银出来买木料，这银子我们大家伙分。你以为就你聪明，别人都是傻子是吧？你们能想到的事，人家宁丫头早就想到了。往年他家都交50两银子给村里，这银子以税银的形式补贴给大家，若不然你们往年哪里会有剩下来那么多粮食啊？就在10天前，宁丫头把今年的银子上交了，足足120两。你们若是想发到手里，我老头子也愿意，揣在身上我还真怕丢了。不过补贴到你们手里，秋收的粮食就要照价上来。你们是想现在分银子，还是想收粮食多交，我全听你们的。这个年代粮食是硬道理，若是遇到天灾人祸，有时候手里抓着银子都买不到粮。退一万步说，就算粮价没有什么变动，他们多交了粮，回头不够吃，还是要去城里买粮，这一来一回的还不够折腾呢。那还是留粮食吧。你们呐，你们被利益蒙了心，一点远见都没有。陈家人手不够，马上就想到带你们一起发财，还拜托我挨家挨户通。你们倒好啊，听了2句挑拨就自动离开。现在人家找了别人，你们又说陈家不仗义，还想让他家怎么仗义？剥皮割肉拆骨给你们吃好不好啊？你们再不依不饶的逼迫，惹恼了陈家，人家举家搬到别的村，用人家的木料请人家干活，我相信以陈家现在的声望，别的村都抢着要。村民赶紧摇头，哎呦，赵爷，你别说了，我们知道错了。行了，都散了吧，再过10日就要秋收，你们都给我消停一点，再来陈家找茬，我拼了这把老骨头也要把你们赶出广河村。我们广河村不收忘恩负义的人，绝不允许一颗老鼠屎坏一锅粥。孟浦县的码头上，哎呀，小心些，这批货里数这个最贵，可万万不能给我碰坏了。船只航行数日，停靠在京城旁的小镇上。有劳您跑一趟。沈掌柜又搜罗到了什么好物啊？我这次送货去孟浦县，没想到误打误撞到了个叫平县的地方。该说不说，这地方虽小，倒有2件不错的东西。这木头上乘，雕刻技艺娴熟，
尤其这小童憨态可掬。哟，这中间怎么还有镂空啊？读书作画不合适吧？这是个茶桌，我这就沏茶给您看看。小侯爷定然喜欢这茶器，这桌子也极好。你回来多久了？又请了多少人来看？我们小侯爷必是要京城的独一份，要是被别人抢在头里，砸了小侯爷的面子，可饶不了你啊！您放心吧，我昨晚上刚进京的，这一路打听过了，来京城的茶桌和茶器可是独一份，保证给小侯爷长脸。好，赶紧差人送到府上，茶桌和茶器一起，价格几何？要价500两，500两对侯府来说9牛1毛，若是价格低了，才不好送到小侯爷面前。爷，您别急着走啊，还有好东西呢。还有，拿出来瞧瞧。沈勇又拿出油印给管家看，不过是油印，京城遍地都是，也值得你这么宝贝。爷，您有所不知，这可不是普通的油印，夏日不溶，冬不凝固，遇水不化，火烧留痕。我这就给你试一下。管家虽不懂文人这些东西，但也知道是好物，小侯爷定然喜欢。好啊，你这油印没在旁人面前展示过吧？那是自然，有好东西我岂敢不过侯爷的眼随意给别人看。我敢说，整个京城目前就这一盒长河油印。多少银子？管家知道这东西便宜不了，一口价300两。好，我永定侯府收了，和茶桌一起送过来，可不敢耽搁。沈掌柜，莫非你还有好东西？遣下人搬来了一张桌子，又凑了2个人与管家搓起了麻将。爷，这麻将怎么样？着实可以，我这就和茶桌一起送去侯府。急什么急？再来几圈。是你急好吧？刚才一直急着要走，现在玩出乐趣，却不肯下桌了。行了，今天就先到这里，别耽误了小侯爷的事儿。麻将也一起送到侯府。沈掌柜，你可得算便宜点啊！麻将、油印、茶桌，我再附送茶器，总共1000两。真敢要啊！沈桃卖麻将5两银子一副，可到了京城，麻将身价倍增，一下涨到了200两，简直是天壤之别。没问题，东西送到永定侯府后，直接去账房结银子。放心，我这就把东西送到永定侯府，马车已经在外面备好了，绝对不会耽误小侯爷的事儿。还是沈掌柜懂事，我先行一步。永定侯府，小侯爷呢？小侯爷晚间邀请几个好友来家里谈诗词，他不放心别人收拾书房，现在自己上手收拾呢，已经忙了好半天了。好，你去忙吧，我去看看小侯爷。强强，你回来了，我没用，不善经商，害你事事躬亲，累坏了吧？快坐下。不累，就坐着马车看了一圈。晚上你一起过来，我们不饮酒，就喝茶聊诗词。哎呀，我也不善诗词，和他们聊不来。夫君，你自行招待他们便是。侯爷，少夫人今日得了几样稀罕物，想请您2位过目。哦，稀罕物，拿出来瞧瞧。得劳烦侯爷过去瞧，这东西甚大，若是中意就摆在书房，若是不中意就先归拢到别的屋。一见茶桌，萧可喜欢的不得了，尤其沈勇展示了点茶技术后，萧可更是推崇备至。放到我书房去，读书时口渴，自然点上一杯香茶。林夫人这是瞧上茶桌和油印的生意了，这可是他千辛万苦寻来的门路，他可不能让林夫人横插一杠子，撬走了先机。派个人查查沈掌柜最近的动向，不要惊动他，查到源头速来回报。不过2日，小莲，你替我摸上几把，我去处理点事。夫人，我怕坏了您的手气。嗨，你个小丫头，运气也是不错的，难得奶奶高兴，你陪她玩2把，赢了算你的，输了算我的。就是，快坐下凑手，不用拘谨。少夫人，已经查到了，沈勇最近去了一个叫平县的地方，茶桌和油印他只卖进了永定侯府，看样子他手里也没有存货，倒是麻将被他卖出去不少，京城的高门大户全都争着买。那日夫君在友人面前展示了茶桌和油印，长了脸，这些人回去后就大肆宣扬，不过2日就有好几拨人上门打探，可见这些着实是好东西。
说是放到我的铺子里，定能赚一笔。派2个人盯着沈勇，一旦他去平县，赶紧跟上，摸清他订货的地点。也不知是谁发明了麻将一物，倒是有趣。这生意啊，我永定侯府必是要分一杯羹的。沈勇最近春风得意，因为麻将他搭上了城中不少贵人。总之手里存货不多，他得再去一趟平县。有没有去孟浦县的船？那条船就是去孟浦县的，眼看就要起锚了，快跑能赶上。在下沈勇，兄台怎么称呼？要往哪儿去？在下季青松，是往孟浦县去的。孟浦县，我也去那儿，咱们搭个伴儿。乐意之至。我看季兄年轻力壮，家中可有妻室啊？尚未娶妻。孟浦县旁有一平县，距离孟浦县不过100里，那里有个百花楼，那是真的有趣啊。你还没有妻室，若是有空，可以往平县一去，去那里玩一玩啊。哦，百花楼不过是青楼而已，京城也有不少。沈兄可是在百花楼有相好的，这才让你这般念念不忘？没有，百花楼可和京城的青楼不同。沈勇把所见所闻与季青松吹嘘了一遍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也对百花楼起了好奇之心。反正我到孟浦县是去走亲戚，不如和你一道去瞧瞧这百花楼。3日后，沈兄，我来过孟浦县好多次，最近一次是半年前，却从不知平县。这平县到底是做什么的？镇长弄得这般大，崛起速度这么快。10几年前我也来过孟浦县，的确不知平县。上次偶然来，发现平县在这里支了摊位卖平县特产，我误打误撞去了一次。平县东西是真好啊。平县，这沈勇还真是个老狐狸，一起吃一起玩可以，可真到出去选货时就把他给甩了。客人，您是来平县进货的吗？我这里有资料，里面介绍了平县所有货物，您看看吗？沈陶授意全县客栈里都放了货品的资料，劳烦小哥拿来看看。给您，资料只有2份，劳烦您看完后归还。季青松原本想着跟沈勇找到他进货的地方，有这本神册在手，他还跟个屁呀！掌柜，你这册子卖不卖？你当我不想卖啊？可官府不让客栈卖册子。这样，你出门右转，那里有个书坊，你直接去那里，让他们抄腾一份。那你这本册子能否借我一用？用不着，书坊里有相同的册子，每天抄腾的人还不少呢。掌柜，我想抄腾一份货品册子。你等着就行，等他们抄完手里的，就轮到你了。季兄，我此行目的已经达成，订好了一批货，出货怕是要等半月，我就不在这里等了。他们会直接用船只把货物发往京城，所以我先行一步。青松在此别过沈兄，平县好吃好玩的不少，我明日采购一些，再回孟浦县。这一日，翠兰，东家，你们来了。东家，你这粮食和我们的都不同，长得也壮实，你不来，我们也不敢随意割，可算是把你给盼来了。都过来一下，我告诉你们要如何收割。我们这就来。这个叫玉米，它的粮食呢，就是它腰间的这个棒子，植株可以喂家里的牲口，也可以烧火。哟呵，这玉米长得和别的粮食都不一样的，粒也大，结的棒子也大，这要是种上1垄，可比种麦饱肚子。正好你们手里也有麦，咱们比一比。玉米间隔大，我取2株，把玉米粒抠下来，你们也取相同间隔内的麦，把麦粒弄下来。东家，另外几种收成怎么样啊？果都在地底，这都看不到啊。这么多，一颗土豆就能结出这么多，这比玉米还厉害呀！这要是全种上土豆，我一家人再也不用饿肚子了。还有，我的个老天爷，这土豆真能结呀！东家，这土豆倒是好，只是放得住才叫粮食，要是放几天就烂了，结再多也没用啊。土豆比较利于储存，冬天可以在院子里挖上2-3米的窖，把土豆放进去储存，放2-3月也不会坏。若是长芽了，就不能再吃，可不耽误它做种。若是想再放久些，可以把土豆切条晒干。虽然口感不如新鲜土豆，可真到了没吃没喝的地步，也可以饱腹。土豆还能做成淀粉，存放的时间更长，只是产量没那么高。真甜嘞，还解渴。东家，你这些种子都怎么寻来的？这也太厉害了吧！今天就先到这吧，
你们每人捡一些土豆和地瓜回去吃，明天我带秤过来，这些是你们种出来的，充作炼地的粮食。第2日，徐大人，沈姑娘来了，快坐。今天要做什么？我这就安排人手，马上就去干。这是何物啊？沈桃一一介绍。你说这土豆和地瓜不仅味道好，可以做主粮，产量还比稻米高上几倍。沈姑娘，你不是骗我的吧？你知道你的话若是真的，这代表着什么吗？徐大人若是不信，可以随我去地里一趟，我还留了几株梅歌，徐大人亲自一看便知真假。沈姑娘啊，沈姑娘，你可真是闷头干大事儿。咱们回县衙，我要尝尝你这个土豆。沈姑娘，这土豆、地瓜、玉米，我马上就派人送到楚州刺史府，我再写上一封书信，请刺史大人快马送进京城。想必司农最近有的忙了，说不准还要亲自来咱们平县，请你传授种植技术呢。若此事真成了，我平县给你立碑建祠，让百姓歌颂你的功德。那倒用不上，不过一点小事，天下人人温饱，我就有更多的银子赚。不过徐以德却全然不认同，他若是真爱银子，爱到了骨子里，他何必把土豆、地瓜这些作物拿出来呢？他大可以自己培育，再当成稀罕物卖出去，到手的银子会更多。徐以德半点没敢耽搁，把沈桃送来的土豆、地瓜、玉米等打包送往了刺史府。大人，平县县令徐以德差人送信来了，还带来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。拿过来看看。快马加鞭就送这东西，徐以德真是太闲了。倒是他平县今年下了好几场雨，粮食产量不减，他才有心情送奇奇怪怪的东西。丢出去，又不能解决百姓缺粮的问题，看了就心烦。大人，徐以德还送了一封信，要不等看完再决定这东西的去留。这能是什么好东西？直接丢出去，信留下。王大人崭新看了起来，看到一半，他焦急大喊：别着急丢，快给我抬回来！大人，这莫非真是什么好物？叫厨娘，快把厨娘叫来，去做菜，用清水煮一锅，顺便切丝炒一盘，快去快回。若这事是真的，他完全可以把土豆作为依仗，和圣上讨个赏，把税粮的量往下压一压，百姓也好过活。备马车，我要亲自去一趟平县，去见见徐以德。目前平县除了有不断推陈出新的木制品，还有油印、双面绣、蒸馏烈酒、玉雕、茶器这些好货。每天有数以百计的商人来平县，是时候规划一片地，把义乌批发市场盖起来了。徐大人可真是个好官呐！之前有商人在门口乱扔东西，衙差就在他的授意下处罚了那商人5文钱呗。从那往后，大街上干干净净，多亏了徐大人。就是，徐大人支持咱们出来做生意讨生活。我儿子在外面卖鱼图，一天就赚了10文钱，全赖徐大人英明。前面的赶紧停下，让我们过去。知道我们是谁吗？敢拦我们的路，不想活了？我来了平县好几次，平县的人都很和善。你们什么来头啊？竟然当街纵马，不怕县令大人惩处？哼！本官乃孟浦县令冯家照，先来平县找县令徐以德大人商讨公务，速速将马车停靠到一边，让本官先过去，耽误了公务，小心本官问你们的罪。这孟浦县的县令好大的官威啊！这一对比，倒是我们的徐大人亲民。呸！什么东西？大老爷别气，那人不是我们平县的，不懂我们平县的规矩，我替他给你们道歉，可千万别因为他就对我们平县失望啊！就是，我们平县的县令徐大人最是亲民，绝对做不出这样的事儿。老乡们，我们都知道平县人是好样的，谢谢你们安抚，我们心里都记着呢。说县令大人到，县令大人还真到了。是徐某的错，让几位受了委屈。这样，几位到4方客栈入住，无论你们在平县待几日，衣食住行，我们平县包了，全当是给你们赔罪。徐大人，孟浦县的冯大人来了，现在正在偏厅等您呢。知道了，我去换个衣服。冯大人，您稍等片刻，徐大人外出视察民情还未归。徐以德倒是清闲，整日可以出去闲逛，今日来你们平县，倒是和往日借着我们孟浦县的光，
你们平县发展的真不错呢。义德兄，你现在贵人事忙，可让我好等啊。是我的不是，冯兄想必也知道，我平县最近来了很多商人，为了留住他们，我还亲自下了一道令，让百姓把他们当成家人。没想到今天有个王八蛋，他不把本官的话放在眼里，当街纵马超车不说，还让那几个商人下不来台。我要是碰上那个王八蛋，我非甩他2个耳光。冯家照脸色闪闪，听说你平县出了个厉害的商人，还在我孟浦县开了个摊位，把商人全都拉到你平县来了。商人图利嘛，我们当官的也乐见其成，只是有些事儿啊，官府还是要出面管一管，比如产量这么大，税是不是得多交一些？还有，我看木材用的也不少，照这么砍伐下去，没2年山都得砍光。我们识君之路得替君主分忧，他把好端端的江山交给咱们治理，总不好还他一片光山吧？冯大人是什么意思？大可以明说。既然做生意就要受咱们管，这生意我想让他做，他就能做成。我若是不想，马上就能让他在孟浦县待不下去。我呢，发财也不好自己发，总想着拉徐大人一把，不如咱们联手，让这商人送点儿你懂的。徐以德都快挑起来骂人了，他们平县100年都难出一个沈姑娘。先不说他的生意手段，就说他这生意带活了多少人啊！现下平县有了活路，人人都高兴，反倒惹他冯家照不满意了，想来分一杯羹。真是屁股上描眉画眼，好大一张脸。平县的事儿，什么时候轮到冯小眼指手画脚了？怕是要让冯兄失望了。这个商人我不仅不会动，我还会大力支持他。至于在孟浦县开的摊位，他也是遵照了大越皇朝的律法开的。若是冯兄一定要在中间横插一杠子，也就别怪我徐以德把状告到刺史大人面前。好你个徐以德，既然如此，那本官也就按律行事了。冯家照刚走不久，沈桃就带着他的规划找上了徐以德。沈姑娘，不是我不支持你，你现在就建这个批发市场，是不是步子迈得有点大？其实他实在是担忧冯小眼出坏主意，一旦码头的摊位开不下去了，沈桃的生意必受影响。此时投入这么大一个摊子，银子花出去了，恐再难收回来。不大，这市场我并不想自己搞，我想拉上城中商户，搞一个分红制，也就是每人都掏上一些银子，等到盈利时，按照出银子比例往回返利，所有商人都系在一条绳上，我们同进同退。沈姑娘，你的想法甚好，看中哪片地，直接和我说。只不过，就在刚刚，孟浦县的县令冯家照来找过我，你在他地界上做生意，招揽商人，大大小小的事都归他管。若不然，你给他一些好处，他也能给你行方便。他要是揪着不放，你大可以告诉我，我上刺史大人那里去告他。徐大人，这事我知道了，谢谢您的提醒，是我考虑不周。这样，我明天亲自去一趟孟浦县，会会这个冯县令。至于地的事儿，容我打通孟浦县的关节，再来与你商议。第2日，劳烦您通传一声，就说平县特产的东家沈桃求见。滚！这都什么马狗啊，都敢往衙门靠了。劳烦您通传一声，在这里等着，进来吧。大人正在处理公务，你们先候着。好大的官威啊，上来就给他一个下马威。退回去，衙门重地，岂能让你四处乱走？雅差大哥，我不出去，劳烦您去看看大人的公务处理完了吗？若是时间还久，我们能不能先出去吃一口饭？实在是腹中饥饿。冯大人哪里是处理公务啊？就在刚才，他出去吃席了。人家是故意晾着你们，这还不懂，还让你们出去吃饭，想得美！饿着吧。你当衙门是你家开的呢？想进来就进来，想出去就出去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走出这道门，就休想再进来。等一会儿就等一会儿吧，咱们出门办事，
就得拿出求人办事的态度。他这是怨咱们没提前来，没把他放在眼里，故意给咱下马威呢。这一等又是2个时辰。冯大人，平县特产的东家可还在屋里？在，大人请进。今天实在是公务繁忙，冷落了几位。谁这么不长眼呢？把几位贵客带到这屋了？哦，是小的疏忽，小的这就去搬桌椅。这不是你安排的，是你指明让他们在这屋里等，还特意撤掉了桌椅板凳，线下却拿我做法子。在下是平县商人，前阵子在码头开了个平县特产的摊位，实在是最近事多，没来得及及时拜见大人，还请大人不要放在心里。这位是我手下管事大魁冯明。早听闻徐义德徐大人的妹婿与我同姓，也姓冯，不知这位冯明小弟和徐大人是什么关系啊？啊，徐义德大人正是我舅舅。哦，你是徐大人的外甥。哎呦，早知道有这层关系，就该放下公务来见见你。一点小意思，不成敬意，还请冯大人笑纳。这是何意啊？公然向本官行贿？若不是看在徐大人的面子上，我现在就可以让衙差把你拿下，关到狱中。赶紧带着你们的东西走，别让本官再看到你们。几位请吧。这年头真是啥人都有啊，吃了那么大的摊子，反倒送这么点银子，就这也好意思拿得出手？打发要饭的呢。那你觉得拿多少合适？你这箱子至少大10倍吧。再大10倍，那就是1万两。这冯家照也不怕撑死，更何况官员收贿赂是多大的事儿啊，那得关起门来偷偷的。可在这孟浦县县衙，收贿赂好像是极其稀松平常，就连一个小小的衙差都能开口评论一番，可见其风气腐败到了什么程度。1万两，他可真敢开口啊！既然人家嫌少，咱还不送了呢。至于码头的生意，他照样做，他就不信天下还没有王法了。桃啊，现在光顾咱们摊位的人越来越多了，这挤得都转不开身子。若不然，咱们保留码头这个摊位，在城中再开一个更大的。码头摊位上可有人闹事？没事，都好着呢。较批量的货物都按照您的要求，每一单都写了售货单，1式2份，购买者亲自画押，订货量大的直接打发商人去平县亲自下订，一切都正常。可到了第2日，一切都不正常了。平县送货来的马车被孟浦县的衙差拦住，衙差让每辆车交1两银子，当做货品接过费。码头上平县的马车，即便是空马车，也要交占地经营费。一时间，城中到处都在抓平县马车，闹得沸沸扬扬。衙差开始挨门挨户的查户籍，只要是平县户籍，勒令他们马上搬出。从今往后，孟浦县的房屋不租给平县人，你们自己不走，就别怪我们把东西给你们扔出去。要怪你们就怪码头那个平县特产的摊位，是他们不诚心经营，导致城中起了纷乱。县令大人为整顿孟浦县，这才下了这道令。都是你们的错，害我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。你们自己去衙门解决，别连累我们。在人家的地头上还不好好做生意，你真丢平县的脸。为了大家，你们干脆从孟浦县搬出去吧。平县特产店的人，你们给我出来！我是酒楼掌柜，昨日在你们店里买了1罐酱料回去烹饪，没想到酱料有毒，把我的客人全都吃坏了。你这是谋财害命！行，冯家照你是好样的，不给你银子你就耍阴招是吧？码头摊位门口越闹越大。哎，这铺子怎么干这种没良心的事儿啊？这都把人吃坏了。对啊，赔钱！赔钱！赔钱！都给我闭嘴！说话的同时，他一掌拍在桌子上，桌子应声分成2半，各自向两边倒去。这娘们不好惹呀！周遭一下安静了下来。你说吃我的酱料，把人吃坏了？放屁！这个人根本就没买过酱料，来买过货的我都眼熟。谁说我没买过酱料？我买了，就在你这摊位上买的。吃坏人？没可能的，在场有不少商人，肯定知道我们平县特产的规矩。但凡在店里买东西，都要写售卖的单据，还要本人写下名字或者按下手印，1式2份。那么请问这位掌柜，你买东西的单子呢？单子我扔了，就一个破单子我还一直留着呀。好，你没有单子，那你总有酱料的罐子吧？你把罐子拿出来。谁还留那东西？昨天把酱料用完了，
罐子也一并扔了。反正就是在你这儿买的，就是把人给吃坏了。你说这么多，不就是不想承认吗？好，你单子罐子都扔了也行。那你说你叫什么？我的单子都存着，我替你查，查出来我就认。对啊，你说你叫什么名字？让他们把单子拿出来查。卖毒物的黑心商人就得重罚。哼，你肯定查不出来。你要是查出来，你不就要认下罪名了吗？哦，你好像知道我肯定查不出来，那你又为啥知道的呢？因为你根本就没买，随便拉几个人过来装病就来诬陷我，真是不凑巧啊。我这个人呢，最擅长给人瞧病，我这就给他们瞧瞧，他们到底是真病还是装病。你松手，他已经病了，你还用手捂他口鼻，你是要害死他吗？刚刚还虚弱不起，这下都能坐起来了，这病可真好治啊。这里怎么有这么多人摆摊做生意？去打听打听什么情况，速速回报。一炷香后，心腹回来了。大人，原本这里呢是一片荒地，灾民无处可去，就在旁边的山上住下了。半年前吧，他们开始在路边摆摊卖些新奇的小玩意儿，东西新颖有趣，就有过路的商人订购。一来二去呢，行人都在这里歇脚，就发展成一片露营地。王大人欣慰的点头，甚好。你们这一路行来，想必累极了。等到了山上，洗个大澡放松一下。别看我们山头不大，新奇好物可多着呢。那感情好啊！若是货好，我这次多订一些。货大澡，什么意思啊？好家伙，一年未来频现，简直是旧貌换新颜啊！这热闹的场景竟是和楚州有一拼了，许以德行啊！短短1年的时间就把频县打理成了这样，以前怎么没发现他有如此惊世之才呢？王大人，您来频县怎么不提前通传一声，我好到城外接你？许以德，要是让你去接，我怕是看不到城外和城中的奇景了吧？心里想着，是不是哪个王八犊子又在街上闹事儿，正巧被王大人看到了？擦！要知道是谁给他上眼药，抓回来打板子。大人这一路奔波，怕是劳累坏了。快，里边请，去外面给我打听打听出啥事儿了，是不是有不长眼的人当街超车？快去快回，省得大人责问起来我一头雾水。这儿有灰，我给您扫扫。这不是强行挽尊玩了溜啊！你送到刺史府的土豆地瓜在哪儿？带我去看。王大人来频县无非2件事，第一件可能是土豆和地瓜的事，事关大越皇朝，就算他不亲自来，也会让手下心腹来确定真伪。第二件十有八九是冯小眼恶人先告状，在王大人面前给他上眼药了。王大人此行是兴师问罪的，心中大石落地。还有几株梅蛙呢，还在田里长着，我这就带您去。许以德一株株的介绍过去。你信上说这高产作物是一个叫沈桃的姑娘发明的，她人呢？带我去见见，我要问她详细些。他把沈桃在码头开铺子、开匠人交流会发掘好物、招引商人来频县的事儿全都说了出来，把频县发展的功劳全套沈桃身上。毕竟嘛，他发掘出沈桃并配合沈桃就已经是最大的功劳，无需其他。许德，走，带我去见见沈桃。哎呦，他前天来了我这里一趟，跟我说要去孟蒲县的码头上转转。若是我想的没错，他现在定在孟蒲县。王大人亲自去孟蒲县寻沈桃，这对冯小眼来说是一种威慑。孟蒲县的码头上，让开！衙门办案，都给我让开！县令大人到。何人在码头闹事啊？大人，你要给草民做主啊！草民昨日在平县特展摊位上买了一罐酱料用于烹饪，没想到这酱料有毒啊！毒倒了我10几名客人，客人的家眷闹到我的酒楼，让我赔偿。此事因平县特产摊位而起，若不是他们把毒物卖给我，也不会让我的店名声扫地呀！
我求大老爷明察，为我主持公道啊！好你个刁妇，为了谋利不择手段，竟然以次充好，售卖毒品！我身为一方父母官，定要给百姓讨一个公道。来人呐，把平县特产的摊位给我封了，相关人等全都带回衙门，摊位上的东西如数带回去查验。大人，民女冤枉啊！守在身后朝冯明一直打手势。冯明收到信息，悄悄退出人群，而后一路狂跑，腰子都快甩出来了也不在乎。民女叫沈桃，是楚州平县人士。我自娱自乐，无意间创造出了跳棋这种游戏。为了赚点钱，我就开始。沈桃从创业初开始说，这要是没有人拦他，他能跪在这里说他个5、6、7、8个小时。休要顾左右而言他，刁妇为谋利不择手段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！乡亲们啊，我一个小女子开店不容易啊！刚才你们也看到了，他们根本就没有中毒，全是装的。他们一没购买单据，二没酱料罐子，红口白牙说吃坏了我摊位上的东西。冯大人来了以后，也不分青红皂白的把我带走，进了衙门大刑伺候，我肯定会被屈打成招的。我不服！冯大人要查案，就当着我们的面查，让全县的父老乡亲给我作证。若是在我的摊位上查出毒物，我不仅赔钱，我还一步一叩头走到县衙去，给全县的百姓谢罪。就是，她一个姑娘家开店不容易，这要是上了大堂，几棍子下去，不招也得招啊！就在这里审，就在这里审。切，审啥审呀？你们还看不明白？这姑娘刚才捂住病人的口鼻，病人就痊愈了。那根本就是装的呀！现在不由分说就封铺子带人，这酒楼掌柜要是没塞银子，我名字倒过来写。都给我闭嘴！小心我治你们个污蔑官员之罪！你这女人巧言令色，挑动人心，我今日若不打你，人人都效仿你胡言乱语，岂不反了天了？来人呐，先按住他，打上50大板！冯明，你认识？不瞒王大人，他是我外甥，现在跟沈桃学做生意，他跑得这么快，我估摸是出事了。心腹打马追上冯明，把他像小鸡子似的拎了回来。舅舅，快去救他，他要被冯家抓走了。我看谁敢！本官断案，何人喧哗？藐视本官，小心我治你个大不敬！刺史大人到！可恶，被他装到了，好帅！刺史王大人踩着4平8稳的步伐，威严十足地走上前。冯大人，好大的官威呀！莫非刚才百姓的议论声都被王大人听去了？大人，您来了怎么不通传一声啊？我也好让人去接你啊。这里风又大，人又多，咱先回县衙，容我给您接风洗尘。求刺史大人给民女做主。刁妇，刺史大人面前休得胡言。来人呐，先把他们收押，容后再审。收押？不过是一桩食物中毒的小案子，哪儿还用回去审？正好这里有这么多百姓在场，本官许久没有亲临审案，择日不如撞日。冯大人，你就在此处升堂，本官作陪，还等什么？去搬几条桌椅板凳。怎么，我堂堂一个刺史，还用不动你几个手下人？原告何人？小人宋金贵，是孟浦县人士，在城中开了一家酒楼，是平县特产店售卖毒物给我，致10几个客人中毒，请县令大人明察。被告沈涛，你可有话说？民女冤枉啊！我店中售卖的所有商品，尤其是要进嘴的，都经过严格的检查，绝对不会出现让人食物中毒的情况。宋掌柜说在我店中购买了酱料，他一拿不出酱料的瓶子，二拿不出购买凭证。退一万步讲，就算能拿出来，又怎么能证明这些客人是吃了酱料中毒的？难道就不能是吃了宋掌柜烹饪的食物中毒的？民女不才，曾跟老师傅学过数年医术，行医救人自是不在话下。当务之急是救人性命，等我把他们都救醒，再询问他们到底吃了何物导致中毒也不迟。哦，你还懂医？这事儿我可以证明。我这个外甥早些年重疾缠身，看遍天下良医皆无果，还是沈姑娘出手相救，这下他已与常人无异。大人，
被告沈涛目前还没有洗脱罪名，由他出手医治怕是不妥，不如先把这些人抬到城中，让郎中医治，咱们继续审理案子，这样安排可还妥当？既然徐义德大人亲自保举沈涛姑娘，说她医术精湛，把她患了顽疾的外甥都治好了，我们为何不信一信她呢？反正天色不算晚，待会儿再审案也来得及。沈姑娘，你就放手一搏吧。民女定不负大人信任。其实医治他们也并不难，民间有人吃坏东西都有土方，2瓢粪水灌下去，保准把肚子里的毒物吐得干干净净。正巧码头每个摊位都有公桶，谁家还没到，暂且借我一用。躺着的病人不自觉咬了咬牙，太他妈恶心了！你岂有此理！码头上开堂审案，又有刺史大人坐镇，就与大唐无异，岂可用这污秽之物玷污大唐？怎么就是玷污大唐了啊？民间的确有这个土方，中毒了灌2瓢粪水，保准吐得干干净净。就是，我在后院吃了毒蘑菇，差点毒死，就是这么给救回来的。沈姑娘，你是真损呀！要么这些人自己跳出来说没中毒，要么就得被灌2瓢粪水后再说自己是被救醒的。若是前者，得落下个欺瞒之罪，但凡不傻都不会自己跳起来，所以这粪水他们是非喝不可了。冯大人，你瞧，他们都说这不算玷污大唐，是民间之法，本官也愿顺应民意，那就按照民间之法办吧。沈桃让卢婶又往公桶里兑了半桶水，而后他拎桶走到了病人身旁。那病人恶心的都快吐出来了，却还在兢兢业业地扮演着病人，只是睫毛疯狂颤抖，就差大喊：“你不要过来呀！”这人牙关紧咬，病得很重啊，得多给他灌2瓢，他才能吐彻底。1瓢粪水直接灌了进去，周边人都快恶心吐了。救活一个，沈桃又继续救下一个。狗日的，敢来我店里闹，看我不恶心死你！瞧，民间土方还真的好用，全都救活了。王大人用手撑着两腮，强压情绪才没笑场。损，可真损啊！草民见过刺史大人、县令大人。听闻你们是吃了宋掌柜酒楼里加了酱料的菜才中毒的。从你开始，你说说，那酱料是啥味儿？几分甜？一点点甜。对，一点点甜。我吃的略微甜一些。禀告大人，我们平县特产店的酱料没有甜口的，是咸辣口的。若是不信，可以把店里所有的酱料都搬出来试吃。大人，这么看来，他们根本就没有吃过我铺面上的酱料，那为何10几人齐中毒？我看无非是2点，要么他们是惯犯，假装中毒欺瞒上官，威胁店家敛财；要么就是宋掌柜酒楼的菜品不新鲜，导致他们中毒。我们没欺瞒上官，也没有威胁店家敛财的意思，就是吃了他酒楼里的东西才中毒的。对，你赔钱，赔钱！宋金贵额头落下豆大的汗珠，若是认，他饭碗就砸了，一家老小没人养；若是不认，看冯家照那个眼神定然饶不了他。刺史大人，冤枉冤枉啊！求刺史大人做主啊！冯家照看清他们的样貌，脸色更加惨白。他们怎么来了？这是要害死他呀！快抓住他们，保护王大人！我要状告冯家照，求刺史大人开堂审理，把人都给我带上来。冯家照懊悔万分，本以为就是件栽赃的小事儿，反正他的地盘他做主，他甚至都懒得制造一个闭环的证据，没想到却牵连出这么多人。王大人，他们都是刁民，意图行刺于你，先把他们下狱，待我一回衙门就大刑伺候，定让他们招出背后主使之人。大刑伺候？我看你是要杀害人命吧！把人头给我带上来！有刺客要刺杀王大人，百姓后退，百姓速速后退，否则以同党论处。王大人受惊了，快护送王大人回县衙。冯小眼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是疯了。徐德，你给我等着，我和你没完！我告诉你，
我可是练过的，识相的快点后退，否则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你就这还练过？不知道老子没考上科举以前，那也是街头一霸，出黑手最在行。姜还是老的辣。姑娘，我看出来你有一手，场面这么乱了，别忙着夸我老头了，上吧。对啊，这还打着呢。沈桃不知从哪儿捡起了一根棍子，他拎着棍子冲入了战场。都说一力降10会，再好的技巧也经不住别人的一闷棍。每每沈桃打倒一个，王大人和许以德就猴欠的从后面窜出来补2脚。还敢动本官，你活得不耐烦了。冯家照袭击上官，若此刻你们弃暗投明，还可以既往不咎；若是一意孤行，就等着上断头台吧。冯家照啊，冯家照，没想到你这么丧心病狂，事到临头你还不认罪伏法，反倒策划暗杀本官，你好大的狗胆！来人呐，押送冯家照回县衙，本官即刻升堂审理。王大人整理好官袍，走上大堂。堂下何人？秀才在大堂之上都可以不跪，我一介官绅凭何要跪？都是王大人，今天这阵仗意欲何为？我管理孟浦县30余载，因建立码头有功，还被圣上亲自召见嘉奖过。我大越皇朝1300多个县，只有我这个县令有如此殊荣。近日有人刺杀王大人，我拼死相护。王大人不感激就算了，怎可把我扭送到大堂之上？何人擂鼓？民女沈桃携使3人联名状告孟浦县县令冯家照，请刺史大人明察秋毫，还我等公道。冯家照都快气死了，又是这个娘们儿。要不是他也不会被王大人抓到把柄。求刺史大人做主。疯了，你们全都疯了！你们一起草民状告官员，还是跨级上报，那是要挨板子的。瞧瞧你们这身板，说不定30板子下去连命都没了。你们确定要诬告本官？我告，要打就打我。我也告，打我。好，既然你们要告，那就当堂行刑。让你们告，打死你们！30板打过，他们也就出了点血，看着吓人，实际就是点皮外伤。草民赵世三状告冯家照侵占我的家产，还打断我一条腿。我的女儿被他强掳去做妾，后又卖入暗娼馆。草民李德状告冯家照侵占我祖上传下的千亩良田，还强迫我与他赌博，让我输掉全部家产。草民陆天家中世代造纸，2年前我们造出一种更厚更白的纸，他逼迫我交出造纸方法，我抵死不从。谁料想他令人在我泡煮的水中投毒，我全家5口双手被毒液浸泡，溃烂流脓，生不如死。他还在市面上放话，我售卖的纸张有毒，让我的生意一落千丈。文人纷纷上门要求退货赔偿，散尽了我全部家产。为了给家人治病，我不得不把造纸方法贱卖给他，一家人落得个流离失所。草民宋金贵本就是个开酒楼的，昨日衙差找到我，让我诬陷平县特产铺子，若是不从就封了我的酒楼。我实在没办法，这才找了一批人去闹事。后来就如大人所见。好啊，好你个冯家照，你身为一方父母官，不为民请命也就算了，你还利用职权逼迫他人，你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墙倒众人推，百姓里一钻出了数人，不由分说的跪下磕头。我也要状告冯家照，田家侵占我土地，我气不过，上堂状告冯家照与田家来往密切，不但没秉公办理，还将我毒打一顿，判我诬告。我也状告冯家照。你们这全都是诬告，这根本不是真的。有本事你们拿出证据来啊！小民可以作证。小民也可以作证。你要干什么？冯大人，我最后再叫你一声冯大人，你回头吧。这么多年跟着你，
我真是胆战心惊，午夜梦回，都担心那些人来找我算账。终于到了这么一天，你也风光了这么多年，你认了吧。刺史大人，我有一手札要交给您，冯家照以我全家老小性命要挟，指使我做一些丧尽天良的事，我良心难安，以为自保，所以将所有的事记录在册。除了这些栽赃陷害，他还贪赈灾粮，贪兴修水利的银两，账目全都是虚假的。我本人做了一份真实的账目，正写在这份手札当中。冯家照疯了似的冲上去抢，他大口地撕咬着手札上的纸，把碎纸全都吞下了肚。想诬告我，没门儿！我现在把你们这破证据给你吃了，看你拿什么递上去！就知道你会这样，所以你刚才吃的是假的，这才是真的。手札交到王大人手里，他是越看越惊，越看越怒。来人，给我扒掉冯家照的官服，投入大牢严加看管。本官会将诉状和这本手札一起呈交到督察院，而后定夺罪名。杀了狗官！狗官终于下台了。杀了狗官，还孟浦县一个太平。我会立刻上报督察院，届时督察院联合刑部一同审理定罪。放心，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。沈姑娘，今日若不是有你摊位上的事牵扯，我还看不出冯家照胆子这么大。你这也算是为民除害了。王大人，全是您英明神武，若不是您，我也没那么容易脱困。您可不要把功劳往我身上推，直煞我了。刚听徐大人说您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沈姑娘，我是想问你土豆和地瓜的种植之事。这几年粮食越发短缺，若土豆和地瓜如此高产存耐放，那可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呀！我准备将这件事呈报给圣上还需要问一些种植细节。沈姑娘可有空？麻烦王大人和我回一趟平县，土豆和地瓜的种植要领、存放、食用，还有加工之法，我都已经整理成册。王大人把心腹留在孟浦县，让他们把冯家照的狗腿控制起来。他则跟随徐以德和沈桃回到了平县黑风寨里。王大人真是到处看，恨不得浑身都长上眼睛。为了方便商人一站式选货，寨里设立了许多联盟办事处，比如木匠联盟、美食联盟、玉雕联盟、竹编联盟、花草联盟等等。原本硕大的场地现在挤得都不够用了。沈姑娘当真会治兰心，种植条件、适合的土壤还有产量都写得清清楚楚，这可给后续丝农培育提供了便利条件呢。相比于土豆种植，王大人对平县的发展也很有兴趣。他拉着沈桃彻夜长谈。既然有些是家传手艺，不想外露，那也不必勉强，否则咱与冯家照强行从别人手里买秘方有何意？王大人，您多虑了，我从未逼迫他们外露秘方。就比如我们现在卖的极好的酱料，我让他们把筛豆、洗豆这些普通的活计交给村民做，核心技术也就是酱料的制作方法还是握在他们自家人手里的。旁人有活干，能赚到钱，他们也不用担心秘方外露。沈姑娘，你考虑得很周全，平县有你，慎行。徐德也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，看来这老了，说不定还要升个官。王大人，你说啥？没啥。京城永定侯府，小侯爷，夫人在里面吗？在，有何事？夫人的手下从楚州传信来了，送信的人想见夫人一面。你身子重，就别出去了，叫你的人进来说，我出去就好。都是自家人，说的也不是什么秘密，你不用出去，叫人进来吧。夫人，这合适吗？侯府现在吃穿用度全靠你娘家陪嫁的铺子，我受了力还要插手你的事，这不妥的。这有什么？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。好，季青松做的不错。季青松有没有让你烧旁的话？他说留在平县等您回信，算吗？行了，下去吧。
去账房支5两银子做奖赏。相公，你看看这些。没想到在大越皇朝还能有这样一个地方，人人都可经商，而且每个人都能找准自己的定位，奇，真是奇。这么奇的地方，相公可想跟我一同去看看？自然是想的。强强，你还怀着身子，莫非要奔波去一趟这个平县？这要是伤了身子可怎么好？没事的，走水路也不颠簸。咱们许久没有出去散心，全当是散散心，好不好啊？带上接生的产婆，这下稳妥了吧？拿这么许多做甚呢？咱们最不缺钱财，说是路上缺了，买便是了。那怎么能行呢？夫人您金贵，路上那些东西怎么能用得合心？您就安心养着吧，这些小事都交给我。到第7日，大船在孟浦县的码头靠了岸。强强，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一会儿到落脚的地方，赶紧让随行的郎中给你瞧瞧。我哪有那么虚弱啊？相公你瞧，那就是季青松信里说的平县特产店，快跟我去瞧瞧。强强，慢点，留心脚下。夫人，您肠胃本来就弱，这路边的东西要少吃一点，不干净。知道了，我就尝一口。这些美食啊，可是大酒楼里没有的，难得遇到呢。我就尝个味儿，绝不贪嘴。想要些什么？都有什么？进来看看。好，这位姑娘，我可否能称呼你一句掌柜？民女不才，正是平县特产铺面的东家。夫人有什么事，大可以和我商谈。如何看出来的？普通富贵人家可不敢用带刀护卫。聪明，我喜欢和聪明人做生意。听闻孟浦县这个码头只是你的一个铺面，真正的货物都在平县，可否带我去平县一观？沈涛心里有个小人在欢呼跳跃，瞧，真正有权势的人已经看到他们了，他快攀上高枝儿了。经过冯家照一事，沈涛是深刻发现商人在这个朝代的无力。就算商人再有钱，面对冯家照这样一个九品小县官，仍被耍得团团转。若是能找个有权势的人做靠山，那就大不相同了。特意至极，若是方便，咱们现在就出发。在这里歇上2天吧，你身子经不起折腾的。平县就在那里，绝对不会长腿跑的。夫人还是身体要紧，过2天再去也不迟。休息这2日，林强和季青松取得了联系。平县之所以能发展起来，和一个叫沈涛的灾民脱不开干系。当时灾民被拘在平县城门外，他们一行50多个人，干脆在附近黑风山上建了茅草棚子住下。没过2月，他们开始在山脚下摆摊，卖孔明锁、跳棋之类，还给来往行脚之人提供便利，免费供应茶水。我记得年初时，咱们京城流行起一部叫《小燕子传奇》的戏，这戏带火了许多商品，名门贵族争相购买。实际上，这一剧是在平县先流传开的，背后之人正是沈涛。他还改良了屈原犁，给农户行方便，而且还在山头上建了一个游玩圣地，点茶麻将都是从这里流传出去的。他的一个叫冯明的得力助手，还是平县县令的外甥，由他牵线搭桥，沈涛和平县县令徐以德走得很近。在徐以德的帮助下，沈涛举办了匠人交流会，还邀请了数百商人来观看。为了扩大经营，他建了许多联盟，把各行各业翘楚拢在身边，连半年都没有到，他就成了平县首屈一指的商人。这还不算完，他最经常去拜访老牌商户，听坊间传言，他想拉拢这些商人一起做生意。对了，他还是春心书院的算学夫子。你说的沈桃是不是一个又瘦又白的姑娘？正是。这姑娘倒是个厉害的，这次平县没来错，明日我要去好好会一会她。咱们借她的东风，她搭咱们的大船，互利互惠。贵人，是我沈桃，是来寻您夫人的，刚才就看到您了，想打招呼，只是我这一身。原来是沈掌柜，强强这几天就一直想去平县，还没抽出功夫。既然来了，进去坐坐吧。沈掌柜，怎么冻得一身都是土啊？沈桃把路上和人相撞的事儿一说，林强就让贴身伺候的小丫鬟带她去换身衣服。沈姑娘还是要多打扮才好看，你本来就身的白，这粉衣服特别的衬你。我家小侯爷给夫人带了好多吃食回来，我去给夫人摆上，你收拾一下就出来吧。今日我外出看到很多售卖小食的，知道你喜欢吃甜食，就给你带了一些。我还去药铺抓了一些补药，你劳顿了这些时日，我担心你身体吃不住，你吃些东西垫垫。
过会儿把药吃了，好吗？快坐下一同吃些。坐下干啥？当灯泡啊？我不坐了，正好有事来孟浦县，就想着见见您，看您一切安好，我就先回了。明日我就去平县，我们明日再见。沈桃退出门，余光看到林强捻起一块糖糕吃了起来。小可温柔地用帕子给他擦唇边的糖渍。两人明明恩爱有加，可沈桃就是感觉怪怪的，他又说不出来是哪里怪，估摸着是犯了疑心病了。哎，你怀着身子，少吃一些甜的东西。夫人，这是侯爷给您抓的补药，郎中都看过了，说您身子虚，吃这个方子正好呢。侯爷对您可真好。怎么这样苦？去拿蜜饯，再沏一碗蜜水来。你呀，你就宠着我，一点苦药也舍不得让我吃。莫非我生产时你还能替我生啊？要是男人能生产，我巴不得替你受这份苦。晚饭时，哎呀，相公，我真的吃不下了。强强，再过2个月你就要生产了，体力很重要。你要是不多吃上一些，生产的时候没力气的。乖，为了顺利生下孩子，你再多吃上一些。翌日，沈桃把林强一行人带到黑风寨。他们虽然去很多地方玩过，可黑风寨还是不同，景不景的不要紧，主打文化输出。就连萧可也没忍住诱惑，和旁人组局开始玩剧本杀。沈桃领着萧强到处逛。沈掌柜，劳烦你带我们夫人找个幽静的地方吃块糕点，垫垫肚子。哎，差点把牛乳给忘了，夫人喝点牛乳顺顺。真的吃不下了。夫人，小侯爷刚才正玩着呢，都不忘记让我给您送点点心，给您垫垫肚子。小侯爷惦记您，这要是我没完成他的交代，他定是要训斥我的，说我没照顾好您。让沈掌柜见笑了，侯爷他一个男人不懂生产，有点过于心焦了。这些时日，他也让人打听过林强的出身，听说她是富商独女，家中资产丰厚，光是嫁人时的陪嫁就有上千家铺子。她本人呢，在商场上杀伐果断，陪嫁的铺子在她的经营下日进斗金。就这样一个手腕高超的女子，莫非不明白孕期吃太多吃太甜不好吗？补大劲儿了，胎儿就会过大，生产不利。以现在的医疗条件，孩子生得不顺利那可是要命的。也许她知道，但是因为小侯爷对她的体贴，她选择沉浸爱河，并不理会这点忧患。小侯爷待您真是如珠如宝。可不是吗？以前我都不知道他这么粘人，生怕我冷了饿了，我吃的东西他都要先吃一口。以前我同我爹一起做生意，走南闯北，人也糙。那时候我想，嫁人有什么意思呀？能有做生意有意思吗？每赚到一大笔银子，我都开心的不行。直到我嫁给萧可后，我才知道人生还有另外一种活法，被人捧在手心，放在心尖上的感觉可太好了。这么一对比啊，感觉头些年都白活了。我有时候甚至在想，我上辈子肯定是干了很多的好事，所以一生下来衣食无忧，嫁人后还能摊上这么好的夫君。我生怕下辈子啊就没这福报了。我现在开了很多的学堂，遇到天灾我也会救济百姓，就是希望下辈子还能遇到萧郎。哎呀妈，沈桃是万没想到林强还是个恋爱脑，感觉萧可并不如林强所想的那么好。之所以对他好，劝他多食，只是希望他肚里的孩子长大，越大越好，最好生产的时候一尸两命。林强的娘家念在萧可对他女儿这么好，也不会追要女儿的嫁妆。萧可不仅得了爱妻的美名，还能不费吹灰之力的接管林强的钱。沈桃不想把人想得那么坏，所以一直劝自己想多了。不过他还是想看看林强肚里的孩子怎样。要和他做生意的是林强，万一他有个3长2短，这生意就吹了。夫人，不瞒您说，我是个郎中，我师父教会我一门独门秘技，可以通过诊断母体的脉，看出肚子里孩子的情况，是男是女，是不是健康，孩子的大小，全能诊得一清二楚。真的？母体清醒的时候，母体的脉就会掩盖孩子的脉，要想诊得清楚，最好在母亲熟睡的时候。要是诊得那么清楚就太好了，也省得侯爷整日心神不宁，担心您和孩子的安危。沈掌柜，正好快晌午了，我们夫人也到了休息的时间，能否借个房间，我好好的布置一下，让我们夫人睡下，等她睡着了，您再给她好好的诊诊。夫人，你放心睡下，让你的手下在门口守着，等您睡着，我就来给您诊脉。沈姑娘，麻烦您了。
一定要好好的替我们夫人诊诊，这要是诊得好，我家侯爷必有重赏。好的，千万把门守好，别让人闯进来。一旦惊到夫人，她心绪不稳，我也诊不清楚。要不了多久，很快的，放心。我一定会守好门，就算是小侯爷来了，我也绝不让他进去。不要怕，我现在轻轻摸一下肚子，感受下孩子的大小。 B 超显示林强腹中怀的是个男孩，8月有余。果然和沈桃想的一样，腹中孩子很大，若是不控制饮食，继续胡吃海塞，足月生产时这孩子得有10斤。夫人这一胎怀的是麟儿，小娃娃健康着呢，还比普通孩子都大，进步得很好呢。夫人，孩子在肚中健康是好事，长得大也是好事，可您也要注意饮食，不可过多进补。若是孩子太大，您生产时定会艰难。夫人呢？侯爷，你有所不知吧？这沈掌柜还是个郎中呢，他从师傅那里学到了秘术，可以通过诊夫人的脉，知道夫人怀的是男是女，还能知道腹中孩子是否康健。没想到萧可脸色一沉，怒斥：胡闹！夫人一直有专门的郎中请脉，什么时候轮到一个乡野郎中出手了？夫人是不是在这屋里？赶紧开门！沈掌柜说了，不让人进去，马上就好了。侯爷，您要不就多等一会儿。赶紧开门！若是夫人和她肚子里的孩子有个3长2短，我让你拿命来偿！沈桃心想，萧可这火撒的可真邪门啊！不过诊下脉，至于发这么大的火？莫非他是害怕自己苦心经营的事被揭穿，所以才发了这么大的火？这么一想，诸事都能说通了。我不过睡一觉，怎么发这么大的火？还打了人。往常啊，你脾气都好得不得了，这一发火吓了我一跳呢。都怪我贪玩，在外面和人玩这个剧本杀，等我玩一局发现你人不见了，简直快把我吓死了，所以说话就重了。要是强强害怕，就打我2下出气。你也是担心我，我怎好苛责你呢？就是小莲平白挨了你的打，心里怕是委屈死了。等回去，你可要好好赏他些银两，安慰安慰他。沈掌柜，你说给强强把脉了，脉象如何？嗨，还没来得及诊，小侯爷你就来了。萧可如释重负，表情也软了几分。林强则递过来一个满意的眼神。这林强还有救，一点点苗头，他就察觉到了不对劲儿。这样再好不过，也不用他绞尽脑汁的去想着如何提点。萧可总是劝说他少食甜的东西，可桌上摆的糕点小食却无一不是甜到齁的那种。若没有沈掌柜提点他孩子太大了，他还是会欢欢喜喜的吃下去。可现在他却无论如何都不想下口。强强，怎么了？不合胃口吗？不想吃吗？你肚子逐渐大了，还是吃一些，要不生产的时候没有力气。相公，恐是我这一次坐车太久了，身体乏不说，还有点想吐，我实在是吃不下，闻着味道都觉得甜腻。要不先让我歇歇，我保证晚间要是舒服了，我多吃几口。那夫人就睡上一会儿，下次这跑腿的活还是让我来干，你就踏踏实实的养胎。他是怕林强再到平县，那个沈掌柜说什么让他起疑的话罢了。事情已经到了紧要关头，可不能让人出来搅局。他可是做了万全的准备，让林强补，使劲的补，把肚中孩子养得越大越好。他自己生产不幸，也是两命最好。实在达不到这个效果，还有产婆助力。总之，生产这个鬼门关，他定是过不去了。到那时，他们永定侯府就能堂而皇之的收了林强的陪嫁。回到孟浦县，林强就当起了闲散人。他要在孟浦县组建一支船队，就故意把萧可支出去忙碌，让他插手生意上的事儿。萧可对此也有盘算，以前那是要装好男人蒙蔽林强，现在林强的死期都快到了，他还有什么可怕的？尽快上手熟悉运作，林强死后他才不至于乱了手脚。萧可虽出去忙碌，却命手下的带刀护卫把宅子护得像个铁桶似的。林强以前觉得贴心，现在却觉得扎眼。他现在一举一动都在萧可眼下，这是要绝了他和外界的联系。若是在京城，他还有手下可用；现下在孟浦县，他无人可用，真的就像瞎子聋子一般。说不定他都等不到回京城，就会因为生产客死异乡。夫人，侯爷待您可真好。他整日在外面忙碌，
还要抽空让下人给您送点心、送燕窝、送人参进补呢，生怕委屈着您。要是让旁人家的女眷看到，肯定羡慕死了。他养出来的丫头可当真是和他一样蠢笨啊！若不是沈掌柜出言提醒，恐怕他直到咽气的那一刻都在责备自己没能给萧可留后。侯爷，夫人身边的小莲出去买糖糕了。夫人说嘴馋，想吃糖糕，还指明要去买您买过的那家，已经派护卫跟着小莲了。他一连买了10多家，最后才买到您买的那家。夫人连着吃了5、6块，还让护卫去吩咐卖糕点的人家每日往府上送一些。糕点不宜多吃，用拦着吗？唉，妇人不易，划了身子都想吃些可口的东西。她喜欢吃甜食，要是不让她吃，她心中难免憋闷。这样，你回去提点小莲一番，让她劝夫人万不可多吃。算了吧，小莲在夫人身边养得久了，骄纵惯了，你们说的话她未必放在心里。等我晚间回去好好劝一劝吧。相公，造船的事有眉目了吗？还在看，最近找到了2家造船的，他们给的价格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我也很为难，怕被人诓骗。船只航行若是船身不结实，连个风浪也顶不住。我正在翻阅造船的事，多了解一分就少一分危险。相公，我身子重，辛苦你了。你明天能不能去一趟码头，去平县特产的铺子订2000副麻酱？2000副？怎么要那么多？我想送到我爹爹那边去。这么好的东西，还是要赶紧抢占市场。好，我明日下午就去。第2日送糖糕的人来了，林强把一张纸条塞进装糖糕的盒子底部，悄无声息地把消息传了出去。2位婶子，我交代的事儿一定要办妥。那是自然了，姑娘你订了这么许多的货，够我们干半年的了。经您的手把货卖到西北去，我们可求之不得呢。这多大一片市场啊！哎，公子，您要点什么？刚才那个姑娘是？那个呀，那可是西北最大的商人霍家的独女。别看她年纪小，这手段却很厉害。线下家中的生意一半以上都是她在打理。谁要是娶了她呀，那她不知道要带多少嫁妆进门呢。我昨日就听说她来了，就住在南北客栈。这城中的贵人全都排着队的想见她呢。永定侯府的新任夫人又着落了。哎呀，公子，光顾着跟你扯闲话了。您要买些什么呀？萧可草草付下麻将的定金，而后带着几个侍卫扬长而去。瞧见没有，这就上钩了。赶紧让人给桃儿送信，就说赶紧布置，鱼要咬钩了。林强已经通过送糖糕的人把消息传给了沈桃。沈桃从中斡旋，把他的2封书信快马送往京城。一封书信是以萧可名义送给萧家长辈的，说孟浦县风景好，让家中长辈一同来游玩。另一封信递到长公主手里，长公主的幕僚在书房里针对长公主去不去孟浦县的事儿吵翻了天。永定侯府有爵位在身，我看这事儿咱们还是不要插手的好。林家若是知晓女儿求救，咱们束手旁观，你猜他们会怎么做？他们家若是儿女成全也就罢了，可林强是家中独女，那又如何？咱们就咬死没收到信件，他林家还敢生出2心？好了，本宫整日在京城待的也心烦，出去透透气也是好的。永定侯府，娘，是哥哥来信了吗？你哥哥打算让他在孟浦县生产，要咱们过去呢。哥哥还真打算让他把孩子生下来呀，还让咱们亲自去看，我才不去呢。就凭他也配当我的嫂子？我嫂子呀，何该是京中贵女，而不是商贾之家出来的满是算计的女子。和小姐妹在一起，他们都笑话我。你个傻孩子，说你什么好啊？你嫂子要是生产，咱们一家人必须去。放心，你哥哥不会让她活着生下孩子，咱们一家人都亲自去看她生产。这要是传出去，她娘家也知道咱们爱重她，是她自己福薄接不住。等她走了，娘就有大把的银子给你添妆，10里红妆送你出嫁，全京城的人都得羡慕你。那好吧，反正也是最后一次了。来几个人，赶紧给我们收拾东西，我和小姐要去孟浦县。那老夫人呢？你们先收拾吧，母亲那里我亲自去询问。目前萧可传信来说，孟浦县风景秀丽，民风淳朴，邀咱们一起过去住些10日。我寻思这2天天气正好，我这就让下人帮您收拾东西。去什么去啊？这一趟出行要花多少银钱？强抢一个女人，
支撑起这个家多不容易，你们反倒好，不懂得节省，整日想着如何花销。是强强和小可亲自来信，要去就你们去，我老婆子可拉不下来这张脸，大把的花孙媳妇的嫁妆。不去就不去，但我喜欢让你去呢，还好你自己识趣，你一直站在林强那边，要真让你去，说不定还会坏事呢。2日后，啊，娘，你看那条船真气派呀，是谁出行啊？那可是长公主的船，咱得让他们先过，等走远了，咱们才能起航。这长公主，冯家照现在就关在县衙大牢里，督察院和刑部都来人了。这次来的刑部员外郎在离京前却拜见过苏相，是他的人无疑。不过这次来的督察院李大人年少有为，是天子门生，想必会秉公办理。找个由头去见一见李大人，让他把事情往河道上查一查，势必要查出点端倪。另外再派几个人守着县衙大牢，切勿让冯家照死了，他一死可就死无对证了。娘，我好不容易出来一趟，就让我住在这里啊，还没咱们侯府下人住的地方好呢。他怎么办事儿的？你呀你，就算身边没人，你也不好这么大声吧。至少他现在还是你名义上的嫂嫂，拿出你平时惹人喜欢的样子，可别在这个节骨眼上给你哥哥添堵。萧可一连等了数日，霍家独女都没回客栈。就在这日，他接到护卫来报，霍家独女回了南北客栈。敢问姑娘叫什么名字？婚嫁与否？霍淑桦正是韩妈妈手下的淑桦，这可是个精通男人心的主。婚嫁，像我这样的人，终身大事自己做不了主的。这位公子，我等下还有事，不必在此等候了。我打算在孟浦县组建一支船队，姑娘对此可有兴趣？既是生意上的事儿，淑桦自然有兴趣。明晚望宾楼如何？怎么回事？哥哥，你回来了。相公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相公，是我让娘和妹妹过来的。我这肚子一日大过一日，想必来不及回京生产。我猜想娘和妹妹呀，肯定想第一时间见到咱们的孩子，就做主让他们过来住一阵儿，全当是散散心。啊，还是强强你想的周到，怎么不告诉我一声？派谁去传的信？劳烦你多思，我定要罚他。他内心恨极了，到底是哪个不长眼的让他和外界取得了联系，让他抓到就地处死。相公，我看你日日操劳，这点小事不忍劳烦你，我就是让小莲出去买糖糕的时候传的信。等林强死于生产，他第一个就拿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莲开刀。第二天晚上，萧可约了霍淑桦见面，他随意寻了个由子就跑了。林强捏着纸条，心通通的跳着。纸条上说一切安排妥当，按照他和沈桃的计划，今晚会有一个女子使出浑身解数勾引萧可，而这女子的身份是西北富商独女。若是萧可心中有她，那断然不会上钩。若萧可是个好色好财之人，势必顺水推舟。这是林强给萧可最后的机会。至于撕破脸后如何从层层带刀护卫手下脱身，还要仰仗长公主。妹妹，我出来孟浦县那几日尝了些好吃的，今日我身体轻快，要不我带你去吃吃孟浦县的特产，待咱们吃完，咱们一起去珍宝阁。我之前看上一副头面，上面嵌了大颗的红宝石，正配你过年时穿的那件罗裙呢，嫂子买给你，如何？啊，怕是不好吧？哥哥要是知道我劳累你，定会骂我。更何况咱们两个女子晚间出去也不安全。谁家女子不生产？我哪有那么娇贵？咱们多带上一些护卫，贴身保护就好，保准不会出了岔子。我听说那头面只有一套，要是被别人买去了，就再也寻不到喽。好，嫂子，我跟你去。夫人，侯爷说您身子重，没他的陪同不让您出门，这要是让侯爷知道了，还不罚我们呢。侯爷对我多好，你不是不知道，回头我好好和他说说，他肯定不罚你。你若是不肯和我去，我才要去侯爷面前告你黑状，说你不敬我。老天爷都在帮林强，珍宝阁早早关了门。没事的，明天咱们再来。若是红宝石头面被人买走了，嫂嫂就给你买一套更贵的，保证让你满意。望边楼一个雅间内，侯小姐，我第一眼看到你就心动了，感觉此生定要和你相伴度过才算完整。我身为霍家独女，看起来风光无两，实际是半点由不得我。
不瞒公子说，以我的身家，想要嫁入高门大户根本不可能。高门大户最看重门第，就算娶小官庶女，也绝对不会娶我这个商人的嫡女。嫁入平凡人家，把我圈入后宅，让我远离商场，我又是万不能同意的。我爹就我这一个女儿，以后所有的生意都要交到我手上。我最好的归宿就是守着硕大的家业，孤独终老。至于情爱，我不敢奢求。所以公子，咱们……萧可听到霍老爷子要把全数家产都留给他，心中更是激动。比起林强的嫁妆，霍小姐，其实我是永定侯府的小侯爷，身家我有，我也不觉得娶商人女有何不妥，因为我现在的妻子就是商人女。你有妻子了，那你还和我说这些做什么？你的门第我高攀不起，我也更不可能去给人做妾，不可以，这样是不对的。你有妻子，我们不应该这样。萧可用力的拉他，哎，你听我说，你给我个机会，你听我说。好，你说，渣男，我看你怎么狡辩。我的确有妻子，我爹当年落难，被他的父亲救了，为了报答救命之恩，我父亲给我和他定下了娃娃亲。那时我还年轻，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情爱，就按照家里的安排娶了她。她身体非常不好，却坚持要当母亲给我生一个孩子。她怀了孩子后，身体虚得更厉害，我替她遍访名医，所有名医都说想要保她的命，非要打掉孩子不可，否则生产那一日就是她。我劝过她，可她不听，执意要拿命换孩子。我心里很感动，在遇到你之前，我一直把感动当作爱，直到看见你，我才知道我错得有多离谱。对不起，我对她有责任，不能对她弃之不理。霍小姐，说话，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，等一等我？若是她顺利生下孩子，我会等她恢复一些就和她和离，我会安顿好她的后半生，让她和孩子衣食无忧，然后再来娶你。若是她生产时遭遇不幸，这男人为了骗人是真能编啊！什么救命之恩、娃娃亲，爱入骨髓，所以要玩命生孩子，真是极其虐恋要素啊！这要是写成画本子，保证大卖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真的不能再真了。我再要一壶酒，咱们再坐一会儿吧。我想你陪陪我。劳烦伙计，再给我们房间上一壶酒。啊，贵客几位啊？2位。2位女眷，2楼竹风雅间。啊，贵客您的酒。谁让你进来的？出去，快出去！小侯爷，哥，滚，带他们回去。现在他看到了，他输了，心里最后那点自欺欺人也完全消散。萧可对他没有半点夫妻情分，全都是装的。他已经迫不及待的要置他于死地。既然如此，他也没必要大闹，让旁人看笑话。那个就是你的妻子吗？那个才不是，我妻子病弱，根本不能外出行走，只能躺在床上养胎。刚才那2个都是我的表妹，淑华，你相信我，我心里只爱你一个。自从码头那日见过你，我的心里都是你，梦里也是你，我做梦都想娶你。你给我一段时间，我以性命担保，我会亲自去西北找你父亲下聘，8抬大轿，10里红妆迎娶你当我的正妻。小郎，不要给我承诺，不要给我希望，咱们今生无缘。刚才能短暂的和你在一起，我已经知足了。狗男人，还短暂的拥有你，我他妈拥有的男人多了，你算老几？你要是真有本事，你直接休妻再娶我，我都敬你是条汉子。实际呢，你又没本事，又想用阴毒的手段占人家的嫁妆，最重要的是还想树立爱妻深情人设，真是又当又立，真是多看你一眼都想吐。这么一对比，那些脑满肥肠的客人都高大英俊了。等我，你一定会是我永定侯府正儿八经的夫人。再陪我一会儿吧，就一会儿，我就把你还给你的夫人。去长公主府求救的伙计，跑快点，再跑快点，我只能拖住他一会儿，再拖我就要吐了。就寻了个由子回了。今晚夫人动了胎气要生产了，你们知道该怎么做吧？知道。那还不去安排，还等着我教你们吗？夫人，为夫回来了，你怎么不快些迎接？小可，你终于露出你的真面目了，不在人前继续扮演好男人了。就这么点能耐还想跟我对着干？你若是老老实实的，你还能有2天舒服日子过，偏偏你要闹，那可就别怪我了。今晚你就会因为动了胎气而早产，最后1尸2命。你不怕我爹？你爹能拿我怎么样？我对你日日上心，爱护有加，
这是每个人都看在眼里的。你贪食，把肚子里的孩子吃得这般大，最后导致生产不利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看呐，你爹不但不会拿我怎么样，还会埋怨你没用，没给永定府留后。郎中端来了一碗浓黑的汤药，若林强估计的不错，这应该是一碗催产汤药。他心中着急，长公主怎么还不来？我是长公主府的，长公主马上就要来拜访小侯爷和夫人，烦请您通传一声，早做准备。若是怠慢了公主，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小侯爷，有人来传话，长公主马上要来拜访。长公主？长公主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？是不是你找人报的信？去通知小姐和老夫人，让他们快快梳洗打扮，准备迎接公主。找人好好看着夫人，就说她染了风寒，哦不，就说染了传染病，需要静养。夫人，刚才那个是侯爷吗？他怎么会变成了？怎么办呢？他要怪您喝药。小莲，以往都是他装出来的，现在才是他真正的样子，别怕，会有人来救咱们的。林强，把门给我打开！若是再不开，我就要破门了。强强，我的确喜欢那姑娘，可哪个男人没有3妻4妾了？我已经和她断了，咱们好好过日子吧。刚才是吓唬你的，你害怕了吧？快开门，喝了这碗安胎药，别吓着孩子。来，把门给我撞开。长公主，林强，人人都知我对你呵护备至，就算是长公主也不能随便拆人姻缘。我说是你，就会放聪明一些，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若是惹得我不快，就算孩子有幸生下来，怎么养还是我说了算。我会在公主面前保全你的颜面，至于后面，我断然不会再和你生活在一起。你做好准备，准备好和离书，咱们好聚好散。自然。小莲，开门，我要和相公一起迎长公主。夫人，拜见长公主。强强身体不适，来迟了一会儿，还请长公主见谅。妹妹怀着身子，不用这么多礼。来人呐，看座，我都来了孟浦县好几日了，你就在这里，怎的不来见一面？怪我，相公好几日之前就要递拜帖，可我这身子不中用，走路都走不稳，就一直耽搁下来了。平日里，林强是仗着侯爷夫人的身份才能出席长公主的宴席，只是泛泛之交。怎么今日一见，他两人好像相熟许久的模样呢？哥哥，你行事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动作那么慢，还给他喂什么催产药？一脚下去，不比什么药都见效快呀！现下他被长公主领走了，他要是胡说八道可怎么办呢？小莲因为太生气，说话又急又快，声音还大。院中仆从面面相觑，原本以为侯府一家人都是和善的，没想到他们竟是这样的人，伪装的真好。让你胡说八道，若不是你带他出门，我怎么会这么被动？你竟然打我！要不是你今日和他外出，他也不会撞破你哥哥的事。刚才当着这么多仆从的面，你又口不择言，坏你哥哥名声，你倒是该打。是我把你惯坏了，让你看不懂眉高眼低。都把嘴给我闭好了，让我听到什么闲言碎语，小心把你们全部杖毙。你呀你，行事太过莽撞，还好今日我去得急，否则能不能护住你都两说呀。林强就将萧可的所作所为对长公主和盘托出。原本是簪缨世家，没想到却如此恬不知耻。你作何打算呢？他不会轻易和离的。最好的情况就是他松口休妻，到那时他还当他的永定侯府的小侯爷。倒是你呀，落得个下堂妻的名声，举步艰难，而且孩子他也一定不会给你的。瞧瞧咱们这小侯爷，我不过是拉着他夫人叙了这一会子旧，他就吃味儿了。京中谁人不知小侯爷爱重妻子，这今日一见，果真是名不虚传呢。长公主多思了，臣不过是担忧强强的身体。哦，当真是身体不舒服？的确是比在京中时要憔悴一些，数日未见了，这肚子也大得厉害，莫不是怀了双生子？我这次来孟浦县带了太医，你今晚随我回去，让太医给你诊诊脉，开个方子，好好的调理一下。长公主不必麻烦，我们也带了郎中，自强强怀了身子以来，都是他负责调理的。强强只是身子重，并无大碍，万不敢劳烦长公主替我们忧心。如今一见，长公主心头才确信，什么爱重妻子，不过是个薄情寡义的男人，让人心生厌恶。这民间的郎中，岂比得过京中太医？莫非小侯爷不信任本宫？
长公主恕罪，臣绝无此意，只是过于担心那人罢了。小侯爷不必紧张，本宫初来此地，打算明日在本宫的船上宴请百官。明日小侯爷也携家眷一同前往，顺便便能将夫人一起领回来。林强有一事相求。长公主坐下听林强所求之事。你疯了，这是个非同小可。林强可代替家父做主，事成奉上白银100万两。100万两不是小数目，如今各地灾荒频发，急需银两赈灾。虽和邻国签订了友好互市的条约，为百姓赢得喘息的机会，可他们一直在蠢蠢欲动，准备趁乱下手。100万两虽不能解决所有事儿，可至少能让很多人活下来。长公主到底松口，答了一声好。第2日，都起来吧。孟蒲县地方小，一时筹措不开地方招待各位大人，索性就拿我的船来充数。这就是一次普通宴席，不谈公事。各位不要拘，光吃喝实在是没意思。既然咱们在河道上航行，不如比试钓鱼，谁钓上来的最多最大，便有赏。我最善垂钓，今日这赏怕是要落到我手里了。这可就说不准了。哼，上钩了！哎，多大一条鱼啊！是条大鱼，快来人帮帮忙！这不会是挂船上了吧？不可能，我刚才感觉到有鱼晃动了。有屁的鱼，不过是潜在水下的人抓着他的鱼线晃动罢了。你们抓好鱼竿，我探头看看。我刚才去如厕，看到有侍女端着托盘，托盘上面放着一只步摇，好看极了。我戴肯定好看。说是哥哥得了彩头，我定要讨要过来。又有一双隐在暗处的黑手推了一把，他直挺挺地栽了下去，落水了。哥哥，小侯爷，还等什么？快下去救啊！婉儿，你不是会水吗？快浮上来呀！老夫人，已经有人去救了，8成是腿脚抽筋使不上力，马上就能救下来，莫慌啊！抽筋儿个屁呀！从落水的那一刻，就有人在下面抓住了他的脚，拽着他往下沉。长公主权势通天，找2个擅长潜水的还不容易。萧可终于被打捞上来，萧强一掐大腿，哇的一下哭出了声。相公，你怎么样？你不是会水吗？怎的还会腿脚抽筋淹死在水里？长公主，求求你，快宣太医来给他诊治啊！婉儿，快醒来啊！你要是去了，可让我怎么活呀？他怎么这么没用啊？眼看都要得到彩头了，怎么就死了？是不是你串通长公主害死了我哥？你这个毒妇，你怎么就没死掉呢？来人呐，把他拿下！就是他害死我哥的！妹妹，你还是省省吧，这里有一个算一个，你指使得动吗？旁的不说，我可还怀着你哥的孩子呢，永定侯府的下一任小侯爷。来人，妹妹情绪激动，犯了疯病，赶紧把她送进房里，好生看管。唉，小侯爷人没了，这偌大的侯府，我得撑起来。安置完妹妹，就赶紧布置灵堂，要不了多久就会有人上门祭拜，咱不能让小侯爷走得不体面。姑娘，你还不懂现在侯府是谁当家吗？你消停一些吧，也省得吃苦。沈桃担心林强身体，余光一直关注着林强。不得不说，林强长出脑子后手段了得呀！夫人晕过去了，快把她抬到屋里去，请郎中。哎妈，再不晕，我真是装不下去了。来，快躺下，眼看郎中就来了，宾客还在外面，你可别穿帮啊。夫人之所以会晕倒，这是忧思过重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夫人还怀着孩子，万以身体为重啊。还忧思过重，我这是喜极攻心。萧可毕竟是侯爷，有爵位在身，要入祖坟的。你肚子这么大，莫非要扶棺回京送他下葬？还扶棺回京？扶个屁呀！他不配。若不是你指点我，我还发现不了他的鬼心思，说不准已经一尸两命了。既然你师父教你看妇人脉象，可否教了你接生之术？教了。那就好办了。我生产之前哪儿都不去，我就留在你身边。你身边是最安全的。至于萧可，我有办法。第4日，丧事结束。毒妇，我要杀了你！妹妹，这都好几天了，你怎么还没看清现实啊？你哥哥在长公主的宴席上落水，
百官皆亲眼所见，可以作证这是意外。你胡乱攀咬我就算了，你还攀咬长公主，污她的名声。就算你是永定侯府的嫡出小姐，污蔑皇家的罪名你也担待不起。你哥哥在与不在，对你有何影响？他靠祖上庇佑，得了个侯爷的名头，实际并无功名，也无官职，就是个闲散人。这样的他，是能保证你下入高门，还是能给你添大把的嫁妆，让你后半辈子过得衣食无忧？你心里明镜似的知道，都不能。他做不到的，我都可以做到。圣上和长公主是一母同胞的亲姐弟，互相帮扶，感情深厚。得罪了长公主，就等同于得罪了圣上。你若是执意胡乱揣测，辱了长公主的名声，你这一辈子就毁了。谁敢娶一个被圣上厌弃的女人为妻？妹妹，你是聪明人，能想通的。我先去见见母亲，你若是想通了，就找人来通传一声，我这就给你送水送饭。为我田庄，让我风光大嫁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自然。好，现在就给我送水送饭，你说什么我都应。有了今日这番分析，萧莲是一个字都不会瞎说，她比谁都爱惜羽毛呢。至于给她添妆，当然可以添，但她若是一直缠绵病榻，身体柔弱不能自理，无人敢娶，嫁妆送不出去，那就别怪旁人了。你想让我死，那我必定不能让你好过。娘，我现下怀着萧可的骨肉，是她在这世上唯一的骨血呢。孩子要是好好的生出来，她就能袭爵。您是她的亲奶奶，她自然会好好对你。可若是这孩子生不下来，萧家旁支就会选出优秀子弟袭爵，到那时萧家才是真正的变了天呢。你这个前侯爷夫人的下场是什么样，还用我多说吗？所以咱们婆媳两个还是要好好相处。她也曾是高门贵女，后宅那些阴私手段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。与其让旁支袭爵，当然是萧可的亲生儿子更靠谱。等孩子生出来，去母留子，她的地位才稳固。强强说的哪里话？咱们本来就是一对好婆媳。老巫婆，你且等着吧。萧可的尸身还要运送回京城，葬入祖坟。儿媳我挺着肚子不太方便，要不就婆婆和小姑代劳。儿媳呀，我这身子你也看到了，恐是不行。再说你身边也要有长辈照料。既然如此，路途遥远，萧郎的尸身不宜久放，不如就地火化。来日咱们带着他的骨灰回京，再送入祖坟。你个毒妇，竟是要烧我儿尸身！那您要是不情愿，我只好亲自扶棺回京了。路上我若忧伤过度，就没有好的产婆，这一不小心死了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我死不打紧，萧可就绝后了。你威胁我？我这是在和你商量。罢了，就依你吧。那婆母好好休息，我呀乏了，得回去睡一会儿。等你生产那天。林强直接收拾行囊，带了几个丫鬟仆妇去黑风寨住了。走之前还下了一道令，好好保护宅子。萧可是怎么对他的，他原封不动地回到了他娘和他妹妹身上。肚子已经这么大了，你就算不吃东西，只会饿着自己，也不耽误孩子从母体吸收营养。那怎么办？郎中和产婆都说我危险得很。我小时候家里有个姨娘，就是难产死的，她的惨样我到现在都还记得。不要怕，不是还有我吗？我说了，我精通女子生产，我可不是骗你的。就算你这孩子再大，我也保证你能顺利生下来。见林强还是不信，沈桃干脆把翠兰叫过来。翠兰，把腹部伤口给林掌柜看看。有啥不好意思的呀？咱们都是女人，你长了我们也长了，何况只是看伤口，又不是让你全脱。怎么这么大的疤？我之所以认识东家，是因为难产，夫家把我抬到郎中门口，郎中也无计可施，我眼看却快没命了，多亏了东家为我剖腹取子，我才能活下来。剖腹取子，把肚子割开，把孩子拿出来，人还能活？能啊，当然能。不只是我，你来山上的这么多天，你见过冯公子吧？他腹中有疾，也是我们东家剖腹治好的。你们东家一共剖过几个？不会是剖了100个才活了你们俩吧？我们不是侥幸，是东家厉害，一共就剖了我们2个，全活了。不仅活着，还什么都不耽误。东家说呀，我生子3年后还能再怀呢。你还真是有勇气，还生。我怀这一个都见识到了男人的真面目，我要是再找男人生孩子，我就是狗。不管林强是相信了还是看开了，总之后面一段时间他乐观不少。他还偷偷的哭，边哭边写遗书，有写给他爹的，还有写给未来孩子的，还有安排家中财产的，估摸着是1毛都没给永定侯府留，日子还是不留情面的溜走了。小莲，陪我到雪地里走走，
也不知道有没有下次了。小莲，我好像尿裤子了。什么尿裤子啊？这是羊水破了，要生了，孩子太大了出不来。夫人，你再用点力。吸气，吸气。哎呦，怎么办呢？这还是不行啊！哎，快给夫人喂点糖水，这都没劲儿了。夫人呐，再用把力气。我林强没让坏男人害死，也不能死在生产的时候。快去外面找郎中要碗参汤，绝对不能晕过去，那就更生不出来了。沈桃已经准备介入了，她担心林强再生不出来，身体受损不说，孩子也会因为缺氧伤了脑子。我要进去给你家夫人接生，接生的过程中，你守好这个门，绝对不能让任何人进来。我用的是独门秘技，你家夫人不会叫，你不用担心。记住我的话，守好门。我们出去了，谁给他接生啊？你莫非要害死他？哎呀，别闹了，你快出去吧！你一个没嫁人的姑娘，就别跟着添乱了。你们都出去，让他留下。放心，有我。沈桃快速开始手术，手术终于完成。恭喜宿主完成手术，手术判定成功。本次奖励系统升级，请宿主尽快离开手术室。1级手术室将升级为2级手术室，用时2天，2天内无法启动系统。2级手术室将提供自动清理消毒功能。哎呀妈！沈桃听到这个奖励都快哭了。以往她用手术室还要趁没人的时候回去，上蹿下跳的收拾好久，终于要升级了。此时距离她进入手术室已经过去1个时辰了。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动静啊？生没生呢？沈掌柜说了不让打扰，应该没事的。我家夫人肯定能顺利生下孩子。沈桃手里这小宝贝不哭，眼睛睁开四处乱看。沈桃照着他的小屁股拍了一巴掌，呼声嘹亮。生了，顺利生出来了！我真的生出来了，快让我抱抱！哎，你是剖腹生子，肚子上还有伤口，躺着不要动。我把孩子抱给你看，是个男孩，长得像你。剖腹我还没死，我可真命大。哪是你命大呀？那是我技术好，我说了会让你顺利产子，肯定会信守诺言。对，你说的对，你技术好。他好丑啊，而且好脏，身上白的是什么？孩子还没长开，自然丑，养一养就好看了。那不是脏，那叫胎脂，你不用管，他自己就会吸收。别急着洗，寨子里温度太低。行吧，不洗就不洗，还好是个男孩，这要是个女孩，丑成这样就难办了。我困了，我再睡会儿。哎，别睡，你生产时被褥都被汗浸透了，等会儿我让人给你换被褥。给你周围打理干净再睡。我不，我就这么睡。我肚子上还有个大口子，你们别随便动我，我肠子流出来给你看的。我给你缝上了，流不出来。你就像缝衣服似的，把我肚子缝上了，要不要这么草率啊？那咋整啊？我总不好弄点草给你编上吧？这回轮到林强无语了。我现在呀，真像一扇猪肉啊。翠兰是剖腹产，产后怎么护理最是清楚。沈桃怕她忘了，又细细交代了一遍。至于按肚子排污血，她是说啥都不敢，说怕把林强给摁死。沈桃只好自己上手，把林强摁得吱哇乱叫。古人的身体从未用过西药，所以对药效格外敏感，而且生命力也很顽强。所以沈桃把消炎止血的药碾成了面儿，化成水，喂给林强喝，也省得打吊针了。林强从养胎到生产，在黑风寨住了小20天。他这边处处妥帖，倒是关萧家母女的小院儿闹得人仰马翻。萧母弟 N 次站到大门口，提出要出门的要求，让我出去。少夫人临走时说了，这院子连只苍蝇都不能飞出去。他只说不能飞出苍蝇，我是人，放我出去没事儿。夫人，你就别为难我们了。我是侯府的夫人，你们是侯府养的下人，你是反了是吗？护卫在想，那块云好像一匹马哎。越看越像呢，那块像只老鹰，哎，还有兔子。你就给我吃这，喂狗都不吃。期间萧母一直在咒骂，说林强是贱人，说回了京城一定宣扬的人尽皆知，让世人都知道他的丑恶嘴脸。好希望少夫人毒哑他，好聒噪。算了，等晚饭吧。可到了晚饭的点儿，还是没人来送饭。夫人，您这2天火大，该吃点稀的清清脾胃。既然您不喜欢，我们也就没准备。
你要是饿了，要不去小姐那里吃些，总不好和我们下人吃一样的吧？这群狗东西竟敢不给我饭吃！等回了京城，看我怎么收拾他们。灵儿，我今晚就和你凑合一起吃吧。娘，这些刚刚够我吃呢。你不给我吃？哎，娘啊，你没看出来吗？林强就是想让咱们服软。咱们现在困在这里出不去，处处都要仰仗他。只要不闹，他好吃好喝的管着咱们。你要是闹，你瞧瞧，现在连饭都没了吧？我今天要是把饭分给您，我明日就会少，再分给您再少，最后我也就没吃没喝了。我就问你，你今天到底给不给我吃东西？娘，你没饭吃还不是怪你自己吗？你第一次去门口闹，你3菜变俩，后来2个变1个，1个变素菜，素菜变咸菜，后来咸菜也没了，只有稀汤。我上次给你分了1盘肉，第2天我的菜量就变小了，只够我吃饱。我今天若是再分给你，明天量又变少，我和你都要饿肚子，咱还不知道要在这鬼地方待多久。我要是也没饭，那不得饿死啊！好，这就是我养的好女儿。哎呀，娘，好好巴结林强不好吗？他有钱，咱跟着他能吃香的喝辣的，好好听他的，他还能给我填庄呢。你们又不能给我填。林强这一招玩的可真好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长此以往，再坚固的感情都给你干崩了。林强生产后的第10天就恢复的挺好了。林掌柜，你家派人捎口信来了，他说你爹正在路上，再有2日就到平县了。快看看我现在是不是憔悴，我得好好装扮一下，可不能让我爹看了担心。好看着呢，你若是不放心，我这就下山给你买上2套漂亮衣裳，再添些首饰，保证你见到你爹的时候啊，红光满面。那好吧，切记，我现在刚死了老公，别弄那些大红大绿的，免得被人找到漏洞再编排我。好，保证办得稳妥。沈桃当真抽功夫下了趟山，去了周记布庄。劳烦掌柜给我挑2件上好的衣服，素色为主，料子自然要最好的。沈掌柜，那边架子上挂的是销量最好的衣服套装，这边的是刚设计出来还未放到市面上的，您相中哪件随便拿。沈桃想付钱，却被掌柜拦住了。哎，不过2件衣裳还要沈掌柜付钱，要是让东家知道，反倒要训斥我不懂事。只希望以后有生意和门路，沈姑娘不要忘记我们周记布庄，提携我们一把。沈桃也不推脱，带着衣服走了，又去了传承首饰铺。沈桃又零元购了几种首饰。等回到黑风寨，林强难得夸赞沈桃眼光好，挑选的东西有品位，还塞给他了几百两银票。有钱拿，沈桃当然不会推举。这一趟腿跑的那是血赚呢。2日后，林强的老爹林老爷子到了黑风寨。长得真像你小时候。我小时候才没他那么丑呢。啥？你小时候比他还丑，刚生出来小小一个，皱巴巴的，一直养到3岁才看出点漂亮模样。小可的母亲和妹妹，你打算怎么处置啊？用不用我找一些人？不可，萧可在众目睽睽之下落水，倒没起什么流言。说此时他母亲和妹妹再遭遇不测，流言一起，我这侯府当家人的身份定遭人质疑。爹，您放心，我会养着他们，也会日日挑拨他们，保准他们无法拧成一条绳，翻不出新花样。你长大了，有手段自保，爹就放心了。都说咱们商人重利是最低贱的职业，可这高门大户里的阿杂事儿也不少，竟是能吃人。你往后定要小心谨慎，有事及时与爹传信，咱们一同商议对策。爹，您这次能小住些时日吧？爹年纪大了，膝下只有你一个女儿，也有遗憾。前几日我纳了一房妾室，现在已经怀上了。不过你放心，就算是生了儿子，爹也不会把家业全部留给他。有一日我要是死了，林家你们一人一半，只是他尚年幼，你多照看一些。林夫在山上只住了1日就打算离开。沈桃给林强做剖腹产的事儿他也知道了，
他偷偷的给沈桃塞了500两金子作为回礼。沈姑娘乃真性情，老夫感谢你救了强儿。我家中妾室也怀了身子，等快生的时候，还请沈姑娘来家里做客。你爹行啊，老当益壮啊，这岁数了还追生儿子呢。老爹就那一个心愿，随他去吧。长公主刚回到府邸，圣上身边的张内侍就亲自登门传信。长姐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此行事情可都办妥了？自然是办妥了，不过我刚一到京，你就让张内侍宣我进宫，是不是太急了？宰相狡猾，四处安插眼线，我拿到罪证的消息，他恐怕也知道了。想必明日早朝，他会先咱们一步弹劾，交出罪证。他查实有功，借着这个功劳，他怕是要顺势推举一位心腹，坐上工部尚书这个位置。咱们忙碌了这么久，就是为了把他的人踢出局，他倒是想要反将咱们一军。这老东西狡猾，我必不会让他如意。我着急宣长姐进宫，有2件事。第一件，即刻把罪证送往刑部，打他一个措手不及，坏他布局。其二，我得了一件宝贝，邀长姐一观。莫不是美人儿？这小子终于知道美人香软了，那必须得好好查查。这若是祸乱君主之辈，就赶紧拖下去斩了。若只是寻常女子，养便养了，也不是啥大事。怎的现在看着御花园，他有点秃啊？长姐你瞧，这可是朕的万里河山。就那么一片灰呛呛的土地，稀稀疏疏的长了几根苗苗，你就敢跟我吹这是万里河山？你当我跟你后宫的嫔妃一样，没见过万里河山吗？长姐，你快来看。这有何好看的？皇帝什么时候迷上种地了？你若是要种，何苦要拔了御花园里的名花呢？你不懂，长姐，这可是楚州刺史快马加鞭送来的好东西。这种叫土豆，这种叫玉米，这种叫地瓜，还有高产小麦。这些东西不仅利于储存，而且产量极高，比咱们现在种植的作物产量高1倍不止。若是培育成功，我大越皇朝的子民再不用挨饿。你说这是不是朕的万里河山？这土豆、玉米产量这么高吗？莫不是楚州刺史王长顺要邀功，哄骗你的？长姐，王长顺这人你可能了解不多，他这人正直的要命。你猜他拿这些种子换什么？他想要回京任职？不，他要以种子换楚州今年减免30%税粮。嚯，30%税粮，他口气倒是大得很呢。进献种子的人十分用心，还奉上了一本书册，将如何种植、如何储存、怎么吃都写得清清楚楚。长姐，你这次去了孟浦县、平县与其毗邻，你可去了？这土豆、玉米等作物正是平县一位叫沈桃的女子进贡，就在几月之前，她还改进了屈原礼。竟然是她！长姐，你知道她？我听闻平县出了一位奇女子，就派人去打探。她在孟浦县码头开了一个平县特产的铺子，卖的东西千奇百怪，而且还组织码头的商户去平县观看了一场匠人比试大会。此场大会，他和商户双赢，都说奸商。有这么好的种子，他大可以自己耕种，来年卖个好价钱。倒是没成想，他心中有大义，主动奉上精心培育的种子。这暂且不说楚州刺史王长顺的条件，咱答不答应？倒是这沈桃必须要讲，还要讲得张扬，最好是敲锣打鼓，人尽皆知。这百姓知道您是明君，定会涌现出一批能人志士，护我河山。长姐，奖赏这事儿急不来，奖了他沈桃，王长顺就会顺杆子往上爬，继续上折子要减税粮。他楚州苦，难道边关守卫的军人不苦？其他遭灾等着赈济的百姓不苦？前2天东边接连大雪，积雪埋过膝盖，把百姓的房屋压塌了不少。他们不苦，给他开了先河，其他刺史还不跑到朕这儿来撒泼打滚？
王长顺那边你要怎么回呀？不回，等暖棚里的土豆、玉米结出来再说，大不了收上来的税粮再给他退回去3成。此时的沈桃正忙着打包货物。虽然说你叫我，你瞧瞧哪里还需要修改？你要投资我，每年还要包揽我平县3成货物销往全国。我们平县待改造的地方多了，你这投资一时半刻见不到回报的。这点银子对我来说都是小意思，虽然短期看不到成效，但从长远角度讲，我能源源不断的分红，这点眼光我还是有的。端看你愿不愿意让我赚这个钱喽。沈桃思索良久，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，又按了手印。我虽还没出月子，可不耽误走路下床。我打算和小莲回了，你这边要是忙不过来就通知我，我派几个得力干将来帮衬你。那好吧，什么时候走？我送你。明早就走。你还是忙你的吧，不用顾我，我有空了就来平县看你。林强抱着孩子回到了孟浦县的宅邸。你这个小贱人还活着回来了，孩子呢？房间打扫干净了吗？我累了，睡一会儿。你们好生照看孩子，再分派几个人收拾东西，咱们明日启程回京。那是萧可的孩子，让我看看孩子。嫂嫂回来了呀！呀，这就是我的小外甥吧？快让我看看。人在外面也没带多少好东西，这金钗全当是我给小外甥的见面礼吧。少夫人在平县看到这些首饰，觉得很配小姐呢，特意买来送给小姐。啊，谢谢嫂嫂。嫂嫂，好看吗？自然是极配你的了。妹妹，我身子乏了，先进去休息一会儿，明日咱们启程回京。妹妹叫2个婆子帮你收拾一下。那意思就是萧母想要回京，那得自己打包。萧母气得面红耳赤，一点小恩小惠就把你收买了，你是不是疯了呀？那女人都快把侯府给吞了，你还看不清形势？娘，你到底讲不讲理啊？你莫不是嫉妒嫂嫂给我带东西，没给你带？你还嫉妒嫂子让婆子帮我收拾东西，不帮你收拾东西？可闹成现在这样，怪谁呢？你就不能对嫂嫂好一点吗？都是一家人。我叫你一家人。娘，认清现实吧，我不是还要养着你过活的小孩子，我知道谁对我好，谁对我不好。你若是再打我，你可就别怪我往后不孝敬你。这就是我养的好女儿啊！哼，审时度势啊，这不是您教我的吗？马车晃悠的来到了陈木头家门口。东家，您来了。最近怎么样？管得还顺手吗？顺手着呢，现在第2期木匠学堂都开起来了。第1期就结束了，时间这么短，只学了个皮毛吧？第1期没结束，第1期我爹在教，第2期是我2师兄张琪教他们基本功。旁的不说，就第1期的赵家几兄弟，还有李二娃、孙有良，这都顶了大用了，每家都不少赚呢。现在活儿越来越多，村里人又催，干脆开了第2期，2期同时开，还有不少外村人来学呢。我刚才看到地里有人，好像在丈量土地，是县衙的人吗？要重新量地？我听旁人说，那是李二娃家要卖地呢。李二娃家为啥要卖地啊？嗨，李二娃他爹呀，前阵子上山掉到了猎户挖的陷阱里了，把腿摔断了，听说落了病，以后都干不了农活了。他家就李二娃一个男娃，他也才13、14岁，凭他一个也种不下这么多的地。他娘想着李二娃有手艺，比种地还赚银子呢，就想把家里的地卖了。旁人没起卖地的心思吧？咋没有啊？我听说卖干菜的村子有地主收地，给的价格不错呢，不少人都动了心思呢。就连我们广河村被李二娃的娘一鼓动，都有不少人想卖地呢。鼓动？李二娃的娘咋说的？我家3亩多地，辛辛苦苦1整年，大半粮食都顶了税粮，手里呀根本就剩不下。现在二娃做点木匠活儿也不用交税，赚的银子都是实打实落入口袋，多美呀！不行，你们也把地卖了吧，专心做活赚钱，以后去县城买个房子当人上人。广河村的赵爷家也不太平。爹，你就放我出去吧，买李二娃家地的人马上就走了，再把人家请回来，人家不见得乐意再跑一趟。爹，李二娃家都能卖地，我咋就不能卖啊？放屁！咱们是农民，世代守着土地过活，我给你们买地分家，我容易吗？我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地，你说卖就卖？没地你吃啥？没地你喝啥？没吃没喝，你还臭美啥？爹，您知道上个月老大靠做木匠活赚了多少银子吗？5两，1个月就赚了5两，1整年就是60两啊！咱们辛辛苦苦种地，1年也就落个吃喝，哪能赚到60两啊？卖了地专心干1年，说不准赚的更多呢。我知道您舍不得地，可您也要看清现在这世道呀。
我就知道是你们这些无知妇人在背后挑唆。爹，不是他挑唆，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。爹，我的地肥，人家给的价高，能卖到12两半一亩呢。就算你今天把我们关在家里，难不成你还能关我一辈子？我这地卖定了。管不了你们了，我真是管不了你们了。你们想过没有，若是遇到荒年，就算你手里握着银子也买不到粮，还是地里有地心不慌？说无荒年，咱有银子可以买粮；说遇荒年，就算有地也是颗粒无收，还不如兜里揣着银子靠谱呢。滚滚滚，看着你们就心烦。爹，那我们先走了，您老别气了，小心气坏身子。哎呦，老头子，老头子，你怎么了？你们还走什么呀？赶紧去讲郎中啊！你们这些不孝子，真的是要气死你爹才肯罢休吗？哭啥嘞？我这不没死吗？留着点劲儿，等我死了再给我哭丧。老头子，你醒了？你咋回事啊？你可别吓死我了。嘘，小声点儿，别被人听到。我是装病的，就是想拖住他们，不让他们卖地。一会儿你给我打掩护，别穿帮了。好，只要你没病，啥都好。哎呀，大叔，可下寻到您了，快和我去看看我爹，他病倒了。你爹病了？前2天见他身体还挺硬朗着呢。大叔，快点，再快点！老赵，你这是咋了？都让开点，我给他把脉。老赵头脉搏强劲，根本不像生病的样，这是闹什么幺蛾子？说咋回事？不说清事情原委，没法对症下药。哎呦，这还不是儿子不听话呀！老头子辛苦一辈子攒下的地，他们非要卖，老头子一气之下就病倒了。你爹这是气急攻心，我给他开2副药，你们按时喂他吃下，看情况晚间应该能醒，再不能气他了。若是再给气晕，大罗神仙也救不回来了。是，我们不气他。大叔，你快给开药。走吧，和我回家，我给他抓药。晚间赵爷果真醒了。人老了，不中用了。和你们说别卖地，你们总觉得我坑你。行吧，你们去卖吧，不用管我老头子的死活。反正我也老了，活不了几日了。哎，爹，我听您的，我不卖地了还不行吗？您好好活，争取长命百岁。沈桃和陈宁交代了要办扫盲学堂的事儿。东家，这事儿是好事儿，我担心未必有人去学呀。现在正是忙的时候，家家都想多赚2个银子，他是不愿意学那老大难的东西。你只管把消息散出去，不拘男女都可以来学。现如今处处都学识字的人，若是有远见，自然会去学，为自己搏个前程出路。不来学的人，咱们也不必强求。对了，你还要散个消息出去，从今天开始，无故售卖土地的村民，木匠联盟不再与他合作。你们学堂也要做好准备开女子班。陈宁倒是能理解开女子班，可他却不理解为何不让村民卖地，卖了地不能更好的干活赚钱吗？沈桃看他面色变来变去的，就把其中深意讲给他听。做木匠虽然辛苦，但咱们女人吃苦耐劳也干得了。你看，你不就干得挺好吗？农忙时，男人下地干活，女人做木匠活，一家2种收入，能赚更多的银子。村里人可能会抵触，认为女人不该出来干活，这压力希望你能顶得住。放心吧，东家，这全是为了广河村的人好，这压力我必须扛住，而且我已经想好要从哪儿入手了。沈桃离开广河村，又往其他村子赶。沈桃所有的生意里，就属木匠活需要出大力，其他活女人都能干，所以动员起别的村要容易得多。联盟管事人大多通透实理，也纷纷做出保证，一定会劝阻村民卖地。若是他们没有理由硬要卖地，那么从今往后生意他们是别想沾边了。沈姑娘来了，快坐下，我们这边马上完事。哎呀，本官最近真是辛苦啊，忙起来都忘了吃茶点，肚子咕噜噜叫，感觉我最近都瘦了。徐大人日理万机，看着的确清减不少。公事要紧，大人的身子更要紧，只有身体健康，平县才有更好的未来。沈姑娘今日来，所谓何事啊？沈桃把地主去村里买地的事儿和盘托出。这些人就见不得平县好，
在我眼皮子底下玩小动作。大人，我已经通知手下的7个联盟，要是村民无故卖地，就不带他们做生意。可村民只从自己利益出发，种田辛苦还要交税，现在有了其他门路赚银子，他们肯定会动心思。要是价给的高，他们会寻求各种各样的理由卖地。哼，这好办。你当上面那位每日什么都不干呢？这层面人家早就想到了。哦，怎么说？圣上15岁登基，他登基的第3年，景兰州、冀州、黔州大旱，整整1年滴雨未落，又遇蝗灾，庄稼颗粒无收。夏日还有野果、野草、树皮尚能续命，可过了秋收，一日冷过一日，万物凋零，百姓食不果腹，只能售卖田地以求自保。商人低价收地，反手又哄抬粮价，大发国难财。那怎么解决的呢？来年百姓无地可种，又没钱买粮，怎么过活呀？要不说圣上还是圣上呢，他先是调集粮食，送往灾区赈济灾民，反手又下了道政令，商人在此时购地要补交土地购置税，充盈国库。盘算下来，地比平常年景更贵，没买的商人地主都打了退堂鼓，已经买了，要么自认倒霉补交土地购置税，要么土地还民。商人不服啊，联名上告，其中还包括几个世家和官员。但凡有钱人家，谁没点子阿杂事啊？强抢民女，贿赂官员，杀人害命，考场作弊。圣上从官员和世家下手，搜集罪证，抄家的抄家，流放的流放。至此，所有人都看出来，圣上铁了心要实施政令，再无人敢反驳。为防止此类事件频发，圣上专门给县令赋予了一项权利，一旦发现大批量买卖土地，可以随时将这条政令搬出来用。我给你算算，按今年的年景，1亩肥田要卖到12两，实行政令后，商人买这亩肥田要出22两，12两是给村民的，另外10两是上缴国家的土地购置税。沈涛听完，恨不得给当今圣上点个赞，给他老人家磕个头。转念又一想，若是像李二娃家这样确实无人种地，要是不卖，这地不就荒了吗？沈涛直接问出来，你能想到的，圣上难道想不到？若遇到有实际需求的人，里长作保，就无需交土地购置税。放心，我明日就重启这道政令，保证奸商地主没有空子钻。沈涛这才放心，甚至为圣上的英明决策感到骄傲。这皇帝有那么一点点优秀哈。沈涛马不停蹄地去了黑风戏楼，演完小燕子传奇后，这铺面一直空着，干脆改成扫盲学堂。这铺面是冯明的，沈涛也不好意思一直占他便宜，就想买下来。这铺面是我娘的嫁妆，我娘未必肯卖。咋？和我见外？这1年你教会我多少东西？就用一间空着的铺面，我还管你要钱？我还是不是人？要不再给我加20两？至于教书的夫子，沈涛也有了心仪的人选，谢岩他爹。他学问没多高，但教人识字还是没问题的。您怎么来了？老头子，快别发呆了，你看看谁来看你了。东家，你怎么来了？听谢言说你都快忙死了。东家，你来就来了，怎么还带东西啊？这是干什么呀？你对老朽有救命之恩，老朽受不起呀。我今天来是想请您教书的。我教书？不行不行，老朽算个账还行。哎呀，现在算账也不利落了，咋还能教书啊？这不是害了孩子吗？不是教孩子，是教大人。教大人我就更不行了，那些学子哪个不比老夫强啊？感谢东家抬爱，我真教不了。我们生意干得风风火火，着实需要一些识字的人，可他们都是大老粗，扁担倒了都不知道是个一。我就是想请您教他们认字，别和商人签合约，却连合约上的字都不认识，再让人坑骗了。谢父听了沈涛的解释，这才放下心，接受邀约。人家还拍着胸脯保证干好，而且不收工钱。那可不行，我也不知道该给您多少银子合适，
就按照您在外面给人当账房先生的工钱定。正好谢岩在山上，每个月可以帮你把工钱领回来。现下是冬季，教课的时间就定在上午一堂，下午一堂，方便他们选合适的时间来上。到了农忙时，教课时间就要挪到晚上。您老要是担心走夜路，就帮我把冬季撑下来，等到农忙时再说。不怕那些，总不好吃饭噎到，一辈子就不吃饭了吧？老头子我没那么娇气。沈桃这边与谢父沟通好，就差人去各个村子传信儿。哎呀，宁丫头，这大冷天的，把大家叫出来干啥呀？有几件事要宣布一下。第一，从今天开始，若是无故卖地，木匠联盟将再不和他合作。第二，平县原本的黑风戏楼现在改成了识字学堂，免费教大家认字，每天上午一堂，下午一堂，大家可以抽时间去学。第三，木匠学堂将加开女子班，由我来授课。若有女子想学木匠技术，可以来报名，50文的学费免了。前面2期的铜板我可以退回，学员有空过来领一下。凭啥不让我们卖地呢？现在有木匠活的营生可以做，根本就没有必要再种地。投拱地的忙1年，连一半的收成都留不下，有伺候地的功夫，还不如多做点木匠活换钱呢。宁丫头，我家地卖在先，你说在后面，你不会不给我家二娃活干了吧？这个不中啊！我家地已经卖了，要是不让二娃做木匠活，那不是要逼死我们家吗？做木匠都是体力活，我们女人哪干得来呀？就是啊，想一出是一出，从古至今哪有让女人出去干活顶门立户的？这说出去都是十里八乡的笑话。反正谁爱去谁去，我是不去。陈宁本以为开女子木匠班这事儿会是男人先跳脚，毕竟女人能赚钱，话语权就高了，他们在家里的地位会受到威胁。可万万没想到，男人们一句话都没说，倒是女人先坐不住了。吵什么吵？哎爹，你这病还没好利索，你咋就出来了？吵什么吵？今日县衙召集李正过去，发了这么个纸过来，知道上面写的什么吗？少爷，您就别卖关子了，写的啥呀？写的啥？写的就是不让卖地，从今天开始，买地的人要收土地购置税，你们一个个赚点银子就忘本了，就闹着要卖地，我还不知道你们咋想的？不就是看木匠活赚钱，就瞧不起这土营生了吗？想着卖地就卖地，等以后有银子可以把地买回来。你们短视啊！这年景谁有大把的银子买地呀？还不是地主和商人。等土地都到他们手上，你想买回来难上加难。一旦遇到个天灾人祸，他们就高价买粮。你手里的银子够买多少啊？等银子花光了，又没了地，来年一家人吃啥喝啥，我怎么劝都不管用。现在好了，县衙颁布了政令，我看你们把地卖给谁去？爹，是我鬼迷心窍了，我不卖地，我保证不卖地，我们也不卖了。丫头，你继续说你的事儿，我岁数大了，走了这一路也乏了，今日就不帮你检查货品，我跟你告个假。赵爷身体要紧，您好好休息，什么时候好了，什么时候再来。谁说女人不能干木匠活啊？你瞅人家宁丫头怎么就行了？宁丫头比我岁数还小呢，她都有把子力气，旁的娘们儿怎么就不行了？等来年农忙，男人下地干活，这木匠活谁干呢？这银子不赚了，我看那女子木匠学堂就极好的呢。等我学会了，我家大宝去地里干活，我就在家里干木匠，这2份银子我家都能赚到，还什么抛头露面？你就在家里干活，抛哪门子的头啊？张石头婆娘和冯大宝婆娘之所以帮陈宁说话，那是因为陈宁提前去找过他们。陈宁早就发话了，冯大宝和张石头永不录用，可木匠活着实赚钱。就拿孙有良来说吧，他之前连套工具都买不起，还要管别人借，没干2月，人家自己攒钱买了一套。前阵子还带着他家妮子去县城瞧病了，孙家隔几天就要炖上一次肉，这说明人家赚到钱了呀。看得张石头婆娘和冯大宝婆娘直眼热。现在陈宁亲自找到他们，对他俩承诺说那些事儿与他们无关，他俩可以学木匠手艺，可以接活，可以赚这个钱。女子学堂单独开，干活也是在家里干，不算抛头露面。若是我家婆娘愿意来学，我同意。就是的，她愿意学门手艺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不过须臾就有10多个人报了名。大叔，您替我婶儿报名，我婶儿能同意吗？说是她不来怎么办呢？
放心吧，他肯定来，就是不来，我也把他拎来。名单我已经写下了，劳烦大家回去互相转告一声。晚上开课前报名都算数的，女子力气小，有的人确实不适合干这个，我就不要求大家现在准备工具，咱就说万一不适合，到时候工具处理不出去，能借的呢，大家今晚就先借一下，若觉得能接受能干，再买工具不迟。哎，别走啊，还有14学堂的事儿呢，你想去学，给我个准话啊。都过了半辈子了，不识字也不影响吃喝，学那玩意儿呢？就是的，你去找别人吧，我可学不了啊。家里不是还有孩子呢吗？学也不要银子，认个字也是好的。我回去问问我家皮猴，他要是愿意，我就让他去。宁丫头啊，刚才你说卖地的不让做木匠生意了，婶子也是糊涂，把地卖了，你还让我们二娃干这个吗？婶子，你家那是特殊情况，地不卖也没人种不是？放心吧，二娃是个好样的，还善于钻研，是个好苗子。婶子，你家二娃干得好，要不让他抽空去上识字班？哎呦，这县城远，这一来一回就浪费好些时间呢，这不耽误干活赚银子吗？再说了，他是个坐不住的，去了也白学。这样啊？哎呦，可惜，太可惜了啊！可惜啥呀，宁丫头？二娃是个有天分的，只要认真学，他以后的造诣肯定低不了。这要是他自己顶门立户做生意，连个字也不认识，岂不是让人家蒙骗？不过没事儿，还有我们呢。二娃不认字，也可以跟着我们干一辈子嘛，绝不亏待他。陈二的家具是他婆娘的陪嫁。可不是嘛，送来好几车呢，我亲眼看到的。陈宁快被这些不服管的婶子气坏了。1个时辰的授课时间，他们有大半都在聊东家长西家短，手里拿着一把砍刀，照着一个小板凳就劈了过去。只听啪的一声，小板凳4分5裂。宁丫头，你别这样嘛，我有点怕。我不说话了，我认真学。有良叔，谢谢你啊。宁丫头，是我该谢谢你，若不是你帮衬，我现在还在苦海里挣扎，这个冬天都不知道要怎么过呢。现在上学堂的50文钱我已经退回去了，你自然不用再帮我打扫屋子，你回吧，我收拾就行。这也不累，一点小事，我帮你收拾收拾。原本陈宁对广河村的人都死心了，有利图时个个削尖了脑袋往里钻，没利可图，跑得比兔子还快。现在看孙有良知恩图报的模样，他又觉得有些事是值得的。东家给他的书里写了，这就叫制衡之道。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到了上课时间只来了9个人，里面还有4个是妇人，看岁数都不小了。我叫谢广志，是你们的夫子，教你们认些简单的字。你们也都自我介绍一下，说说叫什么，来自哪个村子，为何要来识字。从你先说吧，大胆点，让我们认识你。我叫李二娃，我是广河村的，跟着木匠联盟干。我娘让我来认字的，她说我以后要是当了木匠大掌柜，连个字都不认识，保准让人给骗了。人家不仅骗我，还会背地里叫我傻子呢。众人哄堂大笑。你们笑啥？我娘就是这么说的。我本来不乐意，后来宁姐跟我说，好的木匠手艺都写在书里，我要是不认字儿，我就学不到最好的手艺。李二娃，好志向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学好。下一位。我是秦桥村的，我叫杨武。我们村有个美食联盟，他们都不认识字，要从外面请人来管事。我想当管事，所以我来认字了。你先说。你先说。我叫胡四妹，这是我姐姐胡大妹、胡二妹、胡三妹，我们就是平县的，在制陶坊干活。人家会写字会画画的，在茶器上面随便搞一搞，画一个能拿5文钱，我们只能打点零工，干点杂活。我不服，所以啊，我带姐姐们来认字，回头也要在茶器上面写字画画，赚更多的银子。好志向，咱们今天先学点简单的，从笔画开始。姐姐，
你也是来偷听的吗？我像是偷听的人？像。那你俩也是来偷听的？别让里面的夫子发现，该把我们赶走了哦。姐姐，你干啥呀？这里是免费学的，要听你就进去大大方方的听呗。进来吧，进来吧。夫子，这么小的孩子也能来吗？当然可以呀，教一个也是教，教一群也是教，只不过咱们这是识字班，不会教什么高深道理，最多就是识些字。那我明天把我家娃也带来行不啊？我也不求他懂大道理，认字就行。好，带来吧。来接咱们的马车呀，还要半个时辰才能到。你们等我一会儿，我去买点东西。我也出去一趟。这个小伙子，这跑啥跑啊？到底是谁家的姑娘？咱们天天在这儿，也见不到旁的姑娘，他能相上谁呀？莫不是咱们铺子旁边那个狐妹子江平？哎呦，那可不行啊！大山还没娶过亲呢，她却是个寡妇。这正经寡妇也行啊，可她天天和客人眉来眼去的，谁来都能摸她一把。我上次还听她和客人调笑，让晚上去她家呢。大山要是找了她呀，那可是要吃亏的。哎，那个狐妹子是不是还没关门呢？我要去撕破她的脸，让她再四处乱勾搭。敢祸害黑风寨的小伙子，他可真是吃了豹子胆了。哎呦，我的好姐姐，你可别这么鲁莽，不是江平，是咱们寨子里的。咱们寨子里的，我都碰见多少次了。每次寨子里来车，大山就跑过去和人家拉话，把全寨子里的人都问一遍。其实啊，他就是想打听他喜欢的那个姑娘。有一回，人家给他捎来个东西，这傻小子笑了一整天。哟，谁呀？寨子里面和大山年岁相当，还没出嫁的姑娘，蒋家姐妹桃儿。大山和蒋家姐妹也没怎么说过话呀，莫非是桃儿？哎，这个臭小子，他可真敢想啊！桃儿可是富贵命，还被圣上赏赐过呢，以后是要配个金尊玉贵的人的。大山怎么敢？姐姐还是妹妹？这个呀，还真不知道。大山喜欢的是柔柔弱弱的姐姐蒋盼，而喜欢小辣椒蒋昭的另有他人，正是山脚下摆摊的大奎。还不快去买东西，马车眼看就来了。哦，这就去。蒋昭，大山哥，有事吗？这个给姐夫。隔日，大奎哥，你等会再洗吧，水太冰了，我去烧些热水兑。不用了，你去帮大山吧。大奎哥咋了？平时对他挺照顾的，他以为有些事心照不宣，不用多说。这看来自己多心了呀。他奶奶个腿的，男人的心思真难猜。你去烧水吧，给大山兑上。大山又是大山，提什么大山啊？臭男人真扫兴。大奎控制不住自己，眼神一直追着大山和蒋昭跑，直到他看见大山红着脸去找蒋盼说话，他的气愤值达到了顶点。这大山吃着碗里的还看着锅里的，有了蒋昭还不够，还要去招惹蒋盼。大奎你干啥？吃过饭跟我去后面观景台一趟，我有话对你说。我去后山？去就去，不去还以为我怕你呢。招来干啥？你有病吧？我招你惹你了就动手打我？桃说不能搞内斗，否则咱俩都得挨罚。你还不知道你错哪儿了？你要是喜欢妹妹，就不该再与姐姐纠缠不清。两个你都想要，你让她们两姐妹如何自处？你有病吧？我什么时候和他们俩纠缠不清了？姐，你说大奎哥是啥意思？不行，我要去找他问清楚。我都看到你给蒋昭表心意，给他送东西，他也收下了。结果今天你就把眼睛盯在蒋盼身上，你不要脸！我替他们好好教训你。你放狗屁！我什么时候对蒋昭表心意了？我那是托他把东西送给蒋盼。你笑啥？这么说，你喜欢的人是姐姐，你和妹妹没什么。你个疯子！就因为这事儿找我打架，你直接问不好啊？兄弟，误会你了，你再打我两下，解解气。切，我有空打你啊！我有那个时间，不如找机会和蒋盼说两句话呢。对啊，今天他就没给蒋昭好脸色，他会不会生气了？他不管了，他要去找蒋昭说清楚。大山兄弟，今天是我不对，改天我亲自向你赔罪。我有事先走了。蒋昭，你别说话，你听我说。你说。
大奎哥，我问你，你对我有没有意思？你若是对我有意思，你就直白告诉我；你若是对我没有意思，我从今往后就再也不缠着你。江昭，咱们换个地方好好说，这里不合适。好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你就是不喜欢我呗。你放心，我蒋昭绝对不会纠缠你的。大奎慌了，他明白啥了？他不是那个意思啊！江昭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心悦你，我只是想找个合适的机会和你说，不是你以为那样。我还给你买了耳坠。你心悦我？你还躲闪个屁啊！老娘我看上你了，盖章为证。江昭，怎么了？你们都看到了。妹妹，我们不是故意的，你就跑出去，我担心你就追出来了，正好碰到东家就发动大家一起来找你。那啥哈，眼看着就要过年了，既然你俩有意思，要不然就趁这个机会，要是不愿意，就当我没问啊。愿意，我愿意。择日不如撞日，就放到大年初一那一天，怎么样？哎呦哎，这咋回事？莫不是喜酒要喝双份的？你做主吧。桃儿，我和蒋盼想和他们一天成婚。我操，这是什么神仙剧情啊！靠，大山你行啊，整得够隆重。蒋盼有的，我家蒋昭也必须有。大魁向东家求娶蒋昭。初一那天，我们黑风寨三喜临门。这天早上，红蝶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我有种直觉，感觉你最近会来找我。既然你来了，咱们就好好的谈谈吧。红蝶，你听我说。你先听我说吧，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。你对我处处关切，以我为先，不嫌弃我被人糟蹋过，还买了很多东西来讨好我，这是心悦于我。都说真心难求，说不感动是假的，可也仅仅只是感动，不会再有别的情分了。曾经的我住在一个小山村里面，有个关怀我的男人，有2个听话的孩子，我很知足，我觉得一辈子都这样过都很不错。可是春汛来了，堤坝被冲毁，村子被淹没，我们一家人不得不踏上逃荒之路，路上全都是流离失所的人，粮食被吃光了，啃树皮吃草根的比比皆是。我男人为了几斤小米，就把我卖给一个老官夫折磨，我恨，被折磨的险些死掉时，我怨，可是想到卖我的小米能让我的孩子活下去，我又释怀了。我很感谢老沈寨主救了衣不蔽体、奄奄一息的我，可那时候我觉得失了名节，被寨子里所有人看到不堪的一面，不是个好女人。我整日里浑浑噩噩，宛若行尸走肉。我每天都在想，找根绳子把自己吊死算了。直到桃儿撑起了寨子，带着咱们致富，教咱们认字，教咱们道理，教咱们练武，我才明白神还有更多的活法。我可以自己活，可以靠双手赚钱。寨子里这么和乐，我不担心老无所依，我不想再把身家性命、自由、情绪拴在别人身上。我现在不惧怕别人的眼光，我只怕自己没有价值。所以我现在每天都起得早一些，做得更周全一些，就像桃儿教的那样，努力实现自我价值。以后有机会了，我还想要去大江南北看一看，看看桃儿说的江南烟雨、大漠孤烟，人生百态。不是你不够好，是成家已经不在我的人生计划里了。若是他为钱财、为安稳的生活、为男人的情谊和真心，他还有争一争的可能性。可他拒绝的理由是想成为更有价值的自己，这让他拿什么争？红蝶，不，以后我会教你过身子，我懂了，不会再纠缠你。老六叔明白自己失恋了，失得明明白白、彻彻底底，他好想哭。除夕这天，兄弟你慢点说，我要记下来，当我新画本子的素材。你刚才说到哪儿来着？哦对，义庄，停放无名尸体的义庄，书生路遇大雨，跑进义庄避雨，美艳女尸忽然还魂。书生和狐狸精有啥看头啊？还是书生和女尸更刺激，更有看点。我当导游时遇到了这么一件事儿啊，一位老爷带着自己的夫人出来玩，大户人家自然都有随行丫鬟，那夫人的丫鬟长得一般，
但是，那老爷和夫人并排走在前面，殊不知他的手在背后偷偷摸着丫鬟呢。他们随行的下人都看见了，可谁都不说话，只把那夫人蒙在鼓里。夫人对他这个丫鬟还特别好，舍不得他干重活，真是养了个毒蛇在身边。丫鬟说想上茅房，没多一会儿，那老爷也寻了个由子，说有事儿。我亲眼看见他俩钻后山树林子里去了。哎呀，世风日下呀！你就没想着提醒那夫人？谁说我没提醒啊？当天中午，他们就在咱们寨子里吃的饭，我在那夫人旁边摆了盘炒白菜、炒青菜、炒豆芽菜，还有拌野菜，个顶个的新鲜翠绿。我还让夫人多吃点儿。他就没怀疑为啥他面前摆了这么多绿菜？那个傻夫人光顾着吃了，一点都没怀疑，我真为她担忧啊。可我这个立场实在不能多说，只希望他放亮眼睛，早日认清身边的渣男贱女。好故事，好故事，全是灵感呐！老爷和丫鬟不清不白，两人合谋算计了夫人的家产，把夫人赶出门。夫人不怨天尤人，自立自强，白手起家，最后结识权贵，强势回归，报复了渣男贱女。行，风鸣他爹已经把这夫人的结局安排得明明白白的，一直闹到后半夜，沈涛才把这些夜猫子往回赶。现在已经算大年初一了，早点睡，明天还要举办婚礼呢。在大越皇朝的北方，琼州地界，大雪已经飘飘摇摇下了10数天，雪压塌了房屋，冻死了无数人和牲畜。圣上，您歇息一会儿吧，别熬坏了身子。琼州遭遇100年难遇的寒灾，百姓房屋压塌，无米粮下锅，冻死饿死者不计其数，更何况高热现象传染极快，缺医少药，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，朕如何睡得着啊？圣上已经从全国各地调集粮食和草药送往琼州，只可惜大雪封底，车辙深陷，一时半刻根本到不了。臣已经和琼州刺史联系上了，征调徭役，以人力往里运送粮食和草药，想必很快就会有好消息传来。快马加鞭，向全国26州送信，征调医者前往琼州，不惜一切代价遏制高热蔓延。桃儿冷了吧？马上就开饭了，吃了饭身上就暖和了。真冷啊！还好不用出去接亲，就在咱们这里办，顺手多了。我看这天阴的厉害，这雪多半要下一整天。一会儿你点几个人多搬些柴火进来，要不这雪一化，柴全都湿了。得嘞，一会儿吃过饭就去办。想当年家里穷，娶婆娘的时候，就是把她从村东头接到村西头，别说喜宴了，就连我拜堂穿的衣裳都是我哥的。这些年轻人来了黑风寨，真是享福了呀！小盼，我来接你了。东家，这样好吗？有啥不好的？成亲讲究热闹，咱们热闹热闹。大山兄弟，今天我可是娘家人，我家蒋盼妹子可没那么好娶的，除非啥？除非你讲2句情话听听，大家想不想听啊？想听啊！众人异口同声，大山羞红了脸。小周，我来娶你了，我心悦你，想和你一辈子在一起。我想快些把你娶到手，你长得好，人心眼也好，对我也好。我要是再不动手快点，我怕被人抢了去。嘿，大山，你听听人家大奎，你不要扭扭捏捏，你也说些好听的话来听听啊。反正我自从见了蒋盼，做梦都有他，看别人都没颜色，就是他有颜色的。大山，你是不是想说遇到蒋盼之前，你的人生都是灰白的，没有盼头，认识了蒋盼之后，看他觉得鲜活，觉得有颜色，觉得日子有奔头，这辈子非他不娶了？就是切呵，大山有2下子呀，一个颜色算是让你玩明白了。嘿，大家伙都学到没有？以后娶新娘子就要这么说。人家成亲他高兴个屁，有本事就把桃拿下，再生个大胖小子，让他也高兴高兴。风鸣选择性失明，就当看不到他娘的眼神。我这辈子非蒋昭不娶，我这辈子非蒋盼不娶。1拜天地，2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送入洞房。在一片欢呼声中，2姐妹被送入各自的婚房。初8早上，徐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沈姑娘，走，快到屋里说。沈姑娘，琼州寒灾的事你听说了吗？琼州大雪没过膝盖，冻死了无数人，还不止于此，民间还开始流行一种高热病，
传染极快极强。琼州缺医少药，有些人底子好，顶过了高热，有的人直接病死了。传信的人日夜兼程，不知跑死多少匹马，才把消息从京城送过来。圣上征召医者去琼州支援，我已经召集了5位郎中，另备了50车草药，准备送往琼州。我知你医术高明，心中又有大义，特来问你是否愿意同行。徐大人，我这一去怕是几月都赶不回来，黑风寨的事还劳烦你忽悠一些。放心吧，沈姑娘，冯明还在这里，有事尽管让他去找我，车队1日后出行。你还要收拾，我就不叨扰了。徐以德前脚刚走，沈涛后脚就把黑风寨所有的人召集到了一起，宣布他要出行的消息。桃儿，你虽然力气大，鲜少有人能敌，可高热之症会传染，万一染上，铁打的人也扛不住啊。要不你和徐大人说一声，还是别去了吧。他是不是我舅舅点名让你去的？他是缺人缺疯了吧？还想把你送到那地方去？我去找他说道说道。风明，徐大人只是问我的意思，是我自己主动请缨。千千万万的好儿郎为保家卫国而从军，有些人一辈子也没能回来，这才保咱们不受战乱之苦。现在国家有难，我又有一些能力，我不像他们能奔赴战场，那就用自己的能力救活一些人。我心甘情愿，且与有荣焉。黑风寨的人记住了，如果有一天国家需要咱们定当义不容辞，哪怕马革裹尸。放心，徐大人也会庇护你们。不说那些没用的，我现在分配一下工作。卢婶、刘婶、大山，你们3人即日赶往孟浦县。卢婶负责售卖推销，大山确保货物平安送上船，刘婶负责总调度。大奎、冯明、老六叔、鲁奇叔，你们负责招待来往商人。珊瑚，从今天开始，你的木匠活全数停下，交给木匠联盟的人做。你带着手底下的人和各个联盟接洽，确保顺利出货，还要验收货物，权力交给到你手上，就要干好。若是有人趁我不在意以次充好的，抓几个典型永不合作。郭婶子，哎，桃儿，你说吧。郭婶子，你认真负责的态度我全都看在眼里。从今日起，你就是黑风寨的大总管，负责大小事务，每日都要与几位负责人沟通，把所有事整理成书信，每5日往琼州发一封信，我会尽量去取。东家都说穷家富路，你多带点银子，总归是没错的。算了，我是以医者身份去的，也不是去赈灾，带这么多银子再被人盯上。婶子们想得周全，在我棉衣里边缝了银票和碎银子。放心吧，倒是黑风寨的事要多麻烦你，他们识字不多，合约劳烦你过眼，给他们把关。这都不用你交代，你待我家的恩情，就算要了我的脑袋都不为过。就这点小事，我保证做好。倒是你一路凶险，万万要保全自己，若是没了你，黑风寨这些人就过不下去了。徐以德看到沈涛的装扮，嘴角抽了抽，活脱脱是棉花堆里长出了一张素白的小脸。沈姑娘，这还没到琼州，倒也不必如此。出来时他们怕我冷的，给我套了一层又一层，就差把房子套我身上让我搬走。有一种冷叫他们怕我冷，是不是就等我一个了？那走吧。稍等，还有一位从外地来的游医，听说要去琼州，说啥都要跟着。我来了，上车。好嘞，这都带啥了？装这么多东西，出发！剩这么多人来看，一个个连个笑模样也没有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谁家出殡呢。我叫蒋怀，你叫什么呀？你也是郎中吗？沈桃，半个郎中。你个小姑娘家的，怎么也出来行医啊？还要去琼州那地方？你去过琼州吗？没去过吧？他们那里民风特别彪悍，我上次路过还被山匪给绑了。那山匪长得5大3粗，吊眼梢，水桶腰，声如洪钟，吓死个人。他提刀就要砍我，砍到一半，你猜怎么着？这人可真话多啊，好聒噪。还能怎么着？自救了呗，否则你才是那半个郎中。砍到一半就收刀了，跑一边去尿尿，尿了老半天，又哭丧着脸回来。我行医多年，一瞅就知道咋回事，这老兄肯定是尿尿不顺畅。我当时就举手，我说我能治，我能治。几针下去，这老小子果然尿了一泡好尿，对我那叫一个感谢呀，把我请到山上好吃好喝，招待了好几天，把我放了。你跟个姑娘一直说大老爷们尿不出尿的事儿，
合适吗？真是好好的帅哥，居然长了一张嘴。你就老老实实的坐着，让我把你当一道风景不好吗？我叫陈明阳，早些年干过镖师，去过琼州，特奉徐大人的命令，押送草药去琼州。这一路多艰辛，各位担待着点。按咱们现在的教程，将将能赶在余县落栓前进城。若是不能进城，今晚只能在野外露宿，所以劳烦诸位中午在这里对付一口。陈兄多虑，我等没有出门经验，全仰赖陈兄打点。哈哈，想必各位都带了干粮，我让手下烧些热水，稍后各位来取用一些，也好吃顿热乎的。好，不和他们一起？弄点土把脸涂一下。为何？听话，让你涂你就涂，我不会害你的。你没瞧见刚才那陈明阳的眼神吗？这么多男人，就你一个姑娘家，你还白成这样，难保他们不会起坏心思。你家人也真是的，舍得让你一个人去那苦寒地方。放心吧，徐大人肯定指挥过他们，让他们好好保护我，他们不敢的。人心隔肚皮，现在不敢，若是遇到乱子，人人自危时呢？能不能活下来还是回事呢？谁还会在意别人交代的事哦？沈桃觉得蒋怀这人还行，除了聒噪点没别的毛病。放心，脸不用涂，没人敢动我，除非他活腻了。你还有肉？一顿就拿这么多？看不出来啊，家里条件不错呀，我这还攀上一个大户。你既是郎中，出诊一趟也不少赚，不会连肉都买不起吧？你赚的银子都到哪儿去了？我四处游走，没什么名气，穿戴又破，有钱人瞧不上我，给穷人看病也没赚头。我上次吃肉，那还是半年前的事儿，就是比干饼的好吃啊！哎呀，还以为你们去哪儿了，原来是躲在这里。那喝点热水吧。谢谢啦。客气。喏，你拿一会儿，我在车上拿点东西。蒋怀隔空接过缰绳，老马乖顺，循着前车奔跑，倒不用多费神。换上。你先对付穿吧，我实在没带适合男子的衣裳。咱就是长得精神，就算穿女装也好看。姑娘，咱们一行100人，寻常客栈肯定是住不下。我听一个客栈掌柜说，附近有个大车店，专门接待过往行脚车队，睡的是大通铺，能住下咱这许多的人。我们都是糙汉子，挤挤就行。倒是你一个姑娘家，陈守队不必在意我，你们去住便是。我在周边找个客栈住下，吃住都能自己解决。你只要告诉我明日几时出行，我自会按时去与你们会合。哦，对，我和他在一处，明日去寻你们。一个男子跟着沈姑娘怕是不妥吧？有什么不妥的？你没看我这身穿戴吗？我不是男的，我是女的，这下你放心了吧？蒋怀，你就跟着陈对手去吧，明日我去寻你。快些跟着陈对手去吧，明日我去寻你们。越往北，天气越冷。怎么煮这么多水啊？平日都是煮够咱俩的量，是要给他们送去吗？你瞧他们病殃殃的模样，再不喝点热乎的，就没法赶路了。就煮这么一小会儿，你这分明是放药下去，给草药洗了个澡。你不懂，我这是给他们当水喝的，又不是当药喝的，意思意思得了，浪费那个精神头呢。煮好药，沈桃指挥蒋怀，我去送水，你弄点土把火堆灭了。我刚用草药熬了点水，天寒，各位喝了暖暖身子。啊，哈哈，草药熬的水总归是对身体好的，都起来喝一些吧。哎呀，这水看着清凉，咋这么苦啊？好，你不早点说。出汗就好了，出了汗马上就能退热。一个个可吓死人，再不好，明天就走不成了。感谢姑娘，我来帮你掏车吧。哎，军爷，能不能给开个城门呢？我们是往琼州送草药的，上百号人要是没地方住，怕是要冻死在外面。往琼州送药的，县令大人有令，往琼州送草药的车夜间可以放行，进去都老实点，若是闹事，严惩不贷。谢军爷，谢军爷。走，进城。姑娘，实在不行，一起去大车店，就算是马棚也好，总有4面墙挡风啊。陈对手，多谢你的好意。夜深风寒，你快去住店吧，不用担心我，我总能想到办法的。谁啊？我路过此处，晚上实在没有地方落脚，看您家院子敞亮，就冒昧来敲门，看能否能借宿一夜。就我一个人，我不白住，愿意给您添些铜板。你等会儿。大晚上投宿，
就一个女娃子。是呢，这天这么冷，咱们也有空房，实在不行让他对付一宿，他还说能给银子呢。就你一个，住一宿你打算给多少？100个铜板，您看够吗？100个铜板呢？快开门吧，咱们不让住，他就去住旁人家了，左右就是一宿。你们先忙着，我把床铺一铺。这是给您住宿的钱，麻烦了。收了你的钱就不算麻烦，我婆娘收拾屋子呢，马上就好。你跟我进屋暖暖。我直接去住的房间就好，不打扰您休息。天这么冷，您也快回屋吧。姑娘，条件就这样，你对付对付啊。姑娘家里几个人呢？咋放心你一个人出来？成家没有啊？要往哪边去啊？往北边去。哦，听你声音岁数也不大，我肯定能当你婶子了。听婶子一句话啊，可别往北边去。我们都听说北边呐闹寒灾呢，这要是去了，能冻死个人。没事的，婶子，我是个郎中，就是去琼州帮忙。这都进屋了，咋还戴着个棉帽呢？快摘下来吧。婶子，天也晚了，您早点回去休息吧。你瞧我，这么晚了，是该歇了。那我走了，有事儿你就叫婶子啊。沈桃拿起地上的门桩，把门拴好。刚才那女人拉掉她帽子的动作实在唐突，她心中升起了不好的感觉。沈桃感觉自己出门一趟都快得被害妄想症了。当家的，睡着了没有？赶紧睡觉，烦不烦人啊？哎呀，当家的，我和你说啊，偏房睡的那个小婆娘是要去琼州的。人家上哪儿关你啥事儿啊？你是不是傻呀？咱家老三今年17了，我刚摘掉那姑娘的帽子看了，长得可水灵了，看模样也就17、18岁，我瞧着她和咱家老三就挺配的。我说你这个婆娘让不让人睡觉？咱家老三啥情况？他脑子不灵光，是个傻子。他好好在家待着，不出去闹事就已经千好万好。你倒好，一天到晚看他和这个配和那个配，他和仙女配不配啊？人家那姑娘说不准都嫁人了，你净想那没用的。我眼睛读着呢，就她那身条，一看就是没嫁过人的黄花大闺女。她还是个郎中，要是找了咱们家老三，正好给她瞧病。她要去琼州，那地方每天冻死多少人呢？就算她留在咱们家，她家里人也只会认为她冻死在琼州了，上哪儿找去啊？等会儿等她睡着了，我悄悄把那偏房的门锁死，保准叫她明天走不成。她还牵了一匹马，拉了一车东西，都是咱们的了。你爱怎么办怎么办，我不管。只等到后半夜，他就把这锁挂到门上，留下那姑娘。明早拉老三看看，若是相中了，当天就拜堂入洞房。一男一女关个3、5天，还能不出点啥事儿？他家老三是傻，可再傻也是个男人啊。沈涛啧了一声，还以为有什么手段呢，就这上了一把锁。醒了啊，姑娘，我家这门有点问题，你别急啊，我让人过来修修，你先在里面待一会儿啊。沈涛后退一步，抬腿照门踹了过去，道门砰的一声向外倒下。嗨，你，哎呦，我好心收留你，你怎么把我家的门给踢坏了？爹娘，咋回事啊？你是谁？你怎么在我家？我还踩着我家的门？你好白啊，怎么你眼睛这一块黑黑的？你挨打啊？你这样子好奇怪。不过我想捏捏你的大白脸。啊！你打我！你打我！好啊你啊！我好心收留你住一晚，你不感恩也就罢了，还踢坏我的门，还打我的儿子。哎呦，三儿，你疼不疼啊？娘给你吹吹啊！打就打了，踢就踢了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不服你报官啊！我却不知借宿你家，你却给门上锁，是几个意思？三儿，你告诉娘，你喜不喜欢这个女人？要是喜欢，娘把她留下来给你做媳妇儿好不好啊？她要是惹你不开心，你就打她。要她当媳妇儿，要打她，要打她。好，既然三儿要她当媳妇儿，那你就帮娘抓住她。老头子，快来帮忙！我就不信咱们3个人还治不住一个小妮子。哼，你要是不想吃苦头，就乖乖的，否则你可就要挨打了。有本事你就来啊！三儿，上，扑上去抱住她，让她动不了。娘。沈涛飞起一脚正中他腹部，疼！他打我！你居然敢打我儿子！
沈涛一把抓住他的头发，一巴掌扇在他脸上。姑娘，姑娘，你在里面吗？我们来接你了。你没事吧？你打的？他们锁了我的门，还想把我抓了给傻儿子当媳妇，我就打了。操！知道你战斗力这么强，我就不至于半夜来寻你。看到人家落锁，还跑回去搬救兵，我真傻呀！就是怕他被人欺负，守了他一整夜。这哥们儿能处。婶子，再见了。出了城，姑娘，自从你上次给我们煮了一回水，生病的兄弟都好了，连带其他人也没有染风寒。再2日就要进入琼州地界，你也感觉到了吧？这一天比一天冷，能不能劳烦您再煮些草药水？兄弟们可不能在这个时候倒下。好，陈队手且去休息一下，我这就煮水。陈明阳给你的，说是答谢。之前看他瞅你的眼神不善，以为他不是个好东西。这些天接触下来，人还行啊。上次我回去搬救兵，深更半夜的，他想也没想就起来了，点了20来号人来救你。现下怕你冻着，还把自己唯一一件羊皮大衣给你了。拿着，咱们马上就要进入辽山脚下，那里山匪众多，穷凶极恶，十分狡猾。他们与朝廷打了多年交道，知道朝廷用兵路数。我说万一要是遇到危险，你千万不要停车，把匕首插到马屁股上，躲进车厢里，让马把你带到安全的地方。听到了吗？套马，将编好的护盾搭在马背上。一会儿到了辽山脚下，人都尽量躲在马车一侧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尽量不要下车，不要与人发生缠斗。听明白了没有？听明白了。报，前方5里发现车队，23辆马车，装的全是送往琼州的粮食。陈林，点200士兵前去迎接，护送他们进入琼州地界，再来复命。将军，咱们已经派出7、8支队伍护送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我若是再领兵出发，您手里只有不足500兵。若不然，拦截车队，让他们在原地等一等，待多来2个车队，前面的护卫军也回来了，我再带兵护送。要不了多久，前面的护送军就会返回。就算他们不与我会合，区区乌合之众，如何与我手下精兵抗衡？你且去吧。报！哟，这就来了。裘大当家，李大当家，庞大当家，下面啥情况啊？冯源又派出一队人护送车队，他身边不足500兵，前面派出去的兵也被咱们的人缠住了，已经追到深山里，一时半刻无法回去支援。这群朝廷的人自视甚高，以为咱们是乌合之众，根本没把咱们放在眼里。没想到咱们现在结盟了，手下兄弟上千人。还是一刀兄有远见，此时琼州缺粮缺药，朝廷倒是好心，这就给咱们送来了。截下这些粮和药，反手就能卖个大价钱。招兵买马，自立为王，指日可待呀。一刀兄，咱们接下来怎么做？咱们3方各派200人去与冯源纠缠，记住不要恋战，把他们引进树林。一旦他们进入树林深处，剩下的人马火速去山脚下埋伏，放倒2棵树，逼马队停下，弓箭备得足一些，争取不费一兵一卒拿下粮食和草药。就按一刀兄说的办，来他个调虎离山。陈队手，怎么了？你看前方黑烟缭绕，我总有不好的预感。报！哟，这就来了。裘大当家，李大当家，庞大当家，下面啥情况啊？冯源又派出一队人护送车队，他身边不足500兵，前面派出去的兵也被咱们的人缠住了，已经追到深山里，一时半刻无法回去支援。这群朝廷的人自视甚高，以为咱们是乌合之众，根本没把咱们放在眼里。没想到咱们现在结盟了，手下兄弟上千人。还是一刀兄有远见，此时琼州缺粮缺药，朝廷倒是好心，这就给咱们送来了。截下这些粮和药，反手就能卖个大价钱。招兵买马，自立为王，指日可待呀。一刀兄，咱们接下来怎么做？咱们3方各派200人去与冯源纠缠，记住不要恋战，把他们引进树林。一旦他们进入树林深处，剩下的人马火速去山脚下埋伏，放倒2棵树，逼马队停下，弓箭备得足一些，争取不费一兵一卒拿下粮食和草药。就按一刀兄说的办，来他个
调虎离山。陈队手，怎么了？你看前方黑烟缭绕，我总有不好的预感。若不然，咱们先停下，派2个人去前面打探情况，再决定是否继续前行。陈明阳立刻跑去找前面的车队对手，两人一商量，各自派出了1个人去查探。半刻钟后，他们听到了兵戎相见的声音。哼，这些山匪也真是大胆，主动来攻打。瞧瞧，死了不少的人呐。乔山匪数量肯定是他们的主力，追上去，把他们全数拿下。从此往后，再不用担心辽山匪患。康狗子，怎么样？那些山匪好生不自量力，虽然比官兵人数多，但根本不是对手。那将军追着他们往森林深处去了，趁着他们现在忙着逃跑，咱们快些过辽山吧。出发。陈队手，你也说了，山匪狡猾，咱们还是先看看。若是官兵凯旋而归，咱们再过更加安全些。也是，你们不如也等上一会儿，趁着他们自顾不暇，我还是快些过去，以免夜长梦多。2个车队就此分道扬镳。陈队长，咱们还是走吧。我刚才亲眼看见山匪被官兵追杀，他们忙着逃命，肯定没空来打击咱们。这一直等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万一官兵没抓住他们，难保他们回过神来埋伏，到那时咱们才处于危险中啊。陈队长，你宁可相信他一个妇人，也不愿意相信我吗？都是我亲眼所见。康狗子，命只有一条，还是稳妥些好。不如咱们俩去探一次，若是安全，咱们就走，怎么样？就你，我怕你体力不支，跑不到地方。好了，康狗子，我和你一起去。你一个女人家跟去干什么？要是一会儿碰到山匪，你跑不快，我们还要救你。我说你呢，你听不见啊？当时徐大人说要带一个女郎中，我们都不愿意。的确，你熬的水把大家的病都治好了，算是有本事的。可琼州是啥地方？是你一个娘们能去的吗？我劝你还是不要拖我们的后腿。你别用那样的眼神看我，我也没说错。沈涛走到一棵大树旁，白嫩的拳头对着树就打了过去。康狗子和陈明阳都看愣了，娘们家家的，你要不要试试？郝璇没说出更难听的话，这要是真惹怒了这个女人，他一拳下去得把她肚子打穿。不多时，就看到了前方山脚下的车队。不要停下，快速前进，赶紧穿过辽山脚下。我就说跟着他们一起走吧，你们瞧，安全着呢。他话音刚落，就见半山腰的林子里射出了一支支的流箭，箭矢破空而出，直奔护卫和赶车人。不要慌，不要慌，尽量躲在马车另一侧，咱们快些通过。刚才那个车队叫咱们停下，你们非不停，这下好了吧？闭嘴吧，赶马快跑！康狗子看着眼前变故，整个人都傻了。他心有余悸地看向沈涛，还好他拦着不让走，否则他们就和这车队一样下场了。陈明阳心也突突跳着，本想拉着康狗子和沈涛一起返回，结果沈涛刚才站的地方没人了。人呢？他人呢？沈涛绕到山匪后边，沈涛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圣母。总之，这些人是去琼州送物资的，这要是放到现代，都是支援的同志，理应互帮互助。沈涛双手抱住一棵树，用力地向上一拔，林黛玉在鲁智深面前怒拔垂杨柳吗？太他妈刺激了！沈涛把整棵树打横抱起，笑嘻嘻地向前一掷，大树翻滚落下，打倒一大批人。被袭击而慌乱逃窜的马队，就见一根滚木带着众多山匪叽里咕噜地从半山腰滑落下来。这女人真是比牲口还牲口，凭借一己之力就把100来号山匪给揍下山了。那个牲口女人还在拔树，拔一棵她就往山下扔一棵。都等啥呢？干啊！趁他病要他命！对呀，这群山匪都被摔成这个逼样了，还跑啥跑呀？兄弟们，咱们趁这个时机杀上去！狗子，走了。那个娘们儿，呸，那姑娘呢？咱不管她了，咱们还是回原地等她吧。咱俩绑一块儿也赶不上一个她，咱们跟过去就是添乱啊！咱走吧。沈涛尾随山匪来到了一处缓坡。哦吼，好会藏哦，难怪官兵找不到，四下全是杂乱无章的脚印，把雪都踩实了。就算官兵找到这里，也只会以为山匪在这里出没过。他们绞尽脑汁也不会想到，山匪就在脚下。我明明听到声音了，怎么没人呢？莫非是昨晚喝酒太多，还没醒酒？他把迷药下在水缸里，觉得不够，就往里扔了好多安眠药、肌肉松弛剂。就这量，大象都能放倒。第二天一早，
他把这些人挨个捆好，等把人都处理好，沈涛才奔向地洞藏宝的地方。山匪不知道抢过多少人了，老有钱了。我的，全是我的。再见了，宝贝。妈的，谁是你的宝贝啊？有本事放开我！操，你快吓死我了！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好着呢。陈队长，咱们出发吧，我一路探过来，安全着呢。路上还有士兵护送，保准不会出岔子。把火堆灭了，咱们出发。你们在这里等着，我去请示上官。哎，你们瞧，那里有烟，不会是山匪在做饭吧？我们将军说了，那是山匪的调虎离山之计，不必理会。新来的都到锅前排队，行走一路辛苦，喝些姜汤去寒。你们先去排队，我和他们交接一下货物。不要围在这里，去后面排队，每个人都有份儿。早知道不来了，这太冷了。这你还穿了我的棉袄呢。你来的时候可就一件单布衫，真佩服你有勇气，啥地方都敢闯。谁是郎中？站起来，跟我走。你们在这里暖一会儿，马上就给你们上饭菜。吃了以后连夜和我走。高热之症蔓延得很快，四处都缺郎中，等不了了。东西送到琼州，我的任务就完成了。你们还要在这里耽搁些时日，到时候琼州自会派人护送你们回去，无需担心。都是平县来的，你护着他们些，也记得多保全自己。沈涛脱下羊皮大衣要还给陈明阳。哎，你穿着吧。这一路行来，他防着车队里的男人，也防着陈明阳，对他没有一个好脸色。可这个男人其实并未对他做什么，不仅送他羊皮大衣，还送他匕首防身。这一别，恐怕这辈子都见不到面。沈涛还是想对他道一声谢。陈队长。啊，姑娘，这一路多谢你护送，有缘咱们再见。我知道你这一路对我多有防备，不过女人在外行走不易，是该多留个心眼儿。这一趟出行前，许大人曾找过我，他说队伍里要带一位女郎中，她医术高超，且有能力自保。当时我还在想，一个女人再厉害，能有多厉害？待在队伍里就是个累赘，所以初次见你，我对你并没有多少好感。但是很奇怪，我倒是觉得你有些面熟。几天接触下来，你不多言多语，为人小心谨慎，关键时刻你又给我们露了一手，让我刮目相看呐。而且我也终于知道为何看你面熟，你是黑风寨的沈掌柜。家人交流大会那日，我有幸也去看了，你正是组织者。因为你，平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妻子做些小吃拿到街上去卖，虽然卖不到多少银钱，可她很高兴，觉得能靠自己的双手赚钱，日子有奔头了。所以姑娘，你一定要好好的，平县需要你。我们黑风寨要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陆运车队，若是我能够安全回去，请你当个管事，你可不要推辞哦。哈哈，那自然是极好的，我可信了，就等着您了，保重，平县再见。平县再见。进了城，马车在宅邸门口停下。不要命了，什么地方都敢进啊！出去！心情好就让我进去吧，我儿子还在里面呢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？是死是活的，还要给句准话呀！我就瞧一眼就出来。里面整日死人，谁知道你家儿子是死是活？若是再不滚，小心我把你当病人关进去。染了高热症，你可别怪我。楚州平县来的郎中一共7人，人我送到了，就先行一步。高热之症凶险，带上这个，千万不要摘下来。沈涛没接，从兜里摸出口罩戴上，还顺势递给蒋怀一个。你这个做得好，改明让人呢也送一些进来。你们都说说，行医多少年了？12年吧，从半大小子就开始给村里人抓药看病。6年。城里像这样的救治点还有几十处，太缺郎中了。原本我们这里呢还有一个郎中，不巧他也染病躺下了。今晚你们6人就负责这院里所有病人，忙完赶紧躺一会儿，明天还要带你们去村里。那些人怕被抬过来，病了也不敢出门，就藏在家里，一个人传染一村子。哦，对了，若是有人没气了，不用怕，只需在院里喊一声，自是有人来收尸焚烧。5位老哥无比惶恐，当时想着悬壶济世，脑袋一热就答应了许大人。现在看到这么多濒死之人，上一个郎中还染病了，他们是又慌又怕。是魂针法，古河医师是你什么人？
那老头子啊，不巧正是家师。难怪你是个游医啊！古河医师走遍大江南北，四处行医，他还写了一本古河医书，专门针对疑难杂症。有你在，我等安心。蒋医师，这药方是我等商议出来的，比之前郎中的药方改了几味药，您给长长眼。可以，照这个方子抓药吧。沈桃被派去熬药，一个人看50多个药炉，有的草药熬煮1刻钟后放入，有的要熬煮1个时辰后再放，他都快忙飞起了，想去病房看看都抽不出时间。切莫去惹这些奉药人，咱们惹不起的。为何？不都是官府的人吗？是官府的人不假，可他们是从大牢里放出来的，各顶各的死刑犯，病人张不开嘴，胃药需把他们扶在怀里灌下去，贴身灌药最容易染上高热症，没人愿意干。后来官府一合计，就把死刑犯从大牢里放出来了，若是他们侥幸不死，就饶他们小命。别小看咱们这宅子破旧，周围有重兵把守，他们若是逃，一刀就砍下去了。一进系统手术室，沈桃就把各种仪器打开，又抽了几管血，他得出了一个惊人结论：这次高热症的根本原因竟然是鼠疫。脉沉而细，横至数千尺，这就是风寒入体所致。琼州寒灾，感染风寒在所难免。我师父曾在古河医书中记载，舌上无苔，肝量如镜，此等脉象亦可是因燥生热，肾气不能上达，阴阳不相接续导致。我疑为鼠疫。此人看着吊儿郎当，时有真才实学，他需要靠仪器、靠血液检测、病理检查才能确定是鼠疫，而他不过把了脉，观其病态就可确诊。此事非同小可，万万不可胡说。确实是鼠疫。刚给病人喂药时，他正好清醒，就与他交谈了几句。他说他们村子最先发病的人家正是5米2果腹，就拨了一只老鼠全家分食，没过多久一家人全部病死，村里人帮忙敛尸，然后病情就在村里蔓延开了。里面的郎中赶紧吃东西，吃过后留下1人，剩余的随我去周边村庄。留1人在这里看守，留谁啊？我留下。他们都走了，才方便他给病人注射药物。你牧人且去，我要再查证一下医书，确定这就是鼠疫之症。今日让几位郎中与你们同去，对此次高热之症的病因，我有一个猜测，需查证医书来佐证。烦请各位将我带去藏书阁。你猜测是何病症？我怀疑是鼠疫。此事事关重大，一旦传扬出去，琼州动荡，你可不要胡说。所以我才要去藏书阁查阅典籍，坐实我的猜测。你有几分把握？8分。好，我送你去藏书阁。你从宅子里出来，难保身上没染疾。我派人看管你，切勿乱跑，与人接触。沈桃吃过早饭，他快速兑药，兑好一些就赶紧给病人注射。他整一个上午都忙得脚不沾地。这药一天要注射3次，这就意味着他吃过饭就要开始第2轮注射。沈桃严禁任何人靠近病房，说是自己的独门绝技，怕被人学了去。哼，还独门绝技，就好像你教我，我就能会似的。全是一群将死之人，非那个事儿呢。要我说呀，得病的人就干脆赶在一起，一把火点了痛快。哟，这兄弟，一听你手上就没少沾血呀。咱们都是死刑犯，说说，你以前杀过几个？不多，2条命。我家里的淫妇和他的姘头，确定就是鼠疫。我已经让人去汇报给刺史大人，想必不多时就会有人来传话。蒋怀何在？赶紧出来！刺史大人要问话。不用担心，肯定是问鼠疫之事，我如实作答就行。鼠疫是咱俩共同的判断，我和你同去。嚯，蒋怀，你洗干净换身衣服，看起来真像个人呢。彼此。大人，人带来了。前来吧。见过刺史大人。见过刺史大人。免礼。蒋怀，听闻你断定这次的高热之症是鼠疫，可否有10足把握？10足把握，正是鼠疫。废物，要你们何用？若真是鼠疫，蔓延迅速，我这琼州岂不成了死城？尔等即刻回去想，若是想不出良方，你们就等着给琼州百姓陪葬吧。刺史大人，民女有话说。说。相比治疗鼠疫，当务之急是防止鼠疫蔓延。
鼠疫凶险，面对面说话就可以蔓延传播，所以百姓必须整日以布蒙面，就算在家里也不能拿下来。百姓不得随意出门，士兵每日进户检查，一旦发现病者，全家都要带走隔离，封闭出城和入城的路口，绝对不能让鼠疫蔓延到其他州府。先回去吧，本官自会做出应对。沈桃本以为应对措施已经告诉刺史大人，这刺史抄作业总会吧？他是万万没想到，刺史不仅会抄作业，他还丧心病狂的超常发挥了。沈桃2天1夜未合眼，查看了一圈病患情况后，就找了个地方眯着。院子里闯入了一队官兵，他们不由分说就要将重症病患抬走。你要把他们抬到哪里去？他们都还病着，经不起折腾的。奉刺史大人命，感染重症鼠疫的人全部焚烧，消灭传染源头。你不能带走他们，他们都还活着，怎么能直接烧死了事？滚开！这是大人的意思，你让是不让？不让，我是个郎中，给我几天时间，我一定能治好他们。都已经病入膏肓，如何能治好？痴人说梦！我告诉你，就算你拦得了这里，你也拦不了其他地方。大人已经下令，琼州以及琼州治下的12县要把重症病人当成病源焚烧。我劝你还是早些让开，也省得伤了你。沈桃心凉了半截儿。官兵有句话说得对，他拦得住这一处，却拦不住琼州治下的12县。与他们多说无用，真正做主的人是刺史大人，用这些人的性命换全城平安，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沈桃颓丧的让开，这是历史的洪流，非一人之力能抗衡。沈桃忽然感觉有人握了下他的手，又被快速扯开，张躺的病患正是他第一个诊治的小童。想到他要和其他人堆在一起被活活烧死，沈桃良心难安。他拔腿就跑，循着记忆朝刺史府狂奔。这些重症患者不是全然没救，只要用上西药，说不准能救回来一些。沈桃，你慢一点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从师傅留给我的行医笔记中翻到了药方，可以治疗轻症鼠疫，你别犯傻啊！蒋怀，你回去吧，我自有要做的事，你不用担心。刺史府门口有个大大的鸣冤鼓，他有把的力气，干脆用拳头一下下的砸在鼓面上。都离远点，不要靠近！敲什么敲啊？这个时间大人还未醒，我告诉你啊，少惹大人不痛快。刺史大人，重症病人有些还能救治，万不可当成病源一把火烧了呀！重症病人要被烧死？不烧死还能咋整啊？我听说这是鼠疫，他们不死，死的就是咱们了。大人，他们只是病了，这也不是他们愿意的，求大人网开一面，饶了他们吧。何人作乱？刺史大人，民女沈桃因重症病人的事而来，就算他们病入膏肓，也不是全然没有救治的希望，求大人开恩！求大人开恩！求大人开恩呐！重症病人也是琼州百姓，你当本官心里不难受吗？疫病蔓延速度极快，若是不处置他们，全城的百姓都要跟着遭殃。即便本官心痛难忍，为了一城百姓，也要做下这个艰难的决定。刺史大人，我听说最先发病的村子很偏远，且全村人都遭了难，已经变成空村，求大人将重症患者送到村里去，那里远离人烟，不会把重症传到城里。民女愿在那里照顾他们，若能救治好，他们一定会感念大人恩德；若是救治不好，人没了再烧也不迟。高热之症来得蹊跷，蔓延极快，难保咱们不会染上。等到了那一天，他们莫不是要把咱们也都烧死？就如你所愿，我现在就下令把人送到村子去，你也跟着一同前往。我会派重兵在附近把守，若是有人逃出来，包括你，全部就地斩杀。谢刺史大人。程光也真够狠，愣是一个人手都没给沈涛派，只丢了几车草药和粮食在村里，还在周边驻扎了一队士兵严防死守，就怕有人偷跑出来。所幸人都昏着，沈涛毫无顾忌地在系统和现实世界闪来闪去，配药打针。他还不忘熬上一锅草药，让药味弥散，以免士兵起疑。来的路上颠簸，外加严寒，又死了1多半。
他们把尸体堆在村口，一把大火点了。沈桃站在院子里看着滚滚浓烟，心里却生不起什么波澜。活着的人他尚且顾不过来，更遑论死者。沈桃一日只有12个时辰，不眠不休，每人每日也只能挨上1诊，只希望他们能坚强地熬过来。蒋怀等人也没闲着，负责救治轻症病患，大锅熬药，并配合施针治疗，到底还是扭转了病情。沈桃在进村子的第3天，在宅子里救治的第1批病人身体有了起色。小鱼从小就帮他娘做事，他感谢沈桃救命之恩，帮他一起照顾病患，做得有模有样，让人感叹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。沈桃真希望自己的金手指开得更大一些，让所有人都得到救治。瞧瞧，又死这么多，你说你没事去程大人那里求什么情？连累我们兄弟这大冷天的，只能搭帐篷住雪地，若不是整日砍树生火，我们兄弟不知道要冻死多少。反正都没救了，直接烧了不好吗？过了3天，死者数量骤减，每日只10余人。稍稍恢复些的人在院子里走动，生火、做饭、清洗病患弄脏的衣物。士兵再看沈桃时，神色有些复杂，也不说话噎他了，甚至还会主动问需不需要什么东西，他们可以派人去买。再让程大人送些草药，要是有肉食就更好了，病患也需要补身体。草药要去问过程大人，四处都缺，怕是要等上2天。隔日，沈桃还真在一个院子门口看到一头血淋淋的野猪。谢谢了。靠，这娘们这么大的劲儿啊！咱们3人勉强把野猪弄回来，她一个人就拖走了，看样子还很轻松呢。什么叫娘们儿？你给我放尊重点，要叫她沈郎中。要不是她，这满院子的人都得死血。你瞧瞧，她这不给救回来了吗？好，沈郎中，我叫他沈郎中行了吧？你也真是的，一头猪全给他们，咱们兄弟也都好多日没见到荤腥了。见天闻肉味儿，给你吃得下去吗？吃不下。系统奖励给他的好运值是真顶用啊！和病患近距离接触这么久，倒是没被感染上。京城上书房，程光这个废物，高热症蔓延2月有余才确定是鼠疫，在此之前不知道有多少人来往琼州。若是鼠疫蔓延至全国，朕就把他的头砍下来示众。皇上息怒，臣愿领太常寺太医署前往琼州处理鼠疫之事，恳请圣上恩准。琼州鼠疫凶险，文墨你身子骨弱，岂能去那苦寒之地涉险？臣身体无事，愿替圣上分忧。好，朕这就下旨，户部出钱粮，太常寺出人，随宋卿一起前往琼州。打听到沈桃的下落了吗？内方飞鸽传书来报，说沈桃孤身一人，与上千重症病患关在一处村庄。消息传来时，他尚未感染鼠疫。好一个晨光！若是沈桃有个3长2短，你这官算是当到头了。我已领命去琼州。陈乔，你去帮我收拾东西，咱们马上出发。户部的粮食和药材，以及太常寺的太医，2日后出发。主子，你感染风寒还未痊愈，现下又去那苦寒之地，我担心你身体受不住啊。他那里凶险，早一点到，我就早放心一些。来京城这么久，平县的消息一直没断过。沈姑娘若是得了大孕，主子能高兴好几天。沈姑娘遇难，主子比谁都担忧。沈姑娘也是个奇人，每遇到难事都能化险为夷，只希望这一次她还能平平安安，否则她主子得把琼州那几个官全都拉下马，搅得琼州不得安宁。下人来报说，围控重症病患的士兵传信，说需要17味草药和3车粮食。药我还想要呢，却回他们就说城中粮食和草药皆短缺，让他们坚持，等朝廷送来赈灾物资定拨给他们。一群将死之人还想要药，做什么美梦？大人，前2日不是有个本地商人捐了10车急需的草药，并20车粮食吗？若不然给他们拨上一些，多活下来些人，于您的官声也有益。不必，本就是苟延残喘，给他们吃喝也无济于事，就这么拖着，死一些就省一些，就算上面问下来，咱们也有话可说，那不得紧着城中百姓吗？程光才不会告诉幕僚，
这批药和粮食已经入了刺史府的公账，算作采买。至于采买的钱，自然入了他的口袋。那位姑娘呢？她敲响鸣冤鼓，为民请命，百姓都念着她的好呢。不然派2个人过去帮衬一下。这是他自己提议的，可该一力承担后果。本官身为琼州刺史，掌管一州百姓，该以大局为重，自然要做出取舍。沈陶的重症村有病患900人，900张嘴整日以稀米汤果腹，围着村子的士兵看不下去，上山猎些野物接济他们。沈陶的空间里有粮食，是从山匪窝里缴获来的，可他不知道该怎么拿出来。姑娘，那狗官不给咱们拨粮食，再这么下去，人都得饿死。我身体壮，虽然病了一场，可到底比旁人抗折腾。不如我今晚潜出去，去外面弄点粮食回来。千松，你先别着出去，咱们在村里再翻一翻。今年天冷，村民都为自己打算，估计会藏粮。咱们挨家挨户仔细的翻，实在没粮，再做旁的打算。姑娘，前2天已经翻了一遍，但凡能吃的，全都拿出来吃了。万一是藏的地方太隐秘，咱们没发现呢？再翻一次吧。若是翻不到，我就同意你偷偷潜出去。那好吧，我带人再找一遍。找到了。哪儿呢？他们把粮食藏在这口不用的冷灶里面。我的老天爷啊，还是细面嘞，整整1袋子细面。既然第一家有，说不准别人家也有。咱们继续翻。72户人家找到90多袋粮食，这也太会藏了。要是早找到，也不至于饿这么多天。说不准藏的还有，就是咱没找到。等吃完这些，咱们再翻。1人1天1顿稀汤，只要保证饿不死就行。沈陶不忍，总是偷偷把木桶带进空间，往木桶里放肆的倒葡萄糖水，又装作是水兑到稀汤里。主子，你怎么样？要不咱在凤城歇一晚，找郎中给您瞧瞧。不用，他处境艰难，我早一点到，他就少受一点苦。主子，您就算不考虑自己的身子，也为兄弟们着想一下吧。昼夜兼程赶路，一个个都累极了。此去辽山，山匪猖獗，说是休息不好，恐怕不能安全到达琼州。半晌，宋文墨才道出一声好。这一路可熬死老子了，好在琼州封了，等到琼州交界处，把押送的东西一交，赶紧往回走。若不是主家给的高，这破地方请老子来，老子都不来。到琼州之前还有辽山要过，兄弟们还是别吃太多酒，打起12分精神应对。各位有所不知啊，辽山现在安全，盘踞在那里的山匪被一网打尽了。掌柜说的可是真的？这还能作假呀？不知是何方神圣降临辽山，将山匪都绑到树上。官兵发现他们时，个顶个动挺了，足足1000来号人。辽山竟有这么多山匪，到底是哪个寨子能招这么多人呢？嗨，不是一个寨子，是3个寨子联手想抢过路的粮食和药材。官兵几次剿匪都没能找到山匪老巢，只找到几处空寨子。你猜他们藏哪儿了？挖了个地下巢穴，全藏地下了。饶是你翻遍辽山也找不到他们呢。平东将军冯元夜审还没冻死的山匪，问是谁把他们绑在树上的，山匪说是个力大无穷的女人给他们下了药。现在人人都在传，说山匪作恶多端，惹怒神灵，老天降下大力神女把他们给收了。要说人不能做坏事呢，举头3尺有神灵啊。主子，郎中就在外面候着，让他给您诊下脉吧。不用，我的身子我了解，没事的。主子，咱们到了琼州是要寻沈姑娘的，若是您病倒下，她指不定还要多受2日搓磨。让郎中进来吧。您身体本就虚弱，外加感染风寒，舟车劳顿，这才久病不愈。我开一副药，您按时喝下，最好能卧床静养。主子，我刚出去寻郎中的路上，听说了一桩趣事。陈巧，以前你可不会这么多嘴，自从去了黑风寨后，你的话就变多了。我听那趣事，怎么听都觉得和沈姑娘有关。主子，你要是喝了药，我就把这趣事说给您听。陈乔把从县令那里打听来的消息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宋文墨。上千山匪被一个力大无穷的姑娘下药擒住，又捆到树上，等发现的时候，他们老巢里的金钱财宝、粮食草药全都被搜刮一空。除了沈姑娘，我还没遇到过第2个力大无穷的女人。像是她能干出来的事，她惯常胆子大，没想到这么大，竟然敢孤身闯狼窝。这次见面，我定要问问是不是她做的。若是她，我要禀明圣上，给她请赏。她一个商女，多得圣上嘉奖，也能有些依仗。好了，陈乔，药我也吃了，
你且下去休息，明日一早咱们出发。他在黑风寨顶的是人皮面具，他从未以真面目见过沈涛，他会不会感觉他很陌生？停车！刺史大人有令，任何人不许进出琼州。站住！戴上面巾说话。门下省侍中宋文墨奉圣上旨意来琼州主理鼠疫一事，速放行。不知宋大人亲临，望大人饶恕卑职拦车之罪。你们做得很好，无需自责。本官是秘密前往琼州，你等好生守护进琼之路，无需差人去刺史府报信。放行！乖乖，吓死老子了！朝廷2品大员宋文墨的车我也敢拦。哎呀，还好他这会儿脾气好，要不然脑袋都得搬家。陈哥，那谁呀？哥，喝点，暖暖身子啊。那个就是宋文墨，手段厉害着呢。刚上任就收拾了几个贪官，抄家流放。他这次来琼州，还没派人提前通知刺史大人。哎，刺史大人之位啊，8成悬了呀。宋文墨一行人打马飞奔，1个多时辰后来到了沈涛所在的村子。刺史大人终于想起我们来了，这是送粮来了吗？里面的人把树皮都剥光了煮了吃，见天喝水充饥，再不来人都要饿死了。宋文墨从他的话里听出了问题，心中怒火腾腾而起。你们不是来送粮食的。宋文墨刚走几步，就感觉寒冷的积雪把他的脚冻得冰冷。沈涛就是在这种环境里坚持了这么多天，还没粮食，只能啃树皮。完了，主子生气了。其实他也不必这么气的，就沈姑娘那一身力气，就算啃树皮，他也保证是啃得最大口的那个。啃树皮，饿死了，留着你们这些人有什么用？不会找程高那个狗东西要粮食吗？谁说我们没去？程大人说城中也没粮食，让坚持坚持。什么人？陈乔立马亮出令牌，自报家门，开始装逼。不知大人来此地有失远迎，若是我手下人不懂事，言语冒犯了您，还请您高抬贵手，原谅他年纪小不懂事。你们为何守在此处？我们奉程大人之命，看守重症患者，以免他们跑出去传染其他人。好，成光好得很，不给粮食，还派人守在这里不让他们出去，这是要活活饿死他们的。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你们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饿死在里面。大人，您别生气，我们也想办法了，这不上山打了点野味，要给他们送去。起来，带我去看看他们。里面有894个鼠疫重症病患，沈姑娘是个有本事的，硬生生把他们从死神手里抢回。大人，那个姑娘就是沈桃沈郎中，您别看她又瘦又小，她可有本事了，力气也大得很，里面的人多亏她照料，否则就死绝了。还用你说？她的本事我自然了解。沈姑娘，沈姑娘，何队长，这位是京城里来的大官，专程来看你们的。沈姑娘，你快给介绍一下。李三老师，真的是你啊！宋文墨却在他伸手的瞬间就注意到了他的手，原本细白柔嫩的手现在长了冻疮，又红又肿，接触水后又吹了凉风，全都裂开了。宋文墨一瞬间就红了眼圈，想哭。他强忍着看沈桃和陈乔聊天。李三老师，到了京城果然不一样，你的李二先生呢？你不跟着他了？莫非你跳槽换工作了？他要怎么解释从头到尾都没换过主子这件事儿啊？桃，那个怎么说呢？肯定是李二送他到这位贵人身边潜伏，有重要任务的，他可不能给他拆台害他暴露。不用说了，我懂，我全都明白。啊？你明白啥了？沈姑娘，宋大人，不知您驾临，本官有失远迎啊。天寒地冻，本官在城中备了些薄酒，给大人暖身子。沈姑娘，你有何话要与程大人说呀？他从来也不认识这位宋大人，可这位宋大人却好像对他很熟，语气轻松自在。沈姑娘救活许多重症患者，实乃为圣上分忧，如此功德，不必归本官。既是宋大人问民女有何话要与程大人说，那民女就斗胆问程大人一句。敢问程大人，这里894名重症患者是否琼州子民？而程大人是否琼州刺史？掌管这方百姓，教育句父母官也不为过吧？是琼州子民，本官自然也是琼州的父母官。鼠疫猖獗，程大人下了焚烧令，焚烧重症患者我可以理解，但是琼州治下12县运送重症患者来此，天寒地冻，即使连一条棉被都舍不得给他们盖，途中冻死的患者不知凡几。若是没有程大人你的授意，
手下的人怎敢如此放肆，草菅人命？如今我与重症病患关在这里1月有余，多次向程大人申请粮食和药材，而程大人以城中粮草不足为由头，屡次推拒。我们这近1000人已有半数进入恢复期，程大人却令我等围困在此，树皮草根都被啃食干净，只靠喝水充饥，又是何故？若不是宋大人来此探查，我们都要被饿死了。程大人，你这无异于故意杀人。宋大人，您休要听他胡言乱语。我怀疑这女人居心叵测，她在我琼州鼠疫爆发之时煽动民心，引得百姓动乱，届时百姓人人自危，四处逃窜，定会将疫症蔓延至全国。为了稳住这个女人，查出她背后的势力，我这才将她与重症病患关于此处，我全都是为了大越皇朝着想啊！宋大人，不是我不拨付粮食和草药，实在是城中缺得厉害，为了全城百姓，本官不得不做出取舍。这么说，程大人还是忠君报国的好官了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程大人，我今日看这些重症患者都康复大半了，既是你治下百姓，程大人自然是心疼的。就算自己吃糠咽菜，应该也会让他们吃饱吧？那是自然。宋文墨让程光交出刺史府的文案和账本。夜里，宋文墨抱着账本仔细翻查，一笔笔核对。程光当真是狡猾，账本一笔笔支出收入做得天衣无缝，让人无从下手。进来。主子，我按照您的吩咐偷偷潜入程光府邸，这老东西可真该死啊！外面都无粮果腹，无药治病，这老东西的妻妾子女却奢靡无度，仅是一顿饭就流水似的传菜。吃过饭，一家人从上到下，包括仆从都要洗药浴，防止感染鼠疫。这本账册他藏得很隐秘，在衣柜暗格里。我趁他洗药浴时快速抄腾了一份，他洗过药浴就准备了火盆，将真正的账册给烧了。做得很好，下去休息吧。主子，您都看了一晚上，要不也歇下吧？您今天也见到桃了，他很好，也不急在一时。程光这人心思缜密，今天桃儿从他手里讨到了粮食，又下了他的面子，他必然怀恨在心。我在琼州，他倒是不敢出手，可他心里肯定有筹谋。早把他拉下马，桃儿就安全一分，我也少一分顾虑。去各街口转一转，把程光设置岗哨的进出记录抄腾一份，做得隐秘点，别让旁人看到。朝廷啊，你也知道，全刺史府上下，我只信任你一人。今日有一事，只有你能办成，你可千万不要推脱。大人且说，您对我母亲有续命之恩，但凡超群能做到的，必定肝脑涂地。好，我想让你以病患的身份潜入收容重症病患的村子，那些人若是活下来，对本官是极大的威胁。你只需偷偷在饮食中投慢性毒药，造成他们病情复发而死的假象即可。至于药，本官已经替你准备好了。叶朝全傻了，那可是上百条人命啊！大人，小人实在是没有患上鼠疫，怎么能混到那里？听说那姑娘医术精湛，小人若是装病，定会被她一眼识破。你倒不用真的感染鼠疫，鼠疫的脉象与风寒相似，你且去冰水中泡上一晚，再动一动，定然会染上风寒。等你到了村子，再便宜行事。大人，那是上百条人命，小人实在下不去手。怎么，你不愿意？我能给你娘续命，也能让你娘断命。于你而言，到底是不相干的人命重要，还是你娘的命重要？你不要担心感染鼠疫，城中的蒋怀妙手回春，与沈涛不相上下。到时我把你接回来调理，定让你康复。我再给你一笔钱，你和你娘岂不快活？放心，你走后我会派人照料你娘，我会对她说，你领命出琼州办差，要不了多久就能回，她不会起疑。这就是他一箭双雕之计，又弄死了沈桃，又弄死了叶超全，他再无后顾之忧。娘，刺史大人很器重我，安排了很重要的事情给我，怕是要离开琼州一段时间。您不要害怕，刺史大人会派专人来照料你，等我回来就能得到一大笔赏银，到时候我给您请个好郎中，再开几副好药，您一定会好起来的。这里怎么无人当值呢？回大人，这里当值的人出现了高热症，刺史大人令他隔离，一时半刻都来不了了。这未免太过巧合，他刚查出些端倪，想偷偷找负责登记捐赠的小丽问话，他就感染了鼠疫。去查他小丽情况，程光怕是想通过鼠疫的名头弄死他，赶紧找到他，
把他保护起来。他可是晨光贪污的活证据。等陈乔打探到叶超群家里时，叶超群已经不在了。叶超群能去哪儿呢？是知道晨光要对付他私下逃了，还是已经被晨光给收拾了？陈乔吩咐手下把叶母带走，一方面是保护他的生命安全，另一方面若是真找到了叶超群，这老妪正好用来可以拿捏他。陈乔遍寻无果的叶超群，此刻已经被抬进了沈桃所在的重症村。这一批共送来7人，一个个烧得滚烫，意识全无。哼，这青年根本就没有感染鼠疫，就是一点小发烧，要么是人工作失误不小心把他送进来，要么是他心甘情愿为了某种目的而来，必须要防备了。不仅要防备，还要调出幕后人。姑娘，你叫我干啥？我和你说个事儿啊，你一定要往心里去，且声音小些，别让旁人听见。是呢，我小声点。你还是别说话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说什么，你只管点头或者摇头。今日新到了7个病人，就在这个房间住，你一定多关注他们，尤其是那个年轻人，我怀疑他对咱们重症村有图谋。记住，不管他做什么都不要拦住，偷偷监视即可，不要让他发现了。为啥？你发现没有，送到这里来的重症病患全都不戴口罩。为啥？重症病患大多数有支气管和肺部感染，不戴面巾他们尚且呼吸不畅，戴了就更呼吸不上。他的面巾戴得结结实实，呼吸也很顺畅，说明他病得不如表现出来的严重。我诊他脉象也和鼠疫患者有所不同，我怀疑他是装病。青松和凳子还贼缺德，故意整治他。别人都换了好几次裤子，他怎么还这么干爽？姑娘说了，得病要多喝水，肯定是他太缺水导致的，咱们多给他喂点。就是，让咱们照看病人，咱们肯定得好好照看。我不怕辛苦，也不怕洗臭裤子，我就怕他病不好。哎，我这就去给他端水来。温度正好。老子不喝水，老子再喝水就要尿裤子了。过了1个时辰，摸了摸叶超群身下，还是干爽。他俩开始敬佩叶超群这忍者神龟的功力了，是条汉子哈。可立场不同，只好继续坑他。这可是好药，专门给重症患者吃的，保准药到病除。是10乘10的泻药，药吃下去不到1刻钟，叶超群的腹中就开始翻滚了。在一声屁响后，他的自尊、骄傲也跟着一起飞流直下。凳子，你瞧，他流泪了，他肯定快好了，咱们快给他换裤子啊！让你装不下去了吧？天哪，他醒了，快去叫姑娘，这可是恢复最快的重症患者。不错，恢复得很好，再吃1天的药，应该就可以下地走动了。既然已经醒了，就要尽快的和他们打成一片，获取他们的信任。这鬼地方和一群烂好心的人，他是一刻都忍不了。晨光想要干什么？叶超群不过病了1天，远远达不到重症程度，为何会被送去重症村呢？陈乔，快带我去重症村，我要亲眼看看沈涛。主子，您身子这么虚，贸然再去重症村，恐怕会感染鼠疫的。陈乔，送我去。宋文墨连夜出城，又要闹什么幺蛾子？派人给我跟着他。桃儿，醒醒！桃儿，我是李三老师，你不用这么大劲儿吧？还好我有功夫，用内力抵挡了下，要不你这一拳下去，我鼻子都能飞出去。我不知道是你，你别哭，你大晚上找我有啥事儿啊？我们大人要见你。现在？就现在，村外不远处的树林里，我带你去。我要带着你施展轻功。桃儿，得罪了？不得罪，来吧。桃儿，你能不能放轻松，不要双脚一离地就往下坠？你要是这样，我带你飘不起来。好，真不好意思啊，李三老师，你一把我提起来，我就害怕，身体不自觉的就向下用力，我这回控制点儿。他带着少爷一飘10几米，带着桃儿一飘只有2、3米。大人就在那边，你快过去吧。主子的爱情这是建立在他玩命的基础上啊，再也不相信爱情了。大人，沈姑娘无需多礼，你没事吧？明明是不认识的人，为何总在他身上感觉到熟人呢？回大人，民女没事。桃儿，你不认识我了，或者说你不认我这个弟弟了？弟弟？他啥时候有个大官弟弟了？他也就是在黑风寨喝醉酒后强认了一个弟弟，李二先生嘛。李二先生？莫非是你？
一眼就认出陈乔，却这么久都认不出我。疼！你这脸皮在哪儿买的？又厚又帅呢，撕都撕不掉。赶明儿也给我整一个呗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现在用的是真脸皮？真的脸皮啊？那你还挺会长的呢，鼻子是鼻子，眼睛是眼睛的。说来话长，我以前不叫宋文墨，也不叫李儿，我叫周文墨。这个名字你听着熟不熟呢？周文墨就是黑风寨的第一个肉票，周家部庄的小公子周文墨。那啥，周兄，你要是想把我举报给官府，能不能等我把这些病患给治好啊？我做错了事，我认罪伏法，我保证不跑。我对天发誓，我要是跑，天打五雷轰。谁要你发誓了？要是想举报你，我早就举报了，不会等到今天。那你为啥不举报啊？你明知道我的身份。我原本是镇国公府的嫡子，因我爹功高盖主，不知被谁算计，他所有的孩子都夭折了。为了留下血脉，我被送到平县，成了周家部庄的小儿子。当时黑风寨绑了我以为是京城的人，把手伸到平县，欲将我除掉。我并未急着报官，只是想顺藤摸瓜，找到幕后黑手。结果事情忽然有转机，我竟收到了某人送来的欠条。我以为是幕后之人的新花样，就让陈巧，也就是你们口中的李三老师潜入黑风寨打探消息。他起初回来还会说些异常之处，到后面他开始说你们的好话，替你们开脱。一来二去，我也对黑风寨起了兴趣，贴人皮面具混了进去。亲眼所见，我才知道你们不可能是京城安插的人手。谁家出来办差这么苦啊，连床被子都买不起，吃饭就吃野菜饼子。我这才打消疑虑，与你们坦诚相处。我在周家其实过得极好，所有人都敬着我，可这份敬是对我的身份，而不是对我这个人。我就好像束之高阁的珍宝，放在高处落灰，却无一人真心相待。到了黑风寨后，我沉迷于平凡人的快乐，会因为吃到一枚带铜板的饺子而高兴。明明早就该离开，可我却一拖再拖。欠你的200两我已经还了，你可别再朝我要了。地主家没有余粮，你需要以此拿捏要挟我？宋文墨都无语了，他就多余张嘴。我来找你不是要拿捏你。成光这人心眼极小，他勾连刺史府中一名小吏做假账。我本想拿下那小吏，没想到小吏却感染鼠疫，被送到重症村。我怀疑其中有诈，那小吏就叶超群。你也发现了他的问题？他来的第一天我就知道他根本就没得鼠疫，我现在派人整日盯着他，就等他露出马脚，我们好抓他现行。他应该相信沈涛的，他如此聪慧，定能化险为夷。你快回去吧，我也走了，拜拜了您嘞。陈乔，走啊，再来一次。啊，还来？主子都告诉你了。他说了。你瞒得我好苦啊，我还以为你跳槽了呢。哎，陈乔，你是不是穿了特步啊？啥是特步？特步就是特别大的步子，飞一般的感觉。陈乔傲娇的觉得还真是这么回事儿。他这轻功正好没有名字，以后就叫特步轻功。后面2-3天，叶超群恢复速度当真超群，他嘻嘻哈哈的和众人打成了一片，抢着干活。我帮你劈啊！好啊，你来，我帮你。好的。他一整天忙得像陀螺一样，半点靠不到饭食的边儿，呕得他心头憋着一口浊气，吐不出来咽不下去的。姑娘，这几天把他指使得团团转，他根本没工夫干坏事儿。我看他已经被磨到极限，应该快出手了。好，做得不错。若我是他，想悄无声息收拾这么多人，往饮食或者汤药里下毒是最快捷的，一定要在他出手的瞬间按住，来个人赃并获。姑娘放心。他拆散药包，正准备往吃食中撒。快来人呐，快来看呐，有奸细给咱们下毒药。我没有，放开我。哼，放开你，想得美。我天天晚上都不能睡觉，一直盯着你，我怨气比鬼都大。好不容易抓住你，我怎么可能放开你？痴心妄想！放开我，求求你们放开我！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被人冲上来按住了，我是被冤枉的呀！说吧，谁指使你来的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瞧瞧你手里拿的东西，这都人赃并获了还死不承认？这不是我的东西，是你们强塞到我手里的。大家看见谁塞给他的吗？没有。
我亲眼看见他从袖子里拿出来的，准备给我们下药。去报官，我们当证人。晨光是不是拿你母亲做要挟，让你进来下毒的？他是不是承诺过会好好照顾你母亲？你猜怎么着？宋文墨宋大人不知道你和晨光达成了什么协议，还是通过蛛丝马迹查到了你头上，查到你家里，你家中老母根本就无人照料。若不是宋大人心善替他救治，你的老母亲应该就被冻死了。你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吗？晨光想要除掉我们，也顺势除掉你。至于你的母亲，根本就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，反正就是个无意识的老妪，是死是活有何干？你确信你还要替晨光保守秘密吗？你骗我！你骗我！你就是骗我认罪！我为何要骗你认罪？我这里最不缺鼠疫患者，也不缺死人，我都不用去告你，只需要放些鼠疫之人的血给你灌下，然后把你丢到房间里关起来，看着你病死，一把火烧了就行啊。若是你想与母亲团聚，我给你指条明路，你只需要在大堂之上指认晨光，将他交代的事151和盘托出，你和你娘都能保下一条命。晨光想让你和你娘都死，晨光也想让我们死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，咱们要共进退，扳倒晨光，保住了我们，也就是保住你和你娘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千真万确，而且我还可以听你美言，就说晨光以你母亲性命要挟，逼你行凶，而你尚存良知，弃暗投明，主动招认。到那时候，宋大人念你有功，会对你从轻处置的。我说了这么多，你可愿意说了？晨光只吩咐我做了2件事，第1件将捐赠来的物资记录抹去，算作采购上报；第2件让我混入重症村，给你们下毒，造成鼠疫重症而死的假象。程大人的意思是，他当时下令焚烧重症患者，若是烧成了无一生还，百姓不但不会苛责他，还会明白他是无奈之举。可中间杀出一个你，救活了很多重症病患。若这些人都恢复了，投入民间，必将说他不求解决之法，只想一烧了事。为官残暴不仁，草菅人命，弥补之法就是你们全都死掉，那他的政令就一点毛病都没有了。晨光这个狗官好狠的心，为了自己的名声，罔顾我们的性命，他不配为官。他肯定是疯了，我们这里几百人呐，现在一个个活蹦乱跳的，怎么下得去手啊？难怪之前不给我们粮食，也不让我们出去，打的竟是这份心思。他如此歹毒，圣贤书都毒到狗肚子里去了。你确定上堂后会如实说，不反悔？让我见我娘一面，只要确定我娘还活着，我绝不反悔。好，轻松，挑个干净的屋子把叶超群关起来，等宋大人召见他。你何时发现我不对劲呢？你刚一送进来我就发现了。从哪里看出的端倪？堂的重症患者呼吸不畅，自然不戴面巾，只有你捂得严严实实，所以我就多留了个心。去看看宋大人怎么还不来，他好大的架子呀！大人，我刚去催了，他手下说他身子虚，正在歇息，稍后醒了就过来。再去催，就说诸位大人想要见他。都安排好了吗？安排好了，明日一早，捐赠者联名上告。沈姑娘也说叶超群作证，只待咱们这边发令。又来催了，大人，您去赴宴吗？且去陪他们过最后一个平静的夜晚吧。宋文墨前脚刚走，门口就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安慰耳力惊人。他用手在舌头上沾了下唾液，抹在宋文墨常用的茶杯、茶沿、毛笔、镇纸上，还奔到了床榻旁，在被子和枕头上都抹了唾液。只是这种下毒法着实太恶心。说，谁派你来的？给大人下的是什么毒？你若是不说，我现在就送你上西天。好汉饶命，我下的不是毒，还是不老实。我说，是程大人让我穿着侍卫衣服混进来的，只要把唾液抹到常接触的地方，就给我50两银子，否则就把我送到重症村去。我无心害人，我是被逼的呀。各位大人，府中有点事，我先去处理一下。程大人，何事这么急着处理啊？就连美人和美酒都能舍下？程大人啊，琼州在你的严防死手下，鼠疫得到了极大控制。你劳累许久，是该放松一下，有事明早再办，别扫兴。确实有事，本官先行告退，诸位大人尽兴。程大人为国操劳，我心有不忍，本官愿与程大人同去，为程大人分忧。我等也愿与程大人同去。无事，左右是手下无能，办砸了差事，就不劳烦诸位大人，我去就回，
扫了诸位大人的兴，是程某的不是，程某自罚3杯。走水了，走水了！后院起火十分凶险，快保护各位大人退到府外。走吧，我这人命大，从来不惧火，我随程大人同去。既然火已经扑灭，本官也乏了，就回去睡下。抓到一名刺客，他潜伏在大人房间，意欲行刺。大人，误会，这就是普通侍卫，可能偷喝了2杯酒就走错了房间。哦，误会。按3听令，既然火已经灭了，就把各位大人请回来，就说本官请诸位大人看好戏。本官刚要回房休息，就发现这侍卫潜入本官的房间，意图对本官行凶。本官这就当着诸位官员的面审审这人，看看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在背后谋划了这一切。对，必须好好审审。宋大人是肱骨之臣，岂能受此迫害？大人冤枉，我不知道那是您的房间，就算借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刺杀你啊！他染了鼠疫，把口水涂抹到大人的杯子和枕头上。大胆，染了鼠疫还敢去大人房间，你这可是杀头的罪过。宋大人，是下官治下不严，才出此纰漏，下官自会收拾他，给您一个满意的交代，切勿脏了大人的手。来人呐，把他拉下去，在刺史府门口喊头示众，以儆效尤。大胆，散播鼠疫，罪无可恕，何该牵连到你家人的？可现在民心不稳，姑且只砍你一人的头，就能保你全家，你还不谢过大人？精彩，精彩呀！程大人亲自教本官如何审讯犯人，手段了得呀！犯人未发一言就已经定罪，本官自愧不如，理当学习。大人太爱。叫什么名字？小人林英华。感染鼠疫了，感染鼠疫也不是你的错，家中还有何人？大人，您身子弱，受不得寒，还是赶紧把他处理了，你也好回去歇歇。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也说不知道那是我的房间，如何就去那个房间抹口水了？说说吧，是谁安排你这么做的？说出幕后主使，本官保你和你一家老小的性命。若是说不出个子丑寅卯，按照大越皇朝律法，故意传播鼠疫这一项，就够诛你9族，挖你祖坟。大人，要是我招了，真能保我全家性命？本官一言九鼎。是他，是程大人。我前些日子染上鼠疫，就去了医馆治疗，家中老小也被隔离在家。程大人找到我，许我50两银子，让我偷偷回一趟刺史府，只需往一个房间里抹上口水即可。若是不从，就把我送到众城村等死。我若是死了，家中老小就没了依仗，我实在没办法，才同意了程大人的要求。大人，明察呀！程大人，你这是作孽呀！程大人，你身为琼州刺史，防疫有功，怎可做这糊涂事呢？宋大人，他这是污蔑，纯纯的污蔑。我平日治下严格，有时下属犯错，为了让他们长记性，惩罚手段就重了些。他肯定因此对我怀恨在心，设计污蔑本官。的确，我也不能听你一面之词。你可有证据证明你所言非虚呢？若是无法证实，你的确有诬告上官的嫌疑。小人在医馆诊治时，是一位郎中暗中给我传信，说大人要见我，也是他替我打掩护，我才能乔装成送犯人逃出医馆。哦，你可能指认那人？医馆内所有郎中全都在衣服外罩宽大白衫，头上还戴了女子专用的围帽，防止他们被感染。这么一装扮，所有人都一个样，小人辨认不出啊。这么说，你就是没有证，空口白牙的诬告本官啊！我想起来了，昨日他替我打掩护时，不小心与提桶的人撞到一起，装满水的桶子撞到他右膝盖，按那个力度，膝盖处必有淤青。我是在城东医馆偷跑出来的，只要检查城东医馆的郎中，就能找出那人。哟，有人敲鸣冤鼓啊，肯定是有天大的冤情。诸位大人若是还有精神，不如随本官前去瞧瞧。曹民拜见大人，求大人为我等做主啊！起身吧，有何冤情与本官说说。我等联名状告琼州刺史程光，
贪污我们捐赠的赈灾粮草和草药。你们可知，越级上告可是要挨板子的。回大人，知道，为了琼州百姓，我等愿意挨板子。程大人呐，程大人，这上面所述要是真的，你也真不是个东西呀！这个节骨眼上贪墨，你这是置百姓于不顾啊！呸！宋大人，我也不知道哪里开罪了你，让您一而再再而三的污蔑下官。刚刚的事自不用说，你已认定是下官干的，现在又来这么多人联名上告下官，连证据都没有说就说我贪墨，他们都是布衣，若是没有人背后指使，肯定干不出这样的事。下官不劳您费心，下官愿辞官，这琼州刺史谁爱做谁做吧。程大人急什么呀？你要是辞官了，罪名就小了呀。你可穿好官服，戴好官帽，看本官给你把证据找出来，再亲自监斩，砍你的脑袋哟。你不是被送入中正村了，怎么会在这里？自然是来自首，向宋大人禀明你的罪名。堂下何人？小人叶超群，小人是刺史府一名文书，专门负责记录捐赠物资的。程大人许以重力，让小人抹去记录，将捐赠物资记录成购买。小人良心难安，所以记录了一份真实的，请大人过目。另小人还要状告程大人胁迫我杀人，他让小人装作感染鼠疫，送小人去重正村，胁迫小人暗中下毒，妄图毒杀重正村890名病患。这包毒粉就是程大人亲自交到小人手上的，请大人过目。宋大人，在城东驿馆果然找到了右腿有淤青的郎中。程大人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罪行其一，贪墨赈灾粮食和药材合计2万余两；罪行其二，胁迫人做假证；罪行其三，胁迫人欲毒杀890余人；罪行其四，意图刺杀本官；罪行其五，传播鼠疫。桩桩件件，人证物证俱全，你说够不够要你的脑袋？大人，我是晨光的表亲，是他以小人全家性命威胁我，让我偷偷放林英华出驿馆的呀！好，宋文墨，不愧是你，进入琼州那一刻就已经开始对我布局了。晨光，你不是也在我一进琼州就开始处处防备我了吗？别死，不过看谁技高一筹罢了。宋大人，我所做之事，家中老少全然不知，我愿一力承担，只求大人能饶过一家老幼。家中老少全然不知，程大人，你抬眼看看外面的世界吧。琼州大雪封山，鼠疫横行，百姓饿死、冻死、病死，不知凡几，就连圣上都为此忧心，令后宫紧缩用度。而你程大人，府上处处奢靡，吃穿用度全然是最好的，外面难寻的草药，你府中日日用来洗澡，下人都不例外。怎么好日子能一起过，轮到担罪责的时候，他们又无辜了？是你程大人还没睡醒吗？用不用我找个古乐班子，在你耳畔吹打一番，把你叫醒啊？琼州刺史程光数罪并罚，判处3日后在法场斩首，其家产全数充公，亲眷流放岭南。念及鼠疫横行，先行抄家，家眷圈进府中，待平复鼠疫再行流放。宋大人，我是朝廷命官，按照大越皇朝律法，理当由督察院和刑部联合审查才能定罪，你不能草草的杀了我，你没有这个权利。你现在不能杀我，监察院和刑部的人还没来，你不能杀我的。宋文墨不疾不徐地从怀中掏出了一块金牌。万岁万岁万岁！离宫前圣上亲赐令牌，见此令牌如见天言。皇上口谕，若琼州官员乱纪枉法，为安定民心，可先斩后奏。来人呐，扒了城官的官袍，送入大牢，敲锣打鼓，告知百姓其罪行。3日后法场处斩。叶超群，你与城官勾结做假证，
意图毒杀众正村的人，按律当斩。念你一片孝心，又及时醒悟指证晨光的份上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杖50，入牢10年。林英华，小人在。去，把他送回城东驿馆医治，待康复送进大牢给叶超群作伴。故意传播鼠疫，差点酿成大祸，定你20年一点都不冤。至于你这郎中，他们不知道鼠疫的厉害，你还不知道吗？敢把患了鼠疫的人头放出来，你不是傻就是坏。去吧，你这辈子就在牢里过吧，除非圣上大赦天下，否则你就老死在大牢里。大人，你饶我一次吧！现在到处都缺郎中，你要不放我回去，我将功补过。正因为你是郎中，才更不能放。轻拿轻放，如何震慑他人？诸位大人，如今晨光倒台，琼州刺史一位就空下了。本官这就书信一封送去京城，向圣上禀明，在吏部委派的官员到任前，本官代任刺史一职，行刺史职权，可有异议？一个个恭顺点头，拼命地拍马屁。走，咱们去找桃儿。主子，马车备好了。哎呀，晨光上次送的粮食快吃完了吧？我去办一下，让刺史府再送点粮食过去。啊，对了，草药。对了，手指带点，他的手都冻裂开了。主子，老规矩，你不能进村。桃儿，你在哪儿啊？是我。陈乔，你又来了，你咋不晚上来啊？你这样施展轻功带我飞，是不是太惹眼了？今天不用飞，主子赶马车来的，就在那边，让你去马车上一叙。行，你带我过去吧。嗨，宋文墨，又见面了。你找我来有啥事啊？多亏你抓住叶超群，还说服他作证，我才能扳倒晨光。啊？晨光这老小子战斗力不行啊！我本以为会惊心动魄，反转再反转才能干掉他。他就把如何从蛛丝马迹中寻到晨光的错处，再到暗中收集证据，以及林英华半夜去他房间抹口水的事儿，全都说了。我都这么卖惨了，桃儿你咋也该说两句担忧的话吧？有你一句担忧，以后不见你的日子，就算有念想，人不能相守，不能表白，那还不能留念吗？沈桃郑重地在宋文墨肩膀上拍了拍，力气没控制好，拍得宋文墨差点背过气去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啊。你刚才想对我说什么？你命真大呀！单听这一句，咋不像好话呢？不过看听的角度吧，他估计是说我福大命大，祝我长命百岁。我本以为晨光只是做事很绝，没有想到如此丧心病狂，让鼠疫患者去你屋里抹口水的事都干。一旦控制不住扩散了，那可了不得。我读书少，你和我说说，他这罪名按大越皇朝律法得怎么判啊？抄家，全家流放。晨光本人3日后在法场处斩，我监斩。那啥，除了这事儿还有别的事吗？我那天看你手冻坏了，这手指你常用着点，我还给你带了棉衣。你身上这件棉薄不暖和，还有这个汤婆子，晚上睡觉暖被窝。还有，沈桃，我给你送东西不是为了要你的钱，都是朋友，你也不用算得这么清楚吧？啊，我不是要给你银子，你送了我这么多东西，礼尚往来，我也应该给你一些。你也瞧见了，我这里条件差，身边除了银子啥也拿不出来。你别拿它当银子，就当朋友送的小物件。等以后我回黑风寨，我给你补一份喜欢的礼物。真的？千真万确。两人有的没的聊了会儿，沈桃就回去照顾病患了。陈乔，你看这块银子与别的银子有什么不一样？就普通银子呗，还能有啥不一样？莫非是假的？把手中银子一扔。陈乔，要是找不到那块银子，我吃了你。宋文墨找回了那块银子，可算是找到了。要是真找不到，按主子现在的癫狂模样，还不把他给吃了呀？若不是你还要替我办事，我定重重罚你，就把刺史府所有茅厕打扫一遍吧，扫3天。到底是啥银子呀？这也太金贵了，实在不行我赔你一块。就凭我这主子身边第一狗腿子的月钱，也不是赔不起。好看不？
陈乔咋说？谁家好人把银子穿个绳挂脖子上啊？不仅不好看，还怪得很嘞。好不好看？好看，好看极了，相当的特别，和您超配的呢。陈乔感觉他家主子疯得更厉害了。随着天气回暖，已经鲜少有重病患者，重症村能痊愈的都痊愈了，重症村彻底解散。桃儿，陈乔，谢了，跟我回去，给你们一份重礼。别谢我，是我家主子让我送来的。对了，宋大人好几天都没过来了，是遇到什么烦心事了吗？陈乔，今日你家主子忙完了，你让他来寻我一趟，我有事要告诉他，很重要的事，你可别忘了。陈乔，有啥事你就说，少拿眉毛跳舞，本官没心情看。今天给桃送吃的，他说有事找你，很重要的事。你个棒槌，那你不早说？是宋大人吗？是我。我靠，你们终于来了，再不来我就冻成冰棍了。既然这样冷，你先回屋暖和一下，咱们再说话。不用，我就交代几句话。我听说百姓要冲卡，想出去种地，现在鼠疫平息了些，若是再不放百姓出来，的确来年无粮果腹。我有一些想法，你听听。鼠疫的潜伏期是7天，若是感染，7天内定会发病，你再隔离他们7天，7天后若没有大面积发病，就可以将没有症状的百姓放出来。但是放呢也有放的限度，面巾不能摘，婚丧嫁娶等需要聚集人的事儿不许大肆操办。第一波放开后，若是半月内鼠疫没有继续蔓延，第二批放开街上的店铺，以此类推，循序渐进，逐步放开。街道上的士兵还有店铺都要严格记录进出，一旦有人发病，就快速找到他接触过的人进行隔离。至于有人要出城，那也可以，城门口建个简单的房子，要出城先住几天，没有发病才可以离开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鼠疫不会带到全国。鼠疫在冬季猖獗，今年再入冬还是要严防死守一波。桃儿，这都是你想出来的吗？不是，大家伙集思广益，你别追究这么多，赶紧去办吧。太冷了，我也说完了，我先回屋了，你早点去休息吧。谢谢，保重。第2日官员集会，宋文墨提出方案。这意见不是本官所想，另有高人指点。等我回了京城，定在圣上面前替他美言。各位大人若也有建议，大可以畅所欲言，我们共同讨论。若切实有效，我也不吝在圣上面前夸赞。京城若论提振分忧，还得是文墨。沙坛关定民心，还有防范鼠疫向外蔓延都做得极好。隔离一侧以及分批次放开更是妙计，能在短时间内想出这么多治国策略，文墨大才。等他回了京城，朕定要嘉奖他。圣上，宋大人就算才干再高，也绕不过圣上您去啊。您慧眼识珠，安排宋大人去琼州，这才给了他施展的机会。就你会说好听的话。对了，司农监的人还没来吗？这土豆、地瓜、玉米都已经种下了5个月，应是到了采摘的季节。琼州也算安定，朕今日得空，正好把粮食收回来。朕倒要看看楚州刺史王长顺送来的这些东西，还提出减税的事，到底靠不靠谱？回禀圣上，司农监的孙永旺已经在外面候着了。走，一起去御花园挖土豆。这土豆和地瓜都要挖起根部，挖的时候要离根远一些，以免挖坏果实。孙永旺，把朕的农产拿过来。圣上，这活儿难免脏了些，您还是别沾手了，让臣来吧。种的时候朕也有份，怎么到了收获，这快乐就得留给你们呢？少废话，让你拿来就拿来。圣上，怕是不妥吧？这里都是男人，朕也是男人，有什么妥不妥的？让你脱就赶紧脱。舒服多了，这才像干活的样子。圣上您看呀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王长顺慰欺我，这土豆确实高产。张内侍，去拿筐子来，
朕再挖一些。孙永旺，这是你从土里刨出来的？啊，圣上撤出土豆秧苗时，土里一些根须被扯断，有些土豆没带出来，臣自作主张挖了，还请圣上恕罪。真是不懂了，多亏爱卿提醒，受教了。张内侍，你拿着册子里的食用方法去御膳房，让他们做一桌吃食送上来，朕要亲自品尝。孙爱卿，今日你陪朕一起干活，也辛苦了，留下与朕同食。这个我认识，煮熟的土豆和地瓜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是拔丝地瓜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是炒土豆丝、炸薯条、炸薯片、狼牙土豆、红烧土豆、土豆泥、土豆烧肉、凉拌土豆丝、土豆地瓜炖、地瓜浓汤、烤土豆、烤地瓜、土豆丸子、土豆粉。圣上，晒干的土豆条一时半刻还做不出来，听御膳房的人说，晒干后再烹饪，味道肯定不如新鲜的。若非没粮食，一般人也不习使用，不好刻画。百姓无粮食果腹，自然会食用。朕身为一国之君，要知道百姓所食的味道。待晒干了，让御膳房再盛上来吧。不过没想到啊，土豆和地瓜竟能做出这么多美食，还是民间常识之法。若是经由大厨之手，精细钻研，定能千变万化。孙爱卿不必拘礼，一起吃吧。爽口，这土豆泥极其鲜香，味道极好。拔丝地瓜还真能拔出丝来，香甜香甜的。真是这天下之主，本以为掌握四海，没想到四海当中还有许多东西朕不识。单一个土豆就能让人大开眼界。今日朕亲自挖土豆和地瓜，确认楚州刺史王长顺所言非虚。这食物不仅鲜香味美，产量还颇高。传朕旨意，从库中拨出楚州30%税粮，即可送回楚州。然税粮不能返还于民，应在楚州设立楚州仓。楚州仓用于调节粮价，粮价高时低价出售粮食，把粮价压下去；粮价贱时大量收购粮食，抬高市场粮价。若楚州遇灾，可自行开仓放粮，赈济灾民。恭喜圣上，贺喜圣上！哦，张内侍，朕何喜之有啊？其一喜，琼州鼠疫得到控制；其二喜，土豆和地瓜高产，是圣上之喜，也是万民之喜；其三喜，圣上一直想设立调节粮价的粮仓，可各州都拿不出多余粮食，导致这计划一直搁置。现在，圣上借着奖赏楚州王长顺，顺带建起第一个调节粮价的粮仓，圆了您的心愿呐！张内侍天天跟着朕，也算没白跟，有长进了。圣上调教得好。孙永旺听旨，孙永旺即日起带种子去往岭东、岭南、河东、河西各地，总结土豆在各种土壤上的种植之法。臣领旨。孙永旺，朕的种子可不多，省着点用，可千万别给祸害光了。张内侍，发现土豆种子的那个女子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回圣上，沈桃。沈桃。文墨送来的折子里也提到一个叫沈桃的女子，就是她给辽山匪患下药，协助平东将军冯源一举清剿山匪，也是她
给晨光出谋划策，所以鼠疫才很快被控制住。文末折子中还写道，他孤身入重症村，救活上千人。她倒是个奇女子，不仅胆大到孤身入匪巢，还精通疫情防治之法，善于医术，在农业上也有造诣。张内侍，你说这么一个奇女子，正该给她讲些什么？宋大人应在琼州见过此女子，对她人品多有了解，不如等宋大人回来，您再与她商讨。也好，就等文末回来再议。琼州的鼠疫在渐热的逐渐趋于平稳。大人，真巧，我就先走一步，改天你们去平县一定要来找我，让我尽尽地主之谊。哎呀，主子呀，你的鸭子要飞了，你该说的话还不打算说吗？沈姑娘，保重，一路平安。主子呀，主子，你这张嘴要是不用，可以捐给有需要的人。知道啦，你们也早日回京。一个两个的，愁死人了。我刚才喊你，你跑啥呀？你知不知道我这2条腿的人想追你4条腿的马，费了多大劲儿啊！老子累得快把5脏6腑甩丢了。你咋追来了？这不是囊中羞涩，就想搭个车吗？沈堂，沈堂，我在这儿呢，快过来啊！瞧见没有，赚银子的好机会来了。告示大抵的意思是，县令夫人得了疑难杂症，请人去医治，若是治好了，赏银50两。这一路上光吃你的喝你的，等哥把这病瞧好了，拿了赏银，带着你下馆子，吃香的喝辣的。既然接下告示，就跟我走吧。你们是一起的？是一起的。既然是一起的，就一起去吧。衙差大哥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朋友去给县令夫人瞧病，你们怎么抓我呀？哼，若不是你朋友，你也遭不了这个罪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衙差大哥行行好，死也让我死个明白啊！死不了，你朋友调戏县令夫人，惹得县令大人勃然大怒，连累你受这无妄之灾。且等等吧，哪天县令大人消气，想起你了，肯定会放了你。他在牢里的邻居正是蒋怀，这次还被打了板子，衣服上有条条的血痕，哎呦哎呦的喊着疼。你怎么还调戏县令夫人啊？你挺大个老爷们儿，你咋干这不要脸的事儿啊？在你眼里我就是这样的人？哈，你要不是那样的人，我能陪你监狱游吗？妈妈呀，耗子，谁来救救我呀？到底是娘们儿，耗子怕啥呀？有种让他们到我这间来，老子宿了许久，正好把他扒了皮，打打牙祭。哎，官爷，我错了，别打别打，我是个郎中，我能治县令夫人的病。哦，对对对，他是郎中，医术很好，能治病。女郎中，你揍我？哼，我要是把你带到县令大人那里，你治不了，岂不是害了我？你是不是睡眠不好？一到晚上辗转难眠，且吃东西不好消化，会腹胀腹泻。你怎么知道？作为一个合格的郎中，望闻问切是基本功。那有何解决之法？我给你一套祖传的健体之法，可以通经活络。你每日反复练习500遍，夜间必定好眠。哦，那你教我。动作都很基础，你且看我做几遍。第8套广播体操，起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我这就回去练足500遍。若是晚上睡得香甜，我明日一早就去找县令大人。健体之法，你这么诓他，小心明早他找你算账。我怎么是诓他呀？你瞧着牢里黑漆漆的，根本不辨白天黑夜。咱们进来的时候就是他接的，这揉眼睛刚睡醒的模样。他白日守着无聊，肯定偷懒睡觉，一会儿眯一觉，一会儿眯一觉的。白天把觉睡散了，晚上肯定难入眠。我让他练习，一来让他白天没时间睡觉，二来身体练累了，晚上自然睡得香。第2日一早，你果真医术精湛呐！我昨日练习500遍，一夜好眠呐！我这就去找人禀告给县令大人。
你且在这里候着。走吧，神医，县令大人要见你。杨哥，这个女郎中说能治好夫人，要是她治好了夫人，劳烦你在大人面前提一提我的名字。若是能换个差事，小弟还有重谢。听玉所说，你是个有本事的女郎中，教了她一套健体之术，解决了困扰她许久的失眠之症。确有此事。好，那就给本官的夫人瞧病吧。你若是瞧得好了，我就放了你；说是瞧不好，你的朋友调戏本官夫人，你又戏耍本官，本官定要你们把牢底坐穿。自然自然。跟本官走。平春，平春，给我开开门啊！县令大人，夫人说她不想见你。黄英，我带了个女郎中过来，她说能瞧夫人的病，你快去跟夫人说说，让我带人进去吧。我已经好几天没见到她了，甚是想她呢。莫非这就是古代恋爱脑，还长在这1.8米的大个上？我去问问夫人。夫人，县令大人来了，他还带了个女郎中，说能给您瞧病。他还说想好几天没见到你，想进来瞧瞧。黄英，我听见你们说话了，我虽然气他，但也没说不让他来见我呀。黄英，你把什么都写脸上了，藏不住，有话就说吧。小姐，您本来和李秀才有婚约的，要不是县令大人去江南办差，一不小心瞧上了你，搅黄了您的婚事，你哪用嫁到这里来受苦啊？这宅院里连个会做江南菜的厨子都没有，整日做些不合口也不好消化的东西给您吃，要不然呢，你也不会得这奇奇怪怪的病。行了，黄英，别再提以前的事。我虽和李秀才有婚约，可李秀才不是良人，私下勾搭小娘，还去花楼里风流。起初我嫁过来，瞧着县令大人的长相和行事做派，我也是怕他的。但是相处2年下来，他对我是什么样子，你还看不出来吗？就算是石头的心也捂热了。我得这个病，怎么能怪他呢？是我的身体不好，若不是我怕他嫌弃我这副病恹恹的丑样子，我也不会把他拦在门外。夫人，就算李秀才人品不行，那还有张秀才、黄秀才，留在江南总好过偏远苦寒的地方啊。黄英，住嘴！你若是再口无遮拦，我也不护你了，就让县令大人把你发卖出去。别，夫人，我不说了还不行吗？既然不说了，就来瞧瞧，我的头发可乱了，替我整理一下，再把县令大人和女郎中给请进来。县令大人，夫人让您和女郎中进去呢。不过几日未见，你瘦了这么多，听下人说你不肯用饭，肯定是那几个厨子做的饭菜不合你心意。我这就去飘香楼，再请个厨子过来。不用，是我没胃好，吃不下的，不怪他们。平川，你终于和我说话了，不恼我了？若不是你非要瞧我病患之处，我也不会恼你。讨厌，还有人在呢。好油腻啊，好想喝杯浓茶刮刮油啊。过来给夫人瞧病。县令大人，你先出去吧。夫人，你让我留下，你病了这么久还没查到病因，我不放心呐。你若是不出去，我就不吃晚饭了。好，我出去。夫人哪里不舒服？咱们同为女人，你不用不好意思。我家夫人如厕不畅快，每都要流很多血，现在连站着和坐着都很困难，疼得厉害。夫人面皮薄，总是不肯说，这才延误了病情。系统检测到手术对象，救人一命胜造虚己浮屠，宿主是否？选择救治。 A. 冷眼旁观不救治，不随意插手别人的事是美德，系统不强求。 B. 救治，救人性命是善举，宿主可增加10点积分，
积分达到50点，可获得抽奖机会1次。奖品包含但不限于技能、借用其他科室医生卡、高产作物、武力值、好运值。夫人你怎么了？来，奶奶的，让你喊一堆人来，我还怎么手术啊？沈涛带着他闪进了系统手术室，快速的配麻药给他注射。这是内痔破裂触发到的动脉血管破裂引起的大出血。夫人呐，衙门里有事，我怕是要去一趟，我马上就回来。是你打我的？夫人呢？夫人怎么样了？夫人要有个3长2短，我饶不了你！你把夫人怎么了？夫人怎么没穿衣服啊？你疯了！她可是县令夫人，岂容你亵渎！听我说话好不好？你要是再一个人逼逼叨叨，我就再给你来一下。你家夫人没事，我已经替她止血，还顺带清理了患处。刚才打晕你是不得已而为之，你要是一喊，肯定呼呼啦啦进来一群人。夫人这病是要脱了衣服才能治的，一群人守在床前怎么脱衣服啊？不能及时处理患处止血，就那流血的架势，人就没了。往后几天夫人还要上药，饮食也要注意。我得在这里陪她几天，回头你和你们县令大人说说。那我家夫人什么时候能醒啊？再过1炷香吧。我饿了，快去弄点吃的来。我刚救了你家夫人的命，你连口吃的都不给，传出去像什么样子？去吧，我在这里看着，没事的。那这么说，你已经帮我把患处清理了？你这病叫痔疮，很多人都会得的，你不用觉得害臊。还要给你上几天的药，我得留在这里，等你患处长好，你就和平常人一样。不过你的饮食要改一改，吃些好消化的，多吃些绿叶青菜，多喝水才行。到第8日，沈涛提出辞行。你就不能不走吗？我可以跟相公说说，让他聘请你当府上的郎中，可以给你开很高的月钱。算了，我家里还有一大摊子事儿呢，50多口人等着我赚钱吃呢。平春心疼沈涛，这姑娘命可真苦，一个人要肩负一大家子。他偷偷和陈县令说，让多给沈涛点银子。女神医啊，遇到你真是我的福气啊！你先是治好了我的失眠之症，现在县令大人还提拔我去街上当差，再不用日日看着这些犯人了。县令大人说是误会，让放了你呢。不急，等我把这只鸡吃完。兄弟，都放你出去了，你就出去呗。你那鸡我就嗦了一口骨头，8辈子没见过荤腥，快要馋死我了。哎，刚才在牢里不方便问，你是怎么弄到被褥还吃上烧鸡的？嗨，这还不是小意思啊。有个狱卒听说我是郎中，就找我给他看病。夜里南镇雄风啊，我不愧是前线师真，却让他龙精虎猛。他特意买了棉被和伤药孝敬我呢。烧鸡是另外一个人看头痛之症换的，你不在这些天，我还换到了酒呢。别说狱卒，就连衙差我都看了个遍。有本事的人在哪儿都能活得好，不羡慕不行啊。桃儿，我知道你力气大，快来帮忙！快，头不动了，快来搭把手，可累死我了！你少卖可怜，荒郊野岭你能捡到人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不奇怪啊，我经常能捡到奇奇怪怪的人。等他醒了，知道是我救了他，他肯定会给我银子酬谢我。等哥拿了酬谢，哥带你下馆子，吃香的喝辣的。你在哪儿捡到他的？不算捡吧，他是从天而降砸到我的，所以我坚信是好运砸到我头上了。你看他长得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像不像我的贵人？什么毛病啊？伤到头了，脉象上看有血瘀，施上2天针，应该就能转醒。建怀，要是遇到十恶不赦的人，你救吗？救啊！我师父告诉我，身为医者不能见死不救，若是十恶不赦之徒，就先救活，再杀了吧。哎，别怕，我到现在还没救过那样的人呢，更没杀过。毕竟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人都是爹生娘养，一个鼻子俩眼睛，
上次我在路上救过一个男人，当时……行吧，你快点救啊！说好了啊，明早走可不能带他。大半夜藏在荒郊野岭的树上，肯定有故事，别把咱们俩搭进去。追到后半夜，沈桃听到一阵窸窣的声音。呀，桃儿，你看，他们是大理寺的，我可是好人呐，我是个郎中，他也是个郎中。你这刀离我脖子伸远点儿，这黑灯瞎火的，我会伤到我的。我是良民，大的良民。我从10岁就跟着师傅四处行医，我去过琼州、楚州、京城、凉州。闭嘴！再多话，我这就抹了你脖子。哦，全都带走。大人，他还是嘴硬不说。有什么手段尽管冲我来，老子要是眨眼，老子就跟你姓。这还拱火呢，憋着别说话，也能少挨2下。就是。把那女的带出来。你别动啊，我自己走。我就是一个弱女子，我已经给自己固定好了，不用你们上手了。挨着刑讯的地方，那些手段你应该都看到了吧？要是害怕，就说出来。你让我说啥，你倒是问啊。我没问吗？你总该让我知道我是为啥被抓进来的吧？我们捡到那人后连夜就被抓了，肯定和他脱不开干系。可是我们捡到他时，他刚好从树上掉下来摔昏了，我们啥都不知道。就是身为郎中，做不到见死不救。这位姑娘，你这个情郎长得真不错，你若是不肯说，我可就动手了。我还打他干啥呀？好像打了他我就能跟你说似的。他不说你打他呀？打我干啥？要不你问我，我啥都说。既然你想说，那你就说说叫什么名字，干什么的，家住在哪里，为什么要走这条路？那人又与你们说了什么话？我叫蒋怀，是个游医，我没有家，从小就跟着师傅边学医边流浪。琼州鼠疫，我和他都去支援了，现在返回原地只有这一条路可走。你说说我多可怜，如果有股县的县令张贴告示，巴拉巴拉，在牢里蹲了7天，巴拉巴拉，从树上大头朝下掉下来个人，巴拉巴拉，就被你们抓到大理寺狱，我多委屈啊！你们问他问题他不说，你们就打我。至于你问我哪人昏倒前说什么话，从树上掉下来，他啊了一声，算了。大人，我叫沈桃，他叫蒋怀。对了，现在留在琼州的宋文墨大人与我是旧识，你可以找他打听我的事。这个蒋怀也好打听，鼠疫就是经他之手确诊的。过去的古河医师你知道吧？蒋怀就是他的徒弟。古河医师是你师傅，你那日给他诊治，他所患何疾？为何迟迟不醒？他身体无疾，底子还挺好，就是摔到了头，脑袋里有血瘀，不算大问题，时辰几日就能醒。你不信我？我蒋怀从不说大话，你就给我5天时间，我保证救醒他。他不行，我的脑袋还有他的脑袋，你全都可以取了去。蒋怀，你做保证拿我的头干什么？好，即使以你们2个的项上人头作保，我就姑且信你一次。来人呐，把他带走。我不干，我也要跟着去。拿我的人头作保，我得亲自盯着才放心。哎，你们别走啊，把我也一起带上。大人，带上他吧，他医术也很好，我们能商量着来。把他也一起带走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美女啊？美女？瘦得像个豆芽菜，是不是对美女2字有什么误解啊？区区2副脚镣。沈桃，真是你啊！我刚看背影就像，咋混成这样了？永定侯府林强见过赵大人，我与这位姑娘乃是旧相识，不知她所犯何事。事关重大，恕本官不能直言。快回去吧，我没事的。去林家铺子一趟，找人打听清楚，沈桃为什么会被大理寺的人抓了，还抓到京城来了。看沈桃随身携带的户籍是楚州平县的，
去查查他怎么会和远在京城的永定侯府的人结识。请。我那天夜里给他把脉，情况还没这么严重，只有少量的血瘀，休养几日就能恢复。病是一路舟车劳顿，血瘀更严重了。还有的治吗？放心，这还难不倒我。且给我几天时间，我给他细细调理施针。这就行了。1日施针3次，还需配以艾灸炙烤穴位。我再开个药方，劳烦大人给准备准备。大人，楚州飞鸽传书过来，沈陶与永定侯府的事调查的有眉目了。说，数月前，林强怀着身子与前任永定侯萧可走水路去往楚州孟浦县，在那里与沈陶结识。同期，长公主也到了孟浦县。萧可在长公主室的宴席上，当着百官的面落水而亡。林强身上怀有永定侯府唯一血脉，不方便颠簸为由，就地火化了萧可的尸身。他则留在楚州平县一座叫黑风山的山头上养胎。我还从永定侯府伺候的婆子那里打探到，林强生产后腹部上留有巴掌长一条横疤。林强在一次饮酒后与人打趣，说他生产时9死1生，把肚子剖开才艰难生下孩子，去了半条命。林强返京后，吩咐手下押送一批银两送去平县黑风山，而沈陶正是黑风山的当家，带着手下50多人做生意，有越做越大的趋势。前阵子琼州鼠疫，他去了琼州，自此再无音讯。莫非沈陶就是助林强剖腹取子之人？若真是如此，沈陶很可能凭借一手医术结交了许多权贵，这人当真是动不得。妈的，吓死了！沈陶，你得罪人了，多大仇啊！半夜刺杀！呆子，你才得罪人了！你想想，咱们因为那个患者被大理寺抓，现在又被刺杀，他们的目标不是咱们，是那个患者。那咋整啊？咱不会被打死吧？快点出来！终于安全了。沈陶，你说咱们这算不算越狱啊？越什么狱呀？一会儿等刺客走了，咱们再爬回去。抓活的，废物，一个活口都没留下。屋里闹出这么大动静，这都听不见，都是聋的吗？快去给我找人！不用找，不用找，人在这儿呢。大人，你刚才不是要活口吗？一不小心抓了3个，就在这破洞后面呢，还劳烦你的人手去抓回来。这洞是你们弄开的，要知道我这大理寺的墙比外面都厚上3分。我说刚才一道雷从天而降，把房子给劈了个洞，你信吗？我没想跑，只是暂避风险，我还等着大人查明事情，好给我主持公道呢。带下去严加拷问，势必要问出幕后主使之人。别介啊，一般这样的刺客嘴里都有毒药，卸了下巴找出毒药再审。你好像听懂啊？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吗？大人别往心里去。这房间已经破洞，不能住人了，给他们换一个房间。大人，是强哥，强哥还活着，快叫郎中救命啊！伤得太重了，恐怕难以存活。沈陶姑娘可有应对之法？救活他，诊金100两。好，就100两。把人搬到一个空房间去，准备热水，连吃用的刀具、剪刀、针线。要想让他活命，我诊治时，无论多长时间，绝对不允许催促，更不能进入房间。按他说的去做。赵大人，这一次免不了用几个时辰，管好你的人。涛儿，要不要我给你打下手啊？不用，你也不要靠近。强哥的情况不容乐观，伤口大，出现了休克的症状。沈陶的独角戏手术足足持续了4个时辰。怎么样？你自己去看一下吧，给我弄点饭来。再不吃，下一个躺的就是我了。他的伤口有可能化脓，让你瞧过我就会关上门，制止任何人前来探望。你到饭点就把吃食摆在门口，我自会取用。你这100两银子不好赚啊。赵顾想过沈陶医术高超，但是他没想到的，他医术已经高超到了这等地步，命悬一线的人也能被他从鬼门关拉回来。这会儿他是真心开始佩服这位女子。
不过3天，究其根本，就是身体对西药格外敏感。醒了，赵大人。不想活了，再动伤口崩开，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。有话躺着说。就按沈桃姑娘说的办，别动，好不容易把你救醒。若是为了一个虚里陷入险境，让我怎么和你死去的爹交代？你先休息吧，等改日我再来看你。沈桃姑娘，咋啦？是要给我结账啊？1个时辰后，银子定会送到你手中。我有别的事要和你说。我走了，强哥出事怎么办啊？不会出事，我派人看着，就去隔壁。他醒来后就一直疯癫，你看看有没有办法让他清醒。喂，你是男的还是女的？你是不是细作？头疼，我的头好疼，我的头好疼啊！我是谁？我是谁？能治吗？诊金100两。那天晚上着急救强子，我才应了你的条件。你以为你还能再拿捏我一次？记住你的身份，你现在是大理寺的阶下囚。哦，知道了。要不你帮我给家里送一封平安书，就说我来京城逛逛，让他们别担心。你要是帮我这个忙，我就告诉你能不能治。可？那我告诉你，屋里边那个是装的，根本就没得疯病。装的？他昨夜还用头撞墙，还脱光了要往外跑。人很多行为都是无意识的。我刚才问他是男是女，他没回答，却把眼光瞟向蒋怀这个男人，这说明他思维能力没问题。我逼问他是不是细作，他又用双手环胸抱住自己，这是典型的对抗，不想回答这个问题的表现。如果你不信我，我可以找人去做实验。人在撒谎时，他有可能会有下意识的动作，比如摸鼻子、挠头、用手掩嘴、捏衣领，或者专心于撒谎，手头上的动作变慢。你有那么多手下，你去找人试试啊。我想提审那名细作，希望你从旁协助。若是能从细作口中找到布防图的下落，我可以自掏腰包给你酬金1000两。还有啊，若是找到布防图下落，你得洗清我的罪名，派专人护送我回家。成交。这是那名细作盗取布防图后一路被追击的路线以及接触的人。以赵大人的聪明才智，如果这里有问题，你早就看出来了。我不想看这些，我只想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问你几个问题。好，沈姑娘就站在旁观者的角度问。这位细作是独身探兵部，盗取布防图的？是。你觉得他武功如何？非常好，他夜探兵部，被兵部的人发现后开始逃窜。我们大理寺正好出任务回来，在路上遇到兵部的人，这才一同加入围剿行列。这细作以一敌十，连夜逃出京城。我们大理寺有善追踪之人，紧咬不放。在追剿他的第12日，我们在依山林中将他按住。布防图并不在他身上，而他在夜间找到破绽，杀死我们几名兄弟又逃了。直到第15日我们再抓到他，他就是和你们在一起，昏迷不醒。好，问题其一，他既然武功如此之高，怎么会从树上失足掉落，又刚好大头朝下伤到头，被我们捡到，被你拦截呢？问题其二，他武功如此之高，醒来后装疯卖傻骗过了你，那他为何不趁机逃跑呢？哼，布防图根本就没有带出京城，说得严谨点儿，甚至都没有带出兵部。难怪，这就说得通了。这细作独身闯兵部，盗取布防图时被人发现，他担心被俘而功亏一篑，干脆将布防图藏在兵部某处，然后杀出重围，做出一种带着布防图逃窜的假象。他第一次被我们俘获，此时他还未想到对策，所以杀人逃跑，
逃窜的路上，他想到以身犯险的计策，于是他故意从树上掉落，以他的内力操控，把头摔到有淤青的程度不是难事。他笃定我们为了获得不妨图的下落，势必护着他进京。他倒是把我们的想法也给算计进去了。若是我们张扬被他被捕的消息，对方肯定会派刺客来行刺他，到时候他可以趁乱将不妨图的下落告知刺客。只可惜他摔得重了，外加一路颠簸，延误病情。刺客来行刺时他还未醒，错过了这个时机。于是他退而求其次，醒来后装疯卖傻，意图迷惑我们，再伺机逃窜出去取不妨图。分析的精彩。沈姑娘谬赞，若不是你提醒，我还不能这么快想通。我的功劳确实很大呀。哈哈，沈姑娘先行休息，我这就带人去兵部，里里外外再检查一遍。若是真的找到不妨图，我应承的事马上就能办到。蒋怀啊蒋怀，你说咱俩这是啥命啊？就因为这个傻子，咱俩被关进大理寺，也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。你没瞧见赵顾看我的眼神，恨不能吃了我。我跟他吹牛说5天保准能把人给治醒，现在醒是醒了，却是个傻子。我真怕赵顾一生气给咱俩定罪下狱。那不能，那天咱们不是抓到了3个活口刺客吗？听说嘴里藏着毒药呢，还好发现的早，把毒给抠出来了。现在那3人正关在大理寺狱里，我听捕快说不成人形了。你说说，好人谁当细作呀？真的？你说刺客能藏在哪儿呢？按照我的想法，他们定会潜藏在大官家。大官随便带点消息出宫，都是普通百姓接触不到的。我要是细作，我才不藏在大官家里，出入不方便啊。万一上面派我执行任务，我还得干活，抽不出时间。再说了，大官也不是碎嘴子，就算往出传话，也是无关紧要的，重要的话也只会说给培养多年的心腹听。大批的细作想藏在京城，能在哪儿呢？对啊，可以做生意，毕竟他们也要吃喝的，比如可以开青楼，不止青楼，还有大酒。没等沈桃说完，细作忽然开始发疯，用头撞墙，哇哇怪叫。沈桃却勾起唇角笑了笑。大酒楼啊，大酒楼，赵顾是在半夜回大理寺的。谁呀？烦不烦啊？扰人清梦。沈桃姑娘，我赵顾，你出来，找你有事。沈桃嫌弃，这喝了多少啊，舌头都大了。你出来，有话和你说。谢谢你。那事办妥了呗？找到了呗？不得不说，你很厉害。你要不要留在大理寺？以你的才干，肯定能闯出名堂。沈桃可不想在京城待着，他还是回他小小的平县吧，那里更需要他。快把你们大人带回去，一身酒气忒熏人。第二天一早，赵大人还记得你说的话吧？不妨图找到就给我1000两银子，还要送我回家。我何时说过不妨图找到了？竟然耍赖，渣男！这赵顾到底发的哪门子疯啊？明明说要放他走，忽然又失信。大人，前阵子您不是派人往琼州宋大人手里送了一封信吗？今日也连收到10封飞鸽传书。大人要怎么安排沈桃姑娘？不急，他是个聪明人，很快会来找我的。对了，不妨图找到了，那个细作也不用待在这里了，把他送到该去的地方，争取从他嘴里挖出幕后主使的人。尝尝灶间的李婶子最拿手的点心，刚出锅的，还热乎着呢，快吃一口。有事？不是我有事，而是赵大人你找我有事。明人不说暗话，你说说吧，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办，当然了，我也不会白办，等你说完我再提条件。沈桃姑娘，你前几日所说人的下意识动作我很感兴趣，
想让你配合我钻研。若真能著书，往后咱们大越皇朝审讯会更加得心应手，也会少些冤案，这于国于民都是好事。我已经说完了，沈桃姑娘，你可以提出你的条件了。我同意了，但是我有几个条件。其一，你要给我安排一个能经常进出大理寺狱的身份，再给我一套制服，让我做男装打扮。其二，我经手的犯人得按照我说的方法审问。其三，每个月得给我发银子，我不能白干，且最多干3个月。我提供方向，后续你们自己总结整理著书。3个月一到，我就得回家，还一摊子事要忙呢。其四，你之前承诺我的家书以及1100两银子，你可别忘了给我。若是有人再求我治病，我可不是白治，别以为我当了你手下，你就可以随意的吆喝我干活，你得付我诊金。其五，把那个蒋怀给我扔出大理寺，他这个人是我的克星。可还有，昨日当着西族的面说话，看他表情，我觉得应该查查大酒楼和青楼，说不定会有意外之喜。蒋怀呀蒋怀，走你，咱这辈子别提再见，再也别见才好，毕竟遇到你准没好事。沈桃是一点儿也不担心蒋怀的处境，毕竟他有本事，到哪里都能混一口饭吃。第二天，他去了大理寺存放卷宗的房间，他找了最近几起定案的卷宗，犯人还关押在大理寺狱的那种。沈桃打算先从一起杀人案入手。劳烦田哥和齐哥帮我把钱大盒提出来，然后找个空房间，再搬些桌椅板凳过来。沈姑娘，这都是他亲口招认的事儿，还有什么好审的？你难道比这些天天审问的人还有经验？就是，别白费力气了。你一个姑娘家，再伤到你，让你们去就去呗，要是不听话，小心我到赵姑那里告你们一状。齐正，你按着他坐到对面，小心防备着点，以免他暴起伤人。你拿着纸笔坐在我旁边负责记录，我问出什么问题，他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眼神、表情、动作，你都仔细记录下来。你叫钱大河，你家中还有何人？钱大河，我们现在只是做个调查，如果你配合得好，我去向大人求情，说不定会让你见见你儿子钱奎。我可以配合你，但是我不想见他，我不想见他，我不想见他，就是因为他，老子总被人嘲笑说给别人养狗崽子，说他不是老子的种。沈涛得出了结论，他在说违心话。行，你配合我就行。案发半年前，你与死者蔡氏发生争执，你还记得那时的天气吗？还有，你记得那天晚上吃的什么饭吗？你的记录要包括他脸上每一条皱纹，甚至眼球的方向，以及他身上的各种动作。田青撇了撇嘴，感觉自己在干一件很无聊的事。谁家审问的时候会问天气，还问人家晚上吃了什么？切！都是那么久的事了，谁能记得天气怎么样，吃了什么东西？这和案子有什么关系？沈桃有一个大胆的猜测，钱大河可能不是凶手，那他为何要招认呢？钱大河，案发当日，你提着菜刀冲进门，你是先砍的谁？老子已经认罪了，招认了，你们还有完没完？我说沈姑娘，他这样也不配合呀，要不然把他捆起来，这样安全。你们把他送回牢房吧，咱们先回去，改天再审。你刚才一直观察记录他的表情，你觉得他有没有什么反常？能有什么反常？我若是犯人，这都已经定案的东西，你还反复问我，换我也烦。田青、齐正，你们二人成亲了吗？自然。别看齐正长得面嫩，实际他都30了，他长子14，再过2年，他说不准他要当爷爷了。那齐正，我问你，你成亲那天是个什么天气？我成亲是在冬日，那天还飘了点小雪花。我去接我婆娘进门时，她的盖头和我的头发上都落了雪。我舅舅是个秀才，还说了句酸唧唧的话：今朝若是同淋雪，
此生也算共白头。是有够酸的。我成亲那天天气又挺好，天湛蓝湛蓝。不过沈姑娘，你问这干啥？看吗？有些事即使隔了10几年，依旧记忆犹新。张嘴就来吧。可你们看看钱大河，一次当街争吵，他记仇记了半年，半年后闯进人家家里，连杀一家5口。由此可见，当天那一场争吵让他记忆犹新，刻骨铭心。可是我问他，争吵那天的天气如何，晚上吃了什么，他根本就答不上来。天青，你看看你的记录。我问他这句话时是什么表情动作？他没什么表情，就是眼珠子往左上方看，然后又往右上方看。你现在观察一下启正，你儿子学会说话以后，开口说的第一个字是啥？你以后想让他娶什么样的媳妇？你认真想想再回答。开口第一个字是叫娘吧，他娘和我显摆了。至于成亲娶什么媳妇儿嘛，娶个温柔贤淑的。有句话说得好啊，宁娶大家奴，不娶小家女，娶个有见识的吧。瞧见没？他回忆儿子，眼睛往左看。儿子还没娶媳妇，他就要构想一个新媳妇的画面，眼睛往右看。也就是说，一个是回忆，一个是编造。等会儿，我好像抓住了点什么，让我捋捋啊。沈大姑娘，你是不是想说，钱大和他根本没有把当街吵架的事放在心里，所以他回忆不起那天的景象，他就开始编造，又怕与真正的情况不符合，所以他就说记不起来了。正是此意。他竟然没把吵架的事放心上，半年后为何要寻仇杀人？没道理啊！你们两个在说什么？恃才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钱大河他不是凶手，他在替人顶罪，而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他的儿子钱奎。我引诱他配合，提了他儿子一嘴，他嘴里说不想见儿子，厌恶他，可他表情和动作传达出他说的是违心的话。可他儿子虚岁才15，15岁怎么了？我16岁当爹了。未成年就当爹，还自以为了不起呗？去看看啊，去看看。去哪儿看啊？哎，你俩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有话就不能明说吗？把我当外人啊？恃才。之前是他们眼拙了，这就挺漂亮的呀。看啥呢？走不走了？得，画面破碎了。你一个太监的儿子，还好意思给小兰送东西？何止太监的儿子，还是一个杀人魔的儿子！我今天就要气死！他好像条狗啊！干啥呢？光天化日，小心我报官抓你们去吃牢饭！你们怀疑他杀人？嗨，你瞧瞧他那窝囊的样，那么多人打他，他都不敢反抗，就这小胆子还杀人？被人杀还差不多吧？我和田青在这里守着，启正，你去院子后面盯着。沈姑娘还守着吗？今天他受了欺负，说真是心狠手辣之辈，今晚应有所行动。到了后半夜，齐正发信号了，他那边有动静。就在刚才，钱奎抱着个东西从后窗跳出去，往那个方向去了。妈的，钱奎是去那个婶子家要了个小狗回来，谁在那里？别去，就算抓到他，也不能因为虐狗定罪。先救狗。你不是说他胆子小，不敢杀人吗？你瞧这狗的下手，下手真狠。老子看走眼了还不行吗？别这样，要不然咱们追踪，这狗还不知道要被折磨多久，那真是求死无门。三人刨了个小坑，把狗给埋了。直到此刻，三人已经坚信钱奎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。而田青和齐正也因为沈桃通过表情动作就判断出钱大河非凶手，而对他钦佩不已。沈姑娘，下一步怎么办？回去找赵大人，请他重新调查本案。钱奎他就是个隐患，若不除，早晚是个祸害。他们三人依次排开，坐到大理寺门口等赵顾。太累了，坐着就睡着了。醒醒，在这里坐着干什么？还没精打采的。有事找你，天青，你和你们大人说，我太困了，就眯一下。既没有人证，又没有物证能证明钱奎是凶手，
钱大河又一口咬定人是他杀的，细节也对得上，就算重审，也还是这个结果。大人，这可怎么办？钱奎那个人，要是不抓，绝对是个祸害。你没瞧见，那小奶狗的头都让他打烂了，手段要多毒有多毒，要多狠就有多狠。也不是没有办法。大人您说，只要能把那恶魔绳之以法，我们去办。钱大河为了保护儿子，咬死不松口。可若是那叫钱奎的少年控制不住自己，再次作案了呢？你们谈完了？大人给咱们指了条明路，为今之计，只能想办法刺激钱奎，引诱他再次犯案，在案发现场把他逮住，人赃并获，无可推脱。为今之计，只能想办法刺激钱奎，引诱他再次犯案，在案发现场把他逮住，人赃并获，无可推脱。就这么办。你们要干啥？大人说了，一切听你安排，还给你调派人手的权利。你说该怎么干，我们配合你。咱们先找个房间坐下，从长计议。咱们第一次见钱奎，他就是在挨打。他对外看着自卑怯懦，实际内心在长期的压抑下已经扭曲，阴暗又冷血。而且他很聪明，擅长隐忍，不对相熟的人动手。那一家五口的命案是钱奎第一次杀人，他选择那一家五口肯定有诱因。钱大河是替钱奎顶罪，可以循着钱大河那次争吵去找线索。争吵因朱大谷而起，卖肉的人肯定目睹了全程，咱们去找他，看蔡氏到底说了什么话，而引得钱奎怀恨在心。只有了解这个，才知道后续该怎么办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呐，新鲜的猪肉。你就是乔屠户啊？我就是乔屠户。咋的？来找事儿的？也不在这条街上打听打听我的名声。哎呦，是我眼拙。哎呀，没瞧出是大理寺的官爷，多有得罪，多有得罪。我是来与你打听几个月前在你摊位上发生的争吵。官爷，咱这摊儿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每天争吵的客人还不少，您给个提点，哪次争吵啊？在此之前，大理寺的人肯定找过你，就是一家五口灭门案的那次。你说那次啊？打住！我问你啥你就说啥。凶手钱大河那天与蔡氏争吵，钱大河是自己一个人来买朱大谷的吗？我学过他，他这个表情是在回忆呢。不是，他领着一个10来岁的少年一起来的，是少年说想吃朱大谷，他才要买的。争吵时那孩子胆小，就往后缩到人后边去了。大胆！这么重要的事，之前大理寺来盘查时，你为何不说？你们也没问呢。别纠结这个，我来继续问。那日钱大河殴打蔡氏后，蔡氏骂了他什么话？那妇人挨了打，气愤之下口不择言，骂他不是个男人，骂他娶的婆娘是骚货，生的儿子是贱种，也就这些了吧。他这骂的还算轻的，街头巷尾的妇人打起来，骂的比这还难听着呢。更何况是那男的李逵先动手打人。沈姑娘，这些骂人的话，想必钱奎从小到大没少听。到底是啥让他起了杀心呢？蔡氏骂了他娘。对呀，钱奎内心阴暗，若是以前没杀过人，没见过血，他还能控制得住。一旦他尝试过杀戮，他就愈发压抑不住内心的恶魔。可他极其聪明，不从熟人下手，选的第一个对象与他家八竿子打不着。既然这样，咱们就给他立一个这样的人，去查一下钱奎每天都在干什么，在哪里做工，在他必经之路上给我另一套房子，顺便把我是孤女的事情和邻居散播出去。你要自己当这个饵，隐于上钩。你要是有三长两短，赵大人不吞了我们？我出事还没那么容易。你们猜刺客来袭那天夜里，我房间里的墙是怎么破洞的？你们要试试吗？不要！不要！好，行动。这菜是我先要买的。是你先看到又怎么样？就凭你还想跟我抢？
我见过你，你那日被几个少年摁在地上打，他们说你爹是太监，既然是太监，怎么生出你这么大的儿子的？莫不是你娘在外面乱搞了吧？不守妇道，给你爹戴绿帽子，让他当王八。别往心里去，这姑娘啊是最近新搬过来的，听说就一个人住，难免凶悍些。这些天她在街上已经与人吵过好几回了，骂人难听。下次再见到她呀，别再招惹就是。我再去别处看看。那热乎的烧饼，差点把我胸口烫起泡。你晚上吃这个吧，也省得做饭。一个人住还要做饭，怪麻烦的。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烧饼差点把我胸口烫起泡，咋的？感动了？不是这句，你说一个人还要做饭，他比我想象的更聪明。他并未完全相信卖菜老汉的话，他迟迟不行动，就是要通过我做饭用的时间来判断我是否独居。天晴，我现在就烧火，你沿着他走过的路再走一遍，看能不能看到我家烟囱。他心中应该有了判断，快动手了。对了，他今天去哪儿打断工了？今日去了红冰楼，那儿摆了几桌宴席，人手不够用，他就跑堂了，有人盯着他呢。天晴，给他供把火。这就去办。茅房在哪儿？我带爷去茅房。爷，我把这壶酒送去，再给您带路，您稍等片刻。等？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你敢让老子等？你是不是在瞪爷呀？都是醉客，也不知道闭上着点儿。酒我就不算你钱，壶到底是你护不住给打烂的。你今天收拾收拾回家去吧，今日的工钱就定这个壶钱了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什么所有的人都欺负他？抓到你了！沈涛握住他的手腕一扭，只听咔嚓一声，手腕就呈现出一个诡异的弧度，竟是被扭断了。沈姑娘，您没事吧？钱奎呢？哦，他要杀我，我浅浅的反抗了一下。浅浅的反抗了一下，多反抗几下，他岂不是变成一张肉饼了？大理寺狱，沈姑娘，照我说，就该直接给他上刑，还要让钱大海来旁观。你少说两句吧，沈姑娘的本事你还不知道吗？反正我相信她。钱奎，这是你第几次杀人？钱奎，一家五口灭门案是你做的吧？你娘刘氏死在7年前吧？当年她被休回家，回去不久就被诊出有孕，被家族视为耻辱，赶了出去。她死后既没有埋在自家坟地，也没有埋在你们老钱家的祖坟。不过好歹尸身还有地方躺。欺我娘干什么？娘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了，人死为大，不要随便牵扯她。钱奎，你说我明天就出去张扬，说一家五口灭门案是你做的，你还杀过不少人。你说那些愤怒的村民会不会恨你娘生出这么个阴狠之人？会不会把他尸骨刨出来挫骨扬灰？你敢？反正都是死路一条，我就不妨告诉你，不准灭门案和杀你。其实我8岁时手上就有人命，只不过我不愿意承认，手段太差，我视为耻辱。说说你8岁那条命案吧，杀的是谁？为何杀他？哼，7年前我8岁，我娘病得很重，没钱请郎中，我去找我舅舅和舅娘，想借钱给我娘瞧病。我舅不在家，我舅娘不但不借钱，还阴阳怪气，说我娘活该，不该生下我这个小畜生，让老刘家蒙羞。我当时一推，他没站稳就掉到井里去了。我那么小，我好怕他，就跑了。后来他的尸体从井里打捞上来，舅娘家的人打上门来，把我舅舅扭送到衙门，周围邻里作证。我舅舅经常打舅娘，还放狠话说要弄死他。舅娘落井后，为了制止下坠，手指在墙壁上划得血淋淋的，以此作为证据，证明他不是自杀，是他杀。我那个舅舅是个软骨头，进衙门走了一遭就招认了，秋后问斩，坟头草都很高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觉得好遗憾呢。我当时为啥只是把他推下井，让他淹死的这么痛快？我应该把他捆起来，用刀子一刀一刀划在他身上，看着他的血流干，看着他痛苦的求我。还有没有？当然有了，李大婶家的黄狗，王大娘家的猫，赵三叔家的牛，还有无数的老鼠，全都是我弄死的。我还想弄死那些天天打我的杂碎，只时机未到，时机未到。
经过此案，沈桃在大理寺一战成名，田青和齐正也与有荣焉，经常身边围着一群人取经。你们是得好好学学看人的表情和动作。沈桃姑娘打眼一瞧，就瞧出钱大和是在瞎编。提到钱大和儿子，钱大和就这个动作，就这个表情和动作是抗拒，是说违心话。沈桃姑娘判断出钱大和是在维护他儿子，我们一查，还真和他儿子有关。那崽子可是个狠人呐！我们审讯时没动一根手指头，就动嘴皮子，他就抓人了。这是我抓人抓得最痛快的一次。小崽子还会通过烟囱冒烟时间长短来判断家里有几口人，你说邪性不邪性？让大理寺的人从外面找了50名乞丐过来，给他们饭吃，让他们配合田青研究。这小子突飞猛进，掌握的微表情知识已经赶超沈桃。沈桃再没什么可教的了。此时距离沈桃和赵顾的3月之约只过去一半。蚂蚁就这么好玩？这不是等你等的实在太无聊了吗？你等我做什么？之前不是有3月之约吗？田青这小子是个好苗子，我已经没什么能教他的了。我惦记家里，就想和你打个商量，提前回去。说实话，他舍不得。这女子医术精湛，力大无穷，对事情独到的分析和见解有时在他之上。若不是女儿身，他说不定能登上朝堂，大有作为。想好了，真要走？你可以留在大理寺的，你是个女儿身，我许不了你官职，可以让你当个郎中，也可以给你便利，参与案件的调查。虽不是官，可比当官也差不到哪儿去。可拉倒吧，京城贵人多，人均800个心眼子，就他的狗脾气，什么时候得罪人，被人在背后算计了都不知道。还是平县更适合他。赵大人，你可饶了我吧，太久没回家，家里人都等着我养呢。既然沈姑娘执意离去，我也不便多留，只是这大理寺有我在一日，大门就永远向你敞开。那我就成了赵大人的人情，我明日一早就会离开。大人日理万机，我就不向大人辞行了。赵大人，你真是个好人，以后咱们有缘再见。人杰，你说本官是个好人吗？大人，您当然是好人，您任人唯贤，从无舞弄权术，为多少人洗刷了冤屈啊！您若不是好人，这世上就没有好人了。这么一说，本官的确是个好人。翌日，你们赵括赵大人呢？快去找他，就说宋文墨有事相见。呵呵，他倒是来得快。人呢？宋大人刚一回京，不去面见圣上，怎么跑到我们大理寺要人来了？赵括，你别兜圈子，你知道我说的是谁？本官连发书信，就是为了给他证明。他人呢？你可有对他动刑？宋大人多虑，沈桃姑娘可不是一般人，就算没有宋大人来支援，她凭自己的本事也能洗脱罪名。就在昨天，她向我辞行，我允了。算算时间，想必她已经出城。宋大人在来的路上没见到她吗？宋大人，沈桃姑娘很有本事。还用你说？他们桃是啥人，他不比赵顾清楚。放心吧，宋大人，沈桃姑娘立了大功，在她的提点下，我找到了布防图，还顺着她给的线索，从青楼和大酒楼找到了数名潜伏在我大越皇朝的敌国细作。他还带着我的手下2名捕快破获一起奇案，教会我手下人通过表情和动作判断人的心思。待本官忙完这一阵，要上书给圣上，替他请功。沈桃好，他当然知道，现在赵顾也知道了。赵顾这小子
不会起什么心思吧？万一他对沈桃表明心意，沈桃还答应了，岂不是要被带到京城，困在四角后宅里？赵大人，不能动的人，还是收一收心思。停下，停下！死鬼！前阵子怎么打听都打听不到你犯了什么事儿，后来你好像身上有差事，整日跟大理寺的人混在一起，我也不好打扰。今天听下人来报说你要走，我这才急火火的赶来拦你。要走了也不说去我府上看看我，没良心的。我要是去了，以你的性子，必是要留我住一阵子，带我去见各家小姐，我不习惯。况且我还急着回去呢，家里都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了。对了，你婆母和小姑回去闹了没有？你大儿长得壮不壮？回来确实闹了一阵儿，还偷偷给我下毒呢，还好被我发现了。我装作中毒捅到祖母面前，顺势夺了婆母的掌家权。现在那对母女被我关起来了，一天2顿粗茶淡饭，饿不死就行。有次我婆母买通下人偷跑回娘家，找娘家人来府上闹，给她撑腰。我祖母出面说，她要是再闹，她就代替死去的儿子给她送休书，吓得我婆母再也不敢闹，整日吃斋念佛。就她那个黑心的，就算给佛祖祈愿，佛祖也不带搭理她的。出门前临时准备的都是你路上用得到的东西，准备的可能不齐。那这些银子你拿上，路上缺啥买啥。有个富婆朋友真好。奶奶个腿了，咋又碰到这个美鬼了？沈桃，沈桃，太巧了，又碰到你了，捎我一程啊！他赶着马车一路狂奔，终于甩掉了那个大美鬼，哼，简直是大快人心了。沈姑娘，是沈姑娘回来了。桃儿，你回来了。好小子呀，晒黑了。桃，你慢点走，我回去报信儿。要是知道你回来了，他们肯定乐疯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。桃，是我，冯明。大半夜的你要干啥呀？我半夜才回来，听他们说你回来了，我就来看看你。现在看过了，你挺好的，那我回去睡啊，有事明天再说。奶奶个熊的，就为了看我一眼，坏我中奖好梦。翌日，郭婶子，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，你把寨子管理得很好，我对你很放心。这寨子你就继续管下去吧。桃儿，你都已经回来了，我还管着，怕是不妥吧？这有什么不妥的呀？你有这个本事，谁不服让他找我来说，不服我就打服他。那好吧，桃儿，那今个晚上在寨子里跟你接风，你要是出去就早些回来啊。陈宁，东家，真的是你啊！你走这段时间可担心死我了。琼州那边是不是很冷啊？我都听说了，那边还有鼠疫。你人没事吧？你在那边肯定吃了很多苦吧？都过去了，那边也太平了，我挺好的。我瞧着你们村发展的挺好，地里活也没耽误。地里活都是男人干，现在女人家在家里做木匠活。起初他们是一点都不听话，交上来的东西残次品也多。我发了一次火，讲了2家做的比较好的，他们瞧得眼热，慢慢上心了。该说不说现在有钱拿，他们拼了命的往家里揽活，深更半夜的干。现在1家2项进账，手头都宽裕了不少呢。好，你们好好做，要是人手不够，去别的村再招一批人。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地里的活不能耽误。东家，你上次和我一分析卖地的坏处，惊了我一身的冷汗。我晓得的，你放心。那你忙吧，我还要去其他村转一转。好，我今天正在收货呢，到晚间肯定要去寨子里送一摊货。有话咱们晚上再聊。臣有本要奏。送爱卿奏来。臣此次奉命去琼州赈灾，有2人功劳甚大，臣想为他们请功。圣上的确该请功，否则会让天下人寒心的。圣上，此次琼州鼠疫是由一名叫蒋怀的郎中发现的，臣想为他请白银1000两。
准。另有一女子名叫沈桃，其功绩甚伟。初入琼州时，她遇到山匪，凭一己之力潜入匪巢下药，助平东将军冯源缴获数千匪众。敢问各位大人，此举当如何赏？当赏白银1000两。剿匪后，该女子进入琼州。琼州刺史为控制鼠疫蔓延，下令焚烧重症患者。琼州百姓人人自危，是他站出来，以性命作保，救下重症病患，安了琼州百姓的心。他与病患同吃同住，衣不解带，尽心救治。经他之手，命悬一线的重症患者有1000余人获救，现在健健康康的活着。敢问各位大人，此举又如何赏？这要是身为男子，心怀大义，上个官当当也不为过呀。既是女子嘛，当赏黄金1000两。若是有父兄在朝，提拔一下其父兄。其无父无母，亦无兄弟。众位大人，请听我说完。琼州鼠疫之所以能快速控制住，与他也有关系。鼠疫爆发时，他向琼州前刺史常光提出隔离制，关闭琼州门户，不许一人出入。鼠疫平息后，他又提出逐步放开的策略，正是采纳了他的意见，鼠疫才这么快平息，没有蔓延至全国。此举又如何赏？黄金再加10000两。上上脸都黑了，感情花的不是他家的银钱，叫起来可真敞亮啊。此女子功绩还有，此女去年改良了屈原礼，今年更是献上高产2种，名曰土豆、地瓜、玉米，高产麦。仅土豆一项，就比农户现在种的粮食高产近20倍。若是推广开来，大越皇朝人人都能吃上饱饭，国富民强。朕已经在御花园种植了一批，的确如宋卿所言。圣上，若真有此2种，可造福万民呐。当如何赏？黄金10000两。臣有奔走，臣负责调查布防图失踪一案，正是这女子从旁协助才找回布防图。她还从细作嘴里撬出了敌国探子的藏身地，我们已经拔了多处敌国暗桩，亦当赏黄金10000两。圣上，这位沈桃姑娘的确功绩斐然，可若是人人为我大越皇朝做点事都要奖赏，国库都得讲空了呀，臣觉得不妥。你觉得不妥，我还觉得不妥呢。那可是天大的功绩，你说不赏就不赏了？这要是让天下人知道，定是要嘲笑我大越皇朝的皇帝昏聩，赏罚不分明，这罪名你担得起吗？住嘴，休要吵闹。宋卿，你说说朕该怎么赏？不如给这位沈桃姑娘封个品级，挂个当地的闲差，怎么样？就按宋卿说的办，吏部酌情安排个闲职封赏沈桃。圣上，不可呀，女子为官，祖宗都没有这个先例呀。爱卿，既然你不同意封官，那就按你们之前说的封赏，反正国库的银两空虚，要不然抄了你家，把这银两给补上。就这样，沈桃被封官的事敲定，楚州从7品司农使，重点是不用上班，挂个闲职，每年还有银子拿。沈桃姑娘，好久不见了，前阵子去支援的几位郎中都回来了，却没看到你的身影，我还好顿担心呢。后来明儿给我传了信，我才知道你抽空去了趟京城。路上遇到点事儿，不得不去了趟京城。不过我看徐大人心情如此畅爽，莫非遇到好事了？托你的福，我要升官了。等新县令一到任，我就要去煮州任职。徐大人，使不得呀！收着，我说使得就使得。若不是你的土豆地瓜种子，我老徐可能一辈子就蹲在平县，永无出头之日。现在能往上再爬一爬，我是做梦都没想到呢。这是我的心意，你要是不收，就是看不起我。我给你这些银子也是有私心的。我走后，我那傻妹妹一家，还有我这个傻外甥，
都劳你帮我看护着点儿。我虽然升官了，但离得远，真出点什么事儿，鞭长莫及呀。早知道这一路这么艰辛，琼州还这么凶险，我当时就不该让你去的。翌日，咱们黑风寨半年盈利3万两，外加林强送来的6万两，现在账上有银子9万两，全在全通银号存着呢。全通银号给百姓存银借银的事儿怎么样了？全通银号借贷一事风生水起，利息低，按月还，百姓都愿意到他那里抵押拆借银两，这都快1年了，盈利可观。为了吸引更多存银，他们把存银利息又提高了，百姓有散碎银子也愿意存进来生息。全通银号也算做了件好事，其他地方的分号也想效仿呢。何管事有经验，听说要调去楚州分号当掌柜呢。戒言，徐大人可能要升迁，我想在他走之前，尽快把地皮的事敲定，开始建市场。建市场的同时，还要各村扩大生产，招募更多的人过来。这段时间免不了用银子，还要辛苦你多跑银号。这本就是我的活计，谈何辛苦啊！我还想感谢你呢，我爹天天去给人家上课，心情都好多了，再也不说自己是无用之人。哎，你是干嘛的？哎，大爷，我是来找人的。找人？找谁啊？说不出个名目，打你下山！啊，蒋昭，怎么了？大奎，快扶我进屋，快！人家不想见你，你还往前凑合什么？哎，走，少在这里捣乱！姐姐，他来了！你怎么急成这样啊？谁来了？你瞧瞧，你都出汗了，快坐下。都在这个节骨眼上了，还管什么出汗的？蒋狗子、蒋福，他来了，就在门外。啊，那怎么办？他来找我们了，我们的好日子到头了。那人是？他就是我们那个好爹。放心，我会护好你们的。姐姐，你放心在屋里待着，我这就去会一会他，还当咱们是以前的，任由他搓圆搓扁的。有人要硬闯寨子，但凡喘气儿的都过来搭把手，把他抓住扔下山去。蒋昭儿，蒋盼儿，你们两个不孝顺的东西，你们的亲爹在外面挨打，你们倒在屋里坐得稳当。他不是我爹，他就是一个破屁无赖，大家别信他的话。我现在身子重，不方便收拾他，劳烦寨子里的兄弟姐妹们搭一把手，帮我抓住他，揍一顿扔下山。我蒋昭在此谢过。啊，打人啦！打人啦！这寨子里面都是坏人，我们欺负造反想打死我呀！各位都是明事理的人，都给我评评理啊！昭儿，你是不是恨爹呀？爹也是迫不得已，否则怎么忍心卖你们姐妹啊？自从你们走后，爹整日的睡不着觉。你要是觉得心里有气，你就打爹2下出气。昭儿，你打我？不是爹你说的吗？心里有气，就打你2下出气的。你有这个要求，我这个孝顺的闺女，怎么能不满足你呢？他就那么一说，你还真打呀？真是不孝顺啊！你们就听他的一面之词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故事在我这里完全不一样。这个人外号蒋狗子，我从小到大就只见过他干过2件事：出去赌博和回来打我娘。他说我娘给他生不出儿子，是个晦气的。你们听他喊我昭儿，那其实不是爱称，而是他给我取的名字就是昭儿，招儿子的意思。至于我娘，他口中的老伴，我们姐妹上山砍柴，回家发现娘不见了。他说我娘嫌弃他穷，和人跑了。在他捆着我和我姐姐要卖去暗娼馆的路上，他亲口对我们姐妹说，我娘不是跟人跑了，而是被他卖去了暗娼馆，拿银子还了赌债。我娘受不了折辱，就一把麻绳把自己给吊死。啥？把婆娘卖去暗娼馆，还要把一堆女儿卖去暗娼馆，这不是人干的事儿啊！大奎，你掰开他受伤的那只手，让大家好好的看清楚。大家可看清楚了，敢为谁人的不小心，
把小拇指伤成这样，除非是讨债的人一刀下去斩断的。诸位都瞧见了吧？我这手上都是他抽打的，他打我娘，我和姐姐护着，就落下了这么多伤痕。老子生你们养你们，打几下又怎么了？老子告诉你，赶紧把你姐叫出来，老子救你们2个女儿，你们就该给老子养老。今天不给老子100两银子，老子就不走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就是你骗我卖了女儿，然后又把我银子给抢走。你赔我银子，我走去衙门告你，不是告你，要告蒋昭儿和蒋盼儿不顾亲爹死活。你打我呀，有本事你打我呀！头儿，你别拉我，让我打死他！说我打你，抢你钱，有人证吗？有物证吗？若是为了此事你去告我，那你随便告，我不怕，因为我没做过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蒋昭和蒋盼毕竟只有你一个爹，虽然混账点，也确实不能不管。我们生意做得大，闹出去也不好听。我做主，给你20两银子，你以后不要再来纠缠。20两？你打算要饭的呢？嫌少就1分也没了。20两就20两，拿来吧。大家伙都来看啊，给做个见证，我们东家仁善，给了他20两银子，让他回去好好生活。20两银子，我亲自交到他手上，从此往后，他与我们再无瓜葛，就算讨饭讨到我们头上，也绝对不给一口。众人纷纷称赞黑风寨的人是好样的，大度。东家，是我们姐妹给你添麻烦了，我们姐妹不会离开黑风寨。头儿，我也不懂，就那样的赖人，给了他银子他也不会满足，后面还会来闹呢。不用觉得歉意，更不用离开黑风寨。放心，我护得住你们。我只问你一句，你对这个爹还有几分感情？感情？把我娘卖到那种地方受辱，我恨不得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既然如此，后面的事你就不用管了，安心养胎。沈桃又与鲁琪低语几句。嘿嘿，放心头儿，包在我身上，保证办妥。隔日，平县流传出一则趣闻。哎，你们还记得去年红极一时的小燕子传奇吗？严紫薇和小燕子2个女子是亲姐妹，她们的爹丧心病狂，整日赌博还打死婆娘，还把女儿给卖了。俩闺女好命啊，被黑风山上那位东家买回去了。话说卖身契一签，父女关系也断了，这混账货呀，却恬不知耻的上门讨钱。桃儿东家仁善，赏了他100两银子，不过人家也放话了，说这混账货呀，无论做什么都与黑风山无关，要是敢打着他们的旗号在外面乱搞，还要押送他去衙门呢。这混账货呀，外号叫蒋狗子，大名叫蒋福，以后啊都离他远一点，不是个好东西。消息很快传遍了大街小巷，也传到了赌坊打手的耳朵里。蒋狗子被卖到采石场时，并未还清赌债。小二，结账。哎，客官，一共半两并3枚铜钱，就收您半两。他的银子不见了，有人偷了他的银子。怎么，客人这是要吃霸王餐？不是，小二哥，刚才吵架那些人撞了我，偷了我的银子。我管谁偷了你银子，吃了饭喝了酒不给银子，在我们这里就叫吃霸王餐。掌柜的，快叫人，这里来了个吃霸王餐的。敢来我们这儿吃霸王餐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今天不把银子拿出来，休怪我们下手狠辣。哎呀，好饶命！我身上没有银子，但是我女儿有，他们是小燕子传奇里燕紫薇和小燕子的角儿。要么你们跟我去黑风山，他们就住在山上，他肯定会帮我付银子的。你说是你女儿就是你女儿啊？哎，你咋不说王母娘娘是你女儿呢？像你这样的臭要饭呢，我见得多了。兄弟们，招呼他，不用手下留情。2个打手把蒋狗子提到店外，不由分说就是一顿胖揍。吃霸王餐挨打，天经地义，就算官府来了都管不了。想着找到女儿，他就能拿捏他们得到银子。明天一早他身体舒服了，接着去黑风寨闹。爷爷们，师兄好，我实在真没银子，饶了我这一次，
我女儿在黑风山东家手里干活，只要你们饶了我，我马上就去找她拿银子还给你们。嘿嘿，蒋狗子，你可让我好找啊！约好了日子还赌债，你却给我跑了，让爷丢了好大一个脸啊！今日你要是把银子给爷还了，咱们还是好兄弟。你来咱赌场玩，我好好伺候你，包你满意。可你若是还不上那100两银子，别怪我拿你开刀给兄弟们打样，我得让道上人知道啊，我们赌坊的银子可不是好欠的。100两，爷，我当初借的只有20两，后来翻成40两，我也忍了。可这才多久啊？怎么就100两了？你走的时候是40两，现在100两不是很正常吗？再说黑风山的东家不是给了你100两吗？正好还了爷的银子，咱们两清啊！胡爷，你听我说，黑风山的东家没给我100两，真的没给。他只给了我20两，这20两还在酒楼被偷了。你瞧我这脸上，就是他们打的。那些拉货送货的人昨天就在山上，他们亲眼瞧见人家给了你100两，人家和你非亲非故，会散播你的谣言，图什么呀？再说了，黑风山给了你多少银子我也管不着，我只知道你欠了我100两要还。爷，快叫我今天，我保证还上银子，实在不行我就把女儿骗出来卖给你。他们现在养得漂亮着呢，白白嫩嫩，你玩好了再卖出去，保证能卖上好价钱。不是，黑风山那位沈东家出了名的护短，有病啊，招惹他。听说他那人善起来随便撒钱，凶起来还拿刀划开别人肚子呢。还不还钱？爷，我没钱，真的没有钱，给我几天时间，我一定还上。上次我给了你时间，结果你是怎么对我的啊？你跑了，还想骗我？我打死你个老不死的！爷，别动怒，咱这行打人，官府睁只眼闭只眼，可真打出人命啊，怕是也不好交代啊。既然不还钱，也只能拿你开刀。斗金，把他带回去，脚筋挑了，再找个郎中好好医治，医好后扔到街上要饭。路过他的时候，你们都别小气啊，赏点东西，顺便也领那些欠了赌债的人看看，这就是欠钱不还逃跑的下场。半个月后，平县的小巷子里多了一个要饭的。我女儿是小燕子，我女儿是紫薇。沈姑娘，你来找我所谓何事？徐大人，早先我就向您提过，想买一片地盖市场。现如今我黑风山拉到了本地23个商家投资，银钱也够了，就想买块地，尽早盖起来。也好，本官走之前给你办妥，也省得新来的县令不好打交道。你瞧上哪块地了？和我说说。沈桃最中意的就是山脚下服务区，不知山脚下的地是否能买？朝廷有文书不能卖山，却没说不能卖山脚下的地，你得想好了。那山头若真有矿产，朝廷要挖采，山脚下的地你就得交出来。你说的对，要不这样，之前办匠人交流会那个场地卖给我吧，那块地一直空着，地方也足够大。我那个黑风山的山头只立了2年，现在已经过去1年时间，到时候我把山上的人也都搬下来。那成，我这就派小丽跟你去丈量。翌日，孟浦县码头。大山，早上啊，我带了些绿豆汤，我和你卢婶都喝过了，你也喝一点解暑。哎呀，
卢婶和刘婶都在呢。大山呢？大山不在。卢婶子净说笑。大山不是在那儿坐着呢吗？大山兄弟，忙碌一天饿了吧？我特意给你带了烙饼和茶，你吃一口垫垫肚子。我呸！也不看看自己长什么样，就往人家大山的身边靠，跟我们盼妹子差了10万8千里呢。可不咋地，在码头上卖弄，以为谁都吃他那一套呢。大山，你站住！哎，我有事儿求你。我们家的房子漏雨，我一个女人家实在是不会修，劳烦你帮我修修房子，大不了我付你银子呀。大山，你瞧，我把谁给你带回来了？哎呀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看着怕什么？你说我明媒正娶的。你俩够了，光天化日之下撒狗粮，能不能照顾一下我这条单身狗啊？东家为啥说他自己是狗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别管那些了，外面日头大，快跟我进去。那个女人是谁？我感觉她恨不能吃了我。别理她，她那人就那样，不是善茬。江平强压下心头酸涩，看来他和大山注定无缘。盼妹子说我们辛苦了，要给我们炒2个小菜尝尝。还别说，还真比我们老婆子做得好。哎，东家，快过来吃饭了。东家，人找到了吗？白蹲一下午，也不知道孙家兄弟去哪儿了。要不我出去打听一趟？我前几天认识一个泥瓦匠，说不准他认识孙家兄弟。白天他出去干活，我碰不着，正好晚上我去他家找他。说了老娘今天没空，给我滚蛋！宋宝爷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砸我家门干什么？你赶紧给我滚！信不信你再砸，我就上官府告你去！死娘们儿，你跟我装什么装？又不是第一次了，勾我的时候你风骚着呢，这会儿跟我装什么贞洁烈女？老子今天还非进去不可！有本事你就去告，我不怕把咱们有一腿的事宣扬的到处都是。怎么的，兄弟？我教训一下婆娘，你凑什么热闹？她不是你婆娘。哼，那又怎么样？有没有人告诉你，别人的事少管？你要是走了，我就不管了。非要对着干是吧？哼，来啊，你打得赢我，我就走。你行啊，兄弟，既然你也看上这娘们儿，我不跟你犟，我走。用不用请郎中啊？不用了，刚才谢谢了。那就好，把门拴好，我先走了。经此一遭，他心中更加确定要把大山搞到手。大山的婆娘，对不住了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大山我相中了，既然想和他过日子，那你肚子里的孩子就不能留。大山回到小院，告知了沈桃孙家兄弟的住处。今晚我回来时，碰巧路过蒋平家附近，有个男人上门来闹，把他打得挺严重，我看不过去，就把那男人赶走了。他人没事吧？不知道，我把那男人赶走了，就直接回来了，没注意他。江平是谁啊？蒋平是我们隔壁卖烙饼的，是个寡妇，人不太正派，你若遇到，少和他接触就是了。婶子，以往是我不好，大山兄弟救了我，我这人不能不识好歹，以后啊，你们放心。那就好，以后咱们好好相处，远亲不如近邻啊。这就是大山媳妇儿吧？我是隔壁摊位的，叫江平，昨日也没好好打招呼。我叫蒋盼。蒋盼妹子，你来这里也没好好逛逛，要不然我领你去码头看看，以后你说不定也要随大山来这边，多认识认识人也是好的呀。谢谢平姐的好意，我不太舒服，不想出去啊。这样啊，那就算了，还是歇着吧。哎呦，那边大船靠岸了，我先回去准备啊，你们也忙着啊。本想领着那个女人去码头一趟，趁机把她领到水边，他都安排好人不经意来撞他俩，然后做成一同落水的局面。那个女人在水里淹死最好，就算淹不死，在冷水里泡那么久，孩子肯定保不住。没想到这女人竟然不上钩，白安排。孙大孙二在家吗？谁呀？姑娘，你找谁呀？我好像不认识你呀。大娘，我找孙大和孙二，他们俩去哪儿了？东家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有事找你们帮忙，蹲了许久也不见你们，后来打听到你家，就直接找上门。家里这是怎么了？哟，东家，你可别提了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
啥破事都落到我家头上。我哥前阵子与隔壁村李家大丫头相看上了，人家要10两银子做聘礼，聘礼都过了，他们家又派人来传话，让我家起新房，不起新房不嫁女。我和哥哥盘算了手里的银钱，正好够盖房子，反正早晚也要盖，就应下了。这房子刚盖不到一半，家里遭了贼，把银子给偷光了。天杀的贼人，要是让我抓住，我定把他手剁下来。我家遭贼的事儿闹得沸沸扬扬，我娘气得病倒，李家也跑来退婚，还不退聘礼，说是我们家毁约在先。我和我哥去要说法，被李家那些不讲理的给打了一顿，撵回来了。你们怀疑谁偷了银子？就是不知道是谁偷的才气人啊！趁着我们俩兄弟晚间不在，我娘去村口迎我们，砸了锁进来偷的。可能是看我家盖房，认定我家手里有银子才来的，只能自认倒霉啊！李家那姑娘不嫁就不嫁吧，翻脸无情，娶进来指不定把家里闹成啥样呢。只能委屈我哥多等2年，攒够了银子再给他娶媳妇儿吧。至于聘礼，我们孙家是后落脚在这儿的，没族亲，比不过李家同气连枝。还是那句话呀，只能自认倒霉啊！怪我，都怪我！这要是我留在家里，银子就不会被偷，也不会退清了。我现在有个盖房子的活儿，你们干是不干？当然干了。地点在平县，我盖的房子可是大，这只是雏形，过后我会找人设计。建造这一块我不擅长，你们俩兄弟可以在孟浦县找些靠谱的人带过去。你们2兄弟是去当工头，也就是管事，头3个月是考察期，每人每月5两银子，干得不好自己走人。说是干得好，3个月一过，工钱涨到每月每人30两。至于你们带去的人，工钱和孟浦县一样，管吃住，每月再发200文离家费。哥，你打我干啥？是不是疼？疼就不是在做梦了。东家，我们跟着你干。你们这一走要好阵子才能回来。你们的娘的身体好着呢，姑娘，谢谢你了。大娘，你刚才是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所以才能下地溜达几步。喜气劲儿过去，身上还是没劲儿。你好好养着，你的2个儿子才无后顾之忧。就是的娘，你好好养着。东家，哪日去平县上工啊？我琢磨着给你们几日收拾和找人的时间，带你们去了平县，随便和人打听黑风山，自然有人给你指路。我来孟浦县的目的就是寻你俩，现在找到了，你们也愿意跟着我干，此行算是功德圆满。我在平县还有一大摊子事儿呢，就不吃饭了。你们也尽快安排，早日出发。蒋盼大妹子，昨晚多亏你家大山出手，帮我打走坏人，让我捡回一条命，救命之恩无以为报。可以报的，20两银子就够报了。沈东家，说是有20两银子，我早就拿出来酬谢了。我是想酬谢的银子我慢慢攒，线下先请各位去家里吃个晚饭，聊表敬意。那感情好啊！我这个人嘴巴刁，要是没有大肘子、猪蹄子、红烧肉、鲤鱼汤炖小鸡，那席面我肯定是不去。我不去，估计大山敬着我也不会去的。好，我早些关门回去准备，各位一定要按时来啊！放心，只要东西好吃，我们一定按时到。大山，我今日看到江平捏了一包药，他还偷偷往咱们摊位上看，我觉得这事儿不简单。你家蒋盼身子重，别让他涉险，找个马车先把他送回平县。东家，我在码头待的时间不短，认识几个消息灵通的，我这就找人查一查蒋平最近的动向。大山，你在账上支2两银子，也不能让人白打听，记得维持和他们的关系啊，但也别把胃口养得太肥。兄弟，打听出来了？当然打听出来了，你也不看兄弟的名号，我可是这一片的包打听。这个叫江平的女人啊，姘头就有7个，其中就有个给后宅内院倒腾脏药的。我稍一拍马屁，他自己就全说了。江平今天买了大剂量的药，听说是要下给马。哥们儿，这次多亏了你，这2两银子你拿去买酒喝。嘿，大山兄弟客气，下次有事还来找我啊。大山，江平这人还没坏到底，只是想把毒药下在马身上。东家，您说的话我一直很认可，但这一次我与您的意见不同，他比咱们想象的更坏。他把毒药下在马身上，并不是心疼人命，而是想脱罪。东家，要不是你发现及时，你和蒋盼一定会陷入险境。若真出了什么事，我万死难辞其咎。既然他蒋平如此恶毒，我定加倍奉还。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可真要欺负到我头上，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大山，你打算怎么做？照常赴宴。
蒋盼妹子咋没来呢？她说肚子有点不舒服，就让她先回去了。我想回去照料。啊，来都来了，快坐下吧，等我装些好吃的，你们也好给蒋盼妹子带回去。都饿了吧？先坐下吃，我把锅里焖的鱼汤盛出来就来。桃儿啊，可吃不得呀，这万一……嘘，听，毒婶刘婶，你们俩放心吃，咱们来他家吃晚饭又不是秘密，一旦咱们出了事，他第一个被问责，给他100个胆子，他也不敢让咱们在他家出事。蒋平，我帮你吧。我看马也累了一天了，就给他提些水喝。大山哥，你个小傻子，肯定没喂过马，木桶上的横梁挡着，马喝不到水的。乖，去拿个木盆来，倒给他喝。讨厌，你才是小傻子。我去拿木盆，大山哥等我啊。还得是他，这不大山也上钩了吗？但凡男人哪有能受得了撩拨的？江平算计的挺好，看到一桌子狼藉，差点没心肌梗塞。好饱，你这手艺还挺不错的哈。别气别气，他们也是看你手艺太好，没忍住才给吃光了。我马车上还有一块买的卤肉，我这就给你拿来了。大山哥，那就麻烦你了呢。我和大山还没能成事，我暂且给你们个脸，主要是怕你们在大山面前嚼舌根。等我拿下大山，你们都给我玩蛋去。天热，你刚才也气着了，喝口水顺顺。大山哥，你也辛苦了，这水你先喝吧。蒋平，听话，你先喝，你喝完剩下的给我喝。哎呀，大山哥讨厌。哎呀，喝水呛到了呀，我帮你顺顺气，顺顺气就好。你们给我喝的是什么？就水呗，还能给你喝什么呀？你觉得我们给你喝了什么？你耍的那点小心思，我们早就知道了。你是真狠啊！为了算计大山，连他未出世的孩子都搭上了。你胡说什么？我根本就听不懂。我只知道你们合伙给我灌了毒药，我要去衙门告你们。江平，要不我让大山带着你跑2圈，消化消化食，跑跑更健康。江平，我这个人最心善，你为何出手算计？有没有人背后指使你？你交代的态度好，我就不让大山带你跑步，也不报官。啥？你给我下毒，你还要报官？你凭什么？你可别瞎说啊！我们可没给你下毒。孟浦县地界就这么大，我早就打听出你买了毒药，毒药是你买的，毒药冲成的水也在你家，你自己误食，可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我只是让大山拉着你跑步锻炼身体，其他的我们啥都不知道。我说，你们别让大山拉我跑步，我身体受不住。别磨叽，为啥要给我们下毒？我看上大山了，想收心和他好好过日子，没想到大山的婆娘来了，还怀了孩子，我眼看没希望，就想放弃。那天晚上宋宝银来家里闹，差点把我打死，大山路过此处，帮我赶走了宋宝银。我特别感谢大山，觉得家里有大山这样的男人才踏实。我想和大山在一起，最大的障碍就是他婆娘肚子里的孩子。他婆娘好对付，我有信心能抓住大山的心。可孩子不一样，一旦有孩子，男人心里就始终惦记。我就想着绝对不能让孩子出生，我也不敢亲自对人动手啊，就想到给马下药，马中毒癫狂，他肚子里的孩子就保不住了。你们相信我，我只是不想让孩子生出来，并没有想着要大山婆娘的性命啊。而且这不是已经被你们发现了吗？一切都没发生，我还吃下了毒药，你们能不能放我这一回呀？这件事没有发生，并不是你受良心谴责而中断行动，而是被我们发现了。你不是不想做，而是没做成。门外的衙差朋友都听到了吧？衙差？哪里来的衙差？江平，你的亲口招认我们听得清清楚楚，掺了毒药的谁也在马车上，人证物证俱全，带走。你说话不算数，我都已经中毒了，你还报官？我说话不算数也不是1天2天了，不服你咬我啊！哼，这女人嘴巴真贱。他给我喂了毒，你们要是抓我，也要抓他。你们真给他灌了毒药？你们就在门外，给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当着你们的面犯法呀。算你识相。差爷，我们刚才给他灌的是水，您知道就好，可千万别告诉他呀。他仗着有几个姘头四处招摇，他以为自己中了毒，也能收敛一点。好说好说。沈姑娘，徐大人，这是忙什么呢？楚州王大人给我传信，让我早些过去。新上任的县令大人还要3天到任，等他一到，我就交接手头公务，尽早赶到楚州去。我从同僚那里打探过，新县令30有余，正直壮言，是个想干实事的，你们应该会相处得好。徐大人，您一直以来看在冯明的面子上都挺照看我的。明晚吧，我在清风楼摆上几桌，
请您和夫人一起过来用餐，算作送行。咱们关系不一般，少整那些虚的。明晚我家里人也要给我饯行，也是在庆丰楼，你一起过来，咱们热闹热闹就行。就这么说好了。行了，你快去忙吧。隔日，桃，你找我？嘿嘿，是不是太久没和我说话？你想我了？这是啥？你确定这个给我了？我告诉你啊，桃，给了就是我的，你可别想拿回去。哎，老子靠自己的本事赚了这么多银子，现在就是我爹来了站在我面前，我也不服他。他给冯明的不是4000两的银票，而是4000两再次入股的证明书。哎，别走别走！我就知道你舍不得，你是不是反悔了？你要是真舍不得，我把这纸还你，你给我换一张，少点钱就少点钱吧。哎，你控制点你的劲儿，小心给我脑袋打烂了。我叫你回来，是不想你把这张入股单以及入股单上的金额到处去宣扬。我和谢岩昨天整理了一下午，把每个人应分到的金额都做成了入股单。他们银子比你少得多，可放到普通人家也是巨款。我怕他们知道了银子就不好好干活奋斗了，尤其是老六叔，他一有银子还不得横着走啊，就差在脸上写着我有银子这几个大字了。我保密。还有啊，风明，我给你分的多，主要是因为你叠加了一个舅舅 buff， 你就眼看着就要离开平县，你不买点东西表示表示啊？啥是舅舅 buff 啊？我们叫他也是叫舅父啊。我本想宴请徐大人，他拒绝了，反过来邀请我，让我参加你们家今晚给他举办的饯行宴。我觉得不妥，可他已经拍板定下了，我不好驳他面子，以免他认为人还未走茶先凉了，怕你们家人多想，咱俩不好一块去，前后脚错开些时间吧。那不行啊，咱俩顺路就一起去呗。沈涛和冯明真是说不通，哎，算了，干脆不说了，他早点下山给徐以德选礼物吧。韩妈妈在吗？得开个门啊。哟，你还知道来呀？我当你死在琼州鼠疫里了呢。我一个祸害，还且活着呢。沈姑娘，你怎么才来啊？人家都想你了。沈姑娘，我新学了一个舞，我跳给你看看呀。哎，沈姑娘，哎呀呀，你们这群小娘皮，可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小心思，就是想偷懒休息。我告诉你们，谁不听话，小心我把你们送到楚州去接客。你们当别处的姑娘有你们过得风光舒服呢？他们白天学艺，晚上伺候客人。你再看看你们，跳跳舞，卖卖酒，陪客人打打麻将，唱唱歌的，不用伺候难缠客人。我这当了这么多年妈妈，就没见过你们这么享福的。若是你们不知福，可就别怪我了。你少吓唬他们，都哭了。让他们好好练，也是为了他们好。哎，对了，这次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沈涛说了要给徐以德夫人庞氏送礼的事儿。嗨，这还不简单，我这就拿了帷帽跟你去参谋参谋。这不是沈东家吗？沈东家，你是要买布吗？啊，等着，我有几匹非常好的锦缎，我就拿出来给你看看，保证你满意。哟，这颜色衬得人皮肤白，花色庄重又不显老气。你瞧瞧，这丝滑透气，揉搓也不走形，放在手背上还能感觉凉丝丝的。这莫非是这几个月才能织出一匹的冰丝？买，周叔，这5匹锦缎我全要了，给我算价吧。周鹏举心里慌着呢，这锦缎可不是他店里的货，是文墨从京城送来，还指名道姓只贱价卖给沈东家。他要是不来买，就放着落灰。这小子摆明是想送你，你光明正大送呗，还整那遮遮掩掩的样，怕他不收啊？我去的周记布行搞活动，今日第88个进门的顾客任选5匹布，只需要1两银子。沈东家，你刚好是第88位，这5匹锦缎你只需1两银子。掌柜，你要不要听听你说的是什么话呀？这啥时候搞的活动，我咋不知道啊？纳尼？我要不是穿越人士，我就信了你的鬼话。这是谁想变相给我送东西啊？哎呦，天哪天哪天哪，你这运气可真好啊，你真大便宜了。这些锦缎的要是放在楚州，得真金白银的掏出几百两来呢，你这1两银子就能拿到，你要赚发财，人家要赔哭死了。好赔，好伤心，好惨。是谁变相给他送东西呢？图啥呀？莫非是报恩？嘿，既然是报恩，那肯定是欠他恩情啊。
这要是不收，对方肯定心里不舒服哈。不好意思，一辈子积德行善，这是我应该落的下场。沈东家，你这布就先放在我们布行，你告诉我一个地址，我让伙计给你送一趟。我也得办个活动，这第66个、88个进门的客人，给打折怎么样啊？上次剿匪，他收了很多山匪的宝贝，里面不乏他们抢来的首饰。哎呦，沈东家，你这是在哪里拿出来的？你有这个好东西，你还去买什么呀？我一直带在身上没拿出来，不知道县令夫人带出去会不会被嘲笑样式土。信我的，不土，绝对不土。你看这花，娇艳欲滴，蝴蝶栩栩如生的，上面还有掐丝。我记得我来平县前不久，在楚州的街上见人戴过这个样式，听说在京城买的呢，这刚流行起来。就这一只步摇，纯金嵌玉，没200两银子拿不下来的，你就放心送吧。今天这礼值当啊，2样才花出去1两，这和没花钱有什么区别？家人们谁懂啊？空手套白狼的快乐，往清风楼赶去。沈东家，您来了。刚我们东家吩咐下来，见到您呢，直接带您上2楼。桃儿，你来了，快请进。夫人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沈姑娘。夫人，我虽然是第一次见您，可我已经听过您的名字无数次了。徐大人总是把我家夫人挂在嘴上，爱慕之情溢于言表。今日见到您，和我想象中的一样，美丽端庄，是女人中的典范。我忍不住想要靠近您，模仿您，亲近您。徐大人真是有福气。哦，他还会把我挂在嘴上？上次我们招待百人商团，他们说想去新开张的百花楼看看，我们徐大人啊尿遁了。他说家里有一朵国色天香的牡丹，对比下那些庸脂俗粉没眼看。哟，这小嘴真甜，跟抹了蜜似的。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，我可就当真了啊。夫人，我要是骗你，就让我……哎呦，我说你这孩子是可不是乱发的。我这一辈子就一个儿子，那臭小子还偷偷跑去从军了，这一去就是好几年没个音信，让我担心惦念。唉，我没福分，这辈子呀没个知冷知热的闺女在身边。你若是不嫌弃，就给我当个干女儿，如何呀？哎，是干娘给你的，你放心收着。干娘。哎，沈姑娘，明儿也在山上住，你都过来一阵了，她怎么还没到啊？还叫沈姑娘？我刚收了桃儿当干闺女，以后啊你叫得亲热点儿，快叫人呐，叫干爹呀。干爹。哎，干女儿。干爹。干女儿。堂妹啊，你瞧瞧你，咱们姐妹说话你紧张什么呀？我就是想问问明儿最近生意做得怎么样？上次婚宴她说干了1个月就赚了400两银子，姐姐我好羡慕呢。不过上次见面我外甥一副少年得志的激昂模样，几个月不见人也晒黑了，也不爱说话了。知道的呀是孩子长大了，不知道的呀还以为自己在外面做生意折腾赔了呢。要不是这块料就直说，一家人嘛不会笑话的。姨母啊，今天给舅舅见行，他才是主角，就不要把我的事拿出来烦扰大家了吧。啊，对，今天我哥才是主角。堂姐，你给哥哥准备了什么礼呀？不急，让小辈先送。我一个长辈，总不好和他们抢着出风头吧。刚才小琪站起来了，你来，你先来。我听闻以德叔喜欢下棋，专门买了一本棋谱送给您，还请您别嫌弃。小琪有心了。堂嫂，今天你认了个干女儿，也是一件大好事呢。这以后啊，就是一家人了。堂嫂，你给我们介绍介绍呗。这里面还有我的故事呢。是该好好介绍介绍。我这个干女儿名叫沈桃，说起来啊，我们认识还是一种缘分。哎呀，多喝了2杯酒，脑子转得不灵翻了。哎呀，总之啊，相识是一种缘分，所以就认了干亲。就完了呀？认得还挺潦草。你说啥？什么潦草啊？堂嫂，你听错了，我说的是认识的还挺好。沈桃是吧？我家哥哥嫂子都是心善的，能收你当干女儿啊，是你的福分。我刚才瞧着堂嫂过了一个镯子给你当认亲礼，你是小门小户出来的，看着也没读过多少书，我当长辈的免不了要告诫你，你得回一份认亲礼，规矩你记好。
我是心善才交给你的。出去啊，千万别给堂哥堂嫂丢了脸。你别说，真别说，我还真给我干娘准备礼物了。呀，真好看，当真是好看，纯金打造，是咱们平县还没流行到的样式呢。瞧瞧这蝴蝶，展翅欲飞呢。认的是干爹干娘，礼物肯定要被双份的。堂嫂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哎，是，麻烦把刚才送的料子搬上来。切，我还以为什么好东西呢。沈桃啊，不是我这个当长辈的说你，你干爹干娘这一辈子见过的好东西多了，你送的这个也太寒酸了吧。士兵丝，面料柔软，夏季穿无比凉爽，还不爱起皱，质感很好，一下就是5匹啊！就算在京城也不一定能买到。桃儿，你这是在哪儿买的？多少银钱1匹？要不允我1匹？送给干娘就是干娘说的算，你们问我可没有用啊。买这么贵的东西做什么？快拿回去自己做衣服穿，我个老婆子用不上。舅母，你要是不要就给我吧，我喜欢，我要。美的你，那是你舅母的，臭小子，主意都打到你舅舅头上了啊！瞧他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你可闭嘴吧，你丢脸丢够了没有啊？那冰丝有价无货，随便1匹就能炒到几百两，他一出手就是5匹，可见他根本不缺银钱。你若是再纠缠不休，就别怪我把你赶出门。堂哥，这下轮到我送了吧？博文啊，给舅舅送过去。哇，这么大的灵芝！天哪，成色这么好啊！哇，这可是出了大价钱的吧？以德叔，你能不能给我看看？堂哥啊，这么贵重的东西你就别交给别人了，这万一要是碰坏了，这也赔不起啊。不妨事，都是家里小辈。堂姑是在哪里买的灵芝啊？花了多少银？这是我从京城带回来的，当时可是花了100多两呢，我舍不得用，得知堂哥高升才拿出来庆贺。小齐哥哥，我看你有话要说，都是一家人，不妨事的，说吧。明儿说的对，都是一家人，有事直说。我学过一阵子医，辨认药材是基本功。我听闻西域枯木上有一种干枯的东西，与灵芝一模一样，被称之为肉木，但这肉木没有灵芝的功效，价格上也是天差地别。我观堂姑这株好像正是肉木。你放屁！什么肉木？我这就是灵芝，是我在京城花了100两银子买的。可能是我眼拙，要不找旁人再鉴定一下。姨母啊，你瞧瞧你办的事不地道啊！咱买不起灵芝就买点别的，谁也不会挑你理的。但你买肉木冒充灵芝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若是缺银子，你就和外甥说，博文表哥下次科考要3年后呢，这期间你让他跟着我干呗，我给他安排一个写写算算的活，绝对累不到他。冯明这小子真缺德啊，一番好意说的阴阳怪气儿，对方要是真敢硬，那属实没脸没皮了。还跟着你干，你也不看看你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以为有2个臭钱你了不起啊？我家博文要是考上状元，有的是人排队送钱，还差你那仨瓜俩枣啊？不差仨瓜俩枣，你咋还用肉木顶灵芝啊？我还真是没什么出息，就是有2个臭钱啊！表哥去赶考没有路费，你一定要和我说，我出这个臭钱。我到底与你有什么仇啊？你3番2次对我出言不敬，还拿你和你表哥对比，你比得起吗？你舅舅马上就要升迁去楚州，会举荐我博文去官学，3年后科考，我博文一举冲天，就连你舅舅都要巴结我们，轮得到你一个嘴巴上没毛的小子在这挑？堂妹，我家老徐都不知道的事儿，你都给安排明白了？徐以德看自家夫人的状态就知道，他生气了，要发飙了。他家夫人发飙如同火山喷发一样，他还是往后靠靠吧，别崩一身血。干爹，你退到后面看戏合适吗？我干娘还在前面对阵呢。没事儿，你干娘出马，一个顶俩。来，瓜子再递给我一把。见此妹妹好好说说，除了想让徐以德帮你儿子上官学，还有没有别的？若是有，正好一并办了。堂嫂啊，我儿博文15岁就考中了秀才，我这个当娘的不争气，带他回平县，结果把他耽误了，平县一个好书院都没有，害得我儿求为失利。堂哥要去楚州任职，正好可以把孩子送到官学去读书啊。孩子到那边可能住不惯，劳烦堂嫂就帮他另个院子，再找2个洒扫的。厨娘最好是会做京城菜的，孩子自小长在京城，口挑。孩子也大了，也要出去交际，哪个月除了读书的笔墨纸砚，
添的新衣服，还得再给10两花销吧？还要啥？要不要再给他讨2个小妾？再找人替他把洞房入了，把孩子生了？一把将面前的桌子掀了。庞氏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哼，你女儿在席面上挑衅我们大房一家，你不说话；你女儿和我提那么荒谬的条件，你也不说话。现在我掀了个桌子，你就跳出来主持公道了。她徐倩慈早些年嫁到京城去了，没见过我什么样，怎么的？她没见过，你也没见过，不知道我是啥人了？哎，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！我们徐家一门读书人，怎么娶了你这么个母夜叉？徐义德，你要还当我是你叔叔，你现在就休了这个母夜叉。休我？除了2房的人，其他的人都给我出去，以免误伤。疯了！快来人救命啊！你干娘好久没干仗了，瞧她这动作，一点没生疏。哎呀，这平时都是拿我练手练出来的呀。庞氏，你是个疯子吗？疯？哼，算是吧。大房和2房早8辈子就分家了，若不是我厉害，你们早把我们大房吃干抹净了。这几年还算你们识相，都在自己家老老实实的窝着，怎的京城回来个女儿，你们就又开始出来蹦跶了？我告诉你们，收起那些小心思吧。要是再明里暗里的算计我，我还有更疯的。夫人英姿不减当年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小姑，快让伙计算算，今天这顿饭多少钱呢？还有这屋里损坏了多少东西，让2房把账结一结。凭啥让我们结账？饭是大家一起吃的，这屋里是你砸的。哼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的什么算盘。你们2房撺掇请客，结果请客地点选在妹夫家庆丰楼，不就是看准了妹夫面子矮，不会管你们要钱吗？别人不生气，你就把人当傻子呀？说是皮子还紧，我不妨再给你们松一松。这庞氏可真不是个东西，他怎么敢对你下这么狠的手啊？你长到这么大，娘都没敢动过你1根手指头，他怎么敢的？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！刚才庞氏发疯乱打人，你没看到吗？娘，可是我也没办法，我也挨了打呀。没办法，你是死人呐！博文是你的男人，是你的天，你没有那个叫沈桃的会讨人欢心就算了，还蠢笨的不知道冲到你男人面前替他挨打，要你有什么用啊？我真是后悔让博文娶了你了，等博文高中，定把你休回家。哦，前面树倒了，把路拦了，我下去看看。娘，救我！你娘都自身难保，你自求多福吧。打人的是冯明，你婆婆天天打你欺负你，你就不想反抗？你是谁啊？她是我婆婆，我不能反抗。不能？你男人不会给你撑腰，你婆婆又是恶人，要是你自己不厉害起来，一辈子受欺负。刚才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，宋博文要是考中了，还要把你给休了，你甘心？我不甘心。那我教你几招勤加练习，保证难逢对手，学不学？学。沈桃穿的是夜行衣，不怕陶氏认出来。他把陈乔教的那些实用技巧全都教给陶氏。翌日，我是怎么回来的呀？是谁打的我？博文呢？他怎么样？娘，是我昨天拼命挣脱，跑回家报信，这才带人找到你和相公。相公挺好的，你先喝药吧。我躺着怎么喝呀？把我扶起来！你个蠢笨的东西，你想干啥？你还想动手打我？反了你了！你疯了，陶氏，反了你了！嫂子，你可算来了，快帮我收拾陶氏！陶氏她疯了，竟然敢打我！舅母，我刚给婆母侍奉汤药，她可能是受伤了，心情不好，推搡间药就洒了。好孩子，快起来。倩慈，这时就是你的不对了。陶氏这孩子是什么心情，我们都知道。现在父亲、母亲、你哥哥，还有你和博文外甥都病倒在床上，只有我和外甥媳妇能带病，你就少挑些事。行了，父亲母亲那边离不开人，我这就过去了。婆婆，既然你不想喝药，我就帮你把药倒掉了哟。现在我要去侍奉你的好儿子博文了呢。陶氏，你疯了！这是我的伤口，你不能掐，疼。相公，我和你说，婆母掐我很疼的，你怎么对我说的呀？你说娘那是为我好，教我做事呢，忍一忍就好了。所以相公，我掐你也是为了你好，教你做事儿呢，忍一忍就好了呢。新任县令到了平县，名叫董修。徐以德临走前对沈涛说，此人心思深沉，尽量少和他打交道。怎么了，郭婶子？你做事向来游刃有余，鲜少看到你这么紧张。好啊，有人邀请咱们半月后去后宅献曲儿，说是赏花宴，请了不少人呢。郭婶子，告诉他们不去，银子再多也不去。好啊，这事怕是不简单，请咱们去后院唱曲儿的，
这不是别人，正是新任的县令董修的妻子江氏。江氏，恐怕请我们去唱曲儿是假，存心敲打我们一番是真。这是董修借着他的手在告诉咱们，无论咱们在平县混得有多好，在他眼里也还是从前那个穷唱曲儿的，这是在给咱们下马威呢。那怎么办呢？那咱要是去唱吧，他的巴掌就算是打在咱们脸上了。可若是不去，这就摆明了不给董修面子，朕给了他借口对咱开刀。他这新官上任3把火，是想从咱们身上开始烧啊，把咱们都烧成骨灰扬了，好给他开刀啊。就是这么回事。不过他既然搭好台了，咱们要是不登场就不合适了。郭婶子，你差人去回了县令大人，就说我们一定按时赴约。黑风山那位沈东家送的信，回去告诉你们沈东家，就说有劳他了，酬劳我会照付。这位沈东家倒是个能屈能伸的，咱们叫他来他就来，真是条听话的狗啊。咱们黑风戏楼已经关门停业好长时间了吧？今天就让人在门口写大字报，说招演戏的角儿。这事儿呢，就交给蒋昭和蒋盼去办。回头剧本给他俩，让他们读完按角色选人。工钱嘛，就是演完整部一人5两银子，中途退出不给银子。赵玉花是吧？登记的说你已经20岁了，澄清了吧？我先说好，这万一要是选上你，排练可是定在晚上的。要是你男人家不答应，你还是趁早退出吧。我没成亲，也不打算成亲。哦，你不问问我为什么？那你愿意说吗？我爹娘死了，我弟弟才5岁，我得拉扯他长大。老六叔做的不错，郭婶子，你去黑风戏楼门口贴大字报，就说我们戏楼要上新戏，应县令夫人召，第一场先在县令大人的后宅演给夫人看，大家不要着急，敬请期待。原以为这个沈桃是个好拿捏的，是条听话的狗，没想到会咬人的狗它不叫，轻轻松松就让它破了局。拿我做幌子宣传新戏，他倒是做得出呀，难怪都说商人狡诈。不过我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，说是戏不好，点评2句也是应当的。要是明日传出县令夫人不买黑风戏楼的新戏，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如愿赚到银子。早就听说过沈东家的大名，现在终于见到了，果然如外界传的一样，年纪轻轻就撑起一片事业。身为女儿身已是这么厉害，要是身为男儿必定大有作为啊。你个傻子，上年来你还真来。哎，对了，你的新戏应该会好看吧？这江氏可就等着挑你的刺呢。放心，我就怕太好看，看了上集想下集，他舍不得挑出毛病。沈东家，劳烦你的人唱些小曲儿，给各位夫人助助兴吧。好的，夫人。快，准备起来，马上就开始了。我最怕烟雨蒙蒙，看不清你的身影。我曾经对天呼唤，天在哭，我在哭，你在何处？一曲终了。陆家祖上曾显赫一时，传到陆振华这一代早已没落。陆振华的正妻傅文佩以及他的女儿陆一平遭人暗算，被赶出家门，母女俩生活拮据。陆一平不得不瞒着母亲去青楼当乐师维持生活。老天不怜惜苦命人，傅文佩生了重病，陆一平为给母亲续命，不得不厚着脸皮登门向父亲讨要银钱。故事就此展开。一场戏一个时辰，是黑风戏楼的规矩。没了就没了。这个陆振华是个老眼昏花的，被那个雪姨娘一挑唆，就对嫡亲的女儿下了狠手。可不是嘛，都是他陆振华的种。瞧瞧如萍、孟萍还有陆尔豪过的是什么日子呀？依萍过的又是什么日子？他不给钱养女儿，逼得女儿走投无路才去当乐师。虽然干这行不怎么光彩，可他能怎么办呢？他还有一个生病的娘要养呢。夫人，你瞧瞧我这新戏怎么样？可还入眼？倒是挺抓人眼睛。不过呀，各位也不该这么骂陆振华，他有什么错呀？他不过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而已。说是他的正式大度，与雪姨娘和平相处，也不至于落得这么个下场。沈东家的戏要是这么演，可是要让全天下的男人都抬不起头了。夫人说的极是。回到黑风山，情深深雨蒙蒙已经拍了几场，明日就在戏楼开演，可行吗？已经拍了4场出来，可以演的，相信我没错的。我是谁呀？
我可是咱们黑风寨的扛把子6，有我在，你放心。扛把子6，自己给自己封的。老六叔，今日江氏的话你可听清了？听清了，这娘们儿她不像好人呐，她有什么错？她不过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而已。若是她正是大度，老六叔，黑风山有你，姓甚？我不姓沈。行，我知道你户籍上姓刘，叫刘六。六六啊，我交给你一个任务，你把刚才那些话到街上去散步，逮谁就和谁说。你们谁遇到过带薪传谣的？没有吧？可老六叔有啊。夫人，您唱的可真好听，嗓音像婴儿一样。少拍我马屁了，不得不说，那沈涛还真有2分本事。这曲儿妙，戏也妙，不过再妙也不行，谁叫挡了相公的路呢？晴晴，你这就出府一趟，把我在宴席上说的那些话朝2个人散出去。我得让平县的人都知道，这位沈东家，他想让男人抬不起头。知道了，夫人，我服侍您躺下就去。一夜之间，平县的人都知道黑风戏楼的新戏被县令夫人给批了。人听谣言啊，只听自己想听的一部分。县令夫人说，这戏里的男人啊，只是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。那男人到底犯了啥错？有点想看。他那是宠妾灭妻，可不是天下男人都犯这样的错，把男人都当傻子啊！这话说的，天下男人皆爱美色，怎么就不是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了？偏听偏信小妾的，这男人耳聋眼瞎，不辨是非，非君子，不及君子，更不可比君子。情之所至，心之所向嘛，男人都这样。董修听到传言，人都吓傻了。江氏办赏花宴是他授意的，目的一，让江氏结交当地妇人，有时妇人说的话能透露很多有用的信息。目的二，给平县人人敬仰的沈东家一点下马威，无需多话，只要他带人去赏花宴唱曲儿，目的就达到了。谁成想江氏蠢笨如猪，说出了这份大逆不道的话，还被传得沸沸扬扬。若真被人参一本，他这官也不用当了。夫人，您这颜色搭配的可真好。相公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我要休了你！你要休我？正是，来人伺候笔墨纸砚，我现在就写下休书。你们尽快整理江氏的嫁妆，和他一同送回江家。相公，你别吓我呀！咱们夫妻10载，膝下还有1儿1女，就算不看我的面子，看孩子的面子，你也别这么吓唬我。看孩子的面，看孩子的面更要休了你！你知不知道你给我闯下了塌天大祸？不过是一场赏花宴，就传出你赞成宠妾灭妻。要是有人参我一本，咱们全家都要玩完。现在休了你，自然保全了你的1双儿女。过后我续了弦，会把你的儿女过继到他名下，让他们忘了你。相公，赏花宴是你让我办的，也是你说要给沈涛一个下马威。沈涛这人十分狡猾，他用了新曲儿新戏来对付我们，不但没能给他下马威，我还成了他宣传的噱头。我实在是为了讨回些颜面才口不择言，其实那番话并非我本意。相公，我可以解释给别人听，你千万别休我，更别让孩子忘了我呀。江氏啊，如今街头巷尾都在讨论，不少商人还订了画本要带去外面卖，这事儿瞒不住的。我只是让秦星把我说的话找1、2个人散出去，应该没那么快会传遍全城。你说什么？这消息还是你主动散播出去的？相公，秦星只告诉了1、2个人，肯定是有人在背后使坏。你别怪我，我也是想替你对付沈涛，他手里赚钱的买卖太多了，听说还要盖市场，他要是倒台了，你就可以接手过去，到时名声是你的，钱是你的。我也是为了你才想打压沈涛，才故意说他挑拨男权。休了你这事儿，肯定是改不了了。你们那江家也不是好待的，你干脆找个庙去做姑子。你让我做姑子？不是一辈子让你当姑子，你先避避风头，等这件事淡了，我接你回来做个外室。至于孩子，你想也不要想，肯定要记在
正式名下，否则以你的名声，你儿子女儿未来也不用嫁娶了。宋文墨从琼州回来，撑着一口气在朝堂上给沈桃要下了官位，然后就病倒了。我的主子祖宗啊，你起床动作这么大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诈尸了呢。陈乔，快给我更衣，我要去秦家走一趟。圣上早就定了沈桃的品级和官职，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收官？若是官职在身，董修怎敢难为他？主子你别急啊，桃的本事你还不清楚吗？就算没有官职，他也能自保。您还是先养好身子，这样才能替桃出头。陈乔，你现在连我的话都不听了。我说给我更衣。宋大人，秦大人，宋大人快请进。也不知今天吹了什么神风啊，竟把宋大人吹到家里来了。秦大人不在朝堂上，您还是不要叫我宋大人，咱们两家有故交，按照辈分，我该叫您一句叔公，您就叫我文墨吧。今日文墨来访，是想私下问您，沈桃的授官文书怎么还没送出？文墨，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沈桃虽是个女子，封的官也是个闲散差事，可再闲散也是正经七品官呐，得有官袍。你也知道，官服是上衣局制的，我们吏部整理官员册子，1年上报2次申请官服，上次报是5月，已经错过了，只能等11月再报。文墨放心，官服一下来，我马上就让人带着文书、官服、印信，保证交到沈桃沈大人手上。叶群老油条，恶心人真有一套，也不明面回绝，只找理由拖着你，不就是不满意圣上开了女子为官的先河吗？就算圣上今日亲你，这老东西也是这个借口。行，你恶心我，就别怪我恶心你了。秦光祖大人呐，秦大人说的极是，既然祖上定了规矩，就要按照规矩办。我也就是随口一问，并没有催促秦大人的意思。文墨此次来贵府上，其实有更重要的事商量。哦，文墨有重要的事，不如一步到我书房。叔公，你看我年纪也这么大了，和我同龄的朋友都当爹了。不瞒您说，我上次出门偶然间见了嫣然，一见倾心。宋大人，你说的是什么话？婚姻大事向来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你倒好，在我府门口大放厥词，要娶我家嫣然。若不是同朝为官，我都想叫人大棒把你打出去啊！叔公，文墨虽然身体不中用，早晚都得死，可我也真心喜欢嫣然的。我今日来府上，就是知会您一声，让您做好准备的。我打算进宫求圣上赐婚，他怜惜我身子弱，一定会答应的。你要去求圣上赐婚？正是。叔公您放心，就算我死得早，我也会在有生之年好好待嫣然。文墨，你别急，这事儿改天再商量商量。老夫今日公事繁忙，得去上衣局和他们说说加紧赶制官服的事儿。虽说1年定制2次，可规矩是规矩，人情是人情，总不能让新上任的同僚没官服穿吧？这不是让圣上没面子吗？老夫还是跑一趟吧。叔公说的哪里话？您是肱骨之臣，自然繁忙。那文墨就不打扰叔公了，先行回府求圣上赐婚一事，改日再说吧。呸！还想娶我家嫣然，让我家嫣然给你守寡？去你的吧！透过这件事儿，宋文墨解锁了一个新技能，以后谁要和他对着干，他就威胁要娶他捧在手心里的女儿。若是没有捧在手心里的女儿，捧在手心里的儿子也不是不能。性别啥的，他没卡太死。儿子，你别吓唬娘啊！来人呐，来人呐，快来人救命啊！快去叫郎中！叫什么郎中啊？你看这血流的，等把郎中喊过来，孩子都硬了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找个门板，咱们抬着他去找郎中。从这里出发到最近的医馆也需要2刻钟，有没有马车能帮忙？你疯了你顶别的羊就算了，你怎么还敢顶人呢？这要是出了3长2短，我现在就捅了你！我是郎中，您先让一让，让我看看孩子情况。我叫沈桃，黑风山沈桃。是黑风山的沈东家？她的确是女郎中，还去琼州帮忙了呢。这孩子命不该绝，在这里捧到了沈东家。各位都往后站一站，别耽误沈东家给孩子看病。门板拿过来，把孩子抬到一个干净的房间。另外，准备热水、尖头剪刀、缝合的针线。记得剪刀和针线拿过来前，先用热水煮。我去准备，我这就去准备。
孩子他娘，让别人去准备，你只管帮我守着门。我给孩子处理伤口时，绝不允许任何人进门偷看喧哗，否则我会分心，一分心就会手抖。孩子能不能活下来，全看你了。恭喜宿主完成手术，手术判定成功。本次奖励积分10点，累计积分30点。再次提醒宿主，2级手术的奖励是积分累计50点，就可以获得抽奖机会1次。奖品包含但不限于技能，借有其他克氏的医生卡、高产作物、鼓励值、好运值。乳娘，昌哥呢？昌哥怎么样了？乳娘，你倒是说话呀！昌哥呢？昌哥在哪儿？我一听你让人捎的信，就赶紧过来了，怎么不见昌哥啊？沈东家，我儿怎么样了？你们就是昌哥的爹娘，昌哥已经脱离危险，你们2位不用紧张，伤口我已经处理好了，稍后你们小心些把他带回家，用这门板台就挤好。今天夜里他可能会发高热，我这里有2种药，一发高热就给他灌下去，每隔2个时辰再吃1次。若是20个时辰后还没能退热，就去黑风山找我。孩子肚子破了个洞，进了气儿，等他醒后，若是没放屁把气放出去，就不能给吃喝，渴得厉害就用棉沾水给孩子嘴里润润。伤口每日都要换药，换的药和退烧后吃的汤药，你再找别的郎中开。敢问这位女郎中名讳？他爹，这是黑风山上的沈东家。鄙人乃平县衙门典史薛红，在衙门时也曾远远见过沈东家，却无缘进教。今日承蒙沈东家恩德，救下小儿性命，薛红愿结草衔环，以报大恩。结草衔环就算了，医者仁心，就算换了别人，也舍不得见这么小的孩子受苦。我只管看病不管其他，想必你们还要追责，我就先走一步了。沈东家今日出来实在没带太多银子，先给你这些，你说个数，剩下的我准备好送到黑风山上去。徐典史既然听说过我，就知道我救治你家小儿实在不是为了银钱。若你心中不安，那往后遇到小乞儿，给上一口饭让他活命，就是你对我的报答，如何？沈东家，徐某记住了。走了。沈东家，猪我给你伤好了啊！你的马车在哪儿呢？我给你装上去。只有半扇。哦，还有1只羊和半扇猪，我在那儿放着呢。您稍等，我一样样的给您办。他眼没花吧？这的确是一头大猪，不是一只小乳猪吧？这沈东家还拎肉呢。他拎的是普通人能拎动的肉。沈东家，你有能力也就算了，你还有钱，你有钱也就算了，你还会医术，现在你还有把子力气，我们劝你不要太离谱啊！东家，你来了，兄弟们给东家问好。东家好。好，同好同好，我过来看看你们，顺便给你们带了些肉，是一锅煮了吃个痛快，还是带回家去，你们随意哈。东家一来保准有好事，对不对啊？是。东家，你瞧瞧，大家都希望你多来呢。兄弟们，来2个人帮东家把肉抬下来。东家你可真是下了血本啊！半身猪呢？我替家里的婆娘孩子谢谢东家。我婆娘还说我是祖坟冒青烟了，才能找到您这么好的东家。我婆娘说，我要是不给你好好干，她就要打断我的腿。我弟弟噎着了，喘不上气也说不出话来。我想求马车的主人送我一程，否则我弟弟就真没救了呀。以他目前上不来气的状况，就算把马车借给你，跑到最近的医馆也来不及了。交给我吧，正巧我知道怎么救。沈桃的海姆立克法看在古人眼里有点像闹着玩，更何况沈桃是个大姑娘，长得也面嫩，她抱着一个14、15岁的少年一直颠，让旁人看了有些害臊。活了呀，我弟弟活过来了。这位姑娘，太感谢您了，真是太感谢您了。恩人，我家里也没有多少银钱，这些都给你了。举手之劳，快收回去。翌日，沈桃就拿着蒋怀的画像给送货的车队看。各位，要是在平县看到这么一号人，你们就悄悄地盯着他，然后回来报信。我沈桃在此，谢谢大家了。东家客气，不谢不谢。这人黑得过分了点吧？黑的眼睛鼻子都看不见了。去你的吧，哪有人那么黑啊？真是忘画脸了。这人的脸不重要，就是他身上背的背篓挂的锅子都对得上，那就是他无疑了。懂了，我们走了。沈桃怀疑蒋怀到了平县，他还真没怀疑错。蒋怀愣是靠2条腿从京城走到平县。探主，你眼下青黑手还抖，这是病啊！你我有缘，你给我1碗面条，
我好好给你把脉诊治一下。滚！哎，得嘞。各位大哥大姐摆摊的，这人就是个骗子，别理他。这摊主，你不信我就不信呗，你咋还断我财路呢？车夫大老远的就看见了脚踝，哇哦，这不就是画像里的那个人吗？画画的也太神了，明明没给他画脸，可这一眼瞧见就知道是他呢。那人就是沈东家要找的，你盯着，我找人去报信。得嘞，你快去。东家，沈东家，我刚刚见到你要找的人了，就是画像里那个。这就对上了，蒋怀这厮还真来平县了，难怪他这几天总是遇到怪事儿。沈桃也更加确信蒋怀确实克他。兄弟们，一会儿全都跟我走。兄弟们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上刀山下油锅可能用不到，指哪儿打哪儿，能不能做到？能。衣服里揣的榔头乒乓掉地上了。咱们是去撵人的，不是去打群架。完犊子玩意儿，这么大人一点东西都拿不住。陆七叔，这是你授意他们拿的？除了这些还拿啥了？桃想看看咱们带的家伙事儿，都给桃亮一亮。桃，你转过来吧，家伙事都拿出来了。哎，下手晚了，趁手的家伙事都被他们抢了，我只捞着这么个东西。不过陆七叔、桃，你们放心，就算只有一个锅铲，我派人也是可疼可疼的，我绝对不会拖后腿的。快把东西送回去，我们下山不是打架啊，不是打架啊？怎么听鲁奇说的语气，不是打架还有点失落呢？大爷，我观你面相，你有病啊！你要是给我拿2捆青菜，我就给你好好诊上一脉，给你开个方子。大爷，你肝胆湿热，白眼人黄，面色黧黑，经常鼻子和牙龈出血吧？你这是肝病，还挺严重的，根治不了，只能靠调理。哎，大爷，你咋玩来啊？我都给你诊脉了，你还要把菜要回去？那小子要抢老爷子的菜，兄弟们跟我上，把那小子给拿下！兄弟们，给我追上去，别和另外一伙人发生冲突，只要拦住即可。得嘞。你们是从哪儿来的？知不知道我们背后是谁啊？在平县的地盘上还敢惹我们？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吗？我误会，我们不是来找麻烦的。我刚才看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，我替他解释解释。误会？我亲眼看到他买菜不付钱，这能有什么误会？他是个郎中，和老爷子商量能不能把脉诊病，换老爷子1捆菜。他以为和老爷子商量妥了，所以把完脉拿了菜。沈桃，是你，我找了你好久啊！他是郎中？哼，谁家郎中混成他这样啊？即便是郎中，他也是个庸医吧？谁是庸医啊？我告诉你哈，你家老爷子肝有病，尽早调理身体为好。既然如此，还真是个误会，那就算了。桃儿，我想死你了！桃看上的这是啥玩意儿啊？而且不像他家桃强抢民男，这男人黏黏糊糊的劲儿，好像是要赖上桃呢。兄弟们，我这位朋友一路辛苦了，来，咱们搭把手，把他抬起来哈，让他歇歇。好。兄弟们，跑起来！哎，不用这么热情，哎，真不用这么热情。快跑，走你！蒋怀，你要是再来平县，我就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他本以为扛着那小子跑是要把他扛上山呢，谁料到这是扛着扔到城外了，还要见人家一次打人家一次。哎呀，多大仇多大怨啊！宋文墨接到属下飞鸽传书时，既然桃儿不想见到他，那就不见，让手下把他送到边关大营去，那里正好缺军医，不在那边待过3年，绝对不能让他回来。主子，你小心思暴露了吧？乔乔对情敌都狠呐。蒋怀就这样颠簸了1月有余，被人以军医的身份扔进了边关大营，还有救也救不完的人。我一定会回来的。养殖基地建好了，小河村的人翻脸了，他们不但不还黑风山垫付的银两，还把黑风山留在小河村的管事人给撵走了。你当县令还是你舅舅呢？就算是你舅舅，面对这样的刁民也没办法呀。70户刁民，一家8口，那就是将近500人，谁家还没点亲戚姻亲呢？他们再呼朋唤友，那将是非常庞大的群体。你告状那一天，这些人就全部到县衙门口去看热闹，去搅和。县令大人最多是和稀泥，判他们还钱，让你宽限一些时日。这一拖2拖，就给拖得遥遥无期。刁民，反正也是我们黑风山出银子出的多，
大不了我带人把野兔基地给抢回来，合约作废，我自己出钱我自己干，赚的银子全是我们自己的。好心好意想带他们干一点事儿，赚一点银子，没想到他们恩将仇报。哎，多大点事儿啊！你也不是上帝，能够规避所有的问题。既然遇到事儿了，咱们就解决事儿，只是下次再签合约。你只需与村里的村长并2个德高望重的人签就行。至于其他村民，让村长和他们对接。村长和他们相处这么多年，最懂怎么拿捏他们，这叫借力打力。我知道了他，那我现在就去抢基地。哎，不可，你直接抢回来，不带村民玩了，那就是得罪了村民。基地有半个山坡那么大，防不胜防。他们要是实血坏，要么扒了你的墙头，要么给你的兔子投毒，这不全都是损失吗？合作还是得继续，真金白银投入的，总不能和银子过不去。咱们去一趟小河村，得让他们心甘情愿的把基地管理权交出来，还有那3成银子。对，得让他们心甘情愿的交出来。东家，您来了，您愿意来小河村建野兔养殖基地，就是想拉村里人一把。平时看村里的人都挺好的，我是万万没想到他们为了银子能干出这样的事儿。青山兄弟，这事儿和你没关系，我想问你一些细节。最开始这70多户是真心实意想跟着干的，对吧？什么时候他们的思想开始转变的？又是谁带头的？是我们村的柴汪，这人是我们村最能算计、最抠门的人。他不仅领头不还银子，现在还给村长施压，让村长把承包山头那100两给村民分了呢。这个柴汪四处散播谣言，说黑风山的人无论盖围墙还是买兔子，都是黑风山的人说了算，谁知道里面有什么猫腻？回头这银子被他们贪了去，平头百姓还要替他们贪3成，干脆就不给银子，他们自己养兔子自己卖。听他这么一煽动，村民就都跟他穿一条裤子了。好，青山兄弟，你知道柴旺家住在哪里吗？带我走一趟。知道是知道，不过柴汪最会煽动人心，我怕他对你不利，要不你等会儿再去，我多叫2个人保护你。青山兄弟放心，若是没有自保能力，我肯定不会去找他的，一会儿我和他谁危险还不一定呢。那个就是柴汪。柴汪，哼，赵青山，你还真是挨打没够啊，又往我跟前凑合什么？还有那个冯小子，不怕挨打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啥底细，我早就找人打听清楚了。徐义德是你舅舅，不过天高皇帝远，要不你叫徐义德过来抓我呀？柴汪，你开门，我有事要和你说。柴汪，我劝你把门打开，你要是不听劝，哼，你就没门了。我就不开，有本事你们就去县衙告我呀，让衙差把我们70家全抓走。要是没本事，你们黑风山就憋着，反正你们家大业大，也不差这点银子。你们弄坏我的门，我要去报官，让你们赔。那啥，我弄坏你的门是不是要赔钱啊？必须赔，这门跟我处出感情了，你还要多赔呢。那我要是打了你，要赔钱吗？哼，你说呢？打了人还不想赔钱，等着下大狱呢。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，这是赔偿你挨打的银两20两，我预定打你2次。什么鬼？打人还能预定？我预定打他2次，你俩1人1次，是一起上还是分开上？哥们儿，一起啊！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？我不干什么，我就是单纯的想要打你啊！你自觉挺聪明，还想从我黑风山手底下讨便宜。我给你算算啊，野兔养殖基地有公母兔子共200只，一只母兔1年下6窝，5-6个月大的母兔又可以开始下崽，一公一母2只野兔，1年就能繁殖出近100只兔子。你想想这200只兔子，1年得生下多少兔子？平县又有多少人能天天买兔子吃？兔子卖不出去留在家里，一天要吃掉多少草料？养不起要是放生，它会吃掉多少庄稼？在地里打多少洞？要是全部杀掉，吃也吃不完，卖也卖不出，全放家里面烂掉，皮子也没有销路。所以霸占整个养殖基地，你是赚银子还是赔银子？我们黑风山不同，面对全国各地来的商户，我们有水陆航线，有陆地车队，还有许多门路。兔子的皮毛可以卖到琼州苦寒之地，兔子肉可以做成麻辣货销往全国各地，就连兔子的头都能做成麻辣兔头。你说你要是老老实实跟我们做买卖，那就是源源不断的银子分红，可你偏偏不干啊！行了，打你一顿我也出气了，这破野兔养殖基地你们爱怎么玩怎么玩吧，反正我也不在乎扔这2个银子，全当打水漂听响了。不过你们小河村这么坑我，我定会把你们村的名声远扬，让你们的下一代啊嫁不出去，娶不进来。哎，你别走，你别走啊！
野兔养殖基地的事儿，我们还能商量。怎么商量？3成银子我们给。哦，3成银子是多少来着？219两，平摊到每家就3两。可是我们银子不要利息的，我看平摊下来，一家给我4两好了，能成就成，不能成我就走了。成，4两就4两。那我打你怎么算？您没打我，是我自己把脸往你们手上贴的，银子快拿回去。青山兄弟，冯明，咱们走吧，等着柴旺兄弟把银子收上来，咱们再过来。得嘞，你个冯明啊，要不是已经投了银子，我才不和小河村这些人打交道。下次投资啊，还是得多考察，看清人品再说。可怜呐，真是太可怜了。哎呀，这都臭了呀！是孝顺孩子，各位行行好，求各位行行好。家乡遭难，我们不得不出来逃难。母亲为护佑我们兄妹饿死在路上，我与妹妹愿意卖身为奴，只求一口薄棺给母亲下葬，求好心人成全。行行好，给口吃的吧，真的快饿死了。好孩子，吃吧，我们也圆了你的心愿，把你母亲抬到有人的地方了。我看这里的人呢，虽然富一些，但也没钱买你们兄妹，不如就近将你母亲埋了吧。再耽搁下去，真就……你们打哪儿来的呀？遭了什么灾呀？家里边还有人吗？怎么走到平县这小地方来了？我们是打邢州来的，遭了蝗灾了。那虫子扑棱棱的飞呀，挡得连太阳都看不到。一走一过，树啊草啊，我们种的庄稼全成光杆子了，连口野菜都没给我们留。这一路过来，邢州12层全遭了蝗虫，连口吃的都讨要不到，足足走了快1个月才走到这儿啊！像你们这样的逃荒的还有多少？逃荒者多着嘞。我们原本跟着大部队走，想去楚州城来着，我们是跟大部队走散了，无意中来到这儿了。还有没有其他人往这边来，我们是真不知道。沈桃其实有能力买下那对兄妹，可他不能出手。一旦善人的名声在灾民里传开，灾民就会对他心生希望。他力量有限，拯救不了所有灾民。到那时，灾民可能会心生怨怼，合谋抢了他都有可能。大嘴兽，你上山取2把铲子，帮那孩子把母亲给葬了，顺便带几碗米给他们。记住，不要透露咱们的身份。咱不求他们感恩，更不需要他们记住咱们，听到没有？风明，你现在就回山上通知郭婶子收拾东西，就说咱们准备马上搬家，货物和人是最重要的，赶紧护送下来。生活用品能拿多少拿多少，若是拿不了，再到城中置办，听到了没？啊，我回山上报信儿。桃儿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去找房子啊，要在城中找足够大的房子。你快别拉着我耽误时间了。桃儿，不用找房子了，你找我呀。你家有足够大的房子？那必须有啊，我家旧宅子空置5、6年了，我娘要卖3500两，有点贵，就一直没人买。每到年节，我娘还派人去打扫一下，里面该有的东西全都有，可拎包入住。最重要的是，后面还有好大一个院子，里面种了些果树，那果树结的果子可酸可酸了，我觉得可以拔了，空出地来堆放货物。风明，你简直太棒了，就这么定了，这房子我买了。没毛病，等有空我和我娘说一声。哎，别说有空了，现在就去说，最好马上就搬。谁知道灾民大部队什么时候能到啊？要赶在他们前面行动。桃儿那孩子都是咱的实在亲戚，谈钱伤感情，随便住。娘，现在我们着急住，所以先搬过去了。等忙完这段时间，我带他来和你谈价格。先走了啊。翌日清晨，沈东家忙着呢。不知沈东家记不记得我？我是衙门典使薛红，前阵子还是您出手救下小儿，大恩一直不敢忘。孩子怎么样了？如沈东家所言，孩子当晚就发起了高烧，只是吃了您给的药，很快就出汗退热了。孩子年岁小，恢复的比大人快，现在已经像正常孩子一样到处跑着玩了。孩子安全就好。那徐典使今日出城是？我有一事要告知沈东家。邢州挨着咱不算远，他们12城遭了蝗灾，庄稼颗粒无收。楚州刺史王大人传信，让董修大人在平县召集善款，要用这笔善款购买粮食，救济灾民。可我昨夜下之晚，无意间听到一番谈话，董大人他想关闭城门，一方面是杜绝灾民进城，另一方面是把您关在城外，让您无法正常把控生意。您把控不了生意，外面还有灾民虎视眈眈。您为了生意和自身安危，肯定要与董大人周旋。
他的目标是从您手里拿5万两，到那时……后面的话许红没有说，但沈桃也明白了，到时候银子是他出的，功劳是董修的，这狗县令还有完没完？平县没别的商人了，怎么一直想对他下刀？他好好一个生意人，又本分又听话，他招谁惹谁了？多谢徐监事前来相告。比起救命之恩，徐某能做的太少，只是徐某在衙门人微言轻，也只能帮您到这里了。徐监事，你快拿着吧，你来告诉我这件事，要是被董县令发现，你的前途不保，你豁出前途来帮我，我这点银子只是意思意思，你放心收下，全当是为了家里的孩子着想。徐某先行一步。董大人，不好了！急什么急？下次说话注意点。什么叫董大人不好了？本官好着呢。董大人，是黑风山出事了。黑风山？他们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今天开始派人盯着，一旦那个沈桃出城上山，咱们就关闭城门，对外不称灾民逼到城门下，为了全城百姓安危才关闭城门，无钥匙不开门。大人，黑风山他们昨夜就搬下山，搬到城里了。我派人去山上看了，除了大瓦房带不走，能带走的全带走了。昨夜亥时咱们才定下计策，他又是怎么知道消息的？莫非县衙之中有他的耳目？大人，我听守城士兵说，他们可是昨天下午就开始搬了。他们黑风山经常有货进城，守兵就没往心里去。据守兵回忆，天擦黑时，他们就搬床这些东西，他们觉得不对劲儿，这才留了个心眼儿。今天一早就来告诉我了，他们搬迁的时间，咱还没商定这个计策呢。难怪这个沈涛生意能做这么，倒也是个听风知云雨的人物，洞察力如此强。罢了，再想别的法子，这银两他出定了。县令大人到。啊，他来干什么？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嘘，小声点，别让人听到了。风鸣，你去后院帮忙，这里有我应付就行。董大人，不知您到访，有失远迎。沈东家，听说您有乔迁之喜，我也没什么能送的，4里8乡都是咱平县飘香坊的糕点最出名，所以买了些带过来。沈东家可别嫌弃啊。哎，董大人说的哪里话？您能亲自过来，我这里已经是蓬荜生辉。翠兰，别杵着了，去给董大人沏茶。董大人最近生意难做，银钱全都搭进去了，实在是没有拿得出手的招待，这才拿您送来的糕点招待您，别见怪啊。赌人口舌第1章，哭穷。沈东家说的哪里话？咱平县人人都知道你生意做得大，你要是过得艰难，旁人岂不是吃不起饭了？董大人，您可真是高看我呀！起初我的确赚了点银子，看着风光无限，可我真的不是做生意的料。大家欺负我面嫩，明里暗里的从我身上抠银子。这1年不到，我就剩下个花架子，就连往山下搬，这房子都是管别人借的。县令大人，要是县衙或者董大人您有宽裕的银子，能不能借给我们黑风居周转周转啊？您放心，我不白借，就3个月，我连本带利的还。赌人口舌第2章，借钱，管他借银子，直接堵了他想要开口讨银子的嘴。这招狠啊！刚看他面嫩，还以为他是个好对付的，没想到如此难缠。这么大个商人，是怎么好意思哭天抹泪说自己穷的？大人，我听说城门口来了很多灾民，想当年我们黑风居这1000人也是家乡遭灾，这才投奔平县。我知道灾民辛苦，也理解县衙的难处。我现在处境虽艰难，可我们每人每日只吃1顿，还是能从牙缝里给灾民省出点粮。既然沈东家有如此大义，董某也不好驳你的面子，那就劳烦沈东家了。日后这些灾民安置下来，一定会记得沈东家的好。大人，您何须动怒啊？此次过来不过是试探他的，他若是懂事，自该奉上银两。咱们不是早做好了2手准备？他不懂事，咱对他自然有不懂事的做法。瞧瞧他那牙尖嘴利的模样，还跟本官哭穷。平县外才几个灾民，他想用救济那几个灾民来搪塞我。你说的对，他既然不懂事，那就别怪咱们了。去安排一下。得嘞，爷，我这就去。翌日，黑风居，我只听说过黑风山，什么时候又来了个黑风居啊？这你不知道了吧？黑风山迁到城里了，他们在城里买了一处院子，现在改叫黑风居，当家的还是沈东家。还得是沈东家，有事他是真办呀。昨天才听说灾门逼到城门外，
今天他就组织人手要去城外赈灾，灾民有吃喝，就不会想办法进城。他们安生，咱百姓的日子不也安生吗？沈东家大义，以后遇到沈东家的生意，咱都多支援支援，也算咱对灾民有心了。一王姓商人自孟浦县而来，进城后就听到街上议论纷纷，他让身边的小厮去打听。爷，城中都在讨论黑风居呢，说黑风居沈东家大义，主动出资救济灾民，这年头义商可是少了呢。这位爷，您刚到平县，可能有所不知，我们这位沈东家呀，可是个奇人呐。就是他牵线带头搞了匠人交流大会，这才从孟浦县吸引商人过来进货。现在村村都有自己的生意，就连我们这些庄稼人、农闲也能赶车送货。平县人人都念着沈东家的好，您要是做生意，认准沈东家，准错不了。嘿嘿嘿，好啊，这次定要和沈东家好好合作一番。还得是我们平县全都是义商，有事他们是真扛呀。以后咱一定要多光顾这些店铺，就冲他们的人品，这货品的质量也有保证。头啊，我和你说，城外的灾民都记着咱们黑风居的好呢。陆七叔，明日从城中多买些蔬菜，煮成菜粥，少加些盐吧。咱们的目标是助他们活下去，而不是把他们喂得饱饱的。另外，陆七叔，你把煮粥的事交给别人，你明日去找谢岩，让他从全通银号取5万两银子出来。头，取那么多银子干什么？陆七叔，拿了银票你就轻装出城，去远些采购粮食和草药，尽可能多买粮食。咱用得到这么多粮食吗？你买的粮食和草药，其中3万两要送到楚州去。有能力帮别人时，自然要帮一把。我只是不能让别人拿着我的银子做好人，再踩着我的肩膀上位。至于剩余2万两买到的粮食，运回平县。去年琼州严寒又遇鼠疫，圣上开了粮仓赈灾。今年邢州又遇蝗灾，若我料想不错，粮食价格已经有攀升迹象，多买些粮食放在身边，有备无患。头，陆七叔，你带着大山一起去，我这就写封信让你带上。你可以直接奔楚州找徐以德大人，他现在是我干爹，应该会派几个人协助你。第2日，那是黑风居的马车，快拦住他们，快点拦住他们！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呀？我们是黑风居来赈灾的，你为何拦我们呀？黑风居，哼，抓的就是你们，把他们给我带过来。好一个黑风居，竟然敢给灾民粥里下药！瞧瞧吧，这些人已经被你们药死了，你们等着给他们赔命吧！不可能，我们黑风居不可能给灾民下药。官爷，你细细想啊，我们一边施粥一边下药，我们图什么呀？你摸摸，他已经没气了。粥是我亲自熬的，我还喝了一些呢，不可能下药。他死了和我们黑风居也没有关系，不能冤枉我们呀！哼，今日就你们黑风居的粥里掺了青菜，这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来人呐，把他们黑风居的人全部抓起来送到衙门，让县令大人亲自审理，给灾民一个公道。董修都没通知沈涛到场，就已经给他们上刑了。说，为何要对灾民下毒？下的又是什么毒？我们黑风居没有下毒，天地良心，我们没有下毒。我们赈济灾民花了银子，花了心力，为何还要在里面下毒，败坏自己的名声呀？这要是换成是你们，你们会这么做吗？我看你们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给我用劲打！谁要是受不了，谁就赶紧招认。我董某以自己的官位担保，只要你们肯招，肯签字画押，我立刻就停手。打板子可不是开玩笑啊！就你们现在的身子骨，若是再打上30棍，后半辈子可能就站不起来了。黑风居到底也不是你们的家，你们沈东家在外面呼风唤雨，赚了那么多银子，也没说分给你们些，就这样苛待你们，你们还死咬不开口替他遮掩，我可真替你们亏呀！你们别听他的话，桃儿对咱们是啥样的，你们心里还不清楚吗？若不是他，咱们到现在都没吃没喝。再说了，我们根本就没做这样的事情，他这就是想要我。哼，你倒是忠心耿耿，不过到了此处，不知道是你的嘴巴硬，还是我的板子硬。给我打！大人，招了，他招了。好，把人带上堂来。王掌柜，王掌柜，你怎么会被抓呀？堂下何人？县令大人问你话呢，你装什么死？哎呦，延年堂掌柜，
王松然。董大人，王松然已经全都招认了。黑风居的沈桃打算发国难财，施粥是假，实则在粥中偷偷放入陈疾粉。这种药粉会造成人呕吐、全身乏力、脉沉无力，郎中诊脉会得出天热眩晕的结论。沈桃已经从王松然那里购买了2车药物，还交了定金再购10车，其最终目的就是把药卖给灾民，以此敛财。你们说谎！你们这是对王掌柜屈打成招，把药卖给灾民发国难财。灾民要是手里有银子，还会流落到此处吗？灾民自然是没有银子，可赈灾的其他商户有银子。县衙的董大人面对灾民的急症，也不可能坐视不理。沈桃在去县衙的马车上狂写了3封告状信，一封是给宋文墨的，一封是给大理寺赵固的，还有一封是给徐以德的。各位不用为难，我自己进来也绝对不跑。你也别怪我们，我们也是秉公办事。董大人已经把案子审完了，我们哥几个现在就送你进大牢。且慢，谁说案子审完了？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想抵赖？董大人，真审完了？不应该啊！难道我之前看的是本假律法书？律法书上明明写着堂审案需要被告在场才能审啊！董大人，您是考公民考生来的，肯定也熟读律法。律法书上是不是写着被告不到场，堂审无效啊？要是我看的是假书，我明天就去拆了那家书房。竟然敢卖假书！我也读过律法书，确实如那姑娘所言。县令大人咋回事啊？连这些最基本的都不知道啊？你们说他律法是不是没读熟啊？这样的县令以后会不会判错案子呀？你说的对，是本官大意了。主要是城外死了灾民，其他灾民都闹着要说法，本官也是着急平复灾民，才乱了章法。既然被告沈桃已经到了，那咱们就走流程再审一次，反正人证物证俱全，也用不了多少时间，得出的结论也不会变。大胆刁民，你见到县令大人还不跪？沈桃何在？沈桃何在？官爷，莫非你找的沈桃和青天大老爷审的沈桃，他是一个沈桃？下官是吏部考功司考工令史唐新济，来这里寻一个叫沈桃的人。不知汤大人到访平县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啊！您说要找谁？沈桃啊？我这就去叫他。沈桃接旨。民女沈桃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滁州治下，平县有女沈桃，她献上高产作物有功，剿匪有功，为琼州鼠疫献策有功，拯救重症鼠疫患者有功，特封为滁州司农使，管7品，钦此。圣上口谕，沈大人您不必去滁州任职，留在平县即可。要是发现新的农作物，不必经由滁州刺史递上，你可盖上自己的印信，快马送入宫中，绝对无人敢拦。民女臣谢主隆恩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啊，临出京时，宋文墨大人曾嘱托过，沈大人要是遇上事，不必劳烦圣上，一封信过去，宋大人能办的不能办的，都会尽力给办。董修整个人都不好了，这沈桃是什么来路？刚听说董大人在堂上审理沈大人，虽然沈大人封官了，可犯事就是犯事。正好本官也闲着，跟着去听听案子。若是沈大人真犯了事，我绝不包庇，回京就据实禀告。哎呀，都是误会，是下面人办事不力，听风就是雨的。沈大人既然能获圣上亲封，人品必定贵重，我回去就重重责罚下人，差点害我和沈大人起了局域。哼，之前他还想着周旋，暂时避过这一劫，再选大腿抱。现在咱有官职在身，怕个屁！你不想审我还不乐意呢。城外的灾民到底怎么死的？为何灾民吃了我们干干净净的菜粥会出现呕吐症状？今日必须有个答案。董大人，这怎么行呢？配合你断案是百姓应该做的事，毕竟涉及到一条人命，不能草率处理。还有一条命，这就是董大人口中的误会。若真如此，汤某回去只好如实记录。董大人作为一方父母官，竟视人命为误会。既然汤大人雅兴，就一同上堂吧。汤大人，这些草民刁钻的你难以想象，若是不用上些手段，他们嘴硬着呢。
您在京城为官，没见过这等场面吧？误了您的眼，见谅见谅啊！我见谅个屁呀！今日若不是我亮出身份，就你初次见面那个架势，就差把我抓到大堂上打一顿了。我的小本本呢？算了，仇记在心里了。董大人，现在还用不用我给你磕头了？沈大人折煞我喽！刚才都是误会，你我现在是同僚，又是同品级，我怎敢让你给我跪呢？哎，董大人，咱们案子审到哪儿了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是被告，董大人没有宣我上堂就给我定了罪，我要求董大人重审，董大人这才逼我下跪来着。好一个董修，当事人不在都能直接定罪了，咋的？不用根据律法办事了呗？他在心里又默默记上了一笔。沈大人，城外灾民呕吐物中全都带有青菜，今日只有你一家施粥施的是菜粥，这再明显不过。灾民在城外闹了起来，让交出凶手，这要是处理不好，就会引起动乱，我也是权宜之计呀。哦，那董大人这会儿不权宜了？要不先抓了我去示众，平息灾民怒火？沈大人真会玩笑啊！本官现在重新梳理一下案情。城外一批灾民吃了被下药的菜粥后，出现头晕呕吐的现象，其中一名灾民没扛过去，死了，从而引起灾民动乱。延年堂的掌柜王松然已经签字画押，招认是他卖了大量药材给沈大人，且沈大人另外又订购了一批药材，准备卖给有急的灾民。去把仵作验尸记录拿过来，你去后堂询询，怎么办点事这么不利索？仵作的验尸报告呢，还不递上来？仵作到底怎么了？醉倒了不要紧，把验尸单拿出来就行，总不能他还没验尸就已经把自己喝高了吧？董大人，那你刚才说灾民喝了我下药的菜粥，病重不治而亡，是你杜撰的呀？属下并未找到验尸单。哼，我说董大人，你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仵作喝得不省人事，连尸体都没验，你就已经把案子审完了，你这么能干，楚州刺史王大人知道一定会嘉奖你的。唐大人，您真是老阴阳人了呀！人人都知道楚州刺史王大人脾气不咋好，还嘉奖董修。你回去一宣扬，全朝都知道楚州的董修做事没章程，这让王大人把脸往哪儿摆了？不把董修屁股踹青，那都是他脚下留情了。你们是谁啊？哎，你不要紧张，我们不是来杀你的，反而是来救你的。现在京城来了京官，调查县令董修，事关给灾民下药致人死亡一事，董修怕暴露，所以才派人杀你灭口。就算这个被人打晕，董修也会派其他人，你的小命要保不住了。我不能死，我上有老母下有妻儿，我们一家人好不容易才走到这里的，一路惊险我都没死，在这里死了我岂不是太亏了？英雄，你今天能把我从他手里救下来，你应该是个有本事的，求求你救救我，只要能保下我这条命，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你跟我走一趟，能不能活命就全看你自己了。大堂之上，两位大人，今天这真是个误会，左右现在也没有其他线索，不如今日先散了吧。汤大人远道而来，想必已经疲惫不堪，本官这就给汤大人安排住处，让您好好歇息，等明日仵作醒来验过尸，这案子继续审，如何？哎，别呀，延年堂的王掌柜这不还在吗？现成的线索，他说我向他预定了很多草药，那预定了多少？都定了什么种类的草药？我交了多少定金？这么大数额的交易，肯定写了合约，合约又在哪里？沈桃是冤枉的，我们已经抓到了真正下毒的人。快出去看看，是谁在扰乱公堂？若是普通百姓，直接赶出去。哎，沈桃是冤枉的，黑风居是冤枉的，我们已经抓到了真正下毒的凶手了。求京城里来的官给小民做主，
求京城里来的官给小民做主来活了。他当官这么久，还是第一次有百姓向他求公道。这些年读的圣贤书，在他脑海里都活过来了似的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。本官就是从京城来的，请问这位老哥，你为何要寻我？大人，草民为了些钱财，为了能混口饭吃，做错了事，可草民罪不至死啊！董修董大人现在要置草民于死地，求大人救救小民吧！唐大人，本官才是被冤枉的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，为何要置他于死地呀？就在刚才，董大人的亲信差点拿匕首捅死我，要不是草民手快打晕了他，我就见不到大人了。董大人说自己被冤枉，那干脆把你的亲信叫出来对质。按照我朝律法，若官员卷入案件，当停职自省，待上级查证。董大人，请吧。唐大人已经信了这灾民的话，我找不着亲信过来都洗不清嫌疑。既然如此，本官自愿停职自省，相信上官会查明真相，还我一个公道。唐大人，今日的事多亏你及时赶到，要不然我就下大狱了。沈大人不必言谢，别说我受了宋大人所托庇护你一二，就算没有宋大人，遇到这样的事我也是要管上一管的。今日的事，就算我是个外人也看出董大人是冲着你来的，他自愿停职自省，想必是还有后手。我会在这里停留几日，你有事可以找我相商。唐大人，您初到此地还没有落脚的地方吧？这个时辰城中的客栈都关了，不如到我那里对付一夜，家中老幼甚多，也有空房的。不要杀我，不要，我也是替人办事，不是我。我是被你杀害的，一直等着机会报仇，可飘得太久了，我忘了我是谁，也忘记发生了什么，我只知道我要找你报仇。我要把你撕碎，把你撕碎！不是我，女鬼大人，我也是给人办事的，不是我要杀你，是董修，是董修让我杀你的。当时你家主母被夫君杀害，他给董大人使了银子，董大人就可以自杀结案。谁成想你这忠心的小丫头咬着不放，查到了董大人头上，还要去京城击鼓鸣冤。我受董大人的指使，半路拦截杀你，冤有头债有主。女鬼大人，你去找董大人吧。我会去找董秀报仇，可我还要知道我的尸骨埋在哪里。只有找到尸骨平息怨气，我才能转世轮回。你若是不告诉我，我现在就把你撕碎。过了红土县的关隘往前走有片树林，那里有棵歪脖子老树，我就把你埋在那树下了。求你别杀我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都等着我每月进月钱回去养呢。你不是鬼，你骗我！哎呀，不要纠结那些细节。我跟你说啊，董修今天被停职自省了，灾民告他杀人灭口，顺着这个线索查下去，他指使下药的事也兜不住。我若是他，就直接绑架了你家人，让你担下所有罪名，以此来洗脱他。不可能，董大人不会这么做的，他不可能拿家人要挟我，更不可能把罪名都推到我身上，因为我你滥用私刑，你打人。你一个杀过人的，还说我滥用私刑，我用了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我说还不行吗？这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我是董修的妹夫，机缘巧合救了他亲妹妹，后来得了亲，这才得他重用。难怪张莲这么自信，原来和董修有亲戚。你婆娘有没有跟你来平县？她住在哪里？你当我傻呀？我要是说了，你肯定抓他们要挟我。行，你不说就不说，以为我查不到？你且等着。结果一开门，就见到门外站着许多人，其中还有汤心计。
刚才你都听到了？他喊得太大声了，我就出来看看情况，怕耽误你就没敢靠近。反正从董修让他杀人开始，就全听到了。大家快回去休息吧，时间紧迫，等天一亮就分出2队人马，一队去挖女孩的尸骨，另一队去查张莲的住址，务必赶在董修之前找到他们。本以为董修只是昏庸无能，没想到还乱杀无辜。沈大人放心，我出京时宋大人送了2个高手给我，就在刚才，我已经让他们去董修家附近守着了，保证他一条消息也送不出去。宋文墨真是个好人呐，就算人在京城这么远，还能帮得上忙，给他比个心呀。唐心气，你是哪里冒出来的？请坏了我的好事！程宇，你进来。大人，程宇，院子后面有个狗洞，你从狗洞钻出去，把信到必胜居赌坊李管事手里。行了，快去办。你眼睛瞎了？敢往大爷身上撞？你是不是活腻了？人傻了。信呢？哪个天杀的把他信给偷了？李管事带人风风火火的去寻那个赌徒，而这封信此刻已经在去黑风居的路上了。沈大人，你快看这信。信是董修写的，他请一个必胜居李管事的人去甜水巷张家，找张家的小娘子要孩子贴身的物件，而后再安排人把这贴身的物件悄悄送入黑风居，找到被控制的张莲，拿给他看。董修果然想用张莲的妻儿做威胁，即便他们有亲戚，真是下手不狠，地位不稳啊！劳烦大人保管，日后上堂这都是政务。那是自然。沈大人，我看你准备带人出门，反正本官闲来无事，要不与你同行？唐大人，这辛苦的事儿就不劳烦您了。您别看我们黑风区不大，但有意思的东西多了。您可听说过象棋、军棋、五子棋？还有扑克、麻将、狼人杀。什么杀？我这就让人带你去玩，脑子好用的人玩得最好。我们黑风居还有个狼人杀的榜单，说不定汤大人能窜到榜首呢。你找谁？娘，谁来了？是不是爹爹回来了？只是沈桃看到小童的瞬间愣住了，因为他长得好像董修呀。孩子像就像的这么明目张胆，重点是这个女人和董修眉眼没有一丝相似之处，莫非这是董修的孩子？擦，玩真大呀！就算不是亲妹妹，那也是别人老婆呀。若能证明这孩子不是张莲的，张莲倒戈的可能性就更大了。毕竟他可是最大的冤种，头上青青草原不说，还给别人的孩子喜当爹。你是谁啊？你可别胡来，知道新上任的县令大人吧？他可是我的亲哥哥，你若是惹了我，我就让我哥哥把你抓进大牢。你别紧张，就是董修大人让我来的，他卷进了下毒案，张莲也被抓了，他怕仇家盯上你们母子，特意派我来接人，要把你们安置到安全的地方。你怎么证明你说的是真的？你有哥哥的凭据吗？大人自顾不暇，还是托人传口信出来的，哪里有凭据啊？大人特意说了，一定要多照看小公子，一定要护好小公子。你们快进来，我收拾些东西就跟你们走。哎呀，您快别收拾了，大人安排的地方什么都有，他还递了银钱出来，说是缺的东西再置办就好。你不是哥哥派来的，你快开门，你快放我出去，我哥哥知道了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差点忘了，哼，怕了吧，赶紧。娘，你把孩子还给我，否则我就要叫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打我！你竟然打我！三大爷，王炸！谁呀？我。等一下，桃，你进来吧。还疼不疼？还好，养2天就活蹦乱跳了。而且咱们新发明这个纸牌，玩起来太有意思了，激动起来我都忘了身上有伤。桃，你快管管王帅，他一激动就爱往我身上拍，疼得我龇牙咧嘴的。你们没事就好，我还担心你们心情不好呢。这次你们为了黑风居受伤，等伤养好，每人去账上支10两银子，随便买点喜欢的东西。我听郭婶子说，董修在堂上挑拨，说黑风居赚到的银钱没有你们的份儿，让你们都为自己打算。他说错了，黑风居赚的银子，除掉商人投资分红，剩下的每人1份，都给你们记着呢。只是这银子现在投入建市场了，等盈利你们就能跟着分红。他，你和我们说这个干啥？银子的事儿你做主就好，你带我们活出了人样，我们感谢还来不及呢。
董修那王八蛋说的话，我们都没往心里去，你也别往心里去。汤仙记到了黑风居，就好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玩了象棋，玩跳棋，玩了剧本杀，玩狼人杀。他是饭也不吃，觉也不睡，把陪他玩的人都玩蔫了，眼巴巴的想把汤仙记送走。我是预言家，我昨夜查杀了2号玩家。汤大人。嘘，现在别叫我汤大人，我现在是预言家。行吧，你随意就好。你个女杀神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不装了。不装了，要打我你就尽快。张莲，就算你不告诉我你婆娘住在哪儿，我也找到她了，还顺便把他们娘俩带回来了。啥？你找到他们了？你把他们怎么样了？我警告你啊，你别动他们。我婆娘可是董大人的亲妹妹，就算我不能拿你怎么样，董大人也不会放过你的。我今天看到你儿子了，长得真像董修啊。哼，像他怎么了？那本来就是他外甥，像舅舅再正常不过。董修和你娘子是亲兄妹，怎么长得一点也不像，反倒是生出来的孩子更像啊？你确定他们是亲兄妹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反正孩子在这里，要不要我给你抱过来滴血认亲？你放屁！我天天与娘子住在一起，孩子不是我的能是谁的？你少忽悠我！就算他们娘俩在你手上，我舅哥也会想方设法的营救，我不会给你作证的。你少理解我们的关系。我也是心疼你，男子汉大丈夫活在世上，要活得明明白白。万一孩子不是自己的，白养这么多年，你不是吃亏了吗？验一下你心里踏实。我也是见不了老实人吃哑巴亏。你确定只是验一下，不会伤害他们？就扎一下手指，有什么伤害不伤害的？针眼大的疤，换你一个心安，不值得？好，滴血就滴血，让你看看他就是老子的种，你省得你玩离间的把戏。我这就把孩子抱来。你怎么被人绑着？娘说了，让你赶紧回家去，家里的柴都用光了。哼哼，绑着有趣，团儿要骑绑着的大马，你跪好一些，我要骑上去。2滴血在碗里晃晃悠悠，血珠相碰又离开。你不是想让我作证吗？好，你让我现在见一见董事，我要问清楚到底为什么，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他，让他如此糟践我。只要你让我见了，我愿意上堂作证。张莲，你快带我们母子出去，这些人是骗子，说是哥哥派来的人，这才把我们从家里骗出来的。张莲，你发什么疯啊？你竟然撞我！要不是你被绑着，你是不是还想打我？你忘了你是谁了？你信不信我告诉哥哥，让他把你关到大牢里去？董修，到底是你的亲哥哥，还是亲哥哥？孩子到底是谁的？张莲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团儿自然是你的儿子，我怀胎10月为你生下的孩子呀。我的儿子？滴血认亲的结果说明他根本就不是我儿子。孩子长得像董修，你还跟我说萧舅，其实你俩早就滚到一起去了吧？给老子戴绿帽子不说，还让老子替他卖命，帮他养儿子，你做梦！老子也就是被绑着，否则非要杀了你们这对狗男女。不，我不仅要杀了你们，还要把你们的事传得大街小巷，人尽皆知，让大家都知道兄妹背德滚到一起去，还整出个孩子来。张莲，你给我闭嘴！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修哥能看上你给他做事，能让你帮他养儿子，那是你的福分。若不是修哥看你身手好，办事利索，你以为我能嫁给你这个泥腿子？我告诉你，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每一次，我都觉得恶心极了。我还告诉你，我和修哥不是兄妹，我爱慕他许多年，帮他做事心甘情愿。就算我有了他的孩子，也是天经地义，不违背纲常。你若是敢动我们母子一根手指头，或者出去胡说八道，败坏修哥的名声，修哥能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你大卸8块，不信你大可以试一试。好好好，你们对我从头到尾都是利用和算计，只有我一个人付错真心。行，老子要和你们鱼死网破，扳不倒董修，我张莲誓不为人。就凭你也想和修哥斗？你等他斗败了这些人，就来收拾你。喂，你听够了没有？我劝你尽早放了我，要是被修哥知道你们抓了我，没好果子吃的。这女人长脑子只是为了显个吗？事情可办妥了，
现在半路被人摸了，求爷责罚。张莲啊，张莲，若是让你活，本官就活不成了。你休要怪本官心狠手辣。黄泉路上，我会给你多烧些纸钱，也省得你到那边做个穷鬼。程宇，本官再交代你最后一件事，你若是办成了，以后就跟在我身边做事，好处少不了你的。若是再给我办砸，就别怪我将你打杀了。大人，小的一定好好办差，争取戴罪立功。听清楚没有？若是再搞砸，耳朵不用要了，舌头也可以拔了。听清了，听清了，要不要听听你刚才说的是什么话？以前就知道你不是个好东西，没想到你这么不是个东西。刺史大人，平县有加急书信一封，拿进来。哈，沈桃封官他虽有意外，但细想也在情理之中，毕竟上交的是高产良种，功在千秋。可董修是怎么回事？治下不严，屈打成招，不顾律法胡乱定罪，还有灾民状告他杀人。更重要的是，这封信是吏部的人写的，这要是处理不好，他回到京城乱巴巴，说他王长顺连手下的官员都约束不了，他面子往哪儿放？话说程宇从狗洞中爬出来之后，看起来人模狗样的，竟做些伤天害理的事，奶奶熊的，画个圈圈诅咒你。不是我要放火烧你们的，我就是个传话的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要是回来报仇，记得去找董修啊。大人，别叫我大人，我是个无父无母，长大后被恶人害得耳聋眼瞎的小可怜，我可太惨了。我们玩的才是大型真人游戏，你玩的那是什么东西啊？瞧不起，瞧不起。安七说不动唐行气，只能去找沈桃，毕竟他是宋文墨的人，听沈桃的话，是宋大人人马必修课。沈大人，有事？董修又派人去必胜局堵房了，这次是传的口信，想要往这儿放火。放火？这是知道咱把董氏母子截胡了，威胁不了张莲，就干脆放火，想趁乱弄死张莲啊？回头他还可以告我们纵火杀人呢。我这人有密集恐惧症，和心眼子多的人玩不到一起去。不过他不嫌事儿大，那咱们就好好准备准备，抓他一个现行。等楚州的官员一到，连着其他事一起告上堂。还有必胜居堵房，这仇我先记下，收拾完董修就报。必胜居好，这事我来安排，劳烦你回去告知大人，让他放宽心，保证办得利利索索。东家，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应承了董修，只是属下有一事不明。讲。沈桃虽是个贤侄，可毕竟是圣上亲封的七品官，就连京城来的官员都给他撑腰，董修被他搞得停职反省，稍有不小心官都得丢。这个节骨眼上，我们为何还要帮董修啊？若是被沈桃知道，岂不是恨上我们？沈桃这人在平县搞得风生水起，颇得民心，观他行事作风，就知是个要走正道的人。与我们不同路，若把平县比成一个家，一个家之中不能有两个当家做主的，就算董修下台，新来的县令也容不得沈桃做大。反正咱们都要挑一条船上，何不选董修呢？这次帮了董修，他就有一个把柄攥在咱们手里，以后行事更容易。今晚的行动和兄弟们交代好，这是提头的买卖，若是被抓，让他们自行了断，家里的老小独访会照看。此时沈桃一个箭步冲上，他抓住那人悬在墙头的腿，把人往墙上抡，往地上抡。也太生猛了，谁家好人这么大劲儿啊？主子，以后沈桃生气不会这么打你吧？等了一晚上，结果2分钟没到解决了，感觉这一晚上吞了个寂寞。黑风居不太平，城外的灾民更不太平。沈桃被陷害的事儿把其他商户吓到了，全都不敢去城外施粥了。现在灾民只有县衙施的清粥果腹，说是清粥，一碗里也就几粒米，米汤比洗米水都清澈。要不是你们几个身体不适，呕吐赖上黑风居，那些商人就不会停止施粥。这怎么能赖我呢？我就是吃了黑风居的粥才吐的，到现在我身上都没劲儿。放屁！那天我也吃了他们的菜粥，他们菜粥里还加盐了呢，我怎么就没吐？你们身体底子差，还怪上别人了？就是，现在好了吧？每日一口稀汤，跟喝水没两样，就算想吐都吐不出东西来。天可怜见的，
要是继续这样，迟早得饿死啊！军爷，求你放我们进城吧，我们有把子力气可以找活干。对啊，再不进还能沿街乞讨，总有好心人会赏口吃的。退后，都给我退后！再不退后，就按暴民处置，格杀勿论。军爷，你行行好，放我们进去吧。军爷，我们是黑风居的，要出城施粥，劳请放行。有人来施粥了，是黑风居的人，他们的粥都吃死人了，谁还敢吃啊？你不敢吃，那是你饿得轻。今天就算黑风居下剧毒，老子也认了。不吃是饿死，吃了是毒死，左右都是意思。老子死也要当个饱死鬼。你们谁有什么本事，都做什么事？想吃粥的，过来排队登记。之前误会你们，是我错了，我道歉。我也道歉。掌柜的，平县是不是出了什么大事啊？这么多客栈全部满客，是真的客满了，还是不便招待？哎呦，这位客官，平县除了城门外有灾民，还真就没别的大事。我们的确是住满了，天天都客满。这个时间点，我劝您还是别往外面瞎跑，肯定找不到客栈投宿。您要实在没地方落脚，您就沿着街往下能看到牌子，上面写的是民宿，您去住那儿也是极好的。民宿是何意？民宿就是普通的民家把房间收拾出来，给无处落脚的客人住，价格也更便宜呢。只是人家不管饭食，环境也没客栈好。老哥哥可是担心人身安全。的确。老哥哥呀，这要是住在别处，我不敢保证，但平县地界民宿绝对安全。民宿的牌子可不是谁想挂就能挂的，得是县令大人亲自审办，往上查3代，还要向周边人打听这家的人品，以及家中要有进学的学子，全过关了才能挂牌。衙门每日清晨巡街，第一件事就是去民宿转，有这么多层保证，不会出事的。县令大人说的可是董修？他来的时日这么短，就已经做了这么多事了？当然不是，我说的县令大人是前县令徐义德大人。那新县令呢？他呀……掌柜摆出一副人嫌狗憎的模样。这董修得罪这掌柜了，否则人家提起他怎么会是这个表情？客官是投宿吗？我们有3个人，家里有2间客房吗？哎，有，客官可以进来看看房间，满意就住下，不满意还可以到别家看看。屋里有3张床，你们可以同住一间的。我们呢，不是按床位收银钱，是按房间收，一间收大千20个，不管饭，要用热水啊，可以自烧。我们俩住一间，我们韩爷自己住一间。主人家，我和你打听2个人，你可知道沈桃和董修？自然认得，黑风山的沈东家在我们平县呐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哦，主人家，可不可以给我讲讲这个沈桃啊？说起我们沈东家，我讲3天3夜也讲不完呢。反正要是没有沈东家，平县不会这么热闹，我这民宿啊也开不起来。夫人家滔滔不绝，把沈桃形容得如同大能神仙。沈东家当官了，这官位可真是他应得的。韩商昌明明问了妇人2个人物，可妇人全程都在夸沈桃，对董修只字不提，嫌弃的表情与那掌柜如出一辙。那新任县令董修呢？他人怎么样？哼，他想把我们沈大人抓到大牢里去嘞，能是什么？这妇人是不能在外人面前辱骂朝廷命官，若是能骂，他现在可能揣着一肚子脏话等着喷发呢。看来董修在平县真是个人嫌狗厌的东西啊！上任这么短的时间就能把名声搞这么臭，董修是怎么做到的？你去城里的酒楼吃酒，顺便打听下沈桃和董修的事，听听外面是怎么传的。不到1个时辰，打探到了什么？董大人到平县后，就纵容妻子说出宠妾灭妻是男子都会犯的错，惹怒了一批人。他倒是及时抽身，休了发妻，了结此事。这事我有所耳闻，他处理的也算当机立断。再有就是这次董大人1没掩饰，2没证据，
仅凭药铺掌柜屈打成招的证词，就说沈大人给灾民下药，意图发国难财，要给他下狱。有些人喝了酒，口不择言，骂董大人骂得颇为难听。这董修急功近利，做法卑鄙了些。平县如今生机勃勃，若是董修继续留在这里，就凭他和沈涛不对付这点，早晚会把平县搞得乌烟瘴气。等这事一了结，就想办法把董萧调到别处去。平县县令人选还要好好斟酌。既然平县人这么爱戴沈涛，干脆让他来当这个县令。县令是七品官，沈涛也是七品官，虽然职务对不上，但能让他代管啊。沈涛接手县令一职，门口那些灾民也归他了。韩尚昌是越想越觉得可行，什么他是不是女人之类，完全不在他考虑的范围。你们快去沈涛和董修家中走一趟，把他们全部都叫过来。桃儿，衙门来人了，楚州司马韩尚昌到了平县，让您赶紧过去一趟。哦，对了，还有汤心季大人。沈大人，你不去换官服？哎，快去换官服。说来这是你第一次见你们本地的司马，别失了礼数。不愧是我们桃儿啊，太威风了！哇，桃儿也太帅了！完了，感觉一颗心砰砰乱跳。不错不错，走吧，小沈大人。